这个世界的学生毕业后都将觉醒神明体系，成功觉醒神明的将一飞冲天，可代表国家参加国运神明擂台战。但并不是说召唤出强大的神明实力就一定强，实力与召唤者对神明的熟悉程度息息相关。然而在这个华夏神话断层的平行世界，国家三军统帅虽说召唤出了三太子哪吒，但对其熟悉程度不过才达到51%。而我熟知中华上下5000年文明，轻轻松松便将熟悉度提升到了99%。国运大战，当别的国家嘲笑华夏无神之时，我提笔耗尽10万方墨水写下诸神明会，一时间众神降临，谁敢欺我华夏无神？今天是高考，也就是年满16岁的人觉醒的日子。造化之门里面有无数种族，必须念出他们的名讳与事迹，才能与之取得联系。描述的越详细，所觉醒的成功率则越高。因此，这里的学生16岁之前学习的知识都是围绕着神话开展。此时，一名英气逼人、堪比评论区第一个粉丝的少年来到造化之门前，门后金光浮现，周围密密麻麻的全是灰色雕像，有人形兽形，还有半人半兽形。只见萧雨扫视四周，然后缓步走到一尊石像跟前，口中低吟：力拔山公气盖世，开天神phủ定乾坤，晚辈萧雨恭请巨灵神降临。只见原本灰色的石像开始一点点褪色，当完全露出原本的样子后，化作一道紫光没入了萧雨体内。一群校领导顿时喜笑颜开，成功了，还是紫色潜力，萧董事生了个好儿子。然而我却一脸懵逼，愣是没忍住笑出了声音。本以为觉醒神明是件难度极大的事情，原来只要将神话人物的故事描述出来就行。旁边的校花陈思思见状不满瞥了我一眼，果然是无知者无畏。你以为增加词条会很容易吗？这每一句话都是无数人用生命换来的。觉醒仪式并不是绝对安全，一旦喊错名字亦或者说错身份，都有可能当场身死。这倒不是我故意挑事，而是真的有些懵逼。在原本的世界，只要看过《西游记》的人都能轻而易举描述出来，然而在这个世界好像并非如此。这些人好像并不认识那些神话人物，甚至连能力都是靠猜的。想到这里，我连忙取出手机开始在千度搜索起来。结果如我想的一样，没有半点关于神话人物的背景故事，最多的也只是一个名字，能留下来的也只有一些只言片语，还全都被国家当成机密，专门找人来研究。此时萧雨也从造化之门出来，脸上带着一丝笑容，显然对这个结果很满意。紧接着是第二个学生上台，造化之门里面的雕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机出现。第二名学生在里面搜寻良久，最后停留在一尊猿猴模样的雕像面前。周围同学窃窃私语，十分羡慕，是齐天大圣孙悟空，传说中的超级神奇，最少也是金色品质。韩伟这是走狗屎运了呀！华夏为数不多的公开资料神奇，没想到被他遇上了，他这是要起飞了。然而，当我抬头看向那尊石像，第一时间就察觉出不对劲，一脸凶相，身上被锁链束缚，身体周围似有水雾缭绕。看过《西游记》的人都知道，孙悟空可是不善水性的。就在众人羡慕嫉妒的目光中，那名叫韩伟的少年开口了，语气中带着兴奋与激动。这可是传说中金色品质的神之，如果觉醒了他的力量，就能激活佛道妖3种神话体系，成为一代战神。哪怕是国家高层见到他也要礼让3分，因为他即将代表着国家进入神话擂台，成为为国家争取国运的大英雄。中天灵秀美猴王，定海神针耳中藏，妖道2族皆兄弟，师徒4人见佛光。晚辈韩伟恭迎齐天大圣孙悟空。随着他的话音落下，周围一片死寂，就连呼吸声都微弱了几分。所有人都在等待奇迹降临的那一刻。然而下一刻，啪的一声，韩伟的身体瞬间爆碎，随后化作一滩血雾没入那尊猿猴口中。怎么会这样？人群中发出惊呼，就连一众校领导也纷纷惊骇无比的站起身。这难道不是齐天大圣吗？没听说过还有别的猿猴模样的神智啊？难道国家研究的资料是错误的？这一瞬间，不少人对国家的资料产生了怀疑。然而只有我是个例外。再次仔细观察那个猿猴，脑海中却想到了另一个神智。纵横八荒，凶名赫赫，掌管山川湖泊，最喜吃人。校长语气急切地对身旁的主任喊道：立即联系城主，将此事汇报上去。又出现了一位未知神智，同时锁定这位神智，不要将他刷掉，看看有没有人能够唤出他的名讳。一个陌生的神智对整个华夏来说都是一场机遇，因为每唤醒一位神智，相应国家的气运也会增加1分，而国家的气运强盛关系到这个国家能否存续。华夏帝国自从灵气复苏以来，历经100年才点亮500位神智，看似不多，但为此牺牲的人却高达100万之众。可境外有邪神入侵，内有各国争斗，想在神恩大陆生存延续下去，就必须这么做。眼观整个神恩大陆只剩13个大国家，曾经的美洲国号称世界第1强国，可结果在灵气复苏之后，反倒是第一个被人给灭了。原因很简单，他们底蕴太浅，根本没有属于自己的神话体系。而樱花帝国则是依靠华夏帝国的传承，发展出了自己的神话体系。虽然无法跟一些大国的神话体系相提并论，但在这个青黄不接的年代，反倒一跃成为了强者。想到这里，我忍不住有些悲哀。别的国家都有宗教信仰大肆宣扬传播，只有华夏帝国对此事并不上心，这导致不少国人都忘记了本市的神话人物。要不然凭借华夏帝国几千年的文化底蕴，何惧这些宵小？别的帝国最多1、2位神王，我们泱泱华夏可是连圣人都有10几位，更不用说一大群准圣和大罗金仙。思绪万千时，远处飞来几道身影，为首的是威名赫赫的城主。可当他看向新出现的那尊石像，也是眉头微皱，显然以他的见识也不认不出这位神智的来历。随即他扭头看向身旁的几位教授，开口询问：你们可曾查出这尊神智的来历？其中一位老教授神色有些复杂，回答道：根据资料记载，倒是有几位猿猴模样的神智，只不过这需要有人去填，大概得5个人，这种事并不罕见。哪一位神智不是在无数少年人的尸骨上唤醒的？
身为华夏儿郎，早就有了随时赴死的准备。老教授神色极然，惭愧是自己无能，才会让这些孩子们拿命去赌。如果他们能多研究出一些资料，又何必用这种方式？不少学生都低下了头，他们都知道这个名额意味着什么。有人退缩，有人惶恐，但同样有人目光坚定。很快就有人站了出来。一班林浩愿意一试，2班野小小愿意一试，5班曹昂愿意一试，陆陆续续有几十人站了出来。除了最初的5人以外，其余人都是候补。几名教授开始给被选中的人讲述他们查出的资料。然而听完之后，我眉头直皱，因为这些答案里面没有一个是正确的。这就意味着，谁如果这么说了，铁定会死。正当第一位林浩准备进去之时，我站了出来。那个，我好像知道一些他的来历，跟诸位教授的有所不同。所有人的目光铲顿时刷刷的看了过来，疑惑、讥讽、羡慕、鄙夷，各种目光不一而足。平时并看不惯我的班主任呵斥一句：“蒋文明，你发什么疯呢？你可知一旦说错话，你会死在里面的。”我也知道班主任这是为我好，不想看着我白白送死，但我只是笑了笑，并没有解释。作为熟读上万本网文的我，对华夏的神话人物虽不能说了如指掌，但那些比较出名的人物还是有信心叫出来。随着我一步踏进造化之门，一阵金光闪烁，眼前出现了无数座深灰色雕像，每一座雕像都代表着一位神祗。除了原本那尊猿猴雕像，其余的全是刚才刷新的。不过我并没有直接去那尊猿猴石像跟前，反而饶有兴趣地查看起其他石像。觉醒仪式中一旦选定体系，就无法再更改了，将来召唤神祗的时候也只能使用这个体系内的。贸然跨界很容易被反噬而死。然而我的这番举动落入外人眼中，却成了临场退缩的表现。广场上不少学生都开始议论起来，这家伙该不会是怕了吧？刚才还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原来也是个样子货。校长刚想开口催促，却被首座给冷冷地打断了。每一个愿意以身犯险去唤醒未知神祗的人都值得尊重，哪怕死了也是为国家牺牲的英雄。他绝不允许有人来干涉，更不允许诋毁他们。在众人的目光中，我停在了一双巨铜神像面前，背生双翅，但有3条腿，手持一张卷轴，睥睨众生。众人纷纷猜测这莫非是雷公，但雷公手持雷锤，但这位手持卷轴。一时间没有人能拿得准这是雷公还是雷震子。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当我看到眼前这尊石像之后，整个人激动的浑身颤抖。随后我整理一下衣襟，朝着面前的石像躬身一拜。晚辈蒋文明恭迎天庭之主、时日之父、万妖之皇帝郡冕下降临。此言一出，全场顿时一片哗然。天庭之主、万妖之皇，这是什么来头？天庭之主不是玉皇大帝吗？他是妖怪。帝俊是谁？时日又是什么？这些词我都认识，可是组合起来，为什么我听不懂了？会不会是他瞎编的？然而就在此时，石像上的死灰色逐渐褪去，露出里面原本的真容。想不到这个时代还有人记得我的真名。一声叹息自男人口中响起，然后深深地看了蒋文明一眼，紧接着就是冲天的红光，然后没入蒋文明体内，而帝俊的身影也从造化之门内消失。红色，不只是学生、老师，就连城主李思远都震惊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神奇等级目前已知的就只有5种，分别是绿、蓝、紫、金、红。绿色最低，红色最高。目前为止，除了教皇国出现过红色神奇以外，还没有第2个国家出现过。不，现在有了，他们华夏帝国终于有红色神奇了。这代表一种体系的尽头，万妖之皇实至名归。红光散去，华夏帝国的万神殿内缓缓多出一盏明灯和一尊雕像，孤零零地占据着最上面一排。负责守卫万神殿的士兵注意到这一幕，震惊的嘴巴张成 O 形，然后跑到一旁拼命地敲打惊雷鼓。咚咚咚，3声鼓响，全国欢呼。万神殿乃是国域凝聚出来的，代表作一个国家的气运，里面的每一尊雕像都代表着一位神明。而惊雷鼓则是10几年前跟宇宙国战斗时得到的。可笑小小的宇宙国居然想吞并华夏，在神话擂台上召唤华夏帝国的神奇，然后华夏帝国这边召唤出来的神奇刚好跟对方召唤出来的认识。两人随口交流几句，发现宇宙国竟然不属于华夏。那位神奇顿时怒了，一巴掌拍死召唤者，并且宣布如果不回归华夏，再敢召唤他们，就直接灭杀所有人。没办法，宇宙国怎么可能轻易放弃？毕竟在他们看来，整个宇宙都是他们的。于是他们召唤出一头巨蟒邪神，好巧不巧，遇到了华夏帝国的人，召唤出了3坛海会大神哪吒。于是那条巨蟒就被他扒皮抽筋，当场给烤了。走的时候把蛇皮留了下来，做成了6面惊雷鼓，用来传递消息。鼓声一响震一城，鼓声再响震一国。然而今天的鼓声响了3次，这代表着华夏出现新神奇了。然而正在众人庆贺新神奇出现10个，鼓声再次传来，咚咚咚咚，又是4声。我是不是听错了？华夏首府一名身穿军装的老者呆愣愣地看向旁边的秘书。新神奇虽然罕见，但隔几年都会出现1-2尊，虽然欣喜，但还没到失态的程度。但这是7声，从未出现过的情形，这意味着什么？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神王级的神奇出现了，一个体系的开创者，代表着最高战力的神奇。他们华夏帝国终于有了，今后再也不用担惊受怕，终于可以挺直腰杆面对所有敌人了。这位华夏帝国最高统帅甚至有种老泪纵横的感觉。天佑我华夏，天佑我华夏呀！快去查一下是何人唤醒的神奇，派龙防军前去护驾，让龙野将军亲自过去。老者激动的甚至有些语无伦次。教皇国的红色神奇就像是悬在他头上的一柄利剑，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下来。这些年他无时无刻不在期盼着华夏出一位红色神奇，现在终于出现了。是，我现在就去。秘书转身就跑，显然不敢有丝毫耽搁。惊雷鼓7响，
惊动的不只是华夏帝国的高层，更是震惊了不少藏匿在华夏的间谍。樱花帝国作为与华夏最近的帝国，加上本身就是华夏帝国的不孝后裔，虽然他们口中不承认，但却一直想占领华夏，篡改历史。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间谍自然是必不可少。该死，华夏帝国居然出现了红色神器，计划必须要提前了，尽快扼杀这名神眷者。一名长相猥琐的中年人，眼神中满是阴毒。神眷者是对那些觉醒成功人的称呼，每一个觉醒成功的神眷者都会被神奇赋予血脉传承。通过修炼，神眷者们逐渐适应体内血脉，甚至开启特殊天赋，将来召唤神器的时候，成功的几率也会更大一些。毕竟神话擂台上可不是说你想召唤哪位神器就能召唤出来的，那要看血脉亲和度的，神器的血脉亲和度越高，刷新出该神器的几率越大。觉醒成功的只是这种力量体系，将来召唤时会随机出现该体系内的所有神器。运气好，随机出自己觉醒的神器，亦或者是自己认识的；运气不好，随机出来一群不认识的，别说战斗了，命都不一定保得住。曾经就有一位觉醒了金色品质神器，结果因为血脉亲和度太低，在神话擂台战的时候没有刷新出来，直接被一位低等绿色神器给轻易捏死了。也正是这件事，让不少国家意识到血脉亲和度的重要性。觉醒的神奇决定的是上限，而血脉亲和度则决定着下限。哪怕你是红色品质，如果血脉亲和度太低，甚至还不如一个绿色品质、血脉亲和度高的实用。也正是这个原因，教皇国虽然拥有红色神奇，依旧没敢轻易对周边大国发起神战。在没有绝对把握召唤出红色神奇之前，谁也不敢轻易让他出手，万一召唤不出来，被人反杀了，到时候哭都来不及。所以这些高品质神奇更多的还是一种威慑力，就类似于灵气复苏前的核武。各国间谍在传递着情报，而上京城，一名国字脸、浑身上下散发着铁血气势的将军，此时正一脸凝重地接听电话。此人正是有着华夏第一战神之称的龙野将军。好，我明白了，我现在就去。挂断电话，龙野那张不苟言笑的脸上也多出一抹笑容。红色品质的神器出现，谁还敢再嘲笑他们华夏无神？我先去一趟朝歌城，你们尽快赶来。龙野朝着身旁的副官方舟山叮嘱一句，然后身后陡然出现一尊三头六臂的神奇虚影，赫然是哪吒三太子。风火轮！龙野大喝一声，脚下凭空出现两团火焰，身体宛如闪电一般直冲天际。另一边，朝歌城觉醒广场，众人望着屹立在神像跟前的少年，眼神从不屑、鄙夷变成羡慕、狂热。这种品质的神奇，让他们连嫉妒的资格都没有了。所有人都明白，这对华夏帝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城主李思远更是激动得浑身颤抖，当场激活体内血脉，警惕地护在造化之门前。这一刻，别说是周围的校领导，就算是他亲爹来了，他也不会让对方靠近。此时的他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如何都要护住这个少年，等待上京的将军到来。然而，身处造化之门的蒋文明并不知道外面的事情，他现在正在寻找其他的神奇。刚才激活了妖皇帝俊，这就意味着他可以获得妖族力量体系，只要他能喊出名字，就可以随意唤醒妖族神奇。不只是妖族，只要隶属天庭的神奇，他一样可以唤醒，因为那可是妖皇帝俊，天庭的缔造者，位列华夏神话体系金字塔顶端的存在。看了一圈，发现都是一些没听说过名字的英灵，甚至还有一些民间传说中的野神，这让蒋文明有些郁闷。这些小神对我来说帮助并不大，就算获得他们的血脉传承也没什么用，算了，还是去唤醒那位好了。蒋文明想着，缓步走到那尊猿猴模样的雕像跟前。场外通过屏幕看到这一幕的人纷纷愣住了。他要做什么？他不会是想唤醒那位未知神奇吧？住手啊！快住手！蒋文明，你可千万别犯傻！完了完了！难道我们刚出现一位红色神奇神眷者，就要这样死去了吗？蒋哥、蒋爹、蒋爷爷，您可千万别冲动啊！您可是整个华夏帝国的希望，我愿意用10年寿命换蒋神平安，我用20年，千万别犯傻呀！我用我男朋友一辈子不举，求蒋神别冲动。然而他们的话根本传不到蒋文明的耳中，事实上就算传到了，他也不会理会。这种唤名的机会可不多，除了觉醒时候可以随意唤醒，往后就只能靠参与神话擂台战了。蒋文明可不会错过这么好的机会，毕竟每唤醒一位神奇，他就可以多获得一份传承，尤其是眼前的这位，也算是洪荒霸主之一了。这次错过了，将来再想刷新出来，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此时正在警惕四周的李思远，听到众人的呼喊声之后，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可就是这一眼，差点没把他魂给吓飞出来。不要啊！李思远失声惊呼。什么不要？老李，那名红色神奇的神眷者呢？一道火光自天际尽头冲来，人还没到，声音便已经传来。李思远根本没有搭理他，而是目光呆滞地看向投影屏幕。此时此刻，他恨不得去代替那名少年去死，也不想他去冒险唤醒那位未知神奇。龙野见对方不搭理他，眉头微蹙，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只见一名少年正站在一尊猿猴雕像跟前，朝着他躬身一拜，景深百尺，立于九象，轻躯白首，火眼金睛，晚辈蒋文明恭迎上古水神吴之奇降临。随着蒋文明的话音落下，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蒋文明，生怕他跟韩伟一样，突然间变成一滩血雾。就连见惯大风大浪的李思远，此时也是神情紧绷，手心沁出冷汗。时间一点点流逝，原本灰色的雕像开始一点点褪色，一道金光冲天起，继而没入蒋文明体内。石像显露出原本模样，正是轻躯白首的猿猴。他那双原本紧闭的眼睛陡然睁开，一双金色的眸子熠熠生辉。何人唤我？吴之奇低头俯视蒋文明。哦，爷，蒋神牛逼，天佑我华夏！蒋神，
我要给你生猴子！广场上的众人在看到这一幕之后，彻底疯狂了。就连李思远也在看到这一幕后，也忍不住用力地挥舞了一下拳头。成功了！他们华夏帝国又多了一位神奇，还是金色品质的神奇。水神大人，外邦宵小觊觎我神州大地，异族邪神屡次犯我神州，奈何我神州诸神不显，我等子孙后裔不孝，迟迟无法迎回诸神，恳请水神大人匡扶神州，拯救我等。蒋文明说完，朝着对方躬身拜倒。哼，异族邪神，你说的是这个吗？吴之奇冷笑一声，双目之中散发出一道金光，透过造化之门落入外面的人群里面。火眼金睛，此人是一名老师，在被吴之奇的火眼金睛一照，身后顿时显露出一位神奇的虚影。合理。蒋文明在看到那个神奇的样子之后，眉头一皱，他不记得华夏历史上有这个神，难道是野神？小子，你既然得到了妖皇大人的认可，那就让我看看你有没有资格成为妖族在人间代言人。吴之奇面上露出嗜血残暴之色。我需要怎么证明？蒋文明心里一惊，没想到这个吴之奇居然会这么说。你不是说异族邪神入侵吗？现在我把力量借给你，去亲手杀了他，证明自己不是只会动嘴皮子的废物。吴之奇的话清楚地传入在场之人的耳中，所有人都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位到底是什么神啊？居然还要神眷者去杀人？难道唤醒高品质的神奇都要接受考验吗？他们说的异族邪神是什么意思？为什么都看向王老师？人群议论纷纷，然而蒋文明却是心头巨震。吴之奇的话他听明白了，这是认为那名老师身后的神奇就是异族邪神。但这怎么可能？对方可是学校的老师啊！敢还是不敢？吴之奇嘴角露出一抹讥讽。水神大人说的可是真的？蒋文明一脸严肃地看向吴之奇。你是在质疑我？吴之奇目光中凶光一闪，显然有些生气。不敢。蒋文明被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凶煞之气给压得喘不过气来，连忙低头。那并非华夏之神，尽管动手就是。吴之奇见他这副模样，淡淡的解释一句：好。蒋文明得到了确定的答复后，缓缓抬起头，朝着吴之奇一礼，大步朝着外面走去。广场上，李思远和龙爷两人的目光落到王老师身上，一时之间也有些不知所措。这是他们华夏的老师，是知根知底的人，他又怎么会觉醒异族邪神？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校长额头满是冷汗。一位是他的下属，一位是刚崛起的华夏希望，无论死的是谁，都不是他希望看到的。尤其是被扣上异族邪神的名头，这岂不是说对方是间谍？他辛辛苦苦培养的下属是间谍？如果是误会还好，如果是真的，那他自杀都不足以平民愤。一名间谍成为老师，这种后果太严重了，绝不是他一个校长可以承担的了的。不只是他，就连李思远跟龙爷两人也是面色凝重，一时之间不知道该相信谁。毕竟神话体系缺失太严重，他们也不知道王老师身后的神奇到底属不属于华夏。能够验证身份的只有神话擂台这种方式，但主动开启擂台的机会一年只有一次。我们李思远有些迟疑，龙也明白他的意思，无论对方是不是间谍，都不可能为了他开启神话擂台。不仅仅是机会珍贵，还因为蒋文明才刚刚觉醒，他们不能冒险，所以这个战斗只能私下进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怀疑我是间谍吗？我王卫国虽然天资差，但这些年在学校兢兢业业，为国为民，哪怕是死也绝不背负间谍的污名。王卫国见众人都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看着他，顿时露出愤怒之色，厉声质问：是吗？蒋文明缓步走出造化之门，目光死死地注视着他。蒋文明，你虽然是天才，但这并不是你污蔑我的资本。如果说你是为了考验想杀了我，我无话可说，魏国捐躯死得其所。但你如果想让我背负间谍之名去死，我办不到。王卫国边说边朝着蒋文明走去，一副要跟他对峙的模样。然而就在距离蒋文明不足5米的时候，他的神色陡然变得狰狞起来。以我之血，开启神话擂台。随着他的声音响起，一道金光骤然落在蒋文明的身上。樱花帝国对华夏帝国发起了神话擂台战，发起人松下一拳，指定者蒋文明。天空中响起一道宏大的声音，瞬间传遍了整座神恩大陆。混蛋，你做了什么？距离最近的龙野跟李思远，在对方声音响起的时候就立刻冲了过去，但显然已经来不及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个上一秒还一副大义凛然的王老师，不仅突然发难，还具有开启神话擂台的资格。哈哈哈，一群蠢货！本想过几天再对付你们，没想到你们居然这么走运，唤醒了红色神奇。可惜遇到了我，也不枉费我在这里潜伏10几年。松下一拳疯狂大笑，一个刚刚觉醒的神眷者而已，现在被他拉入神话擂台，死亡也不过是早晚的事。原来是樱花帝国的人，难怪能潜伏这么久。蒋文明感慨一句，樱花帝国的神话体系本就是从华夏帝国神话里面延伸出去的，也难怪这么久没有被人发现。毕竟他们的神奇都曾出现在华夏神话中，虽然只是一些不入流的角色。哈哈，现在知道已经晚了，你注定要被扼杀在这里，华夏帝国也注定属于我们樱花国。松下一拳很得意，因为他们本就打算在今年对华夏动手，没想到动手前还有意外之喜。你们故乡的樱花该开了吧？蒋文明突然问道。樱花3月就开了，现在是10月，怎么吓傻了？连这一点常识都不懂。松下一拳讥讽道。那就好，不影响我们明年马踏西京赏樱花。蒋文明突然咧嘴一笑，如果对方私下对他动手，或许他不是对手，可对方偏偏选择了神话擂台，利用神奇之间的战斗来分出胜负，真是天作孽犹可谅，自作孽不可活。八嘎，死到临头还敢逞口舌之快！松下一拳闻言大怒，一群背祖弃宗的畜生，是谁给你们勇气敢来华夏放肆？真以为你们的狗屁大神算根葱了吗？我今天就让你们知道
在华夏神奇面前，你们所谓的神连提鞋都不配。蒋文明神色冰冷，如万年不化的寒冰，语气之中充满了鄙夷与不屑。松下一犬在看到蒋文明这副表情之后，不知怎么的，心里隐隐生出一丝畏惧之感。哼，牙尖嘴利的小子，等神战开启，我会亲手砍下你的头，拔掉你的舌头，献祭给神明。呵，你配吗？蒋文明冷笑一声。就在此时，一座宏伟的决斗场在虚空中浮现，蒋文明和松下一犬的身体像是受到某种牵引一样被吸入其中。欢迎来到诸神竞技场，我是竞技场的裁判兼主持人波比，请两大帝国做好准备，登记另外4位参赛者名单，比赛将在1小时后开启。竞技场中心，一名身材魁梧的大光头正做着一些夸张的动作，俨然一副夜场 DJ 的模样。蒋文明这还是第一次见到神话擂台，不由得好奇打量起来。这是一座类似于古罗马斗兽场的建筑，中间约有一个足球场大小，周围全是密密麻麻的座位，此时已经陆陆续续出现了不少人影。与此同时，他的面前浮现出一道屏幕。诸神竞技场规则：规则1，每场战斗会刷新5名神奇，任选1位换名出战。规则2，但凡出现过的神奇都只能战斗1场，胜者生，败者死。规则3，5局3胜，最终胜利者可以向失败者索取赔偿。3条规则简单粗暴，透露出弱肉强食的残酷法则。此时，华夏帝国内已经炸翻了锅。京都首府内，一群老者正在争论不休。李思远究竟是干什么吃的？竟然让一名拥有开启擂台资格的神眷者成为老师，还成功锁定了红色神奇神眷者。老张，你也别这么大火气，这种事也不能怪他，龙爷不也在旁边吗？不一样没能阻止，对方显然早有准备，这只是凑巧罢了。这些年，樱花帝国不停朝外扩张，俨然成了一方霸主。我们两国距离这么近，神战是早晚的事。话虽如此，但樱花帝国的实力，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他们的神话传承非常完整。如果不是运气差，没有随机到高品质神器，恐怕早就对我们下手了。动手就动手，我们还怕他们不成？一名胸前挂满勋章的老将军一拍桌子怒喝道：“安静！”为首的老者见下方越吵越激烈，眉头微蹙，轻声呵斥一句。他的声音虽然不大，但却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威严。会议室内顿时鸦雀无声。现在讨论的是派谁出战，与这话题无关的事就不要再说了。老者目光扫过众人，却无一人敢与他对视。樱花帝国实力不弱，还是让我去吧，对付他们拿下一场问题不大。龙野率先开口：“我也去，争取3连胜，不给他们发难的机会。”李思远也站起身。还有我。又一名中年人站了起来。胡闹！李建军瞪了3人一眼，呵斥道：“你们3个都是国家的顶级战力，如果这次全部出手，就算打赢了，他们又如何？谁来应付接下来的危机？真当另外5大帝国是吃素的吗？”闻言，3人有些羞愧地低下了头。刚才一时情急，只想着对付樱花帝国，却忽略了另外5大帝国。神奇1年只能参与1次神话擂台，他们如果全都出手，就算打赢了，也未必能守得住。其余帝国不会介意，趁着他们虚弱，给他们来个落井下石。可如果不出手，樱花帝国那边又没有把握能赢，万一输了，这是一场博弈，谁也不知道对方会出什么牌。最好的方式就是派出的选手刚好压过对方一头，又不会影响接下来的局面。但这种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太难了，毕竟人心难测。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首座的李建军身上。这位素来有着军神之称的老者，此时也是盯着名单，一筹莫展。时间一点点流逝，就在剩下最后5分钟的时候，他终于开始动笔了，飞快地在纸上写下5个名字，然后放入面前的托盘里面。名单瞬间消失，报名结束。走吧。李建军叹了口气，身体陡然消失。下一刻，一群老者的身影全都出现在代表着华夏阵营的坐席上。咚！伴随着一声钟响，预示着准备时间到。2大帝国的参赛名单已经交了上来，让我们看看都有谁。主持人波比用一种好奇的语气说道：“哇哦，华夏帝国的5名参赛选手分别是蒋文明、龙野、钟灵、薛家祥和沈青云。”随着波波喊出的名字，华夏帝国顿时沸腾起来。这5个人除了蒋文明以外，其余人全都是耳熟能详的大人物。尤其是龙野跟薛家祥，这2位可是华夏帝国2大战神，全都是金色品质神奇的神眷者，另外2人也都是紫色神奇神眷者。在这个红色神奇不出的时代，这就是最顶尖的战力，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底蕴。稳了，有龙野将军和薛家祥将军，区区樱花帝国又有何惧？华夏必胜，华夏咏唱。很快4道身影就出现在蒋文明身侧，正是名单上的4人。嘘！主持人波比把手指放在嘴边，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然后打开另一份名单，他的脸色骤然古怪了起来。鹰、龙泽秀明、山口百惠。随着一个个名字喊出，场内顿时鸦雀无声。华夏帝国观众席内，所有人都脸色大变，其他帝国的观众在看向华夏帝国时，也都是一副看好戏的表情，甚至目光中带着些许怜悯。因为这5个人除了松下一拳以外，其余4人全都是金色神奇神眷者，可以说是樱花帝国最顶尖的战力。樱花帝国疯了吗？竟然把所有金色神奇神眷者都给派了出来。华夏帝国观众席上，一名头发花白的老将军不只是愤怒还是震惊，身躯都有些发抖。是我失算了，低估了他们对我们华夏的觊觎之心。李建军神色有些颓然，本以为对方能派出来2名金色神眷者就已经很不错了，可谁曾想对方竟然倾巢而出。别一个个都跟斗败的公鸡一样，比赛是5局3胜，龙野跟薛家祥问题应该不大，只要蒋文明能够赢下松下一拳，我们也未必会输。观众席上一名老将军宽慰道。然而众人心里都明白，一个刚觉醒的小家伙如何是一位觉醒几10年神眷者的对手。
对方可是能稳定召唤出本命神奇的，还是紫色神奇，赢的几率太渺茫了。甚至有不少人都在商量，战败后该如何应对接下来的事了。擂台上，主持人波比宣读完名单之后，打了个响指，10张卡牌出现在半空中，这是挑选比赛顺序。龙野身为华夏第一战神，自然当仁不让的要拿第一场，只要他赢得干脆，也未尝不能连打2场。虽然第2位本命神奇跟他的亲和度并不是很高，但总比其他人胜算要大一些吧。然而就在他准备上前的时候，蒋文明突然伸手拦住了他。将军，我记得神话擂台上是可以重复挑战的，对吧？你想做什么？龙野自然明白他的意思，一位神奇只能参与1场战斗，但却没说一名神眷者只能参与1次。在场之人谁还没有几个备用神奇？只不过眼前的这个少年才刚刚觉醒，就连本命神奇都未必能稳定召唤出来，又如何能重复战斗？胡闹！这是神战关系到我们华夏的国运，岂能儿戏？龙野轻声呵斥一句：将军觉得我会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吗？区区一个樱花国而已，坐井观天，夜郎自大之辈，又岂知我华夏神奇的强大？再说了，我是被锁定的对手，早晚跟他们有一战，早上晚上都一样。他们要战，那就战便是，我们华夏哪儿岂会怯战？更何况对方敌情不明，难免会针对将军。不如让我先去探探路，或许可以达到田忌赛马的效果，也说不定。蒋文明神色严肃，跟龙野对视，丝毫没有退缩之意。说得好，这才是我们华夏的哪儿。龙野正在继续劝说，却听到一旁的薛家祥赞叹一句：小子，就冲着你这句话，如果能活下来，我就做主把老龙家的闺女介绍给你做女朋友。龙野闻言老脸一黑，开口骂道：给老子滚蛋！你怎么不把自己闺女介绍给他？哈哈，我闺女才7岁，太小了，你闺女倒是当好。薛家祥哈哈一笑，打趣道。蒋文明也知道他们俩这是在安抚自己的情绪，毕竟是第一次参加战斗，难免会有些紧张。经过2人的插科打诨，蒋文明的心态也放平和了不少。2位将军，我先上去了，小心点，别大意，注意保护好自己。龙野虽然很不想让他先上，但蒋文明说的很对，这事关国运之争，他们不能有丝毫大意。随着蒋文明走上擂台，华夏帝国的高层们一个个都紧张起来。这位可是红色神奇的神眷者，如果能活下来，哪怕他们这次战败，也有机会东山再起。可现在他却第一个上去，这让不少人都感到不解。首席台上的几名军装老者更是脸色大变，龙野在搞什么？怎么让这个小家伙先上了？他上就上吧，想必没有成长起来的天才，保存顶尖战力更明智，要不然都折在这里，怎么应付接下来的挑战？另一名将军看得很透彻，慈不掌兵，既然上了战场，那就要想方设法发挥出每个人的最大价值。蒋文明虽然天赋出众，但毕竟还没成长起来，单论价值而言，显然无法跟龙野他们相比。松下一拳，出来受死！蒋文明对着樱花帝国方向喊道。他之所以这么喊，并不是故意装逼，而是希望激怒对方，从而寻求获胜的机会。这些人都是身经百战的高手，哪怕没有神奇，捏死他也跟捏死蚂蚁一样简单，所以他只能挑一个最弱的，只有这样才能有机会获胜。松下一拳的本命神奇是河狸，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樱花国百鬼里面的一个，擅长变化，这对我来说是个机会。帝俊虽然没有给他什么血脉天赋，但吴之奇却给了火眼金睛，这个能力能够勘破一切虚妄，可以说非常克制对方。这么急着送死，那我就成全你。松下一拳见蒋文明点名挑战他，当下从选手席走出，一跃跳上擂台。现在开始召唤神奇，恭迎造化之门。主持人波比大声喊道。很快，擂台上便出现一座宏伟的金色光门。蒋文明快步上前，进入其中。松下一拳也毫不示弱，进入其中。5尊神像出现在顾飞面前，并没有帝俊和吴之奇。见到这一幕的华夏国民，一个个面如死灰。失败了吗？唉，李建国看到这一幕，长叹一口气，血脉亲和度还是太低，是自己想多了。跟华夏这边不同，樱花国那边发出一阵欢呼。是福神，大天狗！天哪，那位是不是安倍晋明大神？哈哈，我们这次赢定了。跟华夏帝国不同，樱花帝国的神话人物流传得很广，几乎到了路人皆知的地步。所以当松下一拳刷新出来神像之后，立刻就有人叫出了名字。而蒋文明这边望着眼前的5尊神像，脸上露出古怪之色。这运气也太好了吧！他之所以迟疑，并非是没有人选，而是不知道该选谁。因为眼前的5尊神奇全都是传说级大妖。金毛猴虽然不知道是不是洪荒第一只，但自身实力绝对不会低于大罗金仙，也就是金色品质。飞廉上古出了名的凶兽，残忍嗜杀。饕餮上古4凶之一，号称无物不吞。应龙仅次于青龙的存在，比起吴之奇也不遑多让，也有大罗金仙的实力。而最后是一只孔雀，看上去很不起眼，但蒋文明知道这位可是超级大佬，因为他的名字叫孔宣，号称圣人之下第一准圣，5色神光，无物不刷，任何法宝神通在他面前全都是摆设。就你了！蒋文明目光灼灼地看向孔宣，朗声开口。大刀红马式峥嵘，5道光华色剑，混沌初分无出世，2仪太极刃搜球。晚辈蒋文明恭迎妖族准圣孔宣大人降临。伴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一道赤红色光芒冲天起，原本灰黑色石像缓缓退去，露出一只五彩孔雀。坐在观众席上的华夏人全都震惊地张大了嘴巴，就连首席台上的一众将军也纷纷起身而立。又一位红色神奇，我没有看错吧？哈哈，天不亡我华夏，天不亡我华夏！李建军在看到那抹红光后开怀大笑，笑的眼泪都出来了。原本以为必输的一局，
谁曾想居然又出现了反转。两位红色神奇，试问这天下还有谁？只要蒋文明能活着出来，他们华夏必定崛起。无论你们曾经拿走我们什么，今日之后通通都要给我吐出来。李建军眼神坚定，他从未像现在这样感觉老迈的身体里充满了干劲。跟华夏这边不同，樱花帝国那边的欢呼声顿时戛然而止，就好像被掐住了脖子一样。原本以为他们召唤出一尊金色品质神奇就可以稳操胜券，可谁曾想对方居然召唤出红色神奇，那可是主神级神明，什么时候这么容易出现了？双方选手准备，比赛开始。伴随着主持人波比的话音落下，4道身影同时出现在擂台上。哈哈，你这是认命了吗？竟然选了一只野鸡出来，莫非你们华夏神话里面还有鸡神？松下一犬刚才在造化之门里面，所以并没有看到那冲天的红光，还以为蒋文明是随便选了一个野神。而站在他身后的安倍晴明则是眉头紧蹙，因为他在那只孔雀身上感受到了一股非常危险的气息。安倍晴明大人，请您斩杀对方野神，以扬我樱花帝国神威。松下一犬恭敬地对安倍晴明说道。然而就在他说话之间，蒋文明身后的孔宣陡然开始发生变化，身上的灵羽化作一件羽衣，他也从孔雀形象变成了人形。一族宵小也敢辱我！一声冷哼响起，孔宣身后顿时亮起5色神光。小心！安倍晴明大惊，连忙护在松下一犬身前，随手抖出2张符箓。弑神腾蛇，弑神陆河。一条巨蟒跟一颗6面晶体出现，一攻一守。5色神光扫在腾蛇身上，直接将他从空中打落在地。在跟6面晶体接触时，却被一层柔和的光芒给挡住了。咦？孔宣轻咦了一声，没想到对方这个其貌不扬的男人，居然可以挡下自己的5色神光。去！孔宣身为准圣大妖，又岂会只有5色神光一种手段？只见他伸手一指，腰间佩剑陡然飞出，径直刺向安倍晴明。弑神玄武！安倍晴明画符的速度奇快无比，只见他用手指在空中滑动，很快便从虚空中召唤出一头玄武。孔宣瞳孔一缩，没想到对方居然有此等手段，竟然可以驱使玄武。孔宣大人，不要被他骗了，他召唤出来的并非圣兽玄武，只不过是一些空有其表的花架子罢了。蒋文明拥有无知奇的火眼金睛能力，自然能够看出安倍晴明的弑神虚实。这些弑神只拥有部分鬼神之力，并非真正的本体，要不然以安倍晴明在樱花帝国的神话地位，也不可能只是金色品质这么简单了。好胆，竟敢戏耍于我！孔宣大怒，在对方召唤出玄武的那一瞬间，他还真以为遇到了玄武后裔。以他的实力，虽然不惧玄武，但面对号称防御最强的玄武，依旧会很头疼。飞剑与玄武触碰到一起，发出叮叮当当的金属交鸣声。就在此时，一旁的松下一犬悄悄消失在原地，偷偷摸摸的朝蒋文明冲来。神话擂台可不只是神奇之间的战斗，同样也是神眷者之间的战斗。无论任何一方死亡，都意味着失败。眼看安倍晴明被那只孔雀压着打，松下一犬心里隐隐升起一丝不安，趁着双方不注意，利用合离的能力隐藏身形，准备偷袭蒋文明。然而他并不知道，这一切都被蒋文明给看在了眼里。在火眼金睛之下，任何藏匿手段都没有作用。观众席上，华夏帝国的人一个个都紧张万分。小心啊，蒋神他在你身后！该死的樱花帝国竟使用这些下三滥手段！完了完了，他要出手了！蒋神快躲啊！一道道声音响起，恨不得冲入擂台提醒蒋文明去死吧。松下一犬的身影陡然从蒋文明身后浮现，手中一对匕首径直刺向他的后心。然而下一秒，蒋文明就像是身后长了眼睛一样，一个侧身避开刺来的匕首，同时伸手攥住松下一犬的胳膊，一个标准的过肩摔，将他狠狠地摔在地上。突如其来的变故震惊了所有人，还不等众人反应过来，只见蒋文明一只手攥住松下一犬的一条腿，就跟绿巨人摔落鸡一样，左右狂摔。砰砰砰，身体与青石板发出沉闷的碰撞声，听着华夏国人耳中是如此的悦耳。哈哈，太暴力了，我喜欢！吓死我了，我还以为蒋神要被杀了呢，原来他一直都在演戏。大家为樱花帝国默哀1秒钟，剩下的59秒，请允许我先笑一会儿。跟华夏帝国不同，樱花帝国的人就跟吃了苍蝇一样难受，甚至有不少人都在怒骂松下一犬废物，明明是偷袭，结果人家没事，他自己倒是被打成死狗。蒋文明一口气抡了10几下，直到对方没了动静，这才停下手来。在我面前玩偷袭，还给你脸了是吧？他身上现在可是拥有无知奇赐予的力量，别说是一个普通人，就算是一头巨象，他也能轻松拎着玩。孔宣大人，我这边已经解决了，您也加把劲，要不然这家伙死了，他们的神奇可能会消失。蒋文明冲着孔宣喊道。神眷者死亡，被召唤出来的神奇就会重新回到造化之门，这也是蒋文明没敢直接弄死松下一犬的原因。既然要动手，那肯定是连同对方的神奇一起弄死，要不然打蛇不死，难免夜长梦多。想要活着回去，可能吗？孔宣闻言，感觉一张老脸有些挂不住了。他堂堂一位准圣大妖，竟然被一个凡人比下去了，打一个比自己弱的对手，竟然还这么久没有拿下。5色神光，青、黄、赤、黑、白，5根灵羽自孔宣身后浮现。去！孔宣伸手一指，5根灵羽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将整座擂台都给渲染成彩色。蒋文明见状，连忙拎着松下一犬的腿后撤，倒不是他好心，而是担心对方被这个攻击余波给弄死了。那样的话，安倍晴明很有可能借机逃回造化之门。弑神，12神将。安倍晴明见状，连忙掐动手诀，一张张符箓被抛出，化作一位位弑神。但这些弑神刚一出现，就被5色神光给扫中，顿时化作虚无。准圣之威在这一刻展露无遗。
这可是连圣人都不敢应接的神通，若非最开始孔宣没有使用全力，那还有他还手的余地。五色神光扫到安倍精明身上，直接将他打得吐血倒飞出去。式神伤害转移，安倍精明虽然不能召唤出他的那些式神本体，但是却可以利用他们来抵挡伤害。五色神光他挡不住，但不代表可以杀死他。樱花帝国的神社内，一尊雕像陡然破碎，代表着这尊神奇的灯火也随之熄灭。咦，竟然没死！孔宣有些意外，之前明明已经抵挡不住了，怎么突然间就变得跟没事人一样了？孔宣大人，他是在利用自己的式神为自己抵挡伤害，并非是无惧您的攻击。蒋文明对阴阳师这个职业也有些了解，所以直接点出其中关键。啊，还真是一些上不了台面的术法，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有多少替身。孔宣说着，身后陡然展现一对翅膀，而他的身体也变成本体模样。一尊五彩的孔雀出现，飞上高空，身后的尾羽展开，五色光芒大盛，顿时将整座擂台笼罩其中。不，安倍精明被五色神光照耀，身上就仿佛被烈焰灼烧了一样，原本英俊的面容开始变得扭曲起来，一位位式神虚影自他体内飞出，然而刚一接触到五色神光，当场化作飞灰。这个过程整整持续了5分钟，而这5分钟对樱花国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他们寄予厚望的安倍晴明在孔宣面前根本毫无还手之力。不仅如此，五色神光每刷一次，樱花帝国的万神殿内灯火就熄灭一盏。这些都是安倍精明契约的式神，安倍精明这个主人死，他们也会跟着死。请晴明大人赴死，我们樱花国不能这样耗下去了。观众席上有人大喊一声：晴明大人还请放弃抵抗，再耗下去，我们樱花国的神奇都要死光了。安倍晴明，你是我们的英雄，还请像个武士一样自杀吧。安倍晴明虽强，但显然不是孔宣的对手，现在大局已定，他每召唤出来一位式神，那些觉醒这位式神的神眷者们就会被剥夺走力量，这让早已经习惯了强大力量的他们如何能够忍受？请大人赴死，听上去是多么高大上的字眼，但说白了，只不过是一些人怕影响到自身利益罢了。你的信徒似乎并不愿你活下去。孔宣脸上露出一抹讥讽，神奇的力量来源于信徒，现在安倍晴明被自己的信徒抛弃，根本无法长久留存于世，还真是遗憾，我输了。被自己的信徒这么说，安倍精明也有些心灰意冷。他拼命战斗是为了自己吗？牺牲掉与他朝夕相处的式神，他难道不心痛吗？这一切都只是为了麻痹孔宣，以便他积蓄力量，唤醒体内沉睡的那个人。但现在都不重要了，失去了信仰之力的他功亏一篑。五色神光扫在他的身上，这一次他没有召唤式神替自己抵挡，身体一点点消散。就在即将彻底消亡的时候，他的体内亮起一道刺目的红光，隐约可以看到是一条巨蟒的身影。是谁？谁杀了我的晴明？红光中传出一声愤怒的咆哮，但很快被造化之门给吸走。八岐大蛇，原来传说是真的。蒋文明心中巨震，同时也暗自庆幸，樱花国的人自己作死，背弃了对安倍晴明的信仰，导致他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要不然真让他召唤出八岐大蛇出来，到时候胜负可就难料了。不是说孔宣打不过八岐大蛇，而是华夏的神明信仰之力薄弱，根本不适宜长久作战。换名仪式是什么？那就是宣告神灵回归，让世人信仰。信仰之力才是神明的真正力量。孔宣被世人遗忘了不知道多少年，一身实力百不存一，要不然凭借他准圣巅峰的实力，对付一个安倍晴明哪里用得了这么麻烦？原因就是安倍晴明被樱花国的人信仰，拥有庞大的信仰之力，而孔宣只是刚刚得到华夏国人的信仰，勉强恢复了一部分实力罢了。安倍晴明死了，这场神战也终于结束。蒋文明低头看了眼地上，宛如死狗一样的松下一拳，抬脚朝着他的脑袋踢去。咔嚓，骨头碎裂的声音响起，松下一拳当场身死。现在我宣布，第一场神战，华夏帝国获胜。主持人波比的身影出现在擂台上，手持麦克风大声宣布比赛结果。耶，太棒了！蒋神无敌！蒋神，我要做你女朋友。蒋神，等你回来，我亲自飞过去找你，为你放松心情。华夏观众席上的众人疯狂欢呼，就连主席台上的那些将军们也一个个露出笑容。最不看好的比赛反倒赢了，这让他们对赢下这场神战更有信心。一想到能够反过来掠夺樱花帝国的国运，他们就有种想要站起来撕衣服的冲动。华夏帝国太需要这样的胜利了，谁还敢说他们华夏无神？现在随随便便召唤出来一位，就直接击败樱花帝国名声大噪的神明。接下来有请第二组选手出场。主持人波比压了压手掌，等众人欢呼声稍减，继续主持比赛。文明干得不错，下去休息吧，剩下的交给我们了。龙野大步上前拍了拍蒋文明的肩膀，语气中满是欣慰。将军别着急，我说过要多打几个，这才刚开始。蒋文明笑了笑，丝毫没有下台的意思。胡闹，这小子怎么这么倔？这种战斗岂可儿戏？一名老将军在听到蒋文明的话之后，顿时大急，能赢一次就已经很不错了。他真以为自己每次都能召唤出强大的神器不成？另一名将军也是一脸的不悦，但他们的话注定没什么用，在这种吵杂的环境里，一两个人的声音根本传不到擂台上。将军可有纸笔？蒋文明突然开口询问。什么？龙野一愣，显然是没有反应过来。刚才的几位神奇石像，你们应该已经看到了。我现在把他们的名字身份写下来，将来遇到了也不至于认不出来。我们华夏神明众多，我每多进入一次造化之门，就可以多唤醒一位，纵使真的身死，也死而无憾了。蒋文明的声音虽然不大，但却清晰地传入每位华夏人耳中。蒋神，我以为他是高风亮节，没想到他竟然这么伟大。我刚才还以为他是要出风头，是我小人之心了，眼睛里进砖头了。主席台上，刚才呵斥蒋文明的几名将军，此时只觉得脸颊发烫。
他们以为对方是年轻气盛，却没想到打脸来得这么快。他是在用自己的命来为华夏夺亮几盏神灯。如此举动，难怪让这些见惯了大风大浪的将军们动容。少年强则国强，这孩子有心了。李建国神色复杂，看向蒋文明的目光也变得柔和了不少。对方都拿命来为华夏赌一把未来，那他们为什么不能相信对方呢？台上的龙野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一句话没说，身子挺得笔直，朝着蒋文明敬了个军礼，然后转身走下擂台。蒋文明收回目光，看向樱花帝国方向。此时他们的第2位参赛选手已经选定，双方目光对视，一股无形的火花在空气中激荡。第2场比赛由华夏帝国蒋文明对阵樱花帝国樱本樱，请双方选手进入造化之门。樱本樱深深地看了眼蒋文明，然后大步踏入造化之门。蒋文明没有急着进去，而是想看看对方准备选谁。然而，这位小朋友，你如果再不进去的话，等他出来，我可要宣布比赛开始了哦。波比似笑非笑地看着蒋文明，显然是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嘿嘿，这位大人真会开玩笑。据我所知，唤醒神明阶段一共有3分钟准备时间，只要我在此期间选好神明，就不能算违规。蒋文明嘿嘿一笑，对于这些规则他还是很清楚的，只不过以往很少会有人这么做罢了。毕竟自家神明都未必认得全，哪有功夫去辨认其他国家的神明，这不是浪费时间吗？但蒋文明不同，他前世经过上万部网文熏陶，尤其是神鬼传说，不说满腹经纶，但也算得上饱读诗书。对于樱花岛的神话体系也了解了七七八八，至少他们国家那些能叫得上名字的鬼神，蒋文明都能认出来。波比没想到蒋文明居然敢如此跟他说话，顿时觉得十分有趣，索性就不再催他，任由他留在原地观看。他在做什么？怎么还不进去？时间就剩1分钟了，来得及吗？蒋神糊涂啊，看樱花帝国的神器有什么用？赶紧唤醒我们华夏的神明啊！就在时间还剩50秒的时候，造化之门里面的樱本樱终于选定了神器。蒋文明也不再迟疑，转身进入造化之门，目光扫过一众石像，最后停留在一名手持9齿钉耙的威武将军身上。就你了！蒋文明快步上前，对着石像躬身一礼。而台下的观众席上，不少人都震惊地站了起来，就连主席台上的李建国也是面露惊恐之色。这小子疯了吗？他觉醒的是妖族力量体系，他怎么敢去唤醒人族神明？觉醒了什么力量体系，就只能召唤这个体系内的神明，这是规则。蒋文明之前唤醒的神明全都是非人形，这是妖神，但眼前的这位将军分明就是人形，这是人族神明，这一点毋庸置疑。像他这样贸然召唤别的体系神明，这是大忌，到时候2种力量体系冲突，他必死无疑。但对方现在处于造化之门里面，外面的声音根本无法干扰到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蒋文明进行唤醒仪式。完了！李建国颓然地坐倒在椅子上，眼神中透露浓浓的哀伤。造化之门内，北斗9神应化分金，而为9神，晚辈蒋文明恭迎天河之主天蓬元帅朱刚烈降临。随着蒋文明的话音落下，一道金光冲天起，唤名成功！成功了！成功了！不愧是蒋神，一个字，牛逼！哥们儿，这是2字，不要在意这些细节，你就说牛不牛吧。牛！不过刚才还是一位威武不凡的将军，怎么眨眼间就变成了一头猪妖了？什么猪妖？会不会说话？这是天河之主天蓬元帅大神，没看到那金色品质吗？人群议论纷纷。站在擂台下的龙野则是浑身一震，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样。天蓬元帅这个名字好像在哪听过，我记得好像国家资料库里面有这个名字，当时跟齐天大圣孙悟空记录在一起。一旁的薛家祥也想起来了，是这样吗？龙野一时之间也记不清了，好像是又好像不是。你这小娃居然知道俺老朱的本名，不过你召唤我所为何事？猪八戒恢复原本面貌，长嘴大耳，满嘴獠牙，看上去倒跟野猪有几分相似。异族邪神入侵我华夏，晚辈恳请天蓬元帅大人镇压这些宵小毛神。蒋文明恭敬行礼。在前世众人皆知，天蓬元帅猪八戒好吃懒做，谈恋荣华富贵，而且好色成性，因为调戏嫦娥，从而被贬下凡间，错投猪胎。但蒋文明却不这么认为。天蓬是谁？那可是9大星君之首，地位堪比2郎神。最重要的是，他的顶头上司可是真武大帝，这位可是掌管天下星宿的大佬，而且主杀伐，地位比起玉帝只高不低。猪八戒作为首席，可以说是真武大帝的亲传弟子，掌管10万天河水军，这可是天庭实打实的大人物。这种人物实力会弱？别看《西游记》里面把他说的一无是处，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遇到妖精，孙悟空打，猪八戒在一旁呐喊助威；被红孩用3味真火烧，猪八戒出手救了他；被黄风怪用风沙吹瞎眼，猪八戒出手救了他；被蝎子精折得失去行动力，还是猪八戒救了他。面对如来，所有人都规规矩矩、恭恭敬敬上前听风，只有猪八戒敢跟如来讨价还价。满天神佛见了孙悟空都要称一声大圣，只有猪八戒敢当着他的面骂他弼马温。或许有人觉得这是他们关系好，但那些妖怪呢？这些人明明打败了孙悟空，却不敢补刀，真的是傻吗？当然不是，那是因为猪八戒在旁边。他是懒，但并不代表他是废物。路过武装观的时候，怂恿孙悟空去偷人参果。要知道，众人当时并不知道这种宝物，只有猪八戒知道，还能一口叫出来历跟特性。都说孙悟空取经一路划水，猪八戒又何尝不是呢？蒋文明满脸期待地看着猪八戒，想要看看自己的猜测是否准确。然而，打架没兴趣，你去找那只猴子去，他喜欢打架。猪八戒摇了摇自己的招风耳，直接拒绝。蒋文明顿时傻眼了，一时之间竟不知该怎么说。
天蓬大人。蒋文明见对方准备离开，开口喊道。猪八戒脚步一顿，扭头看向他，开口道：还有何事？异族邪神入侵，如果我们输了的话，华夏就不复存在了，到时候世间便再无人知道您的故事。难道您想一辈子背负污蔑吗？猪八戒原本前进的脚步陡然一顿，可随即继续朝造化之门深处走去。您本是9大星君之首，却因为卷入权力内斗，成为权力的牺牲品，最后被贬下凡间，投了猪胎，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您甘心吗？蒋文明冲着他的背影大声喊道。你说什么？蒋文明只感觉眼前一花，整个人竟被猪八戒给提了起来。那张狰狞的猪脸此时满脸的愤怒。只要愿意参战，终有一日我会唤醒满天诸神，还您清白。蒋文明被掐着脖子，只感觉一股无可匹敌的力量自那只手臂传来，让他呼吸都有些困难。就凭你？猪八戒满脸的不屑，随手将他丢到地上。嘿嘿，当年佛门为争夺信仰，算计残害我华夏道统，您只不过是他们的妻子之一，这一点您应该很清楚。只要我们华夏能度过此劫，我愿意向您承诺，终有一日我会唤醒满天诸神，前往灵山为您讨回公道。蒋文明咳嗽2声，继续开口。他在赌猪八戒心里的怨气，赌他的血液还没有冷却。身为曾经的天蓬元帅，又怎么可能会眼睁睁地看着华夏子民被杀？他之所以拒绝，是不想再成为别人的棋子，不想再掺和这些权力争斗。蒋文明现在就是再给他一个出手的理由。我凭什么相信你？猪八戒冷笑。凭这个怎么样？蒋文明心念一动，一股亘古不灭的气息自他体内浮现，光明恢宏，妖皇帝俊。猪八戒瞳孔一缩，以他的眼界如何看不出这股力量的来源？昔日得天庭之主，万妖之皇帝俊，他回来了。好，我就相信你一次。不过俺老猪有些饿了，想尝尝现在的人间烟火。猪八戒终于松口，愿意出战。蒋文明闻言，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没问题，别的不敢保证，人间烟火绝对请您吃个够。华夏的同胞们，麻烦你们为天蓬元帅送点吃的来。蒋文明扭头冲着华夏方向的观众喊道。观众席上的李建国闻言立即起身，对着身旁的人喊道：通知帝国所有厨师立刻供奉美酒美食给天蓬元帅。命令一出，华夏帝国所有厨师纷纷开始忙碌起来，以最快速度做出美食，摆香案供奉。两人走出造化之门，猪八戒揉了揉干瘪的肚子，扭头看向樱花帝国那边。一位身材高大、周身被水流环绕的光头和尚，此时正站在那里，用一双阴冷的目光注视着他们。哼，区区一头猪妖也配做我的对手？海方主见到猪八戒，满脸的鄙夷。毕竟5生化形的妖怪，通常都是实力最低的存在，只能沦为高等鬼神的祭品。听到海方主的话，猪八戒随意的瞥了他一眼，并没有去辩解，而是自顾自地走到一堆祭品前，无视了眼前的山珍海味，随手拿起一个有些发黄的馒头放入口中，大嚼了起来。你的心意我收到了，既然享受了你的供奉，自然会帮你达成心愿。猪八戒突然眉头末尾的说了这么一句。华夏区观众都满脸的错愕，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有蒋文明知道，这是古时候的传统，百姓供奉神明，一旦神明愿意享用供奉，那就代表着接下了这段因果。猪八戒口口声声说不想管人间之事，可他善良的本性却无法掩盖，要不然也不会这么轻易答应蒋文明出战。一块粗面馒头，这就足够了。猪八戒捧着馒头，就像是在吃山珍海味一般，大口咀嚼。裁判，我要选择场地。殷本鹰突然开口。哦，你想选用什么场地？波比略带惊讶地看向殷本鹰。我选择海洋为战场。殷本鹰毫不犹豫地说出自己的目的。海方主擅长控水，在海域可以发挥出200%的实力。华夏选手有没有想要选择的场地？如果有不同的选择，我可以让你们抽签。波比看向蒋文明。无所谓，海域就海域吧，弱者才会抱怨环境。蒋文明无所谓的耸耸肩，其实心里早就笑翻了。海域如果换成其他人，蒋文明或许不会答应，但这位可是天蓬元帅猪八戒，掌管天河10万水军，就连最恐怖的弱水河都能在里面自由泳，现在居然敢在他面前玩水，看样子是小日子过得太舒坦，忘了华夏诸神的恐怖了。既然双方选手都同意用海域作为战场，那就开始吧。波比说完，身影陡然消失，周围的空间开始迅速变换，眨眼间就变成一片汪洋。神话擂台自成一片空间，虽然看上去不大，但里面包罗万象，说是须弥芥子也不过如此。此时猪八戒也吃完了最后一口馒头，从地上站了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尘，脚尖一挑，9齿钉耙落入手中。你保护好自己，我去就来。猪八戒朝着蒋文明说了一句，然后一头扎入水中。两位神奇都擅长水性，所以自然要在水中战斗。因为规则的原因，蒋文明和殷本鹰也被赋予了水性，至少不会在水中淹死。你的天赋很不错，可惜晚生了10年。殷本鹰开口。是吗？我觉得刚刚好。对于樱花帝国的人，蒋文明没有一丝好感。这就是一群养不熟的白眼狼，当你强大时，他们对你卑躬屈膝，阿谀奉承；当你虚弱时，他们会第一个扑上来对你捅刀子。前世历史上这种事出现太多次了。曾经有一位教授说过，华夏如果想复兴，那第一个就要灭掉樱花国。蒋文明深以为然，越是了解这个民族，越会发现他们的可怕。隐忍、坚毅、脸皮厚、没底线，可以说具备了乱世枭雄所有的品质。这种国家侧卧在华夏神龙之畔，谁能安心？所以蒋文明打定主意，趁着这次机会一举打残他们，毁其神庙，断其传承，绝对不会给他们一丝崛起的机会，更不会让前世的历史重演。时代变了，华夏民族绝对不会再受任何国家欺凌。若有人来犯我华夏，我愿横刀立马，无血不归。
蒋文明的声音掷地有声，听得无数华夏人热血沸腾。说得好，犯我华夏者，虽远必诛。吾辈男儿若不能保家卫国，空生这身七尺躯，横刀立马，无血不归。在场不少都是少年人，受到蒋文明的血性感染，纷纷扯着嗓子喊了起来。无数呐喊声汇聚成一道洪流，瞬间袭遍整座决斗场。守在万神殿的士兵突然感受到身后传来的异样，连忙回头查看。只见代表着华夏国运的那盏油灯突然间光芒大盛，比之前明亮了1倍不止。升了，国运提升了！士兵先是一愣，随即疯狂欢呼起来。国运的兴盛与否，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未来。现在国运提升，就意味着国民的天赋会越来越好，觉醒会更容易，与神明之间的亲和度也会更高。神话擂台上，殷本樱目光阴沉地看着蒋文明。自从觉醒以来，他还是第一次感受到危机，还是在这个少年身上。看着他，就仿佛看到了一道缓缓升起的太阳，光芒越来越盛，直至无法直视。这少年不能留，他必须要死。殷本樱原本是打算让海方主来决定胜负，但现在他在蒋文明身上感受到更强的危机，所以他打算亲自动手。身为神眷者，会受到神明的青睐，被赐予血脉翼或者特殊能力，这也是神眷者们平常用来战斗的手段。他年少成名，早已经将血脉跟天赋掌握，而蒋文明刚刚觉醒，无论天赋有多强大，但论战斗经验，绝对不如他。这需要时间的积累，不是一蹴而就的。殷本樱心念至此，突然张口，一阵烟雾自他口中喷出，很快将周围给笼罩起来。蒋文明见状一愣，随即露出一抹冷笑，还想着刺杀他，真当火眼金睛是摆设？脸上虽然挂着轻蔑的笑容，但心底却暗暗警惕起来。战术上藐视敌人，行动上重视敌人，不要小看任何对手，这是伟人说过的话。殷本樱既然是樱花国的王牌选手，那肯定有自己的底牌。只可惜他来这个世界时间太短，根本没时间研究这些高手，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打是不可能跟他打的，他只需要保护好自己就行。等猪八戒那边结束战斗，胜利自然属于他们华夏。至于猪八戒会不会输，蒋文明压根没考虑过这个问题。除非樱花国派出伊奇那邪、伊奇那美、天照、月读命、须知佐南这个层次的大神，要不然根本不可能打得过猪八戒。就算八岐大蛇来了都不行，这就是他们华夏帝国的底气，千百万年来的底蕴所在。迷雾翻涌，很快就将海面笼罩，能见度急剧下降。蒋文明为了麻痹对方，索性装作一副惊慌失措的模样，一头扎入水中。凭借吴知奇赋予他的能力，在进入水中之后，他没有感觉丝毫不适，反而有种回到家一样的安全感。就在这时，一道黑影突然朝他扑来。暗流！蒋文明施展控水的能力，操纵周围水流形成一道漩涡，将自己护在其中。殷本樱还未靠近他，就被这股暗流给卷飞出去。八嘎！殷本樱心中恼怒，没想到势在必得的一击居然失败了。蒋文明看到他的身影出现，也没有什么过激的举动，依旧自顾自地操纵周围水流。很快，海面上一个漩涡出现，而漩涡中心处正是蒋文明。原本正在跟海方主战斗的猪八戒还在担心蒋文明的安全，但见到这一幕之后，提起的心也随之放了下去。暗流这种能力虽然攻击不怎么样，但是用来自保绰绰有余。收回目光，重新看向海方主。我这辈子除了我师父以外，最讨厌光头，尤其是和尚，你很不凑巧，两样都占了。猪八戒眼眸中闪过一抹凶戾，区区一只低等猪妖，竟然也敢口出狂言，看我不撕了你！海方主是出了名的凶残，当年在海域不知道杀了多少樱花国渔民。后来这些人为了讨好他，开始搭建神像，用牲畜祭祀，这才让他成为鬼神。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凶残是他的本性。虽然成为鬼神之后有所收敛，依旧无法改变他残暴的性情。此时见猪八戒如此轻视自己，顿时大怒。猪八戒平生最恨别人喊他猪妖，而海方主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么喊他，也彻底激怒了他。区区一只孤魂野鬼，以为享用了几年供奉，还真拿自己当根葱了。俺老猪当年执掌天河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呢。猪八戒怒极反笑，伸手一招，九齿钉耙出现在他手中，整个人宛如炮弹一般，直接扑向海方主。水龙卷！海方主见猪八戒朝他冲来，立即用出自己的拿手招数。只见他张口一吹，一股无形的飓风出现，裹挟着海水朝着猪八戒撞去。给我破！九齿钉耙挥舞，只是一击就直接将水龙卷给撕成满天水花。暗流涌动，海方主眼见自己的招牌能力被对方轻易破开，心里也是微微一惊，连忙用出第二种能力，操控周围水流形成水浪，拍向猪八戒。雕虫小技，也敢在你猪爷爷面前班门弄斧！猪八戒不屑冷笑，他掌管天河100万年，什么阵仗没见过，就这么一点小浪花，他甚至都生不起一丝躲避的念头。当场收起九齿钉耙，双拳紧握，一道道青筋自手臂上浮起，他身上的气势也越来越盛。对付你这种臭鱼烂虾，用九齿神耙简直都是大材小用。说完之后，身影瞬间消失。轰！在猪八戒消失数秒之后，他原本站立的位置这才发出一声闷雷，海水像是被航母给砸了一样，升起100米高的巨浪。还不等众人看清发生了什么，就听到海方主发出一声惨叫。只见不知何时，他的胸口竟然破开一个10几米的大洞，而猪八戒则站在他的身后，此时正用双臂抱住他的尾巴。哗啦砰！体型接近100米的海方主竟然被猪八戒像抡小鸡一样从海里给抡了出去，重重的砸在海面上。一次、2次、3次，观众席上的众人只觉得有种说不出来的怪异感。难怪蒋神会唤醒他，这打架的手段简直如出一辙，太凶残了，但是看着好过瘾。天蓬元帅牛逼！各种欢呼声此起彼伏。蒋文明感受到上面传来的动静，
脸上也露出欣喜之色。不愧是天蓬元帅，果然够强。虽然同为金色品质，但猪八戒的战力简直吊打海方主，这让蒋文明心中不禁生出一丝疑惑：这个品质究竟是怎么评定的？根据他原身的记忆来看，哪怕是孙悟空也不过是金色品质，但以战力而言，这位可是能媲美准圣的存在。难道是地位？蒋文明只能想到这种可能。毕竟华夏神明多如牛毛，很多实力强大的神明地位未必会很高。就比如哼哈二将，封神时期可是能跟哪吒、二郎神正面刚的存在，但在天庭的地位却远远不如他们俩。看样子以后还得多留意一下这方面的信息，不能单靠品质来决定。想到这里，蒋文明心里不禁有些郁闷。国外的神明都是以实力来评定品质，只有他们华夏不是这样。位格高的实力未必强，位格低的也未必实力弱。在不明内情的情况下，贸然召唤很容易掉坑里。哎，地位不仅仅是实力体现，还有人情世故啊！蒋文明感慨一句，重新将目光投向远方。海方主此时已经被猪八戒给打得奄奄一息，每次想要逃回深海，都会被猪八戒给扯着尾巴给拽出来。区一只死掉的鲶鱼精，还敢在你猪爷爷面前装大葱？现在你倒是继续装啊！猪八戒每说一句都要抡一下，完全是单方面的吊打。这一幕落到樱花国人眼中，给他们看得惊恐不已。这可是海方主，海里的霸主，居然被一只猪妖给虐了。华夏什么时候这么强了？他们不是没有神明吗？为什么新出现的这两个实力这么强？一系列疑问在他们脑海中浮现，让他们的大脑当场宕机。该死的猪妖，你成功激怒我了！海方主双目通红，口中发出愤怒的吼叫。随着他的声音落下，猪八戒只感觉手臂一轻，原本被他抱在手中的尾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无数浑身赤裸的人。这些人彼此纠缠在一起，在被猪八戒摔出去之后轰然散开，紧接着又重新组合到一起。海方主身上原本被打穿的伤口也消失不见，被无数赤裸男女的身体给挡住。终于露出本体了吗？这么重的杀孽也配成神？猪八戒在看到海方主的本体后，神色逐渐冰冷起来。华夏的神无论大小，那都是庇护一方的存在，而眼前这位明显跟他们不一样，空有神位却造成无尽杀孽，哪怕地府里面的恶鬼也没他这么残忍。难怪那小子说你们是异族邪神，果然有几分道理。猪八戒看了蒋文明一眼，然后重新收回目光。刚刚平静下来的海面突然起风了，先是微风，然后是狂风，最后是旋风，而风暴的终点正是猪八戒所在的位置。吞天元气！猪八戒大吼一声，身体开始像吹气球一样膨胀，只是眨眼的功夫就从2米多高变成了100米巨人，浑身肌肉虬结，皮肤也从土黄色变成了红褐色。战斗形态不只是海方主有，他也有。9齿钉耙重新出现在他的手中，宛如擎天之柱一般。我师父说，世上没有天生的恶人，无论是谁，心底都有一丝善意存在。所以我们去西天取经，希望感化世人，度世上一切苦厄。可是我们错了，世上确实没有天生的恶，但却有无法填满的欲望。只要7情6欲还在，这世间就永远无法清净。猴哥说的没错，与其去劝人向善，不如杀到他们不敢作恶。猪八戒的声音虽然不大，但却清晰地传入在场所有人耳中。不少人都不知道他口中的师父是谁，猴哥又是谁，但蒋文明知道，还真是大圣爷的风格，以暴制暴。蒋文明心中有些神往，不知道何时才能遇到孙悟空的神像，将他唤醒。9齿神耙裂天，猪八戒挥舞手中9齿钉耙，高高跃起，对准海方主的脑袋砸下。钉齿所过之处，空间都出现了扭曲，排山倒海。海方主大吼一声，身下的海面骤然形成3道1000米巨浪，朝着猪八戒拍去。砰！无尽的海水翻涌，蒋文明的身体也被海流给卷飞出去，好不容易才稳住身形，但周围都是水花，根本看不清结果。谁赢了？天蓬元帅实力这么强，应该不会输吧？可是他怎么还没出来？一道道惊疑不定的声音在观众席响起。反观樱花帝国那边，一个个面露喜色，这才是海方主，掌控大海，随便一击都能掀起巨浪。然而下一秒，一道巨大的身影冲破水面，手中9齿钉耙重重地劈在海方主的脑袋上。啊！海方主口中发出惨叫，像是有无数人在同时哀嚎。一具具赤裸男女的身体自头顶掉落，原本被猪八戒劈开的伤口开始快速愈合，只是眨眼间，那道缺口就被无数人体给填补起来。猪八戒见状，眉头一挑，心里隐约有了一丝明悟，这是一具亡魂的结合体，如果不将他身上所有亡魂斩杀干净，根本伤不到他的本体。哈哈，你就只有这点力量吗？连给我挠痒都算不上。海方主那具由无数人体组成的大嘴张口，发出不屑的讥讽。挠痒痒啊！希望待会儿你别被俺老猪给挠破皮才是。猪八戒没有理会对方的讥讽，重新抽回9齿钉耙，双手握住，然后开始不停旋转。呼呼呼！恐怖的风声响起，海水被旋风卷起，形成一道水龙卷。居然想用这招对付我，果然是猪妖，真是愚蠢。海方主不屑的冷笑，开始操控水流，正面迎了上去。海浪形成一只巨大的鲨鱼，张开巨口朝着水龙卷咬去。砰！双方刚一接触，海方主的水鲨鱼当场被搅成满天水花。这怎么可能？海方主惊呼出声，满脸的难以置信。然而不等他话音落下，水龙卷裹挟着恐怖之势，形成一种可怕的吸力，不停地拉扯他的身体。一具具赤裸的身体被吸入水龙卷内，眨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海方主的躯体也开始不断缩小。不！海方主发出惊恐的叫声，但根本无济于事，身体被一点点吸入水龙卷，最后整个消失。在海方主消失后不久，原本躲藏在一旁的殷本樱突然发出一声惨叫，
身体上出现一道道裂痕，紧接着就像是瓷器一样寸寸崩裂。战斗结束，华夏国顿时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反观樱花国，则是如丧考妣，满面愁容。海水消失，水龙卷停止，露出猪八戒那伟岸的身躯，还不得蒋文明开口，就看到他身体一个踉跄，紧接着轰然倒地，身体也开始迅速恢复成原本大小。天蓬元帅，蒋文明心里一惊，连忙跑过去查看。华夏帝国观众的欢呼声戛然而止，一个个都伸长脖子，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不是赢了吗？天蓬元帅怎么会摔倒？蒋文明一口气跑到猪八戒跟前，却看到他脸色苍白无比，整个人形同枯骨。怎么会这样？蒋文明见他这副模样，只感觉心脏像是被人狠狠地揪了一把。好啊！猪八戒发出微弱的声音。华夏帝国太久没有供奉他们香火了，一身实力本就百不存一，再加上刚才消耗过度，此时的猪八戒几乎接近油尽灯枯。刚才的战斗看似轻松，但实际上他一直都在强撑着，若不是怕对方看出他的虚实，估计早就倒下了。现在海房主被斩杀，他终于撑不住了。蒋文明眼眶泛红，扭过头朝着华夏方向嘶吼道：“食物供奉，快！”坐在首席台上的李建国闻言，当即转身朝着早已经准备好的厨师们喊道：“还愣着做什么？把所有食物全都拿过来！”这一刻，不只是观众席上的众人，就连通过屏幕转播的国民们也都纷纷忙碌起来。供奉用的桌案，每家每户都有，所以供奉起来并不算麻烦。上到美酒佳肴，下到瓜果零食，全都摆放到桌案上，心里默念天蓬元帅的名字。很快，一道道供奉食物出现在神话擂台上。蒋文明快速跑过去，连拿带抱，捧着一堆食物来到猪八戒跟前。猪八戒勉强打起精神，拿过一颗水果放入口中，开始大口大口的咀嚼。主持人波比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这一幕，并没有出声制止。身为神明的他，自然知道华夏诸神的窘境。近百年来没有香火供奉，一个个不得已自封起来，减少神力流失。说实话，如果换做别的神祇，早就降下灭世神罚了。可华夏诸神却并没有这么做，他们宁愿自封，也没有去伤害华夏的人。在其他神祇看来，那近乎羞辱般的供奉，却被猪八戒吃得津津有味。很快，地上的食物被猪八戒清扫一空，虽然没有恢复多少实力，但至少不至于虚脱了。好了，小子，俺老猪答应你的事已经完成，接下来就靠你们自己了。华夏诸神都处于自封状态，如果没有供奉信仰之力，恐怕很难唤醒他们。猪八戒说完，从地上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尘，随手将9齿钉耙扛到肩上，洒脱的离去。不知怎么的，看着猪八戒那萧索的背影，蒋文明只觉眼前一片模糊，泪水止不住的流了下来。这就是华夏的神，哪怕他们人类忘记了他们，但在危难关头，依旧愿意挺身而出，恭迎天蓬元帅归位。蒋文明冲着猪八戒的背影一躬到底，用自己最大的声音喊道：“恭迎天蓬元帅归位！”这一刻，华夏境内无论男女老幼，纷纷朝着猪八戒的背影躬身行礼。猪八戒的身影消失，华夏万神殿内又多出一尊神像和神位。良久之后，众人纷纷起身。李建国侧头对身旁的秘书说道：“传令下去，华夏境内万神殿香火24小时不许间断，每周至少1次供奉祭祀。”是。秘书也从刚才的震撼中回过神来，连忙点头称是，身影一闪，消失在原地。我等后世子孙不孝，敬。李建国一想到猪八戒刚才的模样，眼眶顿时红了起来。皇帝都不差恶兵，而他们身为华夏的神明，竟然沦落到靠自封才能维持生存。这次侥幸赢了，可下一次呢？难道要召唤出一群断绝香火100年的神明来为他们征战？如果换做其他国家的神明，估计早就降下神罚了。可他们却从来没有降罪于华夏。一想到这里，李建国就感觉胸口堵得慌。第3场比赛，请双方派出代表。此时，主持人波比的声音响起，将众人的思绪拉了回来。蒋文明刚想开口，却被龙野一把给按住了。你做的已经够多了，接下来该我们了。我还可以。华夏是所有人的华夏，不是你一个人的。你有如此天赋，将来少不了你来扛大旗。现在就让我们这些老家伙为你们再遮一次风雨。蒋文明话还没说完，就被龙野给打断了。他的天赋有目共睹，只要再给他一些时间，将来绝对可以独当一面，成为华夏新的战神。但现在他还太年轻，总不能一直依靠运气吧？不是每次都能召唤出天蓬元帅这种大神，也不是所有神明都能够以虚弱之躯对抗敌人。现在已经获胜2场，他们只需要再胜1场即可，没必要再去冒这么大风险。老龙，这一场还是我上吧，你留着压阵。我感觉樱花帝国那边估计会派冈本次郎出场。薛家祥神色凝重地说道。冈本次郎，樱花帝国第1高手，地位跟龙野在华夏一样。觉醒的本命神奇是须知佐南，破坏力强悍无比，哪怕在诸多帝国里面也能排进前10。在这个神王不出的年代，这就是战力天花板。龙野的本命神奇是哪吒3太子，虽然也很强，但真要对上须知佐南，恐怕也是胜负未知。万一输了，那对华夏来说绝对是一场灾难。他们不能赌。老薛你……龙野看向薛家祥，目光中露出一抹悲伤。连他都没把握对付冈本次郎，薛家祥又如何是对方的对手？他这是打算拿自己的命来进行田忌赛马，让龙野避开对方。不必多说了，我意已决。老龙，我们是军人，一切为了华夏。薛家祥笑着拍了拍龙野的肩膀，然后扭头看向蒋文明：“你小子很不错，可惜我女儿还小，要不然……”哈哈哈。薛家祥笑得十分洒脱，然后大步走上擂台，对着樱花帝国方向喊道：“华夏薛家祥，冈本次郎，可敢与我一战？”薛家祥这是在逼宫，而樱花国也只能乖乖就范，因为他们没得选。薛家祥身为华夏第3强者，实力自然不容小觑，除了冈本次郎，其余人都没有必胜的把握。他们已经输掉2场，
这一场如果再输，就彻底完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冈本次郎身上，等待他的抉择。既然你找死，那我就成全你。冈本次郎身材魁梧，不仅本命神奇品质极高，而且自身实力也极为恐怖。此时大步走上擂台，眼中杀意毫不掩饰。请双方选手进入造化之门。主持人波比这次没有过多废话，直接宣布比赛开始。跟蒋文明之前不同，两人皆是激活体内血脉，等身后神奇虚影出现后，这才进入造化之门。当蒋文明看到两人身后的神奇虚影时，神色微微一愣。冈本次郎的就不多说了，正是与天照、月读命齐名的须知佐男，身材魁梧，一身武士铠甲，腰间还佩戴着三神器之一的天丛云剑，整个人散发着一种无与伦比的破坏力，仿佛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一样。而薛家祥这边则安静许多，一袭白衣，头戴羽巾，风度翩翩，形似书生模样，只不过身后背的不是书囊，而是一个剑匣，仙风道骨，文质彬彬，这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身居北斗星勺下，剑挂南宫月角头，道我罪来真个罪，不知仇是怎生仇。手持一柄逍遥扇，身负雌雄莫交剑，八仙之一，纯阳真人吕洞宾。蒋文明的声音传入薛家祥的耳中，让他微微一愣，随即扭头看了他一眼，见蒋文明正在冲自己点头，心中顿时明悟，他这是在提醒自己为唤醒神奇添加词条。薛家祥朝着蒋文明微微颔首，心里生出一股异样之感，他这个神眷者居然需要一个小辈帮忙提醒。但不得不承认，哪怕他是吕洞宾的神眷者，却真没有蒋文明知道的多，至少那两柄剑的来历他并不知晓，或许可以试试。薛家祥这么想着，迈入造化之门，光芒闪烁，擂台上浮现一道屏幕，正是两人在造化之门内的场景。跟蒋文明的不同，他们的5尊雕像里面都有一尊神像，色彩斑斓，这是已经唤醒的神奇，只需要跟对方沟通一下就能直接降临。然而当蒋文明看到另外4尊神像时，身体微微一颤，选左边第2位。蒋文明猛然起身，失声喊道。可惜薛家祥此时身处造化之门，根本听不到他的叫喊。怎么了？龙野距离蒋文明最近，听到了他的叫喊，有些不解地看向他。纯阳真人吕洞宾已经出现，这是好事，为什么还要让他选未知的神奇？龙野看了眼蒋文明口中的那位，平平无奇，一副老农打扮，手里还捏着一棵不知名野草。蒋文明没有回答龙野的问题，而是目光死死地盯着那位老农身上，直到看见薛家祥选了吕洞宾，他这才怒捶了一下座椅。怎么会这样？我们华夏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连先祖都没人认识？蒋文明双目含泪，感觉到莫名的悲哀。那可是他们华夏的先祖，尝遍百草，为华夏人驱除疾病的炎帝。他们口口声声称自己为炎黄子孙，如今却连自己的先祖都无人认出。想到这里，蒋文明当即跪了下去，冲着那尊神像叩首。不孝子孙蒋文明拜见华夏先祖炎帝神农氏。这一拜来得太突然了，以至于龙野都没反应过来。可当他听到蒋文明的话之后，整个人宛如遭雷击一样，呆立当场。他刚才听到了什么？华夏先祖炎帝神农氏。文明，你刚才说的可是真的？那位真的是我们华夏先祖？龙野有些震惊，他为什么从未听过这个名字？衣着碧绿，尝遍百草，与蛮兽抗争，开垦农业，带领华夏族人建立部落，后与人祖皇帝联合建立华夏文明，三皇之一炎帝神农氏。我等后世子孙不说敏感五内，但怎敢遗忘？蒋文明抬起头说这些的时候，早已经泪流满面。这是他们华夏的根啊，所有人的源头，真正的人祖。世人怎能将他遗忘？世人怎敢将他遗忘？就算忘记满天神佛，也不该忘记他们。想到这里，蒋文明豁然起身，面向华夏区观众，用尽生平最大的力气喊道：但凡华夏族人都给我记住眼前这尊神像，他乃是我们华夏之祖炎帝神农氏。我辈子孙就算再不孝，也要给我死死地刻在骨子里。这是我们的先祖，他现在回来看我们了。观众席上顿时一片哗然。真的假的？这位老农模样的神奇，居然是我们先祖？该不会是他杜撰的吧？以前没听说过啊，书里也没有记载，他是怎么知道的？各种质疑接连响起，很多人都不相信，但也有一少部分人认为蒋文明应该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毕竟他先前可是唤醒3位未知神奇了，知识储备量远超在场所有人。像是为了验证他的话一样，造化之门内的吕洞宾在出现的第一时间就朝着那尊神像躬身行礼，久久不敢起身。先祖放心，华夏历经5000年风雨，又岂会在这里倒下？小子不才，但也愿用手中3尺清风，为我华夏展出一片乾坤。吕洞宾的话清晰地传入在场所有人耳中。这一刻，所有人都相信了蒋文明的话。李建国早已经起身，一张老脸上满是泪水，羞愧、自责，各种情绪交织。不孝子孙李建国拜见老祖宗，不孝子孙孙长军拜见老祖宗，不孝子孙王建华拜见老祖宗。一位位将军起身，朝着那尊神像躬身行礼；一位位华夏族人起身，朝着那尊神像躬身行礼。无论是现场还是通过屏幕转播观看的，这一刻所有的华夏人全都躬身跪拜，声音汇聚，只能听到一句：拜见老祖宗。像是感应到了众人的祭拜，神农氏的神像微微动了一下，手中的草药脱离手指，落在吕洞宾跟前。去吧。一道慈祥的声音响起。蒋文明再次凝神听去，却什么都没有，而神农氏的雕像也缓缓隐去，没入造化之门深处。多谢先祖赐福。吕洞宾朝着神农氏离去的方向恭敬一拜，这才捡起地上的药草。做完这一切之后，吕洞宾转身看向薛家祥，轻唤了一声：走吧。哦，好。真人刚才那位是？薛家祥欲言又止。连吕洞宾都要恭敬行礼的人，地位绝对非同凡响，只可惜他绞尽脑汁也想不起那人是谁。
华夏始祖之一的炎帝神农氏，哎，想不到现在的华夏传承断绝如此严重，竟连先祖都无人识的。吕洞宾长叹一口气，华夏始祖之一。薛家祥感觉自己的心猛地一颤，在听到吕洞宾的话之后，更是羞愧难当。都说做人不能忘本，可他们竟然连自己的先祖都认不出来，真是枉为人子啊！邪神入侵，华夏诸神为抵御域外邪神，不得不脱离凡俗，神迹不显。你们不记得我们，也属正常。吕洞宾安慰一句，然后走出造化之门。薛家祥原本还在思索吕洞宾话里的意思，见他出去，也连忙跟上。对面，须知左南身穿战甲，手按宝剑，正面无表情地望向四周。冈本次郎则是双手持剑，紧盯着造化之门。刚才的事，他看得清清楚楚，差一点，对方差一点就召唤出一位恐怖的神奇，那是连须知左南都为之恐惧的存在。换成他们樱花国的神位，那至少也是一期那些层次的神王。不过还好，华夏帝国的人愚昧无知，竟然连自己的先祖都认不出来。天意如此，华夏帝国注定要被我们樱花国吞没，到时候这些神奇就都是我们的了。冈本次郎一想到华夏帝国的那些神奇，顿时感觉自己的血液都有些沸腾。别的不说，单是红色就有2位，如果被他们占领，这个世界还有谁是他们的对手？他身为樱花国第一高手，自然有很大的权力，其中就包括翻阅一些古老历史文献。他在一段上千年前的历史中发现，他们樱花国的人居然来自华夏，是他们的老祖宗从华夏带着上千人来到了这片土地上，然后繁衍生息。不仅如此，他还在古文献中看到，无论是文字还是语言，全都是根据华夏的文明演化来的。这些都是机密，被樱花国高层隐藏起来，不敢公之于众。但现在不一样了，灵气复苏，神明降临，而华夏帝国作为最强大的神系古国，却遗失了这方面的资料。这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只要踏上那片土地，他们就可以以华夏后裔的身份自居，重新唤醒神奇降临，到时候一统天下，又有何难？一想到这里，他的眼神就开始变得狂热起来，就连握刀的手都因为激动而开始颤抖。双方是否需要更换场地？主持人波比开口询问。不需要，不用。冈本次郎和薛家祥同时开口。既然如此，那就开始吧。波比淡淡一笑，身影瞬间从擂台上消失。拔刀斩！须知左南率先发起攻击，只见刀光一闪，就看到吕洞宾的身体倒飞出去。轰！身体与擂台墙壁碰撞，发出沉闷的声响，碎石烟尘四起。薛家祥瞳孔一缩，他知道须知左南很强，但没想到居然这么强，仅仅是一个照面就将同为金色品质的吕洞宾给击飞出去。好快的刀！吕洞宾的声音从烟尘中传来。薛家祥刚想回头看，却听到一阵破空声袭来。不用想也知道，这是冈本次郎发起的攻击。神战固然重要，但神眷者之间的战斗同样重要，无论哪一方落败，都会导致战斗结束。如果不是有规则限制，不允许神明直接对敌方神眷者出手，恐怕他们连一回合都活不过。所以在血脉亲和度比较低的情况下，神眷者更喜欢亲自对战。薛家祥身为华夏第3高手，身手自然不会差到哪去，腰间的战刀陡然出鞘，以一招撩刀式自下而上斜斩。当当，连续2声金属交鸣，薛家祥顺势后退2步，卸下这股力道。居合斩！冈本次郎这个人看似5大3粗，但实际上却是个用剑的高手，剑法凌厉，刁钻，招招刺向薛家祥的要害。而薛家祥则跟他相反，招式大开大合，简单直接，给人一种大道至简的感觉，往往随手一击就能轻易化解冈本次郎的攻势。蒋文明在，薛将军自身的实力丝毫不弱于冈本次郎啊，甚至隐约有压制他的感觉，这样下去说不定有机会斩杀他。龙野闻言苦笑一声，你太小看冈本次郎了，难道他还有底牌？蒋文明疑惑地看向龙野，冈本次郎剑术虽然不错，但在我们华夏帝国里面能稳赢他的至少不下于100人，就连樱花帝国都有数十人比他强。蒋文明听到这里就知道，果然，但是他之所以能成为樱花国第1高手，并非是单纯依赖剑术，而是他的神眷者天赋。他的血脉亲和度早已经超过 50%， 可以借用须知左南的部分神力，这才是他最可怕的地方。亲和度越高，就越容易获得神明的力量，超过 50% 后可以借用神力，如果超过 70%， 则可以跟神明合体，那种神眷者才是最可怕的存在。试想一下，一位神明攻击普通凡人会有什么下场？别说正面击中，哪怕是神力余波，也能轻易杀死他不知道多少回。那薛将军他，蒋文明心里一惊，以凡人之躯使用神力，代价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不到万不得已，冈本次郎不敢轻易使用。这也是老薛明明可以击败他，却一直没敢动手的原因。如果不能一击必杀，冈本次郎肯定会有所警觉，到时候逼得他借用神力，老薛就危险了。龙野面色沉重，他的血脉亲和度超过 50%， 所以太清楚那种力量的可怕了，哪怕只有一丝神力，也足以杀死薛家祥。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将军，深谙兵法之道，什么时候该出手压制，什么时候该示敌以弱，比蒋文明更清楚。我只有一次出手机会，如果不能一击必杀，那恐怕就很危险了。薛家祥一边跟冈本次郎交手，一边寻找对方的破绽。而另一边，吕洞宾手持雌雄莫交剑，倚仗着精妙的剑术跟须知左南缠斗。他虽然剑法精妙，但奈何力量还没有完全恢复，面对须知左南这种以力破巧的打法，感觉处处受制。唉，罢了罢了。吕洞宾长叹一声，下一刻，他周身的气势开始陡然暴涨，手中莫交剑剑芒吞吐，仿佛真的是2条蛟龙一般。台下的华夏国人见到这一幕，顿时欢呼起来。吕祖终于开始发威了，我就说嘛，吕祖可是金色品质的神奇，跟须知左南同级，
怎么可能怕他？原来是在这里等着呢。吕祖无敌，斩了这些异族邪神，各种叫喊声此起彼伏。论分为组，华夏从来都是遥遥领先，各种花活层出不穷。这不，都有人开始擂鼓助威了。咚咚咚咚，沉闷的鼓声宛如心跳一般，敲击在众人的心弦上。擂台上，须知左南持剑而立，面露讥讽之色。啊，你以为燃烧自己的神性就可以与我一战了？还真是天真，不试试怎么知道呢？吕洞宾依旧是那副云淡风轻的模样，手中长剑挽了个剑花，身影陡然从原地消失。漏刃单提，行杀活令，战时嗔痴，群魔起命，击浊扬清，摧邪显正。一句句诗词自空中响起，一道道剑光自空中浮现。雌雄莫交，双剑合而为一，变成一把黑白两刃剑，太极纯阳剑。这才是吕洞宾真正的战斗法器。雌雄莫交渡人，太极纯阳诛邪，这才是他纯阳真人称号的来历。剑光纵横，带着浩然正气，每一击都宛如神雷降世。炽热的纯阳之气在剑身缭绕，仿佛金色的火焰一般，有点意思。须知左南看着身上被斩出来的伤口，用手摸了一把，放在口中舔舐，脸色露出迷醉之色。黑炎，只见他用手轻轻抚过天丛云剑，一道黑色火焰随着他的手掌在剑身升起。这是他的本命神火，一旦被黑炎沾染，那将永不熄灭。吕洞宾感受到黑炎传来的威势，面露凝重之色。我有一副空骨虚，言之道有，又还无。随着诗声，长剑刺出，须知左南也挥动长剑迎了上去。可是，在双剑触碰的瞬间，他脸色一变，幻影。还不等他反应过来，就感觉肩膀一疼，像是被烈焰灼烧了一样。居合斩，长剑横切，斩向身后位置。然而那片区域并无人影，反倒是因为长剑横切幅度太大，导致中门大开，又被刺了一剑。怎么可能？连续被攻击了2次，他甚至没有弄明白对方是怎么出手的，这让一向自负的他如何能接受？可是吕洞宾的剑术太精妙了，虚虚实实，让他根本无法分辨出来。只是眨眼间的功夫，身上便多出5、6道伤口。神威领域！须知左南怒吼一声，手中长剑一甩，一大片黑色火焰掉落在地上，片刻便将整座擂台笼罩。一道闷哼声响起，抓住你了，老鼠！须知左南双手握剑，朝着声音来源处劈砍过去。吕洞宾来不及闪躲，只能持剑格挡。砰！双剑触碰，吕洞宾的身体瞬间倒飞出去。这种绝对力量上的交锋，他根本不是须知左南的对手。不灭黑炎落在他的身上，不断的灼烧着他。吕洞宾眉头微蹙，不灭黑炎不仅灼烧他的肉身，还在不断汲取他的生命力，壮大自身。火焰越来越盛，仿佛要将他烧成灰烬一般。九转工程树镜前，开颅波顶见金丹。随着这句诗的响起，3朵金花自他头顶浮现，褐、青、红、蓝、金5道气流自体内飞出，最后汇聚到一起，形成一枚金丹。在金丹出现的瞬间，他身上的黑炎像是受到了某种信号一般，全都朝着金丹涌去。3花聚顶，武器朝元。台下的蒋文明看到这一幕，喃喃自语，双拳不自觉地紧握起来。这是大罗金仙的道果，现在竟拿了出来，足有看出场上的战斗有多凶险。然而下一刻，那枚金丹突然出现一道裂痕，而且裂痕越来越大，而吕洞宾的身上气势开始节节攀升。疯子竟然不惜毁掉自己的神性来提升自己，就算赢了我又如何？你一样会死。须知左南脸上第一次出现了畏惧，历经千灾万劫，好不容易修成正果，今日一朝散尽，确实挺可惜的。吕洞宾面露微笑，仿佛说的不是自己，而是其他人一样。那你还敢这么做？没办法，谁让我贪恋红尘呢？神也好，人也罢，从本质上来讲，对我都一样。当然，像你们这种天生的神明是不会懂的。剑来！随着吕洞宾一声剑来，太极纯阳剑自动飞回他的手中。华夏境内所有的长剑都开始发出嗡鸣声。这一剑是我代表凡人而问，何为神？长剑发出阵阵剑鸣，气势还在一点点提升。正如吕洞宾所言，他此时不是纯阳真人，不是大罗金仙，他只是一介凡人，代表天下众生，以剑问苍天。何为神？这一剑代表着天下人的意志。须知左南怕了，哪怕是面对他的父母，他也从未有过这种心悸的感觉。他能感觉到，如果这一剑落下，他可能真的会死。不，我不会死，我怎么可能输给一群凡人？天从云剑疯狂劈砍，然而这些攻击落到吕洞宾身体周围，却被一道道剑气给挡住，根本无法靠近。须知左南睚眦欲裂，目光陡然落到冈本次郎身上。现在吕洞宾在积蓄力量，那是众生之力，他根本无法攻破，但他可以结束比赛。神威降临！须知左南的身体瞬间消失在原地。原本正在跟薛家祥战斗的冈本次郎身体一僵，原本挥出去的剑招也为之一顿。好机会！薛家祥眼中金芒一闪，手中长剑直刺对方咽喉。长剑毫无阻碍地刺穿冈本次郎的咽喉，然而下一秒，他手中的长剑却毫无征兆地被一层黑烟笼罩，顿时化作一滩金属液体。薛家祥脸色骤变，连忙抽身后撤，可惜依旧晚了一步。此时的冈本次郎已经跟须知左南融为一体，随手一击就直接将他的一只手臂给斩落。黑色火焰迅速覆盖断臂，眨眼间便将其烧成灰烬。血脉亲和度70%，不只是薛家祥和华夏的众人，就连其他国家的高层也纷纷震惊地站了起来。一位血脉亲和度超过70%的神眷者，本命神奇还是战力超强的金色品质，这个威胁太大了。日不落帝国首席台上，一名中年大胡子目光阴翳，看向旁边的人，通知下去，
等比赛结束，对失败的一方开战。现在华夏与樱花两国交战，一个个底牌频出，无论谁胜谁负都不妨碍他们趁火打劫。有着同样想法的还有希腊跟埃及，只不过他们距离东方比较遥远，旁边又有教皇国虎视眈眈，只能望而兴叹。而身处东方的天竺帝国高层则是两眼放光，没想到樱花帝国还有这种底牌，我们真应该感谢华夏，要不是他们这么努力，说不定吃亏的就是我们了。一名头戴白金的大胡子满脸的笑意，他们本就打算最近对华夏帝国动手，只可惜被樱花帝国抢先一步。不过从目前来看，局势对他们更有利，无论两方谁赢，他们都能第一时间摘桃子。低风险高回报的事，谁会不喜欢呢？通知阿米尔他们准备随时开战，今天我们定要让梵天神的光辉照耀整个东方。不，我的萨尔曼大人，他们不配享受梵天神的光辉，他们只适合成为湿婆神的祭品，那才是他们真正的归宿。哈哈，说的没错，还是湿婆神的光辉更适合他们。一群人肆无忌惮地笑着，丝毫没把其他人放在眼里。阿弥陀佛，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如果他们愿意归入我佛门，我佛如来也会收留他们。旁边的一名老和尚口诵佛号，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迦摩大师，还是你比较慈悲。这样好了，等我们占领华夏，准许你在那里修建庙宇，反正华夏人多，用来修建神庙最合适不过了。如此甚好。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就已经决定了华夏国人战败后的命运。擂台上，薛家祥被冈本次郎斩掉一臂，身上还沾染了那种黑色火焰，此时正脸色苍白地站在那里。他的血脉亲和度只有 49%， 还差一点就能借用神力，可就是这一点决定了他的上限。这跟努力无关，需要天赋，是真正的天才才能抵达的领域。去死吧！受到须知佐男的杀意影响，冈本次郎狞笑一声，手中双剑交错横斩，是要将薛家祥的头颅被斩下。吕洞宾也看到了这一幕，想出手救他，但此时正在蓄力状态，根本无法脱身。难道天意如此吗？就差那么一点，无论是薛家祥还是他，如果他能再坚持几秒，如果自己能跟他合体，不，哪怕借给他部分神力也好，都不会输。只可惜这世上没有如果。薛家祥的头颅毫无意外的被斩下，咕噜噜的掉在擂台上，一双虎目充满了不甘，差一点就胜利了，如果自己能再多为吕洞宾争取一息时间也好啊。薛家祥死了。华夏帝国的人看到这一幕，沉默了，有人轻声啜泣，有人转过头去，还有人义愤填膺。不对，还没输，我们还没输。蒋文明突然喊道。龙野见状，还以为他只是不甘心，正想出声安慰，可手伸到半空，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怎么还不宣布结束？冈本次郎皱了皱眉头，等待主持人宣布比赛结果。可过了半天，主持人波比依旧没有出现的意思，这让他心里隐隐有一丝不安。你不甘心是吗？我也不甘心，老子千百年苦修的道果都不要了，怎么能倒在这里？哪怕是死，也得替众生问出这一剑。纵使不入轮回又如何？我乃红尘剑仙吕洞宾。吕洞宾状若疯魔，没有了那副云淡风轻的模样，取而代之的是凌厉的剑意。一株不起眼的草药自他胸口飞出，然后缓缓落到薛家祥的无头躯体上。下一刻，原本已经死去的躯体缓缓动了起来，像是在适应没有头之后的行动。降临！吕洞宾大喊一声，漫天剑意瞬间合而为一，跟随他一起注入薛家祥那具无头躯体内。薛家祥的上衣被这股狂暴的剑意给撕成碎片，仅剩的那条手臂上缓缓浮现出一柄剑的虚影，剑身开始一点点凝实。他的双乳位置陡然睁开一双眼睛，肚脐也变成了嘴巴。古有行天神，无手而战，我亦可。声音宛如闷雷，分不清是薛家祥还是吕洞宾，亦或者是他们两人。长剑上的光辉变得越来越亮，最后将整座擂台笼罩，再也看不到任何画面。良久之后，光芒散去，两道身影背对而立。谁赢了？这一刻，无论是华夏还是樱花国，都开始紧张起来，像是回应他们的话一般。冈本次郎的身体骤然爆发出一阵血雾，最后化作一滩血污。我们赢了，赢了！华夏必胜，华夏无敌！各种欢呼声此起彼伏，只有少部分人面露悲痛之色。人无头，能活否？答案是不能。这就意味着薛家祥已经死了，之所以还站着，那是因为自身的战意还未消散。主持人波比的身影缓缓出现，看了眼还站在那里的无头躯体，朝着他微微欠身，以示尊敬。第3场比赛，华夏胜。随着他的话音落下，薛家祥的那具无头躯体这才开始缓缓消散。纵使不入轮回又如何？我乃红尘剑仙吕洞宾，我华夏男儿岂会怯战？泪水早已经模糊了蒋文明的视线，他此时只想放声大哭一场。跟薛家祥接触的时间虽短，但对方就宛如慈祥的长辈，对蒋文明照顾有加。但现在他死了，连进入轮回的机会都没有。恭送吕祖、薛将军归位。蒋文明朝着他们消失的方向恭敬地磕了4个响头。第3场战斗结束了，薛家祥和吕洞宾以魂飞魄散为代价，跟敌人同归于尽。这个结果是谁都没有预料到的。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们的牺牲没有白费，为华夏争取了最宝贵的一场胜利。本次神话擂台获胜者华夏帝国，请华夏帝国代表出列，接受你们的战利品。主持人波比说完，伸手一挥，一道屏幕出现在蒋文明4人眼前。选项1，继续战斗，连胜5场，将额外获得一座城市所有权。选项2，指定一座城市，掠夺气运、土地。蒋文明看到这2条提示，很想选择第一条，再杀2位樱花国，明为薛家祥报仇。但他不能这么自私，已经走下擂台的他是没资格继续战斗的。而其他人除了龙野，谁也不敢保证能稳胜对面。目光落到龙野身上，此时这位华夏帝国第一战神
双拳紧握，眼睛通红，就连身体都有些颤抖。薛家祥是他的好兄弟，两人几十年的交情，但现在对方却死在他面前。他想替对方报仇，想用更多的血来为他送行，可他不能这么做，因为他是华夏第一战神，要为整个华夏考虑。良久之后，龙野长叹一口气，缓缓说道：“选择第二条，掠夺西京气运和土地。西京作为樱花国的首府，气运最盛，人口也最多。如今被掠夺气运和土地，这对樱花国来说绝对是致命一击。这一举动也意味着樱花国从此退出争霸的舞台，不是他们想退出，也不是他们没实力东山再起，而是其他帝国不会给他东山再起的机会。这就是小国的悲哀，没有足够的土地，就没有犯错的机会。一旦神战失败，那就意味着万劫不复。”伴随着龙野的话音落下，华夏帝国的气运顿时化作一条金色巨龙，遮天蔽日的龙躯自天空划过，一口咬住樱花国的气运，然后猛地撕下来一大块，吞入腹中。而原本的樱花首府西京也开始发生变化，大地龟裂，地面上升，只是眨眼间的功夫，便已经升高10几米，无数樱花国人惊慌失措，四散奔逃。这个过程足足持续了1个多小时。华夏帝国的版图上多出一块名为西京的土地，那些没有逃离的樱花国人全都被打上奴隶的印记，不仅无法觉醒，而且终身无法背叛华夏帝国。这个印记会持续10代人，10代之内他们就只能成为奴隶。蒋文明通过屏幕看着这一切，心里却没有丝毫的喜悦，这就是失败的代价。本次神话擂台结束，我是主持人波比，欢迎诸位下次再来。主持人波比笑着朝观众行了一礼，然后缓缓消失。日不落帝国申请对樱花帝国开启神话擂台，天竺帝国申请对樱花帝国开启神话擂台。连续2道声音响起，顿时将准备离席的众人又给拉了回来。波比的身影出现，有些无奈的看了2位代表一眼，仿佛是在说：“你们刚才怎么不说？日不落帝国的申请有效，天竺帝国的申请驳回。”波比淡淡说了一句：“天竺帝国申请对华夏帝国开启神话擂台。”天竺帝国的代表眼看没有抢到樱花帝国，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刚刚战斗过的华夏帝国。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不少华夏人和樱花国人都感觉到震惊，只有华夏的一众高层并没有被这个消息震惊到，因为早在开战之前，他们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嘉祥那小子应该就是猜到战斗结束后的危机，所以才会拼死拦下龙眼。开始准备吧，这次派谁出场？天竺帝国可不是樱花国能够媲美的，这是真正的强国，本土神明众多，比起华夏也不遑多让。最关键的一点，他们曾经将教义传到华夏，导致不少国人都以为佛门是华夏的神话体系。蒋文明深知这一点，所以在之前唤醒孔宣和猪八戒的时候，并没有喊出他们的封号，要不然召唤出来的神明还能算华夏本土的吗？孔雀大明王菩萨是西方教封的，也就是后世的佛门。猪八戒净坛使者也是佛门的法号，怎么喊？华夏只有道教，所以蒋文明在唤醒神明的时候喊的也都是他们在华夏时期的封号。现在天竺帝国选择攻打华夏，那就更不能喊了。让龙眼、李思远、钟灵、沈青云和王硕他们5人去吧。李建国想了想开口，他们全都上场，那接下来怎么办？别忘了还有教皇国、希腊、埃及这些人。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距离我们比较遥远，就算要打，也是对日不落帝国下手。樱花帝国这次如果败了，就基本上灭国了，他们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对付日不落帝国。无论胜负如何，只要逼出日不落帝国的底牌，剩余的3大帝国是不会介意趁火打劫的。李建军沉吟片刻说道，刚才还在祈祷樱花帝国弱一些，现在却巴不得他们召唤出本土最强神明。被灭国只不过是早晚的事，但能在灭国前把对手拖入深渊，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对此，在场之人毫不怀疑。论凝聚力和执行力，樱花国绝对名列前茅。如果不是有这种韧性跟精神，他们早就不知道被灭多少次了。就在这群华夏大佬们商议时，龙野带着蒋文明等人走了进来。龙野，你来的正好，对于这次天竺帝国的神战，你有没有什么好的人选？李建国在看到龙野时，凝重的面容上也多出一抹柔和。还是你亲自去说吧。龙野没有回答李建国的话，反而扭头对一旁的蒋文明开口。众人闻言，目光齐齐地落到蒋文明身上。晚辈蒋文明见过诸位将军，小子这次前来是有一事相求。蒋文明朝着这群高层抱拳一礼，然后开口说道：“有什么话尽管说，你是我们华夏的大功臣，能满足你的，我们一定不会拒绝。”李建国用一种欣赏的目光看着面前的蒋文明，这是他们华夏崛起的希望，2位红色神旗的神眷者，只要不夭折，必定能让整个世界颤抖。晚辈打算跟天竺帝国进行幻冥神战。幻冥神战？李建国一听，顿时猛然站起身来。幻冥神战跟神话擂台战不一样，后者是进入造化之门内随机唤醒神明，前者则是将指定的名单交上去，在这些神明里面随机唤醒。他们华夏神话文明断层的厉害，目前知道的神明也不过500之数，其中大部分都是一些小神和婴灵。而天竺帝国神明多如牛毛，而且传承完整，真要采用这种方式，对方直接召唤出4位主神出战，他们又该如何应对？这么多年以来，他们华夏一直是拒绝这种神战方式的，以至于不少人都忘了，这才是真正的神战方式。神话擂台战是公认的战斗方式，也是默认的一种，就是为了给一些小国机会。幻冥神战则是给那些大国的战斗方式，因为他们拥有完整的神话体系，有实力，也有资本用这种方式战斗。但现在蒋文明居然主动提出用这种方式，这不是解开束缚在别人身上的枷锁吗？不行，太冒险了。我们华夏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神话文明断层的厉害，虽然从一些蛛丝马迹上能推断出有不少神明存在，但我们根本没有他们的任何资料，又何谈唤醒他们？
一位老将军起身反对。如果不是蒋文明之前的表现，他甚至以为这是天竺派来的间谍。如果我说我知道华夏神明的名讳呢？蒋文明神色郑重地说，我们华夏神话断层这么严重，数万名专家学者日以继夜分析，这么多年也不过500多位，其中大部分还都是小神，你就算全都知道又如何？神战比的不是下限，而是上限，只有高级战力才能决定胜负。小神，李建国说到这里便不再说下去了，只不过话中的含义在场之人都明白。我知道你们不信，所以在来之前就已经写了部分神明的资料，诸位将军请过目。蒋文明说着，从口袋里取出几张纸递了过去。李建国身旁的秘书连忙接过，然后递给李建国。旁边的一众将军们全都凑了过去，想看看上面写了什么。李建国也不背着众人，而是大大方方的当面打开纸张。只见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各种名字以及神明所代表的地位。第一行第一句：盘古开天辟地，红军路压传道，龙凤麒麟出世，女娲补天造人，三清12祖屋，帝俊东皇太一，江上愿者上钩，12金先扶手，六御五方五老，木公金母，三官大帝，四至公曹。看到后面，李建国的手都开始颤抖了。不只是他，就连他身旁的那群将军们也都被震惊到忘记呼吸，以至于脸色被憋得通红。天哪，这是真的吗？我是不是在做梦？谁来打我一下？啪！四真疼，不是做梦，我没看错吧？三坛海会大神居然只是天庭的一名神将，上面还有这么多大神。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华夏又何惧小小天竺？先别高兴得太早，就算有了名单，可我们也不认识啊。此言一出，就像是一盆凉水，直接浇灭了众人心中的火热。是啊，知道名字又如何？在这个神话断层严重的年代，根本没人认得这些神明长相，总不能全拿人命去填吧？一个两个还好，可这上面数百位先天神明，还有上千修道人神，这怎么填？哪怕年轻一代死光，也填不满啊！要知道，唤醒神明的方式只有觉醒仪式跟神话擂台这2种，就算想填也没机会啊！不对，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神明名讳的？李建国意识到问题所在，看向蒋文明，都是9年义务教育，凭啥别人都不知道，就你知道？蒋文明会心一笑，对此早有准备，不敢隐瞒诸位将军，小子在觉醒前一天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名自称女娲娘娘的神明，他告诉我华夏将有大劫，他不忍我华夏子民就此覆灭，所以带我游历了一次天庭，我也是那时候记住的这些神明名讳。蒋文明将自己早就想好的说辞说了出来。反正托梦这种事在这个世界也有出现，尤其是教皇国整天打着真主托梦的借口攻打他们口中的异教徒。至于为什么做梦记住这么多，他也想好了说辞。我这人打小就聪明，再不然就是天上1日地上1年，时间不一样。反正最终解释权在他手里，你们爱信不信。难道还有本事找女娲娘娘对质去不成？不是我不相信你，但此事事关重大，我需要验证一番才行。李建国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这种事听起来太荒谬了，神明托梦还是被他推崇为圣人级的女娲娘娘，他们听都没听过。但蒋文明近期的表现却不由得他们不重视，因为对方确确实实唤醒了3位未知神祇，其中2位还是红色神祇。这要是非说是巧合，那未免太牵强了些。好，见李建国松口，蒋文明心里的石头也终于落下。不怕你考验，就怕你问都不问一口否定。如果真是那样，这次华夏跟天竺之战可就真的危险了。小王，你去取几张神明的画像过来，让文明辨认1、2。是。王秘书一路小跑去挑选神像。就在此时，天空中突然响起主持人波比的声音：日不落帝国对阵樱花帝国正式开始。鉴于双方帝国要求，本次比赛采用唤名神战方式，双方各派出1名代表，递交参赛神明名单。听到这里，在场之人都露出一抹会心的笑容。唤名神战又称国运之战，跟神话擂台不一样，里面没有3局2胜一说，一场比赛无论胜负，活到最后的算胜利。神明死亡或者胜利可以换人继续，直至另一方没有神明出战为止。这也是之前李建国等人极力反对蒋文明开启唤名神战的原因，因为他们华夏没有这个资本啊，别人请出主神出场，他们拿什么去应对？但现在好了，如果证明蒋文明说的是真的，就算蒋文明不说，他们也会支持用唤名神战的方式战斗。谁让他们神多呢？樱花帝国这是打算破釜沉舟了，这样一来，我们接下来就会轻松许多，只需要全力应付天竺即可。很快，王秘书便取过了一沓照片，李建国随手抽出几张，放到蒋文明面前，让他辨认。蒋文明看着那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二爷，还有躬身扶手一副谦卑模样的孔子，以及手按宝剑头戴流冕的帝王，心里一阵无语。这些并非正统神明，而是死后被人供奉的英灵。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姓关名羽，字云长，为人忠义无双，死后被后人尊为武圣。手持书卷一副谦卑模样的老者，名为孔丘，乃是儒家创始人，是华夏文明的奠基人之一，被后人尊称为孔子、孔圣。至于最后一位，蒋文明仔细看了半天，有些熟悉，但是又不敢确认。他又不是学历史专业的，对于帝王的服饰也仅仅是从电视上见到过。眼前这人的服饰看上去有点像秦汉时期，具体是谁他就不知道了。这是我们这陕西境内发现的古墓，只知道他是一位帝王，具体资料并没有破译出来。不过从墓室的壁画来看，他受万人敬仰膜拜，想必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英灵。李建国将这个照片的资料透露一部分出来。那你们是不是还在墓室内发现大量陶俑？千军万马，从兵卒到将军，应有尽有。墓室里面设有9阶天梯。蒋文明突然问道：你怎么知道？李建国一惊，这种事是个机密，除了那些考古人员，很少有人知道。可蒋文明却一开口就指了出来，就跟亲眼见过一样。我知道此人是谁了，
纵横八方，横扫陆河，统一整个华夏，让华夏书同文车同轨的千古一帝秦始皇嬴政。如果说炎黄二帝是华夏的根，那秦始皇就是华夏的魂，在位短短几十年，统一华夏文明，让所有种族真正的融合到一起。纵观整个世界，千百年来无数文明古国，哪位领袖能够做到？只有秦始皇嬴政，是他让华夏从一盘散沙成功凝聚出一块铁板。书同文，车同轨，统一量衡，包括焚书坑儒，修建长城，哪一件不是为了华夏？哪怕背负暴君的骂名，也要为华夏奠定千古不灭的基石。罪在当代，功在千秋。这句话用来形容他再合适不过了。这位秦始皇很强，身旁的一位将军虽然被他的履历给震惊到了，但还是问出众人最关心的问题。他们现在想要的不是一位政治家，而是高端战力。就跟李建国和龙野一样，李建国统筹大局，龙野冲锋陷阵。他地位虽然比龙野高，但你让李建国上擂台试试，战力，个人战力不知道，但如果是统兵的话，目光所至，皆为华夏。蒋文明说这句的时候，目光中充满了狂热，脑海中也浮现出另一个名字：杀神白起。秦始皇出现了，那他麾下的第一战神还会远吗？这位以杀正道的猛人，就连十殿阎罗见了也要毕恭毕敬。地狱空不空，我白哥说了算。如果能将他召唤出来，蒋文明敢保证，主神之下没人是他的对手。就在众人讨论时，一旁的王秘书突然惊呼一声：樱花国召唤出了红色品质神器。此言一出，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众人连忙走出房间，观看比赛大屏幕。只见一位神色冷峻、容貌艳丽的女武神悬浮在樱花国方向上空，而她对面的则是一位手持战锤、赤裸着上身的金发青年。雷神托尔，阅读。蒋文明只看一眼就认出两人的身份，这倒不是他记忆力多好，而是因为两人太有辨识度了。一个浑身雷电闪烁，一个黑岩环绕，想认不出来都难。没想到樱花国还有这等底牌，看这样日不落帝国这次要危险了。李建国说这话的时候也有几分庆幸。开启神战时，被动一方可以选择战斗模式。他们华夏一直都是默认擂台战，这也导致其他帝国一直有种有力无处使的感觉。他们神多又如何？人家压根不跟你们拼实力，哎，我们就赌运气。有能耐，你在神话擂台上召唤出主神出来。也正是这种策略，才使得这么多年以来，各大帝国明明实力远超华夏，依旧没敢动手的原因。都是老油条，谁会把赌注压在运气上面？除非有绝对的把握，要不然谁也不会贸然对大国动手。这次樱花国不就是个例子？本以为偷鸡成功，结果发现偷的是一只老鹰，还被啄瞎了眼。托尔居然只是金色品质。在看到这个消息后，蒋文明更加确信了自己的猜想。品质代表的是地位，并不能代表战力。想到这里，蒋文明扭头看向龙野，低声开口道：将军，能否带我去万神殿看看？龙野闻言一愣，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去万神殿。不过他也没有拒绝，现在的蒋文明就是他们华夏的宝贝疙瘩，只要不是太过分的要求，他们都不会拒绝。当即跟李建国等将军打了声招呼，带着蒋文明离去。主席，这小家伙的话可信吗？一名将军见蒋文明离开后，看向李建国，虽然有些荒唐，但应该不会有假。刚才那3张图不就是证明吗？虽然资料不全，但也能隐约对应上了，或许真是女娲娘娘托梦也说不定。说到这里，李建国也忍不住摇了摇头。他们一直推崇科学依据，想不到推到最后却变成了玄学。那我们，既然他有信心，我们也不妨信他一次。我们华夏沉寂太久了，也是时候让这些家伙看看我们华夏的反击了。打得一拳开，省得百拳来。先辈们说的没错，一味的退让只会让他们愈发肆无忌惮。不打疼他们，他们还真以为我们华夏好欺负。李建国的话等于为此事盖棺定论。华夏帝国选择换名神战的方式来与天竺帝国战斗。另一边，蒋文明跟随龙野来到万神殿，看着那密密麻麻的神位，开始逐一观察，时不时的还会取出纸笔进行标注。你这是在做什么？龙野有些不解地问。我在标注一些有潜力的神器。蒋文明将手上的信息记录好，这才抬头回复。有潜力的神器，这一点从品质上就能看出来啊。回头我给你一份资料就行，何必这么麻烦？龙野还以为什么事呢，不在意的笑了笑。不，品质并不能代表战力。什么意思啊？品质代表的是他们的地位，而非战斗力。这一点稍后我会跟您解释。蒋文明说完，又开始埋头查看。不看不知道，这500多名神明里面，居然有好几个大佬被置于冷板凳，尤其是其中一位手持鱼竿、身披斗笠的老者，品质只有绿色，但蒋文明却差点给他跪了。真他妈坑爹啊！竟然给姜太公评为绿色品质，我要是不仔细看，差点都错过了。堂堂阐教2代弟子，封神榜的掌控者，居然只是一个绿色品质，谁敢信？姜太公不是神，可他却是封神的那位啊！他是没有法力了，可架不住人家能摇人啊！三清是他父辈，4御是他封的，5方5老是他后辈，更不用说其他神了。哪吒3太子牛逼不？2郎神牛逼不？见了他也得恭恭敬敬低头喊一声师叔。这种超级大佬，居然没人重视，不对，应该说没人认识。龙野将军，我记得换名神战模式下，神明是没有限制的，对吧？没错，那种模式是属于神明之间的战斗，哪怕是神眷者也无法参与其中，只能作为辅助。那就好。蒋文明点了点头，然后用笔重点在姜上的名字下做好标记。一直忙活了半个多小时，他才把所有神位扫了一遍，而他的小本本上也密密麻麻写了一大堆。走吧，我们去看看樱花国和日不落帝国的战斗。蒋文明收起小本本，率先朝外面走去。你刚才在写什么？龙爷有些好奇地问。我整理了一下已经召唤出来的神明资料，回头补充一下，上交给国家。如果哪一天我死了，至少不会带着这些知识消失。
蒋文明冲着龙野一笑。龙野闻言，身体一震，顿时肃然起敬。他这是担心自己死了，自己掌握的资料也随之遗失，所以提前做好准备。天主很棘手吗？龙野沉声问。在他印象里，对方虽然有不少神明，但特别强大的好像并没有几位。如果说所有帝国里面，我最不想遇到的国家，天竺绝对排在第一位，其次就是希腊，然后就是埃及。这3个国家单论底蕴，丝毫不弱于我们，但神话文明的完整度却远非现在的华夏可比。对上他们，我只有80%把握。龙野看蒋文明刚才的表情，他以为会被对方碾压，可结果你却来一句只有80%把握。大哥，你是外星人吗？你知不知道我们以前都是怎么过来的？80%把握已经不低了。龙野悠悠地说道。那怎么行？只要不是10%把握，就意味着会死人。我不想再看到有人牺牲。蒋文明一脸认真地说道。听到这话，龙野眼前又浮现出老友死时的场景，双拳不自觉地紧握起来。不会了，我们都会好好活下去的。感觉到气氛有些压抑，蒋文明连忙开始转移话题。龙将军，怎么激发血脉亲和度啊？我觉醒的本命神器好像还没激活血脉，这不是小学时候讲的知识吗？你不知道？蒋文明，他很想回一句，我上小学学的是1+1等于2，但这句话只能憋住。见蒋文明一副窘迫的模样，龙野突然笑了起来，哈哈哈，我差点以为你是全知全能，原来也有你不知道的事。您就别取笑我了，我是学渣，众所周知。蒋文明连忙讨饶，身为学渣，我不知道这些事不是很正常的吗？龙野笑了一会儿，这才继续开口，血脉亲和度取决于你对这尊神器的了解，你对他了解的越多，亲和度也就越高。就这？蒋文明一脸懵逼。这还不够？龙野也是一脸懵逼，为什么会有种被人冒犯的感觉？行吧，让我试试。蒋文明开始收敛心神，开始念诵关于帝俊的信息资料。盘古开天辟地，清气上升为天，浊气下沉为地，后立即而亡，身体发肤化为山川大地，花草树木，精血化为12祖屋，精气化为3清，左眼化为太阳，太阳星内孕育2尊大日金乌，其兄帝俊，其弟东皇太一，两兄弟战力无双，成为众妖之首，万妖之皇。后感应天地秩序，创立上古天庭，尊帝俊为第一任天帝，与巫族共掌天地。后娶羲和为妻，诞下10子，10子代替太阳星巡视大地，被大巫后羿射杀，止于其一，帝俊怒，遂与巫族大战，最后双双神陨。自此巫妖2族退出洪荒霸主地位。蒋文明每念一句，身上的光芒便亮一分。等他念完最后一句时，浑身上下已经被刺目的光芒包裹，整个人璀璨的宛如太阳一般。龙野震惊地看着这一幕，嘴巴嗫嚅了许久，才结结巴巴地说出7个字：9%、99%。这是什么概念？神明转世啊？除了神明本身，谁还有这么高的亲和度？亲儿子都不行。这边的动静也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毕竟这股光芒太耀眼了。快看，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好刺眼！难道是核爆？你是不是傻？那是京都，有诸神守护，就算有核爆也不会炸的。难道是我们华夏新研发的武器？不像啊，会不会是太阳落我们华夏了？乌鸦嘴，你怎么不说太阳掉你家了？呸呸，忘了你家也是我们华夏的。正在观看比赛的李建国等人也注意到了这一幕，有些茫然地看向身旁秘书，怎么回事？好像是万神殿那边传来的动静。万神殿？刚才龙野将军带着蒋文明去了万神殿，然后还不等他把话说完，就看到一只浑身被火焰笼罩的3足金乌冲天起，宛如第2个太阳。万神殿内一直居于最高处的帝俊神像陡然变得鲜活了起来，一道虚影浮现，目光仿佛透过虚空直视本质。但当他目光扫过台下的一排排神位时，目光之中闪过一抹冷意。还不等他有所动作，一道道金色锁链自虚空垂落，朝着他缠绕而去。你们以为抹去我们的真名就可以侵占我们神州？真是可笑！帝俊冷哼一声，金色锁链寸寸断裂，而他的身影也随即消散。只是在他消失的瞬间，一枚金色的羽毛缓缓飘落，继而朝着外面飘去。蒋文明此时只感觉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仿佛只要他心念一动就可以毁天灭地一般。站在地面上的龙野有些艳羡地看着他，心中五味杂陈。几十年的努力竟然比不过对方一招顿悟。果然，努力在天赋面前一文不值。蒋文明重新落到地上，收敛起刚获得的力量，突然神色一动，看向远方，只见一抹金色羽毛正朝着这边缓缓飘来。他伸手一招，羽毛自动落入他的掌相，还不等他仔细观察，那枚羽毛便直接融入他的身体。蒋文明只觉脑子一阵嗡鸣，意识仿佛被吸入一片未知的空间之中，遍地的尸骸与石像宛如修罗地狱。正当他四下张望时，却看到10几道散发着无量神光的身影正看向他。圣人，晚辈蒋文明拜见诸位圣人。蒋文明只看了一眼就认出其中几人的身份，吓得连忙低头躬身行礼。三清、女娲，还有一些他不认识的大佬，自己怎么会见到他们？还有，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蒋文明心中惊骇。妖皇，神州现在如何了？一道清冷而又威严的女声响起。蒋文明虽然没有看见是谁在说话，但不用猜也知道肯定是女娲娘娘。只是他为什么喊自己妖皇？还不等他想明白其中关键，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道威严而又熟悉的声音。已经安排妥当，剩下的就交给他们自行处理好了。帝俊的声音响起。如此甚好。几名圣人说完，目光扫过蒋文明所在的位置，什么话都没说，就好像他根本不存在一样。感受到诸位圣人走后，蒋文明这才敢抬起头来，刚准备询问帝俊，只感觉身后传来一股吸力，再次恢复意识时，已经回到最初的地方了。你的额头！龙野一副震惊的模样，
指着蒋文明的额头。蒋文明一愣，随即伸手摸了摸，什么都没有，然后取出手机照了一下，这才发现他的眉心位置不知何时多出来一道金色火焰纹路。这是什么？蒋文明有些不解地看向龙野。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神纹。有啥用？我不太清楚，听说好像可以跟神明沟通，不过这是天竺那边传来的，我并未见过。蒋文明一听，顿时失去兴趣。天竺的阿三哥们有事没事就喜欢往脸上抹东西，说不定又是为了骗信徒搞的把戏。他可从未听说过华夏有这种事情。用一句经典台词就是你和神说话是信仰，神和你说话，脑子秀逗了吧？真以为神明是你想联系就能联系的？重新收敛思绪，看向龙野，刚准备开口，就看到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冲了过来。怎么回事啊？龙野将军，原来你也在。为首的队长见到龙野，连忙行礼。你们这是在做什么？龙野有些疑惑地看向那名小队长。刚才发现这边有异常，所以就过来查看一下。龙野将军，您这是？没事，都是误会，回去吧。龙野一听，瞬间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这些人显然是被蒋文明刚才的动静吸引来的。打发走了几人之后，两人便重新回到会议室。此时会议室内只剩下两人，其余人全都去神话擂台观战去了。虽然是日不落跟樱花国之间的战斗，但对于其他人来说也是难得的学习机会，学习对方的战斗技巧，学习对方的战术布置，通过这些信息判断对方的实力，制定针对他们的战术。当然，这种方法只适用于神话擂台战。至于幻冥神战，拼的是底蕴，对神眷者本身实力的要求反而不高。两人刚准备前往神话擂台，就看到房间光芒闪动，李建国等人竟都回来了。还不等两人开口，就听到天空中传来主持人波比的声音：樱花国阅读神语，是否继续？阅读死了。对于这个结果，龙也是一脸的震惊。这可是红色神旗，竟然会输给金色品质的雷神托尔。反倒是蒋文明一脸的平静，虽然对这个结果有些意外，但并没有多少惊讶。阅读的地位虽然高，但实际战力连虚之左男都不如。面对北欧神话中战力最强的雷神，打不过也很正常。北欧的雷神，奥林匹斯的海格力斯可都是堪比主神的猛人。如果只从品质上来判断他们的战力，只会吃大亏。樱花国显然吃了没文化的亏，对其他神系不了解，以为凭借阅读可以压制托尔，这才导致被人反杀。雷神那边也不好受，虽然赢了，但手臂被斩掉一只，一身神性也被阅读的黑岩吞噬殆尽，算是废了。两败俱伤，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对了，你们俩刚才干嘛去了？李建国好奇地看向两人。刚才我们……龙爷把之前的事毫无保留地说了一遍，听得众人目瞪口呆。你是说，文明他的血脉亲和度达到了 99%？ 李建国有些不敢置信地又问了一遍。另外文明猜测，神明的品质与实力无关，而是代表着他们的地位。原本我还有点不信，但现在看来，确实很有可能。如果没有雷神和阅读之事，龙也或许只把此事当成是一个猜测。但现在事实证明，蒋文明的猜测很有可能是真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接下来的选择就要更谨慎了。李建国沉思片，看向蒋文明：我们可以相信你吗？蒋文明闻言一愣，随即笑了笑：为什么不呢？李建国深深地看了蒋文明一眼，然后目光锐利地扫过在场所有人。这次与天竺帝国的幻冥神战，由蒋文明全权负责，所有人不惜一切配合他行动。主席，用人勿疑，疑人勿用。李建国摆手打断了那位将军的话。既然决定把筹码压在蒋文明身上，那就彻底放手，让他尽情发挥。究竟是为华夏杀出一条通天大道，还是带着华夏万劫不复，就看蒋文明的了。蒋文明听到这话，神色顿时严肃起来，一脸郑重地看向一众领导高层。晚辈定当竭尽全力，为华夏杀出一条通天大道。声音掷地有声，坚定无比。好了，接下来讨论一下具体行动安排。李建国摆了摆手，示意他不用这么严肃。天竺帝国那边最强的神明莫过于创世神梵天、毁灭之神湿婆以及如来佛释迦牟尼三人，其余神明虽然强，但跟他们三个比起来还是有不小差距的。所以我们这次只需要考虑对付他们三个就行。蒋文明把自己知道的信息说了出来。那我们这边呢？有没有能与之抗衡的神明？有，但……蒋文明迟疑了片刻，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有什么问题尽管说，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李建国安慰道。能对付他们的神明太多了，我不知道该选谁。蒋文明无奈地说道。众人，你小子，下次说话能不能别大喘气？老子的心脏病差点被你给吓出来。一名将军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他还以为没法打，结果你给我来一句不知道选谁。一旁的龙野倒是神色淡定，一副我早就看穿一切的表情。只有李建国神色不变，听出了蒋文明话中的含义。凝眉问道：你说的不知道选谁是什么意思？天竺的这三位神明，单论地位的话，相当于我们华夏的圣人境，但从目前来看，准圣层次的神明都很少出现，圣人恐怕……华夏的神话中，圣人讲究因果不沾身，极少过问凡间之事。就算他知道对方名讳又如何？真的能请对方降临吗？万一幻冥时候对方根本不给回应，到时候该怎么办？这才是蒋文明最担心的事。他虽然不知道神话擂台规则是谁制定的，但他可不认为这里的法则可以约束那些圣人，恐怕连准圣、神王都无法约束，要不然也不会这么久都没见到一位神话体系尽头的大佬出现。据他了解，目前出现的几位红色神祇里面，教皇国是一位天使，虽然不知道是谁，但绝对不可能是耶和华跟耶稣。樱花国出现的阅读，也只是他们神话体系里面的二代神。至于他们华夏，孔宣虽强，但在那个时期并不算什么，后期又加入佛门。而帝俊的地位虽然高，但早早就陨落了，所以自己召唤出来的未必就是他的真身。
如此想来，华夏神话中那些顶级的大佬很有可能不会响应他的召唤。天竺那边应该也一样，这一点从他们的教义就能看出来，动不动就让他们自残献祭，这是正经神会做的事吗？如果不是教义被人扭曲了，那就只能说明他们在神明眼里只是乐子，根本不会在乎。见蒋文明沉思，其余人也没有开口打断，而是静静的等待着。良久之后，蒋文明收回思绪，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无论圣人能否感应召唤，都将他们的名讳递交上去，此外再选一下战力强大的神明。这样一来，如果对方神王降临，或许圣人也会出手干预。别的人不敢说，蒋文明知道有一人绝对不会坐视人族被灭。人皇伏羲，这位曾经的妖族圣人，转世后成为人皇，带领人族在洪荒挣扎求存。以他的性子，如果见到外系主神降临，绝对不会坐视不理。最关键的是，他的身份很特殊，不仅是人皇，还是妖圣，更是女娲娘娘的兄长。无论身份背景还是实力，都不容小觑。很快，蒋文明洋洋洒洒写了上千位神明的名讳，从神话人物到人族英灵，从洪荒到近代，写到最后，他突然心血来潮，把姜太公的名字也加了进去。虽然不能召唤，但可以趁此机会给华夏同胞科普一下知识。我能做的就只有这些了，就算真的不幸身死，这些神明的故事也可以流传下去，不至于再出现无人认识的窘境。蒋文明心里叹了口气，只要文明的火种不熄灭，那他们华夏就不会倒下。历经5000年多年的风雨，才走到今天，多少文明古国覆灭，他们华夏依旧屹立，现在岂会倒在这里？见蒋文明停下手中的笔，其余人这才凑近观看。你这里面怎么还有人族英灵在？龙野看着上面仅有的4个人族名字，大为不解，因为他们都是以凡人之躯比肩神明的存在。蒋文明笑了笑，目光重新落到那4个名字上面：人王地心，秦王嬴政，杀神白起，太公姜子牙。地心人族最后一位人王，巅峰时期敢于跟圣人平等对话，就连孔宣等人也认他驱使。嬴政华夏第1位皇帝，华夏文明的奠基人，被后世称为祖龙，乃是华夏国运的龙头。白起以杀正道，堪称历史中第1杀神，单单死在他手上的士兵就有100万之多，纵观所有国家历史，杀性之大，独一无二。而最后一位太公姜子牙，本是昆仑山玉虚宫修士，后为应劫出山，化掉一身法力，成为凡人，一手打神鞭，一手封神榜，打得桀教12金仙扶手。虽然因为沾染因果太重，无法修成正果，但却是唯一一个凌驾于众神之上的无冕之神，坐镇天门，下抚众生，上督众神。他们4人虽不是神，却丝毫不弱于任何神明。可是你的力量体系不是妖神吗？这些是人神，你怎么能召唤出来？这也是我只保留4位人神的原因。我的力量体系来源于妖族和天庭，所以其他神明会在这里面挑选。对了，我之前一直不太明白，既然是唤醒诸神，那为何还要有体系之分？难道这些不都是华夏神系的吗？蒋文明问出心底一直以来的疑惑。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做过研究，只是掌握了一鳞半爪。据我们调查，每一位神明都有各自的性格和所属势力。就拿龙野来说吧，他的本命神奇是3坛海会大神哪吒，按照你给出的资料来看，隶属于天庭。但他曾经跟龙族结仇，所以将来如果唤醒龙族神明，就会受到抵制，实力比他弱的还好。如果是实力超过哪吒大神的龙族，那很有可能迁怒于他，从而生死道消。你的意思是说，只要自己的本命神奇实力足够强，其实这些限制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对吗？蒋文明抓住李建国话语中的重点。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操作性可就大多了。这也只是我们的一个猜测，毕竟从未有人试验过，你还是不要轻易去尝试为好。李建国担心蒋文明冒险尝试，所以提前给他打了个预防针。理论是一回事，试验是另一回事，这可是会死人的，尤其是这个理论涉及到的神眷者，还都是一些天赋出众的人。毕竟觉醒的神奇实力太差的话，也试验不出来什么结果。这也导致他们这么多年以来，空有理论知识，却一直没敢轻易尝试。然而蒋文明却不这么想，他的本命神奇是帝俊，虽然不是最强的那一批人，但也少有敌手，唯一的敌人就是巫族那群人。只要自己不作死，去召唤12祖巫，问题应该不大。怎么说也是第一任天庭天帝，这点牌面其他神明还是要给的。对了，之前有件事一直忘了说，正好现在大家都在，我趁机说一下。蒋文明想到之前的一幕，神色凝重地看向众人。什么事？我希望在我召唤出神明的时候，华夏所有同胞都去祈祷供奉。通过这几次召唤，蒋文明也发现了这些神明一个个都处于虚弱状态，尤其是猪八戒，打一场比赛差点饿死。他担心其他神明也是一样，没有香火供奉，一身实力百不存一，这还怎么打？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趁着召唤出来的空隙，由华夏国民一起供奉祈祷，利用人口优势强行为诸神恢复力量。虽然比不上日积月累，但总好过什么都没有，不是？这事你不必担心，我已经安排下去了，绝对不会再让天蓬元帅那种事重演。李建国神色郑重地保证道。讨论结束，众人重新来到神话擂台，开始默默等待樱花国跟日不落的战斗结束。此时双方已经打了3场，日不落帝国虽然占据优势，但也损失惨重。在第2场的时候，樱花国有人召唤出8岐大蛇，而日不落帝国则是召唤出光明之神巴尔德尔。双方根本没有战斗多久，巴尔德尔就被8岐大蛇给一口给吞了。后来日不落帝国召唤出阴谋之神洛基，这才将8岐大蛇给斩杀。不过他也因为受伤太重，失去了继续战斗的能力。此时站在擂台上的是北欧的战神提尔，而樱花国召唤出来的则是一名手持长刀的少女。当蒋文明看到这个少女的时候，神色明显愣了一下，因为这并非樱花国神话中的人物，而是民间传说中的怪物妖刀姬。实力不详，因为从未有人见过他出手，或者说见过他出手的人都已经死了。蒋文明清楚地记得，
在前世的时候，他曾经看到过关于妖刀姬的背景介绍，跟其他传说中的人物不一样。关于他的介绍很短，只有2句话：他手持妖刀，所过之处只有死亡，从来没有人能接住他第2刀。事实上，他不是神，也不是鬼，只是一个与妖刀半生的人类，只为杀戮而活。但就这么一个虚构出来的人物，此时却出现在了神话擂台之上。蒋文明望着妖刀姬的背影，陷入了沉思。神话擂台到底是什么情况？为什么这种虚构出来的人物也会出现？还是说其中有我不知道潜规则？想到这里，蒋文明立即跑到李建国跟前，跟他低语几句。你确定？李建国有些惊疑不定地看向蒋文明。目前还不太肯定，我需要去见见那些樱花国的奴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秘密，谁也不会将自己研究出来的资料公开出来。他们华夏发现力量体系的兼容性，樱花国则是可以召唤出虚构人物，而蒋文明就是要通过那些被俘虏的奴隶来问出这个秘密。很快，几名曾经的樱花国高层被带到蒋文明跟前，告诉我妖刀姬是怎么回事，你们是怎么将他召唤出来的？蒋文明直接开门见山地问。你怎么会认得妖刀大人？一名猥琐的地中海满脸震惊地看着蒋文明。现在是我问你答，再跟我废话，别怪我启动奴隶契约。像他们这种被打上奴隶印记的人，任何一个华夏国人都可以轻易驱使他们，只要通过奴隶契约，一个念头让他们自杀都行，这就是战败后的代价。蒋文明对此并没有任何的同情或者怜悯，这一切都是他们咎由自取，如果不是刚好遇到自己，说不定战败的就是华夏了。到那时候，谁来同情怜悯他们？这些畜生在前世所做过的累累血债，蒋文明可是一刻都不敢忘。听到蒋文明说出奴隶契约，那么地中海顿时吓得浑身哆嗦，显然已经体验过了。回禀神眷者大人，妖刀大人是我们无意间召唤出来的。第一次出现时，她只是一名少女，因为手持一柄刀，跟民间传说中的妖刀很相似，所以就有人唤她妖刀姬。最开始她并没有回应，但也没有杀死那位唤名的人。后来又有人遇到了她，无论怎么唤她，都得不到回应，也没有收到反噬。再后来，有人为她添加了几句词条，本来并没有抱太大希望，可没想到却意外的成功了。她虽然只有蓝色品质，但自身战力却极为强大。就算比起破坏神大人也毫不逊色，所以一直以来都被当作底牌来使用，从未暴露在外人面前。添加词条？什么词条？蒋文明感觉自己好像抓住了某种关键。词条，唤醒神明时所添加的词条。之前他并没有太过在意，但现在看来，好像问题就出现在这里。脑海中不断回想关于词条的所有信息，从一开始的萧雨在唤醒巨灵神时添加的那些词条，自己当时还笑话他驴唇不对马嘴，但现在看来，原来我特么才是那个大傻蛋。蒋文明心里一阵无语，把你知道的所有添加词条的神明都说出来，如果表现好，我可以答应你，今后准许你成为我们华夏在西京的代言人。多谢大人，多谢大人，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位猥琐的地中海连忙点头哈腰，表示感谢。如果换做之前，蒋文明未必会这么做，但现在事关神明召唤，容不得他不小心一些。如果我猜测的是真的话，蒋文明顿时心跳加速，心头变得火热起来。那名地中海在得到蒋文明的保证之后，跟竹筒倒豆子一般，叽里呱啦说了一大堆神明的名字。一旁跟过来的龙野听的是一脸懵逼，因为这么多名字里面没几个是他认识的，而蒋文明却听得津津有味，还时不时地问上几句。很快，这场问话结束，蒋文明收起自己的小本本，转身就走。在即将走到门口的时候，突然停下脚步，冲着那名地中海说道：你回去之后，告诉你们的人，如果还想活下去的话，就在家里摆好香案，听从命令，随时准备供奉。说完这句话之后，也不等他回答，转身就走。你好像很高兴。龙爷有些好奇地看着蒋文明。实力提升了，当然高兴。实力提升？龙爷满是不解。我好像明白了神话擂台真正的运转方式。什么意思啊？你就别卖关子了。龙爷以前觉得自己挺聪明的，怎么跟蒋文明待久了，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懂，而且完全无法跟上对方的思维跳跃。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们召唤出来的神明只不过是神明的投影，而非他们的真身。不是真身？那他们的形象是真的，只不过会根据我们唤醒时添加的词条做一些调整。我们所召唤出来的角色是我们想象出来的，然后神明认可了之后才会降临。这也是为什么说的越详细和神明的亲和度越高的原因。就拿之前的孔宣来说吧，如果是真身降临，别说一个小小的安倍晴明，就算是八岐大蛇也只有被秒杀的份。起初我以为这只是他缺少香火供奉，实力下降，但并非如此，而是他降临的神力有限，我为他构造的身体无法承载他更多的力量。这只是你的猜测，万一猜错了呢？龙野还是有些难以置信。这个简单，我们只需要试验一下就行。怎么试验？龙野好奇地看着蒋文明，他发现自己越来越看不懂眼前的这个少年了。您不是觉醒了哪吒大神的血脉吗？现在我给你写一段关于他的事，你按照这些跟他沟通，如果亲和度提升，那就证明我的猜测没错，如果失败了，就当我没说。龙野听完眼睛一亮，这倒是一个好主意，而且对他们来说也没什么损失。蒋文明的动作很快，在纸上奋笔疾书，很快一段文字出现，然后撕下来递给龙野。头戴如意乾坤圈，臂缠灵宝混天绫，手持笑意火尖枪，脚踏无敌风火轮，三头六臂，九转莲花身。龙野按照纸上的文字每念出一句，身后的哪吒虚影便多出一种能力，并且凝实一分。当他念完所的内容之后，整个人已经变成了三头六臂的哪吒形象。哈哈哈！龙野在感受到体内的那股力量之后，激动的有些语无伦次。血脉亲和度99%，感觉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仿佛举手投足之间便可以移山填海。这才是哪吒大神真正的战斗形态。原本他还有几件宝物，
不过刚才懒得写了，回头你如果需要，我可以帮你写出。我要。蒋文明最后一个来字还没说出口，就直接被龙野一口给打断。这么高的血脉亲和度，说是神明转世也毫不为过。最关键的是，他不用再担心因为承受不住神明的力量而遭到重创了。现在他就是哪吒大神的转世神，可以毫无顾忌地使用对方的力量，哪怕不在神话擂台上。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只要他想，现在就可以杀入天竺帝国跟人线下 PK。你们不是神系比较多吗？你们不是主动挑事吗？老子不跟你们玩擂台战，我去线下砍人。凭借着他此时的力量，就算打不到对方首都，也绝对可以牵制一大群神眷者的精力。没有了神眷者，你们拿什么跟我们神战？想什么呢？蒋文明见他低头沉思，还以为哪里出现了问题，连忙问道：我在想，以我现在的实力，能不能潜入天竺帝国，提前把他们参赛的选手都给宰了？龙野没有隐瞒自己的想法。蒋文明听完之后，先是一愣，随即一脸的古怪：不行吗？我感觉自己现在挺强的。龙野有些遗憾地说：不，我觉得您说的对，您在线下牵制他们，我在神战跟他们打，这是很有搞头。走，找主席他们商量去。蒋文明对龙野的想法那是100个支持。既然是战争，那肯定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获胜。谁说神战期间就不能线下战斗了？以往没人这么干，那是因为还没有出现绝对的武力，但现在有了。血脉亲和度只要达到30%，就基本上可以无视小型的热武器。血脉亲和度达到50%，只要神力没有消散，哪怕导弹也无法对他造成伤害。现在龙野的血脉亲和度已经达到99%，除非对面用核武进行无差别的洗地攻击，要不然根本不可能伤到他。就算真用了核武，就一定能打到他吗？要知道，他脚下可是速度型灵宝无敌风火轮，传说是由上古鸾凤所化，速度堪称3界第一。想要逃跑还不是分分钟的事。两人兴冲冲地找到李建国，把这个想法说了出来。胡闹！我们华夏人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都给我老老实实回去待着。龙卫军呢？给我看着他们俩！李建国一拍桌子，呵斥两人。很快，龙卫军就将两人给带了下去。哎，可惜了。蒋文明叹了口气说道：难道你不知道龙卫军是我说了算吗？什么意思啊？你呀，还是太年轻，这种事怎么能特么明着来呢？龙野一副你还是太年轻的模样。难道主席他？不是我。龙野冲着蒋文明眨了眨眼。刚才李建国的话说的已经很直白了，他们华夏人不能做这种事，所以动手的不能是华夏人，就算是，那也绝不承认。只要不被当场抓到，那就死不承认，问就是有人冒充。我们华夏帝国现在正面临生死危机，哪有这么多高手搞这种事？留在家里打擂台，他不香吗？当蒋文明想通这一切之后，顿时目瞪口呆。不愧是玩政治的，这要是不仔细揣摩，根本听不懂他话里的含义啊。龙卫军是龙野一手组建的，可以说是他的嫡系亲卫，让他们来看守他们俩，这不就是明摆着默认了吗？既然如此，龙将军，你把其他人喊过来，我看看能不能帮他们提升一下血脉亲和度，这样也能多几分保命手段。好，你们几个过来。龙野应了一声，随即转头朝身旁的几名龙卫军喊道。他们俩的对话，几名龙卫军听得清清楚楚。帮他们提升血脉亲和度，这可能吗？但看到龙野那信心满满的样子，他们的心里又有一种莫名的期待。几名龙卫军快速凑了过来，把自己的本命神器说了出来。蒋文明也不废话，拿出纸笔开始为他们添加词条。另一边，主席台上，老李，你真要让他们去胡闹？哼，天竺遭到恐怖袭击，那是他们教派的争斗，关我们华夏什么事？99%的亲和度，这完全不亚于一颗移动核弹。如果龙野他们真能成功，绝对可以威慑住其他国家。至少在找出应对办法之前，没人敢跟华夏轻易开战。这样一来，他们就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不用被车轮战拖垮。只要给他们时间恢复，以蒋文明给出的这些资料，明年的觉醒仪式，他们华夏必将彻底崛起。到那时，谁还敢来攻打他们？目光重新落到擂台上。此时，双方战斗已经接近尾声。樱花国虽然拼尽全力，依旧没能挽回战败的趋势。不过，日不落帝国也不好受，折损了3位主神，还都是战力靠前的那几位，短时间内是不可能恢复元气了。在这个诸神争霸的时代，虚弱就意味着有机可乘。以希腊帝国跟埃及帝国的尿性，绝对不会轻易放过这个机会。到时候三方各自为战，就没人顾得上他们华夏了。通知蒋文明做好神战准备。擂台上，樱花国除了传说中的伊奇纳邪、伊奇纳美2大神王还未出现，其余的主神基本上全部殒命，已经无法再继续下去了。另一边，10几道身影悄悄绕过边界防线，进入天竺帝国境内。长老，我们动手吗？再等等。龙野看着天空上屏幕，此时樱花国的天照大神已经有了落败趋势，估计坚持不了多久了。他要掐准时间，在对方失败的时候发起攻击，要不然对方完全有时间重新部署。一行人就那样坐在乱石堆里，看着神话擂台上的战斗，静静的等待着。随着天照被海姆达尔一剑消手，本次神战彻底宣告结束。动手！龙野率先出手，一块朴实无华的金砖出现在他的手中，被他用力抛向一处军事基地。金砖迎风便长，最后宛如小山一般重重落下。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起，这一击好巧不巧地打中了对方的军械库，一道蘑菇云升起，瞬间惊动了整个天竺。不等烟尘散去，就见到10几道身影冲天起，身后浮现出各种神奇虚影。龙野见状，抬手自脖颈处取下乾坤圈，朝着那群人丢去。一道流光瞬息而至，众人还没看清发生了什么事，就见到天空中出现一片血雾。10几名神眷者竟然不是他一合之敌，
对方甚至都没有看清对手是谁，就直接被乾坤圈给砸成血雾，这也太强了吧！一名龙卫军咽了口唾沫，对于龙爷此时的战力有了一丝更深的了解。去下一个城市，龙爷手一挥，带领众人冲向第2座城市。其实，如果只是造成混乱，吸引对方注意力的话，他完全可以在当前城市大肆破坏。但龙也并没有这么做。战争是双方军队之间的事，如果对方有武器，那用什么手段都不为过。但如果让他为达目的，去伤害平民，他做不到，也绝不会去做，这是底线。10几道身影御空而行，避开繁华区域，来到第2座城市上空。大眼，找到对方军事基地没？龙野看向身旁的一名龙卫军，这名被叫做大眼的龙卫军，本命神器是千里眼，在被蒋文明用词条加持之后，已经可以发挥出全部神通。此时站在云层，双眼散发出金光，扫视下方。找到了，东北角2点方位。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一面雕刻着9条金龙的罩子出现在龙爷手中，然后朝下方丢去。9龙神火罩，9龙神火罩在半空中化作方圆10几公里大小，重重地落在地面上，将整座军事基地给笼罩住。3位真火自神火罩中喷发，地面瞬间被融化，无数飞机、坦克也全都爆炸，化作铁水。仅仅不到1分钟时间，军事基地就彻底化作一片岩浆湖。撤，去下一个城市。龙爷手一招，收回9龙神火罩，带着众人前往下一个座城市——天竺帝国首府。一群帝国高层原本正兴冲冲地准备神战，却突然收到城市被袭击的消息，顿时被气得脸色铁青。究竟是谁，竟然在这种关键时刻搞恐怖袭击？不知道这次神战对我们天竺有多重要吗？会不会是那些异教徒干的事？他们一向自诩为正统，这次神战没有通知他们，所以怀恨在心，立即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停止恐怖袭击，有什么事等神战结束再谈。还不等他话音落下，就看到秘书急匆匆地跑来。不好了，巴特纳城也被袭击了。此言一出，全场顿时一片死寂。巴特纳城，那可是天竺的圣地，里面宗教林立，对方怎么敢袭击那里？就不怕犯众怒吗？还不等众人从震惊中缓过来，就听到一条提示音，请天竺的选手尽快入场递交名单。混蛋！为首的大胡子一掌气得捶了一下桌子。屋漏偏逢连夜雨，他们现在的军事基地到处被袭击，神眷者们损失惨重。如果不加以制止，说不定就会出现政变的危机。但如果派出高手过去平乱，神话擂台这边又没把握能稳赢，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题，必须要做出取舍。让努纳拉、潘迪特尔他们上场，争取一举击溃华夏；派瓦哈拉尔前往巴特纳城，必须剿灭这些恐怖分子。然而下一秒，一条新的提示音响起。鉴于被挑战方华夏帝国的要求，本次神话擂台采用幻冥神战方式，比赛将于1分钟后开启，请双方代表尽快递交名单。幻冥神战，众人闻言一愣，随即脸上露出狂喜之色。哈哈，华夏人居然要用幻冥神战方式战斗，这是自暴自弃了吗？也许他们想早日皈依我佛门也说不定。湿婆神的光辉注定要照耀在华夏帝国。众所周知，华夏帝国神话断层严重，只有3位金色品质的神奇存在。昨天跟樱花国战斗时还陨落了1位，现在这是打算凭借另外2位金色品质神奇横扫他们天竺吗？简直可笑！他们天竺帝国号称有3333亿天神，虽然不在同一个宇宙，但由此也能看出他们神系的庞大。更何况还有5位神王存在。放眼整个世界，这也是首屈一指的神话大国。现在华夏竟然敢以2尊神明挑战他们整个天竺，简直就是找死！幻冥神战不需要派遣高手，只需要安排各个神系的信徒前往即可。相比起那些高手，这些信徒知道的神明更多，也更透彻，用来参与幻冥神战最合适不过了。1分钟时间很快过去，众人出现在神话擂台观众席上。李建国看着出现的天竺高层，面色无悲无喜，反倒是蒋文明捧着一张卷轴走上擂台。天知道他这几个小时是怎么过的。从樱花国落败开始，他就一直书写神话人物名单，一直到刚刚开始入场，足足写了6个小时，依旧没有写完。他感觉自己的脑子现在都有些懵，以前没统计过，还没怎么在意，直到今天挨个写出来，他才发现，他们华夏别说神仙，单单是妖兽、凶兽这些都足有上千位，这还是毕竟出名的。写到最后，蒋文明甚至打算在这次神战结束之后出一本书，名字就叫《山海经》。如果可以的话，顺便再编个 rap， 名字就叫《上下5000年》，必须给华夏国科普一下知识。敢说我们华夏无神？今日我便用妖族镇压诸天，看看是你们天竺的神多，还是我们华夏妖族凶兽们胃口大。请双方代表递交名单。主持人波比开口，让双方上交名单。这次比赛所召唤的神明，也将从这些名单里面抽选。天竺代表恭敬地递上5张纸，然后挑衅似的瞥了眼蒋文明，仿佛在说：看到没，我们的神明5张纸都写不完。主持人波比接过之后，直接抛向半空中的造化之门，一道道名字浮现在大屏幕之中，足足有700多位神明。看到这一幕，哪怕是以神明众多著称的希腊帝国，也忍不住变了脸色。真没想到天竺帝国居然有这么多神明，如果不是华夏选择幻冥神战，恐怕我们都要吃个大亏。天竺帝国是个劲敌，希望华夏帝国别输太惨，最起码也要替我们清除一些神明才好。天竺的这些异教徒必须得到惩罚，他们不配得到上帝的仁慈，只有撒旦才更适合他们。各个帝国代表心思各异，都在思考怎么对付天竺帝国，根本没有想过华夏如何应对。在他们看来，华夏这个被神明遗弃的国度注定要被灭亡，根本不值得他们重视。然而下一秒，当波比展开蒋文明递交的卷轴时，整个观众席一片死寂，包括华夏帝国也是一样。
密密麻麻上千个名字，从卷轴开头一直写到结尾，让人心里忍不住升起一股错觉。如果卷轴再长一些，会不会还有？哪怕是亲眼看着蒋文明写完名单的李建国等一众大佬，在看到天空中那上千个名字的时候，也忍不住心神恍惚了一下。他们华夏真的有这么多神吗？假的，绝对是假的。华夏帝国最喜欢打肿脸充胖子，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神明存在？天竺帝国的代表第一时间跳了出来，他不相信，怎么可能有国家比他们天竺的神明还多？对于眼前的这个阿三，蒋文明看都没看一眼。井底之蛙，岂知他们华夏的强大？如果让他们知道自己只不过因为写的手酸了才停下来，会不会直接给他们吓死？这上千个名字里面90%都是妖族、凶兽，其他体系他都没来得及写。不过这也足够了。他们华夏5000年的传承，岂是这些坐井观天的井底蛙能够揣度的？主持人波比深深地看了眼面前的少年，然后朗声开口：天竺与华夏帝国神战正式开始。随着他的话音落下，双方名单上的名字开始迅速被打乱。片刻之后，10道金光落下，华夏方5位，天竺方5位。快看，是阿修罗！哈哈，这一场赢定了！天竺观众席上发出一阵欢呼，因为他们这边出现的5位神明里面，有一位堪比神王的阿修罗，号称杀心最重、战意不灭的阿修罗。而华夏这边则是4尊形态各异的怪物，还有1尊类人形道人，根本没人认识。蒋文明逐一扫过5尊神像，最后目光停留在其中1位身上。此人面容消瘦，尖嘴赤目，身上穿着血红色道袍。呵，阿修罗也是够倒霉的。顾飞望着眼前的神像，轻笑一声：声若轰雷，嘴若雷，穿金杜曼更难进，食肉饮血亲人体，唯我洪荒文道人。晚辈蒋文明恭请文道人前辈降临。蒋文明每念一句，那尊神像便鲜活1分。待到文道人彻底苏醒时，整个擂台都发出宛如雷鸣般的嗡鸣声。蚊子，好多蚊子，他该不会是想召唤一只妖怪蚊子来战斗吧？蒋神糊涂啊，对面可是阿修罗，他召唤出一只蚊子精做什么？别瞎说，说不定蒋神这是在田忌赛马，用一位小神来换掉对方的主力。有道理。天竺一方观众席，哈哈，笑死我了！我还以为他有多厉害呢，居然召唤出一只蚊子神，难怪写了那么多名字，都是一些不入流的角色。阿修罗神可是有8条手臂的，这要是一巴掌给他拍了，是不是太没意思了？打蚊子不就是一巴掌拍死吗？多一巴掌都是对自己的侮辱。擂台上，文道人的目光逐渐变得灵动起来，低头看了眼自己的身体，然后侧过头看向蒋文明：是你把我召唤来的？正是晚辈。蒋文明把姿态放得很低，不低不行啊，这位可是在洪荒有名凶兽，别人一言不合杀人，而他则是一言不合灭族，一身实力诡异莫测，最擅长偷袭，尤其是那一副哑口，就没有他吃不动的东西。这身形都太丑了，跟我的形象不符合，回头帮我重新改改。文道人指了指自己的形象说道。不只是蒋文明，就连观众席上的人在听到这句话之后，也是满脸的黑人问号。大哥，你是来打架的，不是来度假。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功夫关心自己的形象？好，等前辈凯旋归来，我定当按照前辈的要求，为您量身建立神像庙宇。蒋文明硬着头皮安抚道。凯旋？他不是你供奉的血石吗？文道人指了指站在对面的阿修罗，一脸的疑惑。蒋文明，这话不好接啊。算了，我饿了，先去打打牙祭，你回头记得答应我的事。文道人说完，还不等蒋文明反应过来，就直接消失在原地。下一刻，擂台上传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只见原本凶焰滔天的阿修罗神被一层红光覆盖，身体正在一点点的干瘪。仅仅不到10秒，惨叫声戛然而止。7分饱，不过这个血石身上有那群秃驴的气息，影响食欲，下次别供奉这种血石了。文道人的身体重新出现，正一脸满足的抹着嘴巴。全场一片死寂，足足过了10几秒钟，华夏观众席这才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卧槽，卧槽，卧槽！太牛逼了！这是什么神？太强了！7分饱，我的天，太霸气了！我有罪，我不该怀疑蒋神的眼光，只能说不愧是蒋神。文道人大神，以后我就是您最忠实的信徒了。不行，我要回家摆香案供奉起来。天竺不是说阿修罗很强吗？怎么一下子就没了？当然强了，你没听文道人大神都说了吗？7分饱。跟华夏这边宛如春节一样的气氛不同，天竺这边到现在还没缓过来。我们召唤出来的是阿修罗神吧？青面獠牙，8只手臂，没错呀。可怎么感觉这么弱？他不是被称为战神吗？他们寄予厚望的阿修罗神竟然连1回合都没撑住，就直接被人秒杀，这让他们开始有些怀疑人生。不过他们想的不是文道人多强，而是自己是不是召唤出冒牌货了。佛门太废物了，还战神呢，竟然连1回合都没坚持住。这次换我们12柱神来对付他。天竺观众区开始有人叫嚣起来。他们虽然隶属一个国家，但是却拥有不同的信仰，在这些信徒眼中，信仰才是第一位，国家只能排在后面。现在有机会展示自己教派的机会，谁也不愿意就此放过。那名天竺代表听着下方的呼喊声，一时之间也有些为难，不知道该怎么选。另一边，文道人在吃掉阿修罗之后，就准备转身离去。前辈，还有何事？您刚才说7分饱，您看来都来了，要不再多吃2口？还有祭品？有，还挺多的，就怕您吃不完。蒋文明为了神战的胜利，索性豁出去了，使劲怂恿他。这么一尊大佬就这么放走，未免太可惜了。怎么说也得尽一下地主之谊不是？餐桌、神话擂台、食物、天竺诸神，这样一想，好像也没什么毛病。
你小子不错，有心了，难怪帝俊那家伙会选你当继承人。文道人一副你小子很上道的表情。前辈认识妖皇大人，继承人是什么意思？蒋文明一听，顿时激动起来。文道人这句话信息量太大了。第一，他知道自己跟帝俊有关联；第二，他跟帝俊很熟；第三，继承人这个词可不是随便叫的，他知道一些自己不知道的内情。你不知道？那你额头上的印记是怎么来的？文道人有些诧异地看向他。蒋文明正准备开口解释，目光陡然瞥见天竺那边召唤出一尊神明，手持草叉朝着文道人的头颅刺去。小心！蒋文明话还没说完，就看到文道人一挥手，一片红光将那名神奇笼罩。仅仅一个呼吸间，一具干瘪的尸体掉落在擂台上。你刚才说啥？没什么，我们继续。刚才说到哪了？哦，对，我的印记是在捡到一根金色羽毛后突然出现的，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作用。蒋文明愣了许久，才从刚才的震撼中回过神来。眼前的这个文道人强得有些离谱啊！天竺召唤出来的神明，竟然连让他正式的资格都没有，就那么随手一挥，直接灭杀。究竟是他太强，还是天竺那边太废物？蒋文明一时之间也有点拿不准，总感觉眼前的这个文道人似乎跟自己在书上看到的不太一样。这种战力，估计面对圣人也能抗衡一二吧。这就对了，那根羽毛是帝俊身上的灵羽，也是身份的象征。他们被困在……文道人好像说了什么，可是蒋文明一个字都听不到。文道人似乎也发现了这一点，眉头微蹙。有人不想让我说出真相，不过有句话我还是要提醒你，尽快迎回诸神，否则，妈的，烦不烦？什么都不让说，信不信老子拆了你们神庙？文道人突然破口大骂，伴随着他的话音落下，虚空中浮现出无数金色锁链，朝着他缠绕过去。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全场所有人都被震惊到了。他在骂谁？一个疑问浮现在众人脑海中。小子，我先处理一下私事，就不帮你打架了。记住，早日打开造化之门，迎回诸神。文道人的声音越来越远，他的身影也随着那些金色锁链消失不见。前辈，您还没告诉我要怎么打开造化之门呢？蒋文明朝着文道人离去的方向喊道。点燃神火，激活气运。文道人的声音断断续续传入蒋文明的耳中，直至彻底消失。点燃神火，激活气运。蒋文明轻声呢喃，脑海中不断思索这两句话的含义。华夏可还有神明出战？主持人波比的声音打断了蒋文明的沉思，只是这个语气中尽显无奈之意。他身为神话擂台的裁判，自然知道一些内幕，只不过那些话他不能说，也不敢说。本以为华夏面临如此窘境，会很快被其他帝国吞并，可谁曾想，短短2天时间，竟然又有重新崛起的势头。其实早在文道人出现时，他就意识到了不对劲，但是他不敢出来阻止，因为那个人他惹不起。事实上，别说是他，放眼整个神系里面，没人敢主动招惹他，因为文道人只是那人的一道分身。也正是因为那人的缘故，文道人才敢如此肆无忌惮。用人间的话来说，这货就是一个真正的法外狂徒。所以明知道他破坏了神话擂台的规则，依旧没有大佬敢出手对付他。文道人离开，华夏区的观众们顿时哀嚎一片。文道人大神怎么走了？不要啊，多少再吃几个啊！这位大佬也太猛了吧，竟然敢跟神话擂台的规则正面刚。大佬走了，我们接下来怎么办？蒋神还能不能召唤出这种大佬出来？出来了，出来了，又有新的神像出来了。只见擂台上5尊神像浮现，这是本轮刷新出来的神明。第一尊神像泪生双翅，如虎似豹，浑身上下被梵奥纹路覆盖，体型如牛的怪物。第二尊神像脑袋狰狞，鼻梁突出，手部有一双弯曲的兽脚，弯曲似羊角，巨嘴大张，利齿如锯，嘴略弯曲内勾。第三尊神像其状如虎而大，毛长2尺，人面，虎足，猪口牙，尾长1丈8尺。第四尊神像其状如犬，长毛，4足，4皮而无爪，有目而不见，有耳不闻。第五尊神像牛身蛇尾，1只眼睛，周身似有云雾缭绕。蒋文明仔细辨认一番，心下了然。穷奇、饕餮、桃物混沌、飞牛，5尊神像全都是洪荒赫赫有名的凶兽，只不过穷奇、桃物和混沌这3个不能选。原因很简单，穷奇只帮恶人，桃物唯恐天下不乱，而混沌善恶不分，要是真选了这3位，指不定出什么乱子。在没有绝对把握掌控之前，还是先避开他们好了。飞牛倒是个不错的选择，所以蒋文明选择了饕餮。毕竟前面文道人都吃了天竺2位神，现在让饕餮出来再吃几个，也不枉费他们大老远回来一趟不是？羊身人面，腋下生目，虎齿人爪，无物不吞。晚辈蒋文明恭迎4凶之饕餮降临。蒋文明话音落下，代表着饕餮的神像开始一点点裂开，一只狰狞巨兽从里面跳了出来。好啊！还不等蒋文明继续开口，就看到饕餮朝着天竺神明方向扑去。天竺那位神明还没搞清楚状况，就被饕餮一口咬掉了半个身子。咔嚓咔嚓的咀嚼声在擂台上响起，听得众人一阵头皮发麻。只是眨眼间的功夫，那尊神明便被饕餮给啃食殆尽。还有吗？好啊！饕餮用一双贪婪的目光看向蒋文明。有。饕餮前辈尽管吃，管饱。蒋文明挠了挠头，回复道。台下的观众在听到两人对话后，不约而同地浮现出一个怪异的想法：他们这是在吃自助吗？无论是文道人还是饕餮，都是一上来二话不说直接开吃，就好像对面的神明不是神，而是餐桌上的自助一样。这也太嚣张了吧！饕餮可不管别人怎么想，他只想吃东西。在得到蒋文明那句管饱之后，一双兽瞳顿时散发出兴奋的光彩，而天竺一方则是被蒋文明气得不轻。这可是他们信仰的神，现在竟然沦为对方口中的食物，这也太侮辱人了！召唤12柱神，
杀了他。我佛慈悲，但遇到此事也要化身怒目金刚，不能忍。湿婆神大人，还请聆听您信徒的恳求，降下神法，惩治这些异教徒吧。然而他们的神似乎没有听到他们的请求，这一次刷新出来的依旧是一些小神。饕餮也是来者不拒，对方召唤一个他就上去吃一个，最后干脆懒得跑了，直接趴在那名天竺代表跟前，张大了嘴巴，似乎是在说直接投喂。哈哈哈，笑死我了！论搞事还得看讲神，这哪是神战啊，完全是在打秋风。我突然有种吃自助餐的既视感。这位饕餮大神虽然看上去很凶，但我为什么觉得他好可爱？饕餮大神收了神通吧，再吃下去，天竺人就该哭了。那哪是该哭了，明明是已经哭了。难道只有我一个人看饿了吗？此情此景，我先啃一口肉夹馍，以表敬意。你们真是够了，给我也来一口。跟华夏的欢乐不同，其余国家的观众也都是一片嘲讽。什么天竺神，简直就是送外卖。不，外卖没他们送的快。听说华夏外卖挺快的。你这么说，我还真有点饿了。够了！一道威严的声音自擂台上响起。只见一名赤裸着脚，额头生有一枚树瞳的四臂魔神降临。在他出现的瞬间，整个擂台仿佛被施加了暂停键一样，所有人同时失声，空气中一片死寂。恐怖的威压，可怕的气势，仿佛只需要一个眼神便可以毁灭一切。哪怕是之前不可一世的饕餮，此时也在对方的威压下瑟瑟发抖。神王，破坏神师婆！蒋文明根本没有看清对方是怎么出现的，他就这样毫无征兆的降临了。跟其他国家的恐惧不同，天竺一方则是全体跪俯下去，朝着师婆叩拜。就是你屠杀了我们天竺之神！师婆语气冷漠，三只眼睛同时看向饕餮。是又如何？饕餮虽然畏惧对方的强大，但这里是神话擂台，对方只是一道投影，他有什么好怕的？好胆，让我来看看你究竟有什么资本猖狂！说着就要对饕餮出手。然而下一秒，蒋文明眉心处的印记散发出璀璨的光辉，一座宏伟的宫殿虚影浮现在他身后。宫殿内部人影绰绰，像是在观望这边。师婆，你敢违背约定？宫殿内部传来一声质问，语气中充满了威严。是又如何？先破坏规则的可是你们华夏文道人。师婆毫不退让，他不属于我们华夏神系，这一点我们早就说过了。亦或者你亲自去找他理论一二。语气中的讥讽溢于言表，不敢找文道人的麻烦，反而将气撒到其他人身上，真以为我们华夏这么好欺负吗？你们说不是就不是，他之前可是代表你们华夏神系出战的，你当我们没看到吗？他爱去哪去啊？爱代表谁代表谁，说的就跟我们能约束他一样。要不然你也可以让你的信徒们试试，说不定他也帮你们天竺也说不定。法外狂徒的名字可不是文道人自封的，那是真的没人能约束他，简直比圣人还要自由。师婆闻言，脸色变幻不定，现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如果这时候退走，岂不是说他怕了华夏诸神？见师婆始终没有离开的意思，那人的语气变得更加冷漠。既然你不愿意回去，那也行，我们华夏神系退出神话擂台，现在就回归华夏。此言一出，顿时全场一片哗然。我们华夏的神明要回归了！太好了，太好了！蒋神身后的莫非就是传说中的天庭？好多神仙啊，谁还敢说我们华夏无神？蒋文明也是激动无比，他们华夏的神要回归了吗？就在此时，虚空中响起一道声音：限制解除，神话擂台规则升级，准许神王参战。声音之大，瞬间传遍了整个神恩大陆。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师婆，在听到这个声音后，顿时脸色大变，想离开，却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回到天竺神界了。擂台规则，参战的神明必须决出胜负，胜利者才可以退出，而他就是这一场的天竺代表。与此同时，蒋文明眼前也浮现出一行文字：是否重新召唤神明？饕餮已经打过几场比赛，是可以选择换人的。蒋文明见状，朝着饕餮抱拳一礼，朗声道：恭送饕餮归位。饕餮的身影自擂台上消失，很快名单上再次闪现金光，5个名字亮了起来。然而当他看清上面的名字之后，脸色变得异常难看。孙悟空、汉魃、金毛吼、精卫、相柳，这5个人虽然都是金色品质，但显然无法和师婆媲美，这是必死之局。如果是吼的话，说不定还有一丝机会，可惜了。蒋文明心中遗憾一闪即逝。吼和金毛吼虽然有2字之差，但实力和辈分却是天差地别。前者是天地间第一凶兽，实力堪比圣人，后者只不过是杂血后裔，只有金仙级战力。精卫、相柳虽然名头很响，但论实力的话，也就和之前的饕餮相当，召唤出来也是送菜。现在只剩下汉魃和孙悟空2人。汉魃原本是皇帝之女，曾经帮助皇帝战败蚩尤部族，后来因为能力失控，陨落后受到火的力量侵染，继承了他的部分血脉，可以操控毒火，所过之处赤地千里。皇帝念及旧情，不忍将他处死，最后将他封印在赤水。而孙悟空更不必多说了，号称齐天大圣，曾经大闹天宫，战力无双，后面又被如来封为斗战胜佛。如果说这5人里面谁有机会打败师婆，那定是孙悟空无疑。蒋文明不敢赌，无论是出于个人感情，还是对战局的判断，他都不想看着孙悟空去白白送死。反倒是汉魃拥有部分吼的力量，如果能发挥出来，或许可以一战。还是选汉魃好了。蒋文明打算放弃这一局，纵使不敌师婆，多少也能消耗一下对方，以免出现1挑多的局面。晚辈蒋文明恳请执掌汗颜之力，光与热之神女拔降临。汉魃是人们对拔的恶视，是人们出于对他力量的恐惧起的名字，而他真正的名字叫拔，乃是天女，是华夏族立足的功臣。石像脱落，一身青衣，容颜绝美的妙龄神女出现。无论是谁，
在看到这张面容时，都会有种自惭形秽的感觉。他就仿佛是温暖的阳光，整个人散发出一种神圣的气息。是你唤醒的我吗？所谓何事？一道宛如珠落玉盘的清脆声音响起，拔的那一双美眸落到蒋文明的身上，表情无喜无悲。晚辈蒋文明见过神女拔殿下。蒋文明躬身行礼，心中闪过一丝愧疚，一时之间竟不知该如何开口。总不能说让他去送死吧？你是何人？为何我从未听说过华夏有你这尊神器？师婆看到拔出现，眼神中闪过一抹惊艳，可随即被巨大的疑问替代。他在神界也见过不少华夏的神，为何从未听说过此人？我并非神，我只是一个无法轮回的孤魂野鬼罢了。拔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绝美的面容上闪过一丝落寞。入不了宗祠，受不得香火，更没有信仰供奉，不是孤魂野鬼又是什么？神女拔这个名字连他自己都快忘记了，他只记得世人都喊他汉拔，对他避若蛇蝎，念到他名字的时候永远都是咒骂，骂他灾星，说他是祸害。又有几人记得他也曾经是一位神女，为了华夏族群抛头颅洒热血，最后身死道消。孤魂野鬼，你们华夏这是在羞辱我吗？师婆眼中凶芒一闪，感觉自己被人羞辱了。他堂堂天竺神王，对面竟然派出一位连神位都没有的无名小卒。两柄弯刀出现在他的手中，他要用眼前之人的血来告诉世人自己身为神王的威严。天女拔感受到师婆的杀意，侧过头朝他望去，眼神之中多出一抹凝重。这种恐怖的杀意，哪怕比起当年的蚩尤也不遑多让。只是他为什么很生气的样子？不等天女拔想明白其中关键，就看到一道璀璨的刀芒朝他斩来，只是眨眼间便来到他的面前。小心啊，女神！完了完了，漂亮女神要死了吗？天竺的狗屁湿婆神竟然不讲武德搞偷袭，太卑鄙了！华夏区的观众义愤填膺，斥责湿婆神不讲武德。擂台下的蒋文明也是满脸的紧张，手心都浸出一层汗水。然而下一刻，一阵刺目的光芒闪过，天地间陡然变成一阵白色。当光芒散去时，只见原本的青衣少女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身穿金色战甲、手持金色长剑、英姿飒爽的女武神。湿婆刚才的攻击竟然没能伤她分毫。是了，她可是经历过逐鹿之战的女武神，怎么可能像表面那般柔弱？蒋文明长舒一口气，心里的大石头也随之落下。也不怪众人紧张，主要是天女拔的形象太具有迷惑性了，让人先入为主，以为她是个花瓶。下意识忽略了，她可是人祖皇帝的女儿，曾经经历过逐鹿之战的女武神。挡下湿婆的攻击后，天女拔并没有立即反击，而是低头看向身上的战甲以及手中的长剑。多少年了，久到自己都快忘记了，她曾经也是一名战士。久违了，老朋友。天女拔轻声呢喃，手中的长剑发出阵阵嗡鸣声，像是在回应。再次抬起头时，她脸上的迷茫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滔天的战意。我人族皇帝之女拔，请赐教。说罢，手中长剑上陡然浮现出一层烈焰，恐怖的高温将周围空气都灼烧得有些扭曲。记住，杀你的乃是天竺12柱神之首湿婆。湿婆嘴角露出一抹弧度，自从成为神王之后，他已经太久没有出手了。现在他只希望眼前的这名女神能够多给他带来一点乐子。如果是单方面的碾压，那未免也太无聊了。手中弯刀再次挥舞，一道道刀芒自弯刀中飞出，形成密密麻麻的风暴。天女拔见状，不仅没有退缩，反而手持长剑直接冲了上去。叮叮当当，一连串的金属交鸣声响起，一道金色身影宛如金色闪电与湿婆擦身而过，一片焦痕出现在湿婆的肋下，空气中弥漫着烤肉的香气。原本欢呼雀跃的天竺观众在这一刻像是被人掐住了脖子一样，一个个长大了嘴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那可是湿婆神位列天竺神系最强的神奇，现在竟然受伤了。伤他的还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女神。哈哈哈哈哈！有意思，太有意思了，不愧是华夏，没想到除了那几位以外，还有你这等高手。湿婆用手摸了一下被灼伤的皮肤，突然捂着额头大笑起来。众人都是被他的笑声给惊到了，不明白他为何发笑。只有天女把神色变得愈发凝重，他刚才那一击就算是大巫也会身首异处，可却只给湿婆造成了一点点灼烧。这个敌人太强了，哪怕比起当年的蚩尤也毫不逊色。用尽你所有的力气，全身心的取悦我吧。哈哈哈哈！湿婆的笑声愈发肆无忌惮。下一刻，他的身形陡然从原地消失，在出现时已经来到了天女拔的身侧，两把弯刀交叉，就好像巨型剪刀一样，朝着拔的脖颈斩去。天女拔的反应极快，手中长剑竖在身前，挡住了这一击。下一刻，他只感觉腹部传来一阵剧痛，身体像个皮球一般飞了出去，鲜血自他的嘴角溢出。他这次注意到刚才攻击自己的是什么？湿婆的另外两只手臂。之前交手时他是双手握刀，但在交手的瞬间改为单手，空出来的双手重重地打在他的腹部。如果不是有这一身金甲保护，恐怕连骨头都要断裂几根。再来，湿婆的身影再次消失，这一次则是出现在天女拔的身后，四只手臂各持一柄弯刀，整个人宛如陀螺一般飞速旋转。霎时间，整个擂台上到处都是寒光，狂暴的刀芒四溢，将擂台墙壁、地板斩的全都是裂痕。十方炼狱，天女拔双手反握长剑，然后用力刺向地面。炙热的光芒以他为中心，朝着四面八方散去，再次将天地渲染成一片白色。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起，一股热浪穿过擂台屏障，席卷四周。不少观众都被这股热量给炙烤的有些呼吸困难。而身处擂台之中的湿婆，此时身上衣服被烧得破破烂烂，就连手中的弯刀也变得通红一片，仿佛随时都有可能融化一般。单论火焰的威力，你比阿奇尼、
天竺火神的力量更强，可惜对我没用。话音未落，他随手丢掉手上的弯刀，身影陡然出现在天女拔的面前，四只手臂宛如狂风暴雨一般对着天女拔攻击。砰砰砰砰，一连串的闷响传出，天女拔身上的金色战甲在遭受到对方的攻击之后，开始发出不堪重负的声音，一道道裂痕出现，紧接着轰然破碎。天女拔的身体宛如破麻袋一般飞了出去，重重的摔在地上，鲜血自嘴角滑落，浑身上下布满了伤痕。结束了。师婆居高临下的俯视天女拔，目光中带着一抹骄傲。说完之后，右拳高高举起，一股恐怖的力量不断朝上面汇聚。砰！咔嚓！拳头落下，骨头碎裂的声音清晰地传到在场每个人的耳中。这是他的全力一击，就连坚固无比的擂台地面都被打出一个大坑出来。天女拔的气息开始迅速衰落，直至彻底消失。师婆神看向蒋文明，用一种暴虐的目光上下扫视。下一个，你准备请谁？蒋文明正准备开口，突然看到师婆猛地扭头看向天女拔所在的位置，一簇火苗出现，将天女拔的尸体笼罩。她那原本洁白如玉肌肤像是被烧红了一般，逐渐朝着赤红色转变，皮肤裂开，流淌出来的血液宛如岩浆一般，狂暴炙热。擂台地面化作一片赤红色岩浆，将他的躯体包裹住，直至彻底消失。但在场之人没有人会觉得他就此死去。紧张压抑的感觉席卷整个观众席。突然，一只赤红色利爪从岩浆中伸出，按在旁边还未融化的擂台上，周围的空气似乎陡增几十度，灼热的气息炙烤的众人呼吸都有些困难。装神弄鬼！师婆冷哼一声，隔空打出一拳，砰！岩浆四溅，露出里面的情景。只见一名浑身上下被岩浆包裹的女人正屈身蹲在那里。汉拔！蒋文明瞳孔一缩，或许这才是天女拔真正的战斗形态。我终究还是不祥之人。随着天女拔说出这句话，她缓缓抬起头，眼帘下流出两行岩浆。原本绝美的面容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张赤红色带着奇异纹路的面容。尖利的牙齿自嘴唇里面露出，一对火焰构筑而成的羽翼自她身后展开，将她衬托的狰狞而又邪魅。在羽翼展开的瞬间，周围的地面霎时间就变成赤红色的岩浆。主持人波比身影出现，抬手丢出一个护罩，将神话擂台给彻底隔绝。此时，观众席上的众人才从刚才的震撼中回过神来。好可怕的力量，我感觉自己都要被烤熟了。所过之处，连地面都变成岩浆，这也太猛了吧！我的女神啊，怎么会变成这副样子？还有那两颗尖牙，想想都疼。蒋文明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擂台，天女拔，不，现在应该叫汉拔。他虽然自带恐怖的热量，但对面的湿婆神似乎并没有受到太严重的影响，一双赤足依旧踩在地面，仿佛脚下的不是岩浆一般。汉拔的手中握着一柄赤红色长剑，上面红色纹路流动，就像是岩浆一般。翅膀闪动，整个人瞬间消失。轰！湿婆的身体倒飞出去，狠狠地撞在擂台边缘的屏障上。嗨嗨！噗！烟尘散去，露出湿婆的身影。此时的他胸口多出一片焦黑，血肉模糊，嘴角也溢出鲜血。湿婆神大人！天哪！湿婆神大人受伤了！那个女神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突然间变得这么厉害？天竺区观众发出一阵惊呼。反观华夏区这边，一个个激动地站起来呐喊：天女加油！女神必胜！杀了她！杀了她！像是听到了众人的呼喊一样，汉拔的翅膀再次闪动，一股无形的热浪不断朝着他手中长剑汇聚。当蓄力达到巅峰时，对着倒在地上的湿婆隔空斩去，一道赤红色剑芒划过，所过之处地面开裂，一股股岩浆自地下喷涌而出，将整个擂台渲染成一派末日景象。咚咚咚，宛如战鼓的声音响起，每一声都记在众人的心跳上。脚面与熔岩接触时的啪嗒声也越来越密集。哈哈哈，痛快，太痛快了，让我忍不住想为之舞动起来。湿婆的声音就好像刻意压制的笑声，终于得到了释放。四只手臂不断地拍击自己的身体，发出咚咚咚的闷响，脚下的步伐也愈发欢快起来。欢乐之舞，湿婆的战舞也是他最强的战绩。湿婆神在天竺不仅被称为破坏神，同时也是音乐舞蹈之神。当初就是凭借这一支战舞步伐，一步步击败天竺1000多位天竺神，成功登顶成为神王。现在时隔无数年，终于再次用了出来。他的步伐虽然看着很随意，但每一步踏出都能恰好避开地面喷发的岩浆，就连汉拔的攻击也被他轻松避开。GA， 拳头直轰汉拔面门，汉拔抬手用熔岩剑格挡。啪 ！SA， 一声声古怪的音节响起，每一个音节都对应一次攻击。湿婆的四只拳头速度越来越快，节奏感也越来越强，从最开始的单音节逐渐变成多音节，脚下的步伐也越来越轻快。汉拔一双冷漠残暴的眼睛里也闪现出一抹疑惑，对方明明就在他跟前，可是却给他一种无论如何也无法击中的感觉。无论是烈焰攻击还是近身肉搏，每一次都是恰巧被湿婆避开。反倒是湿婆的反击越来越强，四只手臂化作无数残影，一次次打在汉拔的身体上。火星四溅，湿婆的拳头被炙热的高温烫得血肉模糊，但是他就好像没有察觉一般，整个人都沉浸在一种欢乐的氛围中。蒋文明在台下看着这一幕，心里忍不住揪了起来。湿婆太强了，哪怕天女拔化身汉拔，依旧不是他的对手。他引以为傲的高温在湿婆的面前根本不起作用。要输了吗？蒋文明忍不住别过脸去，有些不忍继续看下去。心里虽然早有预料，但真到这一步时，心里还是忍不住期待奇迹的出现。可惜没有奇迹，汉拔被打得不断后退，
身上的熔岩铠甲也化为齑粉，满身的伤痕，配合他现在的模样，宛如从地狱之中爬出来的厉鬼。终极乐章，毁灭！湿婆四拳合一，一股强劲的冲击波直接将汉魃的身体洞穿，劲力于是不减，狠狠地撞在擂台护罩上，将护罩打得一阵颤抖。而被击中的汉魃浑身骨头碎裂，宛如一滩烂泥，趴在地上。湿婆神大人无敌！湿婆神大人无敌！天竺的观众顿时跪伏下去，高声欢呼，宛如最狂热的信徒一般。华夏区这边一片死寂，他们输了，在汉魃的身体被打出人头大小的窟窿时就已经输了。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必死无疑时，他的手掌再次动了动，一手撑着地面，另一只手捂住伤口，缓缓从地上爬了起来。女神，天女拔殿下！蒋文明忍不住开口：“我是皇帝之女，我为华夏战神，怎可败在这里？”汉魃的声音坚定无比，身上被一层烈焰覆盖，灼热的高温再次出现，这次比之前更加强烈。手中的熔岩剑消失，手上的指甲一点点增长，变成宛如骨刺一般的利爪，口中的那对尖牙也更加突出，身上的皮肤开裂，一层红毛浮现。吼！蒋文明差点惊呼出来，他没想到汉魃居然还有这种底牌，竟然变成了吼的模样。汉魃四肢着地，宛如野兽一般，双足猛一用力，身影瞬间消失。再次出现时，已经来到了湿婆的身后，抬起锋利的指甲，用力朝他后心抓去。湿婆猛然转身，双臂交叉，滋啦，像是烙铁遇到了鲜肉一般，发出滋滋声。湿婆的双臂竟然被他这一击给撕裂出几道深可见骨的伤口，伤口并未流出鲜红色血液，而是流淌出乌黑腥臭的液体。毒，还是来自汉魃的火尸毒，就连湿婆这种强悍的神体都无法承受的毒素。只是眨眼间，那两条手臂便开始浮肿溃烂，而且还有朝上面蔓延的趋势。湿婆的脸色终于变了，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猛烈的毒素，仿佛有自我意识一般，不停地侵蚀他体内的神性。他想动用神力压制，可惜汉魃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身体周围的温度再次拔高，这次就连虚空都有融化的迹象。十方炼狱，汉魃双臂按在地面上，一道道火柱冲天起，不停地攻击湿婆。湿婆脚下步伐跳动，以一种奇妙的韵律移动，竟然在这种看似无差别的攻击下，成功找到了其中空隙。但闪避归闪避，他手臂上的毒素越重，那两只手臂几乎完全溃烂，都能看到里面的骨头了。湿婆眼中发狠，另外两只完好的手臂并掌如刀，朝着受伤的手臂斩去。噗呲！湿婆闷哼一声，竟然主动切下了自己的两只手臂。见到这一幕的场外观众同时倒吸一口凉气，太狠了，竟然砍掉自己的双臂。虽然他有4只手臂，但损失2只依旧会导致实力大跌。蒋文明眼中第一次浮现出一种名为希望的光彩，或许这一场有机会赢也说不定。这个想法在他脑海中浮现，再也无法挥去。摆脱了火尸毒的困扰，湿婆开始主动进攻。这次他学聪明了，不再用身体硬抗汉魃的攻击，而是开始利用自身步伐打起了游击，左右闪避，身体飘忽不定，利用汉魃攻击时的空档，双拳快速反击。拳头上裹挟着一股可怕的破坏力，每一拳下去都能将汉魃的身体给打得皮开肉绽。但汉魃此时恢复力惊人，身体宛如岩浆一般，每当他受到伤害，那处位置就会出现一层火焰，眨眼间便将伤口恢复如初。湿婆眉头紧皱，心底隐隐生出一抹焦急。眼前的这个怪物虽然实力不如他，但是能力太诡异了，生命力仿佛无穷无尽一般，无论他怎么打，对方都能快速恢复。而且他的攻击蕴含一种特殊的毒素，像火毒，但又比火毒更霸道。一旦被沾染，体内的神性就会被快速侵蚀，只能用那一招了。湿婆眼中闪过一抹凝重，身体急速后退，与汉魃拉开距离。身上出现一道道蓝色纹路，这些纹路每多出一道，他身上的气势便增强一分。这是天竺12天柱神的力量，代表着天竺的12位主神。现在他以自身为核心，借用对方的力量，强行提升自身实力。雷电、冰霜、火焰、暴风，各种力量出现在他的身上，然后朝着他的手臂汇聚。汉魃感受到湿婆身上传来的力量，眼中闪过一丝羡慕。他不是羡慕对方的力量，而是羡慕对方身边有这么多人愿意把力量借给他，而自己，或许这才是我最终的归宿。他是汉魃，是异类，不在3界5行，无法进入轮回。世人们怕他，恨他，就连他的亲生父亲也对他敬而远之。一滴火红色岩浆自眼角滑落，那是他的最后一滴眼泪，也是他对这个世界最后的留恋。一切都结束了，世间从此不再有汉魃，你们再也不用畏惧我。汉魃身上的高温陡然暴增数十倍，一双利爪变成了岩浆一样的赤红色。就在他即将冲出去时，突然听到耳边传来无数道低语：天女拔娘娘，您一定要赢，一定要活着回来。女神姐姐，加油，打败湿婆。汉魃大人，加油啊，一定要活下去，千万不能死，挺住啊。无数声低语就像是无数只萤火虫，带着温暖的祝福融入汉魃的体内。信仰之力，他竟然在这个时候获得了华夏族人的信仰。天女拔殿下，您一定要赢，无论是女拔也好，汉魃也罢，您都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女武神。蒋文明额头上的印记散发出璀璨的光芒，一道金光自他的体内飞出，然后灌输到汉魃身上，而汉魃的眉心处多出一道赤红色纹路。封神，蒋文明以初代天庭之主继承人的身份为汉魃封了神位，赤焰女武神，这个独一无二的称号，这个与他无比契合的称号。华夏万神殿内，在众多神位旁边多出一盏微弱的油灯，独立于所有体系之外，孤零零地立在那里。油灯上赫然刻着7个字：赤焰女武神汉魃。这意味着他得到了华夏国运的认可，从此以后不再是孤魂野鬼，
而是华夏正统的神明。哪怕是死了，他的名字也会被世人铭记。当年皇帝不曾给他的名分，这次蒋文明替华夏给了。感受到不断涌入体内的信仰之力，汉魃的脸上终于浮现出一抹微笑，冲着蒋文明所在方向点了点头，张口似乎说了什么。只不过由于擂台上的温度过高，导致空间都有些扭曲，蒋文明也无法通过口型判断出来对方说的是什么。带着众生期盼的赤红色火焰与12柱神的力量碰撞到一起，天地失去了颜色，只剩下白茫茫的一片。良久之后，白光散去，师婆半边身子消失，而汉魃则站在那里巍然不动。赢了！华夏区的观众全都伸长脖子看向擂台，心里既紧张又期待。下一刻，汉魃的身体开始化作无数火星，一点点消散，师婆的身体也随之倒下，同归于尽。这个想法在众人心头浮现。主持人波比的身影出现，眼神复杂地看向双方，然后用一种平静的语气宣布结果。本回合比赛，天竺胜。蒋文明下意识握紧拳头，满心不甘。就差一点，师婆已经油尽灯枯，就差一点他们就能赢下这场比赛。可还是输了，因为汉魃面对的不是一位神明，而是天竺整个神系。恭送赤焰女武神汉魃归位。蒋文明强忍着心里的悲痛，朝着汉魃消失的方向躬身行礼。恭送赤焰女武神汉魃归位。华夏区所有的人全都朝着汉魃消失的方向行礼。他虽然输了，但他却为华夏战至生命最后一刻，仅凭这一点就足以值得他们华夏永远铭记。赤焰女武神实至名归。华夏陷入悲痛气氛之中，天竺同样不好过。他们虽然赢了，但他们的湿婆神同样被人打废了。要知道，这可是他们12天柱神之首，是他们神话体系中最强的神奇，连他都胜得如此艰难，其他神明还有机会吗？他们真的可以战胜华夏这个古老的国度吗？一层阴霾在天竺人心头笼罩。现场最高兴的就属希腊、埃及、教皇国他们了。北欧跟樱花国两败俱伤，天竺对战华夏又损失惨重，甚至有可能输掉神战。经此一役，东方3大帝国两灭一伤，将彻底失去争霸的可能。神的光辉即将照耀在东方大陆。教皇国的高层发出这样的宣言，显然是打算准备东征。希腊和埃及则盯上了北欧，同为西方。这次他们日不落东征损失惨重，正是虚弱期。只不过两大帝国谁也没敢先出手，都在等对方出手。观众席各国高层的谋算并没有影响到台上的比赛。此时湿婆神已经回归神界，天竺和华夏双方重新召唤神明，准备进行下一场较量。若有若无的梵音出现，天上浮现出一尊大佛的身影，七色光芒流转，看上去神圣无比。释迦牟尼！蒋文明在看到对方之后，失声惊呼出来，又是一尊神王，还是圣人层次的存在，这怎么打？华夏区观众虽然不认识释迦牟尼，但从天竺那边传来的反应也知道，这绝对是一尊大佬。失败的阴云笼罩在华夏人的心头，他们已经输了一场，这次难道又要输了吗？难道华夏就没有这种层次的神王吗？蒋神不是说我们华夏有很多圣人吗？为什么还不出现？又要输了，这次又是哪位神明要陨落？蒋文明也是面如死灰。面对这种大佬，除非是圣人出世，要不然他实在想不出还有谁能和对方一战。就在此时，他的耳边突然传来一道声音：如来老儿，俺老孙终于等到你了，小子让我来。还不等蒋文明重新召唤神明，就看到孙悟空的神像开始散发出若隐若现的金光。大圣！蒋文明一愣，他没想到孙悟空居然拥有自我意识，还能感应到外面的情况。小娃娃，你既然能喊出我的名号，那就应该也知道我跟如来老儿的过节。我等了近千年，终于等到他了。今天我定要问问他为何要暗算俺老孙。孙悟空身上的光芒越来越盛，似乎随时都有冲出来的可能。大圣，不是我不想召唤您，而是此事关系到华夏国运，我实在不敢去意气用事。蒋文明当然知道孙悟空和如来的恩怨，正因如此，他才更不愿意让孙悟空对阵如来。他们华夏输不起了，俺老孙向你保证，只要让我出来，绝对不会输掉这场比赛，绝不再输。蒋文明还待继续劝说，却看到原本已经归位的猪八戒重新出现。猴哥，真的是你，你没死？猪八戒的语气因为激动而有一丝颤抖。呆子，你没死，师傅他们呢？孙悟空在听到猪八戒的声音后，神像上的金光愈发强烈起来，显然内心也十分不平静。师傅他们和那只猴子一起失踪了。猪八戒的话让蒋文明浑身一震。那只猴子，这已经是猪八戒第二次这么喊了。最开始他以为对方说的是孙悟空，但现在孙悟空就在跟前，他对孙悟空的称呼是猴哥，这足以说明很多问题。他所说的那只猴子并非孙悟空，而是另有其人。蒋文明脑子飞速运转，不断回忆自己记忆中的西游记内容。突然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那只猴子指的会不会是六耳猕猴？当初真假美猴王冒充孙悟空，最后两人一起打上梁山，呸，是灵山。后来在如来的甄别下，孙悟空打死了另一个孙悟空，这会不会是如来布下的阴谋？当初死的并非六耳猕猴，而是孙悟空。越想越觉得有可能，难怪猪八戒到了后面对孙悟空的称呼就变了。其实他早就知道，那并非孙悟空本人。您到底是齐天大圣，还是斗战胜佛？蒋文明神色郑重地看向孙悟空问道。齐天大圣，斗战胜佛？呵，我乃花果山水帘洞妖王，天生的养，神魔难葬。菩提师傅赐名悟空，玄奘师傅赐名行者。你说我是谁？孙悟空语气中带着一丝讥讽。那些称呼是别人喊的，他只是花果山妖王孙悟空。桀骜，这是蒋文明对眼前孙悟空的第一感觉。或许也正是这种性子，才敢号称齐天大圣。心念至此，蒋文明不再犹豫，他决定赌一把。赌眼前这个号称齐天的猴子真有大圣的实力。手持如意金箍棒，
一根刻有梵奥纹路的金色棍子出现在孙悟空手中，头戴凤翅紫金冠，头上出现一顶紫金色凤翅王冠，身着锁子黄金甲，脚踏藕丝步云履，以红云为披风，以齐天为号，晚辈蒋文明恭迎花果山水帘洞妖王齐天大圣孙悟空。蒋文明每念一句，神像上便浮现出对应的物品，念到最后时，一阵刺目的金光亮起，一只身穿袈裟的猿猴出现。召唤错了。蒋文明看到身穿袈裟的孙悟空，心里一惊，他刚才明明念的是取经前的齐天大圣，怎么会出现斗战胜佛？如来老儿，你没想到吧？俺老孙又回来了。孙悟空伸手指向如来，语气中充满了恨意。你这泼猴，我封你为斗战胜佛，你不仅不知感恩，竟然还对我心怀怨恨，该打！如来说着，朝着孙悟空隔空拍出一掌，巨大的掌印落下，却被孙悟空一棍给敲散。待事到如今，你竟然还不敢承认，真以为你做的事情就没人知道吗？你以为区区一个六耳猕猴就能真的替代我，还是以为凭借他就能将我杀死？就算夺走我原有的命运又如何？俺老孙天生的养，神魔难葬，这世间谁能杀得了我？孙悟空的话宛如平地惊雷，让在场所有人都忍不住惊呼起来。他们似乎听到了什么了不得的真相。关于西游记的事，华夏帝国也只知道只言片语，只知道他们师徒5人历经9981难，从灵山取到真经，最后功德圆满，被封了佛位。但从孙悟空刚才说的话来看，似乎并不是这样。难道其中还有什么隐情？在场所有人中，也就蒋文明对西游记耳熟能详，知道里面的事情原委。其原文大概意思就是大唐时期人间多灾多难，天灾人祸，盗匪横行，玄奘有心度化世人，消弭人间疾苦，可惜始终不得其法。后来灵山派观音前来传道，告诉他说西天灵山有大乘佛法，可以度世间一切苦厄。玄奘信以为真，便孤身前往灵山。由于路途遥远，加上各种山精鬼怪作祟，于是便给他找了4个保镖，分别是大闹天宫失败的孙悟空，调戏嫦娥的猪八戒，犯天条的小白龙敖玉，以及打碎琉璃盏的卷帘。当然这是官方的说法，根据蒋文明的了解，还有另一个版本。孙悟空本是花果山妖王，因为不服天庭管束，被黑白无常给勾了魂，结果他到地府一通乱砸，撕了生死簿，彻底激怒了天庭，于是派遣天兵天将围剿花果山，结果这群公务员只出工不出力，被孙悟空给打得大败而归。天庭碍于面子，只能继续派人征讨，于是娘不疼舅不爱的二郎神被派了出来，两人实力旗鼓相当，天庭挂不住脸，只能请太上老君出手，这才将孙悟空给擒住。这里划重点，不是二郎神打赢了孙悟空，而是太上老君出手。太上老君是谁？3清之一，妥妥的圣人。不过人虽然抓住了，但出来混评的可不只是实力，还有深厚的背景。这一调查才发现，孙悟空师从菩提老祖，还是关门亲传弟子，这个身份在道门里面也算是3代弟子了，地位丝毫不亚于天庭4大帝君。但人都抓了，就这么放出去，他们天庭也丢不起这个脸不是？于是太上老君为了弥补，用八卦炉帮助孙悟空练出火眼金睛和不灭金身，算是给菩提一个交代。太上老君都不管了，天庭其他人自然也不敢多为难他，于是便有了后面大闹天宫的一幕。不是没人能制服他，而是没人敢管这事。正巧佛门准备在东方传教，于是玉帝便祸水吸引，让如来出手镇压了孙悟空。如来虽然明知道这是一个坑，但为了进入东方传教，也只能假装不知，要不然以他圣人的手段对付一个刚出世的小辈，哪需要这么麻烦？为了平息菩提的怒火，最后许诺500年后让他参与取经，这是大功德。菩提也有意磨练一下孙悟空，算是默许了这件事。再后来，孙悟空保护唐僧取经，一路上遇到不平事就大开杀戒，这让如来很是不满。他是希望通过唐僧取经，在路上传播佛法，吸纳信徒。你倒好，直接一棍子给敲死了。他还传播个屁的佛法，还怎么告诉世人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于是便找了个6耳猕猴，希望瞒天过海，替换掉孙悟空。要知道当时除了圣人以外，就只有谛听可以辨别他们的身份。而谛听是谁？那是地藏王的坐骑，也是佛门中人，从一开始就暗示了整件事都是佛门说了算。6耳猕猴本就和孙悟空一样天生的养，再加上他自身的能力极善伪装，所以根本没人发现。第二个重点来了，6耳猕猴明知道自己是假的，为什么要去灵山自证？要知道他们东方的圣人可比西方要多，最不济也可以找菩提祖师辨别吧。可是没有，偏偏跑到了灵山找如来辨别。于是如来出手帮忙，配合6耳猕猴打死了孙悟空。虽然这一招瞒天过海，李代桃僵成功，但他们却没想到孙悟空是女娲留下的补天石所化，本身就具有大功德气运，元神根本无法毁灭，生死簿上没有他的名字，这就意味着他不在3界5行里面。虽然打死了他，却没能消灭他的元神。在历经千载轮回之后，他又回来了。不过这种事如来是肯定不会承认的，因为一旦承认，就意味着一下子得罪了2位圣人，这种因果哪怕是他也无法承受。所以当孙悟空质问他时，他直接否认，并给他扣上桀骜不驯的名头。悟空见如来这么不要脸，顿时气得牙痒痒。不过在此之前，他还有另一个问题要问，那就是他那个便宜圣母师傅去哪了？唐僧虽然迂腐，但有一件事不能否认，那就是他真的拿孙悟空他们当亲人，4个徒弟一个比一个暴力，但仍然愿意跟随他。难道只是为了所谓的修成正果？他们4个师兄弟里面，除了沙悟净，谁稀罕？是天蓬元帅不好，还是齐天大圣不香？亦或者西海3太子当腻了，犯贱给人当马骑当壁画？显然都不是，而是因为唐僧身上的那种个人魅力，
他心里的那颗悲天悯人的赤子之心。换句话来说，唐僧是他们师兄弟几人心里的白月光。也正是如此，他们几个才放弃以前的身份，甘愿陪他一起去西天取经。自从取经回来之后，众人便都回到自己的道场。沙僧、小白龙留在灵山，假的孙悟空去了峨眉山，唐僧回了大唐，只有猪八戒因为身份的缘故没有固定道场。他被封为净坛使者，寓意可以享受所有人剩下的供奉。这样意味着，只要他愿意，可以通过任何佛像降临享用供奉。后来唐僧失踪了，沙僧和小白龙也不见了踪影。峨眉山的孙悟空是假的，他想寻回唐僧，但孤掌难鸣，最后只能摆烂，装作浑浑噩噩的样子。也正是如此，才让他躲过一劫。现在真的孙悟空回来了，他又有了帮手，这才敢站出来找如来对峙。金蝉子乃是我佛门旃檀功德佛，自然在我灵山修行，反倒是你们两个进入我佛门，却不守清规戒律，该罚。如来依旧是那副悲天悯人的样子，但语气中却充满了高人一等的感觉。我师父乃是神州之人，就算入了佛门，那也是神州的佛，与你西天何干？他那个大傻子，总以为可以用善意普度众生，却不知道当善意被人利用，远比为恶更可怕。孙悟空想到了取经路上的事，相比起为恶的凡人，那些下凡的妖怪所做的事更让人深恶痛绝。猪八戒对此更是深有同感。孙悟空被杀之后，他们遇到的妖怪大部分都是从天上下界的。天庭的那些妖怪还好，有人约束，不敢太过放肆。而隶属佛门的那些，如九头元圣、灵感大王、黑熊精、狮驼岭三兄弟，哪个不是人命入草芥，杀人、吃人，做尽坏事，最后被佛门那些菩萨一句孽畜，还不快快随我回去，轻易脱身，一点惩罚都没有。反倒是没有背景身份的妖怪，一个个全都被打死，并且美名其曰降妖除魔。好人都让佛门做了，因果全让唐僧受着，骂名则都留给了孙悟空。以至于当牛魔王这个结拜大哥在看到孙悟空的时候，都气得直接动手。原因还不是因为假的孙悟空把红孩卖给了观音。看过《西游记》的都知道，孙悟空跟哪吒打时，可是根本不怂对面的三味真火，丢进八卦炉里面烧了那么久都没事。结果遇到红孩就不行了。牛魔王这种大妖王都打不过哪吒，他儿子能比哪吒还厉害，这不是搞笑吗？一切都是阴谋，为的就是抓住红孩，逼牛魔王就范。他们八大妖王掌控妖族，这种诱惑佛门怎么能不动心？怎么说也曾经是天地间的主角，虽然不复昔日荣光，但势力依旧庞大无比。收服妖族也等于间接壮大佛门气运。随着一件件往事被揭露出来，如来的脸色也变得阴沉下来。好不容易建立的人设，却被孙悟空和猪八戒这样一搅和，毁掉大半。尤其是华夏帝国这边，已经有不少人拆掉佛门的神像，改为华夏本土神明，这更让如来恼火。冥顽不灵，孽障还不乖乖随我回去！如来说着，再次伸出大手。这次竟然连猪八戒也想纳入攻击范围。呆子，你先去一旁观战，这里交给俺老孙了。孙悟空担心猪八戒被波及，当即抽出金箍棒，对着落下来的巨掌戳去。砰！双方再次交手，孙悟空直接被一掌拍在地上。蒋文明却察觉出不对劲。就在刚刚，孙悟空准备反击的时候，他身上的袈裟陡然亮了一下。孙悟空的身体明显一僵，这才被如来给击中。莫非那身袈裟是一层禁锢？蒋文明只能想到这一种可能。他刚刚召唤孙悟空的时候，明明喊的是齐天大圣，并没有提任何关于佛门的事，可对方偏偏穿着一身袈裟出来了，这很不对劲。就在他思考的时候，双方再次交手。只见如来隔空一抓，孙悟空便被他抓在手中，无论他怎么挣扎，始终无法挣脱。如意金箍棒变大，孙悟空高喊一声，只见金箍棒迅速变大变粗，眨眼间便宛如天柱一般。而孙悟空则趁机缩小，从缝隙中钻了出来，伸手一招，金箍棒迅速变成原本大小，重新回到他的手中。然而下一秒，如来的手掌迅速变大，眨眼间便覆盖了整个天地。一阵阵梵音响起，像是有无数佛子在念诵经文一样。掌中佛国，这是如来的神通，当初就是凭借这一手，成功将孙悟空给镇压。现在又来了，如来老儿，这么多年了，你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除了会使用一些卑鄙手段，你还会什么？孙悟空冷哼一声，从脑后拔下一撮猴毛，然后放到跟前一吹，无数只孙悟空出现，开始朝着四面八方散去。身外化身，这才是孙悟空的看家本领之一。世人只知道孙悟空会筋斗云和地煞72变，其实并非如此。他最强的功法叫大品天仙诀，那才是他的立根之本。这门功法不仅包括了各种神通，还有炼体法门。法天象地、身外化身、不灭金身，都是出自这里。按照菩提当初传道的话说，3年不漏便可成仙，成仙多难，看看8仙就知道了。而修炼这门功法，仅需要3年，足以证明这门功法的强悍之处。哪怕是孙悟空这种超高悟性，在大闹天宫的时候，也没有融会贯通，被太上老君丢进八卦炉里面，才练出倒数第3句火中种金莲，修出火眼金睛和不灭金身。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野性也被磨灭了不少，开始静下心来仔细参悟。如今已经彻底练成这门功法。虽然化身千万，但这些化身的实力并没有降低多少，每一只猴子都有着惊仙的实力。如来的掌中佛国里面都是他的信徒，也有不少被他收服的大妖。现在得到他的命令，一个个全都冲了出来。108金身罗汉、8部天龙、4大金刚、护山神兽，来得好，正好新仇旧恨一起算。孙悟空不退反进，手持金箍棒，宛如进入无人之境，每一棍下去都将那些人打得骨断筋折。泼猴，休要放肆！一道金光闪过，一只身穿金色羽衣的鹰钩鼻男人出现，一双目光锐利如鹰隼一般。金翅大鹏，蒋文明认出这个男人的身份，正是号称如来娘舅的金翅大鹏鸟。
按理说他本应该属于华夏才对，但却被如来忽悠走，成为了灵山的护山神兽。一想到这里，蒋文明心里就是一阵悲哀。这些华夏的大妖被西方以各种名义带走，现在反倒成为了他们的帮凶。不知道帝俊见到这一幕会有何感想？自从西游之后，基本上在无妖王级大妖出现，偶尔出现几个妖族，也是被人人喊打的存在。妖族已经彻底没落了。金翅大鹏，没想到连你也沦为如来的走狗，枉你还是祖宗的后裔。孙悟空一脸凝重地看着金翅大鹏，这位可是实打实的妖王，而且还是最擅长速度的那种。可惜遇到了自己。泼猴，你敢辱我？金翅大鹏闻言，一双锐利的眸子闪过一抹冷芒，手中长枪化作一道金芒，直劈孙悟空的脑袋。雕虫小技！孙悟空冷哼一声，竟然不闪不避，挥舞着手中金箍棒对着他的脑袋砸去，竟然打算以命搏命。金翅大鹏脸色微变，孙悟空敢这么做，那是因为对方有不灭金身，他可不敢硬来一棍。身后双翅一展，在空中画了个弧度，避开这一棍。俺老孙忙着呢，没工夫陪你玩，你还是给我老老实实待着吧。孙悟空脚下一点，瞬间出现在金翅大鹏身前，手中如意金箍棒重重朝他身上砸去。金翅大鹏连忙举枪格挡，咔嚓！仅仅是刚一接触，他手中的长枪当场折断，金箍棒趋势不减，直接落在他的肩头。啊！惨叫声响起，鲜血伴随着羽毛自空中飘落。孙悟空仅仅一击，就直接将他半边身子给打碎。大圣之威，恐怖如斯！我的妈呀，齐天大圣这也太猛了吧！那可是金翅大鹏，刚才听天竺那边人说，好像还是如来的娘舅。啥？如来他妈是个鸟？我怎么感觉你在骂人？难道不是鸟？华夏区的观众议论纷纷，而蒋文明的目光也变得明亮起来。强，太强了！在西游原著中，孙悟空可是被金翅大鹏欺负的够惨，直接都给蒸了。而现在仅仅一棍就将对方打个半死。六耳猕猴这戏演的可真卖力。蒋文明心中感慨，能跟孙悟空打得平分秋色，却被金翅大鹏给活捉了。现在孙悟空却一击打爆金翅大鹏，这其中的猫腻，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解决掉了金翅大鹏，孙悟空也没有乘胜追击弄死他，不是他不想，而是对方的身份特殊，不仅有个祖凤老妈，还有个大哥孔宣，自己多少要给那两位留点面子。打一顿没事，真打死了，估计这两位真会找他拼命。他虽然不怂，但也不想沾染麻烦。这么多年过去，他早就不是那个刚出茅庐野猴子了，已经开始懂得衡量得失。此时，他猴毛所化的猴子猴孙们也已经解决了其他的罗汉。如来老儿，你还有什么本事？孙悟空单手握着金箍棒，指着苍穹，大声喊道。然而下一秒，一道金光浮现，一位身披袈裟的猿猴出现。卧槽，我是不是眼花了？两位齐天大圣，幻象吧？怎么会有两位大圣演？华夏区的观众在看到新出现的猿猴后，顿时炸锅了。两位齐天大圣简直一模一样。而擂台下的蒋文明在看到新出现的孙悟空之后，心里咯噔一下。六耳猕猴，他可不会认为这是幻象，这是当初暗算孙悟空的六耳猕猴，他又出现了。看这模样，还是以斗战胜佛的身份出现的。真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竟然还活着。六耳猕猴开口，声音沉稳，宛如得道高僧一般。不亲手杀了你们，俺老孙怎么会死？孙悟空双眼冒火，身上的杀意毫不掩饰。你的杀性还是这么大，难怪落到如此下场。六耳猕猴轻笑一声，语气中带着一丝讥讽。纵使身死魂灭又如何？俺老孙依旧是齐天大圣，而你只不过是如来的一条狗，真以为披上这身袈裟，你就是佛了？可笑！孙悟空生性桀骜，哪里会惯着他？打架不怂，打嘴炮更不怂，是吗？那让我看看你这位齐天大圣恢复了几成实力。六耳猕猴说完，伸手一招，一根金色长棍凭空出现在他的手中，竟也是如意金箍棒。孙悟空看到这一幕，顿时被勾起了当年那段不堪的回忆，还敢冒充自己，这是在挑衅他吗？带，吃俺老孙一棒！孙悟空率先发起攻击，只见他双手握着金箍棒，隔空对着六耳猕猴砸去。金箍棒迎风便长，双方明明相隔数十米距离，但当金箍棒落下时，却刚好落在对方头顶。六耳猕猴也不甘示弱，手臂一抬，手上的棍子挡在头顶，稳稳地接住了这一击。还不等孙悟空抽回，只见六耳猕猴手臂一翻，荡开金箍棒，手中的棍子猛然变长，直刺孙悟空要害。孙悟空显然知道厉害，所以并没有硬接，而是侧身避开，以金箍棒为支点，一脚踢向六耳猕猴的脑袋。双方你来我往，打得惊险万分，但每次都能被对方给挡住或者避开。同样的招式，同样的神通，这让在场之人仅仅只是眨眼间的功夫，便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假的了。哪怕是蒋文明也不例外。他明明一直盯着看，可是在双方交手十几回合之后，他便失去了孙悟空的身影。难怪当初那么多人都无法分辨他们俩，这简直就像是一个模子里面刻出来的一样。蒋文明一阵无语，他这么一直盯着，都分辨不出来，更何况其他人。忽然，他的脑海闪过一道灵光，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蒋文明努力回想《西游记》里面的细节，我记得当初如来亲口说过，他们俩是二性一体。孙悟空向往绝对的自由，却被迫前往灵山取经，六耳猕猴更像是他的心魔。想到这里，蒋文明立即高声喊道：大圣，他是你的心魔，你越反抗，他的实力也会越强。蒋文明的话让场上的如来脸色一变，下意识就准备出手灭了他。一只巨掌朝着蒋文明拍来，蒋文明只觉浑身汗毛倒竖，有一种无处可逃的感觉。就在巨掌即将落到他身上时，擂台上金光闪现，一道道规则浮现，替他挡下了这一击。孙悟空本就悟性极高，在听到蒋文明的话之后，又见到如来这般反应，顿时明白过来。
六耳猕猴其实就是他自己，是那个曾经的自己，也是那个不愿面对的自己。他代表着自己的另一种选择，难怪自己身上的枷锁始终无法解开，难怪他能替代自己的命运前往西天取经，因为他们本就是一体。哈哈，如来老儿，好算计，真是好算计啊！孙悟空仰天大笑，只是笑声里面充满了苦涩，因为他知道自己打不赢眼前这个六耳猕猴了。两人本就是一体，六耳猕猴输的时候，也意味着他自己也会死。打算认输了吗？六耳猕猴面无表情地看着孙悟空，认输？哼，俺老孙纵横天上地下，何时怕过？你不是想取代我吗？那就来吧，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孙悟空说着，直接放弃了防守，任由六耳猕猴打在他身上。孙悟空被这一棍打得倒飞出去，下一秒他又再次冲了回来，一张猴脸上满是讥讽。原来你也会怕。刚才那一击，六耳猕猴明明可以打在他脑袋上，但是却故意错开，只打在他的肩膀上，因为他明白孙悟空杀不死，如果他真的死了，那自己也就不存在了。就在他犹豫不决时，却看到孙悟空突然盘膝坐了下来。月藏玉兔日藏乌，自有龟蛇相盘结。相盘结，性命坚，却能火里种金莲。攒簇五行颠倒用，功完随作佛和仙。一道道口诀自孙悟空口中念出，他每念一句，两人身上便多出一种意象。孙悟空代表着日藏，六耳猕猴代表着月藏，一龟一蛇代表他的两种心性。大品天仙诀，直到此刻，孙悟空才彻底大彻大悟。两道火光自两人身上亮起，火克金，但此时此刻却有一朵金色莲花在火焰中缓缓盛开。火中种金莲，五行正式开始逆转。六耳猕猴在看到这一幕之后，脸色终于变了，因为他感受到了本体的召唤，孙悟空要与他融合。龟蛇相盘结，大品天仙诀最后一道关卡。不，你既然不愿意成为仙佛，现在又为何要夺走我的一切？六耳猕猴惊恐的怒吼。孙悟空原本紧闭着的眼眸缓缓睁开，定定地看着他。我若成佛，天下无魔。话音落下，六耳猕猴消失，彻底与孙悟空融为一体。孙悟空从地上站起来，手持金箍棒指向苍穹上的如来。我若是魔，佛奈我何？说完这句话之后，孙悟空一步踏出，整个天地都为之颤抖了一下。他身上的袈裟开始亮起繁奥的纹路，光芒越来越亮。砰！身上的袈裟爆碎，露出他原本的样子。身穿锁子黄金甲，头戴凤翅紫金冠，脚踩藕丝步云靴。孙悟空手臂一挥，一朵红云出现在他身后，凝聚成一件火红色披风。虽然和如来的万丈金身比起来十分渺小，但这一抹红色却格外刺眼。冲天的战意，桀骜不驯的姿态，宛如一尊战神一样，仿佛他才是天地间的主角。台下的蒋文明看到这一幕后，整个人激动的都要跳起来了。这才是他印象中的那个齐天大圣，那个踏碎凌霄、放肆桀骜的齐天大圣，那个欲与天地并肩的齐天大圣。他回来了，如来老儿，现在该算算我们俩之间的账了。孙悟空说完，身体迅速变大，只是眨眼间的功夫便与如来平齐。原本的掌中佛国愣是被他一法天象的给撑爆了。此时的孙悟空虽然还未成圣，但已经有了跟圣人一战的资本。掌中佛国虽然厉害，但根本不可能困住现在的他。俺妈那巴猫哦！眼看孙悟空脱困，如来口中念出六字真言，六字真言化作一张符箓，朝着孙悟空飞去。这是他当年镇压孙悟空所用的神通，现在又故技重施。带！孙悟空怒喝一声，砰！声音化作金色文字，与六字真言撞在一起，发生剧烈的爆炸。不等余波散去，孙悟空便手持金箍棒，朝着如来面门砸去。阿弥陀佛！如来口中念诵佛号，身上金光乍现，彻底化作一尊金佛。金箍棒打在他的身上，发出一阵金属碰撞之声，然而并未对他造成任何实质性伤害。不灭金身！如来的金身万法不侵，哪怕是重达万钧的金箍棒，也无法对他造成任何伤害。但孙悟空就好像根本没有察觉一般，手中金箍棒宛如天柱，一下又一下的砸在如来的身上，就连那满头包都没有放过。蒋文明看到这一幕，脑海中浮现三个字：没破防。事实确实如此，孙悟空虽然打得欢，但根本没有对如来造成任何伤害，反倒是如来每次出手都打得他飞出去好远。哪怕他现在大品天仙诀修行圆满，早已经成为不灭金身，依旧被打得伤痕累累。之所以还在坚持，完全是凭借着心中的那股战意。一旦战意退散，蒋文明不敢再继续想下去，必须要想办法帮助猴哥才行。可是这种层次的战斗，哪里是他一个普通人能够参与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擂台上的战斗，脑子飞速运转。很快他就察觉出不对劲的地方。孙悟空每次打在如来身上，他身上都会浮现出一阵金光。蒋文明本以为这是不灭金身的缘故，但看到孙悟空的不灭金身，却并没有这种反应。火眼金睛，蒋文明双目之中冒出两团火焰，仔细查看如来的状态，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是信仰之力在帮他修复身体。蒋文明看到丝丝缕缕的信仰之力不停地融入如来的身体，顿时明白了其中原委。与其说没有伤害，倒不如说孙悟空造成的伤害被快速修复了，只是修复速度太快，让人觉得就跟毫发无损一样。猴哥也有火眼金睛，不可能没有察觉到这一点，但他依旧用这种方式攻击，看样子应该是没有更好的办法应对。找到了问题来源，那剩下的就好办了，他只需要针对信仰之力下手就行。信仰之力来源于信徒，只需要切断信徒对他的信仰，就能遏制他的恢复速度。蒋文明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大胆的想法，而切断信仰之力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摧毁神庙。孙悟空在擂台上虽然知道对方是利用信仰之力，却拿他没有一点办法。但蒋文明不一样，他在擂台，最关键的，他们有人在天竺。
真没想到之前的临时起义竟然成了神来之笔。蒋文明暗自庆幸，当即不再犹豫，转身朝着观众席跑去。华夏区观众席上，一直留意擂台动静的李建国见到蒋文明突然朝他跑来，心中有些疑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只见蒋文明跑到参赛区边缘，冲着李建国他们喊道：“联系龙野将军。”然后指了指如来，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擂台上人多眼杂，他也不敢说得太明显，只能用这种方式暗示对方，他想让龙野去杀如来。一名将军疑惑地看向李建国，李建国没有搭话，而是仔细思考蒋文明之前的动作。他虽然不知道蒋文明刚才是什么意思，但对方喊了龙野的名字，明显是跟龙野有关。让龙野杀如来，这显然不太可能。龙野，如来，杀掉！李建国反复念叨这几句话。此时身旁的秘书也成功联系到龙野，一部卫星电话递到他跟前。主席，龙野将军那边已经接通了。李建国随手接过电话，刚放到耳边，就听到对面传来的爆炸声，脑海中灵光一闪，想到一种可能，蒋文明刚才的意思会不会是让龙野攻击如来的信徒？可让他攻击如来的信徒有什么用？信徒和如来之间有什么联系？信仰之力。李建国不愧是华夏首脑，仅仅片刻功夫便想通了其中关键。蒋文明是让他们联系龙野，让龙野破坏如来的信仰来源。破坏信仰来源的最简单方法是什么？那肯定是摧毁神庙。一切都说得通了，难怪蒋文明指名道姓让联系龙野，因为他现在就在天竺啊。想明白一切之后，李建国将卫星电话放到耳边，沉声开口：“我是李建国，现在给你们一个任务，不惜一切代价摧毁如来的神庙，越多越好，越快越好。”对面的龙野在听到李建国这句话后，明显愣了一下。对方竟然连续用越多越快两个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他如此焦急？之前他们为了躲避天竺的搜查，一直躲在暗处，并没有看到神话擂台上蒋文明说话的那一幕。此时既然已经接到命令，他们也不敢怠慢，当即从阴影处走出来。命令你们刚才也听到了，不惜一切代价摧毁如来的神庙，如果不认识，那就见了神庙就砸。龙爷也是个务实的人，这个时候也不管什么佛门还是其他宗教了，见一个砸一个就对了。十几个人当即两两一组分开行动，朝着四面八方散去。神话擂台上，蒋文明一直留心天竺首席台的动静，他相信只要龙野动手，对方那边肯定会有所反应，现在自己只需要静静的等待即可。但看着一直处于下风的孙悟空，他的心总觉得有些不踏实，担心对方会撑不到他们的支援。这样干等也不是个办法，必须要想办法帮助猴哥才行。神话擂台上的战斗，外人是无法干涉的，所以想要帮助对方，那就只能从根本上入手。如来不是有信徒吗？他们华夏也有。华夏人不了解孙悟空的故事，那他就给众人科普一下，当众人认可他时，自然会产生信仰之力。要不是时间来不及，他都想拍一部《大圣归来》电影来给众人科普。不过时间短有时间短的办法，拍不成电影，他可以改为说书吗？心念至此，顾飞不再犹豫，当即走到华夏区观众席旁边，朝着众人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大家先保持安静，我来为大家讲个故事。蒋文明声音虽然不是很大，但由于身份特殊，还是有很多华夏区观众买他这个面子。喧哗声开始渐渐消失。东胜神州有一个国度，名为奥莱国。奥莱国境内有一座山，名为花果山。蒋文明以一种旁观者的语气，缓缓诉说孙悟空的过往，从神猴出世到进入水帘洞为王，再到独自一猴驾驶木筏求道，历经10年四下打听，最后在一位樵夫的指引下，来到方寸山菩提祖师的道场。为求道，在斜月3星洞外跪了3天3夜，哪怕大雪将他冻僵，也没有移动分毫。最后菩提祖师见他如此真诚，便将他收入门内，7年打杂，3年学艺，习得大品天仙诀、地煞72变、筋斗云。10年后下山回到花果山，回去之后遇到混世魔王抢了他的花果山，一怒之下将其打死。后面牛魔王等6人出面找他报仇，结果双方不打不相识，最后成为了结拜兄弟。然后在牛魔王几人的怂恿下，前往东海龙宫去借兵器，最后取得定海神针、如意金箍棒。当华夏区观众听到这里后，一个个神色激动起来。卧槽卧槽卧槽，像大圣爷这么厉害的大圣，竟然还有6个！难道只有我注意到了大圣爷还有个师傅吗？7年打杂，3年学艺，出来之后直接赤手空拳打死一个妖王，这太猛了吧！龙王还有东海龙王，我记得历史书上说过，神话时候华夏有4海，这是不是说还有另外3位龙王？随着众人的分析，越来越多的神话人物被扒了出来。当蒋文明讲到东海龙王前往天庭告状后，天庭派下天兵天将围剿花果山，地府黑白无常勾走孙悟空魂魄，结果却被对方大闹一场，然后撕掉生死簿，人群又是一阵喧哗。我的天啊！东海龙王去告状，黑白无常索命，怒撕生死簿，只能说不愧是齐天大圣，猛的一批。对上了，蒋神之前说的人物全都对上了，那些神明不是他虚构的，而是真实存在的。四海龙王、黑白无常、牛头马面、判官、十殿阎罗、巨灵神、哪吒大神、托塔天王、4大天王、10万天兵天将，我是在做梦吗？谁来掐我一下？我们华夏真有这么多神明啊！好疼！不只是华夏区观众，其他帝国的观众也停止了喧哗，从擂台上的战斗转移到蒋文明的故事上面。那个华夏人讲的，莫非就是那只猴子的来历？不，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华夏哪里来的这么多神明？10万天兵天将，这也太多了吧？你们没听到他说的还有10殿阎罗吗？而且是掌管生死的那种，这岂不是说他们华夏有10个冥王？不会吧，10个冥王？怎么可能？这些肯定都是他瞎编的。华夏如果这么强大，他们早就把我们都给灭了，哪里还会苟且偷生这么多年？
这可说不准。华夏一向喜欢扮猪吃老虎，相传那里人人都会武功，你挑衅他们，他们也是非常怂。但如果你跟他们动手，他们分分钟把你打趴下。最可怕的是，打完你之后，还会彬彬有礼的将你扶起来，问你有没有事。真的假的？以前我也不信，但你看看樱花帝国，还有天竺帝国，之前一个个都觉得能吞并华夏，可结果呢？被人直接横扫。此言一出，顿时得到周围所有歪果人的认同。太能藏了，是个老六。此时蒋文明已经讲述到孙悟空大闹天宫，搅黄蟠桃会，偷吃仙丹，打得天庭诸神俯首，甚至连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他也坐了上去。尤其是那句玉帝轮流坐，今年到我家，更是让华夏区的观众心向神往。随心所欲，遇到不平事直接掀桌子，这是何等的肆意快活。就这样，一个桀骜的形象在华夏人心目中树立起来。你看不起我是吗？封我弼马温是吗？羞辱我是吗？那我就打到你们能看得起我为止。孙悟空用实力做到了这一点，打得天庭诸神再也不敢提弼马温三个字。尊重是靠实力赢回来的，而不是靠别人的施舍。李建国感触更深，弱国无外交，只有自身强大了，才有足够的话语权。孙悟空如此，他们华夏亦是如此。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听到孙悟空的故事，对他的认同也越来越强烈。一缕缕信仰之力涌入万神殿，代表着孙悟空的那盏油灯也开始变得愈发明亮起来。神话擂台上早已经伤痕累累的孙悟空，突然感受到一股柔和的力量涌入自己的体内。与此同时，他的耳边似乎听到了无数人的祈祷：大圣爷，您一定要赢！猴哥，加油！您可是连凌霄宝殿都做过的齐天大圣，区区一个如来算什么？弄死他！大圣爷保佑！孙悟空那张猴脸上忽然露出一抹笑意：小子，你对我倒是挺了解，你说的没错，玉帝轮流坐，今年到我家，俺老孙就连凌霄宝殿都曾做过，又岂会倒在这里？说完之后，一把扯掉身上那身早已经破烂不堪的锁子黄金甲，猛地转身看向如来：如来老儿，是时候做个了断了。滔天的战意自孙悟空身上散发出来，代表着他永不屈服的精神。定海神针破天，手中金箍棒改砸为刺，想要以点破面。如来抬手格挡，却被金箍棒直接给捅了个对穿。望着胸口多出了的大洞，如来眼神闪过一丝恍惚和迷茫。他的信仰之力怎么突然少了这么多？孙悟空一击得手，立即乘胜追击，霎时间整座擂台上全是金色的虚影。如来身上的气势越来越弱，身上的金身也开始出现裂痕，而且越来越多。就在这时，如来的手中突然多出一只紫金钵盂，朝着孙悟空丢去。孙悟空见状，瞳孔骤然一缩，手中金箍棒一抖，改刺为挑，将紫金钵盂挑到自己手中。这是看着这个熟悉的钵盂，孙悟空心头巨震，因为这是唐僧用来化缘的法器。他没有参与西游后半截路程，所以并不知道这东西是唐僧主动送出去的，只当是如来抓住了唐僧，想以此为要挟。猴哥小心！一声惊呼响起，还不等孙悟空反应过来，便被一柄匕首刺穿了心脏。匕首上面浮现出一道道梵文，迅速没入孙悟空的体内。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如来口中念诵佛号，重新恢复成那副悲天悯人的模样。这柄匕首是他未出家时的法器，也是他成佛的法器。当初割肉喂鹰就是用的这柄匕首，连他自己都能杀死，更何况孙悟空。现在匕首洞穿了孙悟空的心脏，死亡只是时间问题。观众席上的华夏区观众一个个群情激愤，刚才那一幕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如来抛出一物，趁着孙悟空失神的片刻，用匕首偷袭成功，刺入他的心脏。太卑鄙了！去他妈的佛祖，这就是一个卑鄙小人！以后谁再敢提佛这个字，老子问候他18代祖宗！大圣爷，挺住啊！不要死，千万不要死！讲神呢，快去帮帮大圣爷！我不要我男朋友了，只想要大圣爷活着。谁都没有注意到，一道虚影自擂台消失，直奔天竺方向。天竺帝国经过龙野他们一阵打砸，各个城市的神庙十不存一。天竺高层震怒不已，但却拿他们没有任何办法。单打独斗，没人是他们的对手。使用大规模伤害武器，又无法锁定对方，别提有多憋屈了。就在此时，天竺境内所有的佛门神庙全都散发出金色光芒。一道肥头大耳、满口獠牙的神明虚影出现，正是之前在擂台观战的猪八戒。在他出现的瞬间，二话没说，张口就吸，无数贡品、信仰之力被他吸入口中。这一举动惊动了天竺不少被唤醒的神明，一尊尊神像亮起，一位位神奇虚影出现在他的面前。大胆，竟敢偷吃我等的供奉和信仰！滚！俺老猪乃是佛祖亲口封的净坛使者，有权享用一切供奉，谁敢拦我？猪八戒怒喝一声，九齿钉耙瞬间出现在他的手中，身上那如山岳般恐怖的气势压得那些毛神惊骇不已。猪八戒的强势镇住了这群毛神，此时的他化作无底黑洞，不停地吞噬佛门的信仰之力。很快仅存的佛门神庙内信仰之力便被他吞噬一空。猪八戒不敢有片刻耽搁，身影一闪，重新回到神话擂台上面。猴哥挺住啊！猪八戒心中焦急万分。孙悟空被如来的匕首刺穿了心脏，随时都有可能死亡，现在唯一能救他的就只有佛门的信仰了。待猪八戒离开之后，一群天竺毛神这才敢重新议论起来。这是佛门的人，为什么从未在神界见过？应该是吧？他身上的佛光做不得假，算了，管他呢，反正是佛门的事，与我们何干？说不定是我们不在神界的这段时间新封的。说的也是，真没想到华夏那边居然这么厉害，不仅把湿婆大人给打成重伤，还跟佛门的如来打了这么久。刚才那个猪头人自称佛门净坛使者，还掠夺了这么多信仰之力，会不会是如来扛不住了，打发属下过来提取信仰之力？听你这么一说，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不好，
有人砸了我的神像啊！怎么回事啊？就在几个毛神还在讨论的时候，突然一个个发出惨叫声，身体直接溃散，化作光点消失。这是因为他们的神像被毁，在人间没有了寄存神性的地方，被强行赶回了神界。天竺帝国内的万神殿内，一盏盏代表着神明的油灯或熄灭，或变得微弱。整个帝国的国运在这短短几个小时内下降了30%。国运下降最明显的就是天灾，天竺沿海地区遭遇台风、海啸，内陆发生暴雨、洪水，还有地震不断发生。各种教派信徒纷纷出面，互相指责推诿，甚至发生冲突。天竺的高层一个个忙得焦头烂额，甚至连神话擂台都顾不上观看了。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龙野他们，此时已经悄悄回到了华夏。神话擂台上，孙悟空重伤濒死，身体从心脏位置开始一点点石化，现在一大半身躯都变成了石头。蒋文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他根本帮不上任何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孙悟空的生命流逝。猴哥，一道身影出现在擂台上，正是从天竺赶回来的猪八戒。在他出现的瞬间，大量的信仰之力宛如潮水一般涌入孙悟空的体内。原本看戏的如来见到这一幕，先是愣了一下，随即脸色变得异常难看。孽畜，你竟敢劫取我佛门信仰！俺老猪乃你亲口所封的净坛使者，有权享用一切信徒的供奉，怎么佛爷忘了吗？猪八戒语带讥讽。当初如来为了羞辱华夏神系，给他封了个净坛使者，暗指他是只猪，只配吃他们的残羹剩饭，可以舔干净盘子，却没想到猪八戒竟然利用这个身份劫取了信徒对他们供奉的香火，一语成谶。这让如来又气又怒，有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感觉。但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伴随着大量的佛门信仰之力涌入孙悟空的体内，他原本石化的身体开始一点点的恢复，一层佛光自孙悟空的后脑亮起。这是属于斗战胜佛的神位，此时被大量的佛门信仰所激活，只是这层佛光明灭不定，宛如无根浮萍，根本无法与他契合。你机关算尽又如何？他身具魔性，根本无法吸纳佛门信仰，死亡早已经注定。如来见状冷笑一声，孙悟空就是孙悟空，他是东方的齐天大圣，不是他西方的斗战胜佛，这是两种不同的体系，他无法使用这股力量。哪怕他融合了六耳猕猴也是一样。为了斩草除根，不留下变数，如来再次出手，一掌拍向地上的孙悟空。猴哥，弼马温，你赶紧给我醒过来啊！猪八戒睚眦欲裂，但根本无法阻止。他不是参战之神，可以辅助，但是无法出手。巨掌打在孙悟空的身上，将他拍入地底，手掌化作一座大山，彻底将孙悟空给镇压。孙悟空感觉自己像是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再次被压入五行山下。就在他意识即将模糊时，隐约听到一阵蝉鸣声，一位步履蹒跚的年轻和尚自远处朝他走来。师傅，是您吗？孙悟空意识模糊，看不清眼前之人，只是觉得对方身上的气息很熟悉，也很温暖。悟空，为师来晚了。一道柔和的声音响起，仅仅是听到他的声音，就让人情不自禁的放松心情，仿佛一切烦恼、苦厄全都消失了一样。师傅，徒儿好想你。孙悟空此时仿佛是一个见到家长的孩子，哪里还有半点之前的桀骜？佛法可以夺人心，却渡不了人性。为师错了。师傅您怎么了？悟空，你们师兄弟4人虽生性桀骜偏激，但心性良善，具有慧根，为师一直都对你们寄予厚望。师傅，您想做什么？孙悟空不知怎么的，心里竟然生出一股不祥的预感。善恶皆在一念之间，希望我的这颗佛心能够化去你心中的戾气，祝你早日修成正果。替我好好照顾你的师弟们，好好守护这个多灾多难的时间，别在意气用事了。永别了悟空。唐僧说完，身体缓缓消散，最后化作一颗舍利子，缓缓没入孙悟空的体内。他那颗原本已经被匕首刺穿的心脏，突然开始散发出金光。叮！匕首被挤压出来，落在地上，发出一声脆响。咚咚咚！舍利子所化的心脏开始缓缓跳动起来，每一下都沉稳有力。一滴眼泪自孙悟空眼角滑落。他是石猴，没有心跳，所以根本不懂人世间的七情六欲。他只知道谁对他好，他就对谁好；谁对他不好，他亦如是。但现在唐僧用自己实施的道果，帮他重塑了心脏，让他成为真正的生命体。这一刻，他终于不再是石头所化的灵猴，而是真真正正的血肉之躯，也第一次感受到了人世间的七情六欲。只是自己为什么这么痛苦呢？孙悟空的意识逐渐回归，感受到身上传来的压力，缓缓睁开了眼睛。2团火焰自他双眼在迸发出来，双手撑着地面，开始一点点用力。山体开始颤抖，无数碎石从上面落下。这一刻，无论是华夏还是天竺的观众，全都忍不住屏住了呼吸。齐天大圣加油！一名5、6岁模样、扎着马尾辫的小女孩握着小拳头，冲着孙悟空喊道。稚嫩的童音在这个寂静的时刻显得异常清晰。其余华夏观众也反应过来，纷纷开始为孙悟空加油助威。齐天大圣加油！齐天大圣加油！无数声音汇聚在一起，宛如雷霆一般。孙悟空仿佛受到了某种鼓舞，双手下的地面因为压力而开始出现蛛网般的裂纹。给老孙开！孙悟空咬紧牙关，一字一顿地吐出5个字。金光乍现，原本压在他身上的山峰在这一刻4分5裂。孙悟空从里面冲天起。哦耶！华夏区观众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就连蒋文明也忍不住挥舞了一下拳头，以示心底的激动。此时的孙悟空一身淡黄色僧衣，腰间还系着虎皮裙，正是《西游记》里面取经时候的模样。他身上的气势也变得灰暗起来，身体周围的佛光迅速被他收入体内，不再那么锋芒毕露，
此时的他更像是一柄藏在剑鞘中的利剑，隐而不发。不知怎么的，这种状态下的他反而给人一种更危险的感觉。如来目光深邃，透过孙悟空的身体，看到了他体内的那颗舍利子。金蝉，刚才唐僧化作舍利子进入孙悟空的身体，这是在孙悟空意识里进行的，所以外面的人并没有看到。此时听到如来说金蝉两个字，都是一脸懵逼。蒋文明身体一颤，火眼金睛发动，看向半空中的孙悟空。只见他心脏位置有一团柔和的光芒，纯净无比，给人的感觉非常舒服，仿佛可以洗涤灵魂一般。再看看孙悟空此时的状态，蒋文明心头升起一阵明悟。袈裟代表着束缚，战甲代表着自由，而此时的僧衣和虎皮裙则代表着善良与力量。唐僧用自己的生命为孙悟空上了最后一课，希望他能守住心底的那一份善良。很显然，他成功了。孙悟空明白了他的意思，所以才会变成现在这副模样。无论是以暴制暴，还是用善意感化，都太片面了。只有两者结合，才能真正的度化世人。师傅，俺老孙答应你，会替你好好守护这片世界，绝对不会让他们的野心毁掉这里。孙悟空口中呢喃，伸手一握，如意金箍棒自动回到他的手中。如来，我且问你，在你眼中什么才是佛？孙悟空语气平静，就像是跟老友聊天一样。修行千载，了却世间因果，方为佛。如来不介意在此时宣扬一下他的教义。不，你错了。孙悟空摇了摇头，直接打断他的话。那你告诉我，什么是佛？如来反问。在他这个万佛之祖面前，你一个半路出家的野猴子，难道比他更懂？只要一心向善，人人皆是佛。此言一出，如来顿时色变，这是对他权威的挑衅，也是对当今佛门的否定。人人都是佛，那他们算什么？狂妄！如来怒喝一声。啊，这就算狂妄了吗？孙悟空轻笑一声，身上的气势开始节节攀升。邪魔入侵，尔等神佛不想着庇护众生，只顾眼前的蝇营狗苟，你也配称佛？孙悟空话毕，手中金箍棒顿时燃烧起一层火焰。若神界都如尔等这般，那不要也罢。金箍棒一抖，携带着万钧之势，重重地砸在如来身上。砰！如来身上的金光破碎，一缕鲜血自他嘴角溢出。他竟然受伤了！如来眼中闪过惊骇之色，他的信仰之力断了，已经无法再帮助他恢复伤势。这怎么可能？他的信徒有亿万之多，怎么可能说断就断？身为佛祖，不想着庇护众生，却只想着从世人身上获取信仰，真以为世人都是你们圈养的牲口吗？又是一棍落下，咔嚓！如来的一只手臂呈现不规则的扭曲。残害一心向善之人，将他们驯化成你的走狗，如有不从，便是大逆不道，就想尽办法把他们给灭杀，这就是你的道吗？第三棍落下，如来口中喷出鲜血，重重的摔落尘埃中，口口声声让众生回头，你可曾回过头看一眼这满目疮痍的世界？第四棍落下，如来的身体爆碎，化作一片血雾。天竺境内，一些佛教信徒发现自己供奉的神像开始出现了裂痕，而且裂痕还在一点点扩大，直至砰的一声化作齑粉。如来死了，被孙悟空四棍给打死了。看着手持长棍屹立在虚空中的身影，观众席上一片死寂。谁都没有想到，强如释迦牟尼这种神王级强者，竟然会输在一只野猴子手中。不，他不是野猴子，他的名字叫齐天大圣孙悟空。半晌之后，爷，大圣爷牛逼，不愧是齐天大圣，太猛了！天竺的人服不服？大圣爷，您需要神眷者吗？看看我咋样？我这人打小，我妈都说我像只猴子。从今往后，我谁都不服就服大圣爷，请收下我的膝盖。不行，我要去后山给猴子们送点水果，聊表心意。台下的蒋文明也是激动无比，谁能想到孙悟空居然这么猛，竟然把如来给打死了？他还以为这一局也会输呢。此时，天竺帝国观众席一个个如丧考妣，他们的佛祖如来竟然被杀了，这简直骇人听闻，以至于到现在，他们还没有从刚才的震撼中回过神来。连佛祖都输了，我们还有机会赢吗？怕什么？我们还有梵天大神，只要他出手，绝对可以灭掉这只猴子。对，创世神梵天才是我们天竺最强的神器，只要他肯出手，我们就还有机会。然而就在这时，却听到擂台上传来一声怒喝。天竺的诸神听着，主动离开神界前往天外。若还敢下界，俺老孙少不得去你们那里一一拜访。孙悟空的声音宛如闷雷，震得人耳膜生疼。虚空中出现一双巨大的眼眸，看了他一眼，然后又缓缓消失。支持人波比的身影出现，手持话筒高声喊道：恭喜华夏帝国赢得本次幻冥神战的最终胜利！此言一出，天竺观众席顿时一片沸腾。不可能，我们天竺还有那么多神明没有出战，怎么可能输了？黑幕，绝对是黑幕！梵天大神，请您降临救救您的仆人吧！有怒骂，也有哀嚎，众生百态，不过如此。主持人波比虽然很不满天竺人说他黑幕，但还是耐着性子解释了一句：天竺诸神无人愿意出战，所以判定你们输了，谁还有意见？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语气也变得冷淡几分，威严的目光扫视全场，竟无一人敢与他对视。看到这幕，众人才想起来，眼前这位也是神明。见无人敢说话，波比继续开口：请华夏代表选取你们的战利品。选项一，天竺帝国5成国运；选项二，造化之药；选项三，天竺帝国1半土地、人口。波比说完，将目光落到蒋文明身上。蒋文明此时正在跟孙悟空交谈，闻言看向波比：5成国运、1半土地、人口，还有造化之药是什么东西？他将目光投向李建国，希望他帮自己做出选择。文明，选择5成国运吧，这对我们华夏太重要了。
李建国有些激动地喊道：“天竺身为大国，国运自然昌盛无比，如果能掠夺走5成国运，这对他们华夏的好处简直无与伦比。”然而，就在这时，孙悟空突然开口：“小子，别听他的，选择造化之药。”猴哥，这造化之药是什么东西？蒋文明有些不解，怎么听孙悟空的意思，这东西好像比5成国运还要珍贵。那是诸神回归的坐标，一共有5个，当你聚齐之后，便可以重新打通神界与人间的通道，迎诸神真身回归。猴哥，能不能跟我讲讲诸神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们华夏的神集体消失，就连名讳也没留下几个？蒋文明忙问，他感觉自己似乎触摸到了神话擂台的核心秘密。嗨嗨，孙悟空正在开口，却听到一旁的波比轻咳了2声。有些话俺老孙不能说，你只需要记得尽快凑齐造化之药即可，到时候自会明白一切。孙悟空说完，抬头看了眼虚空，俺老孙也该走了，八戒，你愿不愿意随俺一同前去？孙悟空又看了眼台下的猪八戒，行吧，待俺老猪再尝一口人间烟火，免得以后没机会了。猪八戒咧嘴一笑。蒋文明心中一震，什么叫以后没机会了？难道他们要去的地方很危险？正准备询问，却看到孙悟空伸出毛茸茸的爪子，在他的眉心轻点了一下，一段晦涩难懂的口诀传入他的脑海中。俺老孙不喜欢欠别人人情，我管你天资聪颖，今日便将传你地煞72变和筋斗云神通，就当是送你的礼物了。多谢猴哥。蒋文明强压着内心的激动，连忙道谢，然后偷偷瞧了眼一旁的猪八戒，满心期待。猴哥都给东西了，二师兄总不能空手吧？你瞅俺老猪做什么？能教的猴哥不都教你了吗？猪八戒翻了个白眼，但还是伸出一根手指点在蒋文明眉心处，吞天元气。蒋文明心中一喜，这门功法他之前见猪八戒使用过，可以快速吸收周围灵气，提升自身战力，非常实用。白嫖了3种神通，蒋文明的嘴巴都要咧到后脑勺了。以前看《西游记》的时候，他就幻想着跟孙悟空一样，可以千变万化，一个跟头10万8千里。所以说，做人呢，还是需要有梦想的。这不，现在就实现了。好了，此间事已了结，俺老孙也该走了。小子，人间若再有不平事，记得给俺老孙奉上3炷香，纵使相隔万里，俺老孙也会赶回来，还世间一个公道。孙悟空这句话不只是说给蒋文明，也是在说给在场所有人听的。他要告诉其他帝国的神，若有人敢不守规矩，他还是会回来的。俺也一样。猪八戒怀中抱着一堆华夏供奉的瓜果美食，含糊不清地说道：“走了，俺老孙去也。”孙悟空一个跟头翻上云头，化作流光消失。猴哥等等我！猪八戒连忙3下5除2，把怀中食物吃完，衣袖一甩，也跳上云头，疾驰而去。晚辈蒋文明恭送齐天大圣、天蓬元帅。说着，朝着2人离去的方向躬身一礼。华夏区所有人也都躬身行礼，为他们俩送行。小娃娃，刚才有句话忘了告诉你，下次唤名那几位大佬的时候，尽量别用真名，用化名，他们一样可以感应到。猪八戒的声音在蒋文明耳边响起。可当蒋文明抬头时，早已经不见了他们的踪影。不让用真名，尽量用化名。蒋文明心中疑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说。连猪八戒都称之为大佬，那至少也是3清4御层次。难道这里面有什么隐秘？仔细回想，好像华夏帝国这么久以来，还从未出现过那个层次的大佬。目前为止，出现的地位最高的2人，一个是始祖神农，一个是妖皇帝俊。但这2位却从未真正下场战斗，或许真的存在某种限制。既然想不通，那就不去想好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将造化之药拿到手。蒋文明收敛心神，朝主持人波比抱拳，开口：“我选择造化之药。”可波比点了下头，然后伸手一招，天竺帝国的国运浮现，宛如一只狰狞的猛虎。波比的手掌探入猛虎腹部，从里面取出一枚淡金色的钥匙。在金色钥匙被取出的瞬间，那只代表天竺国运的猛虎轰然破碎，国运消散。天竺境内大地开裂，海水倒灌，一派末日景象。神话擂台上的各个国家观众在看到这一幕后，只感觉脊背发凉。就连蒋文明也没想到，造化之药竟然是国运的核心，一旦失去，国运就会彻底崩塌。天竺完了，他们甚至比樱花国的下场还要悲惨。樱花国没有造化之药，所以他们只被掠夺了气运和土地人口，虽然损失惨重，短时间内还不至于被灭国。而天竺这次则是要被灭国了。天作孽犹可谅，自作孽不可活。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蒋文明感慨一句，这一切都是他们咎由自取。相信如果今天输的是他们华夏，那下场也绝对不会比他们好到哪去。你们如果愿意接纳他们，我可以做主让天竺归入华夏版图。波比突然开口。蒋文明一愣，随即看向李建国，这种事他可做不了主，还得让大佬发话才行。李建国见蒋文明看向自己，也露出迟疑之色。从道义上来讲，天竺的百姓是无辜的，如果就此导致他们因为国运崩碎而死，他也有些于心不忍。但从立场上来讲，他并不愿意接收那些人。天竺人口太多了，丝毫不亚于他们华夏，真的贸然接收，很容易被他们反客为主。毕竟他们可不像樱花国那些奴隶，他们更像是难民。1/5，我们最多接收1/5的人口，这是底线。李建国神色凝重道：“1/5的人口，他还能通过各种手段分化，进而让他们融入华夏。如果太多了，那就有些危险了。”蒋文明看向波比，摊了摊手，表示这就是他们的底线。其实按他个人心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别的国家死不死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你今天接收这些人，难道他们就会感恩吗？不，并不会。他们只会记得是你们毁掉了他们的故乡。但李建国才是领导人，蒋文明也不好说什么，他就老老实实当个工具人就好。我明白了。波比点了点头，
伸手一指，天竺的版图临近华夏帝国的地方开始一点点和华夏融合，一条五爪金龙自华夏上空凝聚成型，然后一头扎入华夏境内。这是国运印记，代表华夏帝国接纳了那片区域以及那片区域内的人。在版图融合后，这片区域就算是彻底属于华夏了，哪怕1米之外发生地震，也不会再波及到这里1毫米，因为受难的是天竺，而不是他们华夏。此次神话擂台也算到此结束，场内的观众也开始纷纷散去。文明，你跟我来一下。李建国朝着蒋文明招了招手。主席，你有什么吩咐？离开神话擂台，回到首府会议室内，蒋文明有些疑惑地看向李建国。别紧张，我这次只是想问问，你对华夏接下来的发展有没有什么意见？李建国摆了摆手，示意他坐下说。没有，我只是一个刚刚毕业的高中生，哪里懂这些？蒋文明果断摇头，政治上的事他不想参与进去，除非关系到华夏存亡，要不然他现在还是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实力上不去，说什么都是屁话。如果不是他这2场神战的表现，估计这位大佬看都不会多看自己一眼。归根结底，还是他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但华夏发展这种事是李建国的职责，他可不想参与其中。用阴暗点的想法来说，那就是谁知道将来华夏彻底崛起后，他会不会被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毕竟当个人武力凌驾于群体之上时，社会的秩序就会崩塌。身为上位者，肯定不会容忍这种情况出现。他必须要做好最坏的打算，至少在诸神回归之前，他必须苟住。李建国并不知道蒋文明此时内心的想法，他现在也是一个头2个大。这2场神战，他们华夏表现得太亮眼了，简直就是碾压式的胜利。虽然很爽，但后续的麻烦也接踵而至。其他几大帝国肯定会心生警惕，甚至联合起来对付他们。虎无伤人意，人有杀虎心，因为他们的本身就是一种威胁，谁也不想沦为天竺帝国这样的下场。哪怕他们华夏并无侵略之心，可谁会信呢？最关键的是造化之药。按照孙悟空的话来说，这东西他们必须尽快凑齐，这就意味着他们与其他帝国早晚会有一战，唯一的区别就是主动还是被动罢了。一想到要与其他几大帝国神战，李建国就感觉一阵头疼。孙悟空的话可是当着所有人的面说的，想瞒都瞒不住。估计这会儿其他几大帝国都开始商量怎么对付他们了。就在此时，门口突然走进来一群人，正是以龙野为首的神眷者们以及华夏的10几位上将。见到他们到来，蒋文明连忙从座位上起身，就准备告辞离开。文明啊，你也坐下吧，一起商量一下华夏接下来的行动。李建国显然是没把蒋文明当外人，这种机密会议也让他参与进来。蒋文明无奈，只能重新坐下。等所有人都落座，李建国这才开口。此次神战虽然胜利了，但后续麻烦也有不少。今天的会议一共讨论2个话题：第一，如何处理天竺、樱花2国的人，还有他们的国家；第二，怎么应付另外几个帝国。樱花帝国已经半废，掀不起什么风浪了，天竺也已经覆灭。据目前情况来看，不出半个月就会彻底沦为废墟。我建议派兵一举拿下2大帝国，将他们归入华夏版图。这样一来，整个东方就只剩下我们华夏一个帝国，国运必将暴涨，福泽后人。这个想法虽好，但非一日之功。先不说派多少人才能拿下他们，单是2大帝国的人民安置都是一个大问题，稍不留神就可能为华夏埋下灭顶之灾。难道就这样放任不管？要知道，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就算我们不出手，其他几个帝国也会出手的。到时候被他们抢占先机，国运暴涨，对我们来说也是一大威胁。说来说去还是安置的问题，要不然效仿日不落帝国，将他们全部当成奴隶，必要时候住口！听到这里，李建国一拍桌子，怒喝一声：如果我们效仿日不落帝国，将他们献祭给神明，那和他们还有什么区别？这种有违天和之事，你觉得哪位神明敢应？靠献祭人生来讨好神祇，这是那些西方帝国常干的事，因为他们的神明本就残忍嗜杀，不在乎这个。如果换成华夏神明，你敢这么做，别说好处，他们不当场拍死你都算是好的。这么大因果，哪位神仙敢见？这可是2个帝国的人口加起来10几亿人，哪怕是最残忍嗜杀的妖族，也不敢承接这种因果，除非他们不想活了。李建国目光扫视全场，最后落到蒋文明身上，见他也在沉思，于是问道：文明，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见所有人都看向自己，蒋文明挠了挠头，有些为难地说：要不然让他们互相监督，详细说说。李建国闻言顿时来了兴趣。我觉得天竺也好，樱花也罢，他们都属于外来者，如果让我们的人去监管，无论好坏，都会让他们觉得是因为我们才会落到如此地步。对他们好了，他们会觉得我们好说话；对他们不好，他们又会怀恨在心，到时候难免会生异心。不如让天竺和樱花国的人互相管理，樱花国这边就不用说了，他们是奴隶，无法背叛，让他们管理天竺的人，这样多少给他们一个盼头。天竺这边是难民，但人口众多，我们可以抽调一部分亲近华夏的人作为代表，让他们管理樱花国的人。这样一来，他们也不至于感觉我们对他们不重视。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算真的出现什么意外，我们也可以甩锅给他们。我觉得以他们国人的性子，对付不听话的人，绝对比我们更擅长。到时候狗咬狗也好，互相监督也罢，对我们来说并没有多大损失。蒋文明之所以敢这么说，是因为他想起了前世的抗战时期，以樱花国人的狠辣，绝对可以将天竺人收拾得服服帖帖。到时候他们只需要出面安抚，双方一对比，自然就能笼络人心。李建国等人闻言，一个个面露奇异之色。好一招驱虎吞狼之计，这个方法虽然大胆，但如果成功的话，绝对可以解决当下困境，甚至为将来收纳其他帝国人口作为势力。这个方法听起来可行，
但怎么保证樱花人和天竺人会按我们说的去做？要知道他们落到如此下场，全是因为我们华夏，心里面对我们的恨意绝对不小。一位将军追问，他们国家有这么多人，总会有几个怕死的，不同意就杀，直到有人同意为止。对于这两国侵略者，蒋文明可不会跟他们将什么人道主义。我觉得可以一试，不过要先做一下细节上的更改。天竺那边不能松口，他们是难民，而且很多都是天竺神明的信徒，太危险了，还是让樱花国的人去管理他们好了。有奴隶印记在身，谅他们也不敢耍花样。龙也去过天竺，知道他们这些狂信徒的可怕，这是一群疯子，为了信仰可以做任何事，根本不会在意自己的性命。这种人绝对不可以成为领导者，更不允许他们接触华夏人。好，就按你说的去办，回头你定一个具体章程出来。现在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怎么处理另外几个帝国。如果说刚才是内忧，那现在就是外患，一个处理不好就会为华夏引来灭顶之。我们华夏今年的主动开启神战机会还没用，要不然直接选一个帝国开战吧。打是肯定要打，但这个目标选谁比较好？要不然选日不落帝国，他们刚刚经历一场战斗，此时正处于虚弱期。我觉得选教皇国比较好，他们的神系并不算太强，以我们华夏的实力，应该有很大胜算。教皇国有红色神旗，难免不会出现意外。我建议选择埃及，他们的神系虽然庞大，但高端战力并不多。见众人讨论不休，蒋文明干脆靠在座椅上，开始思考如何给众人科普华夏神系的事。华夏神系里面的人物太多了，一时半会也科普不完，只能先挑选一些比较出名的来宣传了。蒋文明开始回忆自己脑海中的神话故事，突然脑海中闪过一道灵光。按照华夏神话史，一共分为5个阶段：盘古开天、巫妖之战、女娲造人、封神之劫、西游记。或许我可以把这些故事写出来，这是华夏神话体系中的主流，还有一些山海经内的神话故事，他也可以补充上去。想到就去做。于是蒋文明偷偷拔掉自己几根头发，然后利用孙悟空传授的72变变出来10几个自己。见到房间内突然多出了10几个蒋文明，周围的议论声顿时戛然而止，所有人都一脸疑惑地看向他。没事，你们继续，不用管我。蒋文明冲着众人歉意一笑，然后在众人错愕的目光中取出纸笔，分发给所有分身。你写山海经，你写封神榜，你写西游记。蒋文明给一众分身安排任务。龙也看了他一眼，悄悄凑过来问道：你在干嘛？我想给众人科普一下华夏的神话，想来想去还是写小说最合适，通俗易懂，还好记。蒋文明解释。坐在会议桌首席的李建国闻言脸色一僵，心里暗道：你小子做事能不能分个场合？现在不是讨论怎么处理其他帝国的问题吗？你趴这里写小说算怎么回事？还召唤出10几个分身一起写，这一行都内卷到这种程度了吗？不过吐槽归吐槽，他也没有阻止蒋文明的行为，反而有些好奇他究竟写了什么。西游记，这个他之前在神话擂台上听过，所以将目光转向另一个蒋文明。只见上面写着封神演义4的大字。继续往下看去。殷商末期人王帝辛前往女娲宫祭祀，为众生祈福，见其神像艳丽，心中有感，遂取出利剑，于石壁上刻下一诗：凤鸾宝杖颈非常，尽是泥金巧样装。区区远山飞翠色，翩翩舞袖映霞长。梨花带雨争妖艳，芍药龙烟逞媚妆。但得妖娆能举动，取回长乐是君王。女娲见其如此放浪形骸，便命其麾下9尾妖狐下界，毁其国运，另择明主。咦，女娲娘娘不是圣人吗？怎么不直接出手灭掉帝辛，反而要费这么大周折？众人读到这里，纷纷看向蒋文明，等他给出解释。女娲娘娘是圣人不假，但帝辛是当时的人王，单从地位上来说，丝毫不弱于圣人，麾下能人异士数不胜数。之前出现的孔宣就是他的属下。蒋文明给众人科普：什么？孔宣大神竟然是他的下属？众人闻言全都目瞪口呆。那可是红色神旗，神王级的存在，竟然还只是这位纣王帝辛的下属，那他本人该有多强？不只是孔宣，包括哪吒，还有他的父亲李靖，也都是他的下属。只不过后来叛变投靠了姜太公。一旦激起千层浪，蒋文明的话宛如深水炸弹一般，炸得众人晕晕乎乎的。他们还是第一次听说人族里面竟然有比神仙还厉害的人物，尤其是看到姜子牙奉命下山寻找人主的时候，一个个更是被震撼得无以复加。人、产、劫3教竟然这么强大，连金仙也只是3代弟子，大罗金仙居然有几10位，还有3位圣人。你们看这里，一名将军指着另一个蒋文明化身，他写的是《山海经》，也是华夏最权威、最早的神话故事。从盘古开天到龙凤麒麟，再到红军戎道、巫妖之争、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密密麻麻，看得众人心神向往。原来我华夏的神明居然如此强大，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非其他几大帝国可比。主席，我建议主动出击，掠夺造化之药。附议，理应如此。先打北欧吧，他们元气大伤，对付他们应该不会太麻烦。我觉得可以先打埃及，然后是教皇国，最后对付希腊。听着众人的议论，李建国也从华夏神话史上收回目光，眼神前所未有的明亮。文明，你写的这些可都是真的？你有没有把握唤醒他们？先打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蒋文明的态度。目前为止，只有他认识那些神明，也只有他才能唤醒对方。蒋文明不点头，他们讨论再多也没用。自从看到蒋文明写的华夏神话史之后，众人的心态不知不觉间发生了转变，从一开始的怎么打，变成现在的准备打谁。这些神话故事中的人确实是真的，如果能随机出来，我也有把握将他们唤醒。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只能进行一次神战。如果对方选择擂台模式，我们恐怕很难拿到造化之药，除非让他们主动对我们开战。神战中，被动一方可以选择战斗模式，这一点众人都很清楚。换做以前的话，擂台就擂台好了，
慢慢打便是。但自从造化之药的秘密被曝光后，这就不一样了。一旦失去造化之药，就意味着国运崩碎，没人敢轻易冒险，因为输的代价太大了，根本承受不起。要不然我们故技重施，逼他们主动出手。龙爷想像对付天竺一样，跟他们线下对决，以他们现在的实力，绝对是稳赢。不行，太冒险了，万一对方狗急跳墙，不顾一切的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我们百害而无一利。李建国摇头制止了龙爷。其实他最担心的倒不是这个，而是担心对方也用这种方法来攻击华夏。有千日做贼的，没有千日防贼的。看着龙爷有些失望的表情，蒋文明不知怎么的想起了前世的一个梗：孙子出来之前，大家老老实实步兵打仗；孙子出来之后，大家一个比一个玩得脏。这话用来形容此时的龙爷最合适不过了。他做初一，其他人难免会做15，毕竟人类的天性就是复读机。原创或许不行，但抄袭一个比一个溜。如果你有把握，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打希腊帝国。李建国沉吟片刻后开口：希腊帝国？蒋文明一愣，有些疑惑地看向李建国，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奥林匹斯神系强大无比，比起我们华夏帝国也不遑多让，两虎相争，总好过被他在一旁盯着。李建国的话，众人听明白了。其他帝国实力不如希腊和华夏，所以他们两家打起了的时候，其他人在胜负未分之前绝对不敢轻举妄动。猛兽虽伤，余威仍在。相反，如果他们先打教皇国裔或者埃及，一旦出现损伤，希腊绝对会趁机进攻华夏。这样一来，哪怕他们能应付，也会损失惨重。与其被希腊捡漏，不如以全胜姿态先跟他们交手。蒋文明在想通其中关键之后，深吸一口气，感觉身上的压力很大。奥林匹斯诸神他也比较熟悉，正因为熟悉，才明白他们的可怕。跟天竺不同，天竺虽然神奇比较多，但派系不同，而奥林匹斯诸神则更像是家族，所有神明同出一源，凝聚力远非天竺可比。神王宙斯、海神波塞冬、冥王哈迪斯、神后赫拉、太阳神阿波罗、战神阿瑞斯等12主神。但这不是关键，这些人虽然强大，但也只是大罗金仙层次。蒋文明真正顾忌的是他们上面的神明。要知道，宙斯他们只是3代神，上面还有2代神明呢。比如2代神泰坦12神，比如初代神大地女神盖亚、黑夜女神尼克斯、地狱深渊神塔尔塔洛斯、爱欲之神厄洛斯等，实力绝对堪比圣人，更不用说他们的创世神卡俄斯了，地位等同于盘古。这个神系，你可以看不起他们的人品，但是你不能看不起他们的实力。一想到奥林匹斯诸神之间的乱伦关系，就连蒋文明也是一个头两个大。像他们这种神系讲究血脉纯净度，血脉越接近长辈，他们的实力也就越强。但你挡不住他们乱来啊！奥林匹斯诸神里面，你随便拉出来一个，都有可能是谁的妻子，无论男女。就比如初代天神乌拉诺斯、初代海神彭托斯，他们不仅是盖亚的孩子，还是她的丈夫跟情人，并生下来泰坦12神。你说这些泰坦12神算是几代神？用现代的话来说，那就是我喊你哥，你喊我爸，还是亲的，就是这么乱。李建国几人见蒋文明许久不说话，还以为他遇到了什么难处。怎么了？没把握吗？不是没把握，而是蒋文明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该怎么给他们解释，只希望别打了小的来了老的，要不然我们真有可能不是他们的对手。见众人都看向他，蒋文明无奈地将奥林匹斯诸神之间的事给他们说了一遍。卧槽，是群狠人，呸，狠神！龙也听得目瞪口呆，其余人也都是面面相觑，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吐槽。良久之后，众人从震撼中回过神来。李建国轻咳一声：嗨嗨，文明啊，照你这么说的话，你觉得我们对上希腊有几分胜算？蒋文明思忖片刻后开口：初代神不出现的话，90%把握能赢；初代神出现的话，最多40%。难道我们华夏诸神之中，竟然无人能对付他们初代神？龙也对这个说法有些不信。不是没有，而是我担心他们不会回应召唤。蒋文明无奈地叹了口气，不是他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而是孙悟空曾说过，华夏诸神被困在某处，无暇分身。这一点，他在接受帝俊传承时候也曾匆匆一瞥。圣人们受于某种限制，无法回归，只是不知道奥林匹斯诸神受不受这种限制。万一再出现一次如来跟湿婆这种事，他上哪找第二个孙悟空去？魏延胜，先虑败，他必须将这种不确定因素考虑进去。就在此时，天空中突然响起几道声音。希腊帝国申请向华夏帝国开启神话擂台战，教皇国申请向华夏帝国开启神话擂台战，埃及帝国申请向华夏帝国开启神话擂台战。接连3条提示，顿时让在场所有人脸色大变。这群混蛋竟然联手！哪怕城府如李建国这般，也忍不住爆了粗口。3大帝国同时对华夏宣战，这要是说没有预谋谁信？如果只是其中一个，无论是谁，他都不会如此失态，因为他们本来就打算让对方先动手。但一下子来了3个，这谁受得了？我们怎么办？众人全都看向李建国。还能怎么办？只能应战了。文明，你说怎么打？李建国将希望寄托在蒋文明身上，现在能应付他们的也只有蒋文明一人了。要不然我们赌一把，对日不落帝国宣战。蒋文明神色凝重，沉声说道：日不落帝国？为什么是他们？这不是消耗我们自身实力吗？一位将军疑惑地看向蒋文明，其余人也纷纷投来疑惑的目光。你们还记得大圣爷临走时的话吗？造化之药一共有5把，现在我们拿到了天竺的，还剩4枚。如果我猜的没错，这剩余的4枚钥匙应该在我们华夏、日不落、希腊、埃及手中。这就说明我们占了2枚钥匙，只需要再拿到3把就行。如果能抢到日不落的那枚钥匙，或许能以此接引部分神明，接下来的战斗胜算也会大一些。
蒋文明在赌自己的猜测。你怎么知道？大圣爷告诉你的吗？为什么不是叫皇国？他们可是拥有红色神器的帝国。是啊，如果猜错了，我们就等于多树立了一个敌人，真正的要与全世界为敌了。众人七嘴八舌的讨论。我知道诸位在担心什么，这一点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们，教皇国绝对没有造化之药。蒋文明郑重其事地看向众人，以我对几大帝国神系的了解，无论是天竺、北欧还是希腊、埃及，他们的神明都是先天神，只有教皇国的神系是人神。他们虽然看上去很强大，但事实上根本无法和其他几大帝国媲美。试想一下，这么重要的宝物，怎么可能交给一个弱小的神系来保管？众人闻言都露出古怪之色。什么时候教皇国的神系都被称为弱小了？要知道，目前明面上除了华夏，可只有他们才有红色神旗。这样的神系弱小吗？见众人一副不信的模样，蒋文明也有些无语。难不成他还要给这些人科普一下教皇国的神系不成？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李建国开口了：“我相信你的判断，你既然已经有了决断，那就按你说的去做吧。有什么需要，我们华夏定当倾力相助。”见李建国都这么说了，其余人虽然还有意见，但也只能老老实实咽下。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大事上，永远就只能有一个声音。他们所要做的，那就是全力辅助，执行命令。那好，我现在就去准备。蒋文明点了点头。片刻之后，天空中再次传来一道声音：华夏帝国申请向日不落帝国开启神话擂台战。鉴于华夏帝国处于被宣战状态，此次申请优先生效。这是擂台规则，被挑战的一方有优先权，可以选择战斗方式或者主动选择对手。他们现在就是利用这个规则，暂时避开三大帝国的锋芒。日不落帝国某间会议室内，一名白发老者正一脸阴沉地看着另外几道投影。该死的华夏人，竟然敢率先对我们日不落帝国出手！查尔斯，现在我们的提议依旧有效，是否加入我们？代表着希腊帝国的投影传出一道声音：你们打算联合开启混战？我怎么知道你们不会偷偷对我们下手？查尔斯目光阴鸷，扫过三位帝国代表投影。华夏太强了，这一点你比我们更清楚。看看天竺帝国就知道，如果这么放任他们成长，要不了多久，整个神恩大陆都会属于华夏。只有提前扼杀他们，我们才能生存。埃及国王希斯科特语气凝重，他们的文献中曾经记载，在千年之前，他们的先祖曾经东征，结果刚到华夏边界就被人给打了回来，还因此损失惨重，以至于曾经辉煌无比的帝国分崩离析。我得到天父的神谕，东方这条巨龙绝对不能苏醒，要不然所有的神系都会遭受毁灭性打击。说话的人是当代教皇本16世，我也得到神谕，必须剿灭华夏帝国。最后一人是希腊的国王利努。查尔斯还准备开口，却看到一位进士急匆匆地跑了过来，然后趴到他的耳边悄悄说了几句。什么？查尔斯脸色骤变，见另外三人都看向他，连忙收敛表情，只是内心却掀起了惊涛骇浪。就在刚才，神殿内的神明传下旨意，让他同意联合，一起对付华夏。勉强压住心底的震惊，重新看向三人：我们日不落帝国同意联合，不过这次华夏打算先对我们动手，你们打算怎么帮忙？查尔斯看向三人：我们会派出大祭司前往日不落帝国，他们将代表我们出战，剩下的就看你了。开启混战模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出手。好，我现在就去申请。查尔斯说完，直接起身离去。很快，神话擂台上便传来消息：日不落帝国申请开启混战模式，希腊帝国、教皇国、埃及帝国同意申请，华夏反对，反对无效，申请成立。华夏帝国会议室内，李建国几人脸色异常难看，他们想过对方会针对他们，但没想到他们居然联合开启混战模式，这是要开启世界大战吗？一位老将军怒道：现在这种情况可比世界大战还要严重，一旦输掉神战，那就是亡国灭种的代价。面对失去国运庇护后的天罚，哪怕他们科技有多先进，也无济于事。神明的伟力岂是他们现在的科技能抗衡的？我们要怎么办？俗话说好虎也怕群狼，更何况这四大帝国可比群狼要恐怖得多。召集所以神眷者，按照文明写出的清单增加词条，提升血脉亲和度。国内所有电台全方位播放华夏神话史，让所有军队待命，随时准备应对接下来的突发情况，务必保护百姓们的安全。一道道应急预案自李建国口中说出。此时，这位华夏最高领导人展现出他原本的魄力，哪怕这次神战输了，他们也要尽可能的保护华夏人民的安全。做完这一切之后，李建国神色郑重地看向蒋文明，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朝着他深深鞠了一躬。主席，您这是做什么？蒋文明被吓了一跳，连忙伸手搀扶。文明，这次神战就拜托你了。李建国面容上前所未有的严肃。我本就是华夏的一份子，这种事自然责无旁贷。您快起来，这样我可是会折寿的。您总不能让我年纪轻轻就英年早逝吧？我还没娶媳妇儿呢。蒋文明半开玩笑地说道。这种时候，他必须要表现出镇定，如果连他都不知所措，那其他人只会更紧张。或许是他的话起来作用，李建国直起身，脸色也稍微缓和了一下。如果这次神战胜利了，华夏境内，你看上哪家姑娘，我亲自为你去说媒。那我要都看上了呢？蒋文明贱兮兮地反问。你小子就算年轻也要学会节制，毕竟肾只有2个。李建国也被他的模样逗乐了，笑着调侃道：肾虽然有2个，但我分身多啊。蒋文明在心里默默回了一句，只不过这话他可不敢说出来。见气氛活跃起来，其他人也纷纷松了口气。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他们也只能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了。好了，趁着还有时间，我们讨论一下参赛名单。李建国抬了抬手，示意大家安静。本次虽然是混战，但也难保他们不会选择神话擂台，
所以还需要挑选出一些候补出来。我们龙卫军愿意一战。龙野闻言，当即站出来表态。龙卫军虽然实力大增，但你们还有更重要的事去做，除了你之外，其他人不能参与。李建国摆了摆手，示意他先别激动。其实我一个人就够了。龙野将军，你们还是留下来应对突发情况吧。蒋文明突然开口。你一个人？李建国一愣，还以为自己听错了。神话擂台也好，幻冥神战也罢，说到底还是要依靠神明。就目前而言，华夏境内除了我，好像也没几位能认全华夏神明吧？你的意思是，我得到齐天大圣和天蓬元帅的传承，掌握了一些神通，再加上我自身的实力，就算是神话擂台，他们也拿我没办法。相反，如果是神话擂台，我们获胜的几率更大。如果只是幻冥神战，我也有信心独占群雄。得到4位大佬的传承，说实话，蒋文明还真不怂任何人。他现在有多强，就连他自己都不清楚。反正早已经脱离了凡人的范畴。既然你这么有信心，那就依你所言。李建国被蒋文明身上的这种自信感染。蒋文明说的没错，无论是个人实力还是知识储备，都不是其他人能够比拟的。如果连他都失败了，其他人估计更没戏。很快，天空中神话擂台出现。这一刻，全世界所有人都停下手上的事情，齐聚神话擂台之上。什么工作、娱乐都无所谓了，赢了他们才有以后。输了只有世界末日。神恩大陆上所有国家的人全都来了，这让神话擂台的观众席上前所未有的热闹。7大帝国，6个附属国，按照各自的阵营划分，分别落座。蒋文明此时才注意到，他们华夏区观众席旁边好像多了一小片区域，那是宇宙国。蒋文明有些诧异，之前只是听说宇宙国跟华夏对战失败，却没想到他们成为了华夏的附属国。还有曾经的第一强国美洲国，此时也位于教皇国帝国下方。观看一圈，除了日不落帝国以外，其他帝国都有附属国，就连被灭掉的天竺帝国和损失惨重的樱花国也不例外。华夏帝国必胜！突然有人喊了起来，只是这个声音听起来怎么怪怪的？蒋文明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却发现喊口号的并非华夏区观众，而是樱花帝国。这倒是让他一脸懵逼。像是看出了蒋文明的疑惑，龙野压低声音对他说道：“今天刚得到的消息，樱花帝国那边决定举国加入我们华夏，成为我们华夏一个省，就叫樱花省。”蒋文明，难怪这么热情，原来这是打算举国加入华夏了。还真是他们的无耻风格，你强他们就比狗还听话，你若他们转身，就会给你来上一口。不过想想也是，以他们现在的情况，被吞并不过是早晚的事。与其被西方那些国家吞并，不如主动投靠华夏。毕竟华夏乃是仁义之邦，不会虐杀或者献祭他们。两害相衡取其轻，更何况他们本就是华夏帝国遗留在外的后裔，这也算认祖归宗了。本次战斗选择神话擂台战，请双方选手入场。主持人波比的声音传来。神话擂台，蒋文明面露喜色，看样子对方还不知道他的底细，或许我可以趁机阴对方一把。蒋文明心里暗搓搓的想着，然后走上擂台。日不落帝国出场的是一名大胡子中年人。小子，我听说你是红色神旗的神眷者，你最好祈祷能刷新到本命神旗，要不然哼哼。果然是西方蛮夷，一点教养都没有，就不能学学我，文明一些？蒋文明说着，对着那人伸出一根中指。对方虽然没听懂蒋文明的话是什么意思，但这个中指他还是看到了的，毕竟是通用手势，嘲讽必备技能。你找死！大胡子被气得双目圆瞪，差点喷出火来。双方选手准备进入造化之门，见两人还想继续打嘴炮，波比适时的站了出来。哼！大胡子冷哼一声，转身就踏入造化之门。蒋文明也没有继续停留，也转身进入自己身后的造化之门。数百道流光在造化之门内环绕，比起他上次进来多出来10几倍不止。很快，10尊神像出现在蒋文明跟前。蒋文明一一看去，脑海中顿时浮现出这些神像的身份：人王地心、凶兽烛龙、凶兽相柳、凶兽九鹰、玄蛇、麒麟、龙须虎、青狮精、哮天犬，以及最后一位老鼠模样大妖。这次居然有10尊神像出现，连地心、烛龙都出来了，档次提升这么多。这两位不用说也知道，绝对是红色品质神器，毕竟身份实力在那摆着呢。其他8位虽然不如这俩大佬，也都是金仙级的存在，选谁好呢？如果不是要连战4大帝国，蒋文明肯定会选烛龙，毕竟这可是丝毫不弱于圣人的大佬。但现在他要连战，而且还是在圣人们不出的情况下，这样一来，他的可选择性就小了许多。这种能够越级而战的大佬，可真是选一个少一个。人王地心与我的力量体系冲突，暂时不能选，烛龙当个备选。香柳、九鹰、玄蛇之流虽然能力特殊，但自身实力并不算多强。蒋文明用排除法将10尊神像挨个分析一遍，最后将目光落到哮天犬、龙须虎和最后一位老鼠模样的大妖身上。说实话，他记忆之中类似老鼠的大妖并不多，其中最出名的只有4位：无底洞的地涌夫人，对方的形象是女的，与眼前神像不符。第2、3位就是锦毛鼠和他的2个哥哥吞天鼠，是天鼠，这俩一体双生，显然也与眼前的神像不符。第4位黄蜂大圣，也就是《西游记》里面的黄鼠狼精，单论实力丝毫不弱于孙悟空，一口3昧神风，甚至吹瞎了孙悟空的眼。蒋文明不停地回忆关于黄蜂怪的介绍，将他与眼前的神像逐一对比，再看到对方身体周围的沙粒以及腰间的那盏油灯，最后终于确认眼前这个确实是黄蜂大圣。华夏区观众席上，蒋神怎么回事？怎么还没选好？会不会是出现的这些神明他不认识？怎么可能？你没听今天的广播吗？他可是亲手写了一部关于华夏的神话史，如果连他都认不出眼前的神明，那还有谁能认出来？那他怎么一直站在那尊老鼠神像跟前，
这个妖怪很厉害吗？谁知道呢？要我说，直接选那位龙形的神器多好，毕竟我们华夏的图腾就是龙，肯定不会弱。众人议论纷纷，而蒋文明此时也终于做出了选择，就选你了。只见他神色肃穆，朝着面前的黄风怪躬身一礼，开口说道：“能吹天地暗，善刮鬼神愁，裂石崩牙恶，吹人命吉休。晚辈蒋文明，恭迎黄风大圣降临。”一阵金色光芒亮起，虚空中浮现出一片黄沙景象。一位身穿黄袍的鼠头人身怪物正端坐在一处废墟的洞窟中，他像是感应到了什么一样，缓缓睁开了眼睛，仿佛透过无尽的虚空看到了这里。妖皇的气息，黄风怪眉头微蹙，随即端坐起来，一道金光自他体内飞出，没入虚空之中。片刻后，金光自虚空落下，没入神话擂台上的那尊神像里面。晚辈蒋文明见过黄风大圣。蒋文明朝着对方躬身行礼，不过却被他轻轻侧身避开。你既是妖皇传人，也算是我们妖族少主，除了妖皇陛下和圣人，没人能受得起你的礼。黄风怪宛如年长的智者，竟然没有半点妖族的狠戾气息。黄风大圣，我已经知晓此事，不必解释，我们出去吧。黄风怪摆了摆手，直接迈步走出造化之门。我去，蒋神竟然真的选择这位鼠族神祇，难道他是天庭12元神中的子鼠？你傻了吧？没听到蒋神刚才喊他黄风大圣吗？黄风大圣，难道又是一位大圣爷？嘿嘿，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我来给你们科普一下，这位黄风大圣可是曾经打败过齐天大圣的存在，不信你们去听听《西游记》第21回。卧槽，真的假的？他竟然打败过齐天大圣，这岂不是说他比如来还要厉害？这倒不清楚，不过应该差不多吧。我记得书里面说过，他偷吃灵山如来的灯油，然后跑了。啥？他偷吃了如来后跑路了？哎，你们听说了吗？这位黄风大圣曾经吃过如来。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他住在灵山受万佛供奉，稍不满意就会吃一口如来尝尝咸淡。随着众人之间的传话，黄风大圣的形象也越来越离谱，人物形象瞬间高大起来，一口气吹下了孙悟空，厉不厉害？不厉害，没事就啃一口如来，就问你们猛不猛？他们虽然没亲眼见过黄风大圣出手，但是他们见过孙悟空和如来啊。这样一对比，黄风大圣好像真的很牛逼。走出造化之门的黄风怪突然感觉自己好像受到香火供奉，这让他有些懵逼。难道这个时代的人间已经开始接纳他们妖族了？要不然这么多的香火供奉是怎么回事？身为大妖，吃人的事他们并不热衷，那是低等妖族才会干的事，属于肉食动物的本性。相反，拥有灵智的他们更喜欢潜心修炼，很少受外物影响。当年若不是被人要挟，我何至于去对付唐僧？回想起往事，他的眼中闪过一抹嗜血之色。他本是楼兰废墟的大妖，掌控这片沙漠，立地为王，自由自在。可佛门中人为了给唐僧制造麻烦，找来针对他的宝物，挟持他的子民，逼着他去劫走唐僧，而且还不允许他们真的伤害对方，要在适当时候放水，为的就是收买人心，好让唐僧可以死心塌地的信奉他们。可这样的结果就是他多年积累的功德毁于一旦，沦为他们口中的吃人妖怪。没想到过去这么多年，竟然有人为他奉上香火，这让他有种恍如隔世的错觉。另一边，日不落帝国的神眷者也已经出来，只是并未看到他召唤出来的神奇。难道隐身了？不对啊，洛基已经出现过了，不可能还有其他人拥有这种能力。正在蒋文明疑惑时，突然感觉到周围似乎有些昏暗，于是便抬头看了眼天空。可就是这一眼，差点没把他给吓死。一只狰狞恐怖的蛇头正处在他的头顶俯视着他，那阴冷的目光不带一丝感情，而且这只蛇的舌头庞大无比，几乎覆盖了整个天空。陈氏巨蟒耶梦加德，蒋文明不自觉地咽了口唾。这只巨蟒是北欧神话故事中体型最大的怪物，传闻它的身躯足以环绕整个世界一圈，所以它又被称为世界之蛇。没想到北欧一出手就放大招，居然召唤出这种怪物。蒋文明不自觉地将目光看向黄风怪，见他表情无喜无悲，心里也安定了不少。双方选手准备，比赛正式开始。鉴于耶梦加德的身躯太过庞大，所以此次战斗选择在广袤的海边，既有黄沙，也有海水，可以说对双方都有利，也对双方都不利。黄风前辈，麻烦您了。蒋文明朝着黄风怪抱拳，然后迅速退到一旁，警惕地盯着那个大胡子神眷者。真没想到自上古之后还能看到如此庞大体型的巨蟒，可惜只是头蛮兽。黄风怪感慨一声，身后的土黄色披风无风自动。嘶！耶梦加德吐出蛇心，就好像一根巨柱一般，朝着黄风怪刺去。风起！黄风怪轻喝一声，身前顿时刮起一阵狂风。耶梦加德一击失败，顿时张口喷出一道洪流。这是北欧中庭之海的海水，耶梦加德常年累月生活在那里，自然储存了不少的海水。此时张口吐出，以他的体型，可以说跟大洪水没什么区别。黄沙漫天！黄风怪是谁？他可是沙漠中的大妖王，一手封沙之术，操纵的出神入化。三昧神风吹过，地面上的黄沙被吹起，形成一道恐怖的沙尘暴。海水与沙尘暴撞在一起，变成粘稠的流沙从空中落下。黄风怪擅长术法，诡异莫测，而耶梦加德胜在体型庞大，肉身强悍。初次交手，双方谁也没能奈何得了谁。眼看自己喷吐的洪水没有效果，耶梦加德嘶吼一声，一条巨大的尾巴自大海中抽出，裹挟着万丈巨浪朝着黄风怪砸来。砰！耶梦加德的尾巴宛如天柱，重重地砸在地上，将黄风怪所在的位置砸出一个100米深的峡谷。这种体型的怪物，随便一击都是全方位覆盖，根本避无可避。蒋文明感受到那边的动静，扭头看了一眼，只见耶梦加德的尾巴胡乱横扫，却早已经不见了黄风怪的身影。
擂台下的日不落帝国观众纷纷开始欢呼起来。哈哈，可怜的华夏神明被耶梦加德大神一尾巴给拍成渣渣了，真是不自量力，竟然敢对我们日不落帝国宣战！我已经迫不及待的准备买几个华夏的女奴了。哈哈，华夏人口这么多，将来全都是我们的奴隶，我一定要效仿先祖，去华夏采购一番。无数讥讽从他们口中喊出，仿佛华夏就是他们眼中的一块大肥肉。华夏区观众虽然听得义愤填膺，但现在黄风怪生死未卜，想反驳都没有理由。我早就说应该选那头龙形神像的，这下完了，选只老鼠被对方一尾巴给拍死了。有人开始甩锅给蒋文明，你特么给老子闭嘴，睁大你的狗眼看看，蒋神还好好的，这就说明黄蜂大圣还没死，你在这放什么彩虹屁？就是，最讨厌你这种马后炮了。也有人站出来帮蒋文明说话，你们快看，那是什么？有人惊呼一声，众人的目光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沙漠之中竟然出现了第二条耶梦加德巨蟒。我的天啊，怎么会有2条巨蟒？完了，这下死定了，1条都无法对付，更何况2条。闭嘴！咦，沙漠中的那条巨蟒怎么飞在天上？卧槽，又一条巨蟒！正在众人疑惑时，天空中突然出现了第3条巨蟒。这一幕不仅震惊到了华夏区观众，同样也吓到了日不落的观众。他们可不记得耶梦加德巨蟒有什么双胞胎兄弟姐妹。就在这时，另外2条巨蟒突然朝着海边的耶梦加德冲去。耶梦加德见状，明显有些畏惧，就想回到海里。巨大的身躯扭动，卷起一片沙尘。忽然间，他发现那2只同类的身体似乎扭曲了一下。法克，是海市蜃楼，我们都被骗了。有眼尖的日不落观众注意到这一点，顿时反应过来。沙漠之中偶尔会出现一些幻象，这是因为光线折射的缘故。刚才耶梦加德掀起巨浪，落入沙漠之中，被沙漠高温蒸发，只是众人没有想到这一点罢了。就连蒋文明也有些意外，本以为是一场术法比拼，结果你给整出现代科学，这种违和感确实震撼到了不少人。神战之中，你也敢东张西望，给我死！就在蒋文明走神的时候，大胡子神卷者突然一个箭步冲到他的跟前，手中的长剑狠狠地朝着蒋文明的脑袋劈下。锋利的长剑毫无阻碍地将蒋文明的脑袋砍下。蒋神，文明！一声声惊呼响起，就连主席台上的李建国也是猛地起身。蒋文明死了，被人一剑砍下了脑袋，他们这一场输了。这些该死的混蛋，我去给文明报仇！龙野睚眦欲裂，说着豁然起身，朝着神话擂台走去。等等，还等什么？文明已经死了，如果我还不出手，我们华夏就要彻底输了。龙野有些生气，重重地砸了一下座椅。黄蜂大圣还在，比赛没有输。李建国看到场上黄蜂大圣依旧在和耶梦加德战斗，心里不由得有些疑惑。按理说神卷者死亡，被召唤出来的神明就会消失，可对方依旧还在，这是不是说蒋文明还活着？龙野闻言一愣，随即看向擂台，蒋文明的尸体还在地上躺着，但黄蜂怪依旧在和耶梦加德战斗，这让不少人都心生疑惑，战斗怎么还在继续？不是应该结束了吗？作弊，绝对是作弊！华夏帝国肯定串通了裁判啊！这人话还没说完，就直接被一道落雷击中，当场化作飞灰。而出手的波比甚至连解释的意思都没有，依旧没有露面。战斗继续。黄蜂怪此时悬浮在半空，手中取出一盏盛满金沙的油灯，尖细的手指轻轻捏出一把，放到嘴边吹了口气。呼！这口气虽然看上去很微弱，但是在离开他身体范围后，直接变成狂风，伴随着那些金沙，形成恐怖的沙尘暴。霎时间，天昏地暗，整个战场全都被覆盖进去。场外的观众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一幕，可惜沙尘暴太大，他们什么都看不到。嘶！耶梦加德的惨叫声响起，紧接着就是一只巨大的身影不停地扭动。这是3昧神风，可以刮金裂石，更何况里面掺杂了黄蜂怪炼制的金沙。现在的沙尘暴，别说是血肉之躯，就算是金铁也会被搅成渣渣。也就是耶梦家的皮糙肉厚才能坚持住，不过显然也坚持不了多久了。身上的鳞片被一层层划开，变得血肉模糊。他疼得不停扭动身体，想要摆脱沙尘暴，可惜他的身躯太大了，根本避无可避。沙尘暴每刮一次，就像是给他来了一次凌迟，这其中的痛苦可想而知。最关键的是，这些金沙并非凡物，而是黄蜂怪炼制的法宝，看上去虽然不起眼，但事实上不仅锋利无比，而且附着性极强，一旦沾染血肉之中，很难被弄出来。当初孙悟空被迷了眼睛，不一样成了瞎子吗？耶梦家的肉身虽强，但又怎么可能比得过石猴出身的孙悟空？伴随着沙尘暴的绞杀，原本土黄色的空气逐渐被染出一片绯红，那是耶梦加德的血液！快进入海里！大胡子神卷者也顾不得疑惑比赛为什么还在继续，连忙提醒耶梦加德：沙尘暴虽然厉害，总不能在水中一样生效吧？耶梦加德像是听到了他的话，扭转蛇身朝着海中逃窜。哼哼，还想跑？黄风怪冷笑一声，只见他深吸一口气，然后端起手中油灯，用力一吹，一股更强大的沙尘暴袭来，所过之处，无论是地面还是山石，亦或者海水，全都消失不见。耶梦加德刚跑出去一半的身体陡然一僵，血肉迅速消散，就好像被一股无形之力抹去了一般，甚至连血雾都没有出现。半晌之后，漫天黄沙散去，原本的大海不见了，耶梦加德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荒芜的沙漠。黄风怪收回油灯，身后披风飞舞，慢悠悠地落到地上。黄风大圣牛逼！我的妈呀，不愧是敢吃佛祖的猛人！起初我还不相信，现在感觉脸好疼。现在终于明白蒋神为什么选他了，
这一口气下去天崩地裂，两口气下去对方灰飞烟灭，简直帅瞎我了。不愧是有大圣名头的人，只有起错的名字，没有喊错的外号，老祖宗诚不欺我。以前听说吹口气都能吹死你，我只当是夸张，现在看来还是我太年轻，见识浅薄。黄风怪这一口三昧神风，直接给滑下去的观众们给看嗨了，各种马屁层出不穷。就在这时，一只狰狞蛇头突然从黄沙中窜出，一口咬向黄风怪。小心！有人发出惊呼，然而刚到一半便直接化作飞灰。另一边，大胡子神眷者一脸茫然地看着身后的蒋文明，神战之中还东张西望，你不也一样吗？蒋文明的话音响起，大胡子神眷者摔倒在地。他不明白已经死掉的蒋文明是怎么又活了，更不明白自己的身体明明没动，怎么能看到身后。可惜他没机会再明白了，意识陷入黑暗，彻底死去。蒋文明看着被他把脖子扭成麻花的大胡子神眷者，此时才算放下心里的大石头，轻轻打了个响指，地上的那具自己的尸体缓缓消散，最后化作一根头发落在地上。黄风怪看到这一幕，有些意外地看了眼蒋文明，不过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朝他微微颔首。此时主持人波比的身影出现，开始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擂台战，华夏帝国获胜。没有欢呼，没有激动，更多的是一张张懵逼的脸。滑下去的观众还沉浸在刚才那电光火石间的反转之中，感觉脑子有点不够用。蒋神不是已经死了吗？怎么又活了？有人问出众人的心声。好像是炸死，可是他怎么做到的？要知道，从蒋文明踏入擂台开始，就一直处在众人的视野下，全场上百亿人都在看着他是怎么换替身的。好小子，真有你的！龙野兴奋地跑过去，给蒋文明来了一个熊抱。刚才看到蒋文明被杀，他可是吓坏了，却没想到这只是他欺骗对方的手段，连他们自己人都给骗了。一点小手段，本来只是为了以防万一，却没想到误打误撞救了自己一命。蒋文明谦虚了一句，其实早在上擂台之前，他就偷偷使用了72变，用一根头发变成自己的模样，自己则是变成一只小飞虫，趴在分身身上。大胡子神眷者偷袭他的时候，他本来可以避开，但转念一想，觉得这对他来说或许是个机会，于是任由对方把自己分身斩首，自己则悄悄爬到对方身上，准备给他致命一击。只是他没有想到，黄风怪居然这么强，仅仅2口气就将耶梦加德吹得连骨头都没剩下。若不是最后关头耶梦加德临死一击偷袭，蒋文明就打算一直藏下去，不暴露这个能力。但当时情况危急，容不得他继续藏拙，只能无奈现身，从后面一把扭断了大胡子神眷者的脖子，这才有了刚才那突如其来的反转。你刚才所用的可是72般变化之术？你难道师从菩提祖师？不对，菩提祖师早已经封闭山门，不再传道，莫非是那只猴子传你的神通？黄风怪突然问道。只是这语气听起来似乎有些……蒋文明心里一突，想到两人之间的过节，一时之间不知道该不该说实话，像是看出了蒋文明的为难。黄风怪突然笑了笑，你不必紧张，我只是没想到那只猴子居然还活着，所以随口一问。前辈，往事如烟，都已经过去了，他也只不过是个可怜的棋子罢了。若我妖族妖皇还在，何至于让佛门如此欺凌？说到这里，他深深地看了眼蒋文明，直到将对方看得发毛，这才继续开口。你既然是妖皇的传人，那就应该重振我妖族，以恢复昔日荣光为己任。可晚辈是人族，并非妖族啊。蒋文明觉得对方好像误会了什么。人族？哼，在上古时期，你们也属于我妖族一脉，你可别忘了，创造你们的女娲娘娘乃是我妖族圣人啊。前辈的意思是说，我们人族也属于妖族？可如果这样算的话，那为什么妖族的力量体系不能与人族兼容？蒋文明可是清晰地记得，原主的记忆中确实出现过觉醒人族力量体系，然后召唤妖族失败的例子。妖族之人生性桀骜，如果没有绝对的力量或者地位压制，是不可能响应召唤的。不过你不一样，你乃是妖皇传人，地位等同于人王，普天之下除了巫族以外，无人敢拒绝你的召唤。黄风怪这是在暗示蒋文明不要拘泥于原有的规则，人与人之间是不一样的。这话倒是给蒋文明提了个醒，不知怎么的，竟让他想起了小学时候学的一篇课文《小马过河》。牛说河水很浅，不过只到膝盖，松鼠却说他的同伴过河被淹死了。两人都没有说谎，只是他们忽略了彼此之间的差距，这跟蒋文明现在的情况何其相似。见蒋文明陷入沉思，黄风怪也没有继续开口，而是静静地看着他。片刻之后，蒋文明朝着对方抱拳一礼，多谢前辈指点。无妨，此间事了，我也该离开了，你且上前一步。黄风怪招了招手，让蒋文明上前。蒋文明依言照做，来到对方跟前。只见黄风怪抬起手，用他那锋利的爪子在蒋文明额头上轻轻一点，一段信息涌入蒋文明的脑海：九妹神风。这是……蒋文明惊喜交加。你刚才帮了我一次，这就算是给你的回礼。那猴子传你的神通虽然神妙，但终究只是辅助手段，既为妖族少主，又怎能缺少杀伐之术？这门九妹神风乃是顶级神通，哪怕放到上古时期也是了不得的功法，你若能领悟一二，定能受用终身。黄风怪说完，身体化作一道黄风，没入造化之门。恭迎妖族黄风大圣归位。蒋文明朝着黄风怪离去的方向抱拳高喊。华夏万神殿内，在帝俊的神像下方缓缓多出一盏油灯，上面刻着黄风怪3个字。这些大佬不愧是讲究人，走了还不忘送我一种。通，如果每个都是这样的话，估计4大帝国打完，我都能原地成仙了。蒋文明心里美滋滋的，刚才粗略扫了一眼黄风怪传授他的神通，就知道对方没有吹牛。这门九妹神风确实是顶级功法，一共有3层，第1层三昧神风，练成之后可以刮金裂石，
但会被一些灵宝克制，比如避风珠、定风丹这类宝物。第二层六魅神风可摧骨蚀魂，圣人之下无人能幸免。到了这一层，基本上就已经不受外物影响了，这是针对元神的攻击。至于大圆满的九魅神风，九乃属之极，意味着极致，这是灭世之风，无物不摧，就算是圣人被刮到不死也要重伤。黄风怪修炼这么多年，也只是将这门神通修炼到第一层圆满，要不然也不会被灵吉菩萨给制住。要知道，在《西游记》里面对他的三昧神风描写有多厉害，一口气下去，9天10地全都震动。冷冷飕飕天地变，无影无形黄沙旋。穿林折林倒松梅，波土扬尘崩岭电。黄河浪坡彻底浑，湘江水涌翻波转。碧天震动斗牛宫，蒸蝎刮倒森罗殿。500罗汉闹喧天，8大金刚齐嚷乱。文书走了青毛狮，普贤白象难寻见。盘古至今曾见风，不似这风来不善。呼啦啦乾坤险不崩开，万里江山都是颤。上可吹动33重天的兜率宫，下可刮倒森罗殿。按原著所说，《西游记》后期那些下凡的妖怪，全都是因为他吹的三昧神风，才有机会逃下凡。当时蒋文明看这一段信息的时候，还以为只是夸大其词，现在看来，这应该就是说的九魅神风。只能说，如果孙悟空不是主角，黄风怪又有意放水，他有多少条命，当时也得交代在那里。这一点，看看耶梦加德就知道了。这位可是在北欧神话诸神黄昏中一口咬死雷神的存在，结果被黄风怪2口气吹的连渣渣都不剩。请华夏帝国代表登泪进行第2场比赛。波比的声音打断了蒋文明的思绪：“你要不要歇歇？让我先替你打一场。”龙也担心蒋文明消耗过大，试探着问：“不碍事，我还能继续。”蒋文明咧嘴一笑。事实上，他这会儿的状态比之前还要好，甚至有些迫不及待，想试试三昧神风的威力。见蒋文明这么说，龙爷也不再坚持，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以示鼓励。登上擂台，便看到日不落的第2名选手，这是一位前凸后翘、身材火爆的金发美女。见蒋文明上台，还冲他抛了个媚眼：“小帅哥，要不要考虑加入我们日不落帝国？以你的能力，只要过来，你想要什么都能满足你。”说着，还不忘舔了舔嘴唇，暗示意味十足。卧槽，日不落的人也太不要脸了吧！竟然对蒋神使用色诱！蒋神莫慌，让我来帮你解决这个妖女。秃驴竟敢跟贫道抢师太，你瞎吗？老子是程序员，不是秃驴，看到没有鸽子山？卧槽，你丫一看就是好员工，比秃驴还敬业。不要脸的大洋马，竟敢勾引我家蒋神！蒋神别答应他，你要是忍不住，等会儿我帮你。就是，我们华夏这么多美女，干嘛去他们日不落帝国？蒋文明上下打量对方一眼，淡淡的回了一句：“大妈，你脸上的粉掉了。”此言一出，那个金发美女笑容一僵，半晌才反应过来，这是在说她呢。不仅嘲讽她老，还说她化妆品涂的太多了，这简直就是对女人最大的羞辱。而台下的观众则是哄堂大笑，尤其是华夏的女性观众更是眉开眼笑。蒋神真是太损了，这话一出，我看那个老女人还有什么脸使用美人计？就是，瞧瞧她那张脸，嘴巴跟香肠一样，一看就是整容整的，就这模样还有脸勾引我家蒋神，真不要脸！什么叫你家蒋神？那明明是我老公好不好？呸！骚蹄子，还你老公，都20多岁了，还想老牛吃嫩草，要不要脸？你懂什么？老娘这叫丰腴，只有小孩子才会喜欢你这种黄毛丫头。擂台上，戴琼娜被蒋文明的话气得浑身乱颤，一双眼眸中几乎要喷出火来。法克，老娘待会儿一定要活剐了你！戴琼娜咬牙切齿地骂道：“你别抖了，待会儿硅胶再掉出来多尴尬。”蒋文明淡淡回了一句。戴琼娜一愣，没听懂他话里的意思。然而台下的华夏区观众再次哄堂大笑。卧槽，蒋神这嘴巴真毒，专挑要害桶，扎心啊老铁，吓人诛心！妈妈，蒋神哥哥为什么说在抖，硅胶就掉出来了啊？一名小女孩满脸好奇地看向自己的妈妈。小孩子别问这么多。旁边的少妇不自觉地低头看了眼胸前。嗨嗨，请双方选手进入造化之门。波比适时地出来终结两人的嘴炮。哼，你的好运到此为止了。戴琼娜冷哼一声，扭着屁股进入造化之门。蒋文明不屑地撇了撇嘴，也进入造化之门。很快，10尊神像出现在他的面前。蒋文明看了一眼，好几个都是上一轮出现过的，只有3位是新出现的。一只3条腿的乌鸦，一只尾巴是蛇的乌龟，还有一个6、7岁的小男孩。3条腿的乌鸦自不必多说，除了金乌以外，根本没有其他的可能。身形似龟，尾巴却是蛇，这种形象必是玄武无疑。只有最后一位小娃娃，蒋文明有些拿不准。身上穿个肚兜，脖子上挂着长命锁，下身穿着战裙，神色倨傲，手脚上各有一个金环，赤足而立，感觉有点像哪吒小时候，又有点不对。我记得哪吒没留过茶壶盖发型，难道是红孩？蒋文明仔细打量对方，越看越觉得很像。这也不怪蒋文明笨，主要是哪吒跟红孩的形象太像了。小时候都是红肚兜，肉嘟嘟光着脚，脑袋上扎俩小揪揪。不仅如此，两人的能力也很相似，都会三昧真火，还擅长使用火尖枪。这要是稍不留神，真有可能会认错。可惜了，要是牛魔王该多好。蒋文明有些遗憾。红孩虽然实力很强，但毕竟是小孩子心性，对面北欧那些可都是活了无数年的老家伙。要是选他上去，这还不得被人坑死？蒋文明果断放弃选择红孩的打算，将目光落到玄武身上。至于一旁的金乌，直接被他给无视了。说实话，金乌一族里面除了东皇太一和帝俊，其余的后裔真没有一个可以拿得出手的。为了保险起见，还是选择玄武好了。北方玄武，太阴化生，虚威表质，龟蛇台形，盘游9地，统摄万灵。晚被蒋文明恭迎4圣兽之玄武降临，一道金光自玄武神像上射出，直入苍穹。
虚空中裂开一道缝隙，隐约可以看到那是一片汪洋。一座小岛孤零零地屹立在海面上，金光落入小岛上，顿时山崩地裂。小岛开始拔高，露出它原本的样子，赫然是一只巨龟的一片鳞甲。蒋文明虽然知道玄武很大，但是没想到这么大，哪怕比起之前的耶梦加德也不遑多让。巨浪翻涌，玄武的真身彻底暴露在众人眼前。Oh my god！ 华夏帝国竟然有如此巨大的神明，为什么之前对付耶梦加德没有出现？这体型估计也只有耶梦加德和北海巨妖克拉肯能够媲美了吧？快看，戴琼娜唤醒了毒龙尼德霍格，哈哈，这次赢定了！体型大有什么用？没有人能够承受尼德霍格的毒液。要知道，在北欧神话中，毒龙尼德霍格可是诸神黄昏的始作俑者，连诸神赖以生存的世界之树都被他啃噬倒塌，足以证明他的恐怖。此时玄武已经归位，那双冰冷的树瞳瞥了蒋文明一眼，一句话没说。可是蒋文明却只觉浑身发冷，宛如赤身露体站在寒冬之中，好恐怖的威势！蒋文明心里震惊无比。玄武主北方，属水，性情阴毒，不仅有着龟的沉稳，同时也有着蛇的冷血。你身上有帝俊的气息，让我感觉很不舒服。若非规则限制，我真想一口吞了你。蒋文明，尼玛，你到底是跟谁活的？蒋文明心中疯狂吐槽，但是表面上却是恭敬无比。对方既然讨厌帝俊，自己就别找不痛快了。万一真被他给吞了，那得有多冤？本着少说少错的原则，蒋文明朝着对方恭敬一礼，然后开口：“有劳前辈了。”玄武没有搭理他，自顾自地走出造化之门。卧槽，这只乌龟好牛气啊，居然敢无视蒋神！你没听蒋神刚才喊吗？四圣兽之一，一听就不是善茬。话说四圣兽都是谁啊？有没有大佬科普一下？一看你就没有听《山海经》神话，在蒋神写的《山海经》里面记载，四圣兽分别是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和北方玄武，分别代表着木、金、水、火四行。我记得老师说过，不是有五行吗？土在哪啊？土是麒麟，也是圣兽之首，是瑞兽，跟他们不一样。原来如此，不行，我要去看看《山海经》。由于玄武的体型庞大，擂台自动变成一方小世界，就跟之前的耶梦加德一样，以便他们能正常发挥。又是一条巨蟒。蒋文明看到对面召唤出来的黑色巨蟒，脑子开始飞速运转，想要找出对方的身份。很快，一个名字浮现在他的脑海中：毒龙尼德霍格，诸神黄昏中少数几个幸存者之一。尼德霍格可以说是诸神黄昏里面最后的胜利者，当时大量神明陨落，尸体被他吞噬，成功进化成为黑龙，成为深渊的主宰，可以说是北欧神话里面最顶尖的战力了。玄武也察觉到对方的威势，神色也不由得凝重了几分。伴随着战斗开始，双方根本没有任何试探，直接朝着彼此冲了过去。他们都是巨兽，而巨兽之间的战斗最为直接，那就是力量上的肉搏。尼德霍格张开巨口，喷吐出大量毒液，将整片天空都给染成墨绿色。耶梦加德这种最擅长毒素攻击的生物，被黄风怪克制的死死的，所以才没能奏效。眼下这个尼德霍格也是个用毒的，有点麻烦了。他虽然相信玄武的防御力，但毒素这种东西，可不是说你假靠硬就没事了。尼德霍格咬在玄武身上，当场把他的那对尖牙给崩断了。这一幕给所有人都惊呆了。蒋文明提着的心也缓缓落了下来。就在此时，玄武尾部的舌头猛然探出，一口咬住尼德霍格的7寸位置。事实证明，一张嘴怎么也比不过两张嘴。跟尼德霍格不同，玄武的两张嘴咬在尼德霍格身上，直接从上面撕下来一大块肉。好！尼德霍格发出痛苦的哀嚎，身躯甩动，死死地缠绕住玄武，想要将其绞杀。但玄武身躯坚韧无比，根本不为所动。一团蓝白色雾气自玄武口中喷出，尼德霍格的身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结冰，这是玄武的寒冰之力。他身为主掌水行的圣兽，自然也会使用术法。很快，尼德霍格便被冻成冰雕，被他用力一震，直接给崩碎。卧槽，这么猛！2分钟，仅仅只用了2分钟，简直就是碾压级的战斗。北欧的神明都这么水的吗？一个个看上去这么唬人，结果全是绣花枕头。不愧是四圣兽，这安全感直接拉满了。擂台上的蒋文明也没有想到，战斗居然结束的这么快。这个玄武的实力还真不是吹的，难怪当初敢跟圣人叫板。正在蒋文明暗自思忖时，却突然意识到有些不对劲。不对，他还没死，因为波比没有出来宣布比赛结束，对面的戴琼娜也没有死亡，这就说明尼德霍格还活着。原本准备离开的玄武闻言，身体微微一顿，扭头看向地面上的那几块残肢，发现上面的冰层竟然开始有融化的迹象。死亡之力！玄武眉头一皱，意识到不对劲。还不等他话音落下，就看到尼德霍格的残躯开始快速聚合，身上的血肉因为冰冻又融化的原因变得腐烂不堪。然而这并没有影响尼德霍格复活，只是眨眼间的功夫，他就从一条巨蟒形态变成了一只由骸骨组成的巨龙。黑色的死亡气息在他身体上环绕，隐约可以看到有无数冤魂在他体内来回穿梭。尼德霍格是死亡女神海拉的宠物，这位冥土掌控者每天都会用无数恶人之魂来喂养他，这也导致尼德霍格拥有了死亡之力。而这股力量在诸神黄昏时让他躲过了一劫，并以此吞噬掉了大量的神明力量。这里面包括神王奥丁、雷神托尔、战神提尔、耶梦加德、魔狼芬里尔、火神洛基、红桥守卫海姆达尔。可以说，整个北欧神话中的主神尸体基本上都被他啃食了个遍。他现在有多强？哪怕是他曾经的主人死亡女神海拉，也不是他的对手。好！尼德霍格那具破破烂烂的残躯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腥臭的毒物被他喷洒出来，这是属于耶梦加德的毒液。玄武虽然可以无视尼德霍格的私有，
但是却不敢去触碰这种毒素，因为他明显的感受到此时的尼德霍格比起之前强大了不知道多少倍。一层水雾自玄武身体周围升起，将他笼罩其中，隔绝了外面的毒雾。尼德霍格见状，身后一双肉翅扇动，速度陡然提升一大截，四只锋利的爪子朝着玄武的脑袋抓去。魔狼芬里尔的力量。魔狼芬里尔作为火神洛基和女巨人安格尔伯达的长子，可以说继承了双方的优点，不仅掌控火焰之力，而且肉身极为强大。尼德霍格在吞噬掉他的尸体之后，也获得了相应的能力。锋利的爪子刺穿了玄武周围的水雾，落在他的甲靠上面。刺了！刺耳的摩擦声响起，玄武引以为傲的甲靠竟然被他抓出了10几道白痕。玄武眼神一凝，他身为4圣兽之一，竟然会被一头只懂得使用蛮力的怪物给抓伤，这简直就是耻辱。四肢高高抬起，然后重重地落在地面上。震海、震月，霎时间天崩地裂。都说玄武属水，但却忘了他也掌握了大地之力。蛇为水，龟为土，这才是真正的玄武。他身体笨重无法飞行，但这并非他的弱点，因为在他面前没人敢飞。无数海水自地底喷涌而出，飞在高空中的黑龙尼德霍格就像是突然被什么东西给砸到了一样，整个身体垂直的掉了下来。这是来自大地的重力，飞得越高所受到重力牵引也就越强。如果刚才尼德霍格再飞高几百米，说不定此时就已经摔成渣渣了。哪怕如此，这一下依旧将尼德霍格给摔得差点散架。明明造成了大地震动，然而全场一片死寂，一点声音都没有听到。是我耳鸣了吗？为什么只感到大地震动，却没有听到声音？我也是，刚才明明那么大动静，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会不会是擂台给我们屏蔽了？应该是，估计是担心声音太大，把人给震聋了。只有蒋文明感觉到了无比的惊骇，太强了，不是隔绝了声音，而是声音根本传播不出来。这股重力竟然连声音都能压制，这得强到什么地步？要知道，声音需要空气震动传播，现在声音无法传出来，就已经说明问题了。那片区域的空气被重力给压住了，根本无法达到传播的条件。玄武之威竟然恐怖如斯！场内死一般的寂静，玄武的身躯宛如山岳，散发着沉重的气势，每一步踏出都会让大地为之颤抖。尼德霍格此时被重力死死地压制在地面上，根本无法动弹分毫，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玄武朝他走来。粉碎！玄武抬起一条宛如天柱一般的腿，朝着尼德霍格的脑袋踏去。好！尼德霍格突然张开嘴，对着玄武喷出一口龙息。炙热的火焰粘稠而又灼热，面对面地喷在玄武身上，瞬间将他变成一团火球。这是来自火焰巨人史尔特尔的永恒之火，相传这团火焰永远不会熄灭。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尼德霍格虽然吞噬火焰巨人史尔特尔，但这团火焰却一直没有消散，而是一直藏在他的体内燃烧。只要有这团火焰在，他就不会真正的死亡。炙热的火焰在玄武身上灼烧，发出滋滋的声响，但这并未能阻止玄武的巨足落下。砰！巨足落到尼德霍格的头上，直接将他的头颅给踩爆。强大的力量让大地四分五裂，形成一道道深不见底的峡谷。他身上沾染的永恒之火落在地上，落入峡谷里，瞬间将大地融化，变成满地的岩浆。原本被他踩爆的尼德霍格再次出现，这一次他浑身上下被火焰包裹，看上去就跟火龙一样。玄武看到这一幕，张口喷出一股寒气，周围的岩浆迅速冷却，一层冰霜以玄武为中心，不断的朝着周围扩散。然而在这股寒气即将接近尼德霍格时，直接被他身上的高温给蒸发，大量的白雾升腾而起，将两只巨兽的身形逐渐给淹没。尼德霍格虽然实力不如玄武，但他曾经吞噬过北欧诸神的尸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就是北欧诸神的结合体。玄武这是在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北欧神界，虽然这么说有些夸张，但现在的情况确实如此。要不是尼德霍格无法发挥出诸神的全部力量，恐怕此时玄武早已经落败了。就在蒋文明还在思考怎么帮助玄武之时，身侧突然传来一阵破空声，只见2条黑蛇朝他扑来。黑蛇！蒋文明一愣，随即一个后空翻，筋斗云，2条蛇瞬间被他甩开。戴琼娜看着飞出去几千米的蒋文明，顿时一阵无语。法克，这都能让你跑掉？他是死亡女神海拉的神眷者，这次得到神谕，要他拿下华夏帝国的神眷者，无论用什么方式，只要让他投入死亡女神的怀抱中，那他就将成为死亡女神在人间的代言人。这也是他为什么刚一开始就对蒋文明示好的原因，因为这是死亡女神指定要的人。他虽然不知道死亡女神为什么会下达这种神谕，但作为信徒的他只能选择接受，并且无条件的服从。可惜蒋文明拒绝了他的邀请，既然如此，那他就只能将对方杀了，把他的灵魂献祭给死亡女神。那2条黑蛇是死亡女神海拉的宠物，也是跟尼德霍格半生的毒蛇曾经啃食过世界之树，单论实力而言，丝毫不弱于一般的神明。本以为刚才能偷袭成功，却没想到蒋文明反应这么快，一眨眼的功夫就将2条黑蛇给甩开。这么远的距离，在想偷袭已经是不可能了，只能悻悻地回到他的身边。蒋文明默默地看着2条黑蛇，似乎在想什么。不过片刻之后，他又摇了摇头，放弃了上去跟戴琼娜肉搏的打算。现在玄武占据上风，他完全没必要上去冒险。毕竟北欧神话里面，毒蛇是一种很可怕的生物，就连雷神托尔都死在蛇毒之下，他可不认为自己能抗住那些蛇的毒液。三昧神风暂时还不宜使用，留着说不定能当做杀手锏，给他们致命一击。底牌只有关键时刻使用才能叫做底牌，如果轻易动用，难保不会被后面的人针对。毕竟他现在才刚刚掌握，单论威力而言，远不如黄蜂怪，只能出其不意使用，才能发挥出最大效果。另一边，尼德霍格化身火龙，不停地对玄武喷吐火焰，整个空间化作一片火海，变得灼热无比。擂台，玄武大神不会被烧死吧？怎么可能？你没看玄武大神被烧了这么久，
连一声都没哼吗？这才是真男人。你是不是傻？擂台上的声音被屏蔽了，就算哼了，我们也听不到好不好？说的也是，不过以前怎么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好好的，干嘛把声音给屏蔽了？快看，那是什么？只见擂台上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只火红色的大鸟，那只鸟该不会就是传说中的凤凰吧？不会吧？《山海经》上不是说凤凰乃是百鸟之王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难道擂台规则又变了？那不是凤凰，是朱雀，4圣兽之一的朱雀。天哪，这是玄武大神召唤出来的帮手吗？蒋文明也注意到朱雀的出现，只不过他有些想不通，神话擂台上明明规定只允许神明独自参战，朱雀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难道传说是真的？5圣兽其实是一体。蒋文明想到前世无意间看到的一个帖子，上面说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麒麟5位圣兽本就是一体，他们代表着5行之力，相生相克。后来因为某种原因分开，化作5种神兽，青龙高傲，白虎鲁莽，玄武阴毒，朱雀残忍，只有麒麟最善良，成为灵兽。朱雀最为残忍，每天要吃人度日。共工怒撞不周山，3界混乱，朱雀趁机煽动3大神兽联手祸害人间。女娲用补天遗留的12块五彩石铸造镇妖瓶，并在另外4只灵兽麒麟、白喜、腾蛇、白泽的帮助下，战败以朱雀为首的4大神兽，除白虎，斩玄武，降朱雀，收服龙族。不过女娲娘娘念在都是先天生灵，不忍将他们赶尽杀绝，于是便让他们承诺各自镇守一方，守护人间，这才有了后面的4大圣兽。只是没想到这次神战，玄武竟然把朱雀给喊来了。要是知道你们能互相摇人，我早就把你们召唤出来了。蒋文明心中感慨。不过现在也不晚，玄武召唤来的自然不是朱雀的本体，而是他的元神。朱雀乃是凤凰后裔，属火，天下间没有一种火焰能够伤害到他，哪怕是永恒之火也不例外。朱雀之魂在出现的瞬间，双翅一展，直接冲向尼德霍格，准确的说是冲向尼德霍格身体内的永恒之火。鸟喙宛如长矛，一双利爪宛如最锋利的钩子。尼德霍格此时被重力压制，无法动弹，只能不停地喷火，想要阻止对方靠近。然而他的火焰龙息落在朱雀身上，不仅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反而助长了对方的威势。不死鸟！天哪，华夏怎么会有不死鸟？作弊，这绝对是作弊！我们神系的不死鸟怎么会被华夏召唤出来？希腊帝国的观众震惊了，这可是他们神话故事中的生物，怎么会出现在华夏神话里面？朱雀可不管别人怎么议论他，他现在眼中只有那团永恒之火，本能告诉他这团火焰对他有极大的好处。一双利爪毫无阻碍地撕开尼德霍格身上的骸骨，锋利的鸟喙一口咬向永恒之火，然后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一口将永恒之火给吞了。立！一声高亢的鸟鸣响起，只见朱雀在吞吃掉永恒之火后，身体周围骤然浮现出一层火焰，他的身体也开始逐渐凝实起来。炙热的高温自擂台上翻涌，就连场外的观众都感觉到一股灼热的气息扑面而来。呼！朱雀突然吐出一团火焰，落在尼德霍格身上。好！原本化作火龙模样的尼德霍格顿时发出痛苦的嘶吼。拥有火焰巨人神力的他，竟然无法承受朱雀的火焰。然而他虽然因为痛苦极力挣扎，但在玄武的重力面前根本毫无用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焰将他的身体覆盖。他那身由诸神骸骨构建的躯体，竟然在这团火焰下开始逐渐融化，最后化作飞灰。仅仅几个呼吸的时间，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尼德霍格彻底化作一团灰烬。老乌龟，这次算我欠你一个人情。朱雀突然口吐人言，朝着玄武说了一句，然后撕开虚空，消失不见，从头到尾都没有去看蒋文明一眼。玄武望着朱雀离去的方向看了片刻，然后收回目光。另一边，原本正和蒋文明对峙的戴琼娜身体陡然一僵，一道道裂痕自她那性感的躯体上浮现。不，海拉大人，救我！戴琼娜惊恐地叫喊起来。然而她的叫喊根本没有任何作用，身体开始一点点粉碎，就像是风化了一样，直至彻底消失。本场擂台战，华夏帝国获胜。随着主持人波比出来宣布比赛结果，华夏区的观众再也忍不住心底的激动，开始欢呼起来。蒋神牛逼，玄武大神牛逼，打倒日不落帝国。蒋神我还单身，拿下日不落帝国，哥们粉你一辈子。兄弟，你这话目的不纯啊？难道你不想骑大洋马？嘿嘿，我辈读书人修与尔等为伍。蒋神加油，再下一城。此时蒋文明正恭敬地站在玄武面前，此次多谢前辈出手相助。哼，若非当年与女娲有约定，我才懒得理会你们这些破事。你们人族自私自利，当年既然放弃了信仰诸神，现在又何必求我们帮忙？玄武的话充满了不屑与讥讽，显然心中有气。蒋文明一时无言，华夏区的观众在听到这话后，也像是被掐住了脖子一般，场面顿时一片尴尬。这话没法反驳，因为这是事实。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他们好像都是这样，只有用到神明的时候才会想起了去供奉祈祷，平时用不到的时候根本鸟都不鸟。这一点跟其他帝国比起来，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此时被玄武当众说出来，顿时有种无地自容的感觉。蒋文明刚要开口辩解几句，却听到观众席是传来一道声音，还请玄武大神恕罪，我等知道错了。蒋文明回头看去，却见李建国此时正躬身90度，对着玄武行礼，身披国运龙气，看样子你就是这一代的人族首领，可惜太弱了。玄武看了他一眼，有些失望地摇了摇头。在他们那个时代，哪一个种族的领袖不是实力强悍？哪怕是单体战力最弱的人族，当时的领袖也都是实力惊人。乃像现在，体内连一丝力量都没有，纯粹的凡人一个，这么大年龄，气血两虚，若非是有龙气护体，
估计早就重病不起了。前辈先前教训的事，是我等后人无知，才会酿成今日大祸。但请前辈给我们一个弥补的机会，我等已经重建万神殿，今后香火供奉定然不会再断。还请上先给我们一个弥补的机会。李建国身旁的一群将军也起身行礼，还请上先给我们一个弥补的机会。华夏区观众开始陆陆续续起身，朝着玄武躬身行礼。看着这么多人开口恳求，玄武的脸色终于缓和了不少。求人不如求己，想获取诸神的谅解，不如先得到你们先祖的回应再说。玄武说完这句，便不再开口，目光扫了一眼蒋文明，然后大步迈入造化之门。恭迎四圣兽之玄武大神归位。蒋文明朝着对方离去的背影躬身喊道。随着蒋文明的话音落下，4道光柱自造化之门冲天起，一只巨型玄武身影出现，然后没入北方万神殿。北方玄武归位。一只浑身被烈焰包裹的朱雀出现，飞向南方万神殿。南方朱雀归位。一条巨大的青龙出现，飞向东方万神殿。东方青龙归位。一头吊睛白虎出现，仰天咆哮，然后落入西方万神殿。西方白虎归位。在4圣兽进入万神殿之后，华夏的国运再次暴涨，这突如其来的变化震惊了在场所有人。然而这还没完，就在众人以为这就完了时，一只龙首、鹿角、狮眼、虎背、熊腰、蛇鳞的巨兽自造化之门内冲出，七彩祥云自他脚下生出，所过之处降下甘霖，无论是人还是家畜，在被甘霖洗礼之后，百病全消。就连农作物在被甘霖浇灌之后，也开始迅速生长，眨眼间便硕果累累。这就是瑞兽麒麟，只有在盛世的时候才会出现的麒麟，它代表着祥瑞，代表着国泰民安。一步踏出，就来到华夏帝国最中心处的万神殿。武林之首，麒麟归位。随着最后一声高亢兽吼，华夏5座万神殿皆有一道光柱冲天起，金、青、蓝、红、褐5道光柱冲天起，最后融合到一起，金、木、水、火、土5行齐聚。吼嗷！一声嘹亮的龙吟声响起，代表着华夏国运的金龙再次出现。5行之光落在金龙身上，为他添加了几枚鳞片。金龙的眼神也多了几分灵动。所有人都注视着这一幕，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此生无悔入华夏。东方这条沉睡的巨龙，自今日起算是正式苏醒了。金龙在华夏帝国上空盘旋一阵，然后缓缓没入大地。有眼尖的观众发现，金龙落下的地方好像就是昆仑山。我想起来了，蒋神在神话史里面曾经说过，华夏诸神大部分都出自昆仑山。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不是吧，兄弟，你居然到现在还怀疑蒋神？不愧是整个华夏的希望，天不生蒋神，华夏万古如长夜。凛冬已经过去，我们华夏即将迎来春天。蒋神加油，华夏必胜！在看到国运金龙出现的那一刻，华夏民族空前的团结，这是来自国运的影响。只要身处华夏，那就会对这个地方生出归属感、荣誉感。哪怕是之前刚刚宣布加入华夏的樱花国人，此时也都一个个跪伏在地，泪流满面。这才是他们的根。跟这种威严光芒万丈神龙相比，他们之前的神明简直就是渣渣。随着越来越多的华夏神明被唤醒，他们也终于意识到他们之前的想法有多可笑。贪心不足蛇吞象，竟然想反客为主吞并华夏。那些领导人是喝马尿喝多了吗？这里本就是他们先祖生长的地方，现在认祖归宗，成为华夏的一份子，不好吗？非要作孽，连累他们成为奴隶。不过还好，现在想清楚也不晚，只要他们好好表现，再过几代人，他们的后世子孙就可以堂堂正正的以华夏人自居了。不光是樱花国，就连天竺国的那些难民，也都被刚才出现的金龙给镇住了。这就是华夏帝国的图腾，威严霸气，不像他们的神明那般需要信徒献祭、供奉，甚至自残才肯庇护他们。华夏的神明什么都不要，哪怕华夏人将他们遗忘，可当华夏出现危机时，他们依旧义无反顾地站出来，为华夏帝国遮风挡雨。这才是神，这才是他们该信仰、该崇拜的神。我要加入华夏帝国，成为他们的一份子。华夏的神啊，请接受我们这些迷途的羔羊，我愿意成为您最忠诚的仆人，终生侍奉您，宣扬您的光辉。在这一刻，无数天竺人抛弃了他们原本的信仰，改为信仰华夏的神。虽然他们不知道那么多神明，他们该信奉谁，但华夏不比他们天竺。华夏的神明很大度，不介意人们有多个信仰，这更是让他们直呼神明仁慈。毕竟在他们天竺，如果敢信奉不同的神，轻则被殴打，重则降下神罚，生死魂灭。这样一对比，华夏的神明简直就是神明中的模范。由于天竺和樱花国的人心所向，华夏的国运再次暴涨，比起蒋文明刚到这个世界时强大了1倍不止。国运提升的好处也开始越来越明显。幼儿灵智提前开启，刚满月就能开口说话，地里的农作物产量惊人，最贫瘠的土地都能亩产万斤粮食。就连王大爷家养的老母猪，一窝都下了10几个小猪仔。整个华夏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而此时的擂台上，第3场战斗正式开始，双方进入造化之门，选择神明。这次跟之前不同，蒋文明这次随机出来的神像里面，竟然有一半都是人族。商王帝辛、秦始皇嬴政、杀神白起、文圣孔丘、武圣关羽，另一半则是青鸟、魑魅、王两、古雕、白无常。看着10尊神像，蒋文明陷入两难的抉择：一边是人族英灵，属于人神；另一边是妖魔鬼怪，属于鬼神。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可以说人神这5位全都是大佬，随便出来一个都能吊打5位鬼神。但蒋文明觉醒的力量体系是妖族，这要是贸然选择人族英灵，很容易受到反噬。可是如果不选，单凭这5个鬼神，根本没把握赢下日不落帝国的神明。造化之门外面，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蒋文明的身上。敌人也好，华夏人也罢，
都在关注他的动静。蒋神怎么还不选？时间快要到了，可能是不知道该选谁吧。终于发现我跟蒋神的共同点了。什么共同点？都是男人，不是选择困难症。就在倒计时还剩10秒的时候，蒋文明终于下定决心，决定赌一把。黄风怪、玄武他们都曾说过，人族的英灵、人神也是可以选的。我本命神器是地具，从位格上来说，应该是够了。商王地心他可不敢选，毕竟对方乃是最后一位人王，从位格上来说，比他只高不低。秦始皇嬴政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他最出名的是政治能力，自身实力不详，只能暂时略过。文圣孔丘虽然看上去人高马大，虎背熊腰，甚至还有鬼背，但终究是文人，不适合打打杀杀。最后只剩下杀神白起和武圣关羽了，这就好办多了。有白起在，谁还要关羽？蒋文明走到白起神像前，朝着对方躬身一拜。场外的众人瞬间炸了。等等，蒋神要做什么？那位身穿战甲的将军应该是阴灵吧？蒋神不是妖神系的吗？会不会这次刷新的妖神，蒋神他不认识，或者太弱小，所以才会选择人族阴灵？很有可能。蒋神，别犯糊涂啊，选旁边的妖神啊。蒋神，输一场也没关系，您可千万别犯傻，跨体系召唤可是会死人的。哪怕是一直稳坐主席台的李建国，此时也是勃然变色，一双手死死地攥在一起，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蒋文明，生怕他在下一瞬间化作一片血雾。造化之门内外人根本无法干涉，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断头今日亦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全台招旧部，旌旗10万斩阎罗。晚辈蒋文明恭迎武安君杀神白起降临。完了，这是所有华夏人的心声。蒋文明竟然真的跨体系召唤了人族英灵，甚至有不少人已经面露不忍之色，偷偷转过头去，不敢继续往下看。李建国宛如泄了气的皮球，一屁股坐到椅子上，有些失魂落魄。跨体系召唤这种事不是没人做过，事实上每年都有不少。这些人或是有意或是无意，但结果全都一样，那就是被神明反噬化作血雾。这道理很简单，就好比是不同门派的弟子，你遇到是不找自己人，反而跑到别的门派求援，尤其是你求援的门派很有可能是跟自身门派不合的，那你不死谁死？所以说跨体系召唤一直都是大忌，因为他们根本不清楚各个体系神明之间的关系。然而今天注定是载入史册的一天，因为蒋文明他成功了，成功的跨体系召唤出了人族英灵。意料之中的血雾没有出现，不是没有出现，而是出现的位置不是蒋文明所在的地方，也不是他发出来的。只见虚空中裂开一道口子，大量的血水自里面流淌而出，透过缝隙可以看到，那是一片古战场，到处都是残肢断臂，到处都是硝烟，只有一道人影屹立在那处古战场，身上披着残破不堪的战甲，手中握着还在滴血的宝剑。他站在那里，就宛如整片战场的中心，杀意无与伦比的杀意，甚至多看一眼就会感觉双目刺痛的杀意，宛如实质一般。何人唤吾？低沉而又威严的声音响起，让在场所有人都忍不住打了个激灵，哪怕是身经百战的龙爷等一众将军，也都被眼前的这个男人所震慑住。这究竟是杀了多少人，才会凝聚出如此恐怖的杀意？他们华夏何时出现过这样一尊杀神？晚辈蒋文明拜见武安君白起将军。蒋文明也是内心忐忑无比，面对这位杀神，简直比面对洪荒猛兽还要让他紧张。所谓何事？白起那冷峻的目光扫过蒋文明，沉声问道：外邦之神欲然指我华夏，吾辈后世子孙不孝，无力阻挡，今日恳请武安君大人降临，拯救华夏于水火之中。蒋文明连忙说明原委。而敢！白起闻言怒喝一声，整片古战场顿时发出无数冤魂的哀嚎，看得众人头皮发麻。这乃是英灵啊，简直堪比神话里面的阎罗王，一怒而万鬼惧。这种威势，真的是他们人族的英灵吗？血雾翻涌，白起的身影化作一道血光，没入蒋文明身前的神像之中。血光冲天起，那浓郁的血腥气熏得周围观众直欲作呕。何人敢犯我华夏？这句话不是问句，因为他不需要去询问原因，他只需要杀光那些人就行。白起将军，外邦之神就在外面。蒋文明指了指造化之门外面。呜！白起手指放在嘴里，吹了一声口哨，一匹高头大马自古战场跑了出来。白起翻身跃上，一手拉着缰绳，一手持着宝剑，直接冲了出去。霸气、威严、杀伐果断。仅仅片刻功夫，这3个词便深深地烙印在所有人的心里。见白起冲了出去，蒋文明也连忙小跑着跟上，就好似跟随将军出战的兵卒。冲出造化之门，就看到日不落帝国召唤出来的神明。这是一位女神，浑身上下被一层黑甲包裹，一头黑色长发宛如瀑布一般，柔顺地垂落在双肩上，手持一柄由不知名骨头做成的长剑。死亡女神海拉，竟然是她！蒋文明心里咯噔一下。这位是洛基和女巨人安格尔伯达的小女儿，尘世巨蟒耶梦加德，巨狼芬里尔的妹妹，毒龙尼德霍格的主人，同时掌管着冥界，是诸神黄昏的最大元凶，可以说是北欧神话中最强大的几位神器之一。单论地位而言，类似于冥王哈迪斯、死神撒旦，实力应该在神王层次。蒋文明没有想到白起的对手居然会是他，更没有想到真的出现了主神级的强者。现在换名已经结束，再想更改也已经来不及了，只希望白起能坚持久一点，为他争取时间。是的，这一场比赛，蒋文明已经对白起不抱希望了。如果是其他神明，以白起的实力或许能战胜，但这位是神王，是主掌死亡与黑暗的神王，白起根本没有任何胜算。他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白起能够坚持久一点，为他争取时间，击杀对面的神眷者，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凡人，死亡女神海拉在看到白起时微微一愣，她没想到蒋文明这次居然召唤出一名凡人出来。
这是看不起他，还是他已经没有可选之神了？大胆妖女，竟敢入侵我华夏！死！白起看见海拉，二话没说，直接催动胯下战马朝对方冲去。将军小心！蒋文明大吃一惊，没想到白起居然这么刚烈，一见面就冲了上去。这跟史书中运筹帷幄的人设有些不符啊。然而蒋文明的话还是晚了一步，只见白起骑着战马，宛如闪电一般直冲海拉，手中长剑散发出血色光芒，朝着对方雪白细腻的脖颈斩去。海拉不闪不避，在长剑即将落到他身上时，伸出一只雪白娇嫩的手，一把握住了白起的长剑。呵，愚蠢自大的凡人！说完，手指用力一捏，长剑直接被他捏成碎片。手掌一挥，无数剑刃碎片朝着白起倒飞回去。白起见状，双腿一蹬，朝着一旁跳开，而他身下的战马则闪避不及，被剑刃碎片给射成了马蜂窝。哼，身手不错。海拉轻笑一声，也不知是赞扬还是讥讽。白起面色不变，右手缓缓搭在自己腰间，那里还有一柄长剑。刚才只不过是试探，战斗现在才真正的开始。本帅剑下不斩无名之鬼，妖女报上名来。长剑出鞘，直指海拉。在长剑出鞘的瞬间，周围仿佛有无数冤魂在哀嚎。海拉眉头一挑，饶有兴趣地看向白起，好重的杀意！现在放下武器，成为我的仆人如何？放肆！吾乃大秦武安君，一生只会忠于大秦。贼子竟敢辱我！看剑！面对海拉的招揽，白起不仅没有感到高兴，反而感觉前所未有的羞辱。他是谁？大秦武安君，天下除了秦王嬴政，何人配做他的主人？哪怕是秦王嬴政，见了他也会喊一声武安君，而不会以仆人身份看待。区区一个外邦之神，也敢如此羞辱他？看着暴怒的白起，海拉只是微微一笑，并不在意。他是神，高高在上的神，是王者的主宰，又岂会在意一个凡人的心情？我说让你成为我的仆人，那你就是我的仆人。活得不行，那就抽走你的灵魂，还效忠于我。对于掌控死亡的他来说，这并不是一件难事。白起的长剑落下，海拉还想故技重施，但他的手掌刚一接触白起的长剑，瞬间便被剑锋割伤，血液顺着指缝流淌。刚才若非他反应够快，此时这只手说不定就已经被对方斩下来了。区区一个凡人竟然能伤到我！海拉惊疑不定地看了眼白起，像是要重新认识他一样。然而白起可不管他怎么想，手中长剑或劈或砍，或刺或挑，招招都是绝杀。这是他在战场上磨砺出来的杀人技，没有太多花哨，出手就为杀人。海拉也不敢继续拖打，手持古剑迎了上去。很快他便发现自己的剑术竟然不是白起的对手，全程都在被对方压着打。好机会！白起见海拉分神，手中长剑一个横撩，从海拉脖子上掠过，一颗头颅直接飞起，落在地上。场外一片死寂，就连蒋文明也是愣了许久。而日不落帝国的那名神眷者则是吓得脸色苍白，转身就想跑。可是刚跑出去2步，突然发出一声惨叫，跌倒在地，一道虚幻的人影自他身体内飞出，那是他的灵魂。我们赢了，应该是吧？可主持人怎么还没有宣布比赛结束？经过之前的几次反转，现在没人敢轻易下结论了。战斗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日不落帝国的观众一个个都站了起来，神色前所未有的紧张，因为他们如果再输，就输3场了。按照擂台规则，华夏可以指定掠夺走他们一片区域，可他们日不落帝国虽然强大，但国土面积小得可怜，甚至连樱花国都不如。真要被掠夺走一部分土地，估计当场就可以宣布灭国了。我们不会输，我们要效仿先祖，攻入华夏，抢他们的宝物，玩他们的女人，还要殖民他们的土地。海拉大人身为死亡女神，怎么可能会死在凡人手中？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快看，海拉大人动了！在日不落帝国观众的忐忑中，被斩下头颅的海拉身体突然动了一下，原本落在地上的头颅也重新睁开眼睛。人类，你做好接受来自神明的怒火了吗？海拉说着，头颅自动飞回身体上，一道道黑色丝线自脖颈断口处探出，与头颅连接在一起，只是眨眼间的功夫，伤口便恢复如初。海拉大人万岁！死亡女神无敌！日不落帝国的观众开始兴奋地欢呼起来，他们的神又活过来了，竟然还是方士！白起眉头一皱，在战国时期确实有不少方士入世，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徐福和殷家，他们掌握各种幻术、炼丹之术以及各种诡异的能力，不仅妖言惑众，还蛊惑了不少达官显贵，就连秦王嬴政也对他们口中的长生之术深信不疑。白起手底下也有一群炼气士，虽然有移山填海之能，但依旧是凡人之躯，刀斧加身，一样得死。可眼前的这位自称死亡女神的神明，居然可以断头再生，这种传说中的事他从未见过，也只是听手下那群炼气士门客口中听到过1、2，这些都是障眼法，没有任何人或者神明可以无条件复生。能做到这一点的人，要么是使用了障眼法，要么就是使用了某种禁忌手段，代价极高。海拉的头是他亲手砍下来的，所以不可能是障眼法，那就只能是付出了某种代价换来的。再结合之前那名神眷者的灵魂离体消失，白起隐约猜到了这个代价是什么。果然是邪神，竟敢拿活人献祭，该杀！白起说着，长剑竖起，剑尖朝上，左手食指、中指并拢，自下而上抚过长剑，手指所过之处，一道道金色纹路浮现。炼气术，他曾经收拢了那么多炼气士，自己怎么可能一点不会？相反，他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强的战绩，很大程度上来自他自身的实力。只不过他的战绩太过彪悍，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只是说他用兵如神，从而掩盖了他自身的战力。时隔数千年后，白起再一次用出炼气术，而他这次要斩的不是方士、炼气士，亦或者为祸一方的妖怪，而是来自外邦的邪神。
此时的长剑上被一层赤金色光芒覆盖，远远望去就像是一层金色的火焰。炼气之火可以破除一切邪祟术法，这是上古炼气士独有的手段，也是他们人族能与凶兽、妖魔对抗的底牌。好帅啊！有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难道是传说中的摩擦起热？神他妈的摩擦起热！你用手指给我露出火星，让我看看。我知道，这应该是讲神说过的炼气术，乃是人族立根之本，也是凡人对抗神明的神通。啥？人族立根之本？我怎么不知道？不对，有没有鸟大的兄弟会教教我？我有一枪也可以。讲神既然知道，估计他应该会，回头问问，看看能不能教教我们。我愿意把我姐介绍给他当女朋友。有道理，你小子真特娘的是个人才，我欣赏你。然而此时，他们口中的讲神正一脸的愁容。对面的神卷者死了，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比赛还没有结束，但现在他已经无法依靠击杀对方结束比赛了。这场比赛最终的胜负还是得依靠白起将军。蒋文明心里那叫一个憋屈，谁能想到海拉居然会亲手杀掉他的神卷者？而且看现在这情况，擂台规则好像也默许了这种行为，并不算比赛失败。炼气术，万箭囚笼，长剑脱手飞入高空，眨眼间便幻化成数万把炼气长剑，宛如箭雨一般朝着海拉落下。叮叮叮，海拉不停地挥舞手中古剑，格挡开落下的箭雨。然而箭雨像是没完没了一般，将整个擂台淹没，海拉也被炼气长剑划得满身伤痕。白起伸手虚握，所有的炼气长剑全都散发出赤红色光芒，彼此连接在一起，形成一道法阵。斩！白起并指如剑，朝着虚空一划，当即便有10几柄炼气长剑飞出，朝着海拉刺去。海拉身上那层引以为傲的黑甲，在炼气长剑面前形同虚设，直接被贯穿。炼气之火也开始在他身上蔓延，直至将他烧成灰烬。白起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幕，就准备离去。啊，是我小看你了，这么多年来，你是第一个值得我全力出手的人。我安君白起，我记住你了。原本化作灰烬的海拉再次凝聚成形，轻笑一声，双手抚过他那漆黑如墨的长发。下一刻，长发根根竖立，宛如最锋利的尖刺一般。海拉双手一摊，2柄银色长剑出现在他手中，脚下迈着优雅的步伐，一步步朝着阵法外面走去。出来吧，我的奴仆们！随着他的话音落下，大地开始皲裂，炙热的岩浆自地底冒出，一头狰狞的3头地狱犬从地底爬出，紧接着是一只巨大的枯骨手臂探出，一男一女2位侍从出现在海拉后方，后面更是跟随着无数亡魂。3头地狱犬家母，枯骨守卫莫德古德，迟钝甘拉迪，缓慢甘洛特。蒋文明失声惊呼，这些可都是海拉的嫡系，也是北欧冥界的管理层。没想到海拉居然把他们全都给召唤出来了。原本的阵法在地狱3头犬家母出现的瞬间，就直接被他给撞得粉碎。这位可是被称为地狱守门人的凶兽，单论实力而言，丝毫不弱于海拉。而他的另外3个奴仆，枯骨守卫莫德古德实力不详，神话中对他的描写只有一句：凡是过桥者都要被他吸血，哪怕是神王奥丁也不例外。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实力有多恐怖。一个海拉都已经疲于应付了，现在又多出几位大将，还有那群不计其数的冥界恶灵，这还怎么打？输了。蒋文明的心彻底沉入低谷，脸上露出一抹苦涩。这一路的顺畅让他有些小看了西方诸神。台下的华夏区观众更是一片死寂，眼中都流露出失望之色。只要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胜负已定。这就是神王级强者，不光自身实力强大，还有他们身后所代表的势力。不知怎么的，蒋文明脑海中突然浮现出吴彦祖的那句话：出来混能打有个屁用，要有钱，要有势力才行。这不正是眼前的写照吗？小子，你怕吗？白起在面对死亡女神海拉身后的100万恶灵，表情依旧古井无波，反而问向蒋文明：怕，可更多的是不甘心。蒋文明如实回答：害怕是正常的，我第一次出征的时候也怕过。白起难得的露出一抹笑意：那您因为害怕，所以才握紧手中之剑，杀光所有让你恐惧的人。那样一来，害怕的就是他们了。好一个能量守恒定律，这是把自己的恐惧转嫁给别人了吗？好久没有这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了，想必我的那些老兄弟们也已经等不及了吧。白起没头没尾地说了一句，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朝着北方单膝下跪：外敌入侵，臣白起恳请秦王陛下赐下虎符，让臣带领将士平定贼寇。声音如闷雷，在整个擂台上空回响。蒋文明身体一震，眼中重新流露出希望之光。对啊，海拉有恶灵大军，他白起何尝没有？之前见他单枪匹马，差点都忘记了，这位除了被称作杀神，同样还是被称为军神的大佬。准奏！造化之门内，一道威严的身影出现，头戴九流王冕，身披黑色经文九龙袍，身材并不高大，但他站在那里，就好像天柱一般，给人一种高不可攀的错觉。秦始皇嬴政，谢陛下。白起朝着嬴政躬身一拜，然后起身转头看向海拉和他的恶灵大军。众将士何在？末将在。虚空中响起震耳欲聋的回应声，一道道虚幻的人影出现，自动站到白起身后。800秦军出函谷。白起高举手中长剑怒吼：天下诸侯皆鱼肉！众将士齐声回应，数十万将士整齐排列，一股肃杀之意扑面而来，哪怕是隔着擂台屏障，也让周围观战的诸多国家两股战战。这就是华夏的军队，但是站在那里就给人一种不可战胜的感觉，真的无法想象面对他们时会是什么景象。华夏步兵不可敌。这一刻，他们终于明白为什么他们历史文献中会记载着这句话了。而华夏区的观众更是双目通红，
激动得不能自已。800秦军出函谷，天下诸侯皆鱼肉。这世间恐怕也只有大秦时期，也只有白起麾下将士才敢喊出这句话了。没人敢反驳，所有人都认为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哪怕对面的是神明。众将士听令，随我一同杀敌，杀10人官升1级，杀100人与老夫同案而食。莫杀！白起手持长剑，遥指前方的海拉，怒吼一声：杀！无数将士在各自将军带领下，开始有序的组合战阵，兵对兵，将对将，一场旷古烁今的大战拉开序幕。这是凡人与神明之间的战斗，这是生者与亡者之间的战斗，这也是他们大秦将士在历经千年的最后一场战斗。蒋文明也被这种氛围所感染，他们能以凡人之躯对抗神明，我又怎么能站在一旁看着？蒋文明喃喃自语，随即目光变得坚定起来。一缕缕微风升起，蒋文明一步踏出，身体陡然暴涨10倍；第二步踏出，身体增长100倍，眨眼间便从普通人变成了数百米高的巨人，法天象地。然而这还没完，吞天元气！蒋文明双臂张开，天地间游离的灵气疯狂地朝着他汇聚。这种力量，蒋文明感受着体内的力量，手掌不自觉地握了一下。这一幕直接给台下的观众给惊呆了，他怎么敢参与神明之间的战斗？哈哈，蠢货，自己找死！真以为成为顶尖的神眷者就可以为所欲为了？竟然敢以凡人之躯参与诸神之间的战斗！华夏这是自寻死路，竟然出现这么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神眷者。众所周知，神明是不能主动攻击对方神眷者的，但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神眷者不能主动挑衅神明，一旦主动出手，那将被视为对神明的挑衅。届时神明便不再受规则约束，可以对神眷者出手。这么多年，蒋文明不是唯一一个敢主动对神明出手的人类，但绝对是最嚣张的一个，因为他在神明面前使用了神力。杀了他！杀了他！日不落帝国的观众疯狂呐喊，已经迫不及待地看到蒋文明被神明撕碎的场景了。就在此时，长着3个狰狞狗头的家母突然扭过头，朝着蒋文明喷出一口火焰。蒋文明没有闪躲，而是手臂蓄力，对着那团火焰隔空轰出。砰！火焰被砸得粉碎，宛如烟花一般炸开。擂台下正在叫嚣的日不落帝国观众霎时间鸦雀无声，呆愣在原地，宛如被施展了定身咒。蒋神牛逼，不愧是蒋神，竟然能跟神明交手，太帅了！蒋神，打爆他们！华夏区的观众顿时兴奋起来了，一拳轰碎地狱3头犬的火焰，而且自身毫发无损。这就意味着他此时已经有了和神明交手的实力，以凡人之躯比肩神明。原来他们人类真的可以做到！兄弟们，擂鼓助威，我唢呐都带来了，氛围组搞起来！是时候让国外的那群棒槌见识一下什么才叫真正的氛围组了。华夏的观众里面永远都不缺氛围组，一架架大鼓被搬出来，唢呐、琵琶也都准备就绪。论气势，怎么可能输给那群外国佬？咚咚咚，战鼓声响起，瞬间压过全场的呐喊声。擂台上的蒋文明也听到了这鼓声，嘴角微微一抽，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搞事情一个比一个拿手。这一届的观众不好带啊！蒋神小心！台下的观众突然惊呼。蒋文明不用回头也知道，肯定又被人偷袭了。一个跟头掠过，他那庞大的身体转眼间消失在原地。这筋斗云还真是好用，一个跟头10万8千里，他现在虽然还没这么夸张，但一个跟头几十里还是没问题的。地狱3头犬在他面前就跟刚会走路的乌龟一样慢。此时白起他们已经跟海拉的恶灵大军交手，双方打得难解难分，但海拉一方可不只是恶灵，还有一些体型庞大的怪物，这才是蒋文明的对手。哎，要是有件兵器就好了。他上台前虽然拿了一柄刀，但那只是凡物，体型一变大，根本无法使用。事实上，他现在衣服都是靠幻术变的，原本身上穿的那套早就爆了。既然近身战打不了，那就只能用远程输出了。想到这里，蒋文明抬起脚，重重地在地面上一踏，想要踩碎地面，抠出一些石头出来。然而地面毫发无损，场面一度尴尬。他之前看其他神明打架，动不动就飞沙走石，以至于让他认为地板只是普通石头，却不曾想这看似易碎的地面，那也是分人的。以他目前的实力，别说砸碎，能划出来个痕迹就已经很了不起了。眼看没办法造出碎石，蒋文明也只能悻悻地打消这个想法，张开嘴巴，用力吸了一口气，然后使出3昧神风。呼！一阵狂风自他口中喷出，原本正朝着他跑来的地狱3头犬被3昧神风给正面吹中，身体不自觉地后退几步，但也仅仅是后退几步，并未受到太严重的伤势。吼！震耳欲聋的咆哮声响起，这让原本正在跟恶灵交战的士兵们纷纷痛苦地捂住了耳朵，而恶灵却根本不受影响，开始借此机会疯狂屠戮士兵。只是眨眼间就有数万将士被杀。该死！蒋文明虽然也被震得头晕眼花，但还能保持清醒。3昧神风，龙卷。声音传播需要通过空气，他此时就打算利用风暴把周围的空气隔绝，让家母的咆哮无法传递出去。一道巨型龙卷风形成，将家母包裹在内。然而下一刻，只见家母抬起一只巨爪，对着身体周围的风暴用力一拍，风暴顿时消散一空。他身为冥界守门人，肉身强悍无比，怎么会惧怕蒋文明这个不入流的3昧神风？技能不错，人太菜，这就是蒋文明此时的写照。如果换作黄风怪来施展，估计当场就把家母给吹成渣了。既然打不过，那就拖延好了。蒋文明开始改变策略，利用机动性强的优势，开始绕着圈跑，不给家母攻击他的机会。另一边，白起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部下损失惨重，脸色也变得异常难堪。恶灵大军源源不断地从地底冒出来，
根本杀不完。而他不仅要对付海拉，还要分心指挥战斗。随着战斗的升级，已经开始感觉有些力不从心。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擒贼先擒王，必须要解决掉眼前这个妖女才行。心念至此，他手中长剑再次燃烧起炼气之火，朝着海拉冲去。还没到海拉跟前，就被一具高大的骷髅给拦住。枯骨守卫莫德古德，滚开！白起手中长剑劈砍在莫德古德身上，将他的身体劈成两半。然而下一刻，被他打散的枯骨又重新聚拢在一起，并且挥舞手中的巨斧对准白起的头颅劈去。白起刚想后退避开，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像是进入泥潭一般，每一个动作都格外吃力。一男一女两个侍从出现，正是海拉的两位仆从迟钝甘拉迪、缓慢甘洛特两人。将军快走！就在这时，一名骑着战马的将军出现，手中长矛挥舞，逼退两人，一把握住白起的手。还不等他们逃离，就看到一道寒光自远方击射过来，噗呲，一柄利剑自那名将军与白起身后刺出，两人齐齐跌落下马。蒋文明看到这一幕，被吓了一跳，连忙朝着对方跑去。然而莫德古德三人却挡住了蒋文明的去路。滚开！蒋文明抬起脚朝着三人踩去。就在这时，贾母赶到，三颗狰狞的狗头对准蒋文明的脑袋咬去，眼看就要将蒋文明的脑袋咬爆。下一刻，蒋文明的身体陡然变小一大截，险之又险地避开了这一击，弯腰伸手将白起和那名将军抄在手上，就地一个翻滚，远远避开，这才有功夫查看两人的情况。那名将军已经死了，白起也身受重伤。将军！蒋文明呼喊一声：“嗨，小子，我是不是让你失望了？”白起苦笑一声问道：“没有，将军以凡人之躯对抗神明，已经很了不起了。妖怪也是因为我太弱小了，如果他也会炼气术，就可以为白起分摊一下对手，不至于让他以寡敌众。神明真的无法战胜吗？”嗨，白起嘴角咳出鲜血，但他的眼神却前所未有的坚定。将军您扶我起来。白起艰难地撑起身子，朝着嬴政所在的方向抱拳一礼：“陛下，请恕臣失礼了。”造化之门内的嬴政虚应，一脸严肃，看不出喜怒。武安君，你即为我大秦战神，那就拿出你真正的实力，莫要让这些蛮夷之辈小看了我华夏，不准你放手。嬴政的话让所有人都有些摸不着头脑。什么叫拿出真正的实力？什么叫准他放手？难道在这之前，白起一直没用拿出真正的实力？一系列疑问浮现在众人脑海中。白起抱拳一礼，缓缓起身：“小子，身体借我一用。”白起看向蒋文明，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还不等蒋文明做出回应，白起的身体骤然消失，与蒋文明融合到一起。直到此刻，众人才注意到，白起之前并非肉身存在，这只是他的一缕战魂。他真正的躯体早已经腐朽，那具神像根本无法发挥出他真正的实力。在两人融合后，蒋文明缓缓睁开眼睛。在这一刻，他既是蒋文明，也是白起。一股滔天的杀气直冲九霄，场外的观众们哪怕是隔着老远，也能感觉到身上的皮肤有些刺痛。犯我华夏者，死！白起怒吼一声，手中迅速凝聚出一柄长剑，炽热的炼气之火覆盖剑身，一剑斩出，相隔数十公里外的那些恶灵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当场灰飞烟灭。蒋文明此时的状态很奇妙，他就像是一个旁观者，身体由白起掌控，但又像是自己在行动。一缕缕剑气四射而出，前方的恶灵大军眨眼间便被清扫一空。小子看好了，这就是我们人族的炼气术。白起的声音在蒋文明脑海中响起。蒋文明一愣，随即明白过来，白起这是在传授他炼气术。他不敢怠慢，连忙屏息凝神，仔细感应白起的每一个动作以及体内能量的运行轨迹。炼气术，心火！白起双手反握剑柄，然后用力刺向地面，一道道金色纹路瞬间覆盖全场，传到那些将士们脚下。紧接着，一缕缕金色火焰升起，为所有人披上一层金色光芒。蒋文明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所有人的气势都变了，他们的铠甲更坚固，手中的兵器也更加锋利。卧槽，全体增益 buff！ 蒋文明心中惊呼一声。要知道，现在场上人族将士足有10几万，而白起这一招直接给所有人来了一层 buff， 简直强到逆天！列阵！白起大吼一声，众将士听到命令后，迅速开始行动起来。一道道军阵集合完毕，10几道金色光柱冲天起，以万人为单位，将所有力量集合到一起，这就是白起的军阵。10几位100米高的巨人出现，正是那些追随白起的将军。杀！白起手持长剑，一马当先，10几位巨型武将紧随其后。海拉眉头紧皱，他可以明显的感觉到，眼前的这群敌人变了。他们明明那么弱小，可只是眨眼间的功夫，居然变得跟他的仆人一样强大。高端战力的优势被抵消，人海优势也无法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胜利的天平再次被拉了回去。家母！海拉喊了一声，地狱3头犬家母瞬间低下头，趴伏在海拉脚下。海拉轻轻一跃，跳了上去，然后手中长剑指向白起。杀！家母起身，身上燃烧起地狱之火，迈开腿，大步狂奔了起来。白起见状，在心里对蒋文明喊了一声：“神通借我用用。”蒋文明一愣，随即反应过来，不敢耽搁，心念一动，意识便与白起链接在一起。从现在开始，两人可以共享彼此记忆。当然，他也没有把自己所有的记忆全都开放给白起，只是把战斗和知识方面的记忆共享出来。此时白起全身心地投入到战斗之中，也没有精力关注他的这点小动作。但蒋文明不同，他又无法参与到战斗中去，只能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观看这一切。只见白起的身体陡然变大100倍，在家母冲过来的时候，侧身避开，手中长剑挥出，
这一下并非斩击，而是像打棒球一样拍击。轰！家母就像是一只苍蝇，正飞着呢，突然就被人给拍在地上，一只脑袋当场爆碎。而站在他身上的海拉浑身黑气缭绕，开始对着白起使用咒术。迟缓、衰老、虚弱、疲惫，各种负面诅咒全都落到白起身上。蹭！一缕金色火焰在蒋文明身上燃烧起来。那些诅咒在被炼气之火接触到时，就好像烈阳下的积雪，迅速化为烟尘消失。噩梦失魂！海拉见自己的诅咒失效，当即换了另一种方式。他想看看白起内心的黑暗与恐惧。灰色的光芒落入蒋文明的身体上，让他的行动为之一顿。紧接着，大量属于白起的记忆浮现，朝着海拉飞去。从他出生到参军入伍，再到被人举荐成为将军，一次次生死搏杀，一次次的胜利，铸就了他不败的神话。他成为了当时最有名的统帅，被人称为军神。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周围的人看他的目光变了，不再是尊敬、崇拜，而是像老鼠见猫一样的畏惧。人们私底下也不再称他为军神，而改为杀神。原因就是他杀了敌国的俘虏。我错了吗？不，我没错。哪怕再来一次，我依旧会如此选择。属于白起的意识开始逐渐苏醒，海拉竟然有种压制不住的感觉。杀神白起，好名字！海拉眼中金光一闪，掩饰不住的欣赏之色。我是死亡女神，主宰这世间所有的王者，你是杀神，屠戮众生，我们俩简直就是绝配。臣服于我，我会让你做我的丈夫，与我共同掌管冥界。海拉的声音充满了诱惑，台下的观众都惊了，这算什么？比武招亲吗？这西方的女神也太不要脸了吧，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使用美人计。白起大人千万不要答应啊，他肯定是在骗你。当然，如果你们俩愿意臣服于我，我会申请放过你们俩，不会让规则抹杀你们，怎么样？像是为了增加自己的说服力一样，海拉又补充了一句。然而回答他的却只有一件：你看到了我的恐惧，但你可曾看到过我的理想？白起重新恢复行动力，面无表情地看着海拉。理想？像我们这类人需要这种东西吗？海拉露出一抹讥讽，一个杀人无数的杀神，竟然对他一个掌控死亡的女神谈理想，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区别。白起神色凝重，身上的炼气之火再次燃烧起来，这一次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强烈。手中长剑高高举起，一股滔天的杀意直冲苍穹。数百万冤魂出现在白起的威压下哀嚎，宁为一秦，血洗六雄。这就是他的理想，为了华夏一统，为了让华夏百姓不再受战乱之苦，哪怕他背负千古骂名又如何？嬴政是如此，他也亦然。如果能一直受人尊敬，谁又会甘心成为被人畏惧的屠夫？只是我有非做不可的理由罢了。如果真有选择，我宁愿只做一名贩夫走卒，也不愿提起长剑去屠戮他人。可惜没有如果。白起的话并不激昂，语气平淡，但所有人都听出了他语气中的无奈。长剑落下，海拉的身体被一分为二，炙热的炼气之火不停地灼烧海拉的身体，但很快又被他用无数恶灵给修复了。既然不愿意成为我的奴仆，那就去死吧。连续2次被人砍下脑袋，海拉彻底失去了耐心。他能够无限复活不假，但这也是需要代价的。像现在这样被炼气之火灼烧，他每时每刻都要用恶灵去填补。白起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冥界的恶灵不绝，海拉就不会真正的死亡。想到这里，白起的身影一闪，从蒋文明的身体中退了出来。小子，你之前念的那首词很不错，可否再念一遍与我听听？白起看向身旁的蒋文明，您说的可是梅岭三章？原来那首词叫梅岭三章，好名字。白起称赞道。断头今日亦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黄泉招旧部，旌旗10万斩阎罗。蒋文明老老实实的又念了一遍。此去黄泉招旧部，旌旗10万斩阎罗。哈哈，地府的阎罗我是没机会斩了，不过地狱的恶鬼我倒是想去试试。白起淡淡一笑。将军你要做什么？蒋文明心中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众将士何在？白起没有理会蒋文明，而是朝着身后的将士喊了一声：末将在。10几位化作巨人的将领应道：尔等可愿与我一同前往地狱？誓死追随将军。好，杀！白起说完，身体骤然崩散，无数冤魂自他体内飞出，这是他曾经斩杀过的敌军将士。在这一刻，白起放弃了对他们的压制，任由他们冲出来。这些冤魂不停地撕咬白起的身体，但他恍若未觉。百万冤魂凝聚而成的煞气，哪怕是身为死亡女神的海拉也不由得变了脸色。他虽然掌管着冥界，但大多数都是普通恶灵，哪里见过这么多军事形成的煞魂？白起这次没有针对他出手，而是带领百万冤魂和他跳进了冥界之中。擂台上只剩下蒋文明一人，而擂台下所有人都震惊了，这怎么打着打着人没了？不好了，白起将军带着小姨子，嗨嗨，带着死亡女神跑了。别瞎说，白起将军肯定不是那种人，他肯定在另一片战场厮杀，我们应该为他祈祷。能不能转播一下战斗啊？我们现在什么都看不到了。蒋文明本打算也跟着过去，可是在靠近冥界入口时，却被一层无形的屏障给拦住了。王者国度，生者止步。主持人波比出现，伸手按在他的肩膀上。可是我如果不进去，又怎么参与战斗？蒋文明反问。等着。波比说完，手一挥，擂台上便浮现出冥界内的情景。白起此时正率领冤魂大军攻打冥界，双方的部队不计其数。死亡女神海拉此时正在和白起交手，双方打得难解难分。时间一点点流逝，战斗足足持续了1天，不少人都因为忍受不了饥饿而选择离开观众席。主席你也吃点吧。秘书给李建国端过来1碗米饭。先辈们还在前线浴血厮杀，我又怎么能吃得下？李建国说这话的时候，还看了眼擂台上的蒋文明以及伫立在造化之门内的秦始皇。
他从开始到现在就一直站在那里，身姿笔挺，一动不动。白起是他的臣子，代表着他大秦的威严，在这种重要的场合，他又怎么能不亲眼见证？日升日落，3天过去了，就连蒋文明都有些撑不住了，只能原地坐下，闭目养神。轰！大地突然开始摇晃起来，擂台上的投影瞬间消失，所有还在观看战斗的观众全都是一脸懵逼，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有人看到刚才发生了什么吗？不知道啊，我刚才正打盹呢。别看我，我在吃饭。一群不靠谱的家伙，这么重要的事都不关注，你们还是不是我们华夏人？对不起，我错了。不对啊，你知道干嘛还问我们？废话，我要是知道，我问你们干嘛？我刚才看小说太入迷，错过了。就在众人讨论时，擂台上那道冥界入口处突然出现一道身影，紧接着是第2道、第3道、第4道，他们彼此搀扶，步履蹒跚的自远处走来，每一步都如此坚定。快看，是白起将军他们！哦，我们赢了！华夏万岁！大秦万岁！白起将军万岁！这一刻，所有华夏人都沸腾了。历经5天4夜，终于赢下了最后一场比赛。臣白起不辱使命，向陛下献上外族之神的头颅。白起说着，单膝跪地，从腰间摘下一个布袋，里面盛放的赫然是海拉的头颅。海拉死了，身为神王的死亡女神海拉，竟然被一个凡人给斩杀了。所有人都被这一幕给震撼到了。而此时的秦始皇嬴政，那张严肃而又威严的脸上，也终于露出了一抹笑容。一句话没说，只是冲着白起等将士点了点头，随即转身离去，消失在造化之门中。恭送始皇帝陛下。白起朝着嬴政的背影一拜，这才缓缓起身。小子，我们走了。白起冲着蒋文明笑了笑，晚辈恭送武安君大人。蒋文明连忙朝对方行礼。练气术乃是人族之本，你切勿懈怠，望你好生修炼才是。白起说完，身体开始一点点消散。望着化作飞灰的白起，蒋文明这才意识到，他刚才说的走了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一战，他以自身魂飞魄散为代价，平息了100万冤魂的怨气，让他们为自己所用。现在终于坚持不住了。场外的观众们有些难以置信，我们不是赢了吗？白起大人怎么会死？是不是回归万神殿了？没有，万神殿内没有他的香火灯，怎么会这样？呜呜，白起大人！蒋文明望着白起消散的地方，久久无法回神。两人随即接触时间比较短，但却共享了记忆。他看到了白起的一生，知道这位被人称为杀神的男人内心究竟有多痛苦。所有人都觉得他不在乎，骂他是屠夫，但他从未向世人解释。背了千百年的骂名，承受了100万冤魂的怨气，因果缠身，无法进入轮回。但他从未让这些冤魂失控去伤害其他人。他用自己的死来平息这些冤魂的怨气，当年如此，现在亦是如此。这个男人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来守护这片土地，现在他终于可以安息了。蒋文明抹去眼角的泪水，转身走下擂台。3场神战已经结束，他们赢了，恭喜华夏帝国获胜。现在请选择继续战斗，还是收取战利品。主持人波比伸手一挥，一张卷轴出现在蒋文明面前。现在是收割战利品的时候了，就好比数百年前他们入侵华夏、掠夺华夏时一样，出来混迟早要还的。蒋文明这次没有去询问李建国要什么，而是直接开口，交出造化之药，归还所有从华夏掠夺走的文物，否则我会继续打下去，直至打完5场，彻底灭了你们日不落帝国。这是赤裸裸的威胁。日不落帝国的高层原本还打算硬气一下，但看到蒋文明那满身煞气，又想到刚才白起之死，反驳的话怎么也不敢说出来。对方正在气头上，千万别去惹怒他。造化之药给就给了吧，反正我们还有那么多殖民地，大不了换个地方发展。华夏现在势头正盛，我们不能硬拼，暂且忍耐一下，等其余3大帝国出手灭了他们，我们还有机会。日不落各个高层开始七嘴八舌的讨论。我们同意你要的赔偿。不好意思，我改变主意了，现在得加钱。蒋文明冷冷一笑，你还想要什么？难道你们华夏都是这种出尔反尔的人？别误会，这事跟华夏没有关系，我现在代表的是我自己，打了我这么久，我要点赔偿不过分吧？蒋文明一副无赖的样子。你想要什么赔偿？日不落代表强压着怒气问道。如果只是要钱，他们并不在意，反正至此之后，日不落跟华夏老死不相往来，他们拿了钱也没用。大英博物馆、西敏寺、白金汉宫、圣保罗大教堂、伦敦大桥，算了，给你们留下好了。蒋文明一口气爆出日不落帝国所有的标志性建筑，那熟悉程度一度让日不落的人以为他才是本地人。不可能，你怎么不去抢？我现在不就是在抢吗？蒋文明反问。不光要打败他们，还要毁掉他们的信仰，打断他们的脊梁，没有了地标建筑，他们的人心就会散。只要拿下这些建筑，不说全部，哪怕只有1、2个，也足以击垮他们民族的自信。一个没有民族自信的国家，根本没有未来可言。杀人诛心！蒋文明这是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对华夏侵略时候的嘴脸，蒋文明可是一刻也不敢忘。现在是时候连本带利的收回来了。我们日不落帝国绝不会同意这个要求。不同意？好啊，那就继续打。我倒要看看你们北欧还有几位神明敢入场。蒋文明这句话直接刺中了这些人的要害。连死亡女神海拉都败了，他们真的有机会打赢华夏吗？奥丁或许可以，但谁又能保证华夏没有能战胜神王的存在了？要知道刚才他们可是派一名凡人将军击败了海拉，秦始皇那威严霸道的身影还犹在眼前。手底下的将军都这么厉害，那他该有多强？日不落帝国的高层不敢赌，因为一旦赌输了，他们将再无翻身的可能。我的耐心有限，只数3声，3声过后，那就继续打。1、2，我们同意。眼看蒋文明就要喊出3，
日不落帝国的高层终于慌了，连忙答应下来。烦请主持人做个见证。蒋文明朝着擂台一拱手，波比的身影出现，神色有些无奈。这小子当着他的面敲诈对方，现在还让他做公证人，真是一点都不见外啊。不过这一切都在规则范围内，他也无法出面制止。既然双方达成协议，那就履行约定吧。波比说着，手指隔空一点，日不落帝国的地图出现，上面4座标志性的建筑突然拔地而起，最后引入虚空之中。华夏帝国尽快选择安置战利品的地方。波比看了眼蒋文明，就安置在圆明园废墟旁边，依次摆好就行。蒋文明想都没想，直接脱口而出：大英博物馆里面摆放了无数来自华夏的文物，今天终于可以接回来了，连本带利的收回来。随着一座座建筑落地，日不落帝国的观众就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般，再也没有了那种高人一等的态度。他们曾经掠夺过整个世界所有国家的宝物，今天终于尝到了被人抢的滋味。这是你要的造化之钥。波比将一枚金色钥匙丢到蒋文明手中，在蒋文明接到造化之钥时，华夏帝国的国运再次沸腾起来，代表着国运的金龙出现，仰天咆哮。造化之钥不受控制的自蒋文明手中飞出，没入金龙口中。霎时间金光大作，天空中一颗颗星辰亮起。紧接着，华夏万神殿内凭空出现上百盏香火灯，华夏国运再次暴涨1倍。快看，那是什么？有人惊呼出声。只见造化之门内一道道虚影飞出，在众人的注视中进入华夏万神殿。这些虚影或是文士打扮，或是武将装束，亦或者是帝王，其中还有之前他们见过的那位秦始皇。英灵归来，这些都是华夏帝国历史上存在的英灵，现在根据坐标回来了。蒋文明看到这一幕，心里隐约升起一丝明悟，造化之钥或许就是迎回诸神的关键。这一次是英灵，那下一次会不会就是天庭的诸神，亦或者上古时期的诸神？在英灵归来的瞬间，所有华夏人的脑海中凭空出现一段段记忆，这是关于这些英灵的事迹。缺失的历史重新出现了。李建国浑身颤抖，脸上露出狂喜之色。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历史的补全就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的资料，将来觉醒时候会更容易，会有更少的人牺牲。他们华夏终于站到了与其他帝国同一起跑线，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蒋文明。以前听别人喊他华夏的希望，李建国只是笑笑，但现在看来，这确确实实是他们华夏复兴的希望。龙爷，你去给文明送点吃喝，尽快恢复体力，接下来还有几场恶战要打。李建国转头对身旁的龙野说道。日不落帝国虽然败了，但后面还有另外3大帝国，也不知道他们华夏能不能度过这一劫。龙野带着早就准备好的食物跑向擂台，就在此时，主持人波比突然做了一个晋升的手势。介于华夏帝国凑齐了3把造化之钥，神话擂台规则将会重新升级，所有比赛暂时推迟，3天后将重新开启擂台。什么？现在擂台规则要升级，这不是明摆着偏袒华夏吗？抗议！华夏帝国明明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为什么还要拖延时间？我们不服！强烈要求现在就开始比赛！一听到要等3天才能重新比赛，另外几大帝国的观众顿时不乐意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华夏虽然连胜几场，但身为主力的蒋文明已经是强弩之末，只要再消耗他一段时间，华夏必输无疑。只要蒋文明死了，其余人根本不足为虑。毕竟能像他这样了解各国神话史的人，蒋文明算是独一份。是什么让你们觉得我是在和你们商量？波比的声音不大，但传到众人耳中，却让他们齐齐打了个寒战。一时之间得意忘形，差点忘了眼前这位可是真正的神明，想要抹杀他们简直轻而易举。见没人敢继续说话，波比这才满意的收回目光。华夏复兴已经成为定数，诸神回归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他不介意卖个人情给对方，更何况这本就是之前制定好的规则，无论是哪个国家，只要凑齐了3把造化之钥，都可以开启全新模式。如果全部凑齐，就能赢回本土神明。现在华夏只不过率先做到了这一点罢了。听到有3天的休整期，蒋文明的脸色也缓和了不少。他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从来到这个世界就一直在战斗，哪怕获得了不少能力，也都没有机会练习。现在趁着这3天时间，他要尽快掌握获得的神通，3昧神风还有炼气术都必须尽快掌握，这对接下来的战斗至关重要。蒋文明已经开始在脑海中盘算接下来的行动计划了。走下擂台，华夏区观众顿时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蒋神牛逼！蒋神我爱你！蒋神宁缺徒弟不？我打小就聪明！蒋神我要给你生猴子！蒋神能不能教教我们炼气术？蒋文明在听到这里，脚步微微一顿。传授炼气术，这倒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不过此事事关重大，还得跟李建国他们商量一下才行。炼气术的强大，众人都看在眼里，也正因如此，蒋文明才不敢轻易答应传授。万一有人拿来为非作歹，那他岂不是成了帮凶？但如果他不拿出来，这也不好交代，人言可畏，到时候再有人给他扣个大帽子，说他自私自利，那就恶心了。想到这里，蒋文明迅速离开擂台，回到之前的那个会议室。刚到会议室，就看到里面密密麻麻已经坐满了人，一个个都满面红光的看向蒋文明。啪啪啪，不知道是谁掀起的头，掌声毫无预兆的响起。小蒋干得不错，一位上将赞许的夸了一句。蒋文明朝着众人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径直走向李建国。主席，我有一事想和您单独聊聊。哦，什么事？蒋文明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看着他。李建国立刻会意，招了招手，示意蒋文明跟他去内厅。龙野将军，您也一起来吧。蒋文明注意到龙野一直跟着后面，于是笑着邀请。可以吗？那我就不客气了。龙野哈哈一笑，也跟着走了进去。进了内厅，李建国这才看向蒋文明，开口问道：你想说什么？
现在可以说了吧？之前在擂台上你们应该也看到了，白起将军传授我一门功法，名为炼气术。现在我想问问主席该怎么处理，要不要拿出来共享？蒋文明神色严肃地问。这种可以全民修炼的功法，当然应该共享，这对我们整个华夏都是一件好事，有什么好犹豫的？龙野接口道。然而李建国却听懂了蒋文明话里的意思。你是担心失控？当个人武力凌驾于群体之上时，矛盾必然产生，这是永恒的规律。蒋文明可以拿出来功法分享，但谁又能保证所有人都拿它用作正途？万一出现一两个天赋异禀的人为非作歹，他们到时候该怎么制止？炼气术不像神卷者，有限制可以被监督，万一真有人拿它为非作歹，这绝对会是一场灾难。这就跟普通人拥有枪支一样，脑子一热，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李建国显然也想到了这个问题，一时之间陷入沉思之中。公开推广炼气术，这是必然之事，但如何公开，怎么制衡，还需要仔细思量。文明，你觉得炼气术和神卷者最大的区别在哪？李建国突然问道。炼气术具备普及性，成长上限很高，而神卷者则受限于神明的实力，成就有限。蒋文明如实回答。如果只让神卷者学习炼气术，你觉得如何？李建国又问。这确实是一个方法，但这样一来，难免会错失一些好苗子。神卷者不一定适合修炼炼气术，普通人也未必不适合修炼炼气术，这样一刀切，有些武断了。这就好比考大学一样，考上的人固然优秀，但没考上的就一定差吗？显然不是。我有一个建议，你们看看怎么样？龙野突然开口。说说看。李建国诧异地看了眼龙野，示意他继续说。既然炼气术注定要公开，那不如交给我们军队来，想学习炼气术就必须加入军队，这样一来也能起到监督引导作用。龙野的话让李建国眼睛一亮，这倒是一个好办法，既没有毒死别人提升的可能，还可以增加军队的威信。最重要的是，有军队训练，多少也能洗去那些人身上的棱角，不至于动不动就上头。自制力，这可是他们华夏军人的本能。蒋文明也对这个建议非常赞同，这确实是一个好办法。回头你拟定一个计划交上来，此事由你全权负责。李建国大手一挥，直接把这件事交给龙野处理。解决了这件事，三人便走出内厅。蒋文明还急着修炼，所以就没有过多停留，给李建国打了声招呼，便和龙野一起离开了。两人来到龙卫军驻地，周围的龙卫军见到两人，纷纷行礼打招呼。蒋神将军好，你现在也算是名人了，这群小崽子见我也没这么热情过。龙野笑骂道。蒋文明尴尬地笑了笑，没有接话。来到一处训练场，蒋文明终于开口。龙野将军，我一会儿就要开始修炼了，所以现在先把炼气术传给你。你也别整天龙野将军的叫了，我比你年长几岁，你以后就叫我龙叔好了，这样显得亲切。好吧，龙叔，你先坐下，我给你示范一下炼气术。顺则凡，逆则仙，抱手阴阳颠倒颠。蒋文明把炼气术口诀以及注意事项告诉龙野，可惜他不会那种醍醐灌顶之术，要不然也不用这么麻烦了。这一教足足持续了1个多小时，直到看见龙野掌握了窍门，闭眼感悟，蒋文明这才悄悄离去。3天时间太短了，想要达到质变恐怕不太可能，那就只能另辟蹊径了。蒋文明想着，有些纠结的取出一柄匕首。3天后，文明还没有出关吗？龙野有些焦急的在门口来回踱步。蒋神进去之前有过吩咐，任何人都不要去打扰他，等擂台开启时他自会出来。负责看守的龙卫军有些为难地说，距离比赛还有10分钟，他再不出来恐怕要来不及了。龙野看着手上的倒计时，有些心急如焚。如果时间到没有人上场，就会被判定弃权。可蒋文明再还没有一点动静，算了，等他出来你让他立即前往神话擂台，我先上去顶一下。好。龙野说完，脚下浮现出2团火焰，眨眼间便消失在原地。神话擂台上，文明还没有出关吗？李建国看到只有龙野一个人回来，不由得有些担忧。他应该在修炼的紧要关头，要不然不会忘记时间，实在不行我先上，为他争取时间。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李建国叹了口气，算是同意了龙野的建议，请华夏帝国代表和教皇国代表登擂。主持人波比的身影出现，预示着比赛即将开始。就在这时，远处突然升起一轮太阳，而且还在急速朝着这边冲来。天上怎么有2个太阳？卧槽，陨石，快跑！不对，里面好像有个身影。兄弟你啥眼神，这都能看到？这算什么？我师父隔着一座山都能透过门缝看到对面庙里的尼姑。就在众人议论纷纷时，炙热的太阳落下，化作一名少年。卧槽，是蒋神！蒋神这出场也太拉风了吧？咦，他脑袋怎么秃了？这你就不懂了吧？不秃不强，隔壁樱花国都这么说。放屁！如果真是这样，那和尚早就无敌了，我估计是跑太快烧光了。有道理，论胡扯，还得是你。见到蒋文明出现，龙野连忙迎了上去。文明，你这是？龙野指了指他那光秃秃的脑袋，修炼时候不小心烧着了，索性就刮了个光头。蒋文明有些尴尬地回了一句，请华夏帝国代表尽快登场。波比的声音再次响起，行了，不说了，我先上去。蒋文明跟龙野打了声招呼，直接快步走上擂台。此时教皇国的代表已经上台，这是一名身穿铠甲的中年人，风格有点像西方的骑士。请选择战斗方式，幻冥神战。蒋文明想都没想的开口，只有幻冥神战才能发挥出他最大的优势。对方显然早有准备，很快便捧着一张卷轴交给波比。蒋文明也取出早就准备好的名单递了过去。波比在接过卷轴之后，随手将其抛到半空，然后宣布比赛开始。只不过这次并没有让他们进入造化之门，而是在名单上随机抽选。教皇国那边率先选定参赛神明，
这是一名身后长着3对翅膀的天使，手中握着一柄金色长剑，看上去像是有火焰在燃烧一般。赤天使米迦勒。蒋文明在看到这位之后，眉头一皱，没想到教皇国刚一出手，就直接放大招。赤天使米迦勒又被称为战斗天使，乃是7大赤天使之首，战斗力猛的一匹，可以说是伊甸园神系中最顶尖的战力了。很快轮到蒋文明这边，10道金光亮起，落在卷轴上的10个名字上：哪吒3太子、托塔天王李靖、哼哈2将、金角银角大王、蝎子精、百目道人、蛟魔王、九灵元圣。蒋文明扫了一眼10个名字，心中便有了定数。这次刷新的神器质量还是比较高的，一大半都是猛人。蒋文明重点在哪吒、蝎子精、金角银角和九灵元圣5人中徘徊。哪吒自不必多说，位格虽然不高，但战斗力惊人，只可惜对方是龙野的本命神器，他不好去选。要不然这跟龙野亲自出场有什么区别？蝎子精实力强大，尤其是韦后真，就连孙悟空都承受不住。可惜米迦勒拥有净化能力，克制他的毒素，最后只能看向金角银角大王和九灵元圣。九灵元圣身为洪荒异种，自身实力恐怖无比，孙悟空见了他也得认怂。但他一心修道，不喜争斗，面对战斗天使米迦勒，难免会有些吃亏。最后只剩下金角银角大王，这俩妖王虽然实力不算太强，但架不住人家背景深厚，一身法宝，尤其是紫金葫芦和晃金绳，简直就是大杀器，圣人之下一打一个准。想到这里，蒋文明心中便有了计较。七星宝剑轻提手，芭蕉扇子半遮肩，形似流云离海月，声如霹雳震山川，威风凛凛七天将，怒率群妖出洞前。紫金葫芦玉净瓶，金角银角并蒂莲。晚辈蒋文明恭迎金银童子降临。蒋文明在赌添加词条的可能性，也赌太上老君会出手帮他。金角银角本就是两股仙气，一阴一阳，现在他强行将两人融合召唤，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弥补两人原本的弱点，还能提升他们原本的实力。阴阳交融为太极，这是道家的根本，从理论上来说也是成立的。看看那些道门大佬的配置就知道了，所有人身旁都是2名童子，这是巧合吗？当然不是。2名童子代表着阴阳两仪，而他们自身代表着一元。一元、两仪、三才、四象、五行、六道、七星、八卦、九宫，9为大圆满之数，留下遁去的一，这是一元。如此循环往复，此为道，万变不离其宗。伴随着蒋文明的话音落下，一道黑白光柱自虚空垂落，缓缓凝聚成一尊2米高的身影，头生金银双角，身穿铠甲，腰间系着晃金绳，一手持七星剑，一手托着玉净瓶，身后还背着紫金葫芦。成功了！蒋文明心中一喜，这次尝试对他来说太关键了，能成功就说明方法可行。接下来召唤其他人的时候，也能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魔改。强压着心中的惊喜，朝着金银大王抱拳一礼：晚辈蒋文明拜见金银大王。虽然召唤的时候喊对方童子，但那是在太上老君跟前要人，现在当着对方的面，还是老老实实喊大王好了。你的心意我已知晓，师尊派我兄弟2人前来助你一臂之力。金银大王冲着蒋文明微微颔首说道：圣人他天机不可泄露。蒋文明刚准备开口，就被金银大王给打断，并对他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蒋文明顿时明白过来，看样子上面的圣人也在关注他们，只不过出于某种原因不能亲自出面。不过金银大王既然出现，就代表着圣人的意志，尤其是那些宝贝都带来了，至少证明圣人有心帮他们，这是好事，同时也给蒋文明吃了一颗定心丸。你先退下，让我来会会这个域外之神。金银大王挥手，卷起一道清风，把蒋文明送到台下，手中七星剑亮起银色光辉，朝着米迦勒冲去。审判！米迦勒见状，手中圣剑一指，无数道金色剑矢自虚空浮现，朝着金银大王击射而去。泰山压顶！金银大王伸手一压，一座大山自虚空落下，朝米迦勒砸去。双方一出手就是术法的较量。米迦勒身后翅膀震动，只是眨眼间便脱离了大山的攻击范围。而另一边，金银大王身上金光亮起，竟是任由那些剑矢落在他的身上。一阵叮叮当当的碰撞声响起，金银大王全身上下完好无损，显然那些剑矢根本没能破防，这防御力也太强了吧！蒋文明忍不住暗暗啧舌。要知道米迦勒可是号称战斗天使，自身实力在伊甸园绝对能排进前5，哪怕只是试探性的攻击，也绝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可现在竟然连金银大王的防御都没能破开，这不由得让蒋文明重新审视起眼前的金银大王。在《西游记》里面对他们俩的描述其实并不多，只知道金角大王擅长近战，铜皮铁骨，力大无穷，而银角大王擅长术法，搬山倒海，无所不能。只不过当时遇到了孙悟空，2人表现得太怂了，除了用法宝根本没有正面打过。现在看来，这俩人那乃是放水，简直放了一个太平洋。难怪一个青牛精都能打得孙悟空到处搬救兵，这俩太上老君的弟子却不行，合着不是怂，是怕眼砸了没办法交差是吧？这人情世故算是让他们给玩明白了，拿着法宝下界交朋友，扩张一下地盘，顺道给取经人使个绊子。完事之后拍拍屁股回33重天，整个就是公派旅游啊！现在不装了，摊牌了，稍微展露一下实力，就镇住了战斗天使米迦勒。眼看自己的圣剑审判不起作用，米迦勒的脸色也变得凝重起来，手中圣剑高举过头顶，口中念念有词。很快，一道圣光自虚空落到他的身上，一副银底金纹的铠甲凭空出现，背后3对翅膀震动，飞向高空。天罚！随着他的声音落下，天空中出现无数小黑点，而且正在以极快的速度落下。是陨石！卧槽，这也太猛了，动不动就召唤陨石砸人。这么多陨石，金银童子怎么躲啊？完了，要被砸到了！滑下去的观众发出一阵惊呼。
之前的战斗大多都是近身战，很少看到这种动不动就搬山召唤陨石砸人的场景。乾坤玉净瓶收！金银大王不慌不忙，手中玉净瓶对准天上的陨石，喊了一声收。原本威势汹汹、宛如灭世一般的陨石群，全都像看到妈妈的小蝌蚪，排成一排被吸入乾坤玉净瓶里面。全场一片死寂。这是啥宝贝？连陨石也能收？可惜了，不能收人。要是连那个鸟人一起收走，战斗直接结束，多好！眼看自己召唤的陨石被收走，米迦勒神色大变，同时也对金银大王手中的玉净瓶充满了忌惮。这是连天罚都能收起来的宝物，怎么会出现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妖手中？他们华夏都富裕到这种程度了吗？自己身为天使长，为了上帝的荣光战斗了上万年，也只不过得到了一柄大天使之剑。这样一对比，心里更不平衡了。奇迹神玉！米迦勒怒吼一声，身后的翅膀散发出银白色光芒，只是一瞬间便笼罩了整个擂台。这是他的领域，代表着奇迹。只要理论上可以实现的愿望，在这领域内全都能够做到。在奇迹领域出现的瞬间，金银大王就察觉到不妙，但是想要逃离已经来不及了。熊熊烈火自地面出现，天空中浮现出无数银色十字架，像雨点一样落下。地面的火焰虽然灼热，但对于经常待在炼丹炉旁的金银大王来说，根本算不得什么。反倒是天上的十字架，给他一种十分不舒服的感觉。每次触碰都会让他感觉到一股温暖，有一种本能的亲切感，像是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一般，让他忍不住沉迷其中，不可自拔。随着越来越多的十字架落下，金银大王身上的金光也逐渐变得微弱，直至彻底消失。他的身上也渐渐出现了一层细密的伤口。好机会！米迦勒见状，眼睛一亮，手中圣剑燃烧起金色火焰，身后翅膀震动，化作一道流光，直刺金银大王的心脏位置。啊！燃烧着金色火焰的圣剑毫无阻碍地刺入金银大王的胸口，透体而出。剧烈的疼痛唤醒了金银大王仅存的意识，手中七星剑横斩，想要砍掉米迦勒的脑袋，可惜被对方轻易地避开了。怎么会这样？金银童子为什么不避开？他的状态很不对劲啊，怎么感觉跟没睡醒一样？邪术，肯定是中了邪术。这个鸟人太卑鄙了。金银童子，你一定要挺住啊！还挺个屁呀，心脏都被洞穿了，这局输定了。你丫不会说话，能不能闭上嘴？金银大王此时何止是心脏被洞穿，就连身上也被一层金色火焰覆盖。台下的蒋文明看到这一幕，心也紧跟着揪了起来。他也注意到了金银大王状态的不对劲，但又找不出问题出在哪。这到底是什么招式，竟然可以让金银大王主动放弃抵抗？至于金银大王被刺穿心脏之事，蒋文明则是一点都不担心。这种伤如果换作其他人，或许会致命，但对于金银大王来说，根本算不得什么。并蒂莲花，一体双生，一者生则两生，一者亡则双亡。金银大王看似是一个人，但实际上是两位一体。除非同时杀掉金角、银角两人，否则根本杀不死他们。无论受到多重的伤势，他们都能迅速恢复。这是蒋文明根据前世一款游戏中获得的灵感，所以在召唤的时候特意添加了词条，就是防止出现意外。果不其然，米迦勒偷袭成功，虽然洞穿了金银大王的身体，但并没能杀死他，反倒将他从那种奇怪的状态中惊了出来。晃金绳，复！金银大王伸手一指，腰间系着的晃金绳瞬间飞出，就好像一条灵蛇一般在天空游动。米迦勒不敢让这条金色绳索靠近，手中圣剑挥动，一道火焰剑气斩出，当场将晃金绳斩成两截。不过还不等他高兴起来，就看到原本被斩成两截的晃金绳同时开始增长，眨眼间就变成了两根，并且以更快的速度朝他冲来。烈焰审判！米迦勒手中圣剑再次挥舞，带起一大片火海，想要焚尽这根奇怪的绳子。然而就在此时，金银大王突然动了，只见他身上原本呈现金色的皮肤迅速变成银色，同时手上还多出一把芭蕉扇。还没等米迦勒想明白对方为什么没死时，就看到那个变成银色的妖怪挥舞手中的扇子对着他扇了一下，满天火海瞬间倒卷飞回，无论是速度还是威势，都比米迦勒施展出来时要强上好几倍。而米迦勒的身体就像是被台风吹起来的破麻袋，瞬间从原地消失，狠狠地撞在擂台的屏障上。轰！整个擂台都剧烈地颤抖了一下。米迦勒一口血喷了出来，满脸的惊骇。这又是什么宝物？刚才那一瞬间传来的威势，哪怕他拼尽全力也无法抵挡。这只是对方轻轻扇了一下的结果，如果再多来两下，那他岂不是要撞死在这里？奇迹！眼看第二道风吹来，米迦勒连忙使用领域规则，希望可以凭借奇迹领域抵挡。呼！这次的风并未对他造成伤害，只是为什么会有点冷？就在米迦勒疑惑之时，突然感觉有什么凉凉的东西落到他的脸上，伸手一摸，发现是水。神话擂台怎么会有水？还没等他想明白为什么，天空中顿时下起瓢泼大雨，地面的火焰很快被浇灭，就连他剑上的光明之火也在雨水中摇曳不定，随时都有熄灭的可能。而另一边站在地上的金银童子身前悬浮着芭蕉扇和玉净瓶，双手结出梵奥手印，口中念念有词：五雷猛将，火车将军，腾天倒地，驱雷奔云，对仗千万，统领神兵，开旗急召，不得机停，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随着他的口诀落下，天空中电闪雷鸣，大雨滂沱，时不时还有几道惊雷落下，直劈米迦勒，打得他狼狈不堪。卧槽！卧槽！疼！兄弟，你就算激动也别掐我腿啊！妈，快出来看神仙，这才是真神仙啊！抬手呼风唤雨，风雨雷电任凭召唤，神仙保佑，我先氪为敬。有没有脑子好使的兄弟记住刚才的口诀了？回头给我一份。知道口诀有个屁用，没看到还有那些手印吗？哈哈，我录像了，全都录起来了。卧槽，老六，不哥，介意不说话。
你走开！不飘零半声，就为今天，请将此法借我一观，我愿拜为义父，今后任凭差遣。你们够了，哥哥人家也想看看，好不好吗？闪开你个小绿茶！哥哥，这是人家的房间号，一会儿去房间探讨一下结印手法怎么样？虽说他们经常看到神明移山填海，能召唤风雨雷电的也不少，只不过那些术法都是神奇们随手为之，根本无迹可寻。像这种有明确口诀手印的术法，这还是头一次遇到，简直就是千载难逢的大机缘。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有机会学会，威力强不强无所谓，主要是够帅，一抬手就能呼风唤雨。试问哪个人不动心？别说其他人了，就连蒋文明也看得心旷神怡。这年头哪个男人没有中二的梦想，他肯定也不例外。只不过他明白，这种法术就算知道口诀跟结印手法也没用，必须要完美配合起来才会有效果。无论是佛门的6字真言，还是道门的9字真言，其实本质上都一样，都是言灵之法。这一点，他们华夏的汉字、汉语可以说碾压所有国家，字如其形，音如其意，可以说是最接近言灵之法的语言文字。可惜后来不知怎么的就失传了。收回思绪，目光重新落到擂台上。此时金银大王施法完毕，冰冷的雨水灌满全场。米迦勒虽然有神力护体，但依旧被雨水淋湿。或许在他看来，这些雨水对他根本没有威胁，所以才懒得理会。不过这也正合金银大王的心意，雨水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杀招还在后面。只见他伸手取过芭蕉扇，对着米迦勒用力一扇，狂风瞬息而至，裹挟着雨水形成一道水龙卷，朝着米迦勒袭去。散！米迦勒手持圣剑，一剑斩落，直接将水龙卷给劈散，水花四溅，溢散的到处都是。而且这些水花呈现出诡异的冰蓝色，水滴落下之处散发出大量寒气，所有的物体全都迅速结冰，速度之快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不好！米迦勒察觉出异常，翅膀扇动，远远地避开那些冰蓝色水珠，可惜还是晚了一步。他身上有之前淋湿的雨水，在接触到这股寒意之后，开始迅速结冰。只是眨眼间的功夫，身上便被一层寒冰包裹住，化作一尊冰雕。一直追逐他的黄金绳也终于逮到机会，将他给捆得严严实实。去！金银大王伸手一挥，面前的七星剑当即化作一道流光，直刺米迦勒的脑袋。咔嚓！冰层碎裂，米迦勒的身体也随之四分五裂。七星剑和黄金绳失去了目标，自动飞回金银大王跟前。我们赢了，好像是吧？那个鸟人都变成渣渣了，肯定赢了。可是裁判怎么还没宣布结果？现在观众们都学聪明了，只要裁判没站出来宣布结果，那就说明还没结束。无论场上局面多离谱，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敢断定谁输谁赢。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米迦勒的尸体还在冰块里面，死不瞑目。可是主持人波比始终没有出现，怎么回事？难道还没死？就连蒋文明也有点紧张了。金银大王眉头微蹙，对方的生命气息已经消失，这一点他可以感应到。可是比赛迟迟没有结束，这就说明还有变数。为了避免夜长梦多，他取出乾坤玉净瓶，对准那堆残肢断臂，收！毫无反应，生命力这么强。乾坤玉净瓶可以收纳一切没有生命的物体，无论是法宝、神通还是山川湖海，都可以一念之间收入其中。唯一的限制就是不能收取活物。现在既然无法将米迦勒的尸体收起来，这就说明对方还活着，哪怕他已经没有了半点生命特征。前三连，坤六段，离为火，砍为剑，急急如律令。金银大王手中快速结印，然后对着米迦勒的残躯吐出一股火焰，想要以此炼化对方。在火焰接触到对方尸体时，冰层瞬间融化，与冰层一起融化的还有米迦勒的尸体。这诡异的一幕看呆了在场所有人，尸体也能融化。所有人都以为这是金银大王施展的法术，但只有他自己清楚，并非如此。这是对方保命的手段，因为他已经感觉到对方的生命气息正在急剧恢复。轰！米迦勒的尸体在火焰中溶解，又重新组合到一起，凝聚成型。三对洁白的羽翼展开，头顶上浮现出一圈金色光环，这才是他的真正形态。异教徒，准备迎接审判吧。米迦勒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身后的羽翼瞬间变成赤红色，就好像两团火焰凝聚的翅膀一样。手中圣剑一指，虚空中顿时落下无数银色十字架。这些十字架跟上一次不同，这上面满是荆棘，而且看上去血迹斑斑，怎么看都像是用来行刑的。受难十字架！蒋文明面色一沉。在圣经中曾经记载，耶稣降临传播上帝的信仰，最后被愚昧的人类抓获，并且给他头戴铁荆棘编织的帽子，并且让他背着十字架一路受人鞭打羞辱，最后又被人扒光衣服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而亡。他们以此向世人叙述神子的伟大，他无罪却甘愿替众生受罚，是不是很悲壮？然而让人细思极恐的是，耶稣所经历的一切全都是上帝一手安排的。基督钉十字架并非偶然而有，他在创世之时已成为神的羔羊，一个名义上的神子受尽折磨而死，获益的却是天赋，既证明了神爱世人，又证明了他牧养众生的至高无上权威，一举双得。口口声声说着众生都是他的孩子，可是他对待孩子的手法一次比一次残忍。无论是亚当、夏娃还是耶稣，都是他的孩子，但结局一个比一个悲惨。受刑十字架本该是避讳之物，现在他却拿出来对付敌人，这足以说明一切。那是信仰，也是审判。难怪金银大王之前会出现失神的状态，全都是上帝那老家伙在搞鬼。蒋文明终于想通了其中关键，那是一种洗脑，这是他们和佛教惯用的手段，依靠洗脑来强行转化别人的信仰。这是一种精神攻击，无孔不入，所以金银大王才会受到影响。现在对方又故技重施，显然是打算用这种方法强行度化金银大王。不行，我必须想个办法阻止他。
面对精神攻击，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强化意志。蒋文明仔细回想自己脑海中所有的资料，希望可以找出办法。这个时候，如果唱首国歌，会不会好一些？这是蒋文明脑海中第一想法。不过很快就被他否决了，原因很简单，国歌只对当代华夏人有用。金银大王不知道是啥年代的大妖了，跟他一起唱国歌，这不是对牛弹琴吗？有了，蒋文明脑海中突然想到一本书，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蒋文明此时无比感激曾经的大学老师用不给结业威胁，强制让他背课文，这不现在刚好用上。为了让金银大王听得更清楚，他还特意来了个法天象的变身。这一幕给台下观众看得一愣一愣的。蒋神这是在干嘛？背课文？我怎么没学过这一篇？有没有学霸在给我解释一下这是啥意思？主席台上的李建国和一众将军也都是一脸懵逼，不知道蒋文明这是要做什么。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李建国反复咀嚼这两句话，越咀嚼越觉得其中蕴含的意境高深莫测。而一直关注擂台战斗的龙野，则是察觉出了不同寻常之处。随着蒋文明的诵读，原本被压着打的金银大王，竟然隐隐有变强的趋势。难道跟这些词有关？但看蒋文明一个人在那里扯着嗓子喊，不知怎么的，自己也情不自禁地跟着诵读起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距离龙野比较近的龙卫军们，在听到龙野的诵读声之后，也忍不住跟着一起诵读起来。紧接着，越来越多的人从小声变成大声，从杂乱变得整齐划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随着众人的齐声诵读，一股玄妙的气势自华夏升腾而起。这一刻，所有人都忘记了心中杂念，全都沉迷于经文之中。这种清静无为的氛围自华夏区坐席开始扩散，眨眼间便传到旁边的国家观众耳中。他们虽然听不懂，但也感觉好像很厉害，操着瘪嘴的发音也跟着诵读起来。而擂台上的金银大王此时双目越来越亮，眼中的迷茫一点点散去。跟道德经的意境相比，上帝的那种思想算个屁。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岂有橐越乎？金银大王跟着诵读起来，声如雷霆，震荡八方。一尊看不清样貌的老道虚影自他身后浮现，手中拂尘轻轻一挥，那漫天的银色十字架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噗！米迦勒喷出一口金色血液，眼神中充满了惊骇之色，顾不得从地上起身，连忙将头低垂，不敢去看那尊虚影一眼。虚影出现得快，消失的也快，只是眨眼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好像是错觉一样。但在场之人没人敢这么想，因为刚才对方轻轻一挥，便将米迦勒打成重伤，这份实力简直骇人听闻。只有蒋文明神色激动，差点脱口喊出对方的名讳：太上老君，这是太上老君！蒋文明心里狂呼，圣人显灵了。小家伙，你别瞎想，你诵读的是老子李耳的经文，关我道德天尊什么事？脑海中突然响起一道和煦的声音。蒋文明一愣，随即反应过来，这是太上老君在给他传音。等等，老子李耳，他和道德天尊不是一个人吗？听对方这话中的语气，好像并不承认两人之间的关系，可是为什么要隐瞒呢？难道跟神话文明断层有关？蒋文明脑海中想起之前的事，那些被他召唤来了的神明，好像都隐晦地告诉过他，尽量不要喊出真名。现在结合道德天尊的反应，蒋文明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大胆的猜想：诸神被困在某个地方，受到了限制，并且抹去了自己在人间的真名。越是高位格的神明，受到的限制越大。这一点从之前的幻名就能看出来，华夏的那些大佬，包括其他神系的顶尖大佬，全都没有出现。目前出现的如来和海拉，须知左南，阅读几人，除了如来有圣人水准，其他人也只是相当于大罗金仙水准，包括被打残的湿婆，根本没有传说中那么厉害。要知道，在神话传说中，这些可都是神王级强者，代表着一个神系的尽头，但表现出来的战力却并不如人意。蒋文明先前并未深想，现在看来这里面的水分似乎有点大。不过现在想这些也没啥用，当务之急还是先拿到另外两大帝国的造化之药。目光重新回到擂台上，此时的金银大王重新恢复成金色皮肤，这代表着金角大王已经完全恢复，双方切换了形态。搬山术，金银大王双手凭空托举，像是举着一座大山一般，用力朝着米迦勒砸去。此时的米迦勒身受重伤，浑身骨头不知道碎了多少，动一下都很困难，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座大山自虚空中落下。轰！大地剧烈颤抖了一下，米迦勒的身影消失，被压在大山之下。终于结束了，蒋文明长舒一口气，战斗了这么久，现在终于告一段落，现在只需要安心等待主持人宣布比赛结果就好。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可始终不见波比出现，难道还没死？蒋文明惊了，对方刚才就已经是强弩之末，现在又被大山砸中，这还不死？像是为了验证他的想法一样，大山开始剧烈的摇晃起来，山体一点点的拔高，直至彻底脱离地面。蒋文明瞳孔一缩，他看到了什么？一道挺拔的身影，身后长着3对漆黑如墨的翅膀。要知道，天使的翅膀全都是纯白色，象征着纯洁，可现在却出现一名黑色翅膀的天使。一个名字在蒋文明脑海中浮现：堕落天使路西法。可是刚才被压下的明明是战斗天使米迦勒，路西法怎么会出现在那里？米迦勒呢？一系列疑问在蒋文明心中升起。除非米迦勒和路西法是同一个人。蒋文明被自己的想法给吓了一跳。两个人，一个代表上帝，一个代表魔鬼，路西法更是被称为地狱之王撒旦，跟天堂的诸神不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现在事实就摆在面前，米迦勒就是路西法，也是地狱之王撒旦。
这一切都是天堂诸神玩弄众生的阴谋。仁慈的天父啊，我究竟看到了什么？为什么天使长大人会变成撒旦？这一定是华夏神用出来的幻术，大家不要相信，我们要相信天父，他怎么会准许撒旦成为天使长？这一幕，就连教皇国的观众都有些无法接受，甚至有种信仰崩塌的感觉。他们想尽办法脑补，来为自己的信仰开脱。但对于其他帝国的人来说，他们才不关心是天使还是魔鬼。原本明朗的局势再次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天使长变成了撒旦，伊甸园的诸神还真会玩。希腊帝国的高层脸上露出讥讽之色，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只不过教皇国的信仰崩塌跟他们没有毛关系，他们又不信上帝，他们只关心这场战斗的输赢。浑身黑气缭绕的路西法双手托着大山，一步步朝着金银大王走来，随手将大山抛到一旁，目光冰冷地看着他。一柄寒气森森的巨型镰刀出现，死神镰刀。路西法身后翅膀扇动，化作一道闪电，挥舞着镰刀对准金银大王的脖颈斩去。金光咒！金银大王大喝一声，一层金光将他身体笼罩住。当！金属碰撞声响起，金银大王后退2步，但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路西法神色凝重，身体再次化作一道残影，斩向金银大王。叮叮当当的碰撞声不绝于耳，看得众人目不接。可是无论路西法怎么攻击，始终无法破开金银大王的防御。那层金光就好像万法不侵一样，任凭他如何攻击，始终无法打破。而金银大王每次出手，虽然威力惊人，但却碰不到路西法。双方陷入僵持之中。晃金绳！很快，金银大王抛出晃金绳，同时手持七星剑冲了上去。路西法知道晃金绳的厉害，所以根本不敢让他靠近，只能依靠机动性不停地闪避。眼看迟迟无法追上路西法，金银大王也有些急了，当即停下脚步，身上银光闪现，切换成银角大王模式。风雨雷电，听我号令！银角大王挥舞七星剑开始施法，霎时间风起云涌，无数雷霆在其中闪烁不定。落！随着他一声令下，无数雷电落下，将整座擂台都给覆盖住了。面对这种覆盖式攻击，路西法避无可避，只能硬抗。雷电过后，路西法身体周围的黑气被劈散，全身上下冒着青烟，惨不忍睹。你成功激怒我了！说着，身后缓缓生长出3对洁白如玉的翅膀，手中也出现一柄似剑非剑的兵器。这柄兵器通体锈迹斑斑，双面开刃，但却没有剑尖，中间一节一节的，像是巨人用手攥出来的一样。12亿堕落天使神器裁决！蒋文明失声惊呼：这柄兵器太出名了，相传路西法没有堕落之前，曾用这柄兵器为上帝征战，屠戮过无数神明。它代表着上帝的意志，因此被称为裁决之刃，可以说是仅次于上帝手中的牧羊鞭的强大神器。而融合了米迦勒后形成的12亿，正是路西法没有堕落前的形态。圣光炽天使路西法，这才是他真正的战斗形态。金银大王小心，他手中的是神器裁决，还有他的名字叫圣光炽天使路西法。蒋文明用尽所有力气，大声喊道。台下的观众都有些摸不着头脑，不明白蒋文明为什么会重点强调对方的身份和名字。没想到在你们华夏，竟然还有人能叫出我的称号和真名。路西法听到蒋文明的话，也有些意外。圣光炽天使这个名头，在他离开伊甸园之后就成为了禁忌，哪怕是一些新诞生的天使也不知道。没想到却被一个刚成年的异国小家伙给喊出来了。不过他并没有当回事，知道他的真名又怎么样？难道还能对他施加诅咒不成？他可是还有另一层身份，那就是地狱之主撒旦。什么诅咒能对他生效？然而银角大王在听到蒋文明的话之后，脸上浮现出一抹笑容。早该告诉他对方的真名了，不知道真名，他怎么放大招？不过现在也不晚。只见他伸手从身后取下那个一直背着的紫金葫芦，葫芦在取下的瞬间自动缩小，落入他的手中。银角大王拔下葫芦上的木塞，将瓶口对准路西法，口中高喊一声：圣光炽天使路西法。路西法疑惑地嗯了一声。下一刻，他的身体不受控制地朝着紫金葫芦飞去。圣光领域！路西法大惊失色，连忙展开领域，但依旧无法阻止被吸过去的趋势。在被吸入葫芦的瞬间，他用手中神器裁决横在葫芦口上，让自己不至于被完全吸进去。裁决之刃是神器，品级跟紫金葫芦差不多，所以没办法吸进去，双方陷入僵持。地狱降临！一片焦黑带着硫磺味的焦土世界出现，无数恶鬼从各个角落爬出，疯狂扑向银角大王。面对这无穷无尽的恶灵，银角大王没办法，只能强行终止控制紫金葫芦。五雷咒！面对恶灵，最好的法术就是五方神雷。无数道雷霆落下，虽然清空了他周围的恶灵，但也让路西法成功逃脱紫金葫芦的吸力，跑了出来。操！蒋文明直接破防了，就差那么一点，差一点就把路西法给收入紫金葫芦里面。现在对方肯定有了防备，再想让他答应一声，简直难如登天。路西法在脱困之后并没有远离，而是挥舞手中的裁决斩向银角大王。银角大王显然没有金角大王那么抗揍，根本不敢硬抗对方的攻击，只能四处闪躲。路西法是何等敏锐，很快就察觉了金银大王两种形态的问题所在。金角大王不惧物理攻击，而且力大无穷；银角大王不惧术法攻击，擅长使用各种法术。双方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金角银角一阴一阳，路西法米迦勒一光一暗，双方何其相似。既然这样的话，那你就试试这一招。路西法露出一抹冷笑，身体陡然一分为二，分裂的不只是人，还有那柄裁决之刃。战斗天使米迦勒手持光明圣剑大天使之刃站在左边，死神撒旦手持黑暗圣器死神镰刀站在右边。双方形成合围之势，同时对银角大王发动攻击。
战斗天使米迦勒，死神撒旦！蒋文明再次高声喊道。银角大王立刻会意，手中紫金葫芦立即对准米迦勒。米迦勒，我唤你一声，你敢答应吗？蒋文明听到这句话，差点没一头撞死在地上。这个银角大王是铁憨憨吗？你都这么问了，傻子都知道有问题了。哼，蠢货，你以为我会上？啊！米迦勒冷笑一声，话还没说完，就直接被吸入紫金葫芦里面。这也行？蒋文明彻底无语，还真有傻子。撒旦见状，连忙丢出自己的镰刀，重新合成裁决之刃，同时欺身上前，对银角大王展开攻击。银角大王分身乏术，只能放弃操控紫金葫芦，眼睁睁地看着米迦勒逃了出来。唉，又差一点，太可惜了。感觉金银童子那个葫芦好厉害啊，只要喊别人名字就能把人收进去。厉害是挺厉害，可惜一次只能收一个人，要不然早赢了。滑下去的观众看得一阵惋惜，明明就差那么一丢丢，但总是在关键时刻被人打断。死神撒旦显然已经看透了紫金葫芦的缺点，自己手持镰刀躲入恶鬼群中，指挥那些恶鬼上去当炮灰。米迦勒则是正面跟银角大王对战，不应该说是压着他打才对。银角大王擅长法术，近身战根本不是米迦勒的对手，仅仅交手几回合便被砍得浑身是血。切换金角大王近战啊！蒋文明在擂台下充当指挥。银角大王此时被米迦勒打得一肚子火，见到蒋文明还在，你行你上，可以吗？你早说啊！蒋文明一听，眼睛顿时亮了。金银大王实力虽强，但脑子不太好使，空有这3件宝贝，白瞎了。此时听到自己可以上场，蒋文明不仅没有害怕，反而有种跃跃欲试的感觉。银角大王看到蒋文明这副表情，也是愣了一下。他刚才说的只是气话，没想到这个傻小子还当真了。你一个凡人瞎凑什么热闹，老老实实在。别呀，银角大王，我实力菜没关系，你把力量借给我用不就行了吗？你看我怎么帮你收拾他俩。听到蒋文明这么说，银角大王郁闷的几乎要吐血。瞅瞅，这说的是人话吗？我都不行，你来就行了，还把力量借给你，你咋不上天呢？不过现在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对付眼前的敌人。正在他犹豫时，脑海中响起金角大王的声音：二弟，不妨让他试试，实在不行用那一招。见自家大哥都开口了，银角大王也只能认命，移形换影，一颗石子被他踢飞。下一刻，蒋文明的身影出现在擂台上。晚辈蒋文明，请金银大王上身。蒋文明虽然被这突如其来的换位给吓了一跳，但还是很快稳定下来，连忙施展请神术。金银大王也不客气，当即化作一道流光，融入蒋文明的身体之中。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蒋文明激动的想要大吼一声，就是这种感觉。比起之前白起附身也不遑多让。金角大王化作一副金色铠甲，银角大王化作银色头盔，黄金绳系在他的腰间，玉净瓶被他别在腰后，一手七星剑，一手紫金葫芦，全副武装。金银大王，待会儿请配合我施法。蒋文明在心中给二人联系，然而两人根本不搭理他，反倒是一段陌生记忆出现在他的脑海中。这些正是那些法宝和法术的使用方法口诀。不愧是咸鱼二人组，打酱油的本事是真高。蒋文明心里疯狂吐槽，他们的意思很明显，东西都给你，要啥给啥，你自由发挥吧。台下的观众们早就惊呆了，尤其是华夏区观众，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蒋文明居然会亲自下场。这可是幻冥神战，不是神话擂台战，只要上场，神明就可以直接对神眷者出手的。他怎么敢？蒋神疯了吗？再急也不能亲自上场啊！这下完了，这还不得被对面一刀给砍了吗？应该不会吧，蒋神又不是傻子，他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我们应该相信他。就是，蒋神可是我爸爸，怎么会倒在这里？啥？蒋神有女儿了？不像啊，妹妹你多大？我8岁了。卧槽，不愧是蒋神，8岁就能生。擂台上，蒋文明看着面前黑压压朝他冲来的恶灵大军，然后深吸一口气，呼，一股狂风自他口中呼出，三昧神风，所有被风吹到的恶灵瞬间化作飞灰。与此同时，蒋文明伸手一挥，黄金绳自腰间飞出，这是针对米迦勒的雕虫小技。米迦勒手中圣剑裹挟着神圣之火，对准黄金绳劈砍。然而下一秒，眼前的黄金绳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不对，不是消失，而是化作一根头发，被火焰焚烧殆尽。头发？这里怎么会有头发？米迦勒一愣，感觉脑子有些转不过来。而另一边，正准备偷袭蒋文明的撒旦突然发出一声怒吼，只见他的身影从阴影里显露出来，身上赫然被一条金色绳索给缠着。撒旦，你是不是傻啊？蒋文明突然嘲讽一句：该死的凡人，你竟敢辱啊！撒旦话音还未落下，身体就不由自主地朝着蒋文明飞去，不准确的说是朝着蒋文明身后的紫金葫芦飞去。原来蒋文明在之前就偷偷将瓶口对准了撒旦，无论是前面对米迦勒的攻击，还是问话，全都是他的套路。撒旦自以为藏得很隐蔽，却不知道在蒋文明的火眼金睛之下，根本无所遁形。之所以对米迦勒出手，也全都是为了麻痹他，真正的目标是他撒旦。米迦勒想要出手帮忙，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此时的撒旦被黄金绳捆住，根本无法使用裁决抵挡紫金葫芦的吸力，只是眨眼间的功夫便被收入其中。在撒旦被收入紫金葫芦之后，蒋文明迅速取出木塞，将瓶口给堵上。米迦勒是吧？现在就剩你了。蒋文明嘴角浮现出一抹邪笑。不知怎么的，在看到蒋文明脸上的笑容之后，米迦勒心里竟然感觉有些瘆得慌。他竟然对一名凡人升起了恐惧之感。区一个卑微的凡人，别张口卑微闭口凡人的，你以为你在我眼中是什么？什么？不，
你只不过是一只长着翅膀的鸟人罢了。米迦勒刚想对回去，突然瞥见蒋文明似乎有意无意将那个葫芦口对着他，这个骚操作差点给他当场气吐血。不能搭理他，这小子就是想让我搭话，我绝对不能上当。米迦勒在心中不停地告诫自己，吃一堑长一智，既然知道回答对方问题会被葫芦收走，他又怎么会上第二次当？只是可惜撒旦被吸进葫芦里面了，他没办法重新恢复12亿形态，现在的实力大减。不过对付一个凡人足够了。神罚！一道道光剑自米迦勒身后出现，又来，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蒋文明一阵无语，翻来覆去就这几招，看样子很快就能结束比赛了。随手从身后取下玉净瓶，瓶口对准那些即将落下来的光剑，去收！双方同时出手，无数剑光落下，却又被玉净瓶给吸走。就这，蒋文明刚想嘲讽米迦勒2句，却忽然发现自己失去了他的踪迹。不好！蒋文明的大喊一声，当即就打算离开原地。一柄金色长剑从他胸口透体而出，金色的火焰瞬间将他的身体烧成飞灰。凡人就是凡人，就算拥有了这么多宝物，拥有强大力量，也改变不了你们没有神体的事实。米迦勒讥讽的声音传遍全场。虽然这次战斗损失了撒旦这具化身，但能获得这么多宝物，总的来说也不算亏。啊！蒋神死了，蒋神又死了！卧槽，兄弟，你这一个又字说的，瞬间让我把眼泪给憋回去了。突然觉得蒋神这炸死的水平越来越高了。为什么你们都觉得蒋神没死？我不用猜也知道。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滑下去的观众丝毫不慌，在经历几次大起大落之后，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了。没人会相信蒋文明真的死了，除了擂台上的米迦勒。教皇冕下，我们要不要提醒天使长大人一声？一位红衣大主教小声问身旁的教皇。天使长有天赋的指引，什么时候轮到我们这些仆人提醒了？教皇瞪了一眼身旁的红衣大主教，仿佛是在质问：你这是在叫我做事？教皇国看似和谐，但实际上也分为2派，一派信奉上帝耶和华，另一派信奉真主耶稣。虽然明面上他们是同一派系，但了解他们历史的都知道，这2派面和心不合。这一代教皇就是耶稣派系的人，他们属于天堂，而米迦勒属于伊甸园。赢不赢华夏对他们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借助这次机会削弱另一个派系的实力，从而成为唯一的信仰。只不过这种想法能做不能说。擂台上，米迦勒伸手捡起掉落在地的那几件宝物，尤其是紫金葫芦和玉净瓶，一个可以收人，一个可以收法术，对他来说简直就是至宝。有了这几件宝物，今后征战就更轻松了。米迦勒嘴角露出笑意。忽然间，那根金色的绳子突然自己动了起来，顺着他的手掌迅速蔓延至全身，而且越来越紧。原来天使也贪心啊，我还以为你们真的清心寡欲呢。蒋文明那戏谑的声音传来。下一秒，躺在地上还未被捡起来的芭蕉扇突然动了一下，随即变成蒋文明的模样。72变，你到底是什么人？米迦勒瞳孔一缩，厉声质问，同时心里震惊莫名，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没察觉对方是什么时候变身的，还有刚才的那个被他杀掉的人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有2名神眷者？这也不能怪他没见识，身外化身这种神通也就在东方流传，他们西方的神根本没见过。什么人？你刚才不是口口声声喊我卑微的凡人吗？现在即将被我这个凡人杀死，是不是感觉很愤怒？蒋文明说着，举起手中的七星剑，朝着他的脑袋刺去。当，长剑在接触到米迦勒的身体时，竟然被弹开了。蒋文明有些疑惑地看了眼手中的七星剑，哈哈，区区一个凡人也妄想屠神？米迦勒发出一阵讥讽的笑声。蒋文明不信邪的又砍了几剑，依旧是被弹开。凡人终究是凡人，怎么可能伤到了神？他乃是神体，除非拥有神力，否则根本伤不到他。蒋文明虽然拥有金银大王的力量，但他本身并没有神力，他也是看准了这一点，才敢肆无忌惮的嘲讽。虽然他现在被捆住了，但黄金绳的威力有限，只要再拖延一段时间，他便能挣脱出来。到那时，他一定会用最残忍的手法杀死眼前这个亵渎天使的凡人。换我们兄弟俩来吧，你没有神力，杀不死他。金银大王的声音在蒋文明脑海中响起，原来是需要用神力啊，早说啊！蒋文明恍然大悟，啥意思？你有神力？这怎么可能？金银大王一脸的懵逼。神力是西方诸神的叫法，在他们东方还有另一种称呼，众生之力，只有受到香火供奉的人和神才能凝聚出来。蒋文明又没神位，怎么可能受到香火供奉？我是没有神力，但我的本命神奇有啊！他跟帝俊的血脉亲和度可是99%，想要借用对方的神力，简直不要太轻松。只不过他从来没有在世人面前展示过，金银大王他们自然也不知道。晚辈蒋文明恭请天庭之主、时日之父、万妖之皇帝俊降临。随着他的话音落下，造化之门中突然亮起一道白光，霎时间整个天地都失去了色彩。蒋文明身上的金铠银盔也自动脱落，化作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2位大妖。轰！白光落到蒋文明的身上，一对金色羽翼自身后展开，他的身体不由自主地飞起，屹立在高空之中。无尽的光芒自他身上散发出来，像是第2个太阳一般，照得众人无法直视。拜见妖皇大人！金角、银角大王躬身行礼，同时心中震惊万分。刚才见蒋文明信誓旦旦地说自己能借用帝俊的神力，他们还不怎么相信。但转眼间，对方把本尊给召唤来了，这哪是神眷者呀？就算是亲儿子，也不过如此吧。我以天庭之主的身份，妖皇之名，封蒋文明为妖族少主，成为天庭代言人，可有人反对？帝俊没有搭理2位大妖，反而看向造化之门。虽然是问句，但从他口中说出来，更像是命令。
造化之门内群星闪烁，最后全都沉寂下去。很快，一枚令牌自造化之门内飞出，落到蒋文明手中。帝俊看了眼手中的令牌，又看了眼地上躺着的米迦勒，一句话没说。白光散去，蒋文明出现，恢复成原本的模样。华夏区观众一片哗然，蒋神这是什么情况？怎么突然间就升官了？有没有人看到刚才那位大佬长什么样？我刚才就偷瞄了一眼，感觉眼睛都要瞎了。隔着墨镜也看不清他的长相，不过从他的气势来看，绝对是超级大佬。这不是废话吗？万妖之皇，天庭之主，你以为谁都能担得起这个名头？蒋神刚才好帅，不愧是我老公。蒋神是我爸爸，回头我就让我妈改嫁，你们谁都别跟我抢。雪花飘飘，没有棉袄。小妹妹，你可真孝顺。刚才帝俊降临，蒋文明虽然身体不受控制，但意识还在。正因如此，他才感觉到有些莫名其妙。自己只不过是想借用一下对方的力量，怎么就变成请神上身了？这一个二个的，怎么都喜欢上我的神？白起是这样，帝俊还是这样，这让蒋文明郁闷无比。但一想到对方刚才的话，那点郁闷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妖族少主，天庭的代言人，这岂不是说自己现在拥有真正的魏哥了？虽然以前别人也这么说过，但正是从帝俊口中说出来，还是让蒋文明感觉有些兴奋。这枚令牌是什么？蒋文明低头看了眼手上的令牌，只见令牌上面刻着一个古朴的象形文字，道：金角银角大王。在看到这枚令牌之后，当场就单膝跪下了。金角银角，拜见大人。这一举动直接给蒋文明搞懵了。这两位虽然是大妖，但同时也是太上老君座下童子，现在居然给他下跪了。蒋文明可不认为是他妖族少主的身份才让两位大妖如此敬畏，毕竟这俩人刚才见到帝俊也只是躬身行礼，看样子应该是这枚令牌的缘故了。只可惜这枚令牌只有一个道字，除此之外什么信息都没有。算了，想这么多干嘛？还是先解决眼前的事再说。心念至此，蒋文明伸手将两人扶起，口中连道：使不得，使不得，折煞晚辈了。就在这时，原本被捆在地上的米迦勒突然挣脱绳索，手中圣剑直刺蒋文明后心。噗呲，长剑洞穿蒋文明身体，再次将他烧成灰烬。米迦勒不仅没有半点偷袭成功的喜悦，反而脸都绿了。又是这一招，对，又是这一招，好玩不，米迦勒？蒋文明的声音从他身后响起。混蛋，敢耍啊！米迦勒大怒，头也不回地挥舞圣剑往后斩去。可惜手臂刚一抬起，就感觉身体不受控制地朝后飞去。卑鄙小人，竟敢暗算我！米迦勒的咆哮声在空气回荡，然而他的身体却被吸入蒋文明手中的紫金葫芦里面。打架还跟人聊天，傻了吧唧的。蒋文明堵住葫芦口的时候，还不忘补一刀，刺激他一下，这就完了。金角银角大王彼此对视一眼，都感觉脸上火辣辣的。他们俩之前跟对方交手，打的那叫一个激烈，又是搬山倒海，又是呼风唤雨，飞沙走石，结果人家屁事没有，反而越打越强。可蒋文明上场之后，虽然没有神力，但愣是凭借宝物把对方给阴死了。这样一对比，他们俩确实好像是废物。怎么还不死？赶紧给我死啊！蒋文明不停地摇晃紫金葫芦，还时不时偷瞄眼里面。一炷香之后，主持人波比出现在擂台上，神色复杂地看了眼蒋文明，开始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华夏帝国获胜，1小时后进行下一场比赛。漂亮，不愧是蒋神。首战告捷，一鼓作气拿下教皇国。蒋神累不累？我帮你按摩一下怎么样？你们这些女人都闪开，让我来。蒋神，小弟自幼喜欢捡肥皂，姿势标准，抗压能力出众。起开！蒋神，我妹妹说她非你不嫁。蒋神，我姐今年18，是个模特。确认比赛胜利之后，蒋文明的脸上终于露出笑容，朝着金角银角抱拳一礼。这次多谢两位大王相助，我回头一定为两位大王修碑立庙，香火不断。两位走好，你先等会儿，把我们哥俩的宝物还回来，我们再走。银角大王可不吃他这一套，修碑立庙就想换他的宝贝葫芦，想得美！啥葫芦？我刚才不是给你们了吗？蒋文明一脸无辜，你少来，这一招那个猴子当年用过了，你休想骗我！嘿嘿，什么都瞒不过两位，给。蒋文明嘿嘿一笑，丝毫没有被抓包的尴尬，伸手把几件宝物还给两人。这还差不多。银角大王满意的收回宝物，这才跟金角大王一起离开。恭送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归位。见到两人踏入造化之门，蒋文明连忙高声喊道。喊完之后，拔腿就跑，直接跳下擂台。谁都没有注意到，蒋文明的怀中有一个地方鼓囊囊的。蒋文明刚一走下擂台，便被周围热情的观众给围住，一个个疯狂给他推销对象。他已经崭露头角，将来必定成为华夏的新战神。尤其是这个年龄，才16岁，刚出校门，这种潜力股谁都不想错过。都给老子滚蛋，别打扰他休息！赶过来的龙野怒喝一声，制止了这些拼命朝蒋文明身上蹭的人。龙野身为华夏当代第一战神，身上的威势自然不是这些普通人能承受的，仅仅一嗓子便镇住了所有人。蒋文明此时也终于从人群中挤了出来，连忙朝着龙野跑去。就这一会儿功法，他的脸上、头上全都是口红印，太吓人了！难怪前世的名人出门都要雇保镖，看样子还是很有道理的。蒋文明有些心有余悸，本来以他的实力完全可以轻松避开，但他没想到这些人这么疯狂。等反应过来时，已经来不及了。他又担心自己强行挣脱伤到其他人，所以就没敢使用法术。当然，这里面有没有私心就不知道了。随着龙野离开人群，回到主席台位置，李建国朝着蒋文明点了点头，示意他坐下休息。现在虽然赢下一场，但看对方的反应，恐怕后面还有变数，
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李建国这是暗示蒋文明要不要跟对付天竺一样，给他们陷下来上一法。蒋文明闻言略一思忖，随即摇了摇头。教皇国不足为惧，我们真正的对手是希腊，现在暂时不宜打草惊蛇。以他对教皇国的了解，对方现在能拿出手的人没几个了，除非耶和华亲自上场，否则他还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输。哪怕耶稣来了也不行。众人闻言皆是松了口气，有把握就行。他们还真担心蒋文明江郎才尽。以你的推测，教皇国接下来可能派谁出场？李建国又问。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能提前制定出计划自然最好。毕竟他们华夏这么多智囊团可不是摆设，绝对有把握在1小时内做出详细战术计划。教皇国一股有2大神系，一是伊甸园神系，二是天堂神系，两者虽然同出一源，但据我了解，他们并不和睦。一直以来明争暗斗不断，都在掠夺彼此的信徒。现在米迦勒、撒旦他们死了，伊甸园神系肯定坐不住。我估计下一个出场的应该是另外几位天使，亦或者亚当、夏娃他们。天堂一派其实并没有多少神，主要战力还是在伊甸园那边。而剩下的那些人里面，亚当、夏娃2人本就是一体，被称为西方人类始祖，很有可能会出现。只是不知道战力如何，按他的估计，应该不弱于米迦勒，但也不会强太多。反倒是另外一个人，让蒋文明有些拿不定主意。血族始祖该隐，一个被耶和华亲自诅咒的人，不死不灭，身体永远不能接触地面，永远只能生活在黑暗中，地位丝毫不比撒旦差，相反他的子嗣信徒更多。最可怕的是他身上的诅咒，无法通过生育诞生后代，却可以通过血液转化。这一点倒是跟他们华夏的始祖江辰、银钩有些相似，一个靠吸血转化后代，一个靠吸魂诅咒转化后代。还别说，这么一想，蒋文明顿时发现其他神系的那些神奇，貌似在华夏都能找到类似的。这是巧合还是天道如此？很快1小时休息时间结束，蒋文明重新回到擂台上，双方没有废话，开始召唤各自神明。天空中金光闪烁，在名单上快速掠过，很快10个名字出现。蒋文明没有去看自己这边，而是一直留意对方选的是谁。只见对面的金光落在一行字母上面 CA， 该隐，还真被我猜中了。蒋文明心中暗喜，随即看向自己这边名单，江辰、银钩、后清。蒋文明在看到这3个名字后，甚至都不想往下看了。这还说啥？就在这3个里面选好了。4大尸王，汉魃已经死了，现在只剩下3个。后清是飞天僵尸，银钩是诅咒僵尸，江辰是吸血僵尸，该隐是血族始祖，自身速度极快，而且被耶和华诅咒。后清和银钩并没有什么优势，反倒是吸血僵尸江辰，铜皮铁骨，恢复力惊人，面对该隐反倒是最有优势的一个。我记得江辰的本体乃是一株上古灵根，后面背后的血肉侵染，所以变成尸王。因为先天不足的缘故，所以没有灵魂，只有本能。就是江辰没有脑子，所以本能驱使下喜欢攻击生灵，吸取对方精血。换句话来说，我没有脑子，所以想吃别人的脑子补补。正好该隐也喜欢吸血，这要是把2人凑一起，想想居然还有些小激动。问：僵尸跟吸血鬼互咬，是吸血鬼变成僵尸，还是僵尸变成吸血鬼？答案肯定是吸血鬼变成僵尸。毕竟有句名言，我没有脑子，就没有人能够控制我。想到这里，蒋文明不再犹豫，径直地走到江辰跟前。身长丈2，目有血芒，浑身鳞甲，刀枪不入，以生灵为食，以精血为饮，不死不灭，神力无边。晚辈蒋文明恭迎4大师祖之江辰降临。随着他的话音落下，虚空中裂开一道缝隙，露出里面的场景。这是一片春意盎然的山谷，百花齐放，祥和宁静，宛如仙境一般。不愧是师祖之一，虽然没听说过，但看这场景，绝对是一位得道高人。兄弟，你先别歪歪，你没听讲神后半句话吗？以生灵为食，以精血为饮，你管这叫得道高人？不死不灭！我的天，这绝对是超级大佬，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不死不灭的神明出现。这么说，我们这一局岂不是稳赢了？讲神牛逼！很快，峡谷内的地面开始裂开，一只青色大从地底探出，紧接着一步一步爬了出来。这是一名浑身赤裸、肌肉虬结的猛男，只不过浑身上下皮肤呈现出一种诡异的青灰色。啊，流氓！不少女性观众忍不住惊呼，双手捂脸，头发长见识短，这叫君子坦荡荡。严肃点，这是我们的神明，要保持最基本的尊重。说归说，你拿手机录像就过分了。江辰在从地底爬出来之后，双目陡然睁开，一双血色眼球让人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目光扫视周围，最后落到裂缝外面的蒋文明身上，一步迈出，下一刻直接出现在擂台之上。蒋文明看着对方那毫不顾忌形象的样子，也是一阵无语，随即吹了口气，一根头发飞出，化作一条短裤出现在江辰身上。江辰只是诧异的看了蒋文明一眼，算是默认了对方的行为。哈哈，华夏还自称是文明古国，竟然会有这种蛮夷之神，真是笑死我了。该不会穷到连衣服都买不起了吧？要不要我们借给你们一套？一点都不优雅，粗鄙至极，哪有我们该隐大神英俊潇洒，简直就像最高贵的贵族。教皇国的观众像是找到了宣泄口，肆无忌惮地嘲笑着江辰的打扮。我可以吃了他们吗？江辰扭头看向主持人波比，霎时间全场一片死寂。江辰的声音虽然不大，但是却清晰地传入在场所有人士耳中。那些嘲笑他的声音瞬间戛然而止，就像是被掐住脖子的鸭子一样，一个个脸憋得通红。波比脸上的笑容一僵，有些无奈地开口：不行。听到波比的话之后，那些人顿时安心，随即一股羞辱感浮上心头。法克，区区一个蛮神，竟然如此嚣张！该隐大人，撕碎他！该隐大人，吸干他的血，让他成为您的奴隶！
野蛮之神，死亡才是你的归宿！教皇国爆发出更强的咒骂声。江晨眉头微皱，隐隐有发飙的迹象。就在即将爆发时，却突然看到波比邪魅一笑，只听他开口：“如果你们赢下最终比赛，倒是可以让华夏将这些人献祭给你。”此话一出，场面再次陷入死寂。教皇国那些叫嚣的人顿时被吓得脸色苍白，再也不敢多说一句。就连蒋文明也是一脸古怪地看向波比，这话说的有些诛心了啊。不过他也明白，同样身为神明，又怎么会准许他们这些凡人随意羞辱？有些话可以私下说，但不能放到明面上。每个神明都有自己的癖好，可以不理解，可以不赞同，但是绝对不允许公开羞辱。既然犯了这个忌讳，那就要做好被人报复的准备。人类尚且如此，更何况是神？这是规矩。江澄闻言点了点头，随即看向台下的蒋文明说道：“你帮我盯着那些人，等我回来再吃。”蒋文明有些无语，同时也为哪些作死的人感到悲哀。惹谁不好，偏偏惹上这位大佬，真落到他手里，死亡简直就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不过蒋文明可不打算为这些人求情，反正都是自己做的，管他们死活。至于献祭这种事，他虽然没干过，但不是还有天竺的难民奴隶吗？他们肯定擅长，所以蒋文明一点都不担心。跟教皇国如丧考妣的表情不同，华夏区的观众们差点就笑翻了。我只能说，不愧是蒋神，风格一点都没变。这是又要开自助了吗？我能吃他们吗？哈哈哈！看看那些人当时的表情，笑死我了。我感觉师祖好可爱，好有礼貌，竟然还会问一句：“妹妹，你还没发现吗？不是师祖，是师祖啊！尸体的尸，传说中的僵尸之祖。你怎么知道？我刚才特意查了一下蒋神写的《山海经》，你们猜猜他是什么来头？你就别卖关子了，赶紧说。这位大佬可是我们华夏创世神盘古的后裔，相传盘古死后，头盖骨所化的吼为祸人间，后来被女娲娘娘和伏羲大神灭掉，他的精血跟一株灵根结合形成。因为本体是灵木的缘故，所以天生没有魂魄，最喜欢吸食生灵魂魄精血。最关键的是，被他吸食后的生灵也会变成和他一样的僵尸，可以说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跟之前出现的赤焰女武神同出一源，战斗力只强不弱。嘶，倒吸凉气的声音响起，所有人都被这个消息给震惊到了。吸食生灵魂魄精血，将他们转化成跟自己一样的僵尸，这想想都觉得可怕。我的妈呀，这么猛，还能吃啥补啥？哎，兄弟你很不对劲啊，你这关注的重点和我们不太一样。你们说师祖大人那身材会不会是吃出来的？听你这么一说，我怎么还有些心动的感觉呢？喂，冷静些，难道你们想变成没有脑子的僵尸不成？僵尸有什么不好？身体强壮，坚硬似铁。就是，你猜猜女生是希望你有脑子，还是强壮的身体？擂台上，江澄活动了一下筋骨，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下一刻，身影陡然从原地消失。砰！在他身影消失1秒之后，他之前所在的位置凭空出现一个大坑。蒋文明看到这一幕，只感觉眼皮直跳。别人或许不知道擂台地板有多硬，但是他可是知道的清清楚楚。哪怕他使用法天象的变身100米高，都无法撼动地板分毫。可现在，江澄只是一个冲刺，就给地面踩出一个大坑。这力量，该隐在江澄消失的瞬间就展开身后翅膀离开原地。轰！就在他离开的瞬间，原本所在的位置也出现一个大坑。江澄一步步从大坑里面走出来。该隐那双黑红色眼球骤然一缩，纯粹的肉身之力竟然如此恐怖，哪怕是他的同胞兄弟狼王凯恩也没有这么恐怖的力量吧？江澄也有些惊讶，该隐的速度就连他也没能看清，太快了，都没看到他翅膀扇动，人就已经跑没影了。再来！可是无论他怎么攻击，该隐就像是提前预判了他的攻击一样，总能轻易的避开，而且还会时不时的利用速度优势进行反击。只不过这些攻击落在江澄身上，也只是划出几道白痕，根本伤不到他。师祖，他拥有感知能力，可以预判你的动作。蒋文明在。众所周知，蝙蝠拥有超声波，可以探知周围的变化。该隐也是如此，他的速度虽快，但比起江澄也快得有限，绝对达不到这种碾压的情况。所以不是他速度太快，而是他提前预判了江澄的动作。随着他的话音落下，只见江澄的身体再次消失，速度比起之前快了1倍不止。手上的指甲宛如最锋利的匕首，直直地刺入该隐的身体，手臂透体而出。然而下一秒，该隐的身体瞬间化作无数黑色蝙蝠散开，在不远处又重新凝聚成型。遁术，江澄有些意外，没想到对方竟然掌握如此高明的遁术。呼，深吸一口气，身上的肌肉开始浮现出一道道青筋。砰，一拳轰出，竟然打出了音爆声。而站在不远处的该隐，身体陡然4分5裂，再次化作无数蝙蝠。只不过这一次，有不少蝙蝠被打成血雾。台下的蒋文明看得目瞪口呆，这尼玛是空气炮吧？他拥有火眼金睛，自然看出来了刚才发生了什么。江澄的拳头看似打在空气中，但事实上却因为速度快力量大，强行将那片空气给压缩成了空气炮。这是纯粹的肉身之力，哪怕该隐感知力惊人，也无法反应过来。因为这种招式根本没有前兆，凭借的是绝对速度和力量，不像神力会出现能量波动。这就好比你看到卡车朝你冲来，但你根本无法避开，因为你速度没它快。嗨嗨，是我低估你了。该隐的身体重新凝聚成型，不停的咳嗽，显然刚才也受到了不小的伤害。然而回答他的依旧是一拳。不过这一次该隐没有闪躲，只见他伸出一只手，竟然直接握住了江澄的拳头。棕色的毛发迅速自该隐身上长出来，只是眨眼间的功夫，他就从一个英俊的贵族绅士变成了一头狰狞的巨狼。真不想使用这个形态，一点都不优雅。该隐嘴角裂开，露出狰狞残忍的笑容。
另一只狼爪对着江晨的心脏抓去，同时张开满嘴獠牙，一口咬向江晨的脑袋。江晨一只手被攥住，这么近的距离根本无法闪躲，只能勉强避开要害。刺啦，像是皮革被划开的声音。江晨身上被抓出5道伤口，血液从里面渗出，狼牙咬在江晨的肩膀上，深深地嵌入他的肉里。滚开！江晨身体后仰，一脚将该隐踹开，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他肩膀上大片血肉被对方咬掉，血淋淋的看上去无比恐怖。身上氢气涌动，迅速修补好裂开的伤口，只有身上的血迹证明他刚才确实受伤了。该隐嘴角带血，大口咀嚼江晨的血肉，然后吞咽下去，脸上露出一抹满足感。果然，还是神体吃起来更有味道。说着，竟然还回味似的舔了舔嘴边的血渍。江晨面无表情，仿佛受伤的不是他一样。该隐现在化身巨狼形态，虽然速度有所下降，但是力量却非常恐怖，比起他来也不遑多让。随着他吞咽下江晨的血肉，身上那些原本的伤势也开始迅速恢复，只是眨眼间便恢复如初。擂台下看到这一幕的观众，一个个都震惊无比。这是什么恢复速度？打了半天，两人竟然都不带一点伤。我刚才没眼花吧？那个蝙蝠精怎么突然变成狼人了？那不是蝙蝠精，是吸血鬼。不是说吸血鬼和狼人水火不容吗？怎么会是同一个人？会不会是他爸是狼人，他妈是吸血鬼，然后跨物种生了他？卧槽，哥们儿，你这脑洞可以啊！有没有考虑一下去写小说？肯定有前途。只能说贵圈真乱，教皇国这次算是玩砸了。天使和恶魔是同一个人，吸血鬼和狼人也是同一个人，他们究竟还有多少谎言？一群神棍本来就是满嘴跑火车，还好我们华夏没让他们传播进来。师祖大人好像打不过这个狼人啊，该不会真的被吃掉吧？不可能，我以曹氏盖饭的名义保证，绝对不可能。要说全场最淡定的人，恐怕就只有蒋文明了。该隐变身成为狼人，确实吓了他一跳，但对方的扫操作却看得蒋文明直呼999。你说你吃啥不好？你非得吃僵尸？还是师祖级的僵尸？这下想输都难了。本来以为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没想到这么快就分出结果了。蒋文明忍不住感慨，既然胜负没了悬念，蒋文明也收起了之前的担忧，直接手一挥，一架躺椅出现，他毫不避讳的一屁股坐到上面，打了个响指，手中多出一桶爆米花和一大杯可乐，开始津津有味吃起来。卧槽，你们快看蒋神，他在干嘛？可乐、爆米花，还有沙滩椅。大哥，上面打生打死，你在？不愧是蒋神，举止端庄，丝毫不慌，学到了。而另一边教皇国观众区，法克，他那是在做什么？竟然敢在这么重要的比赛吃爆米花，太过分了！为什么我没想到？他这是要化悲愤为食欲吗？毕竟他们的神即将被该隐大人吃掉。什么该隐大人？现在是狼王凯恩大人。反正都一样，野蛮的华夏之神，刚才还口出狂言要吃掉我们，现在转眼间就被凯恩大人给咬了。我已经迫不及待看到他成为狼人了。就算是狼人，也是凯恩大人的奴隶。看他恢复力这么强，说不定会被凯恩大人圈养起来，当成血食。场面吵杂无比，就跟菜市场一样。而擂台上，双方再次碰撞在一起，没有闪躲和防御，全是招招见血、拳拳到肉的肉搏战，就好比古时候的斗兽场一般，摒弃一切花里胡哨，比拼纯粹的肉身力量。该隐有利爪，蒋晨有；该隐有尖牙，江晨也有。你给我一爪子，我给你来一口。他们俩就像是两头猛兽，互相撕咬。该隐凭借着吸血特性，不停地吸食江晨的血液，用来恢复身上的伤势。而江晨从头到尾都没能咬到对方，只是不停地用锋利指甲抓挠该隐。虽然每次被江晨抓伤都会感觉身体出现轻微的麻痹感，但该隐仗着自己的黑暗生物体质，根本不在乎那点微弱的毒素，反正吸一口血就能恢复。随着战斗的白热化，该隐终于抓住江晨的破绽，一口咬在江晨的脖子上。只要吸干了对方的血，他就能将对方转化成自己的奴仆了。可谁知江晨见到对方咬住自己，不仅没有挣脱，反而死死地将该隐给抱住，口中的2根獠牙也终于露了出来，狠狠地咬在该隐的脖子上。啊！该隐被江晨咬了一口，发出一声惨叫，随即更卖力地吸食他的血液。江晨同样如此，只不过他吸食的可不只是血液，还有该隐的魂魄。擂台下的观众看到这一幕，一个个顿时长大了嘴边，甚至有些不敢置信。神的爱好都这么特殊吗？嘘，别瞎说，或许他们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我就说嘛，只有同性才是真爱，烧死异性恋。姐姐小点声，你这样会被打的。就连教皇国观众看到这一幕，也都是狂呼买嘎的。其实这也不能怪他们，主要是江晨他们两人距离太近，身体死死抱在一起，脑袋还都趴在对方脖子里，任谁看了都会觉得这像一对热恋的情侣，高过生死相搏的对手。没想到神话擂台中竟然还能打出真爱。子曰：不打不相爱。呆子快跑，孔圣的棺材把俺要压不住了。混账东西，孔圣棺材在隔壁，你压关某作甚？你们几个学相声的吧？还演上了。最关键是竟然毫无违和感。华夏区的观众疯狂玩梗，根本不担心比赛的情况。谁让蒋文明在那带头呢？蒋神都不慌，他们慌什么？只管看戏就是了。江晨和该隐两人这种状态也没有持续多久，仅仅几分钟时间便再次分开。只不过这次该隐脸上没有喜色，反而露出惊恐之色。他明明吸走了对方大半的血液，但是对方不仅没有虚弱，反而身上传来的力量越来越强。在吸血方面，他竟然被对方碾压了。按理说对方喝了他的血，应该很快就会被诅咒转化成血仆才对，可事实上对方根本没有丝毫变化，反倒是他自己竟然有种浑浑噩噩的感觉，意识变得越来越模糊。你究竟是什么怪物，竟然可以免疫我的诅咒？你废话太多了。
江晨依旧面无表情，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话在该隐看来，更像是对方对他的嘲讽。混蛋！该隐被气得破口大骂，哪里还有半点贵族的优雅气质？既然近战不行，那他就换种方式。一口咬在自己的手腕上，血液顿时汩汩流出来。这是打算碰瓷吗？打不过也不用自残啊！什么打不过？明明是咬不过好吧？师祖大人牛逼！这出血量绝对能养活一座血库。不管是华夏区观众，就连蒋文明也有些意外，不知道他突然自残干啥。不过下一刻他就明白了，该隐的血液不停地滴落在地上，很快就形成一片血洼。江晨看的眼睛都红了，虽然他本来就是红的，但是那种对于鲜血的本能，还是让他不由自主地朝着该隐走去。他想喝血，尤其是眼前这个异族神的血液，仿佛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让他尝了一次之后，就有些欲罢不能。这是血族的诅咒，让他对尚未吸血鬼的血液毫无抵抗力。只不过这个诅咒并不完整，因为他无法控制江晨，更无法奴役他，反倒是无限放大了他内心对血液的渴望。这让本就脑子不好使的江晨彻底失去了理智，只剩下对鲜血的渴望。血液顺着该隐的手指滑落，渐渐变得凝固起来，形成类似水晶一样的物质。水晶开始蠕动，就像是拥有生命一般，最后形成一柄暗红色长剑。长剑上面刻画着繁奥的符文，看上去诡异而又神秘。只不过剑身上散发的那种不祥气息，让人感觉十分不舒服，就仿佛天地间最污秽的东西一般，令人直欲作呕。诅咒之刃！蒋文明眼睛一亮，这可是好宝贝，传说是上帝用来惩罚那些异教徒的宝物，里面蕴含了世间最恶毒的诅咒。任何人只要被划伤，都会受到诅咒污染，轻则成为黑暗生物，变得畏惧阳光，重则灵魂被囚禁其中，生生世世受尽折磨。该隐当初就是被这柄长剑划伤，才会成为血族。他本以为这东西在路西法手中，但是翻找对方遗物的时候并没有看到，没想到居然在该隐手中，还真是个倒霉孩子。蒋文明有些怜悯地看了眼该隐，这把剑如果用来对付其他人，绝对是超级神器。只可惜他面前是江晨，一个本身就是天地间最污浊的生物，最关键他还没有灵魂，可以说完美避开了这把剑的所有特性。诅咒之刃落入该隐手中，他的身体陡然消失，擂台上霎时间出现十几道身影，这是因为速度太快产生的残影，看上去跟真人一模一样。江晨还是老样子，呆愣愣地望着该隐之前站的位置，满脑子都在想血怎么没了。好！一声怒吼自江晨口中发出，强大的音波瞬间震碎了周围所有的幻影。就在该隐身形暴露的瞬间，他手中的诅咒之刃猛然刺出，目标正是江晨的心脏位置。江晨毫不示弱，并指如刀也朝着该隐的心脏刺去。诅咒之刃刺入江晨的心脏，江晨的手也洞穿了该隐的胸口。可是下一刻，该隐化作无数蝙蝠，江晨则是随手抽出诅咒之刃丢到一旁。这种在别人看来近乎同归于尽的打法，落到这俩人身上就跟没事人一样，谁也无法奈何得了谁。只有蒋文明知道，战斗马上就要结束了。江晨体内带的可是来自吼的毒素，这可是连师婆都无法承受的剧毒。只不过江晨跟旱魃不同，旱魃的毒掺杂了火毒，所以发作比较明显，而江晨则是纯粹的尸毒，这种毒素潜伏性比较强，会一点点影响中毒的人，一旦发作就会变成无解之毒。现在该隐已经一脚踏在深渊边上，江晨的每一次攻击都是在推他后退。这种以伤换伤的打法看似平分秋色，实际上该隐在第一次中毒后就已经输了，也就是他体质特殊，换成其他人早就送上一手凉凉了。该隐显然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依旧利用速度和诅咒之刃跟江晨硬拼。江晨的身上此时已经布满了诅咒，将他衬托得愈发诡异，但实力却不减反增。僵尸本就是最污浊之物，连轮回都无法进入，这些诅咒对他来说就是最好的补品，以至于到了后面，江晨甚至主动拿身子撞向诅咒之刃。该隐越打越是心惊，硬拼打不过，偷袭又杀不死。以前都是他利用不死特性恶心别人，没想到今天轮到他了，这还怎么打？就这么一直耗下去也不是办法呀。该隐的心情越来越烦躁，甚至有种想上去撕碎对方的冲动。就在这时，江晨再次朝他扑来，他本想化身蝙蝠避开，却感觉到一阵头晕目眩。砰！就这一刹那的失神，导致他没有避开这一击，被江晨一拳打爆了半边身子。诡异的事情发生了，他虽然看见自己的半边身子化作碎肉，可是自身却并没有感觉到有多疼，就连流出来的血液也呈现出一种诡异的黑褐色，散发出腐臭的味道。这味道好熟悉，好像在哪里品尝过，可是我怎么想不起来了？意识越来越迷糊，反应也越来越慢，就连原本苍白的皮肤也开始呈现出诡异的青黑色。他们都说我没脑子，你有吗？江晨的声音突然在该隐耳边响起，还不等他反应过来，就感觉身体被死死地禁锢住了。江晨口中的獠牙一口咬在该隐的脖颈上，开始大口大口地吸食他的血液。该隐拼命想要挣扎，但是江晨的手臂死死地抓住他，根本无法动弹分毫。尸毒越来越严重，该隐的意识也越来越模糊。片刻之后，一具干尸被江晨随手丢到地上。该隐死了，善有者逆，善其者堕。以吸血著称的血族始祖，竟然被人吸干了血液，甚至连灵魂也没能逃脱，场面一度陷入死寂。教皇国的观众有些无法接受，刚才明明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输了？该隐大人乃是不死之身，怎么会输？假的，一定是假的！该隐大人，赶紧起来啊！此时，主持人波比的身影出现在擂台上，目光扫视全场。他的出现就意味着本场比赛已经结束，这是来宣布比赛结果的。本场比赛，华夏帝国获胜。华夏观众区，哦，欢呼声响起。
我早就说了，小白脸靠不住，怎么样？男人还是要猛一些，师祖大人牛逼，人狠话不多，社会有陈哥，说吃了他就吃了他，真男人就该这样。快看，那个吸血鬼还没死，他又动了。擂台上的该隐尸体突然动了一下，我就说嘛，该隐大人乃是不死之身，怎么可能这么容易被杀？不对劲，主持人明明宣布比赛结果了，怎么？该隐大人没死，我们还没输，比赛结果不作数。黑幕，该隐大人还活着，凭什么判定我们输了？教皇国观众大声抗议，然而波比根本看都不看他们一眼。下一秒，该隐的尸体突然从地上弹起，身体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啊！一声惨叫传来，只见教皇国的那名代表正被该隐按着，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去，只是眨眼间就变成一具干尸。该隐吸干那名骑士之后，又将目光投向距离他最近的蒋文明，身体一闪，瞬间从原地消失。蒋文明身上汗毛根根竖起，一股死亡阴影浮上心头，一柄锈迹斑斑的怪异大剑出现在他的手中，裁决之刃。与此同时，一根金色绳索自他怀中飞出，晃金绳。好！江澄口中发出一声咆哮，该隐的身形自虚空中出现，手指距离蒋文明不过半米的距离，晃金绳迅速将他给捆绑得严严实实。蒋文明被惊出一身冷汗，他不明白对方为什么可以攻击自己。擂台规则上明明写着不许敌对神明对神眷者出手，他怎么能无视规则？波比的身影出现，脸色异常难堪，竟然被钻了规则漏洞，还差点杀了华夏的神眷者。刚想执行擂台规则抹杀掉该隐，却被将臣给阻止了。他是我的战利品。话音还未，又是一阵惊呼。之前被该隐吸成干尸的那名骑士，竟然也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正朝着观众席扑去。混账！波比大怒。随着他的声音落下，天空中顿时暗了下来，无数道手臂粗细的雷霆落下，瞬间将那名骑士劈成飞灰。将臣淡定地瞥了那名骑士一眼，然后看向主持人波比，伸出手来陪我。波比，他当了这么久裁判，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糟心的事。先是有人钻规则漏洞，然后被人索要赔偿，这工作还能不能继续做了？等会儿结束了，我们私下谈。波比强压着怒气说道。好。江晨应了一声，不再继续说话，而是转头看向教皇国观众，目光中的嗜血之色毫不掩饰。打赢了就能吃了他们，他可还没忘记这句话。先吃谁呢？还是全都吃了？江晨那本就不怎么灵光的脑子陷入纠结之中。比赛结束，你们先下去准备一下，1天后重新开始下一场比赛。为什么要等1天？有人表示不满，凭什么他们神战都是一场接一场，到了华夏这里就可以打一场休息一下？为了避免再出现同样的事情，擂台规则需要全面升级，解锁诸神擂台，神明也将不再受到限制，具体内容等升级完之后自己看。我抗议，这种事情应该让大家投票选择，显得民主公平。轰！那名歪果人话音刚落，一道雷霆直接落在他的身上，将他劈成飞灰，连根毛都没留下。是什么让你觉得我是在和你们商量？波比本来就一肚子火，现在看到有人跳出来找茬，当场送他一套火花带闪电。蒋文明虽然有些惊讶，但并没有太多意外。怎么说，对方也是神，他跟你讲道理，那是仁慈，不跟你讲才是正常。这些西方人一个个民主惯了，真以为所有人都会跟他们讲道理。虽然不知道波比口中的全面升级是什么意思，但蒋文明却听出来这次更新规则的不同寻常之处。神明不再受到限制，这句话的信息量太大了。究竟是选中的神明不受限制，还是说所有神明都不受限制？如果是前者，那就意味着接下来的比赛神眷者根本无法参与其中，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像蒋文明这样可以借用神明的力量。可如果是后者，蒋文明有些不敢想象。最好的结果是所有神明全都回归，最坏的结果是其他帝国神明出现，华夏神明不曾回归。要真是那样的话，接下来的比赛只会更艰难。希望别像我猜测的这样，真到了那一步，华夏不知道要死多少神明。试想一下，其他帝国神明都可以指定降临，只有他们华夏全靠随机，这怎么打？万一对方选择神话擂台战，蒋文明一个失误死掉，又有谁能应付接下来的战斗？推广华夏神话史的事还需要加把劲，必须要培养出更多的神眷者才行。蒋文明眼神中闪过一抹冷意，既然线上没有把握，那就线下来分胜负。只要他们华夏神眷者亲和度足够高，完全可以短时间内组建出一支神眷者部队出来。到时候让这些人前往其他国家，切断那些神明的信仰，自己在擂台上也能多出几分胜算，就像对付天竺时候一样。这事必须尽快提上日程，免得到时候来不及了。蒋文明想着，看了眼主席台上的李建国，见到他也在看自己，微微一愣，随即冲他点了点头。小子，我帮你打赢了比赛，你什么时候把那些人献祭给我？江晨突然开口，这一声质问瞬间把蒋文明从纷乱的思绪中拉回现实。师祖大人，现在比赛还没有结束，只有等我们彻底赢下比赛才行。蒋文明无奈地向他解释，差点把这位大佬给忘了。那是什么时候？江晨隐隐有生气的迹象，这大概还要打个4、5场吧。蒋文明粗略估计一下，有些不确定地说，那你让他们打呀。江晨有些不满蒋文明的拖拉。蒋文明，师祖大人，不是我不想打，而是……蒋文明偷瞄了一眼波比，那意思很明显，是他不让打了，不是我不想打。大光头，让他们继续跟我打，我饿了。江晨扭头看向波比，瓮声瓮气地说。波比满头黑线，神他妈的大光头，擂台规则正在升级，打是不可能现在打了。你饿了的话，我可以请你吃一顿，你看怎么样？波比强压着怒气说道。好吧，等我吃饱了再来。江晨想了想，觉得不吃白不吃，吃完再来也一样。那走吧，
我带你去大吃一顿。多比说完，伸手一挥，一道空间裂缝出现，带着江晨和该隐钻了进去。望着几人离去的背影，蒋文明躬身一礼，恭迎师祖江晨大人归位。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一道血光冲天起，最后落入华夏万神殿内。在汉魃的神位旁边多出一道黑色神位，上面写着师祖江晨。在这个神位出现的瞬间，万神殿内的诸多神位发出一阵抖动，像是要表达自己的不满一样。华夏天空中电闪雷鸣，甚至大地都有些颤抖。这种震动很快就引起了华夏高层的注意。怎么回事？李建国豁然起身，紧张地看向外面。旁边的秘书也是满头冷汗，因为他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难道是敌袭？一名将军猜测道。应该不是敌袭，国防部没有收到任何攻击提示，好像是万神殿那边传来的。龙野突然开口。万神殿？李建国闻言心里一惊。万神殿可是关乎华夏国运，任何一点动静都会直接影响到整个华夏。快去看看。不用去了，我知道是怎么回事。蒋文明的身影从外面走了进来。你知道？李建国见蒋文明一副了然于胸的表情，心里的那种紧张感也逐渐消失。不知怎么的，现在的蒋文明就好像华夏的精神支柱，只要有他在，就仿佛天塌下来也不必担心一样。就连李建国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有些依赖眼前的这位少年了。文明，你快说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龙野性子比较直，藏不住心底的想法，替众人问出心里的疑惑。是师祖将臣，他的身份有些特殊，我之前将他迎回，受到了诸神的反对。啊，不会出事吧？会不会对国运造成影响？怎么会这样？人群中发出各种议论声。大家先静一静，这事是我引起的，我去向诸神解释。蒋文明也没想到华夏诸神对江晨的意见这么大，其实这事也能理解。华夏诸神，无论是人神、妖神、鬼神，还是仙神，他们都是有灵魂的，属于天道内的生灵。哪怕是另外3位师祖也是一样，只有江晨不是。他本是一株灵木，后面侵染了吼的血液，最后强行化作人形，根本没有灵魂。没有灵魂就无法进入轮回。另外3位师祖是天道不让他们进入轮回，而江晨是根本没办法进入。从本质上来说，他是个异类。师祖本身代表着天地间最污浊之物，更何况还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师祖。诸神不愿意接纳他，更不愿意跟他一起享用世人的香火供奉。不过那是以前，现在蒋文明打算跟诸神谈判，无论是神也好，妖魔也罢，对他们现在的华夏都无所谓。华夏人的信仰从来都不是某一位神或者教派，只要对他们华夏人有帮助，无论对方是什么身份，他们都不会介意。师祖怎么了？他们在华夏危难之时依旧愿意站出来为华夏而战，就凭这一点，他们就有资格享受华夏人的香火供奉。文明，你打算怎么向诸神解释？龙爷有些担忧地问。要知道对方可是神明，又怎么会听他一个凡人的意见？凭这个，蒋文明自信一笑，手中多出一枚古朴的令牌，上面的道字熠熠生辉。别人没资格跟诸神对话，他有。这枚令牌虽然不知道代表着什么，但从金银大王2人的反应来看，绝对有着很高的地位。实在不行，大不了他把吼搬出来，说不定还能借此机会把对方拉拢到妖族阵营。其他神系不接纳江晨他们，他可以代表妖族接纳。谁让他是妖族少主呢？这可是帝君亲口承认的。跟众人说明情况之后，蒋文明便离开会议室，径直朝着万神殿飞去。龙也担心他出现什么意外，所以也跟了上去，只留下一群将军面面相觑。华夏万神殿，蒋文明走了进去，从一旁香案取了3炷香，放到蜡烛上点燃。晚辈蒋文明特来向漫天诸神请安。说罢，对着上面摆放的神位恭恭敬敬拜了3拜。霎时间，所有神位都散发出莹莹光辉，将整座大殿映照得宛如白昼。等蒋文明抬起头时，惊讶地发现绝大多数神位都避开了他的拜祭，只有6尊神位没有动。蒋文明有些疑惑地看了眼那些神位，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所在。那些神位都是天庭、妖族的，而剩下的6个神位分别是妖皇帝俊、秦始皇嬴政、杀神白起、纯阳真人吕洞宾、齐天大圣孙悟空、赤焰女武神汉魃。看到这一幕，他瞬间明白过来其中原委。他现在的位格太高，一般神无法受他的礼。吕洞宾、白起和汉魃他们3人已经死了，所以不算。另外这3位大佬，帝俊是妖皇，他是妖族少主，这是亲；秦始皇代表人族最高帝王，这是君；孙悟空则是传道授业给蒋文明，这是师。这3位代表着君、亲、师，自然可以心安理得受他拜祭。晚辈此次前来是想为师祖江晨证明，将他列入万神殿内，享受后人香火供奉。蒋文明再次朝着3位神位一拜。此言一出，万神殿内再次发出一阵骚动，只不过这一次倒是没有之前那么强烈。不过很快，虚空中出现一行金色文字：拿到第4枚造化之药，在意。多谢。蒋文明躬身一礼，没有去争辩什么。事实上，诸神已经做出了表态，第4枚造化之药就是谈判的筹码，只有拿到了，才有资格继续谈论这件事。现在的他还没有资格。想了想，蒋文明又问一个问题：晚辈还有一个疑问，之前波比口中说的解开所有神明的限制究竟是什么？他想从这些神明口中探听一下口风。虚空中再次浮现一行文字：明日你自会知晓。得，还不能说。离开万神殿之后，蒋文明跟龙野他们打了个招呼，在他们的帮助下开启了全国直播。华夏神话史单凭那些神话故事是不够的，他必须抓紧一切时间给众人科普，同时还分化出10几道化身继续写神话故事。不仅如此，他还尝试着将一些民间传说写了进去。
根据樱花国的经验，哪怕是虚构出来的神话人物，如果流传比较广，得到众人认可，同样有可能被召唤出来。妖刀姬就是个例子。蒋文明也想尝试一下，能不能人为造神。神明的力量来自众生的信仰，这也就是说，只要有信仰，哪怕是虚构出来的人物，依旧有可能被召唤出来。就是不知道这个造神计划有没有什么限制。如果说只是单纯的靠信仰之力和虚构的故事，那造神未免也太容易了。这里面肯定有某种限制。为了弄清楚这一点，蒋文明不得不去找来一群樱花国高层，询问关于他们研究出来的资料。现在的樱花国已经宣布举国加入华夏，成为了华夏的一个省，所以为了表明立场，几乎是有问必答，把他们所知道的资料全都说了出来。蒋文明听完之后，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关键。造神计划可行，正如他猜想的那样，这里面确实存在着限制。这个限制就是，无论是什么传说故事，都必须依托于真实存在的历史上。就好比妖刀姬，它的本体是妖刀村正，这在樱花国历史上是确实存在的，所以才能成功。其他虚构出来的神明也是一样，都是在依托在历史上的延伸。弄清楚这一点之后，蒋文明不禁摇头。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神明都是这么来的，都有名有姓，有据可查。只不过这种造神的方法不适合华夏，至少目前来看，短时间内是没办法做到的。华夏无论是历史还是神话史断层太严重，在没有补全之前，根本做不到这种事。想到补全神话史，蒋文明又想起一件事：在获得第3枚造化之钥时，华夏的人神全都归位了。按理说断层的历史应该补全了才对，怎么没听到有人说起此事？扭头看向身旁充当护卫的龙野，开口问道：“龙叔，之前人神归位，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比如了解了关于他们的历史之类的？”龙野闻言仔细想了想，随即摇了摇头：“没有，除了国运提升，并没有感觉到别的异常。”没有。蒋文明有些疑惑，这不对啊，按理说这些人神归位，那段关于他们的历史也会出现才是，怎么会没有呢？难道是……龙叔，人神归位之后，你们有没有去祭拜过他们？蒋文明忙问。好像还没有，难道跟此事有关？蒋文明心里一阵无语，都不知道该怎么吐槽了。这些人神可都是历史中的名人，你们不去祭拜一下，难道等他们主动显灵吗？带不动，真的带不动。蒋文明揉了揉眉心，感觉有些心累。算了，正好趁着直播一起去祭拜一下好了。祭拜神明这是势在必行，不光是为了沟通缅怀，同样是跟世人科普他们华夏的这些先辈，他们的事迹不应该被世人遗忘。华夏的神话故事跟其他神话不同，其他神系的神话故事都是宣扬神的威名，要么蔑视，要么就是让世人信奉他们，依赖他们。但华夏不同，华夏的神话故事从头到尾都在告诉世人，我命由我不由天，那是一种抗争精神。西方国家会告诉你火是神明赐予的，华夏则会告诉你，我们是钻木取火，这是依靠智慧。西方洪水灭世，他们躲入诺亚方舟，而我们华夏则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人去治理洪水，将灾害转化成资源，这是依靠毅力。西方太阳神惩罚世人，寸草不生，他们会祈求神明原谅，而我们华夏人则是挽起弓箭将它射下来，这是不屈。华夏的所有神话故事都在告诉后人，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我们要依靠智慧、毅力，还有不屈意志。这也是所有古文明都灭亡了，只有华夏还能保存至今的原因，因为我们从来都不会屈服，更不会去将全部希望寄托给神明。无论遇到任何灾难，只要我们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哪怕是现在需要神明来决定华夏的存亡，蒋文明也从未放弃其他拯救华夏的办法。在别的国家都依靠神明来战斗时，他已经做好了潜入他国线下决斗准备。擂台可以说，但胜利必须属于华夏。神明可以成为他们的依靠，但绝对不会因此产生依赖，这才是他们华夏的生存之道。很快，直播所需的设备都准备齐全，各大电视台全都做好了直播的准备，就连李建国等一众高层领导也纷纷出面。正如蒋文明所说的那样，华夏的历史需要所有人铭记，他们也需要借此机会向先辈们致歉，重新找回失落的历史。各种祭祀用的物品全都按蒋文明所说的准备齐全，无论是瓜果蔬菜还是五谷杂粮，亦或者各种牲畜，一应俱全。一口青铜大鼎摆在万神殿前，蒋文明手持3根上好香烛，对着万神殿恭敬一拜。不孝子孙蒋文明，今日代表华夏族人拜祭华夏列祖列宗，若先辈有灵，还请出来一见。说完之后，朝着万神殿方向拜了3拜，然后将香烛插入青铜鼎。李建国等人也有样学样，依次拜祭。直播间里的观众在看到这一幕后，也开始在内心祈祷，都在期待着先祖英灵出现。时间1分1秒的过去，这场直播通过各大媒体转播，可以说覆盖了整个华夏帝国，就连刚加入进来的樱花国和天竺以及附属国宇宙国都在观看。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直接跟神明对话的场景。所有人都不看好这次祭祀，因为在他们心目中，神明是至高无上的存在，只有他们降下神谕传达意志。像这种回应祈祷、真身降临的情况从未出现过，甚至听都没听过。当然，神话擂台上除外。时间过去了5分钟，依旧没有任何动静，这让不少观看直播的观众都有些按耐不住了，纷纷在直播间打字询问：蒋神是不是拖大了？神明哪有那么容易降临？这又不是神话擂台。蒋神说，这次祭祀的是我们人族先辈，乃是人神英灵。我很好奇，先祖们都长什么样？怎么还不出现？该不会是失败了吧？是不是我们华夏根本没有人神？那些该不会都是蒋神杜撰出来的吧？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对蒋文明产生质疑，到了最后，就连蒋文明自己都没底了。
这不对啊，人神英灵已经回归，按理说应该能听到我们的祈祷才对，怎么会没反应呢？就在他疑惑之时，万神殿内突然散发出万丈金光，一条五爪金龙腾空而起，盘绕在祭坛上空。嗷！一声嘹亮的龙吟声响起，霎时间，华夏大地各处都有金色光柱冲天。这些地方有的是繁华的城市，有的是人迹罕至的山谷，也有郁郁葱葱的平原。不少人都被这景象所震惊到了，因为他们看到那每道金色光柱里面都有一个人影，这些人影在出现后就瞬间消失。而祭坛上空，一道身穿黑色九龙袍的帝王身影出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蒋文明在听到这句话后，浑身一颤。这是秦始皇嬴政，犯我华夏者，虽远必诛。生我者不可，我生者不可，其无不可。提笔安天下，跨马定乾坤。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以秦始皇为首，历朝历代的开国帝王出现。还不等蒋文明他们从震撼中回过神来，就看到天空中再次出现一群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行有常，人可知天命而用。清静无为，道法自然。兼相爱，交相利，不别亲疏，不疏贵贱，一断于法。40开闭，以化万物纵横。这是诸子百家啊！这些人每说一句话，华夏的国运便增长一分。相比于前面的帝王，这些人的言论更是发人深省，教化众生。哪怕是李建国，在听到百家诸子的言论后，也不由得心神动摇。这每一句话都值得他们用一辈子去感悟。这些人哪怕只有一人，都足有奠定一个国家的底蕴基石，而他们华夏足有上百人，何其幸哉！然而天空中的人影依旧还在出现，有9圣杜康、1圣张仲景、神将欧冶子、商圣范蠡、屈圣关汉卿、茶圣陆羽、穆圣鲁班，足34位。继他们之后，又陆续出现几百人。这些人里面或文士打扮，或武将、侠客打扮。最后，当这些人全部出现完毕之后，整个天空已经密密麻麻站满了人。李建国早已经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其他的高层领导亦是如此，就连一向以硬汉形象示人的龙野，此时也是双目泛红，不能自已。在这些人出现后，华夏空缺的历史彻底补全，一段段记忆浮现在华夏国人脑海中。这些先辈们从未抛弃他们，哪怕他们早已经被世人遗忘。他们华夏传承的思想，他们学习的谋略，甚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全都是眼前这些先辈们留下来的，早已经渗透了华夏的各个行业。以前他们不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现在他们知道了，不是神赐的，那是他们人族先辈呕心沥血研究出来的结晶。这么厚的底蕴，这么多的传承，试问世界上哪个国家可以媲美？哪怕蒋文明早就知道这些历史，但当这些人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时候，依旧激动得不能自已。此生无悔入华夏。蒋文明情不自禁地说出这句话，瞬间得到了在场所有人的认同。此生无悔入华夏，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在种花家。这一刻，没有再怀疑华夏的底蕴，没有人再去质疑蒋文明口中的华夏神话史。以前他们还埋怨先辈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国家一样宣扬神明事迹，大肆传播神明光辉。现在他们懂了，神能给予的，他们华夏人自己也能获得。先辈们用他们的双手为后世子孙披荆斩棘，开创了一条又一条道路。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渐渐忘记了这种开拓精神，变得安于现状。现在先辈们回归，向世人传播文明的火种。虽然有些东西早已经无法适应这个时代，但那种意志却重新回来了，这才是最重要的东西。曾经他们一无所有，依旧能在这片大地上立足。现在他们这些后辈的生存环境比起先辈们强上太多了，他们为什么不行？不少人回想起吕祖临死前的那句话，他可我亦可，这才是神明们留给他们最大的财富。雏鹰只有离开父母的庇护，才能真正的翱翔在天空。华夏诸神早就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才会一直对华夏人处于放养状态，任由他们发展，只做引导，从不妄加干涉。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全都是让华夏族人自行解决，因为他们明白，只有经历过磨难，才能真正的成长。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但当华夏族人遇到无法抵抗的危机时，他们还是会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庇护人族。这就是他们华夏的神，像是一棵参天大树，为华夏撑起一片天，但却不会一直帮他们遮风挡雨，因为他们相信华夏人经得起风雨的考验。这些人神英灵就是最好的证明。不孝子孙，恭迎先辈英灵回归。李建国、蒋文明、龙野等人齐声躬身行礼。秦始皇嬴政上前一步，威严的目光扫过众人，大捷已至，尔等可有应对之法？蒋文明等人面面相觑，不知道他口中的大捷是什么，还请陛下明示。在场之人里面，只有蒋文明的位格最高，所以他站出来询问。诸神之战开启了，我华夏诸神迷失在域外，无法回归。如若不能尽快获得坐标，指引诸神，华夏将会有覆灭之危。秦始皇的话让在场之人心头一震，这还是他们第一次明确得知华夏诸神的情况。蒋文明心中的猜测也得到了印证，华夏神系确实出现了问题。不过迷失在域外，这是怎么回事？其他国家的神系都好好的，为什么只有他们华夏诸神迷失在域外？更多的问题在蒋文明等人脑海中浮现，但秦始皇显然不愿意多说此事，并没有继续这个话题。我等虽然回归，但仅凭我们之力，还无法跟异族之神抗衡。当务之急是尽快迎回诸神。我能感觉到异族之神已经开始回归了，我们必须尽快拿回造化之药，不惜一切代价拿回造化之药，迎回诸神。秦始皇说到最后时，目光死死地盯着蒋文明，像是对他说的一样。蒋文明心里一惊，
他能感觉到秦始皇心中的迫切，这让他愈发不安起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能让这位千古一帝都如此紧张？还有，为什么人族先辈只有他们出现，其他人呢？要知道秦朝之前还有好几个时代呢，可是那些人并未出现。蒋文明正要开口询问，却看到天空中浮现出好几道七彩光束，紧接着是赤红色光芒、金色光芒。看着那些光芒出现的方向，蒋文明心头巨震，因为他看出来了，那是神明的气息。红色光芒代表着神王，那七彩光束又代表着什么？蒋文明不敢去想。秦始皇等人在看到那些光芒之后，也全都露出警惕之色。天选者，你是唯一的变数，华夏就拜托你了。嬴政说完，扭头看向身后之人，大声宣布：孤乃秦始皇嬴政，凡我大秦子民，皆听从天选者号令，包括寡人，死战。大汉子民亦是如此。大隋、大唐、大明，一位位帝王站出来表态，紧接着是诸子百家、34省，所有人都将希望寄托在蒋文明的身上。一枚枚信物出现，然后落到蒋文明的跟前，最后融入他的身体。这一刻开始，他不再是蒋文明，而是华夏历代先辈意志的承载体。为什么是我？蒋文明还是问出了心底的疑惑。他并没有觉得自己除了穿越者这个身份以外，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大道50，天眼49，你就是那个遁去的一名白发老者和蔼地向他解释。蒋文明认出此人正是道家代表人之一的庄子。老子不在。蒋文明看到庄子之后，这才注意到道家另一位大佬老子好像并未出现。李尔兄让我向你说一声，必要时他会出手。正在他疑惑之时，脑海中响起庄子的声音。蒋文明连忙看向对方，却看到他正在冲着自己微笑。这一刻他悟了，也终于明白了先前那些人对他的叮嘱。呵呵，这些大佬还真会玩。他就说嘛，其他神系都有底牌，他们华夏怎么可能没有？原来在这里等着呢。什么不能跨神系召唤，什么不能跨位格召唤，全都是烟雾弹。他们只不过是没有领悟到大佬们传达的意思罢了。祭祀结束，众多英灵回归万神殿。蒋文明一边直播讲解神话史，一边修炼自己掌握的神通。一天时间很快结束。第二天一早，神话擂台准时出现在虚空之中。第3场比赛开始，观众们早就已经准备就绪，早早的来到了观众席。跟以往不同，这次每个国家上空都出现了一座虚幻的场景，里面人影绰绰，像是有人在里面。蒋文明拥有火眼金睛，所以能够看清里面的场景。那是神国，里面的人影都是神明，他们竟然亲临现场了。想到这里，蒋文明连忙将目光投向华夏帝国上空，里面赫然是嬴政等人族英灵。神明解除限制，蒋文明终于明白这句话的含义了，也终于明白嬴政为什么这么紧张。因为接下来的比赛不再是神眷者随机神明出战，而是神明可以自主降临。这样一来，他的优势荡然无存。别人指定，他随机，这还怎么打？哪怕华夏一方的人神能够指定，可又有几成胜算？难怪嬴政会说大劫已至，难怪他们会说死战，这是做好了拿命去堆的打算啊！请双方代表入场，选择参战神明。主持人波比的声音打断了蒋文明的思绪，怀着沉重的心情，一步步登上擂台。当蒋文明看到对面的代表时，神色一愣，黑发、黑瞳、黄褐色皮肤，这明显是东方人。可他的对手不是教皇国吗？怎么会出现东方人面孔？而对方接下来的操作更是让蒋文明感觉到身上汗毛倒竖，因为他口中说出了一口流利的华夏语，召唤的神明也是华夏的神话人物。望着眼前那位手持长弓的魁梧男子，蒋文明只感觉眼前有些发黑。大义，对方竟然召唤出来了大义，这怎么可能？他不是华夏人，怎么能召唤出华夏的神话人物？人族终究还是和妖族走到了一起，来吧，让我看看现在的人族有什么长进。大义的声音传来，这是对蒋文明说的。大义前辈，您为何要帮异族出战？蒋文明沉声问道。后羿射日的故事他从小听到大，甚至昨天还跟华夏的人科普了一遍，但今天对方居然代表教皇国出战，这让他无法接受，也不能接受。华夏本土的神明怎么会帮其他国家反过来对付他们？异族，原来我们巫族的后裔在你们看来都是异族，难怪会落到几乎灭族的下场。大义语气中充满了愤怒和讥讽。大义的话一出，蒋文明的脸色瞬间变了，目光再次看向教皇国的那名神眷者印第安人。前世网上就有一则留言说，印第安人可能是从华夏迁移过去的人，只不过年代太过久远，根本无法考证。没想到他们居然是巫族的后裔，这样一来，一切都说得通了。对方是印第安人，又是巫族后裔，召唤出来身为大巫的义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巫族时期华夏还没有出现，自然谈不上是华夏族人。只是没想到印第安人还有人活着，更没有想到他们投靠了教皇国。不过正如大义所说，他们的后裔差点被灭族，华夏却从未站出来说过什么，单凭这一点，对方就有理由不认他们。蒋文明不了解这段历史，所以也不好妄加评论，只是觉得有些悲哀。巫族终究还是走到了他们的对立面。此时华夏这边的参赛名单也已经确定下来，上面只有一个人，人王帝辛。蒋文明在看到这个名字后，不知怎么的，心里的那股压力瞬间消散了不少。世人都说帝辛荒淫无道，却很少有人知道他12岁时候就可以手撕猛虎，天生神力，而且聪慧无比。商朝在他的带领下可是征服了周围上百个部族，算是继三皇五帝之后最强的一位人王，也是最后一位人王。资辨捷极，文剑甚敏，财力过人，手革猛兽，晚辈蒋文明恭迎人王帝辛。如果有其他选择，蒋文明绝对不会选帝辛。
因为这是华夏最后一位人王，位格实在太高了，弄不好他就会把自己搭进去。可惜这次名单上只有帝星一个人，蒋文明没得选。随着他的话音落下，虚空中浮现出一座宫殿，宫殿内奢华无比，在最高处屹立着一尊神像。神像是一名高大威猛的中年人，仅仅是站在那里，就有种让人忍不住顶礼膜拜的感觉。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就是这种气势，仿佛他才是天地间的核心。神像上面的石皮慢慢脱落，露出他原本的模样，一身黑色龙袍，剑眉星目，有种不怒自威的气势。在他出现的瞬间，华夏帝国的英灵们纷纷躬身行礼，这是对人王的尊重。帝星目光扫过虚空裂缝，一步迈出，来到擂台之上。晚辈蒋文明拜见人王冕下。帝星嗯了一声，便将目光投向对面站着的大义。你便是孤的对手？人王？呵，两人的语气都无比的傲慢，都没有将对方看在眼里。比赛开始。波比显然也知道两人的厉害，根本没有在此停留的打算，直接宣布比赛开始，然后瞬间消失。蒋文明本想提醒帝星两句，但看到对方的神情，估计也未必会把他的话听进去，所以干脆闭上嘴巴，退到一旁观战。大义手上拿着的是他那把曾经射落过太阳的神弓，身后背着一袋剑囊，里面只有10支箭，而帝星手中则是一柄由青铜铸造的宝剑，上面刻画着繁奥的纹路，像是文字又像是图案，反正蒋文明看不懂。比赛刚一开始，大义就迅速抽出一支箭矢搭在长弓之上，根本都没见他瞄准，箭矢就已经化作流光飞了出去。当，帝星青铜剑横挡在身前，挡下了这一击。不过他的身体也不由自主地被击退数步，在身影站稳之后，整个人瞬间从原地消失。下一刻，直接出现在大义身侧，举起长剑对着他的头颅劈去。不过这一击同样被对方给挡下了。快，实在太快了！蒋文明甚至都没看清对方是怎么出手的，双方就已经试探完毕。无论是大义还是帝星，双方使用的全都是肉身之力，这让蒋文明不禁有些啧舌。仅凭肉身之力就能做到这一步，不愧是神话中的人物，实在无法想象当两人火力全开时该会有多强。大义虽然是射手，但近战能力丝毫不差，辗转腾挪，身法灵巧无比，不光是闪避，还能利用间隙挽弓搭箭进行攻击。只不过他射出的箭矢全都被帝星用青铜剑给格挡开了。此时他的剑囊内只剩下7支箭。只见大义身体向后翻滚，拉开距离，伸手从剑囊中取出一支箭矢。蒋文明注意到这根箭矢似乎跟之前的有些不太一样，这是一根紫黑色的箭矢，上面散发的气息给人的感觉很不舒服，充满了不祥的气息。长剑射出，帝星本想挥剑劈砍，但是心里陡然升起不好的预兆，于是临时改变主意，侧身避开。一股腥风自他身前划过，让他有种眩晕之感。有毒还是剧毒？他这才想起来眼前之人的身份。大义曾经猎杀过6只为祸一方的凶兽，其中就有一头名为修蛇的毒物，他的毒就连仙人都无法承受，见血封喉。那支箭应该就是修蛇毒牙所制成的。果然，箭矢贴着他的身体掠过，刺入一旁的青石板，只是眨眼间的功夫，便将地板给腐蚀出一个大坑。还没等他松口气，就看到大义再次取出一支箭矢。这支箭矢通体泛青，周围似有风在流动。一只狰狞的怪鸟虚影出现，对着帝星发出无声的咆哮。大风，手指松开，长剑瞬间消失。下一刻，轰！帝星发出一声闷哼，身体倒飞出去，烟尘散去，只见帝星嘴角溢出鲜血，身上的龙袍被炸得破破烂烂。他竟然受伤了！这一剑速度之快，远超之前10倍不止，快到帝星连抵挡都来不及。好剑术！帝星抹了把嘴角溢出的血渍，伸手将身上的龙袍扯下，露出他那身健壮的肌肉。妈妈，我要恋爱了！不是小女不矜持，实在是大王太迷人，太有男人味了。这颜值，这身材，小鲜肉们过来挨打。大王您后宫还缺人不？一群肤浅的女人，这位可是人王，什么样的美女没见过？小仙女们省省吧，帝星大王的后宫里面可是有号称天下第一美人的苏妲己，传说还是9尾妖狐所化，你们能和狐狸精比吗？兄弟，你咋知道这么清楚？废话，蒋神在《封神演义》里面写的清清楚楚，一看你们就没有好好观摩。快看，那是什么？随着一声惊呼，众人重新将目光投向擂台上。只见帝星身上赤金色光芒出现，将他整个人给包裹起来。片刻之后，一身赤金色战甲出现在他的身上，将他衬托得更加英武不凡。炼气术！蒋文明有些震惊。虽然早就知道炼气术乃是人族根本，但当他看到帝星可以利用炼气凝聚出战甲后，依旧感觉到无比震惊。对方的炼气层次显然要比白起高得多，因为白起都没凝聚出战甲，哪怕是那些炼气长剑，也都是能量凝聚后的产物，一眼就能看出来真假。可帝星不同，他所凝聚出来战甲看上去与真的一般无二，显然无比凝实。与此同时，青铜剑上亮起金色纹路，眨眼间就从青铜色变成了赤金色，炼气之火在上面跳动，就连周围的空间都有些扭曲。不愧是人王，竟然将炼气术练到如此境界。大义称赞一句，随即神色变得凝重起来，再次从身后剑囊取出一支箭矢，轻轻搭在神弓上面。这一次他没有直接撒手，而是罕见的瞄准起来。天上地下3界之中，凡使用弓箭者，皆以无为尊。随着大义的声音响起，他的身后出现一道金色虚影，正是他本人。虚影跟他一样，做出挽弓搭箭的动作，一根金色箭矢不断的在他手中凝聚，强大的威压席卷四周，那根金色箭矢开始一点点成型，周围的空间开始颤动，甚至出现了破碎的迹象。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人
心里不约而同地升起一个想法：没人能够挡住这一剑，这就是大义真正的实力吗？蒋文明心底发寒，哪怕是隔着擂台屏障，他都有种无法抵挡的感觉，真不知道被他弓箭锁定的地心该作何感想。就在这时，大义终于蓄力完毕，手指松开弓弦，他手中的箭矢和他身后虚影射出的箭矢同时飞出，然后在半空融合在一起。轰！剧烈的爆炸声响起，烟尘弥漫了整座擂台，隔绝擂台的屏障发出剧烈的抖动，发出咔咔的响声，一道道细密的裂痕在屏障上浮现，似乎随时都有可能破裂一般。主持人波比的身影出现，一道道金色锁链自虚空中飞出，没入擂台屏障之中，将那些裂痕修复，这才算勉强稳固住。场外的观众看到这一幕，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尤其是希腊和埃及的神明，一个个都露出骇然之色。这种神力丝毫不弱于神王。这个大义是什么来历？伊甸园有着1号人物吗？不，他不是伊甸园的神明，而是来自华夏。华夏？这是怎么回事？他们自己人内讧吗？算是吧，好像是2个族群之间的争斗。伊甸园的那位牧羊人不是最喜欢这种事吗？哼，傲慢又虚伪的家伙，若不是宙斯大人让我们和他们联手，我真不想跟他们待在一起。没办法，华夏诸神绝对不能回归，毕竟他们太强大了。说到这里，所有神明都沉默了，只有亲眼见过他们，才明白那群华夏神明究竟有多强。真让他们成功回归，这个世界哪里还有他们的容身之处？不过好在他们绝大多数都处于自我封印之中，只有一少部分神明被唤醒，在失去坐标的情况下，他们根本无法真身回归。在这一点上，先回归的他们反倒占据了绝对的优势。目光重新回到擂台上，烟尘之中，一道笔挺的身影自里面缓缓走出，步伐虽然缓慢，但却充满了坚定。孤乃天下共主，在这方世界内，不管你是仙魔还是妖兽，见了孤都得服手，哪怕是你们巫族也不例外。烟尘散去，只见地心手中握着一支箭矢，伫立在那里，强大的气势让四周一片死寂。地心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势，让所有看到他的人都有种顶礼膜拜的感觉，仿佛在他面前没有人配站着。皇者之威，这是普通人的感觉，但蒋文明和一些观战的神明们却注意到了另一件事：地心塔竟然徒手接住了大义的剑。大义有多强，在场的神明全都有目共睹，一箭射出，就连擂台屏障都无法承受，那可是堪比神王的力量。可就是这样一剑，竟被人徒手给攥住了，这是何等伟力！这就是华夏曾经的人王吗？好强！希腊帝国上方，奥林匹斯山上，战神阿瑞斯目光灼灼地看向擂台上的地心，毫不掩饰自己的战意。我们的敌人不应该是华夏诸神。战神阿瑞斯身旁，一名身穿铠甲、手持权杖、面容俏丽的女神开口：“雅典娜，你还在质疑父神的决定吗？”阿瑞斯有些不满地看着自己的妹妹，不是质疑，是反对。我们已经错了一次，难道还想再错第2次吗？雅典娜那张精致俏丽的面容上出现一丝愠怒。他们出卖了华夏诸神，现在又要彻底堵死对方回归的通道，这已经违背了当初的誓言。可惜他的劝阻根本没用，宙斯他们根本不会在意他的意见，哪怕他是智慧之神，这让他有种荒谬之感。他们相信他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神，却不愿意相信他是家族中最聪明的神。够了，这种话你在我面前说说没事，千万不要再去父神面前说，要不然真惹他生气，他绝对会把你逐出奥林匹斯山。阿瑞斯有些头疼，他这个妹妹太聪明了，以至于忘记了他并不是奥林匹斯之主。眼看无法劝动对方，雅典娜直接转身离去。好言劝不住该死鬼，他们只想着堵住华夏诸神回归的路，却不曾想过对方回归的那一天。他们是迷路，不是死了，终有一天会出现回到这个世界，到那时谁能承受住他们的怒火？原本是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却因为他们的贪念逼到对立面，何其悲哀！目光扫了一眼，身体化作一道流光，离开了奥林匹斯山，朝着虚空飞去。擂台上，地心随手丢掉手中的箭矢，冷眼看着大义。比身份，他可是这片土地上的王，你是神射手又如何？难道比他人王的身份还要尊贵？如果我是你，最好拿出点真本事出来，要不然你恐怕就没有机会出手了。地心的话清晰地传到在场所有观众耳中。什么？这样还没有使出全力？卧槽，要不要这么猛？感觉前面的神明跟他们比起来，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啊！人王大人必胜！大义听到地心的话，并没有太大的反应，因为他知道对方说的是事实。他刚才那支箭乃是采用凶兽大风的凌雨之城，蕴含了飓风之力，速度极快。可哪怕是这样，仍旧被对方徒手抓住，甚至连对方的战甲都没有触碰到。既然如此，那你就再接我一箭试试。大义说着，再次从身后箭囊取出一支箭，这支箭矢通体呈现出黝黑之色，让人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弯弓搭箭，这一次他蓄力的时间更久。地心并没有趁机出手的打算，依旧手持青铜剑伫立在那里。台下的蒋文明看得有些心急，觉得地心太拖大了。要知道，眼前这位可不是什么普通射手，他可是曾经射落9只金乌的大义，单论杀伤力，哪怕在华夏神话史中也是名列前茅的大佬。就在此时，大义终于蓄力完毕，手指一松，箭矢脱手而出，箭矢所过之处，空间破碎。地心面色一变，手中青铜剑上炼气之火大盛，剑之囚龙，无数炼气之剑自虚空浮现，宛如雨点一样朝下落。只是眨眼间，便在地心与大义之间构筑出一道囚龙屏障。咔嚓，箭矢在跟剑之囚龙接触的瞬间，就瞬间将其洞穿，毫无阻碍。台下的蒋文明看到这一幕，瞳孔骤然一缩，因为他看出来了，那支箭具备破甲特性，
物理防御根本无效。凿齿！曾经死在大义手中的六凶之一，一对利齿无坚不摧，想来这支剑应该就是他的利齿所制。先是修蛇，之后大风，现在又是凿齿。难道剩余的剑矢全都是利用这些凶兽制成的？看了眼大义身后的剑囊，还剩4支剑，除掉6只凶兽所制成的剑矢以外，还多出来1支落日神剑。蒋文明喉咙滚动，不知怎么的，心底突然生出一股恐惧、愤怒的情绪。他得到的是帝俊的传承，换句话来说，他跟金乌是一伙的，算是半个金乌。而大义正是他们的克星。蒋文明不想将上古时期的恩怨带入到自己身上，但是这种事不是他能够决定的。在他接受了帝俊的传承之后，这段因果也自然转嫁到了他身上。更何况大义现在代表的是教皇国，在与他们华夏为敌，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我们注定要成为敌人。蒋文明口中喃喃，既然是敌人，那就不能再用之前的心态去面对了。他一向秉持着一个原则，只有被干掉的敌人才是好敌人。既然走到了对立面，那就不要再抱有幻想，敌人就是敌人，哪怕他曾经也是人们的信仰。大义的软肋是什么？毫无疑问是他的妻子嫦娥。神话故事中，嫦娥吃了西王母给大义的仙药，飞升成仙，成为广寒宫的仙子，而大义却只能孤独终老。他想和妻子团聚，却无法抵达广寒宫，最终郁郁而终。这是他的遗憾，也是他的执念。如果能够利用起来，未尝不能牵制住他。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起，大地开始震动，周围传来一阵惊呼和惨叫声。蒋文明勉强站稳身子，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顿时只觉得脊背发凉，因为擂台的屏障被击碎了。不仅如此，就连部分观众席都变成一片废墟。刚才惊呼和惨叫就是那些来不及闪躲的观众发出的。一剑之威，竟然恐怖如斯！在注意到受伤的观众不是华夏人之后，蒋文明连忙将目光移开，转向擂台。他想看看地心怎么样了。此时的地心身上铠甲破损严重，但依旧身姿笔挺的站着，显然并未受到太大的伤害。见此情形，蒋文明也长舒了一口气。不过地心依旧没有出手的打算，还是站在原地，像是在等对方继续攻击。这让蒋文明心中升起一丝疑惑。1次2次还能归结于地心的狂傲，但这已经3件了。而且刚才那支箭的威力，地心不可能看不出来。拼着生命危险装逼？不对，地心不是蠢货，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他是在拖延时间。可是他拖延时间的目的是什么呢？蒋文明眼中泛起红光，2团火焰在他双瞳之中燃烧。火眼金睛！随着火眼金睛的发动，蒋文明终于察觉出了异常之处。周围逸散的神力正在不断地朝着地心汇聚，他在吸收大义释放出来的神力。蒋文明悚然一惊，他这才想起一件事：地心不光是人王，他还是封神榜上面的神。华夏神明的香火早已经断绝，这就意味着他现在还处于虚弱期。难怪他出现时是神像形态，那是因为神力损失太严重，不得已自封起来的原因。他不是在装逼，而是在偷偷的恢复力量。只不过之前都被他徒手接剑给震撼到了，下意识的忽略了这个问题。想到这里，蒋文明立即朝着一旁的龙野传音：“龙叔，让人立刻进行香火供奉。”供奉谁？龙野一时之间没有反应过来。人王地心，天喜星阴寿。这倒不是蒋文明故意误导龙野，而是这2个名字虽然是同一个人，但又有些不一样。人王地心是天下共主，属于人族英灵；天喜星阴寿是天庭黄道12宫里面的一个小官。这不仅仅是羞辱，还是因为地心死的时候魂魄已经散去，天喜星阴寿只是他的一缕残魂。虽然只是一缕残魂，但毕竟上了封神榜，依旧会受到封神榜的压制。现在的地心就好像饿了几百年，身上还背负了一层枷锁，在跟大义战斗。只有解开他身上的枷锁，让他吃饱后，他才算是真正的人王地心。如果我有封神榜就好了。蒋文明感慨一句。等等，封神榜！蒋文明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道身影，当即出口袋里取出一根头发，使用身外化身神通将它变化成自己的模样，去万神殿找姜太公。他记得万神殿内有姜太公的神像，虽然上次祭祀大典上没有到场，但对方一定看到了。或许他有办法解开地心身上的枷锁，分身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因为速度太快，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一幕。擂台上，大义取出第7支和第8支剑，此剑乃是我猎杀凶兽风息和志宇 VIO 后用他们的骨头所制，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接下这2剑。大义难得的开口解释，显然对自己的剑术十分自信，他相信地心绝对躲不过这2剑。是吗？孤道要看看此剑究竟有何神妙之处。地心依旧是那副威严霸气的模样，似乎根本没有把大义放在眼里。我曾经也想过带领族人加入炎黄部族，可是却没想到你们竟然会在我死后对我的族人赶尽杀绝。现在就由你这位人王来承受我巫族100万冤魂的怒火。爸，说着，大义松开弓弦。哇呀！一阵婴儿的啼鸣声响起，所有听到这个声音的人全都感觉到头脑一阵眩晕。首当其冲的地心更是出现了片刻失神，高手过招，一丝破绽都是致命的，更何况这短暂的失神。砰！虽然是2支箭，但诡异的只发出一声响。地心的身体被一支箭矢洞穿，不过他早有准备，提前用青铜剑挡在心脏位置，所以这一剑虽然伤到他，但却并不致命。小心！蒋文明从失神中清醒过来，就看到原本飞出去的箭矢以一种诡异弧度又绕了回来，直刺地心后心位置。这是那只由风息骨头制成的箭矢，具备追踪功能，一旦射出便是不死不休的局面。这也是大义的底气所在，因为此箭无法闪避。蒋文明虽然提醒了一句，但终究还是晚了。
重伤的地心根本来不及抵挡这一剑，心脏被洞穿，露出一个血洞，噗，一口血液自他口中喷出，身体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地心拄着青铜剑，勉强支撑住自己的身体，让自己不至于太狼狈。然而，无论是身上的炼气铠甲，还是剑上的炼气之火，都开始快速消退，这预示着他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你可有什么要说的？大义挽弓搭箭，对准半跪在地上的地心，居高临下的问：孤一生行事，何须向人解释？动手吧。说着，竟缓缓站了起来，身体挺得笔直，宛如一座大山，圣人都无法让他低头，更何况区区一个大巫。走好！大义眸中一片冰冷，剑势缓缓上移，对准了地心的头颅。人王大人站起来啊！怎么会这样？蒋神不是说人王很强吗？怎么会说？大义射日，他明明是我们华夏的神，为什么要去反过来对付我们？不要啊！呜呜！人王大人，华夏区观众发出一阵吵杂的议论声。他们打败了那么多外族之神，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没想到却要输在自己人手里，好不甘心啊！大义，杀你族人的另有其人！就在这时，蒋文明的声音突然响起。下一刻，蒋文明的身影出现在擂台之上。蒋神，快回来啊！疯了？他疯了吗？现在还敢上擂台？完了，完了，彻底完了！蒋神如果死在这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谁能去救救他？原本的悲伤情绪在蒋文明登上擂台后瞬间化作惊恐。地心死了，他们虽然悲伤，但还不至于太过激动，毕竟幻冥神战又不止一局比赛。可蒋文明如果死了，那性质可就完全变了。谁能替代他的位置，唤醒神明？哪怕经过几天时间科普，但华夏诸神这么多，他们能记住1/10就不错了，根本没人能取代他的位置。所以一旦蒋文明身死，接下来的比赛他们必输无疑。输掉比赛的后果是什么？在场之人都很清楚，华夏将会彻底不复存在。因为无论是叫皇国还是希腊、埃及，他们都不可能放任华夏生存下去，等待他们的只有亡国灭种这一条路。这一刻，所有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生怕大义一不小心把蒋文明给捏死。然而教皇国则是一片欢腾，这位神明实在是太厉害了，杀了他们，只要杀掉那个小子，我们就赢定了。公神大人，快动手啊！你还在等什么？他们屠戮了你的族人，你还不动手，留着过圣诞节吗？咻！轰！大义突然转身，一箭射了出去，而他所攻击的目标赫然是教皇国的方向。擂台的屏障根本无法阻止他的箭矢，仅仅一箭便将观众席给射出一道宽几10米的沟壑。而之前的那些人连惨叫都没有发出，直接化作飞灰，连根毛都没有留下。你们在教我做事？大义的话不带任何感情，正如他的箭矢一样。观众席一片死寂，无论是哪个国家的观众，此时全都是两股战战，甚至有不少人都被吓尿了裤子。他竟然对观众出手了，而且还成功击杀了场外的观众，这在以前是从未出现过的事情。擂台外面的屏障对他来说就如同摆设，根本无法抵挡大义的攻击。原本出现这种情况，主持人波比早就出来了，但这次没有。从始至终，波比都没有再出现过，仿佛已经认命了。既然无法隔开他的攻击，那索性就不管了，任由对方折腾。见到周围不再有人说话，大义这才重新将目光落到蒋文明身上。蒋文明虽然不高，但也有1.7米的个头，可是站在大义面前就跟一个小孩子一样，仅仅指到对方胸口位置。这样的结果就是，他说话时必须仰着头才能看到对方的脸。你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啊？大义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蒋文明，毫不掩饰自己的杀意。我们华夏从未对巫族赶尽杀绝，相反，自从融合之后就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互通有无，甚至通婚。哪怕是现在，在我们华夏依旧有不少人存在。您口中的后羿子嗣，如果只是他们的话，我想您应该是被骗了。蒋文明说着，指向那名教皇国代表。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大义眉头微蹙，目光扫过那名教皇国代表，又重新落到蒋文明身上。退下！就在这时，地心突然开口轻喝。两人目光不约而同地看向地心，只见他一只手捂着胸口，一只手提着青铜剑，一步一步朝着大义走来。这是孤的战斗，任何人不得插手。可是人王冕下，没什么可是的，孤还没有沦落到需要一个晚辈来替我求情的地步。义，拿出你的全部实力吧！如果只是这种程度的攻击，还杀不死我！随着他的话音落下，身上炼气之火再次浮现，金光凝聚，没入胸口那处破洞。啊！当年比干王叔曾经问我，人无心能活否？我的答案是能活，但他却死了，因为他告诉孤，世人皆有七情六欲，若无心，哪怕是活着，也不再是人。可孤是王，孤不需要七情六欲，孤要的是万族一统，天下归心。蒋文明惊讶地发现，地心此时身上的气息正在一点点恢复，甚至比起之前更强了。而他心脏位置被一团金光覆盖，那不是心，而是一团能量，炼气之力。地心用炼气之力替代了自己的心脏。既然你找死，那我就先杀了你。大义手一招，射出去的箭矢重新飞回他的剑囊。你先退下。地心手臂一挥，直接将蒋文明推到一旁。蒋文明有心去解释其中的误会，可惜双方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两人都是桀骜之辈，根本不屑于辩解，属于那种能动手就绝不避避。有什么事等打完了再说。没办法，蒋文明只能退到一旁继续观战，同时心里祈祷自己的分身尽快联系上姜太公，帮地心解开封神榜枷锁。龙野那边动作很快，蒋文明可以清楚地看到一股股若有若无的信仰之力正在涌入地心的身体。大义身为神射手，眼神自然毒辣无比，很快就察觉出地心的异常。原来你一直处于虚弱期，难怪如此不堪一击。
说完之后，竟然直接收起了手中的剑矢。纵使虚弱又如何，孤岂会怯战？我不想趁人之危，给你一个时辰恢复。等你恢复好了之后，我们再战一场，我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大义说完，直接走到一旁盘膝坐下，开始闭目养神。这一幕惊呆了所有人，哪怕是蒋文明也有些意外，他能感觉到大义对地心的杀意。但正因如此，他才不理解对方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换作是他，肯定会趁你病要你命。都成敌人了，那肯定是不择手段，先打赢了再说。但大义没有，正如他表现出来的一样，骄傲自信。他虽然是狩猎之神，从来不会对弱小的猎物动手，要杀就杀最强的。趁人之危的事，他还不屑于去做。见他如此，地心微微一笑，当即也不再藏着掖着，直接盘膝坐下，开始全力恢复。就在这时，教皇国天空中的伊甸园内突然飞出一位天使。咦，你在做什么？还不赶紧杀了他！那名天使怒喝。蒋文明顺着声音望去，只见对方一身银白色铠甲，身后有着3对洁白的羽翼。大天使加百列。蒋文明在看清来人后，心里产生一丝明悟，这是地位仅次于米迦勒的大天使。没想到连他也出现了。咻！一支箭矢飞出。啊！加百列发出一声惨叫，根本没人看到大义是怎么出手的。不，他甚至连动都没动，仅仅是意念攻击便伤到了加百列。箭矢洞穿了他的一对翅膀，把他从空中射了下来。你说话的语气我很不喜欢，若还有下次，我必杀你。声音虽然不大，但却充满了不容置疑。加百列从地上缓缓爬起来，有些畏惧地看着坐在地上的男人，一时之间竟然不敢再开口了。回去告诉你的主子，我的战斗让他少管，否则我不介意连他一起杀了。滚吧！加百列愤怒地瞪向大义，却没敢出言反驳，因为他知道对方真能做出这种事，也有实力做出这种事，毕竟是能和上帝交过手还活着的男人。加百列用一种怨毒的目光看了眼蒋文明，然后扇动翅膀飞向天空。蒋文明当然注意到对方的目光，不过他是一脸懵逼。老子一句话没说，你特喵瞪我干啥？越想越气，然后化悲愤为行动，冲着加百列的背影伸出一个中指。而场外的观众早就被惊呆了，无论是哪个国家的观众，此时全都不敢置信地望着那尊坐在地上的身影。这是何等的霸道！我的战斗任何人都不许插手，上帝来了也不行。此时众人终于明白主持人为什么不出来了。摊上这种一言不合就大开杀戒的猛人，谁还敢多管闲事？没看到那个天使都被他一个眼神给重伤了吗？此时此刻，哪怕是与他敌对的华夏观众也忍不住崇拜起来。有一说一，他虽然是我们的敌人，可是我却一点都无法黑他，太帅了，可惜不是我们华夏的神明，要不然我这辈子只粉他一个。易大神为什么要替教皇国战斗？您是我们华夏的神啊！我虽然是华夏人，但我还是想说，易神牛逼。谁都没有想到，就这短短的一瞬间，就有无数人被大义圈粉。虽然立场不同，但他的行为却值得所有人尊重。全场只有蒋文明一个人不这么想。此时的他脸色黑如锅底，甚至有种想骂人的冲动，因为他看到了，竟然有不少信仰之力在不停地朝着大义汇聚，甚至远超地心的信仰之力。这样一来，好不容易挽回的颓势再次被拉开了。可是他又不能出言制止，毕竟对方刚才的行为确实很圈粉。如果不是他是敌对阵营，就连蒋文明自己都会忍不住拍手叫好。但敌人就是敌人，无论他的个人魅力有多强，终究还是对手。他的越优秀，自己这边损失也就越大，这是蒋文明所不能接受的。很快，一个时辰过去了，大义陡然睁开双眼，地心也缓缓从地上站起。双方一句废话都没有说，直接开始发动攻击。大义伸手从剑囊取出3支箭，看都没看，直接射出。哇呀！一声婴儿的啼鸣声响起，众人脑海再次传来一阵眩晕。然而擂台上的地心这次并没有受到影响，只见他手中青铜剑迅速覆盖一层金色火焰，身上也被一层金光笼罩。王权！一声怒喝，地心身后浮现出一道自己的虚影。虚影在出现的瞬间，伸手一抓，便将其中一支剑抓在手中，正是那支至羽剑。咔嚓！只见那道虚影用力一握，至羽剑便瞬间断成2截。嘶！场外传来倒吸凉气的声音，就连大义也是瞳孔微缩，神情也变得凝重起来。现在的地心简直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比起之前的他，简直如同天壤之别。攻击过这么多次，你也接过一剑。地心说完，手中青铜剑横斩，一道赤金色剑气迸射而出，足有100米大小。大义脚下发力，宛如灵活的猿猴一般，左右腾挪，险之又险地避开了这一击。而他身后的那些观众可就没这么好运气了。轰！观众席再次多出一片100米大小的废墟，擂台上的屏障在他的攻击面前一样形同虚设。各种惨叫声传来，但根本没人关注他们。更多的人被吓得脸色苍白，纷纷传送离开观众席。他们是来观看比赛的，可没说要把自己的命搭进去。这2位的力量太强了，屏障根本抵挡不了他们的攻击余波。只是眨眼间的功夫，擂台观众席上的人就已经减少一大半，就连华夏区的观众也只剩下1/5不到。这倒不是他们怕死，而是李建国担心他们被波及，强行让龙野驱逐他们。主！大义伸手虚握，那只风息骨头制成的长剑在空中划了一个弧度，再次朝着地心射去。地心双腿用力一蹬，整个人就好像炮弹一般冲向大义，甚至出现了音爆声。砰！青铜剑的斩击被大义用手中长弓挡住，地心猛然抬腿，重重地抽在大义身上，将他给踢飞出去。轰！大义的身体撞在擂台边缘的石壁上，发出沉闷的撞击声，烟尘四起，碎石迸溅，将他掩埋在其中。死了吗？应该没有吧。
突然发现人王现在好猛啊，跟吃了药一样。你没听他们刚才说吗？人王大人之前处于虚弱期，现在已经恢复了。可惜了，其实我还是挺喜欢医神的。哎，谁不是呢？就在观众议论时，一道流光突然从碎石堆里射出，砰！咔嚓！地心用手中青铜剑抵挡，却被这一剑直接把武器给震碎了，而他自身也被这一剑给刺穿肩膀。凿齿剑具备破甲特性，无坚不摧。咻咻咻！又是3支剑矢飞出。失去青铜剑的地心只能用炼气之力凝聚出一柄长剑，可是面对大义的剑矢，这些炼气长剑根本无法抵挡，刚一接触就瞬间崩碎，场面再次陷入被动。地心免下，接着台下的蒋文明突然喊了一声，随手抛出一物。地心见状，直接丢掉手中断成2截的青铜剑，伸手一捞，将那柄怪异的长剑捞到手中。此时大义的剑矢再次射来，地心来不及多想，挥舞手中长剑进行劈砍。咔嚓，剑矢应声而断。好剑！地心忍不住赞叹一句。蒋文明见到地心摆脱危机，也不由得松了口气。当然是好剑了，这可是伊甸园排名前3的神器裁决。之前他在弄死米迦勒之后，就偷偷把这些宝贝给藏了起来，给了金银大王一堆假货。无论是黄金绳还是紫金葫芦、玉净瓶，都被他给调包了。按他的想法就是，反正他们俩回去之后又不会回来了，这些宝物不如留给他，还能在关键时刻应人。你看，这不就用上了？伊甸园不是让他们华夏的神出战吗？那他就让地心用对方的神器战斗。恶心人谁不会啊？大义目光瞥了一眼蒋文明，不过并没有生气的意思，反倒是对他这种胆气非常欣赏。其他人在看到他的力量之后，一个个早就吓跑了。这个小家伙不仅没跑，还敢参与到他们的战斗之中，这个胆量足以碾压绝大多数人了。而另一边，伊甸园内正在观看比赛的诸神，在看到蒋文明拿出神器裁决之后，鼻子差点没给气歪了。这个该死的异教徒竟然敢霸占神器裁决，我要烧死他！就是他暗算了米迦勒大人，不可原谅。神器裁决必须回收，绝对不能流落在外面啊！一个个说的大义凛然，你们倒是下去啊！一道不和谐的声音响起，诸神怒目而视，但当看到说话之人后，一个个跟吃了苍蝇一样，敢怒不敢言。来人正是七宗罪里面的傲慢神使，他隶属于耶稣派系，是耶稣麾下7大神使之一，地位仅次于愤怒神使，自身战力更是恐怖无比。除了几位大天使之外，没人是他的对手。事实上，哪怕是大天使们也未必能稳赢他，因为七宗罪从未全力出手过，唯一一次出手就直接灭掉了一个古神系。当时耶和华对他们的评价是罪恶之源远超撒旦。要知道，撒旦可是大天使路西法的化身，战斗力仅次于上帝耶和华，而七宗罪竟然能和他相提并论，足有证明他们的恐怖之处。这里不欢迎你，请你离开。拉斐尔沉声说道。啊，你当我想来这里吗？我是奉主人之命来给你们传个话。傲慢神使轻笑一声，语气中充满了不屑。什么话？别犯蠢！混蛋，你说什么？拉斐尔大怒，一柄圣剑出现在他的手中。米迦勒还活着的话，或许能和我一战，你还不配做我的对手。傲慢神使人如其名，充满了骄傲与自负，在他眼中，除了米迦勒以外，其他天使根本不被他放在眼里。拉斐尔闻言差点气炸了，直接挥舞手中圣剑朝着傲慢神使斩去，人还没有靠近对方，便感觉到自己的头被一只大手给抓住。下一刻，傲慢神使直接抓着他的头狠狠地灌在地上，轰！地面被砸出一个大坑。傲慢神使就像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般，拍了拍手上并不存在的灰尘。话我已经带到了，如果还想打，可以去天堂找我。看到拉斐尔那副几乎要责人而逝的表情后，突然邪魅一笑，又补充了一句：下次对我拔剑，可是会死的哦。说完之后转身离去。等傲慢神使彻底离开之后，众多天使这才敢上前将拉斐尔搀扶起来。拉斐尔大人，滚开！拉斐尔怒骂一句，甩开搀扶他的天使，转身朝着伊甸园深处飞去。今日之辱，他定要100倍讨回来。不过当务之急是给天父传话，天堂的那群逆神又要搞小动作了。离开伊甸园的傲慢神使重新回到天堂，发现有4、5个人或趴或坐的看向下方。看什么呢？傲慢神使诧异地问。艾斯卡诺，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愤怒神使梅利惊喜地向他打招呼。传个话而已，你们趴这里做什么？艾斯卡诺又问了一遍。艾斯卡诺，你没看到？嫉妒神使戴安一脸兴奋地说道。我感觉他们的实力应该比艾斯卡诺还要强。贪婪神使班淡淡地接了一句。听他们这么说，艾斯卡诺顿时来了兴趣，走到他们身旁坐下，目光也朝着神话擂台上。大义此时已经被逼入绝境，地心展现出他原本的实力，近战能力强的可怕，配合上手中的裁决之刃，每一击都能给大义造成很大伤害。10支剑矢此时已经被他斩断了5支。大义蹲伏在一处废墟上，大口大口的喘息，身上到处都是伤口。他终究还是小看了地心，他能感觉到对方并未恢复到巅峰时期水准，可依旧能够压着他打，甚至将他逼到这一步，足以证明他的可怕之处。我承认之前太小看你了，但胜利还是要属于我。大义说着，从剑囊中取出第10支剑矢，这是一支暗金色剑矢，长度足有1米多。在这支剑矢被取出来的瞬间，蒋文明只感觉身上汗毛根根竖起，竟然有一种本能的恐惧感。落日剑能让他感到恐惧的，除了当初射日用的落日剑，他实在想不起还能有什么。看到大义取出这支剑，地心那张古井无波的威严面容也终于露出了凝重之色，一股肃杀之意在擂台上弥漫。
主持人波比的身影陡然出现，手一挥，场外所有观众全都被传送出去。眨眼间，整座决斗场就只剩下蒋文明和那名教皇国代表以及大义、地心、波比5人。看到这一幕，蒋文明只觉头皮发麻。波比这个举动无疑是在向他说明，接下来的战斗已经失控，很有可能整座神话擂台都处于被攻击的范围，要不然他不会把所有观众都给送走。只是为毛不把我也送走啊？蒋文明心中哀嚎，这是要对他放弃治疗了吗？一想到等会儿可能会承受大义他们的攻击余波，蒋文明整个人都不淡定了。波比像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犹豫了一下，伸手一招，便将蒋文明和另一个代表带到身前。就在做完这一切之后，大义手中长剑也蓄力完毕，九霄落日剑。唉，一声苍老的叹息声响起，然后就看到虚空中走出一道身影。这道虚影在出现的瞬间就直接钻入地心的体内。蒋文明看得清清楚楚，那是道虚影跟地心长得一模一样。天喜星鹰兽，蒋文明心中一喜，没想到在这个紧要关头，化身竟然成功了。如今地心魂魄归位，灵魂彻底完整。就在那道魂魄和地心融合之后，他身上的气息陡然增强10倍不止。大义的九霄落日剑射出，一剑出，天地都为之黯然失色。只不过这一剑并非射向地心，而是射向了高空。轰轰轰！无数箭矢自空中落下，宛如雨滴一般。擂台像是遭受了地毯式轰炸一样，碎石迸溅，烟尘四起。不过这还没完，在无数人惊骇的目光中，一只巨大的金色箭矢自虚空落下，速度虽然缓慢，但却覆盖了整个擂台，给人一种避无可避的感觉。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起。这一刻，所有人都失聪了，眼前也被一片白茫茫覆盖，宛如世界末日一般。诸多神国内看到这一幕的神明，一个个浑身战栗，身上被一层冷汗浸湿。奥林匹斯山，战神阿瑞斯艰难地咽了口水，满脸的骇然。这一剑如果换作是他的话，也是必死无疑。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神？以他的了解，除了上古时代的那些古老神明之外，应该没人能够挡下这一击，哪怕是他的父神宙斯也不例外。此时他终于明白自己的妹妹雅典娜为什么会那样说了。华夏的神都是怪物，明明连神位都没有，但实力却如此恐怖。天堂神国代表着七宗罪的7名神使，一个个目瞪口呆。好强！愤怒神使梅利眼睛瞪得老大，干干巴巴地吐出3个字：确实强得可怕，哪怕是我的不死之躯，恐怕也无法承受这一击。贪婪神使班也是目光凝重，可恶，他怎么会这么强？明明连神位都没有。嫉妒神使戴安不甘心地叫嚷着，确实很强，我突然感觉自己的血液要沸腾起来了。梅丽，要不要下去跟他们打一场？傲慢神使艾斯卡诺突然兴奋起来，不要，真主说过，华夏的神不是我们的敌人。梅丽很直接地摇了摇头，哎，那真是太可惜了。不过这位人间的王还真是强大啊。艾斯卡诺遗憾地耸耸肩，目光重新落到擂台上。就在所有人的紧张注视中，一道身影自烟尘里面缓缓走出，姑乃天下共主，执掌人间。此时的地心浑身上下全是伤口，身上的战甲也已经全部消失，但是眸中却迸发出璀璨光芒。随着他的话音落下，华夏帝国的万神殿内，一条金色巨龙腾空而起。嗷！龙吟声响彻天地，一朵红云自地心头顶浮现。在红云出现的瞬间，华夏帝国内所有人，包括万神殿内所有人神英灵，全都齐齐躬身行礼。见过人王冕下。是的，此时的地心不再是商王或者纣王，他是人王，是天下共主，执掌人间，地位堪比圣人。那朵红云蒋文明也认了出来，这是人族气运，是只有帝王才能拥有的气运之力。地心早已经死去多年，按理说是没有人族气运加持了才对，怎么会拥有这么浓郁的气运之力？蒋文明心中疑惑，气运之力，真没想到如今的你竟还能借用气运之力护体。大义神色复杂，他说了，不是输给地心，而是输给了华夏人族。这种气运之力加持下的地心，别说是他，就算是圣人来了也无法伤害他分毫。更何况在刚才的碰撞中，他已经受了不轻的伤，已经无力再使用第2次落日剑了。地心缓步走到大义跟前，当年孤律军横扫四夷，又命太师文仲征服北海，虽杀了不少巫族后裔，但那属于正常交战，并未将他们赶尽杀绝。后来他们决定臣服我大商，孤便给了他们一处封地，享受与我华夏族人同等待遇。昔日文王姬昌率军叛乱之时，他们也曾举族前来助战，奈何时不待我。在兵败之时，孤便遣散他们，让他们归顺姬昌，免得落得王族灭种的下场。他们都是英勇无畏的战士，不愿归顺，于是便带领族人远走海外，从此音讯全无。你所说的王族灭种的事，与我华夏无关。地心讲述的语气很平静，没有任何起伏，仿佛在说别人的故事。大义听完之后愣了一下，有些不解地看向地心，你为何此时才说？孤一生行事岂会向他人解释？那你现在为何向我解释？因为孤现在打赢了。地心下巴微抬，一脸的骄傲。开什么玩笑，刚才打输了，我要是解释了，岂不是显得我贪生怕死？现在打赢了，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给你解释，这是来自人王的恩赐。大义看着面前这个傲娇的人王，大义突然苦笑一声，自己这是被人当枪使了。动手吧，杀了我，结束这场闹剧。大义随手丢掉自己朝夕相伴的神弓，张开双臂迎接自己的死亡。场外透过投影看到这一幕的华夏观众，一个个都觉得心里堵得慌，没想到这一切都只是一个误会。可现在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说什么都晚了。
作为失败者一方的大义，按照擂台规则，只有死路一条。不少人都不忍再看下去。该死的教皇国，太卑鄙了！明明都是我们华夏的神，现在竟然沦落到这一步，我好恨啊！人王大人，能不能不杀一神？虽然赢了比赛，可我为什么一点都高兴不起来？赢了比赛却损失一位大神，为什么会这样？跟以往的胜利不同，这次比赛虽然胜利了，但华夏的观众却没有人能高兴起来，反而一个个心情复杂，悲痛无比，因为这是他们华夏的内部损失。擂台上，帝辛手持裁决之刃，缓缓抬起，在即将落到大义脖梗处时，一道声音响起：“等一下！”蒋文明的身影出现在破损严重的擂台上。你是在命令姑？帝辛扫了蒋文明一眼，一股可怕的威压瞬间将蒋文明笼罩。扑通！蒋文明当场给跪了。没办法，这是人王的威严，只要他还是华夏族人，就必须得跪。心里虽然郁闷，但并没有生气或者感到耻辱。人王冕下，且慢动手，草民有一事相禀。蒋文明没办法，只能跪着回话。说，帝辛依旧是那副威严模样，只不过在蒋文明看来，他就是个傲娇、死要面子活受罪。明明一句话就能解决掉的事，非要装。大义前辈，据我所知，巫族后裔当初分为2批，一批留在华夏，一批在离开神州之后，前往了一个叫美洲的大陆，在那里繁衍生息。留在华夏的那批人依旧延续巫族传统，他们被称为九黎族人，而前往美洲的那批人则自称印第安人。您之前所说的差点被灭族的后裔，应该就是他们吧？大义闻言，有些不解地看向蒋文明，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只听蒋文明继续说道：“九黎族人虽然人丁稀少，但在我华夏境内衣食无忧，并没有受到不公的待遇。而前往美洲的那批人，则是在数百年前被北欧诸神的信徒入侵，其中也包括教皇国。他们打着神的名义，大肆屠戮，最后占据美洲，并建立了一个叫美洲国的国家。这一点，您若不信，可以随便询问任何一个人。”蒋文明的话还没说完，便感受到一股冰冷的杀机。好胆！大义怒喝一声，他没有怀疑蒋文明的话，因为对方没必要在这个时候说谎骗他，像是为了验证蒋文明的话。华夏帝国内不少九黎族人纷纷站了出来，朝着大义跪拜行礼。这竟是他们的先祖，如果不是蒋文明说出来，他们甚至都不知道。看着曾经的先祖被人蒙蔽，险些酿成大祸，这些九黎族人既羞愧又愤怒，哭喊声此起彼伏。大义身为大巫，自然能感受到下方祈祷之人的血脉，虽然稀薄无比，但确实是他们巫族后裔。越是了解，心里的愤怒就越强烈。帝辛在听完蒋文明的话之后，脸色也越来越阴沉。他本以为是给姬昌那老小子背黑锅了，却没想到另有其人。如果是华夏人也就算了，毕竟他是人王，教化无方他有责任。但搞半天是其他异族干的事，还让他背黑锅了，这让他怎么能忍？向来只有我欺负别人，什么时候有人敢欺负我了？叔能忍，婶婶不能忍。想到这里，他直接抽回裁决之刃，面色阴沉地看向大义。虽然不杀你影响姑的威名，但姑咽不下这口气。你呢？我去过伊甸园，可以带路。大义伸手一招，神弓和箭矢自动飞回他的手中。好，今日姑不杀你，让你亲手去复仇。多谢。大义微微躬身，对着帝辛行了一礼。你们这样违反了擂台规则。主持人波比见到一幕，硬着头皮上前说道：“闭嘴！你再叫姑做事！”帝辛冷眼扫了他一眼，而大义更是直接，手中长弓抬起，似有一言不合就将他射杀的意思。波比见状，额头上的冷汗瞬间就冒出来了，自己这是做什么孽了？遇到这俩煞星。不过他也知道，随着华夏的国运越来越强，未来召唤回来的神明也会越来越强。这只是第一次，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规则只对弱者有效，强者从来都不是遵守规则的人，他们只会制定规则。两位大人，擂台规则乃是诸位神王制定的，你们这样不合规矩啊！神王规则，姑同意了吗？帝辛不屑冷笑，在他面前谈规则，向来只有他制定规则，什么时候有人敢让他遵守规则了？眼看双方陷入僵持，蒋文明突然举起一只手：“诸位前辈，晚辈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三人的目光齐齐落到蒋文明身上，蒋文明瞬间感到压力山大，但还是硬着头皮开口：“按照规则，失败一方的神明会死去，但死掉的是教皇国的大义，不是我们华夏的射日英雄大义，对吧？”蒋文明此言一出，帝辛的眸光中露出一抹诧异之色，随即将目光转向波比，似是在等他的答复。理论上来说，确实如此。波比想了想，还是点头。那不就得了？狩猎之神大义已死，晚辈蒋文明恭迎射日英雄大义归位。我等恭迎射日英雄大义归位。通过转播看到这一幕的华夏区观众纷纷有样学样，开始恭迎大义归位。这波比有些傻眼了，还能这么玩？不过对方说的没错，战败的是教皇国的狩猎之神，他们迎接的是华夏射日英雄，好像并不冲突吧？大义在听到众人的祈求声之后，神色十分复杂。上一刻他还是华夏的敌人，现在对方竟然愿意给他神位，迎接他回归。台阶已经给了，漏洞也已经钻了，现在就等他表态了。只要他点头，那他就是华夏的射日英雄，就能避开擂台规则的惩罚。但大义是何等骄傲的人，虽然明知道这一切，可他还是没有点头。他不想用这种方式苟活，他是一名战士，可以死在战场上，绝对不会用这种自欺欺人的方式苟活于世。我去，嗨，大义前辈，您的妻子可还在等着您呢，你就不多考虑一下？听说有不少神明都喜欢往月宫跑，比如天蓬元帅、二郎真君、吴刚。蒋文明眼看他要拒绝，直接打断他的话。事情到了这一步，蒋文明也豁出去了，
死道友不死贫道，为了稳住大义这个猛人，就让猪八戒跟二郎神他们背个锅吧。反正他前面也说了，这都是听说，就算哪天事情败露，也能有转圜余地。大义闻言，脸色瞬间变了。他能坦然赴死，但是听到自己心爱的女人被人惦记，这绝对不能忍，不能死，绝对不能死。这要是死了，脑袋上还不得长出一片大草原出来？天蓬元帅，二郎真君，哼！大义念叨了一下这两个名字，然后冷哼一声。蒋文明见他态度有所缓和，立即趁热打铁：对，就是他们二人。我跟您说，这事换作是我绝对，你不必再说了。我今日便重归华夏，待我为族人报了仇，再去会会这二人，竟敢惦记我的女人，找死！大义直接打断了蒋文明的话，语气中的杀意，隔着老远都能感受到。完了，好像刺激过头了。蒋文明有些傻眼，这效果出乎意料的好，貌似还好过头了。二师兄委屈你了，二爷，您武功高强，应该能顶住吧？蒋文明在心里不停地安慰自己，一切都是为了华夏。虚空中某处，正在赶路的猪八戒突然打了好几个喷嚏。是谁在念叨俺老猪？呆子，就你这副模样，谁会念叨你？还是赶紧赶路吧，晚了就要错过好戏了。在一片残破的大殿内，一尊三眼神像眉心陡然亮了一下，随即又暗淡下去。得到大义的准确答复，华夏万神殿内瞬间浮现出一盏油灯，代表着大义的神位也一起浮现。波比一脸幽怨地看了眼蒋文明，却不敢站出来阻止，毕竟都是男人，这种事换谁都不可能忍。他要是这时候站出来阻止，说不定大义真会给他来上一发。大义的身影消失，回到了华夏万神殿内。地心这才意犹未尽地将目光收回，还别说这种八卦听起来还挺有意思。想不到大义这种人物竟然也会被女人牵绊，单凭这一点，自己能甩他几万条街。一股优越感油然而生。本场比赛华夏帝国获胜。波比看了眼残破不堪的擂台，又无奈地补充了一句：下场比赛将在1小时后进行。说完，直接带着那名教皇国代表消失。等他走后，擂台上就只剩下地心和蒋文明两人。晚辈蒋文明恭贺大王取得胜利，扬我华夏神威。哼，孤听说你在人间写了一本《封神演义》，还编排孤是个荒淫无道的暴君。地心冷笑一声，目光不善地看向蒋文明。啊！蒋文明额头上的冷汗瞬间就下来了。这话可不好回答呀，搞不好可是会死人的。正当他思考该怎么解释的时候，却听到地心哈哈一笑：哈哈，纣王，那是周人对孤的恶事，孤的子民会称孤为地心或者人王，而等不明真相，孤还不至于迁怒尔等。起来吧。听到地心这么说，蒋文明也松了口气。看样子，这位人间最后一位人王确实不像传言中那样暴虐，要不然也不会这么轻易放过自己。可地心接下来的话瞬间让蒋文明傻眼了。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这本封神演义孤不喜欢，你回头更改一下，写成姬昌等逆臣跪求孤宽恕他们。蒋文明，有问题？没有，我这就去改。蒋文明把头摇成拨浪鼓。开玩笑，你都把裁决架我脖子上了，我敢说有问题吗？很好，等写完之后，先给孤呈上来一关，等孤批阅之后广传天下。是。蒋文明连忙点头。您是大王，您开心就好。反正他写的是小说，又不是史书，黑谁不是黑？唯一的区别就是有人能线下让他改文，有人不能罢了。心里为周朝的各位大佬默哀一句，然后眼巴巴地看向地心。那个大王，您看战斗已经结束了，这把剑很不错，孤很喜欢，有心了。地心一脸赞许地看向蒋文明。蒋文明，神他妈的有心了，我是想问你啥时候还我？但地心显然没有归还的意思，开什么玩笑？给大王献上的宝物还能要回去吗？别说是你一个小平民，上帝来了也不行。这话他地心说的。眼见自己的裁决之刃被黑了，蒋文明郁闷的几乎吐血。不过这时地心突然开口：我的时间不多了，等我为华夏再战最后一次，东西自然还是你的。他这次没有自称孤，而是很随意的用了我这个字。蒋文明先是一愣，随即反应过来：您人无心能活否？地心说着向蒋文明展示了一下自己空荡荡的心口。蒋文明这才想起来，他的心脏早已经被大义射穿了。只不过当时地心说自己是人王，哪怕无心也能活，他还以为这是对方的手段，却不曾想这一切都是他装出来的。孤是华夏的王，只要一日未死，就自当庇护华夏一日。不过好在大义重归华夏，孤就算死了也不妨事。趁着还有些时间，就让孤为华夏再战一次。区一族毛神也敢欺我华夏！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的身上再次浮现出那种属于王者的霸气。蒋文明顿时肃然起敬。所以您是不打算还我神器裁决了吗？地心脸上的表情一僵，强忍着捏死他的冲动，一脚踹到他的屁股上。滚去写小说，写到孤满意为止。蒋文明有些委屈，一步三回头的看着地心。地心见状差点被气笑了。这么多年，还是一次有人敢跟他讨价还价。看着蒋文明离去的背影，他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用一双深邃的目光望向苍穹。确切的说，是望向苍穹之中的各个神国，最后落到天堂所在方位。有意思，他竟然看到我们了。愤怒神使梅丽有些意外。天堂不同于伊甸园，并没有在空中显现，对方竟然能察觉他们，这就意味着对方的实力不弱于他们的真主耶稣。不过地心并没有将目光多做停留，而是很快的移向伊甸园方向。被动战斗不是他的风格，他想要主动出击。可就在这时，虚空中突然出现一道身影，一位身穿粗布麻衣的老者出现。这位老者须发皆白，俨然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地心在看到来人之后，面色微变，口中缓缓吐出两个字：江上。草民姜子牙见过大王。
姜子牙朝着帝辛微微躬身一礼：“你来做什么？是想看姑的笑话吗？”帝辛语气微冷，双方战斗了几十年，尤其是最后被他封入封神榜内，这其中的恩怨没当场动手砍人，就算他涵养好了。草民此行是来劝阻大王的。姜子牙不卑不亢地说道：“呵，笑话！你一个逆臣贼子也配劝姑？还是你觉得有了打神鞭就能跟姑谈条件了？”帝辛冷笑一声，语气中充满了讥讽：“不敢，草民只是想提醒大王一句，神话擂台乃是诸位圣人联手制定的，一旦破坏规则，便会遭受天大的因果。华夏如今虽然艰难，但还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大王万不可自误啊！”姜子牙叹了口气，心中有些无奈。这是圣人们的布局，是一次堪比封神之劫的灾难。他们只是棋子，胜者超脱，败者沉沦，谁都无法幸免。现在一切还都在规则之内，一旦帝辛真破坏了规则，那等待华夏的只有灭顶之灾。那群老东西又在算计谁？帝辛闻言，眉头微蹙。他之前魂魄不全，仅存的魂魄地位又太低，根本无法接触到核心机密。所以当姜子牙说出这话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想到是那群圣人又在使坏。三界之内，无人能免。姜子牙叹了口气，他法力尽失，无法参与到那种战斗之中，但架不住他地位高，朋友多啊。一些老友晚辈还是在离开之前，偷偷的将一些消息透露给他了。真正的战场不是这里。姜子牙在说完这句话之后，身形便缓缓消失。帝辛望着姜子牙离去的方向，面色变幻不定，最终还是没有前往伊甸园。1小时很快过去，神话擂台也被修复完毕，场外陆陆续续有观众出现，蒋文明的身影也再次出现在擂台上。当他看到依旧站在原地的帝辛时，神色一愣：“大王，您怎么没有回归万神殿休息啊？”蒋文明上前献殷勤：“你的小说写完了？”帝辛淡淡的瞥了他一眼。蒋文明，他此时恨不得给自己俩嘴巴子：“你没事献什么殷勤啊？”见蒋文明吃瘪，帝辛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个不易察觉的笑容：“这一场依旧由姑来战啊！”蒋文明刚想劝说，但又想起帝辛身上的伤，到嘴边的话又给重新咽了回去。算了，对方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了，他又怎么能站出来阻止？更何况他就算阻止，对方也未必会听。很快，教皇国那边又派出一位新的代表，他一出场便召唤出一尊大天使。蒋文明还没来得及看清对方是谁，就感觉眼前一花，那名天使就直接被劈成了2半。下一个，帝辛手持裁决，语气平淡地说：“卧槽，人王大人这也太猛了吧！之前跟异神战斗时，只是觉得他很强，现在看来这是超级强好吗？为教皇国默哀，不是天使不给力，而是我家人王太猛了。胜利必将属于华夏。”华夏区观众沸腾了。先前跟大义对战时，虽然能感觉出帝辛很强，却没有对比，毕竟大义的实力也很恐怖，双方一对比就给人一种错觉，以为他们跟其他神明一样。但现在换了一个对手，直接给一剑劈了，那可是大天使啊！这个虽然不如米迦勒，但好歹也是大天使级别，就这么一剑没了。不只是观众，就连观战的神明也都是一脸的震惊。直到此刻，他们才明白帝辛究竟有多恐怖。在连续击杀2名天使之后，帝辛身上的气息已经开始出现下滑。蒋文明清晰地看到帝辛胸口处的金光忽明忽暗，像是随时都有可能熄灭一样。大王，停手吧！蒋文明冲着帝辛喊道。对方虽然黑了他的神器，但他还是不希望他死在这里。下一个，帝辛语气依旧平淡，丝毫不在意自身的状况。就在此时，天空中一道梵音响起，一位浑身赤裸的青年自虚空中走出。此人一头金发，身体晶莹如玉，出现时手中还拿着一个苹果。亚当！蒋文明失声惊呼。没错，眼前的这个男人正是伊甸园神话中人族始祖亚当。没想到竟然会在这个时候出现。此时的帝辛已经是强弩之末，面对实力未知的亚当，蒋文明不敢去想。他很想劝帝辛收手，这样一来就不用以失败者的身份死去。可他知道对方不会听他的。你就是华夏的王？亚当赤裸着脚走到帝辛面前，一脸好奇地看着他。然而蛮夷之徒竟敢对姑不敬！帝辛二话没说，抬起手中裁决就朝着他斩去。这是真被气到了。他堂堂人王，竟然有人赤身露体地站在他面前，这简直是对他的羞辱。是美人不香，还是姿势不诱人？姑连他们都不看，竟然让我看你！挥动手中裁决，对着亚当就是一剑。也没有看到亚当如何行动，长剑就像是斩偏了一样，贴着他的身子划过。躲过去了。他明明没有移动，怎么会躲过去了？我还以为是我眼花了，原来真的没有击中。场外的观众瞬间炸了锅。帝辛的实力，众人都是有目共睹，大天使在他面前都毫无还手之力，一招就被秒杀。可眼前这个赤身露体的男人，竟然站着不动就能轻易避开帝辛的攻击，这也太恐怖了吧！天堂内7神使神色各异，不愧是人类始祖，实力竟然这么强。刚才那应该是他的领域吧？很像上帝的绝对领域，在领域之内，他可以选择一条法则，其余人无法违反。绝对闪避吗？可这种违和感是怎么回事？艾斯卡诺眼眸中泛出奇异之色。擂台上，帝辛一击失手，神色一愣，随即露出一抹笑容。一直对付一些杂鱼，现在终于遇到一个像样的对手了，很荣幸能得到您的认可。亚当抚胸一礼，炼气术。帝辛伸手抚过神器裁决，一道道金色纹路浮现，炼气之火也逐渐蔓延整个剑身。亚当眼中闪过一抹惊讶之色，因为他看出来了，对方使用的并非神力，但是却丝毫不逊色于神力。这是一种全新的力量，是他闻所未闻的力量。剑荡八方。
一剑挥出，霎时间出现无数虚幻剑影，瞬间将整座擂台给囊括其中。显然地心也察觉出对方的诡异能力，所以想要使用这种大规模的范围攻击，封住对方闪避路线。砰！下一秒，地心的身体陡然倒飞了出去。这突如其来的一幕震惊了所有人。蒋文明震惊的直接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因为他刚才根本没有看到亚当是怎么出现的，就仿佛他原本就站在那里一样。可是之前他明明距离地心还有4、5米远，太诡异了。场外的观众们更是一脸懵逼，就好像看电影突然卡了一下，在恢复时已经换了个场。那种毫无关联的断续感让人感觉十分不舒服。地心从地上爬起来，抹掉嘴角溢出的鲜血，神色开始变得凝重。刚才那一击太快了，快到就连他都没能反应过来。领域！地心缓缓吐出2个字。这是还未成型的神国，在这种领域加持下，亚当的战斗力会发生质变，也只有在对方领域内，他才会毫无抵抗的被击飞出去。想到这里，地心重新调整气息，头顶一层红云浮现。领域王权！亚当在看到地心头顶的红云之后，眼神变得凝重了几分。不过下一刻，他的身影再次消失。砰！一拳轰出，地心身体周围浮现出一层紫色护盾，替他挡下这一击。王者受上苍庇护，万法不侵。趁着亚当还未抽回手时，地心手中的裁决朝着对方脑袋斩去。长剑划过，对方毫发无伤，而且身体依旧站立在原地。砰！亚当抬起腿，一脚将地心抽飞出去。这是纯粹的肉身之力，护体紫气虽然能挡下伤害，却挡不住这股冲击力。还不等地心落地，亚当的身形再次出现在他的前方，拳头犹如狂风暴雨一般落下，沉闷的打击声传出去很远，这让观看比赛的华夏区观众一个个都揪起心来。人王大人挺住啊，太强了！人王大人根本毫无还手之力，他的速度明明不快，可是人王大人为什么避不开？不只是蒋文明，就连普通观众都察觉了这一点。亚当的速度虽然很快，但跟之前的神明比起来也就那样，并没有太过离谱。可是地心却根本无法闪避，不是无法闪避，更像是主动迎上亚当的攻击。难道是预知能力？蒋文明在看到这一幕后，脑海中突然浮现出这个念头，不过很快又被他否定了。预知能力固然可以让他提前做出判断，但绝对无法影响地心的攻击。他刚才可是清楚的看到他不闪不避，地心却攻击不到他的场景，这绝非是预知能力能够做到的。就在此时，亚当他们2人再次分开，地心头顶的红云变得明灭不定，仿佛一下子稀薄了不少。结束了。亚当淡淡一笑，手中竟然凝聚出一柄炼气长剑。看到这一幕的地心瞳孔骤然一缩，就连蒋文明也震惊得无以复加。炼气术，这可是华夏人族的立根之本，亚当可是西方人，他怎么会使用？而且看对方手中的长剑，显然不是样子货，这是实实在在的炼气产物。长剑刺出，毫无阻碍地刺穿了地心的胸膛。这一刻，所有华夏人全都不敢置信，他们的王竟然会输得这么惨，毫无还手之力。一股悲怆的氛围在空气中弥漫开。人王大人，站起来啊！怎么会这样？难道我们要输了吗？可恶，恨不能帮助人王大人。蒋文明也是失魂落魄地看着缓缓倒下的地心，嘴巴开合，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没想到一代人王竟会以这种方式落败。输了吗？地心双眼无神地看向空中，有不甘，有不舍，但更多的是一股前所未有的平静。恍惚之间，他像是感受到了什么。天空中一道裂缝出现，从里面走出一位倾国倾城的绝色美女。大王，臣妾等的您好苦啊。妲己，姑好像看到你了。地心自嘲地笑了笑，他伸出手，像是想要抓住什么一样。大王，真的是臣妾。妲己连忙身柔移，握住地心的大手，脸上早已经挂满了泪痕。在双方手掌接触的瞬间，地心的身子猛然一震，逐渐模糊的意识重新回归。美人，真的是你？地心有些不敢置信，他记得妲己已经魂飞魄散了才对。是，真的是我。妲己泪流满面，死死地抓住地心的手，而场外的众人早已经看呆了。卧槽，世界上竟然还有这么漂亮的女人！这个美女是谁啊？我突然间觉得那些明星小花不好看了。家人们谁懂啊？我身为一个女人，竟然有种心动的感觉啊！我要恋爱了。虽然这个时候说这话有些不合时宜，但我还是想说，人王大人放心去吧，娘娘由我来照顾。卧槽，兄弟，我记你是条汉子。妲己，这名字好熟悉啊！我想起来了，她是狐狸精，九尾妖狐妲己。难怪长这么漂亮，原来是狐狸精啊！都闪开，让贫道来收服此妖。原本悲伤的氛围瞬间一扫而空，所有人都被妲己的美貌所吸引，蒋文明也不例外。以前总是听人说长得祸国殃民，但在他看来，这只是一种夸张的修辞手法。直到这一刻，他突然有些明白，为什么都说纣王荒淫无道了。有这么一个漂亮的老婆，貌似荒淫一点，也很符合情理。亚当在看到妲己之后，也出现短暂的失神，不过很快就恢复过来。这位女士，还请您让一下，我不喜欢打女人。地心闻言脸色一变，伸手将妲己护在身后。然而妲己恍若未闻，她的眼中只有地心。见她这副紧张的模样，梨花带雨的面容上竟然露出一抹笑容。她这一笑不当紧，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人全都沉沦了，无论是人还是神明，全都感觉到心跳加速，大有一种化身舔狗的冲动。甚至不少人幻想自己取代了地心的位置，甘愿为他去死。大王，臣妾来为您疗伤。说着，他的身后突然浮现出8条银白色的尾巴，尾巴在出现的瞬间，直接将地心和他包裹起来。妲己伸出粉嫩的舌头，轻轻舔舐地心身上的伤口，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被他舔舐的伤口正在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只是眨眼间，地心身上那道贯穿伤便消失不见。亚当此时回过神来，察觉出不对劲，手中炼气长剑刺出。啊！妲己发出一声惨叫，长剑通体而出，竟然直接将他的心脏刺穿。该死！该死！快住手啊！你在做什么？不是说好不打女人的吗？垃圾神明说话不算数！亚当大人快住手啊！听到妲己的惨叫，所有观众都炸了，叫骂声、呼喊声此起彼伏，简直比脑残粉还要狂热。美人，混蛋，你找死！地心怒了，他刚想起身，却被妲己给抱住了。大王息怒，妾身没事。妲己轻声安抚着地心的情绪，她的声音充满了一种魔力，让人无法拒绝。只有蒋文明注意到妲己的尾巴又少了一条。传说九尾妖狐拥有9条命，每死一次就会少一条尾巴。他现在还剩7条尾巴，这意味着他还有7条命。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别说7条命，就是700条命也不够对方杀的呀。亚当见妲己还没死，英俊的脸上浮现出一抹诧异，随即再次凝聚出几柄炼气长剑，1剑、2剑、3剑。妲己强忍着不让自己喊出来，只是身后的尾巴不断的脱落。地心被尾巴包裹，加上身受重伤，根本无力挣脱。此时的他身上的伤口基本上全部愈合，只剩下被大意射穿的心脏位置。妲己突然展颜一笑：“大王，妾身美吗？美。爱妃在姑的心中永远都是最美的女人。那就好，大王在妾身心中也是一样，永远都是最强的人王。”妲己说完，突然化作本体模样，一口咬在地心的胸口位置，血肉被他给重新撕开。地心没有将他推开，反而用力的将他抱在怀中，因为他感受到妲己的生命力正在急剧的流失。一团七彩光芒自妲己口中吐出，然后落入地心的胸口位置。咚咚咚，早已经死去的心脏再次跳动起来，一滴眼泪自地心眼角滑落，化作白狐模样的妲己伸出爪子，轻轻替他擦去脸上的泪痕，然后永远的闭上了眼睛。啊！地心抱着妲己的尸体仰天咆哮，原本消失的红云再次出现，他身上的气势也开始逐渐攀升，胸口的心脏散发出七彩光辉。七窍玲珑心，这是比干的那颗七窍玲珑心，当初为了救妲己，他亲口找比干索要的七窍玲珑心，现在妲己又还给他了，还是以这种方式。怀中的白狐开始一点点消散，化作漫天光斑。地心没有说话，只是重新握住神器裁决，炼气之火再次出现，眨眼间将他全身覆盖。一副赤金色战甲出现，与此同时还多出一件由狐皮编织而成的大氅披在他的身上。他一句话没说，只是平静地看向亚当，可是给人的感觉却完全不一样了。如果说之前的他像是一位锋芒毕露的战神，那此时的他更像是一位统领天下的王者，仅仅站在那里就给人一种不怒自威之感，仿佛天上地下唯他独尊，一股睥睨众生的气势扑面而来。王权！地心抬手虚握，华夏帝国内无数光柱升起，这些光柱汇聚成一条巨龙，然后没入万神殿地心神位之中。参见吾王！这一刻，万神殿内无论是人神英灵，还是神明妖兽，全都浮现出来，朝着擂台上的那个男人跪俯下去。真正统御人间的王者回来了！地心用手轻轻抚在心脏位置，感受着那强有力的心跳，可脸上却没有半点笑容，因为这是妲己用命换来的。这里不仅是比干的七窍玲珑心，还有妲己那数千年的道行。就在这时，亚当的身影陡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一剑刺向他的胸口。地心神色不变，手中裁决之刃扬起，当，金属交鸣声响起，挡住了。蒋文明顿时大喜，台下的华夏区观众更是爆发出一阵欢呼，而擂台上的亚当则是面露诧异之色，没有犹豫，手中长剑飞速刺出，甚至因为速度太快，出现了一片残影。然而地心全都挡了下来，这怎么可能？亚当终于开始慌了，一次两次还能说是巧合，但这么多次都被挡下来，就只能说明一件事，他的能力被对方看穿了。可这怎么可能？时间法则确实神妙。地心缓缓开口。亚当听到这句话，脸色终于变了。这是他的底牌，除了上帝耶和华以外，根本没人知道。所有人都以为他继承了上帝的领域，拥有绝对领域或者预知未来，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他只是掌握了时间法则，可以改变身体周围的时间流速，虽然只有几秒钟，但依旧让他立于不败之地。但是现在却被眼前这个男人一口叫破，这让他如何会不惊讶？你就算知道了又如何？在时间面前，没有人可以幸免。亚当冷声说道。是吗？地心不置可否地回了一句，手中裁决缓缓刺出，速度并不快，相反，比起普通人还有所不如。可就是这样一剑，竟然刺中了亚当。看到肩膀被刺伤的亚当，全场一片哗然。怎么回事？我明明看到那一剑并不快，亚当始祖为什么没有避开？一定是亚当始祖大意了，胜利必将属于我们。就在教皇国观众为自己的始祖找理由时，地心突然抬起腿，一脚将亚当给踢飞出去。相似的一幕出现了，就如同之前亚当暴打地心时一样，只不过这一次挨打的换成了亚当。亚当不停地使用时间法则，将身体重置到几秒钟之前，可是没用。地心像是早有预料一样，每次都会出现在他身旁，并且将他击飞出去。怎么会这样？亚当心中泛起一丝惊恐，双眼开始泛白，最后变成了纯白之色。够了！一声暴喝响起，只见亚当用手握住了神器裁决，鲜红的血液顺着他的手掌流下，他恍若未觉，身上散发出神圣的气息，让人忍不住顶礼膜拜。蒋文明刚想用火眼金睛去看，
却被一阵刺目的白光给灼伤，疼得他发出一声惨叫。那股力量，蒋文明心中惊骇欲绝，他想开口提醒，却发现自己失去了说话的能力。擂台上，地心也感受到了对方突如其来的变化，但是他并没有太过慌张，身上炼气之火不停地朝着裁决之刃涌去。唰，剑锋划过，一条手臂飞出。亚当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幕，他都借用父神的力量了，竟然还是无法抵挡对方的攻击。就在此时，天空中再次出现一道裂缝，一名赤身裸体的金发美女出现，从后面轻轻拥住亚当。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双方竟然融为一体。卧槽，明明是生死对决，为什么我有种被塞了满嘴狗粮的感觉？果然，每个强大的男人身后总会有一名漂亮的女人，怪不得我这么失败，原来问题出现在这里。老铁这话说的太有道理了，以后还是别说了。胡说，我不漂亮，可我老公依旧很优秀。小姐姐，有没有可能你老公身后的漂亮女人不是你？先是妲己，然后是夏娃，一个个都为了自己的男人选择牺牲自己。这一刻，胜负似乎并不是那么重要了。从某方面来讲，他们已经赢了，至少对在场绝大多数人来说是这样。亚当在和夏娃合体之后，身上的伤口开始快速愈合，原本断掉的手臂也迅速生长出来。战场形势再次回到原点，剑域以地心为中心，迅速出现一片古战场，无数炼气长剑浮现，像是有自我意识一般，不停地在这片古战场穿梭。上帝之眼，亚当瞳孔中浮现出星辰幻灭的景象。下一秒，他的周身竟然也出现一片古战场，跟地心的剑域一模一样。无数炼气长剑互相碰撞纠缠，最后化作虚无。双方竟然谁也无法奈何得了谁。天哪，这是什么能力？他竟然能够使用人王大人的技能，这也太变态了吧！什么技能看一眼就能学会，并且使用出来，难怪被称为人类始祖。这个亚当简直强得离谱。都说最强的敌人往往是自己，地心现在就有这种感觉。亚当的上帝之眼让他有种跟自己对战的错觉，无论自己使用什么攻击，对方都能完美复刻出来。想到这里，地心果断撤去自己的剑域，改为近身战斗。能力可以模仿，但身体素质总不可能被模仿吧？他打算凭借肉身之力来打败对方。亚当此时处于绝对模仿状态，见到地心撤掉剑域，他也跟着撤销剑域，以同样的方式朝着地心冲去。刀光剑影，拳脚相交。观众们虽然看不清两人的动作，但是却能听到那种拳拳到肉的声音。双方都没有防守，完全是以命搏命的打法，因为他们都知道防守是不可能击败对方的。现在他们拼的是身体素质以及自身的意志。台下的蒋文明此时也从刚才的灼伤中恢复过来，视力虽然还有些模糊，但已经能够看到外面的情形了。谁也没想到这一场对决竟然会变成意志力的比拼。你打我一拳，我还你一脚。两人都是伤痕累累，气喘吁吁，可依旧没有停下手上的动作。就在这时，地心一拳打在亚当的眼角，将他眼睛给打得血流不止。亚当也是同样一拳将地心的眼睛给打瞎了，两人也因此拉开了距离。结束了。地心虽然失去了一只眼睛，但此时脸上却露出一抹笑容。御剑术，掉落在一旁的裁决之刃陡然飞起来，朝着亚当刺去。上帝之眼，亚当想继续模仿这一招，可是他很快发现自己根本看不清这一招的运行轨迹。上当了，亚当心里一沉，他终于明白地心为什么拼着瞎掉一只眼睛也要伤到他的眼睛。他这是想利用自己受伤的瞬间使用术法攻击，可惜现在明白已经有些晚了。他刚想闪避，就看到一道身影出现在自己跟前，死死地将他给抱住。你疯了！亚当有些不甘心，也有些以致性，因为这种方式虽然能禁锢住他，但是对方一样无法避开攻击，这就意味着地心想和他同归于尽。噗呲，裁决刺入地心的后心，然后透体而出，同时也贯穿了亚当的心脏。一道道纹路迅速上两人的身体，这是裁决自带的特性，禁锢，可以封锁住敌人身上的神力，一旦禁制完成，神明也会失去神力，变成凡人。受了这么致命的伤，又没有神力修复，纵使是他们两人，也是必死无疑。突然，一道白色光柱落下，将亚当笼罩住。身处白光下的亚当，身体开始一点点消散，灵魂却被白光接引向天空。主持人波比的身影出现，有些焦急地喊道：“大人，您这样做不合规矩。”可是白光依旧继续牵引亚当的灵魂，丝毫没有理会波比的话。地心望着天空上的那道白光，虽然有心阻止，但奈何此时已经油尽灯枯，根本无法阻拦，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离去。无耻，竟然光明正大的耍赖！有人大声抗议。可是下一秒，他的身体就像是烈日下的白雪一样，迅速消融，直至彻底消失。蒋文明心中惊怒交加，因为他已经猜到出手的是谁了。除了天父耶和华，还能有谁？没想到他竟然不顾颜面，亲自下场捞人。耶和华大人，您这么做就不怕诸圣联手制裁吗？波比强忍着内心的恐惧，开口质问。对方的举动跟大义那次还不一样，大义是地心主动放弃击杀的，而亚当则是输掉后被强行带走。如果说大义是钻了规则漏洞，那耶和华就是强行破坏规则。这种事绝对不能任由对方乱来，要不然神话擂台就会彻底沦为一个笑话。以命抵命，亚当已死，这一局我们认输。虚空中传来耶和华的声音。与此同时，一具尸体自光柱中被抛出，正是之前出现的夏娃。亚当和夏娃本就是一体，此时他拿夏娃出来替死，也不算破坏规则，同样钻了规则漏洞。虽然是认输，但语气和态度却充满了高高在上的意味。众人虽然心里憋屈，但有了前车之鉴，一个个敢怒不敢言。就在这时，蒋文明的耳边突然响起一道苍老的声音：“
天选者送走人王，重新召唤神明，留下他。蒋文明一愣，扭头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只见一名老者正在冲他点头致意。庄子。蒋文明在看到老者后，虽然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但还是选择了听从他的意见。晚辈蒋文明恭送人王地心归位。随着蒋文明的声音落下，原本就处于濒死状态下的地心根本毫无抵抗之力，被强行送走，落入华夏万神殿的神像内。与此同时，神话擂台陡然浮现出无数条金色锁链，金色锁链在出现的瞬间就疯狂地朝着白光缠绕而去。找死！虚空中传来一道愤怒的声音，紧接着，一位身穿白色麻衣、手持一根牧羊鞭的老者出现在擂台上。主持人波比在看到老者之后，吓得脸都绿了。耶和华大人！全场霎时间死一般的寂静，尤其是教皇国的观众齐齐跪倒在地，激动得热泪盈眶。仁慈的天父，您的仆人向您献上最忠诚的信仰。天父大人，您是来拯救我们的吗？上帝的荣光必将普照世界每一处角落。其他帝国的神明在看到耶和华出现后，一个个噤若寒蝉。这位可是创世神，真正站在众神之巅的存在。谁也没想到他竟然会亲自下场。无论是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还是金字塔内的诸神，包括天堂内的七神使，都是一脸的震惊。这是第一位降临的创世神。华夏完了，要不要通知真主大人？贪婪神使般语气凝重地看向愤怒神使梅利。不用，华夏没这么容易覆灭，一切按计划行动。梅利神色同样凝重，但是却并未慌乱。只有亲眼见过华夏诸神的人才会明白他们究竟有多强大。耶和华虽然很强，但想要灭掉华夏一样没那么容易。奥林匹斯山，端坐在宝座上的宙斯原本正在跟他的女人们调情，突然神色一怔。怎么了父神？怀中的一名女神扭动自己那近乎赤裸的酮体，一脸娇媚地问道。没什么，我亲爱的女儿帕尔塞福涅有件事需要你去做。什么事？春神帕尔塞福涅满脸疑惑地问。回到冥界，通知你的丈夫，我的兄弟冥王哈迪斯过来一趟，我有事要和他商议。什么？春神帕尔塞福涅闻言，腾的一下站了起来，丝毫没有在意自己薄纱下走落的春光。放心好了，我不是要跟他摊牌，而是真的有事找他商议。宙斯在春神帕尔塞福涅那丰腴的身体上拍了一巴掌，语气暧昧地说道。吓死我了，我还以为奥林匹斯山谁不知道宙斯的尿性，只要是他看上的女人，就没有一个能逃得出他的魔爪。春神帕尔塞福涅还真担心自己这位父亲因为自己的缘故杀掉她的丈夫，彻底占有她。去吧，顺道把你的哥哥太阳神阿波罗给我喊来。埃及一座宏伟的金字塔内，一群神明聚集在此。最上方的是以拉为首的九柱神。伊甸园的耶和华已经出手，我们也不能继续等待下去了。主神阿蒙开口，耶和华跟华夏产生冲突，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无论谁应对，我们都没有损失，干嘛要参与其中？风神修无所谓地说道。耶和华违反了诸神的约定，受到了神话擂台的反噬，以华夏诸神的性格，绝对不会让他全身而退，我们必须要提前做好准备。大地之神盖布沉声说道。盖布说的没错，华夏的那群神王只是被困在前线，又不是死在那里了。如果有人呼喊他们的真名，未必不能把他们召唤回来。天空之神努特附和。你们打算怎么做？丰收女神伊西斯问。降下神谕，让信徒献祭，必须尽快恢复实力才行。冥王欧西里斯冷声开口。这件事就交给阿努比斯和我去做好了。风暴之神赛特邪笑着说道。复议，复议！其他神明纷纷举手表示赞同。神话擂台上，其他神国发生的事，蒋文明对此一无所知。他现在正在为出战人选发愁，对手可是创世神耶和华，这至少是圣人层次的大佬。华夏这边真的有机会赢吗？他目前为止召唤出来的神明里面，地位最高的是帝俊，实力最强的是孔宣和孙悟空。可这些都是准圣层次，面对创世神耶和华根本毫无胜算。更何况他们已经出场过一次了，根本无法出场第二次。妈的，除非召唤出圣人，要不然喊谁谁死啊！这是蒋文明心里怒骂，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天空中的名单，内心疯狂祈祷，希望能选到圣人。名单上的金光快速闪烁，最后落在3个名字上面。当蒋文明看向名单时，顿时傻眼了。卖女娃娃的小女孩，看风水的先生，骑牛的牧童，这是什么鬼啊？蒋文明心态直接炸了，他可不记得自己有写过这种名字，可是名单上确确实实写的是这3个名字：卖女娃娃的小女孩，看风水的先生，骑牛的牧童。蒋文明反复念叨这3个奇怪的名字，大脑疯狂运转，思索自己记忆中跟这3个名字相关的人物：泥娃娃、风水、骑牛。忽然，3个人名浮现在蒋文明的脑海。不会吧，不会吧！蒋文明疯狂摇头，把这个荒诞的想法甩出脑海。神话史上跟泥娃娃有关的神明，除了妖圣、人类之母女娲娘娘，他实在想不出还会有谁。不过，卖女娃娃的小女孩，这名单是认真的吗？你管女娲娘娘叫卖泥娃娃的小女孩？还有看风水的先生，既然涉及到风水，那必定跟五行八卦有关，能跟女娲娘娘一起出现，他的名字也呼之欲出了。人族3皇之一的天皇伏羲。至于最后一位骑牛的牧童，更不用猜了。神话人物里面，除了老子李尔以外，还有谁喜欢骑牛，还当过牧童？蒋文明感觉自己的心都在颤抖。如果他没猜错，那这次就是3位圣人，还都是最顶尖的圣人。这次华夏有救了。不过很快他又开始纠结起来，选谁呢？3位圣人擅长的领域不同，女娲娘娘擅长创造，无论是生灵还是法宝，一人堪比万军。天皇伏羲擅长阵法推演，擅长以少胜多，未卜先知。而老子李尔是道德天尊的化身，擅长教化众生，战斗力未知。无论选谁似乎都不错，但无论选谁似乎都无法克制住耶和华。
既然如此，那就赌一把好了，听天由命，圣人快显灵。蒋文明说着，用头发变成一粒骰子，1、2选女娲娘娘，3、4选天皇伏羲，5、6就是老子李耳。说完，直接将骰子丢了出去。然而他这里的表现毫无意外的被投放到大屏幕上，一时间所有人都惊了。卧槽！卧槽！卧槽！不愧是蒋神，这个时候竟然玩骰子。遇事不慌，骰子帮忙，像极了我考试时候做选择题的样子。真理的尽头就是玄学，看蒋神就是同道中人。我很好奇，那3个名字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没有名字？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只有称号没有名字，这要是猜错了会死人的吧？难怪蒋神见了都要摇头子，该不会是蒋神不认识这3个神明吧？不认识这不很正常吗？没图没真相，只有一句称号，搁谁身上能猜出来？这么说我们岂不是输定了？大哥你还想赢？对面的那位可是创世神，战斗力比天竺的湿婆、如来还要强，这还怎么赢？不光是华夏的普通观众，就连李建国等一众高层也是面色阴沉。他们虽然不认识耶和华，但是从创世神这个称号里面也能感受到他的强大。再反观蒋文明这边，似乎根本没有召唤的打算，反而在那里玩起了骰子。小蒋可能是压力太大了吧？一名将军说道。他毕竟还是个孩子，是我们下意识的忽略了这一点。另一名将军叹了口气，面对创世神耶和华，就连台下的他们都深感不安，更何况擂台上的蒋文明。所有人都不看好接下来的比赛，他们只希望蒋文明可以成功召唤出一尊神明，无论是谁都行，只要他不死在换名仪式上就行。而擂台上的蒋文明此时正直勾勾地看着地上的骰子，只见骰子不停地旋转，一会儿是2，一会儿是4，可下一秒又变成了5、6，就好像有人在操纵一般。不，准确的说，更像是在争夺。争夺？难道3位圣人还在争强对战的机会不成？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3位圣人跟小孩子一样你争我夺的场面。蒋文明被自己的想法给逗乐了。就在这时，骰子终于停了下来，上面的数字是1。蒋文明见状也不再犹豫，当即站起身，朝着虚空中的名字拜了一拜。团土造人，斩巨鳌，降黑龙，定4级，龙5色食补天，晚辈蒋文明，恭迎万物之母，妖族之圣女麦泥娃娃的小女孩降临。蒋文明本想说女娲娘娘，但是突然想到对方既然没有显露真名，肯定有他的用意。既然如此，他干脆避开对方的真名，选择了虚空中显现的名字。随着他的话音落下，天空中顿时散发出七彩霞光，一名粉雕玉琢的小女孩出现，从造化之门内一步踏出，来到擂台之上。嘻嘻，果然还是我赢了。小女孩冲着蒋文明嘻嘻一笑，竟然还有些俏皮可爱。蒋文明当然知道他口中的赢了是什么意思，只不过他没有想到对方会以这种模样降临世间。堂堂女娲娘娘，天地间最早的一批圣人，竟然会是个可爱的小女孩，这要是说出去，还不得被人的口水淹死。蒋文明心里疯狂吐槽，而台下的观众瞬间炸锅了。蒋神疯了吗？竟然召唤出一名小女孩出来送死，太残忍了。虽然明知道会输，但也不能这么摆烂啊。难道只有我注意到蒋神刚才的话了吗？万物之母，妖族之圣，是一个小女孩，是这个世界疯了，还是我疯了？好可爱的小妹妹，蒋神怎么忍心让她出来送死？喂，你竟然喊她小妹妹，不要太离谱好不好？你知不知道这尊神器的真实身份？说出来吓死你们！你知道？快说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位应该是我们华夏人族的创造者，万物之母女娲娘娘。卧槽，真的假的？女娲娘娘是个小女孩？我读书少，兄弟你可别吓唬我。在小女孩出现的瞬间，不只是擂台上的耶和华，就连虚空中那些神国内的神明都震惊了。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七彩神光代表着什么，这可是创世神才有的功德神光。这位粉雕玉琢的小女孩很有可能是华夏诸神里面的超级大佬。耶和华原本古井无波的面容瞬间变得精彩起来。女娲，老爷爷您认错人了哟，人家只是一个卖泥娃娃的小女孩，不是伟大的女娲娘娘。小女孩一对牛角辫摇得跟波浪鼓一样，一脸的天真无邪。耶和华差点没被她的话给噎死。神他妈的老爷爷，就你还卖女娃娃，还是小女孩？你当我瞎吗？但这种事对方不承认，他也没办法，毕竟对方确实只是一道化身，并非本体降临。这一点倒是跟他一样。神话擂台乃是神恩大陆所有圣人境强者共同制定的法则，其中明确规定不准许圣人参与其中。是他率先破坏了规则，想要救走亚当，结果被人利用擂台规则给强制拉入战斗。一想到这里，他怒视了一眼台下的蒋文明，就是这小子坏了自己的事。正在擂台下观察女娲的蒋文明突然感觉到一股无法抵御的威压笼罩在自己周围，仿佛下一秒就会将他碾成飞灰一般。老爷爷，您要买娃娃吗？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蒋文明只觉身体一轻，周围的那股威压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只见小女孩手中举着一对娃娃，正满脸期待地看着耶和华。谁知耶和华在看到小女孩手中捧着的泥娃娃之后，顿时脸色变得异常难看。透过大屏幕投影，很快就有人察觉出那俩泥娃娃的异常，竟然和之前出现的亚当、夏娃一模一样。蒋文明在看到这一幕后，心里也生出一种古怪的感觉。众所周知，亚当是耶和华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的，并且赋予了他生命，一种高智慧生命族群，这对他来说是一项伟大的成就，这是他的骄傲，被信徒们大肆吹捧，广为流传。可现在他看到了什么？眼前的这个小女孩从地上抓出一把泥土，仅仅随手捏了几下，就完美复刻了他造人的过程，现在还拿到他面前炫耀。他想表达什么？想证明自己的成就对他而言根本不值一提吗？简直就是杀人诛心！
正当他打算接过来毁掉时，小女孩突然收回了手。哦，不好意思，我差点忘了，你也会捏泥人。这一举动直接让耶和华伸出去的手僵立在半空，欺人太甚，简直欺人太甚！他堂堂创世神，什么时候受到过这种羞辱？凭借这种小把戏是赢不了我的。耶和华冷声说道。未必哦，要不要来打个赌？小女孩俏皮一笑。你想赌什么？不如就赌一把，我创造的人能不能赢你如何？你是在羞辱我吗？耶和华眸光中闪过一抹寒芒。不，我就是阐述一下事实。只见他小手一挥，一堆小泥人出现。这些泥人在落到地上之后，顿时活了过来，一个个挥舞着胳膊小腿，朝着耶和华冲去。神说要有光，一轮大日出现，光芒照耀整座擂台。擂台上的小泥人们被刺目的阳光炙烤得纷纷皲裂，最后化作一片飞灰。然而，在剩余的小泥人里面，走出来一位手持长弓的泥人。只见他挽弓搭箭，对准天上的太阳，咻！弓箭射出，太阳直接被射爆，大地重新恢复正常。神说要有雨，天空中顿时下起了雨，而且越来越大。小女孩见状，微微一笑，对着擂台吹了口气，无数草木破土而出，眨眼间便将擂台变成一片森林。小泥人们砍伐树木，搭建房屋，以此来躲避雨水冲刷。可是雨水越来越多，最后化作一片汪洋。小泥人们手挽着手，化作一道大坝，将周围的洪水隔开。幸存的小泥人们则搭桥铺路，开山凿石，跑到山上居住。神说世人愚昧，当洪水灭世。被大坝隔开的洪水猛然暴涨，冲垮了大坝，无数小泥人被淹没。这时又有一个小泥人站了出来，他带领着幸存的泥人们用山石堵住洪水，可惜最后失败了。洪水蔓延，冲毁了他们的家园，融化了大量的泥人。然而泥人们没有退缩，也没有求饶，他们齐心协力挖渠开山，引导洪水流向远方。看到这里，蒋文明终于明白了，双方斗法，以众生为棋子，耶和华代表着神明，而女娲则代表着人类。神明灭世，而人类在自救。无论是之前的烈日，还是刚才的洪水，这在各种神话中都出现过。耶和华创造的人类选择寻求神的庇护，而女娲创造的人类则是不停地与环境抗争，最后战胜他们。此时此刻，蒋文明眼中的泥人们变了，他们不再是粗糙的泥人，而是化作了无数华夏族先贤，仿佛一幅史诗级画卷在他面前展开，带他重温那个波澜壮阔、与天抗争的年代。很快，场外的观众也发现了这一点。我怎么感觉擂台上的这一幕好熟悉，好像是在哪里看到过？我也有这种感觉，这不就是蒋神给我们讲过的华夏神话史吗？没错，大羿射日，精卫填海，神农尝百草，大禹治水，天啊，竟然全都对上了！呜，为什么我有种想哭的感觉？人族先贤，精神永存。这一刻，没人再把擂台上的泥人当作泥人看待，而是将他们想象成了人族历代先贤。创世神又如何？只要无法将他们彻底摧毁，那所有的灾难都将成为他们的养分，帮助他们快速成长。擂台上，耶和华的脸色彻底变了，因为他发现，无论自己召唤什么灾难，都无法彻底摧毁这些泥人。面对灭世级灾难，这些泥人没有向神明祈求原谅或者寻求庇护，他们一直在依靠自己的智慧，在夹缝中寻求生存。这些泥人们的任性，让身为创世神的自己感到害怕。为什么明明同样都是泥人，这些人却没有祈求我的宽恕？耶和华动摇了，他自诩牧羊人，牧养众生，可现在突然发现，有一群人根本不屑于他的庇护，更不愿向他低头，甚至在灾难过后，这些泥人还会主动向他发起攻击。虽然这些泥人的攻击微弱，根本无法对他造成任何伤害，但他们确实向自己发起了攻击，这不是一个好兆头。因为眼前的这些泥人眼中根本没有对神明的敬畏之心。你还不明白吗？人类从来都不是你豢养的宠物，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也有自己的道路。你既然是创世神，那你就应该明白，我们要做的不是去干涉他们，更不是奴役他们，而是引导。小女孩清脆的声音在耶和华耳边响起。不，我创造了他们，他们就应该听我的，任何敢于不敬我的生灵都不应该存在于这个世上。耶和华说着，身上光芒大作。神说世上要有风，一股狂风平地而起，只是眨眼间便席卷了整座擂台。霎时间飞沙走石，地面上的树木被连根拔起，泥人们居住的房屋也在狂风中毁于一旦，他们甚至连挣扎都做不到，就直接被狂风搅得粉身碎骨，一片末日景象。全场的观众都屏住了呼吸，将自己带入其中，试想如果换做自己该怎么做。可是无一例外，哪怕是他们现在拥有高科技，在面对这种灾难时依旧无力抵挡，一股绝望之感在众人心间蔓延。尤其是华夏区观众，他们实在无法想象，面对这种天灾，这些泥人能怎么应对？要输了吗？难道人类真的无法凭借自己生存吗？人类果然还是要寻求神明的庇护，仁慈的天父，我等定将传播您的荣光。不只是华夏区观众，就连其他帝国的观众也都露出兔死狐悲之色。虽然这是华夏和教皇国的战斗，但一样是凡人与神明的争斗。无论人类有多强，但生存与毁灭终究还是在神明的一念之间。神威不可逆。众人将目光投向擂台上的那名小女孩，想要看看她是否会出手拯救那些泥人。然而让他们失望了，对方根本不为所动，依旧在原地站着，丝毫没有插手的意思。狂风过后，地面上一片狼藉。耶和华满意的看了眼微型世界的惨状，对于灭掉一群生灵毫无波澜。无他，为首熟尔。你输了。耶和华略显得意的看向小女孩。是吗？女娲不置可否的笑了笑，目光重新落到擂台上的微型世界。
只见一只小泥人从废墟中爬出。哦，漂亮，牛逼，人族无敌！这一刻，全场所有人族都沸腾了。无论是谁，无论是什么阵营，此时此刻，他们只是人类。哪怕是教皇国的观众，一个个也是震撼莫名。因为那些泥人遭受的灾难，在他们的历史上都曾出现过。只不过，他们选择了祈求神明的原谅，亦或者寻求神明的庇护。在他们看来，神明的惩罚，他们无法违抗。可现在，这群泥人竟然凭借着自身的能力，硬生生地抗住了神明降下的惩罚，这让他们深受触动。原来人类凭借自身也可以生存。这一刻，他们第一次开始对神明的信仰产生了动摇。而这样的后果就是，耶和华身上的气息陡然下降一截，身体周围散发出来的白光也变得不再刺目，已经到了可以直视的范围。耶和华脸色一变，眼中的愤怒一闪即逝。冥顽不灵，神说，神别说了，还是听听人类怎么说吧。耶和华的话被小女孩无情地打断，还不等她做出反应，就看到一群泥人不断地从废墟中钻出来。他们高声呼喊，然后从人群中走出一名比其他泥人还要高大几分泥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他们是高高在上的神，又岂会在意我们凡人的痛苦？自今日起，我们人族当自强不息。不理神佛，只敬先祖。这一声呐喊虽然微弱，但如同燎原之火，瞬间引燃了所有人。不理神佛，只敬先祖。不理神佛，只敬先祖。从场内到场外，再到整个华夏，甚至整个神恩大陆，都在回想着这句话。泥人们用这个宣言向神明宣告，神权将成为历史，他们人类将依靠自己走出一条属于他们的路。可笑！耶和华冷笑一声，手中的牧羊鞭挥出。对于不听话的羔羊，需要动手惩戒。牧羊鞭散发着洁白色的光辉，看上去神圣无比。可是他所做的事又是那样的残忍，无数泥人被敲碎化作飞灰。然而这些泥人并没有他预料中的惧怕、恐惧，有的只是更加强烈的反抗。在微型世界内，时间流速加剧，泥人们迅速繁衍生息，开始建立属于他们的文明。一部分抵御来自耶和华的攻击，另一部分安心生活。直至某一天，有泥人沟通天地，领悟了修炼之法。人类正式踏入修炼时代，耶和华对付起来也越来越困难。这怎么可能？耶和华震惊了。这些泥人早已经不是第一代泥人了，而是经过繁衍生息，不知道过了多少代。按理说他们体内的神性早已经稀薄无比，甚至彻底消失，可是他们不仅没有变得弱小，反而越来越强大。现在竟然又领悟了修炼之法，这还是他眼中的羔羊吗？杀之不绝，反而让这些泥人越来越强大。直到此时，耶和华才意识到，眼前的泥人跟自己创造出来的完全不同。他们或许不如自己创造出来的完美，但他们却有一种可怕的韧性。如果说自己创造的人类是鲜艳的花朵，那眼前的这些泥人就是狗尾巴草。虽然不如鲜花艳丽，但是生命力却顽强的吓人。无论你怎么摧毁他们，只要给他们喘息的机会，他们就能迅速生长起来。不，这不可能！明明是一群随手可灭的蝼蚁，怎么能做到这种程度？耶和华不敢继续想下去，因为他怕了。他害怕有一天被人类取代，他害怕失去现在高高在上、主宰众生的地位。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人类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取代我们也是早晚的事。小女孩淡然一笑，语气中竟还带着一丝欣慰。疯子，你们华夏诸神都是疯子，竟然会创造出这种无法掌控的生灵出来。耶和华不敢置信地叫了起来。创造的生灵本身就是他们的玩物，可华夏诸神竟然给了他们这么大的潜力，甚至有取代神明的机会，这不是疯子又是什么？为什么要去掌控他们？小女孩反问。因为他们是我创造出来的，就像是我的孩子，他们必须对我保持敬畏，对我保持感恩。耶和华的话得到了许多神国中的神明认同，他们创造生灵出来是为他们服务的，而不是让他们某一天取代自己。呵呵，小女孩突然轻笑了起来，只是这笑声里面充满了不屑与讥讽。孩子，原来你们教育孩子的方式就是一言不合就毁掉他们，原来你们教育孩子的方式就是让他们全心全意地信奉你们，不能有任何独立思想。原来你们就是这样做父母的，为父而不慈，又有何颜面让子嗣尊孝？父不慈，公而无礼。在听完小女孩的话之后，蒋文明心神俱震。与其说他是在反驳耶和华，倒不如说他在用这种方式向世人表明自己的态度。你自称天父，却又将众生视为牲畜，用牧养的方式对待众生。既然如此，又何谈众生对你不敬？如果父母的爱不再纯粹，而是想要获取回报，那就别说自己有多伟大，因为你们本身就是一场交易。现在你还觉得自己是对的吗？小女孩的话宛如一柄柄利刃，无情地割开耶和华身上的遮羞布。住口！耶和华大喝一声，有些恼羞成怒，因为在这短短的几句话功夫，他身上的信仰之力又掉了一截。身为创世神，不想着庇护众生，反倒一味的骄傲自大，撒下弥天大谎，用恐惧来支配众生，用刑罚来扼杀后辈，无休与你为伍。说着，小女孩从虚空中取出一个金色葫芦和一杆黑色布幡。在她取出这两件宝物之后，蒋文明的心突然猛地跳动了一下，尤其是那杆黑色布幡，仅仅看了一眼，便有种发自内心的敬畏。金葫芦、巨妖幡，脑海中瞬间浮现出这两个名字。巨妖幡就不用多说了，但凡妖族之人都要听从此番号令，可以说这是妖族的象征，地位等同于国旗，但却比国旗多了无数实质性威能。而那个金葫芦更是至宝，这是一件可以炼制先天灵宝的宝物，也是女娲娘娘的本命法宝。就这么说吧，华夏神话始终教的出名号的法宝，有一大半出自这个葫芦，其中包括蒋文明偷藏的紫金葫芦。世人只知道女娲娘娘功德无量，却不知所有的神话人物里面，
这位才是真正的神猴。他的战力或许不是最强的，但他的法宝绝对是最多的。哪怕是以法宝多著称的灵宝天尊，见了他也得喊声姐姐。有人或许会说，太上老君法宝多，还能自己炼制法宝。可谁又知道，他炼丹、炼器用的八卦炉也是女娲给的。天皇伏羲强吧，他手中的山河设计图也是女娲给的。元始天尊、东皇太一、帝俊这些大佬牛逼吧？什么阴阳镜、翻天印、招妖幡、聚妖幡、宝莲灯、封神榜，哪个不是女娲赠送的法宝？江湖不是打打杀杀，那是人情世故。祝融为什么会帮女娲熔炼补天石？还不是因为女娲娘娘人缘好，人家可是真正的平易近人，没有什么事是一件灵宝搞不定的。如果有，那就2件。刚才跟耶和华进行创世之战，那事理现在谈完了，开始兵。道理和物理之间，总有一个能说服对方。耶和华见状也不敢怠慢，连忙取出一柄权杖。神说：世间应有万物生灵。无数猛兽怪物出现，咆哮着冲向小女孩。小女孩变戏法似的从虚空中取出一尊酒壶，小手抓住酒壶扬起一挥，一大片绿色光点飘落洒向大地。泥人们在接触到这些绿色光点后，身体变得愈发强壮。然而这还没完，无数法宝自金葫芦口喷出，落入。小泥人们欢呼雀跃，手持各式各样的法宝，开始与那些凶兽怪物搏斗。就在此时，小女孩身侧的巨妖幡突然轻轻摇晃了起来，一股无形的波纹扩散出去。原本正和泥人搏斗的猛兽怪物，在被波纹接触之后，纷纷趴伏在地，不敢动弹。神说：有光明就有黑暗。伴随着耶和华的话音落下，明亮的天空霎时间变成黑色，不是夜晚那种黑，而是一种类似虚无的黑色，就好比人闭上了一只眼睛，用那只闭上的眼睛感受到的一样。光线被遮蔽，万物开始凋零，泥人们失去了一切感知，就像是无头苍蝇一样胡乱奔走。恐慌、焦虑的情绪在不停蔓延。小女孩也察觉出了事情的严重性，只见她从金葫芦里面取出一物，那是一枚五色灵珠。柔和的五色光芒驱散了黑暗，重新为这个世间带来了光明。这个光芒虽然微弱，但却给了人们希望。不知过了多久，一簇火苗自黑暗中诞生。有一个泥人用木头钻出了火苗，其余人纷纷效仿，钻木取火。蒋文明喃喃自语。很快，火焰便一簇簇的亮起，彻底驱散了黑暗。人类用智慧再一次战胜了环境。耶和华此时也终于意识到眼前的泥人的难缠之处，他所制造的灾难无法摧毁他们，于是他便改变了策略。一道光影自他体内走出，这是他的化身。这道化身进入泥人的部落，向他们传播文明，帮助他们更好的生存。小女孩并没有阻止对方，任由他在泥人部落传播信仰。时间不知道过去了多久，泥人们开始有了自己的国度，他们之中也出现不少人开始信仰耶和华，为他建立神庙，祈求他的庇护。神说，他的光辉需要普照整片大地，你们即是他的信徒，那就应该传播他的光辉。耶和华的化身终于露出了自己的獠牙，开始蛊惑那些信徒，让他们对外征伐。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国家的王拒绝了他的神谕。尊敬的天父，我的子民有肥沃的土地耕耘，丰衣足食，又有您的庇护，为什么要去攻打他们呢？他们是异教徒，是神器之人，你们应该消灭他们，证明你们对我的忠诚和信仰。我们对您的信仰无比忠诚，但我不会拿自己的子民生命来证明，所以我拒绝发动战争。你们就不怕受到神罚吗？怕。您是高高在上的神，自然不会在意凡人们的生命，可我不一样，我是他们的王，我要保护我的子民。耶和华怒了，于是他召唤了洪水，想要给这些不遵从他命令的凡人一些教训。洪水淹没了城市，毁掉了王国，无数人流离失所或者死去。而那位泥人的王这次没有祈求他的宽恕或者庇护，而是拔出了自己的佩剑。如果神明都像您这样，自今日起我们便不再信奉神明。说完之后，一剑将神庙内的耶和华神像给劈成2半，宣告他们从此不再信仰耶和华。该死的蝼蚁，通通都给我死吧！见到自己的神像被毁，耶和华彻底怒了，召唤出一个又一个天灾，试图毁灭他们。一切又回到了原点。你玩够了吗？小女孩的声音传来，语气有些冰冷。你玩够了吗？这道声音宛如雷音滚滚，不止惊醒了耶和华，同样也惊醒了其余观众。玩？蒋文明一时之间没有反应过来，不知道女娲这话是什么意思，但他不明白，不代表耶和华不明白。是的，就是玩。小女孩只是在陪他玩了一局创世游戏，现在她不想玩了。在这个创世游戏里面，她输得一败涂地。她引以为傲的牧养众生方式在这里毫无作用。那些泥人根本不受她的影响，对他们有利的时候，他们敬重自己；当双方产生分歧的时候，他们也会产生自己的思想。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什么是能做，什么是不能做，始终坚守初心，不受外物影响。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种族？你创造出这些怪物，就不怕有一天他们失控吗？耶和华想到一个词，是神。没错，就是神。这些泥人现在虽然弱小，但按照目前发展下去，终有一天会追上他们这些神明。凭借他们的繁衍速度，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如果有一天他们与神明发生分歧，那是神的事情绝对会发生。你还是不懂。算了，我累了，毁灭吧。小女孩彻底失去了耐心，双方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上。创世神耶和华跟圣子耶稣比起来，思想截然不同，根本没办法正常交流。这也是那些神明的通病，他们不是不懂人间疾苦，而是根本不屑于去懂。上位者的傲慢才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说完这句话之后，小女孩身体开始一点点发生改变，一双小脚丫并拢在一起，化作一条粗壮的蛇尾，而她那双清澈无瑕的眼睛也被一对树瞳所替代。
一手金葫芦，一手巨妖幡。众妖听令！巨妖幡晃动一下，那些被耶和华创造出来的怪物、凶兽瞬间整整齐齐地排列在一起。杀！小女孩巨妖幡指向耶和华。吼！嗷呜！无数凶兽怪物仰天咆哮，奋不顾身地朝着耶和华冲去。台下的观众看到这一幕，顿时有种热血沸腾的感觉。这种大规模的战斗最能激起人们心中的豪情。女娲娘娘加油！嘘，小点声，那不是女娲娘娘，那是卖泥娃娃的小女孩。有人小声提醒。冲呀！你竟然说创世神是呀？兄弟还得是你。老哥，你太落伍了，这是流行语好吧？人族必胜！华夏区观众疯狂呐喊，为小女孩鼓舞士气。而教皇国那边则是一片死寂。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是他们的信仰，一方面是人类族群。不是他们不想为自己的天赋呐喊助威，而是不敢这么做。因为刚才的创世之战，他们看得很清楚，耶和华的行为，只要不是傻子都能看出来，他根本没有把人类当一回事。牧养众生，他们只不过是对方牧养的牲畜罢了。这个时候，如果站出来为耶和华加油，那就是反人类，无论输赢，他们都无法在人类国度生存。虽然大家都知道神明不会把他们当回事，但这种事能做不能说，这是潜规则。一旦放到明面上，无论是出于尊严还是立场，他们都必须反对，因为这关系到所有人的利益。擂台上，无数凶兽怪物还有泥人都开始对耶和华发起攻击，但这对于创世神耶和华来说根本不足为虑。他眼中的对手始终都只有女娲一个。可是小女孩并没有亲自动手，而是自顾自地捏起了泥人。跟之前不同，这一次她捏得特别认真。很快，一具精致的泥人被捏了出来，这是一名魁梧的男人。在他落地的瞬间，小女孩对着他呼出一口气，一股精纯无比生命能量涌入泥人的身体。这尊泥人在吸收这股生命能量之后，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很快就从一个巴掌大的泥人变成了正常人大小。就在此时，小女孩手中的金葫芦喷出一道霞光，一柄巨斧和一面盾牌落到大泥人面前。大泥人伸手抓住斧头和盾牌，一言不发，径直地朝着耶和华冲去。在距离他还有10来米的距离时，高高跃起，手中巨斧狠狠地朝他劈下。神说：“凡人不可伤我。”以耶和华为中心，周围的景色迅速变成一片世外桃源。神国伊甸园，斧头落下，却诡异地贴着耶和华的身体划开，就跟之前地心攻击亚当时的情景一模一样。天堂内7神使神色各异，老大爷这一手绝对领域还是这么的不讲理啊！艾斯卡诺懒洋洋地说道：“绝对领域是他的本命绝技，只要身处领域之内，就没人能够伤到他。华夏的圣人恐怕不是他的对手。”梅丽一脸的凝重：“你说那个小女孩是华夏的圣人？你认识？”班有些好奇地问：“不是圣人，谁能和创世神交手？那个小女孩擅长创造生命，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应该是华夏的女娲娘娘。”一直没说话的懒惰神使贝利尔突然开口：“原来是那位大人，难怪实力这么强。”暴食神使马林露出崇拜的目光：“咦，这个泥人好强啊！”贪婪神使班突然轻咦了一声，众人连忙扭头看去，只见擂台上那具大泥人一手持盾，一手持斧，在神国伊甸园内横冲直撞。虽然未能伤到耶和华，但是却跟他打得有来有往，并没有众人预想中的一触即溃。神说：“世上要有雷电。”天空中顿时响起轰隆隆的雷声，无数闪电在云层汇聚。咔嚓，一道闪电滑落，朝着大泥人身上落下。大泥人见状，举起左臂上的盾牌挡在头顶，雷电轰击在盾牌之上，电花四射，却并未对泥人造成任何影响。大泥人手中巨斧横斩，却被耶和华轻飘飘地给避开。突然，一道光影出现在大泥人的身后，手中拿着一本金底银文的书籍，书本无风自动，迅速翻页，一道道金色符文出现，朝着大泥人头颅涌去。啊！大泥人发出痛苦的哀嚎，只是片刻功夫，他便僵立在原地，不再动弹。苏醒吧，我的勇士！耶和华伸出右手，按在大泥人的头顶，用一种庄严肃穆的语气说道。大泥人的身上被一层金色纹路覆盖，眼中被一团金光替代。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大泥人朝着耶和华恭敬一礼，然后转身朝着小女孩冲去。小女孩眉头微皱，想了想，伸手一招，金葫芦再次喷出一物，这是一根翠绿色的藤蔓，上面还沾着一些未干的泥浆。父！藤蔓脱手飞出，迅速将大泥人给缠绕住。这根藤蔓名为造物藤，乃是女娲娘娘当年造人时候所用的先天灵根。物品本身不仅克制泥人，还具有功德之力。现在大泥人被造物藤捆住，一时之间竟也无法动弹。不过虽然捆住了对方，但女娲却不知该如何解除对方这种异常状态。她擅长的是创造，并非教化，所以面对耶和华这种近乎洗脑式的教化之力，她也只能干瞪眼。台下的蒋文明见状，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女娲娘娘虽然擅长创造，却并不擅长教化众生，必须要想办法帮帮她才行。就在他思考该如何解决时，目光突然瞥见华夏上空的神国虚影。我真是该死，怎么把他们给忘了？蒋文明轻轻给了自己一个大嘴巴，然后满脸期待地看向神国内的诸子百家。论教化众生，谁又能比得过诸子百家？老子李尔牛吧，道德天尊的化身，妥妥的圣人。可在诸子百家里面，也只是其中一个教派嘛，根本无法力压所有人。想到这里，蒋文明连忙朝着虚空一拜。晚辈蒋文明恳请诸位人族先贤出手，教化众生。华夏帝国上空的神国内，一群老者相视一笑，缓缓起身上前。孔圣，请；庄圣，请。孔子和庄子二人出列，目视下方擂台。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仁义礼智信，五常不可缺。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天空中浮现出5个金色大字：仁、义、礼、智、信。金色大字一闪即逝，无视擂台规则，直接没入大泥人的身体之中。而被造物藤捆绑的大泥人在接触到这5个大字之后，身体就像是触电了一般，开始疯狂的挣扎扭曲起来，眼中的金色光芒也开始明灭不定。作弊！他们华夏作弊！华夏的神明太不要脸了，竟然一起出手攻击仁慈的天父大人。裁判呢？这事你还管不管？教皇国的观众在看到这一幕后，顿时开始叫嚣起来。终于抓到华夏作弊的证据了。主持人波比的身影出现，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那群叫嚣的观众。此乃教化之音，众生皆可聆听，而且有益无害，并不属于攻击范围。此言一出，全场一片哗然。谁也没想到，华夏神明出手干预比赛，不仅没有被判定违规，反而得到了裁判的认可。这让不少人都生出一个古怪的想法：这个主持人该不会是华夏派来的卧底吧？要不然怎么会时不时的维护华夏？就在众人窃窃私语时，庄子开口了：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德厚则载物，上善因弱水。声音滚滚，如闷雷一般，但又不让人觉得刺耳，反倒有种醍醐灌顶之感。一时之间，不光是擂台上的泥人，就连台下的观众都感觉心底之间生出一股洒脱之感。相比起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更容易教化他人。原因很简单，儒家思想教你做一个圣贤人，而道家思想则是教你做回自己。做好人难，做圣贤更难，但做自己却很简单。耶和华给大泥人灌输的思想被彻底击碎，泥人身上的金色纹路也随之暗淡下去。小女孩见状，伸手一招，收回造物藤对她的束缚。我就是我，不是谁的奴仆，也不是你的勇士。泥人眼中的神采越来越亮，语气也越来越激动。这一刻，他的身体开始一点点发生变化，土黄色的身子逐渐变得富有光泽。只是眨眼间的功夫，他便从一具泥人变成了真正有血有肉的人类。多谢先生教化之恩。大泥人朝着孔子和庄子躬身一拜，表示感谢。多谢母神、父神造化之恩。大泥人又朝着女娲娘娘和耶和华躬身一拜。女娲娘娘赋予了他生命，耶和华赋予了他灵魂，而孔子和庄子则赋予了他思想。你还没有名字，不如就叫做无忧吧。小女孩一脸慈祥地看向大泥人无忧。虽然这一幕充满了违和感，但却并没有人感觉到有什么不妥。毕竟无忧是小女孩亲手创造出来的。善！庄子开怀大笑，有种说不出的洒脱。跟女娲和庄子他们不同，耶和华的脸色则是异常难看。偷鸡不成蚀把米，自己付出灵魂之力，强行控制住对方，却不想被2个蝼蚁给破坏了，还把他的新作品变成了这副样子。你们找死！耶和华说着，手中牧羊鞭就对着孔子和庄子抽去。父神，停手吧，他们不是您的敌人。就在攻击即将落下之时，无忧的身影陡然横在双方中间，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耶和华的这一下攻击。砰！无忧的身体直接被抽飞出去，在空中迅速分崩瓦解。然而诡异的一幕发生了，在无忧的身影消散的瞬间，又重新完好无损地出现在之前的位置。时间法则，生命法则！耶和华和小女孩同时惊呼一声，2位圣人的看家本领竟然都被他给继承了。就连台下的蒋文明也是看得一阵啧舌。我去，这就是传说中的最强混血。在华夏神话中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血脉隔得越狠，结合后诞生的后代也就越强。看看沉香、二郎神就知道了，他们都是凡人与神仙的混血后裔，结果一个比一个强。眼下这个叫无忧的，貌似来头比二郎神他们还大。这位可是4位圣人联手创造出来的怪物。对，已经不能把他称为人了。毕竟蒋文明觉得自己跟他不是同一个物种，他一出生就那么强，自己却这么弱，这要是同一个物种的话，岂不是说自己很废物？所以为了不让自己受到打击，蒋文明很默契地把他归类于非人类一列。比我强的都是非人类，这样一想舒服多了。蒋文明暗搓搓地想着，孩子过来，今后你就是我耶和华唯一的圣子。耶和华在看到无忧的能力之后，脸上的愤怒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股狂热，那是一种即将得到新玩具的狂热。父神，如果您愿意随我们走，我今后愿做您麾下的圣子。无忧面含期待地看向耶和华。小女孩没有说话，也没有继续攻击的打算，她在等对方的答复。如果对方愿意随他们去往前线，这倒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耶和华闻言陷入了沉默之中。时间一点点流逝，突然埃及帝国传来一阵惨叫声。蒋文明连忙朝着那边望去，只见观众席上一道道身影消失，只是眨眼间的功夫便消失了1/5。发生了什么事？不知道啊。埃及的人集体掉线了，快看上面的神国。有人敏锐地发现，位于埃及帝国上方的神国金字塔突然浮现出2道身影。在他们出现的瞬间，无数人类灵魂被他们吸走，朝着金字塔里面飞去。混账，竟敢犯下如此杀孽！小女孩在看到这一幕后，俏脸含煞，一双树瞳中露出几分杀意。这是献祭，还是超大规模的献祭仪式？他们怎么敢？奈何他虽然愤怒，但受限于擂台规则无法离开，更无法插手这种事，只能站在原地怒目而视。这下要出大事了！辛辛苦苦抵御数百年，一朝毁于一旦。这些埃及的神明真是该死啊！就连跟小女孩对峙的耶和华也是神色骤变，一股恐惧感浮上心头。埃及的神明疯了吗？他们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么多的杀戮，怨恨之气必然恐怖无比，他们就不怕引来那群邪魔吗？还是说他们已经被邪魔给污染了？耶和华，我再问你最后一次，随不随我去前线？小女孩没有了之前的淡然，用一种冰冷至极的语气说道。耶和华心里一突，他看出了对方真的怒了。他虽然不怕对方，但也不敢真的惹恼华夏那群神明。
因为一旦他们决定放弃抵御邪魔，那等待他们的将会是真正的末日，属于神明的末日。别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但身为创世神的他太清楚了。神话擂台就好比征兵仪式，胜利者可以自由选择去不去前线，但失败者必须前往，因为这是诸圣联手制定的规则。他们这些神王、创世神就是负责征兵的官员，而华夏诸圣则是坐镇前线统帅。平时推诿扯皮没事，双方地位本就相差不大，碍于大局，他们也只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非到了战事紧张的地步，否则不会强迫他们。但现在不同了，埃及诸神竟然大规模献祭，这已经触及了诸圣的底线。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那些邪魔的恐怖之处。这么重的杀戮怨气，一旦被对方利用，降临在这里，华夏和其他神系的圣人、神明绝对会不惜一切代价回归。那时候，前线失去了诸圣的镇压，邪魔长驱直入，他们这所谓的大后方也绝对不会再安全。到时候，就算不想参战，也必须要参战了。而他们所谓的堵住众神回归的路，也只是一个笑话。一想到这里，耶和华心底把埃及诸神给骂了个遍。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这是自己给自己后路堵死了。不出事还好，只要出事，大家一起玩玩。看着小女孩那冷硬的脸色，耶和华犹豫半晌，最后还是点了点头。我随你们去前线。小女孩和无忧闻言，脸色终于舒缓了下来。就在这时，耶和华陡然出手，手中的牧羊鞭狠狠地抽在小女孩的身上。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所有人。刚才双方的对话，他们可都听得清清楚楚。耶和华明明已经答应随他们离开，可现在却突然出手偷袭，这让不少人都露出愤慨之色。堂堂创世神竟然如此不要脸皮，蒋文明也是震惊不已，一股恐惧感浮上心头。完了，哈哈，想让我去送死，那我就先杀了你们！耶和华疯狂大笑起来，身上的光辉宛如太阳一般刺目，让人无法直视。父神，你！无忧神色大变，惊怒地看向耶和华。小女孩被他偷袭打成重伤，一双树瞳中没有怨恨，而是充满了震惊。心魔，是的，眼前之人不是耶和华，而是域外心魔。他占据了耶和华的身体，虽然不知道对方是怎么做到的，但事实摆在眼前，耶和华确确实实被心魔附体了。死，都给我去死！耶和华疯狂大笑着，手中牧羊鞭不停地挥舞，虚空破碎，擂台上的屏障不堪一击，无数来不及躲避的观众死于非命，他们的灵魂被耶和华吸食。卑贱的种族，还敢违背我的意志，那就都给我死吧！天空中顿时电闪雷鸣，无数雷电在其中孕育。下一刻，雷霆自虚空中落下，无差别的攻击周围所有人。快阻止他！小女孩朝着无忧大声喊道。无忧也不敢怠慢，只见她双目金光闪现，一股神圣的气息自她身上流露出来。时间静止。随着她的话音落下，原本落下的雷霆纷纷停在半空，看上去就好像3D 投影一般。无忧的时间静止针对的是天上的雷霆，所以并没有影响其他人的行动。耶和华见自己的法术被挡下，扬起手中牧羊鞭就朝无忧抽去。快离开这里！无忧大声喊道。众人此时才从刚才的震撼中回过神来，忙不迭地退出神话擂台。这天要变了。李建国深深地看了眼擂台上的神明，一种无力感浮上心头。从刚才双方的对话中，他也听出了一些内幕。这些神明之间似乎有什么约定，只不过有些神背弃了盟约，这才导致华夏诸神无法回归。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华夏神明默认了这种事。从刚才的只言片语中，他好像听到了什么前线邪魔，这让他忍不住联想起来。难道是在神恩大陆之外还有另一片战场？越想越觉得有可能，只可惜信息不对等，他也无法推测出更多的细节。反倒是蒋文明此时心神震动，他接触到的神明比较多，获得的信息也相对完整。现在零零碎碎拼凑起来，已经隐约猜到了大概情况。域外邪魔入侵，神恩大陆诸神约定联手对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们有些神回来了，有些神还留在外面，而这些神里面就包括华夏诸神。后来回归的坐标被各大神系回来的神明瓜分，这导致其余神明无法定位坐标，迷失在域外。这里面还有一个关键，那就是为何只有华夏诸神的事迹被抹除？还是说当初所有神明的事迹都被抹除，只不过后来他们回归又重新恢复了？可这又是为什么？凡事都有因果关系，任何人做事都会有逻辑可言。他们或是出于个人喜好，或是要达到某种目的，哪怕是神经病，他们做事也可以找到逻辑。这些神明自然也不例外。抹掉世间关于自己的痕迹，必须通过造化之门才能唤醒，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这就好比我让你有事给我打电话，却又不告诉你我的电话号码，这不是扯淡吗？除非他们有迫不得已的苦衷。蒋文明又想到先前的一幕，女娲娘娘、天皇伏羲、道德天尊他们3位圣人明明出现了，但又不肯暴露自己的身份。起初蒋文明只当是对方不愿意让别人认出来，但现在看来似乎并非如此。就在他思考之时，耳边突然传来一道威严的声音：小子，来万神殿一趟。这是蒋文明心头一震，因为他听出来了，这是地心的声音。看了眼擂台上还在对峙的几人，蒋文明身影一闪，消失在原地。下一刻，华夏万神殿内，什么人？蒋文明的身影突然出现，给门口的守卫吓了一跳。待看清来人是蒋文明之后，又重新收回武器。蒋神，原来是您来了，可是有什么事情？一名守卫恭敬地问道。别喊我蒋神了，听起来怪中二的，之后你们还是直接叫我名字好了。蒋文明有些尴尬，对于别人对他的称呼他也知道，只不过一直没时间纠正。现在被人当面喊，哪怕是他也觉得脸皮有些发烫。随便跟2名守卫寒暄了几句后，
大步走入万神殿内。此时的万神殿内灯火通明，一盏盏油灯，神位整齐排列。相比起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不知道强了多少倍。尤其是在华夏人族先贤回归之后，万神殿内更加辉煌。仔细听去，隐约可以听到有人族先贤在讲诵大道治理。他知道这是先贤们在通过这种方式教化众生。都说心诚则灵，只有认真去聆听感悟，才能听到先贤们的回应。感慨一阵后，蒋文明目光扫视大殿，最后终于在最上方第2排的位置上看到了帝辛的神位。只不过这个神位已经出现了细密的裂痕。晚辈蒋文明参见大王。蒋文明朝着神位躬身一拜。随着他的话音落下，神位光芒闪动了一下，可随即又暗淡下去。紧接着，大殿内分属人族的神位全都亮起柔和的光芒，这些光芒汇聚在一起，融入帝辛的神位之中。很快，在得到诸位人族先贤的帮助后，帝辛的身影缓缓凝聚出来。虽然面色有些苍白，但是身上的那股属于王者的霸气依旧让人无法直视。今日孤召你前来，是有一事告知于你。帝辛说到这里，稍微停顿了一下，似乎是在措辞该怎么说。晚辈洗耳恭听。蒋文明躬身站在下方。神恩大陆各大神系诸神、英灵都曾在数百年前前往域外抵御邪魔，在胜利之后，一部分受伤的神明、英灵分批次回归，另一部分神明、英灵则乘胜追击，追杀那些残余的邪魔。战场越拉越远，于是造化之门应运而生。这是神明们留下的坐标，其中也保存着他们一部分力量。那一日，我们抵达了邪魔的老巢，遇到了堪比诸圣的强者，许多神明被迫冰结转世。诸圣为了不让对方查到这里，于是出手斩断所有因果，抹去了所有关于他们的事迹。我们边打边退，最后在一片虚无空间对峙。诸圣为了对付他们，联手创造了神话擂台，想要通过这种方式让世人用意念唤醒陨落的神明。只是后来有些神怕了，不敢再前往域外，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取走了路上的坐标，堵住了诸神回归的路，也堵住了诸神前往域外的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神明逐渐找回自己分离出去的神性，在此期间，也有人吞噬了其他神明留下的神性。他们的实力越来越强，直到欲望彻底淹没了良知。一个疯狂的想法诞生：如果通过神话擂台把其他神明留下的神性召唤回来，然后击杀他们吞噬掉，他们是不是可以越来越强，甚至超越那群圣人？于是神话擂台的规则被人扭曲了，这里不再是诸神回归的地方，而是变成了决定他们生死的地方。胜利者获得一切，失败者失去所有。帝辛说到这里，眼神中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哀伤。他曾经也是第一梯队的战力，后来陨落了，是蒋文明重新唤醒了他。曾经的对手姜子牙又将他的那缕残魂还给他，再加上妲己用命帮他恢复，这才让他重新恢复记忆，这段被抹去的历史才能重新被找回。蒋文明听得目瞪口呆，不过很快他就察觉出不对劲的地方。您是说，目前召唤出来的神明全都是陨落后的？蒋文明自己都被这句话给吓了一跳。大部分都是如此，也正因如此，他们的性情、实力都与原本的样子有些不同。这一点你应该有所察觉才对。这些被召唤出来的神明，只是拥有他们曾经的些许神性，大部分力量都来源于你们的意念和想象。帝辛毫无保留地把事情都说了出来。对上了，一切都对上了。随着最后一块拼图的补齐，蒋文明终于理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只是这个真相太残忍了，曾经的神明几乎都陨落了，只剩下一缕残存的神性。剩余的神明不仅要抵御邪魔，还被堵在了外面，孤立无援。而被唤醒的神明记忆残缺，实力百不存一，还有被猎杀的风险。难怪黄风怪他们提醒自己不要直接呼唤那些大佬的真名，难怪女娲娘娘他们出现不敢显露真名，这是因为他们还没陨落，真身在域外，担心被邪魔顺着因果找过来。蒋文明此时又想到另一件事，抬头看向帝辛。照您这么说，那些陨落在神话擂台上的神明，如果神性还在，是不是还能重新召唤回来？理论上来说可以，不过这需要你收集更多的造化之药。当年我们离开的时候，为了防止意外陨落，在每个造化之门节点内都留下了部分神性和当时的记忆。如果能在那些背弃盟约的神明找到他们之前唤醒他们，确实可以重新将他们唤醒。这也是我喊你来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一？蒋文明一愣。蒋文明上前听风。帝辛突然大喝一声。蒋文明心头一震，虽然不明白他要做什么，但还是老老实实的上前一步，抱拳躬身。孤以人王的身份赐予你神州九鼎，你可愿接受？帝辛凝视着蒋文明问道。神州九鼎？蒋文明面露疑惑之色。若接受九鼎传承，自此以后你就是新的人王，往后余生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庇护我华夏族人，你能否做到？蒋文明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给砸懵了，满脑子都是人王两个字，自己怎么就成为人王了？你能否做到？帝辛再次喝问。晚辈定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再不接受不成傻子了吗？就算没有这个人王身份，他也会为华夏效死。别说什么伟大不伟大，问就是华夏人必备的担当。所以这句誓言对他来说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就在他答应下来的瞬间，华夏万神殿内陡然亮起万丈金光，国运金龙出现，张口吐出9尊小鼎。这9尊小鼎在出现后，自动飞到蒋文明面前，围绕着他转了一圈末日，最后合而为一。蒋文明刚想伸手去接，只感觉手指一疼，一滴精血飞出，落入九鼎之内。霎时间，九鼎开始浮现出各种山川湖泊图案。蒋文明知道这是华夏的版图，上面记载着整个华夏区域所有的山川风景、人文地貌。画面一闪即逝，随后九鼎便没入蒋文明的体内，形成一道类似纹身的图案。就在这时，蒋文明耳边突然响起东西破碎的声音。抬头望去，只见那尊属于帝辛的神位开始一点点破裂，最后化作一地碎片。
而地心本人也开始一点点的消散。大王，蒋文明失声喊道。地心闻言，冲着他微微一笑，然后彻底消失在天地间。恭送人王！所有华夏人族英灵纷纷朝着地心消失的方向躬身行礼。在地心消失的位置，有一团七彩的光团闪耀，正是妲己送给地心的七窍玲珑心。姜子牙上前一步，伸手取下那颗七窍玲珑心，走到蒋文明面前。这是人王托我赠予你的礼物。蒋文明心里一颤，有些难以置信地看向姜子牙。这可是人心，还是属于比干的七窍玲珑心，其中还蕴含着妲己的全部修为。他怎么敢收？其实早在人王决定把九鼎传于你时，他就已经做好了彻底消失的准备。这是他特意留给你的，也只有得到了这颗七窍玲珑心，你才能成为真正的人王。为什么是我？蒋文明反问。他跟地心非亲非故，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对方为什么会选他？姜子牙闻言，轻轻摇了摇头，笑而不语。他知道，但他就是不说，这让蒋文明气得牙痒痒。没办法，他只能选择接受。事实上，对于七窍玲珑心，他并没有多在意，他更在意的是妲己那千年的修为。毕竟他来这个世界时间太短了，从觉醒到现在，虽然获得了不少神通功法，但根本没有时间修炼。而妲己的修为刚好可以弥补他这修为太浅的短板。在七窍玲珑心融入他身体的刹那，蒋文明只觉得撕心裂肺的疼。啊！一声惨叫响起，冷汗瞬间布满了额头。门口的守卫听到声音，就想进来查看情况，结果却被一道无形的屏障给拦住了。蒋神，您没事吧？守卫看不到里面的情况，只能站在门外喊了起来。见没人应答，心中升起不好的预感。我在这看着，你去通知龙野将军。其中一人喊道，另一人点了下头，飞快地朝着外面跑去。万神殿内，蒋文明只觉得自己的心像是被剜出来了一样。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他原本的心脏正在被七窍玲珑心一点点替代，这种痛苦丝毫不于万蚁噬心。蒋文明很想就此昏迷过去，可惜周围的人族英灵根本不允许他这么做。只见百家诸子围绕着蒋文明齐齐盘膝而坐，一道道金色字符自他们口中吐出，然后没入蒋文明的体内。时间一点点流逝，不知道过了多久，这种痛苦终于消失。人族就拜托你了。这是蒋文明昏迷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像是一个人说的，又像是无数人说的。蒋文明感觉自己身处一片虚无之中，看不到任何景物，也感受不到任何动静。他迷茫而又麻木地朝前走着，不知道过了多久，耳边突然传来一声呼唤：文明，文明，醒醒，快醒醒！一道声音响起，蒋文明觉得声音很耳熟，却一时之间想不起到底是谁。这是在喊我吗？是谁在喊我？紧接着就是一股无法控制的失重感传来。啊！蒋文明猛地从地上坐起。文明，你没事吧？刚才怎么了？龙野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意识回归，目光逐渐有了焦距，蒋文明这才注意到身边不知何时已经站满了人。我这是怎么了？蒋文明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一时之间竟想不起刚才发生了什么。我还想问你呢。一声不响地跑到万神殿，还昏迷了这么久。昏迷这么久？我昏迷多久了？听到这句话，原本昏沉的意识陡然清醒过来，连忙看向众人。你已经昏迷1天1夜了，我们一进来就看到你躺在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龙野问道。1天1夜？那擂台上的战斗怎么样了？蒋文明连忙问。他还记得自己离开的时候，女娲娘娘和无忧两人正在跟耶和华对战。时间过去了这么久，也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了。双方还在战斗，一时半会儿我们也无法靠近，只能通过投影观看。龙野有些忧心忡忡地说道。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李建国更关心蒋文明的身体状况。神明之间的战斗他无法干涉，但蒋文明的身体状况他还是可以关心的。我没事。对了，埃及那边是什么情况？我之前听到他们献祭众生。蒋文明岔开话题。确实如此，埃及的12柱神献祭了100万生灵，现在实力大增，并且放出话来要让我们交出造化之药。李建国眉头紧皱，感觉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现在不只是埃及，就连希腊那边也开始有小动作了。据我们情报处传过来的消息说，已经有不少神庙出现了神迹，这意味什么就不用我多说了吧。一名负责情报的将军说道。众人闻言全都面露难色，事情似乎在朝着一个不可控的方向发展。造化之药不能交出去，不仅不能交，我们还得主动出击，早日从他们手中夺回造化之药。如果换做之前，蒋文明还没有这么紧迫，但现在得知真相之后，那就不敢有丝毫耽搁了。他等得起，但那些被困在域外的诸神可等不起。造化之药一日不能凑齐，死去的诸神一日便不能真正意义上的复活，更不用说去支援前线了。然而这些都是后话，他们现在面临的困境是怎么对付被心魔附体的耶和华。这种级别的强者，如果摆脱了神话擂台的桎梏，那后果绝对不堪设想。一想到那些泥人所遭受到的灭世灾难，蒋文明就忍不住心底发寒，必须先解决掉他。想到这里，蒋文明将目光看向龙野。龙叔，还得麻烦您前往教皇国一趟。你是想……蒋文明重重地点了点头。耶和华的信徒虽然多，但神庙教堂大多数都在教皇国，现在能削弱对方一点是一点。前方华夏，外神进行！一声暴喝自空中响起，蒋文明等人脸色一变，纷纷离开万神殿，到外面查看情况。只见虚空中，武圣兽正与7道身影对峙。蒋文明用火眼金睛看了一眼对面7人，只觉得对方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恐怖无比，竟然丝毫不逊色于武圣兽。这是7尊神明，还是不属于华夏的神明？他们现在竟然出现在华夏边境，这是想做什么？蒋文明和龙野对视一眼，都看出彼此眼中的震惊，因为他们俩都想到了刚才的话。这7尊神明
该不会也想学他们吧？怎么办？龙野压低声音问。妖人，干他们！都被人堵到家门口了，这要是不打他们，以后还怎么抬头做人？然而就在这时，却听到对方开口了：我等无意冒犯华夏，只是此次前来有事相商，烦请让华夏诸神的化世人出来一叙。此言一出，蒋文明和龙野的身形一僵，呆立在原地。不是来打架的。众人面面相觑，还不等众人发问，就看到蒋文明的身后陡然展开一对金色羽翼。文明，你要做什么？龙野话还没说完，就看到蒋文明直接朝着七人所在位置飞去。这小子，龙野虽然怪他冲动，但还是担心他的安危，脚下升起2团火焰，直接追了上去。待蒋文明来到七人近前，这才注意到对方身上竟然有圣光的气息，这感觉耶和华！蒋文明顿时神色大变，紫金葫芦、裁决之刃同时出现在他的手中，一脸警惕地看向七人。你就是华夏诸神的化世人？傲慢神使艾斯卡诺有些好奇地上下打量蒋文明。你们是什么人？为何来我华夏境内？蒋文明没有回答，但也没有否认。他是帝俊的神眷者，又接受九鼎传承，无论是在哪一方面，他都有资格当这个化世人。不用紧张，我们没有恶意。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梅丽，是真主麾下7神使之一。愤怒神使梅丽率先表明身份。真主，你们是耶稣的人？蒋文明眉头皱得更深了。他不明白耶稣手底下的大将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这里。然而就在他一口叫出耶稣的名字之后，7神使的脸色瞬间变了，不是愤怒，而是震惊，因为他们的主人早在离开这里时就已经抹掉了自己的真名，而眼前这个少年竟然能一口叫出他的名字，这已经不能用博学来形容了。想到这里，梅丽目光锐利地看向蒋文明，沉声问道：阁下究竟是何人？蒋文明心里咯噔一下，难道我穿越者的身份被认出来了？不会吧，那么多大佬都没看出来，他们怎么能看出来？他们一定是在诈我。想到这里，蒋文明提起来的心又重新放了下去，遇事不慌，优雅端庄。我爸姓蒋，又希望我做一个好人，所以给我取名叫做蒋文明。蒋文明半开玩笑地说道。蒋文明，可是你好像很没礼貌哦，朋友。艾斯卡诺语气陡然转冷，目光死死地盯着他。老实说吧，你究竟是什么人？或者说你是哪位神？极度神使戴安一脸不善地看向蒋文明，一副随时都有可能出手的准备。卧槽，吓老子一跳，我还以为认出我穿越者身份了，原来是把我当成转世的神明了。蒋文明心里长松了一口气。等等，这也不对啊，神明转世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吧？蒋文明有些不解，毕竟每年觉醒仪式都能唤醒不少神明，他们没道理对转世的神明这么上心啊。脑子飞快转动，不断思索双方之前的对话。难道他们把我当成拥有记忆的转世神明了？看他们的样子，似乎转世神明很不一般啊。蒋文明在心中思忖片刻，重新看向对面7人，脸上露出一副威严霸气的模样。本想以普通人的身份和你们相处，没想到还是被你们发现了。好吧，我摊牌了。其实吾乃是妖皇帝俊的转世身，掌管着天下妖族。你们如果不想留在华夏的话，吾劝你们还是赶紧离开。蒋文明学着帝俊的说话语气，下巴微抬，侧头45度望天，一副高手孤独寂寞冷的表情。7名神使集体无语，一副你在逗我的表情看着他。最后还是梅丽看不下去了，开口道：妖皇帝俊冕下还没死。蒋文明刚抬起的头顿时一僵，本着只要我不尴尬，那尴尬的就是别人的原则。蒋文明干咳一声，嗨嗨，吾刚才只是在跟你们开个玩笑，其实吾真正的身份乃是神帝昊天。昊天神帝也没死。艾斯卡诺瞥了蒋文明一眼，淡淡的说了一句：蒋文明，那我是玉皇大帝，他也活着。通天教主活着，元始天尊活着，太上老君他怕不是个傻子吧？道士神使马林用一种看傻子的目光看向蒋文明，这句话瞬间得到了其余人的认同。算了，我们走吧，华夏这边指望不上了。梅丽见蒋文明这副德行，也失去了跟华夏联合的心思，带着众人转身就走。哎，别走啊，我想起来了，我是东皇太一。蒋文明冲着几人的背影喊道。7神使闻言，脚下跑得更快了。待7人消失之后，蒋文明脸上的那种神经质笑容也随之消失，露出沉凝之色。圣人们都还活着，情况看起来还不算太糟糕。是的，刚才所做的一切全都是蒋文明有意为之。在得知他们是耶稣的下属之后，蒋文明就一直找机会再套他们的话，想从他们口中打听一下关于华夏诸神的情况。5位前辈，你们可认识刚才那几人？蒋文明扭头看向武圣兽。青龙沉吟片刻开口说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应该是7宗罪，他们就是真主耶稣麾下的7大罪。朱雀有些惊讶，当初在前线时候，这7人在诸神里面的名气也是非常大的，曾经联手击杀过一位天魔王，应该就是他们。我在他们身上感受到强大的压力，如果刚才真动起手来，我们未必是他们的对手。青龙语气沉重，这7人是本体降临，实力保存完整，而他们都是重伤未愈。这么说来，他们应该是当初从前线撤下来的那批神了。蒋文明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在这个诸神陨落的时代，一群实力完好的神明意味着什么，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不过从对方刚才的表现来看，应该是没有恶意，要不然单凭我们几个挡不住他们。一直沉默的玄武开口，他们应该是来找我们联合的，虽然不知道想要做什么，但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好事。蒋文明思忖片刻后开口，对方实力这么强，依旧需要找他们联合，这就说明所要做的事情难度很高。华夏现在都自顾不暇了，哪有功夫搭理他们？最关键的是，蒋文明不相信对方，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虽然不是绝对准确，但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很准的。
就在这时，一旁的龙也开口了：“他们此行会不会是跟对付耶和华有关？”有这种可能，但这种事也不好说，毕竟他们同出一源，对付耶和华的事，还是我们自己来比较好，免得被人捅了刀子。蒋文明也想过这种可能，但还是那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信不过对方。龙叔，麻烦您带人去一趟教皇国，我现在去擂台上看看。那你小心点。你也是。两人对视一眼，达成默契。五位前辈，华夏先拜托你们了。蒋文明朝着武圣兽抱拳，职责所在，你大可放心。多谢。蒋文明说完，身后羽翼一挥，直接飞上苍穹。望着蒋文明离去的背影，武圣兽都陷入沉思。会是那个人吗？目前还不能确定，这性格差距有些大。别管他是不是了，他现在得到道符，九鼎认可，在诸圣未回归之前，我们都要听从他的安排。那群人类就这么放心，把这里交给这个小家伙。白虎，你可别小瞧了那些人神英灵，论实力或许不如我们，但真要是动起手来，我们5个连出手的机会都未必有。麒麟开口，他与人类最为亲近，也最为了解，也正因为如此，他才知道那些英灵究竟有多可怕。他们跟妖兽这些先天生灵不同，妖兽自身修为强大，但功德不足，而这些英灵修为虽然弱小，但功德之力庞大，只要修为提升上去，成为圣人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可惜他们寿命短暂，先天不足，要不然绝对成圣了。另一边，蒋文明来到神话擂台上，此时场上只剩下3人：耶和华、小女孩、无忧。小女孩和无忧联手攻击耶和华，目前正处于上风。只可惜耶和华身体周围有一层领域笼罩，他们始终无法突破。这是耶和华的绝对领域，只要在这个领域内，除非攻击超过他能承受的极限，否则没人能够伤得了他。小女孩虽然是女娲娘娘的化身，但实力比起本体来说差了不止一个档次。无忧的潜力虽强，但终归还未转化成战力，在这种高端局里面就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就目前情况来看，单凭他们2人恐怕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必须要另想他法才行。蒋文明不停地思索破局的关键，或许是因为7窍玲珑心的缘故，亦或者因为受到人族先贤的传承。蒋文明很快就想到了一个办法。耶和华是被心魔附体，但自身意志应该还在，或许可以尝试将他唤醒。心魔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是将人们心中的欲望无限放大，然后以此来操控目标，他本身的实力并不算强。这一点他前世看《蜀山传》的时候就见到过，当时对方是怎么解决来着？蒋文明不停地思索前世的记忆。是了，先激起对方内心残存的善意，然后趁着双方争夺身体，掌控权势出手。想到这里，蒋文明身影一闪，直接离开擂台，开启直播，让所有人跟我一起朗诵。蒋文明对着随时待命的媒体记者说道。这些媒体记者都是李建国提前安排好的，就是为了方便随时下达命令。此时见蒋文明开口，纷纷准备起来。教皇国大教堂，龙野和一群龙卫军强行冲破防线，迅速抵达位于中心位置的大教堂。动手！根本没有丝毫犹豫，一群人集体出手，各种法宝神通落下，直接将大教堂给砸成一片废墟。这也要归功于教皇国国土面积太小，总共不过几千平米，龙野他们入侵起来简直不要太简单。在他们准备离开的瞬间，从地面飞出2名教皇国神眷者，2人身后都有一对天使翅膀。刚上半空正待开口质问，就直接被一个金色圆环给砸成血雾。撤！龙野收回丢出去的乾坤圈，一挥手带着众人撤退。一行人轻车熟路，眼见任务完成，没有丝毫停留，转身就跑，一套动作行云流水，丝滑无比。擂台上，耶和华的身体陡然一僵，因为他感受到自己的力量正在变得虚弱。还没等他去查看情况，突然发现华夏方向传来一阵若有若无的颂唱声音，而且声音越来越大，清晰地回荡在整个擂台上空。一道金色光影出现，浑身上下被一层浩然正气包裹，仅仅看上一眼就感觉到那种恐怖无比的浩然之气。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下则为和月，上则为日星，于人日浩然，沛乎塞苍冥。蒋文明一步一句走向耶和华，无数的吟诵声音，无数人族的虚影出现在蒋文明的身后。这一刻，他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天地间的浩然正气，这是邪祟最为恐惧的力量。在蒋文明出现的瞬间，耶和华突然惨叫一声，抱着脑袋痛苦的哀嚎起来，一缕缕黑烟自他体内溢散，心魔的力量被削弱了。动手！小女孩突然大喊一声，手中浮现出一枚5色灵珠。5灵珠，并5色灵珠在脱手的瞬间，分为5枚颜色各异的灵珠，将周围空间封锁住。无忧见状也不敢怠慢，儒家5常真言自他口中吐出：仁、义、礼、智、信。5枚古朴的大字出现，然后烙印在耶和华的身上，化作一道道金色锁链。小家伙，把你身上的浩然正气注入他的体内。小女孩冲着蒋文明喊道。蒋文明一阵无语，虽然明知道对方是女娲娘娘的化身，但被一个5、6岁的小女孩喊自己小家伙，依旧感觉有些怪异。吐槽归吐槽，但他手上的动作丝毫不慢，调动身体周围的浩然正气，一股脑地朝着耶和华的身体灌注。啊！耶和华口中发出刺耳的哀嚎声，一缕缕黑气自他体内往外涌，黑气在空中凝聚不散，形成一张诡异的面孔，挣扎着想要逃离。别让他跑了！小女孩娇喝道。无忧眼中金芒一闪，轻轻吐出一个字：定。周围的时空瞬间被禁锢住，心魔的本体也保持着狰狞的表情，一动不动。蒋文明二话不说，直接用浩然正气凝聚出一柄长剑，对着心魔本体斩了过去，一连斩了10几剑，直至对方彻底消失，这才敢停下来。看到心魔被杀死，3人这才松了口气，将目光投向悠悠转醒的耶和华。
多谢道友出手相救。耶和华神色柔和，朝着蒋文明三人道谢。蒋文明看了小女孩一眼，见她朝着自己点头，这才敢收回浩然正气。以你的实力，怎么会被心魔入侵？小女孩有些疑惑地询问耶和华。他是创世神，按理说是不可能被心魔入侵才对，可他偏偏就被对方附体了，还险些酿下大祸。说来惭愧，当初与域外邪魔一战，虽然击杀了一名心魔王，但却被他临死反噬，中了诅咒。本来我用圣光洗刷自身已经消除了，却不曾想他只是潜伏了起来，一点点影响我的心智，直至今日我情绪波动之时，骤然发难。耶和华苦涩一笑，堂堂创世神竟然落到这种地步，实在是够丢脸的。难怪。小女孩像是想到了什么，轻声呢喃了一句。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是随我们离开，还是继续留在这里？小女孩又问。耶和华看了眼残破不堪的神话擂台，又转头看向自己的神国，最后叹了口气。我随你们离开，不过在此之前，还有件事需要去做。耶和华说完，身上顿时白光大作。神说，世上应该有秩序。声音宏大，但却没有了之前那种高高在上的气势，反而充满了中正平和。蒋文明不知道他原本就是如此，还是因为受到了儒家五常的影响。不过总归结果是好的。随着耶和华的话音落下，原本被打得残破不堪的神话擂台开始一点点恢复。道友请助我一臂之力。耶和华冲着小女孩说道。好。小女孩点了点头。五色灵珠飞出，落在擂台中央，化作最基础的五行元素。领域绝对秩序。耶和华在喊出这句话之后，猛然喷出一口金色血液，身上的气势开始一点点下滑。道友！小女孩大惊，就想上前，却看到耶和华冲她摆了摆手。我没事，这个领域就当时为我过往的行为赎罪好了。耶和华将自己的领域融入擂台之中，将被扭曲的规则更改了过来，同时也加固了擂台规则，不至于动不动就被人打破，连累到场外的观众。小女孩有些欲言又止，把自己的领域剥离出来融入擂台，未免有些大材小用。这样一来，耶和华就算到了域外，也需要好久才能恢复元气，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大损失。耶和华像是看出了他心中所想，淡淡一笑，开口说道：前往域外战场的路已经断绝，我的本体想要过去，不知道要耗费多少时间。既然如此，倒不如换种方式。什么方式啊？小女孩有些疑惑地看向耶和华，她可不记得还有什么通过造化之门以外的方式。我的孩子耶稣应该还活着吧？麻烦道友把我的神国交给他，他或许会用得着。耶和华说着，手上凝聚出一团能量，这是他的本源之力，也是伊甸园。道友，你是想？小女孩震惊地看向耶和华，她没想到对方居然会这么做，主动剥离自己的领域，然后又交出自己的神国，这是不想活了吗？你说的没错，我不是一位好父亲，以前只会用惩罚来教育孩子，但有一点你说错了，我并非不爱他们，而是因为太爱，所以才害怕，怕他们走上弯路，也怕他们超越我，是不是很可笑的自尊心？耶和华说这话的时候，目光柔和地看向无忧，无忧面露悲痛之色，却没有去阻止耶和华接下来的动作。一旁的蒋文明听懂了，耶和华怕的不是被孩子超越，而是怕身为一个父亲却没资格再教导孩子，结果却被心魔影响，一点点偏离了初衷，确实是一个可笑的自尊心，但同样也很可悲。无忧，我的孩子，谢谢你，是你帮我找回了本心。耶和华笑着冲他招了招手。父神。无忧上前一步，轻声喊道：我没什么可以送你的，这是我的神性，吸收它，可以帮你抵达域外战场。耶和华用手指轻点了一下他的眉心。小女孩此时终于明白他口中换种方式是什么了。耶和华这是打算用自己的神性强行帮无忧打通传送。去吧，我的力量只能维持1个月，孩子这1个月就要靠你了。耶和华扭头看向蒋文明，此时的他就像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辈在叮嘱自己的晚辈一样。前辈，我需要怎么做？蒋文明不知道耶和华为什么会点名他。打败所有的神明，拿回造化之药，重新开启新路坐标，是迎回诸神，还是带人前去，都随你。又是拿到造化之药。蒋文明表示自己很无奈，一个个说的真轻松，就跟自己真的开挂了一样。可惜自己真没有金手指，除了比起其他人多了解一些神话传说以外，他真没什么别的特长。现在华夏人族英灵已经离开，接下来的比赛他只能依靠妖族和一些天庭派系的神明。可对手呢？埃及诸神、希腊诸神，一个比一个猛。希腊诸神还好，他前世通过电影了解比较多，而埃及诸神他只知道12诸神，想要针对性选人根本不可能，只能祈祷运气别太差了。蒋文明在心里腹诽。耶和华交代完一切之后，身体开始一点点化作光点消散。然而蒋文明却注意到，这些光点似乎在朝着同一个地方飞去，虚空中一道门户若隐若现。蒋文明认出那是造化之门，光点没入其中，消失不见。我们也走吧。小女孩朝着无忧打了个招呼，也同时迈入造化之门。娘娘等一下。蒋文明看到两人要走，连忙开口喊住对方。还有何事？小女孩眉头微蹙，疑惑地看向蒋文明。娘娘，您看我接下来就要跟另外俩神系对战了，您是不是送我几件保命的法宝啥的？我不贪心，随便给我个金葫芦、炼妖壶、五灵珠啥的都行。小女孩要不是顾及自身形象，她很想吐槽一句：你管这叫不贪心？合着不是我的本命法宝，你还看不上是吧？嗔怒地瞪了蒋文明一眼，然后想了想，取出巨妖幡丢给他。这东西送你了，就当物归原，走了。小女孩话说一半，顿时止住，然后头也不回地钻入造化之门。走这么急？什么叫物归原主？我有这东西吗？蒋文明听得一头雾水。可惜女娲娘娘已经走了，他也没办法继续询问。低头打量了一下怀中的巨妖幡，说好听的叫充满了岁月的气息，
说难听点就只能用破破烂烂来形容，一点都没有牛逼法宝的样子。算了，聊胜于无，反正是白嫖。美滋滋的收起巨妖帆，然后用脚踩了才脚下擂台。主持人，该出来宣布比赛结果了。来，嗨嗨，来了！一道稚嫩的女童音响起，随即又变成波比那浑厚的男音。很快，擂台上光芒一闪，主持人波比那个大光头便出现在擂台上。蒋文明狐疑地看了他一眼，总觉得哪里怪怪的。波比见他不停地打量自己，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然后清了清嗓子：“我宣布，本场比赛华夏帝国获胜。下一场比赛由埃及对阵华夏，鉴于擂台规则有所改变，比赛将在3天后开启。”说完之后，又瞪了蒋文明一眼，这才消失不见。蒋文明被他瞪得莫名其妙，但也没多想，直接闪身离开神话擂台。3天的休息时间，这对蒋文明来说太重要了。一方面是他需要好好整理获取的信息，另一方面就是为接下来的战斗做打算。按照他的意思，那肯定是兵分两路，线上线下同时进行。可惜埃及诸神似乎早有应对，直接用神力封锁了整个埃及帝国，根本不可能无声无息地潜入进去。事实上，不只是埃及，就连希腊也是如此。毕竟先有天竺，后有教皇国，都出现了神秘人袭击神庙的事件，还都是和华夏对战期间，傻子都知道有问题了。为了不步前者的后尘，那些神明干脆用神力封锁国家，不准许任何人进出。太过分了，竟然搞出这种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蒋文明觉得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侮辱。嘿嘿，咱们本来也跟他们没什么信任可言，还是想想接下来怎么办吧。龙也干咳2声，心里很想吐槽一句，都是自己人，你就别演了。埃及那边的神明我不是很了解，只知道他们有12柱神，本体多为蛇虫鼠蚁之类的怪物。蒋文明努力回想自己记忆中的埃及神话，确实如此，那些神明的本体多为动物形象示人，其中最出名的荷鲁斯是隼，阿努比斯是狗头人，蒙图是鹰，其余的像什么青蛙、毒蛇、蝎子、圣甲虫、猫一大堆，有些类似于华夏的妖怪。3天时间转瞬即逝，神话擂台上早早就被人群占满。被耶和华用领域改造后的神话擂台，虽然表面跟以前没什么区别，但里面自成一片天地，无论里面打多凶，都不会再影响到外面。而对战规则也有所改变，不再分擂台战和幻冥神战，全部统一为幻冥神战，只不过参战的神明只能打1场，不再像之前的幻冥神战一样可以一条挤。神眷者也可以选择继承神明的力量，亲自下场战斗，这个不受次数限制。对于参赛人数也添加了限制，每个帝国只能出场5人，3局2胜制，但无论胜负都必须打满5场。战败的神明灵魂归入神话擂台。蒋文明看到这里的时候就明白了其中的用意，这是避免失败者神性被对手吞噬。想通其中关键之后，蒋文明的心情放松了不少，至少不用因为害死谁而感到愧疚了。但当他看到最后一条时，整个人瞬间不好了。只见最后一条规则写着：战败一方，神眷者一同死亡。蒋文明差点没爆粗口，合着神明可以保留神性，神眷者就得死是吧？请双方代表登场，抽取参赛神明。主持人波比的声音响起，蒋文明大步走向擂台，埃及的代表也从另一边走了上来。只不过双方的脸色都不是很好看，毕竟这关系到他们自己的生命，还是把性命交给别人的那种。至于神眷者继承神明的力量更是扯淡，血脉亲和度不够，继承神明的力量，这不是找死吗？不对，蒋文明突然反应过来，自己好像不受这个限制啊。以他对华夏诸神的了解，不说100%知根知底，但是也能说出来个8、9不离10，更何况还有妖族少主这个身份在，这简直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规则。这是巧合，还是耶和华有意为之？蒋文明不禁陷入沉思，开始抽取参赛神明。一个大转盘出现在蒋文明的面前，上面密密麻麻的全是神明的名字，只不过里面的人族名字呈现灰白色，这预示着无法召唤。反观埃及帝国那边，名单虽然不多，但每个都散发出淡金色光芒。将手放到面前的转盘上，默念抽取即可。波比的声音传入2人耳中，蒋文明没有犹豫，伸手按在转盘上面，默念抽取。转盘飞速转动起来，直至看不清上面的名字，这才开始缓缓减速。场外的观众一个个都伸长了脑袋，想要看清楚他们选了谁参战。很快2道金光亮起，与此同时，参赛名单显露出来。埃及帝国参赛神明斯芬克斯，华夏帝国参赛神明杨戬。蒋文明在看到抽到的神明是杨戬之后，眼中露出一抹喜色，这一局稳了。而埃及那边同样面露喜色，斯芬克斯乃是他们的守护神，不仅肉身强大无比，还具备一种特殊能力，他可以对目标发起灵魂拷问，一旦答不上来，管你是人还是神，都会被他吞噬。擂台下的观众区，杨戬这个名字好耳熟啊，有没有大佬科普一下？我知道，他妈是仙女，他爸是凡人，2人私奔后生了他，结果被一个和尚发现了，于是把他妈抓走，关到了各塔里面。哥们儿，你从哪看的盗版说？他们明明是蛇妖好吗？有卧龙的地方必有凤雏，古人诚不欺我。都别瞎扯了，这位可是真正的大佬，蒋神写的神话史里面出现好多回呢，参与过封神之劫，跟大圣爷打平手。哪吒大神见了他也要喊声二哥。我想起来，二爷单枪匹马过5关斩6将，最后投奔大哥上了梁山，哪吒大神紧随其后，口中还说俺也一样。你丫看的也是盗版书。擂台上，蒋文明朝着虚空一拜，朗声开口，腰挎弹弓星月样，手执3尖2刃枪，斧劈桃山曾救母，弹打禅罗双凤凰，立诛八怪声名远，一劫眉山7圣行，心高不认天家眷，信傲归神助灌江，赤诚昭会英灵圣，显化无边号二郎。
晚辈蒋文明，恭迎清源庙道真君杨戬降临。虚空裂开一道缝隙，露出里面一座破旧的道观。位于道观中央位置是一尊相貌英武的青年，手持3尖2刃枪，脚边还有一只大狗石像卧伏于侧。随着蒋文明的话音落下，石像一点点开裂，最后露出里面的真容。1个字帅，2个字真帅，3个字真特娘的帅。哪怕是一向对英俊男人不感冒的蒋文明，在看到二郎神的真容之后，也有着发自内心的自惭形秽之感。这是一种让人连嫉妒都升不起来的气质。妈妈，快看男神，真的男神啊！太帅了，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英俊的男神？呜，我感觉这辈子都要找不到对象了，一见二郎误终身。连身为男人的蒋文明都如此想，更何况台下的女生们，尖叫声此起彼伏，简直比开演唱会还热闹。什么明星小鲜肉，在这一刻通通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那一刻，鸡哥丢了球，华神不再抖。跟二郎神比起来，好像没法比。无论是身份地位，还是颜值气质，都不是一个量级。杨戬在解开身上的封印后，眼眸微抬，看了眼面前的虚空裂缝，一步迈出，出现在神话擂台上。而在他离开的瞬间，道观内他坐下的大狗神像也动了一下，一条浑身黑得发亮的大黑狗显现出来，紧随其后从虚空裂缝中跳了出来。买一送一。蒋文明看着跟过来的哮天犬，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见神话擂台没有排斥哮天犬的意思，他也是心中无语，好像有些大材小用了。狮身人面像斯芬克斯虽然强，但论实力而言，哮天犬绝对能吊打他，毕竟哮天犬可是上古神兽，更不用说杨戬了。这一下来俩，让他有种大炮打蚊子的感觉。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来都来了，总不能给人撵回去吧。哮天犬小跑到二郎神跟前，趴伏在地上，亲昵的用头蹭了蹭他的裤腿。二郎神伸手揉了揉他的狗头，满脸的宠溺之色。这一幕落到外人眼中，顿时又掀起一阵浪潮。哇，太有爱心了，还养了小宠物。妹妹，花痴可以理解，但咱眼睛不能瞎呀。你管这个2米高的巨犬叫小宠物？帅哥与野兽，我感觉自己要恋爱了。不光是人类观众，就连神国内的女神也不例外，都被二郎神的气质所征服。奥林匹斯山，身着暴露，肌肤白腻似雪，面容娇媚，一头金发如瀑布一般垂下，遮挡住胸前的饱满，只露出令人无限遐想的沟壑。爱神阿弗洛狄特原本慵懒地靠在座椅上，但当他见到二郎神的那一刻，顿时两眼放光，双腿不由自主地夹紧，面露潮红之色。世界上怎会有如此英俊的男神？一声低吟自他口中传出，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埃及金字塔内，一众女神也是面露奇异之色，丝毫不掩饰自己目光中的贪婪。好英俊的男神，好想吃掉他。蝰蛇女神瓦吉特贪婪地吐了吐舌心，吃掉多浪费啊，不如让给我，说不定还能诞生一群英俊的后代。母狮女神塞赫迈特娇笑道：这个华夏的男神我要了，告诉斯芬克斯留活口，我要他成为我的男宠。生命女神伊西斯开口，其余女神瞬间闭嘴。论位格，他们还没资格和伊西斯争男人。二郎神并不知道自己刚出现就被人给惦记上了，还是一群母兽神，要不然铁定气的提刀去砍了他们。比赛开始，随着主持人波比一声令下，斯芬克斯立即咆哮着朝二郎神冲来。他身高100丈，每一步迈出都会引得大地震动一下。2、3步的功夫便来到二郎神跟前，抬起巨爪朝着二郎神拍去。然而二郎神不闪不避，就那样站在原地，就好像被吓傻了一样。轰！巨爪落下，大地崩碎，烟尘四起。不会被拍死了吧？原来是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可惜了这么俊俏的一张脸。斯芬克斯拍死他！一些神明和观众都露出惋惜之色，也有人露出兴奋之色。在人们的印象中，男人长得越帅，实力越菜，真正能打的都是那些浑身腱子肉，割下一斤能嚼一天的猛男。像二郎神这种玉树临风、风度翩翩的小白脸，似乎都不怎么行。又帅又能打的小白脸，没见过。就在这些人嫉妒心作祟的时候，突然听到斯芬克斯发出一声哀嚎，还不等众人反应过来，就见到斯芬克斯倒飞出去，重重的落在地上，掀起无数烟尘。发生了什么事？没看见啊！一眨眼的功夫，那只巨兽就飞出去了。好帅啊！太帅了！一群女生呼喊起来。你们看到了？有人好奇地问。没有啊。没有，那你喊什么好帅？攻击我家男神的巨兽被打飞，当然要庆贺一下了。这话说得不好接，说错了容易挨打。一群男生彼此对视一眼，很明智地保持沉默。这种狂热粉，他们惹不起。跟其他人不同，蒋文明拥有火眼金睛，所以看清了刚才发生的事。在斯芬克斯攻击落下的时候，杨戬一只手持枪横荡，然后用力一推，斯芬克斯整个人是兽就直接不受控制的倒飞出去，还是脚不沾地的那种。他引以为傲的肉身力量，在拥有8、9玄功的杨戬面前根本不值一提。要知道，杨戬走的可是肉身成圣之路，可以说自盘古和东皇太一这些洪荒大佬死后，他是唯一一个追上那些大佬的神明。距离肉身成圣就差一丝契机，别说一个小小的斯芬克斯，就算是12柱神来了，也没人敢说能稳赢他。也就是他为人低调，平时不显山露水，所以这些外族神系对他知之甚少。烟尘散去，二郎神完好无损地站在那里，就连位置都没移动分毫，单手持枪挽了个枪花，双脚猛地一蹬，整个人瞬间消失在原地。砰！在他消失1、2秒之后，空气中才传来音爆声，手中3尖2刃枪探出，直接刺入斯芬克斯的身体之中，只留下1米左右的枪柄露在外面。还不等众人发出惊呼，就看到二郎神双臂用力，直接抡起对方，重重地砸向地面。这种感觉就好比有人用牙签举着土豆当巨锤，
双方体型虽然相差悬殊，但当打起来，众人才发现，体型巨大的斯芬克斯好像一直处于单方面被虐。轰！大地震颤，斯芬克斯的身体重重地砸在地面上。哮天犬接着给你的加餐。二郎神说着，抽出3尖2刃枪，抬起腿就是一脚，直接将斯芬克斯的身体给踢飞出去。汪汪！谢谢主人！哮天犬叫了2声，然后朝着斯芬克斯扑了过去，张开大嘴，狠狠地从他身上撕下一大块血肉。卧槽！狗子说话了。什么狗子？放尊重点，喊狗神。哦，对，狗神，狗神威武。我查到了，这是二郎神养的哮天犬，据说是上古神兽，西游记里面有记载，当年可是连大圣爷都被他咬过。我的妈耶，亏我刚才没有说他的坏话，这牙口也太好了吧！不愧是男神，就连打架都这么帅，还不忘在战斗中给宠物加餐，完美的男神。哮天犬可不知道其他人怎么评价他，他跟随主人自封了这么久，早就饿得不行了，现在见到有肉吃，哪里还顾得上什么形象？反正他就是一条狗，要啥形象？先吃饱再说。二郎神静静地伫立在那里，看着哮天犬啃食斯芬克斯，只是一会儿功夫，便将他的身体啃出一个血洞。斯芬克斯发出痛苦的咆哮，奈何二郎神之前那一脚太狠了，直接踢断了他不知道多少骨头，一时半会想爬都爬不起来。正当众人以为比赛就要到此结束时，斯芬克斯突然张开大嘴，小心！二郎神心生警兆，身影从原地消失，再次出现时已经挡在了哮天犬的身前。灵魂拷问。斯芬克斯没有咬向哮天犬和二郎神，而是口吐人言。随着这4个字落下，一条红色锁链缠绕在身上。二郎神的身体陡然一僵，像是失去灵魂的傀儡一般呆立在原地。很快，众人便发现二郎神的灵魂被从身体之中拉扯出来。蒋文明见状，神色一变。二郎神的实力有目共睹，绝对不是斯芬克斯能够对付的存在，可现在竟然被对方抽离了灵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蒋文明脑海中飞速闪过关于斯芬克斯的事迹。在埃及的神话中，他本是巨人与妖蛇结合后诞生的怪物，性情残忍，最喜欢守在大陆中央，向路人询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如果被他提问的人回答不出来，他便会吃掉对方。以前蒋文明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还曾想过那些人为什么非要回答。现在看来，这应该是对方的一种特殊能力，类似于强制性的契约，回答不出来他的问题就会被他吃掉。就是不知道回答出来后，他会不会像故事中那样自杀。有一种生物，早上4条腿，中午2条腿，到了晚上变成3条腿，它是什么？斯芬克斯神色肃穆地问。与此同时，他的身边凭空出现一座沙漏。二郎神凝眉沉思片刻，脑海中闪过各种见到过的生物，好像并没有见到过这种。蒋文明刚想开口提醒，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发出任何声音，他被擂台规则限制了。眼看沙漏即将流完，二郎神终于开口了：是人。理由：人类在幼儿时期用4肢爬行，长大后直立行走，到了老年则会依靠拐杖。此言一出，沙漏顿时消失不见。很显然，他的答案正确。然而台下的观众则是一片哗然，这题目出的有问题，竟然偷换了时间概念。就是，哪有这么问的？不愧是男神，这都能想出答案，我都没猜出来。有没有可能不是他聪明，而是您太萌？也有可能是胸大。呸，流氓！往哪看呢？在下方的讨论声中，擂台上的斯芬克斯再次开口。第二个问题，你身上什么东西在受到外物影响时先变长，后变短，然后再变长？时间沙漏再次出现。此言一出，台下一片沸腾，男的兴奋，女的脸红，也不知道他们想到了什么。卧槽，问题这么劲爆的吗？嗨嗨，我是正经人，听不懂你们在说些什么。答案究竟是什么？女孩子家的打听这么多干嘛？等你有男朋友了，自然会知道。我有啊，没见到会变长短的东西啊。此言一出，周围人都是一脸同情地看向他，给他看的一脸懵逼，也没想到答案。妹妹，姐姐作为过来人，劝你一句，赶紧换个对象吧。擂台上，二郎神凝眉沉思片刻，然后缓缓开口：影子。理由：早上的影子会变长，中午影子变短，下午又会变长。声音虽然不大，但却清晰地传到全场人的耳中。沙漏消失，答案正确，这让一群想入非非的人集体石化。嘿嘿，答案我早就猜到了，果然跟我想的一样，哈哈哈，俺也一样，彼此。看样子大家都是同道中人，无道不孤。神国之内看到这一幕的诸神神色各异，有人神色凝重，有人面露惊奇，还有人洪水泛滥。奥林匹斯山上的爱神阿弗洛狄特此时呼吸急促，面露潮红，一双修长白皙的玉腿更是不停地变换坐姿，胸前的伟岸随着他的动作而不停抖动，看得人眼晕。相貌英俊，实力强大，智慧过人，简直是他见过的最完美的男神。若是能和他结合，诞生下来后代应该也不会差吧。阿弗洛狄特想到这里，双腿不自觉的又加紧了几分。跟擂台上的二郎神一比，自己的那些情人们似乎全都变成了垃圾。等他赢得了比赛，或许我可以去跟他聊上一晚。阿弗洛狄特妩媚地将胸前的金发拨向脑后，粉嫩的舌头不经意间舔了舔有些发干的唇瓣。擂台上，斯芬克斯脸色难看，额头上不禁渗出一层冷汗。还剩最后一个问题，想了想之后再次开口：世界上谁最强？操！蒋文明听到这个问题，直接爆了粗口。这不是明摆着耍赖吗？先不说世界上有多少神系，单是已知的那些神明里面，也没人敢说自己是最强的。哪怕强如圣人，在没有交手前，谁也不敢断定自己比对方强。更何况这里面还牵扯到彼此相克的属性。打个比方来说吧，这就好比孙悟空、蝎子精、卯日星官。蝎子精可以打败孙悟空，
但打不过卯日星官。可你能说卯日星官比孙悟空强吗？显然不行。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根本没有标准答案。奥林匹斯山上，众神之王宙斯看向周围的众神，笑着问道：你们觉得谁才是世界上最强的人？我觉得应该是父神，您是众神之王，神力无穷无尽，可以被称为最强者。太阳神阿波罗恭维道：没错，父神肯定是最强者。战神阿瑞斯跟着附和。坐在一旁的海神波塞冬和冥王哈迪斯相互对视了一眼，然后瞥了一眼正在神座上哈哈大笑的宙斯，脸上都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讥讽。埃及金字塔内，位于最高神位上的太阳神拉也同样扫视下方诸神。斯芬克斯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你们觉得谁才是世界上最强者？当然是伟大的太阳神您了。是。界上还有谁比您更强大？空气之神书恭维道：不，希腊的众神之王宙斯实力不比我弱小，这个最强应该是他才对。拉笑着摆了摆手，言语之中根本没有把域外的诸神放在眼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他们看来，留在域外的那些神明，死亡不过是早晚的事。他们真正的敌人是当今留在神恩大陆上的神，只要把那些神都吞噬掉，他们便可以占据整座神恩大陆，无穷的资源和信徒都将属于他们。宙斯只是一个贪图享乐的废物，等我们解决掉华夏，我愿意亲自去将他的头颅取来，献给伟大的太阳神。战争之色，赛特拍着胸脯保证道：华夏可没这么容易赢，不要大意。拉贾意谦虚了几句，只不过脸上的笑容出卖了他内心的想法。在他们看来，斯芬克斯这一局已经赢定了。谁让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呢？这一刻，无论是台下的观众还是神国内的诸神，全都好奇地看向二郎神，想要看看他心目中的最强者是谁。就在此时，二郎神抬起头看向斯芬克斯，体内的八九玄功运转起来。虽然是仰视，但这一刻却给人一种俯视众生的错觉。只听他口中轻吐出一个字：我。声音不大，但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味道。连接在他与斯芬克斯身上的红色锁链陡然断开，这说明答案正确。霎时间，全场一片死寂。这一刻，无论是观众还是诸神，包括蒋文明在内，全都一脸震惊地看向擂台上的那道身影。怎么可能？你怎么会是世界上的最强者？斯芬克斯口中喷出大口鲜血，满脸的不敢置信。因为有我无敌，纵使天地重归混沌，我亦要一枪破之。这是何等的自信，这是何等的骄傲！此时此刻，他那单薄的身影在所有人眼前无限拔高，仿佛变成了一位开天辟地的巨人。而蒋文明在听到他这句话之后，浑身一颤，心中燃烧起一团火焰。好一个一枪破之，不愧是要肉身成圣的狠人，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就该如此。一力正道，肉身成圣，要的就是有这种有我无敌的自信。如果连自己都怀疑，那还怎么走这条最艰难的成圣之路？这一刻，蒋文明心头浮现出一丝明悟。而此时的擂台上，斯芬克斯的身体正在一点点消散，这是使用灵魂拷问的反噬。别人回答不出来他的问题，灵魂被他吞噬，一旦被人答出来他的问题，那他就要以死赎罪。哮天犬见状，连忙扑了上去，一张狗嘴张的老大，狠狠地从对方身体上撕下来一条后腿，吧唧吧唧3两下吞入腹中。斯芬克斯的灵魂化作碎片，被神话擂台吸收。比赛就此结束，恭喜华夏帝国先胜一局，请埃及帝国尽快派出第2位代表。主持人波比说这话的时候，还特意强调了第2位代表，原因很简单，第1位代表在比赛尘埃落定之后就已经死了。哦，漂亮，开门红，男神男神我爱你！华夏帝国观众发出一阵欢呼，就连主席台位置上的李建国脸上都挂上一抹无法掩饰的笑意。擂台上的二郎神依旧孤傲地站在原地，像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样。晚辈蒋文明恭迎二郎真君回归。蒋文明连忙上前道贺。然而下一秒，啪！一个脑瓜崩落在蒋文明的额头，直接将他弹飞出去10几米远。蒋文明只感觉脑瓜子嗡嗡的，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台下的观众也是瞬间鸦雀无声，都是一副见了鬼的模样。不知道二郎神为什么会突然揍蒋文明，这次给你个教训，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在背后乱嚼舌根。二郎神说完，一甩身后银色披风，潇洒离去，只留下欲哭无泪的蒋文明。这一幕直接给台下的观众给看乐了，哈哈哈，笑死我了！为什么看到蒋神吃瘪，我还觉得他活该呢？蒋神不哭，姐姐给你温暖。哎呀，我的2个男神打起来了，我该怎么办？妹妹，你应该买包瓜子和小板凳。哎，怎么没看到龙野那小子？李建国突然发现龙野不知何时已经消失不见了。旁边的秘书闻言凑过来附耳说了2句。李建国听完秘书的话之后，表情顿时变得古怪起来，目光落到擂台上那位少年的背影，后生可畏，哈哈，后生可畏啊！他现在对蒋文明是越看越顺眼，这简直就是上天派下来的救星，不仅知识渊博，而且足智多谋。这比赛还未开始就已经安排好了策略。另一边，埃及帝国边境，龙野等一众龙卫军此时正藏在一片沙漠之中，望着远处那高耸入云的巨型金字塔，一名龙卫军开口问道：将军，您确定我们要在这里埋伏？从坐标来看，应该就是这里了，做好警戒，随时准备动手。龙野看了看卫星定位，确定位置没错。可是埃及帝国已经锁国了，外面这层神力屏障，我们根本无法强行突破，究竟要在这里等什么？他们已经在这里等好几个小时了，龙野也不说具体要做什么，这让众人心里都很没底。就你小子话多，让你等着就是了，到时候你自会明白。龙野说这话的时候，自己心里也有些底气不足，主要是蒋文明联系他的时候，根本没有告诉他要做什么，
只是说让他在这里等着，到时候自会明白。剑龙也都这么说了，其余的龙卫军也只好闭嘴，老老实实找地方隐藏自身。就在此时，天空中传来波比宣布比赛结果的声音：比赛赢了，开门红。一名龙卫军兴奋地欢呼一声：小声点，赢了不很正常吗？有奖神在，胜利必将属于华夏。另一名龙卫军笑着说道：这不是盲目的自信，而是蒋文明用一场又一场的胜利打出来的。虽然只有短短半个月时间，但却让华夏帝国的精气神焕然一新。没有人再会担忧他们会不会失败，因为他们有蒋神。这个横空出世的少年就像是一道璀璨的太阳，驱散了笼罩在华夏上空的阴霾。说真的，蒋神简直太猛了，凭一己之力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尤其是虐樱花、灭天竺，太解气了。可不是吗？我前段时间看补全的历史，见到古代有一个军衔叫封狼居胥，刚开始还不怎么相信，但想想蒋神的战绩，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荣誉。历史上封狼居胥讲的是霍去病带着一队人一路打到敌军腹地2000余里，并且在狼须山搭建祭坛，立碑纪念，宣布那里属于华夏领地。这是什么概念？那好比从上海领着一群人骑马到北京，插个旗，宣告这么长一段距离以内的疆土都属于华夏了。这是何等的荣耀，可以说是所有武将梦寐以求的战绩。而他们现在直接横跨半个大陆来到了埃及，这要是成功了，纵使死在这里也绝对青史留名，够他们子孙吹嘘一辈子。第二场比赛开始了，有人提醒道。众人纷纷抬头看向天空的投影，只见蒋文明和另一名埃及代表登上擂台，伸手按在大转盘上面，转盘飞速转动，最后停了下来。两道金光亮起，显示出本次参赛的选手名单：华夏帝国参赛神明文仲，埃及帝国参赛神明荷鲁斯。蒋文明在看到文仲的名字之后，顿时大喜过望。文仲，文太师，同时也是天庭的普化天尊，实力强大不说，手底下还掌管着雷部。最重要的是，他是截教的3代弟子，还是人缘超好的那种。这意味着什么，就不用多说了吧。蒋文明上前一步，刚想躬身行礼，却看到文仲的名字金芒一闪，化作一位须发灰白、身穿战甲、手持雌雄金蛟鞭、胯下骑着莫麒麟的威武3目老者。人王不可多礼。文仲在出现的瞬间跳下莫麒麟，伸手搀扶住蒋文明，不让他行礼。他虽封神，但骨子里还是把自己当成人臣。天地之间哪有臣受君拜的道理？蒋文明又不是帝辛，两人并未有师徒之情在里面。哪怕是帝辛，在继位之后，文仲也未受过他的礼，这是规矩。蒋文明见状，有没有继续行礼，而是改为抱拳，有劳普化天尊了。人王客气了，这本就是我分内之事。文仲抱拳回礼，然后目光威严地扫过对面的荷鲁斯。台下华夏帝国观众顿时发出一阵骚动，他们刚才听到了什么？普化天尊？可普化天尊不是叫雷震子吗？怎么会叫文仲？一群老教授额头渗出冷汗，不停地翻看各种典籍。他们对外公开的资料里面显示，9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是雷震子。这个资料被人传阅了不知道多少次，就连学校的老师也是这么教给学生的。可现在蒋文明突然喊另外一个人为普化天尊，这怎么能不让他们惶恐？没人敢怀疑蒋文明是错的，至少目前来说，他还从未认错过神明。那这就意味着错的是他们。我愧对那些孩子啊！一名老教授承受不住这种误人子弟的内疚感，竟然当场吐血昏厥过去。周围人见到这一幕，也都是沉默不语。这是没出事，如果真的出事了，被人爆出来，他们当场自杀谢罪都不足以平民愤。毕竟去验证这些资料真伪的人是他们的孩子，甚至是他们自己的命。你如果没有把握认出来也就算了，但你信誓旦旦的公开资料，并且广为传播，结果这是错的。这种误人子弟的责任，没人能够承担得起。想到这里，不少人看向蒋文明的背影时，都露出感激之色。好在他们有蒋神。擦，以后我只信蒋神写的神话史，老师来了也不好使。那我这位老师说话好使不？妈，疼，这么多人看着呢，别揪耳朵，我错了。擂台上，蒋文明跟文仲交谈2句之后，便下了擂台，把战场留给他们。另一边的荷鲁斯神色凝重地看向文仲，因为他从对方身上感受到一股令人恐惧的压力，那是一种久经沙场的杀伐之势，这让他很不安。身后羽翼展开，飞向高空，速度是他的优势，在这个类似小型世界的擂台上，他可以完美发挥出这部分优势。见到不停地在天空盘旋的荷鲁斯，文仲胯下的莫麒麟轻轻打了一个响鼻，脸上露出人性化的不屑之色。4团祥云自他脚下升起，驮着文仲直接飞上高空。荷鲁斯见状，身体俯冲直下，双手化作利爪，直接抓向文仲的头颅。哼！文仲见状，不屑地冷哼一声，手中雌雄金蛟鞭扬起，天空中顿时电闪雷鸣，无数雷电密密麻麻地落下，在空中交织成一片电网。荷鲁斯人还没靠近文仲，便被密密麻麻的雷电给击中，直接从高空跌落下去。砰！肉体撞击地面的声音清晰地传入所有人的耳中，这让那群观战的埃及神明大惊失色。怎么会这样？荷鲁斯的实力不弱，竟然一个照面便被击落。那个3眼的神明究竟是谁？好像叫什么华普天尊，在华夏神明里面也是一等主神。我可怜的孩子怎么会遇到这种强者？生命女神伊西斯虽然口中说着心疼的话，但语气中却充满了幸灾乐祸的意味。荷鲁斯虽然是他的孩子，但是曾经砍下过他的头颅，并将他变成一具雕像。可以说两人之间根本没有什么情分存在。与其说荷鲁斯是他的孩子，倒不如说荷鲁斯是她丈夫欧西里斯用来复仇的工具。只可惜这个复仇工具的实力太过强大，他虽然怨恨对方，但根本没有实力报仇。眼下见他吃瘪，自然乐见其成。
擂台上，荷鲁斯浑身上下闪烁着电弧，强忍着身上传来的麻痹感，从碎石堆里站起来。一柄镶满宝石的权杖出现在他的手中，不，与其说是权杖，倒不如说是长矛。长矛尖端镶嵌着一颗类似沙漏一样的宝石。沙漏之矛！蒋文明在看到这柄长矛之后，失声喊了出来。这柄长矛乃是荷鲁斯的神器，不仅象征着王权，同样也代表着时间流逝、生与死之间的转换。任何与时间扯上关系的东西都强大无比，这一点在哪都适用。眼看对方取出这柄长矛，蒋文明的心也跟着提了起来。论法宝的重要性，蒋文明可是太懂了，毕竟他前面刚用紫金葫芦坑死了米迦勒。就在这时，荷鲁斯出手了，只见他身后羽翼一挥，整个人化作一道流光，直接冲向文仲。雷！文仲故技重施，密密麻麻的电网出现，瞬间将荷鲁斯给包裹住。然而这次，荷鲁斯的身形并没有被电网给挡住，只见他身体周围出现一层黄沙，密密麻麻的雷电打在黄沙之上，根本没有对他造成任何伤害。文仲见状，一双虎目眯了眯，随即将手中雌雄金蛟鞭抛出去，金鞭在脱离他手掌之后，化作2条蛟龙，彼此纠缠着冲向荷鲁斯。当！蛟龙与沙漏之矛碰到一起，发出清脆的金属交鸣声。可紧接着，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只见2条蛟龙突然发出一声哀嚎，身体竟然开始一点点崩溃，像是风化了一样，从头颅开始一点点化作黄沙，直至彻底消失。而文仲的雌雄金蛟鞭也变得晦暗无光，掉落在地，摔成一地碎片。文仲的脸色终于变了，一口血液喷了出来。这是他性命交修的法宝，没想到今日竟然会毁在这里。还没来得及心疼自己的法宝，就看到荷鲁斯冲到他的跟前，沙漏之矛刺出，目标正是他的心脏。文仲知道对方法宝的厉害，没敢硬接，连忙催动莫麒麟进行闪避。莫麒麟跟文仲心意相通，自然明白主人的心意，朝着荷鲁斯喷出一股毒雾，然后迈开四蹄朝远方跑去。毒雾被荷鲁斯身体周围的黄沙给抵挡住，并未对他造成任何伤害，但他也因此错失了绝佳的攻击机会。周围被一片毒雾笼罩，根本看不清周围的景象。荷鲁斯眉头微蹙，紧接着取下自己的眼罩，露出他的左眼。下一刻，在周围观众的惊呼声中，他竟然将自己的左眼给抠了出来。这一幕给所有人都看得头皮发麻，太狠了！哪怕是蒋文明，明知道对方的左眼具备护身能力，但看到对方用这种是取下来，依旧感到一阵恶寒。眼睛落到荷鲁斯的掌心，化作一枚符文，一道淡金色光芒自他手心亮起，周围的毒雾瞬间被驱散一空。就在这时，荷鲁斯突然察觉到天空似乎暗了下来，还没等他做出反应，一道水桶粗的紫色雷电落下，咔嚓，雷电重重地劈在他的身上，将他从高空劈到地面。轰！地面砖石破碎，出现一道焦黑的深坑。荷鲁斯的身体整个都被碳化，还在冒着黑烟，一股烤肉的味道弥漫全场。看着对方这种惨状，蒋文明提起来的那颗心不仅没有放下去，反而更加紧张起来。荷鲁斯不光是守护之神，同样也是复仇之神，对他造成的伤害越狠，他复仇的欲望也就越强烈。换句话来说，这货有点像超级赛亚人，只要打不死他，等他恢复之后，实力就会暴增一大截。可惜这些话他碍于规则限制，没办法提醒文仲。天上的雷云聚集，化作一条雷龙，随着文仲一声大喝，咆哮着从空中落下。轰！比之前更强大的震动感传来，荷鲁斯所在的位置变成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无数电光闪烁，周围的地面都被雷龙给融化了。这一手雷法看得众人瞠目结舌，不愧是雷部之首，这控雷的手段实在恐怖。蒋文明有些感慨，他现在唯一拿得出手的攻击手段就是黄风怪传授他的三昧神风，只可惜他没有与之匹配的法宝，再加上修为太低，无法发挥出原本的威力。在看到文仲这手雷法之后，心里别提有多羡慕了。雷霆一道接一道的落下，将整座擂台渲染成一片紫色雷海。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蒋文明的心里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这么久了，波比怎么还没出现？主持人波比不出现，那就意味着比赛没有结束。这样还不死？赶紧去死啊！蒋文明看着漫天的雷电，又看了眼地上的深坑，心底的那股不祥预感愈发强烈起来。就在这时，天上的雷电终于停了下来。文仲一口气施展这么多次雷法，此时也感觉有些疲惫。眉心处的天眼陡然睁开，射出一道金光，看向荷鲁斯所在的位置。只见荷鲁斯浑身焦黑，显然已经碳化，死的不能再死了。文仲见状，也终于长舒一口气，催动莫麒麟自空中落下。胜负已定，宣布比赛结果吧。文仲看向躲藏在虚空中的波比，然而波比并没有现身，这让他有些不悦，正在继续开口，突然看到荷鲁斯的身体被一层麻布给包裹起来。木乃伊！蒋文明终于明白自己心里的那股不安来自哪里了。在埃及神话中，木乃伊代表的不是死者，而是等待复生者。荷鲁斯他要复活，这是埃及诸神独有的手段，也是他们可以跟其他神系媲美的底气。别的神系死了也就死了，哪怕是华夏拥有6道轮回这种宝物，依旧无法将人直接复活。只有埃及神系可以，他们的死亡不是真正的死亡，而是轮回的开始。无论是魂飞魄散也好，尸骨无存也罢，都可以通过木乃伊的仪式重新凝聚灵魂，再次降临世间。最可怕的是，这种复生不仅不会变得虚弱，反而会越来越强大。唯一的缺点就是仪式比较苛刻，需要大量的生命之力和灵魂之力作为基础，成功率比较低。但这对荷鲁斯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因为他的母亲是生命女神伊西斯，他继承了伊西斯的生命之力，而他的父亲奥西里斯则是埃及的冥神。再结合先前埃及诸神大规模的献祭，抽取了100万人的生命和灵魂，一切都说得通了。
这一切都是在为了此刻做准备。重生归来的荷鲁斯会有多强？蒋文明无法想象。砰！一道米白色的身影自深坑一跃而出，正是浑身缠满绷带的荷鲁斯。一道道黄沙自绷带中流出，只是眨眼间的功夫，便将周围变成一片沙漠。文仲见状，抬手召唤出来2道落雷，可惜雷电刚一落下，就被荷鲁斯身体周围的流沙给挡住了。卧槽，这是什么怪物？还能这样玩？自己给自己打绷带？裁判，他这算不算作弊？一时之间，华夏帝国的观众都开始叫嚷起来。明明是神战，怎么跟玩游戏似的？还能自己给自己打绷带？而埃及帝国这边则是一片欢呼。伟大的守护之神荷鲁斯，我为您献上最崇高的敬意。荷鲁斯的复仇，没有神明能够幸免。华夏的神准备迎接复仇之神的怒火吧！快看，复仇之神拿出了他的眼泪之弓。台下的蒋文明也注意到了这一幕。只见包裹在荷鲁斯身上的绷带自动散开，露出他那身健硕无比的身躯，一手持沙漏之矛，一手握着一张宛如水晶一样晶莹剔透的长弓，正是他的另一柄神器——眼泪之弓。在他亮出这张眼泪之弓后，文仲胯下的莫麒麟有些不安地躁动起来。麒麟是瑞兽，天生具备趋吉避凶的能力，他能感觉到对方手里的弓很危险。眼泪之弓的名字不是因为它的外形，而是因为这是要让敌人流泪的神器，他会将痛苦和悲伤留给敌人，这才是他的名字由来。文仲伸手轻抚了一下躁动不安的莫麒麟，目光凝重地看向荷鲁斯。荷鲁斯这次没有飞行，而是抬手将沙漏之矛搭在眼泪之弓上面，身后浮现出一道巨大的符文，看上去宛如一枚眼睛。荷鲁斯之眼。在荷鲁斯之眼出现的瞬间，文仲就感觉到自己像是被锁定了一样，心里生出一种错觉，这一剑他避不开。心念至此，他索性也不防守了，翻身跃下莫麒麟，轻轻拍了拍他的身子，示意他先行离去。莫麒麟嘶鸣一声，依旧站在原地。老伙计，看样子你又要陪我一同赴死了。文仲那张威严的面容上多出一抹柔和。莫麒麟轻易地用脑袋蹭了蹭他的身体，然后抬头嘶鸣一声，哈哈，你说的没错，还未战至最后一刻，胜负还未可知。文仲突然仰天大笑起来，声音说不出的豪迈。蒋文明在见到这一幕后，只觉得眼睛有些发酸。没有人比他更清楚眼泪之弓搭配沙漏之矛意味着什么，这是无解的一击，除了硬抗以外根本别无他法。可沙漏之矛那是秒杀风暴之神赛特的神器，文仲他能抗住吗？就在这时，擂台上传来文仲的声音：截教弟子文仲，恳请诸位师叔博助弟子一臂之力。只见擂台上，文仲双手抱拳，朝着虚空中的造化之门躬身一拜。正当众人疑惑之时，造化之门内突然传出来一道女声：此宝你且拿去，莫要让这些叛神小看我截教中人。一道金光自造化之门飞出，落到文仲跟前。这是一把金灿灿的剪刀，仔细看去，宛如2条蛟龙首尾衔接。多谢师叔赐宝。文仲道了声谢，伸手握住剪刀。场外的观众都是一脸懵逼，那是什么东西？怎么看上去有点像剪刀？自信点，把有点去掉，那就是剪刀。神明们都这么富裕的吗？连剪刀都是金子做的？没听说过古时候皇帝吃饭都是用金碗吗？神明用金剪刀，这不是很正常，也很合理的事吗？有道理。喂，你们关注的重点是不是歪了？别管它是金剪刀还是银剪刀，问题是这东西怎么挡对方的攻击好吗？这还不简单，咔嚓一下剪断他的弓弦，看他怎么射。妹妹看样子没少干这事，是个懂藏的。哈哈哈，华夏的神这也太搞笑了吧！这么隆重的请外援，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宝物，原来是把剪刀。你没听到刚才是女人在说话吗？说不定正在做衣服，刚好拿把剪刀丢出来。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拿剪刀去剪荷鲁斯的弓弦。就在这时，荷鲁斯手中的弓弦终于松开，沙漏之矛脱手飞出，速度快到肉眼无法看见。砰！文仲的身体陡然倒飞出去，重重地摔在地上，周围被一堆黄沙所包裹，就好像是荷鲁斯一松手就直接命中了一样。烟尘四起，遮蔽了周围人的视线。蒋文明的一颗心也忍不住提到嗓子眼，能不能挡下这一击？咔嚓！烟尘之中传来一声清脆的响声，像极了用剪刀剪东西时的声音。待烟尘散去，只见文仲心脏位置插着半截长矛，手中还握着另外半截。看到这一幕，华夏所有观众都忍不住屏住了呼吸，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生怕下一秒对方就化作漫天黄沙消失。时间一点点流逝，文仲突然动了一下，随手将手中那半截长矛丢到地上，然后握住心脏位置的另外半截，用力一把，矛头连同一面铜镜被他从胸口拔出。呼，这老爷子这么大年纪了，还玩这种心跳游戏，吓死我了！蒋文明在看到这一幕后，长舒一口气，提着的那颗心这才终于落到肚子里。他认出了那面被射穿的铜镜，寒铁护心镜。此宝乃是通天教主赐予精灵圣母的护身法宝，可以抵挡一次致命一击。后来文仲学艺出师下山，精灵圣母担心他的安危，便将这件宝物赐给了他，并叮嘱他此生不能逢绝字，一旦遇到绝字，那便是他生死之日。就算有寒铁护心镜，也挡不了这一劫。当年封神之劫，文仲命丧绝龙岭，至死都没能用到这件宝物。没想到过去这么多年，在今日竟然用到了。师爷，命爷！文仲神色复杂地看向手中破损的寒铁护心镜，小心翼翼地将其收好，然后朝着虚空恭敬一拜，这才转头看向荷鲁斯。而此时的荷鲁斯脸色难看，既心疼又愤怒。沙漏之矛，那可是他的压箱底宝物，搭配眼泪之弓，可以说无往不利。哪怕是12柱神，除了太阳神王拉以外，根本没人是他的对手。可现在竟然被人给折断了，这怎么可能？
要知道沙漏之矛不仅是用了大量珍稀宝物，还夹杂了时间之力，怎么会这么轻易折断？直到此刻，他才注意到文仲头顶悬浮的那把金色剪刀，一定是这把剪刀。你这是何宝物？竟然能斩断我的沙漏之矛？荷鲁斯问道。台下的蒋文明闻言，脸上就露出一抹嘲弄。这种压箱底的宝物，傻子才会告诉你。此乃我师叔赠予的法宝，名为金蛟剪，道友请了。只可惜笑容还没扬起，就听到文仲的话，顿时笑容僵在脸上。老爷子，您要不要这么实诚？别人问什么你就说什么。兵法呢？谋略呢？蒋文明心底疯狂吐槽，但很快他就想起来，似乎在商朝时期并没有什么兵法谋略一说。双方交战都是阵型100，正面刚。看看《封神演义》就知道了，双方大战都是我摆阵你破，你摆阵我破，哪有那么多弯弯绕？想到这里，蒋文明忍不住叹了口气。唉，孙子还是生晚了。不过还好，文仲也不是傻子，只是说了金蛟剪的名字，并未介绍法宝特性。要不然蒋文明真是死的心都有了。剪断了沙漏之矛，这无异于拔掉了荷鲁斯最锋利的爪牙。仅凭一张眼泪之功，根本不可能伤到有天眼的文仲。事实上，刚才的对战之中，文仲也是凭借着天眼的预知能力才敢赌这一把。果然被他赌对了。先是利用寒铁护心镜挡下致命一击，然后利用金蛟剪剪断沙漏之矛，这才有了后面的一幕。荷鲁斯眸光闪烁，身形陡然后退，手中眼泪之弓扬起，由黄沙凝聚而成的金色箭矢凭空出现，咻咻咻，连续3箭射向文仲。文仲刚想避开，却看到3支箭矢陡然炸开，化作漫天黄沙落下，遮蔽了他的天眼，成功将他覆盖其中。流沙！荷鲁斯见文仲中招，从虚空中取出一柄权杖。流沙权杖，这是他叔叔赛特的宝物，可以操纵沙漠和风暴。当初他杀死赛特之后，给占为己有。地上的沙漠开始缓缓流动起来，变得越来越凝实，最后形成一座小型金字塔，将文仲给埋在里面。太阴险了，竟然还用沙子迷眼睛！我以为只有我们人类打架时候撒沙子，没想到神明之间打架也这么玩。每次观看比赛都会增长一些奇怪的姿势点，学到了，学到了。看着文仲这么轻易就被封住，荷鲁斯不仅没有欣喜，反而愈发凝重起来。从对方表现的手段来看，应该没这么容易就被流沙埋葬才对。果然，在流沙之中突然浮现出一个小沙包，正在急速朝着他冲来。荷鲁斯不敢大意，身后翅膀展开用了一扇，身体直接腾空而起。就在他飞上高空的瞬间，2条交缠的金色蛟龙破土而出，重重地咬在他刚才的位置。荷鲁斯身后浮现出一枚眼睛符文，扫视下方的黄沙。片刻之后，终于找到了在黄沙中穿行的文仲。二话不说，挽弓搭箭，对准文仲就是3连射。文仲早有所觉，在箭矢飞来的瞬间，直接破土而出。搬山术！文仲大喝一声，双手虚脱，然后用力朝着荷鲁斯砸去。场外的观众看得莫名其妙，因为文仲手上什么都没有。这老头傻了吗？竟然拿空气砸人，说不定人家会用空气炮呢。有道理，拿空气炮对付拥有风暴之神权杖的荷鲁斯大人，厉害。对于埃及观众的嘲讽，蒋文明虽然心中不悦，但还是强忍着没有对他们。跟一群没见识的傻子较什么真？随着接触到的神越来越多，蒋文明的眼界也在飞速提升。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蒋文明现在也算是半个内行了，当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华夏的五行术法，跟先前金角大王的搬山术同出一源，只不过比对方要高明许多。金角大王的搬山术只能通过蛮力搬运，而文仲的搬山术则是通过虚空搬运。看似手上什么都没有，实际上那是因为大山隐藏在虚空之中。果然，正如蒋文明猜想的一样，在文仲做出投掷动作之后，一座大山凭空出现。荷鲁斯根本来不及闪躲，直接被突然出现的大山给砸飞出去。轰！山石崩碎，黄沙四起。漂亮！蒋文明忍不住挥舞了一下拳头。你大爷始终都是你大爷，这一手五行术法玩的是真溜，不愧是截教3代弟子中的第一人。去！文仲乘胜追击，操纵金蛟剪朝着荷鲁斯剪去。荷鲁斯被大山压住，一时半会也无法挣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2条蛟龙朝他扑来。埃及诸神见状，一个个神色巨变，这要是被捡到了，估计拼都拼不回来。他们的复生仪式虽然厉害，但那要有完整的躯体才行，如果身体不完整，就算复活了也无法再长出来。比如荷鲁斯的父亲奥西里斯，他就是因为复活的时候缺失了一样东西，最后连男人都做不了，只能用橄榄木代替。太阳之神拉面色阴沉，扭头看向一旁的冥神奥西里斯和生命之神伊西斯，把你们的力量借给他，这场比赛我们不能输。奥西里斯和伊西斯是荷鲁斯的父母，双方的力量同出一源，自然可以通过早就准备好的仪式进行传递。此时见至高神拉开口了，两人心中虽然有些不情愿，但还是上前一步踏入仪式之中。以我死亡之神的名义，赐予你主宰死亡的力量；以我生命之神的名义，赐予你主宰生命的力量。脚下的仪式法阵迅速亮起，一道道繁奥的符文开始闪烁。奥西里斯和伊西斯两人的面容上露出痛苦之色，这不是普通的借用神力，而是直接抽取他们的神力灌输给荷鲁斯。神话擂台上，一道光柱自虚空落下，没入荷鲁斯的体内。此时金蛟剪化作的2条蛟龙也已经冲到荷鲁斯的跟前，2条金色蛟龙交错而过，荷鲁斯的身体顿时被一分为2。可是下一秒，无数绷带将他的尸体给包裹起来，重新变成一具木乃伊。又来了，又来了！马德，还带自动锁血的是吧？这也太变态了，根本打不死。烧成焦尸能复活，劈成几瓣还能复活，这还怎么打？无数华夏帝国观众都忍不住吐槽。文仲也是眉头紧皱，对方的生命力太强了，
就算搅成碎肉，依旧可以凭借那个裹尸布复活。看样子只能针对灵魂攻击了。文仲呢喃一句，他虽然不懂什么灵魂攻击的手段，但他麾下的人里面有不少擅长此道，比如呼名落马的张桂芳，魔家四将中的魔力红，哼哈二将。既然对方不守规矩请外援，那就别怪自己以多欺少了。魔家四将何在？文仲大喝一声，末将在。造化之门内传来4声回应，紧接着4道高大无比的巨人出现，瞬间占据了半个天空。末将魔里青，末将魔里红，末将魔里海，末将魔里寿，参见文太师。魔家四将单膝跪地，朝着文仲行礼。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震惊了所有人。卧槽！文太师，我想起来了，他是文太师。废话，我们部落不是他是封神演义里面的文太师，人王帝辛的师傅，商朝统帅文太师。卧槽，这老头来头这么大的吗？讲神误我呀！先前他没有换名，我还以为只是一个普通的大神，没想到名头这么大。兄弟，你管9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叫普通大神？谁给你的勇气？果然是称号越长越牛逼。先前蒋文明喊文仲普化天尊，众人其实并没有什么概念，毕竟华夏目前出现的天庭神也就那么几个，地位最高的也就是天蓬元帅。但文太师这个名字不一样，这可是封神演义里面的人物，就连孔宣都是他麾下的将领，人王帝新见了都要恭敬喊一声老师，妥妥的大佬啊！现在对方摊牌了，告诉他们普化天尊就是文太师，这才让众人明白这个名字的分量究竟有多重。天庭一等正神，麾下能人异士无数，这一局稳了。魔力红何在？文仲大喝一声，末将在。魔家四将是文仲的家臣，对于他的命令那是言听计从。此时见文仲唤他，当即上前一步，替我诛杀此身。文仲伸手指向被裹尸布包裹的荷鲁斯，遵命。魔力红应声领命，正待进入神话擂台，却被一层屏障给拦住了。主持人波比的身影出现，非参赛神明禁止入内。华夏的神是来搞笑的吗？连擂台规则都不了解，竟然还敢来参加神战？快看快看，他的脸都臊红了！别瞎说，人家的脸本来就是红色。其余国家的观众纷纷嘲笑起来。魔力红眼中寒芒一闪，面露愤怒之色。哼！只见他冷哼一声，从身后取下碧石琵琶，手指轻轻一勾，当！一阵杀伐之音席卷全场。那群原本还在嘲笑他的人，顿时只觉得大脑像是被人重锤了一下一样，眼口鼻瞬间溢出鲜血。再次看向他时，脸上都带着些许惊恐。这还是魔力红手下留情的缘故，要不然这下攻击足以秒杀在场所有凡人，哪怕是神眷者也不例外。见没人聒噪，魔力红这才看向波比，我等兄弟4人乃是太师麾下家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为何拦我？天王息怒，此乃神话擂台，是诸圣联手制定的规则，禁止有神位之神同时入场。波比朝着他抱拳，然后开口解释，既然如此，那他为何可以？魔力红伸手指向荷鲁斯，他的情况特殊，埃及诸神虽然将力量借给他，但并未亲自下场，所以不在规则之内。欺人太甚！魔力红大怒，正要上前理论，却感觉眼前一花，一位英武不凡、相貌堪比读者老爷的少年出现在他的面前。此人正是蒋文明。天王息怒，蒋文明开口制止了魔力红。魔力红原本正在气头上，见到有人出来阻拦自己，下意识伸手朝蒋文明拍去。二弟不可！魔力清见状大惊失色，连忙伸手拉住自家兄弟，朝着蒋文明行礼。魔力清见过人王。此时魔力红也反应过来，连忙躬身道歉。几位天王不必多礼。蒋文明此时也逐渐适应了自己的人王身份，不知人王为何阻我？魔力红余怒未消，所以说话之时也带着一丝怒气。天王有所不知，擂台规则是圣人定下的，我们若是违反，那便是对圣人不敬，所以想要帮助文太师，要讲究方法。蒋文明自信一笑，钻规则漏洞是吧？不知道小爷最擅长这个吗？现在的蒋文明可是继承了百家诸子的智慧，其中就包括最擅长谋略的纵横家先贤。毫不夸张地说，他现在想算计一个人，可以让对方体验100种不一样的快乐，都不带重样的方法。什么方法？魔家四将闻言都是眼睛一亮，齐齐俯下身子看向蒋文明。文太师的实力足以碾压对方，现在之所以陷入僵持，只是因为对方借助埃及诸神的力量恢复力惊人。你们不需要入场，只需要借给他几件趁手的法宝即可，这样一来就不算违背擂台规则了。蒋文明自信一笑，魔家四将的实力在天庭诸神里面或许算不上出色，但是架不住他们的法宝牛逼啊！这可是连孙悟空都曾吃亏的宝物，他还就不信了，荷鲁斯的身体能比孙悟空更强大。魔家四将闻言顿时喜形于色，不愧是人王，果真聪明。魔里海称赞一句，蒋文明这话说的不好接啊。他很想吐槽一句，不是我聪明，而是你们太憨了。脑子这东西虽然人人都有，但不代表人人都会用，不是？魔家四将显然就是那种肌肉大过脑子的选手。五人窃窃私语，商量怎么支援文仲。一旁的波比听得直翻白眼，他很想吐槽一句，你们钻漏洞能不能趁我不在的时候？这当着我的面商量，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波比直接闪身离开，就当没听见。眼不见心不烦，很快五人便商量好对策，一件件法宝被丢入擂台之中，就连魔里兽的小宠物紫金花狐雕也不例外。在他幽怨的目光中，被魔里兽一把抓住，丢到场内。文仲见到几件法宝朝着自己飞来，先是一愣，随即露出一抹笑容。来的正是时候，撑开混元伞护在自己周围，伸手握住青云剑，口中念动法诀，朝着天空一抛。嚓
长剑飞入高空，顿时化作漫天黑烟，遮天蔽日，内有金属交鸣之声。黑烟将荷鲁斯笼罩住，里面顿时传来他的惨叫之声，就像是遭受到某种非人的酷刑一般，听得人寒毛直竖。然而这还没有结束，文仲手持碧石琵琶用力一弹，一道无形的波纹散发出去，哪怕是隔着擂台屏障，依旧让听到声音的人感觉一阵头晕目眩。这是针对灵魂的攻击，无视任何物理防御。紫金花狐雕爬到文仲脚下，讨好似的蹭了蹭他的裤腿。文仲见状，俯下身子，轻轻抚摸了一下他的皮毛，笑着说道：“去吧。”滋滋，紫金花狐雕兴奋地叫了2声，身体化作一道紫色闪电，瞬间消失在原地。啊！更为凄厉的惨叫自烟雾中响起，听得周围人一阵毛骨悚然。惨叫声足足持续了半个多小时，这才逐渐弱了下去。此时黑烟已经散去，露出里面的情景。啊！哦！卧槽！场外的观众在看到里面的情景之后，不少人俯身吐了起来。只见荷鲁斯被无数长毛钉在地上，身体不停地溃烂又恢复。一只紫金花狐雕正蹲在他的脑袋位置，不停地啃食他的身体。每次咬下一口，荷鲁斯的身体就会重新恢复。花狐雕来者不拒，就像是在吃无限续杯的自助一样，小肚子都吃得鼓溜溜的。现在那些观众终于明白，为什么荷鲁斯会发出那么凄厉的惨叫了。他引以为傲的恢复力，在此时此刻反倒成为了他求死的最大阻碍。被黑烟腐蚀，被怪物啃噬，还要承受来自灵魂的攻击。但凡恢复力差一点的，早就死了。可他不仅没死，反倒成为了对方无限续杯的口粮，这简直比死还难受。砰！埃及金字塔内，至高神拉愤怒地将手中的金杯给摔在地上。他们埃及的神，此时竟然沦为怪物的口粮，这如何能忍？伟大的太阳之神息怒，诸神被吓得连忙行礼。拉的胸口起伏不定，许久之后，这才平复内心的愤怒，撤去神力灌输。奥西里斯和伊西斯闻言，长松了口气，终于可以从那种被抽取神力的仪式中脱离出来了。随着神力灌输的停止，擂台上的荷鲁斯终于停止了恢复，身上的血肉开始迅速分解，最后化作一地黄沙。一道光柱落下，荷鲁斯的灵魂脱离身体，眼看就要被光柱吸走。就在这时，神话擂台上陡然探出一道道金色锁链，死死地缠住荷鲁斯的灵魂，将他扯向地面。不！荷鲁斯惊恐的大叫，可惜根本无力挣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灵魂被吸入擂台之中。神话擂台作为诸圣留在这里的后手，又岂是他一个小小的主神能够挣脱的？更何况这还是被创世神耶和华重新改造之后的擂台。在这里，失败者只有2个选择：抹掉记忆送往前线，或者化作最精纯的神力，为那些主动去前线的神明充当养料。而这个选择的标准取决于他们曾经的选择和自身价值。逃兵被抹掉记忆，由他们的神眷者继承神力，成为新的神明。神创造了人类，但人类同样造就了神。只要把神性交给神眷者，那么他们完全可以替代那些旧神。你不愿意去前线，没问题，把你的神性交给神眷者，让他们代替你成为新的神明，去前线战斗。而叛徒就只能沦为他人的养分，帮助那些在域外战死后转生的神明恢复实力，正如同这些叛神先前做的那样。神明之间的神力属性虽然不同，但神性是一样的，彼此吞噬神性，可以帮助他们快速成长。转世重生的神明可以借助擂台内收集的神力、神性和众生的愿力，快速恢复实力。这才是诸圣创造神话擂台的本意。要不然，神明之间战斗的意义在哪里？单纯的决出胜负，安排去前线？当然不是，那是明面上的理由。真正的原因是借用这种方式收集诸神的神力、神性，储存起来。而收集神力、神性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彼此之间进行生死战斗。失败者强制去前线，胜利者无论你愿不愿意去，都会因为战斗损失大量神力，也算是另一种方式的支援。这也是为什么战斗之时，通常情况都会出现属性相似的神明。巧合？当然不是，一切都是诸圣早就安排好的，只不过这些事情没人留意罢了。荷鲁斯所属的埃及神系都是叛神，所以他的灵魂会被直接碾碎，只保留神性和神力。这也是埃及诸神在看到华夏帝国现在这么强势之后，迫不及待献祭众生提升实力的主要原因。其他神系虽然也有叛徒，但他们多少有一些神明留在域外战斗，只有他们埃及神系全都回来了，不仅回来，还联合其他神系叛神给域外诸神背后捅刀子。这样的结果就是，一旦域外诸神回归，他们必定会被清洗，而且是彻底毁灭的那种，就像他们毁灭其他小神系时一样。而其他神系虽然也有叛神，但同样也有神明在域外战斗。这样一来，哪怕诸神回归，也会考虑到参战神明的意见，不会做太绝。事到如今，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唯有死战打败华夏诸神，他们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可现在连输2场，如果再输一局，他们就要交出造化之药。这意味着什么？众人都很清楚。所有神明都将目光投向最高处的太阳之神拉，眼中的希冀不言而喻。连拥有4位神明力量的荷鲁斯都失败了，那在场所有人里面，也就只剩下至高神拉了，只有他才能挽回败局。然而，太阳之神拉的脸色异常难看，他身为至高神，又怎么会轻易以身犯险？要不然也不会成为叛神。目光扫过众人，最后落到冥界使者阿努比斯身上。阿努比斯见太阳之神拉看向自己，吓得一个哆嗦。他虽然实力不弱，但跟荷鲁斯也是半斤八两，连对方都败了，他又怎么可能赢？阿努比斯下一句：伟大的至高神，我想到一个人，或许他可以帮我们挽回败势。事关自己的性命，阿努比斯也顾不上什么礼仪了，连忙打断拉的话。众神闻言都一脸疑惑地看向阿努比斯，不知道他说的是谁。你想推荐哪位神参战？拉虽然因为对方的打断有些不悦，但还是耐着性子问道。
不是神，是人类。阿努比斯连忙开口：人类？难道是？没错，就是英雄王吉尔加美什。阿努比斯开口，证实了拉的猜想。神殿之内霎时间陷入一片死寂，一段久远的记忆浮上众人心头，拉的脸色有些难堪。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很久以前，人类之中出现了一位王者，他英勇善战，实力强大无比，不仅统一了整个埃及，还征服了周边许多小的国家，一时之间风头无两。然而他对这些并不满足，于是他将目光投向埃及的诸神。人类在他的率领下摧毁一个又一个神庙，死在他手中的神明多达百位，哪怕是12柱神也被他杀了大半。最后太阳之神拉亲自出手，也只是将对方击退。双方进行长达几十年的拉锯战，谁也无法消灭对方。可惜他终究只是个人类，也会有人类的生老病死。终于在他晚年力量衰退之时，太阳之神拉率领神明和他们的信徒打败了对方，并将他的尸体斩成10几块，并建造金字塔镇压对方。从那以后，这段历史便被诸神刻意掩埋，久而久之就再也没人记得那个名字。英雄王吉尔加美什。谁都没想到阿努比斯竟然会在这个时候提及这个名字。难道当年的教训还不够吗？放出来那个人，谁又能控制到了他？太阳之神拉的脸色阴沉不定，其余诸神也不敢说话，纷纷低下了头颅。他们不想去跟华夏诸神战斗，拉同样也不想。似乎唤醒吉尔加美什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这还得看至高神拉怎么说。时间一点点流逝，就在比赛就剩5分钟时，拉终于开口了：唤醒他吧。相比起日后的危机，眼下的战斗显然更关键。吉尔加美什虽然怨恨他们，但终究还是他们这个神系的人，以他的狂傲性格，绝对会全力以赴去战斗，因为他不喜欢失败。复生的仪式一直都在，现在只需要将吉尔加美什的尸体拼凑起来即可。这对诸神而言并不算难事。很快，埃及境内一座座金字塔开始震动起来，无数民众跪伏在地，口中高喊祈求神明宽恕的话语。毕竟在他们看来，发生这种事情肯定是什么人又引起了神明的不满，所以才会降下惩罚。只是在这些人群里面，有一些人偷偷看向金字塔方向，面露疑惑之色。埃及边境外，龙野一行人也注意到了金字塔的变化。将军，里面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大眼，你看到什么没有？这名叫大眼的人是千里眼的神眷者。听到龙野问他，当即施展神通看向埃及内部。只见金字塔内飞出一具具石棺，上面铭刻着繁奥的纹路，看不清里面是什么。有好多棺材正在朝着最大的金字塔飞去。棺材？龙野先是一愣，随即脸色变得难看起来。他记得蒋文明曾经告诉过他，埃及帝国信奉死者能够复生，所以在死亡之后都会用裹尸布将死者的尸身包裹起来，并且放入石棺之中，以待某一天能够复活。这么多石棺出现，难道是有人要复活？这么兴师动众的行动，复活的肯定是什么大人物，或者说实力强大的神明。但无论是哪一种，对他们华夏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必须阻止对方，准备行动，破坏掉。轰！龙野的话还未说完，就感觉大地开始剧烈的摇晃起来。发生了什么事？龙野连忙开口询问大眼。有人轰塌了一座金字塔。大眼艰难的咽了口唾沫，有些难以置信的说道：轰塌了一座金字塔？众人心头一震，都露出震惊之色。这里竟然不止他们一批搞事情的人。想到这里，众人齐齐将目光看向龙野，像是在问现在该怎么办。龙野也是一个头两个大，他得到的命令是在这里接应，蒋文明也没有说具体接应谁。现在埃及里面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肯定会有人出来搜查，这要是发现他们，到时候就是黄泥巴掉裤裆，不是屎也是屎。一想到要给别人背黑锅，龙野瞬间不淡定了。就在他犹豫要不要先带人避一避的时候，耳边突然传来顺风耳的叫喊声：将军，这好像是自己人，我听到有人说让我们接应他们。啥？自己人？不只是龙野，就连其他的龙卫军也都是一脸懵逼。怎么就自己人了？他们这些龙卫军不都在这里吗？将军，有人朝这边冲来了。不对，是一群蒋神，他们还带着一口棺材。卧槽，啥玩意儿？龙野还以为自己听错了，是一群蒋神，他们夺了一口棺材，正在朝我们这边跑。干！兄弟们，准备行动，接应他。龙野此时也顾不得思考，蒋文明为什么会出现在埃及里面了？还是一群？现在当务之急是带人接应对方。一群龙卫军纷纷沟通本命神奇，调动体内力量，拼命攻击埃及帝国边境的屏障。龙野化身3头6臂的哪吒三太子，手中乾坤圈抛飞出去，重重的砸在屏障上面，一道裂痕出现。紧接着又是一块金砖出现在他的手中，火尖枪脱手飞出，定在裂缝之中，金砖直接抡圆了，重重的拍在火尖枪尾部。咔嚓，枪尖成功刺破屏障，露出一道1米左右的大洞。还不等他们高兴，就看到破洞竟然开始迅速愈合，眼看就要重新聚拢修复。就在此时，远处一群人疾驰而来。龙叔，接着！蒋文明们说完，直接将扛着的棺材给抛飞出来。石棺顺利通过屏障，落到龙野等人面前。文明，你……龙野见蒋文明被困在里面，顿时大惊失色，就想使用乾坤圈再砸一次。快走，不要管我！蒋文明冲着他们摆手，示意他们赶紧跑。我们走了，你怎么办？龙野不想放弃对方。我这只是一些头发变出来的化身，不碍事的。你们赶紧跑，我来拖住他们。蒋文明冲着龙野等人咧嘴一笑，然后转身朝着金字塔飞去。龙野等人看着一群蒋文明像是飞蛾扑火一样冲向追击过来的神眷者，一个个都有些眼眶发红。但听到他后半句话之后，一个个又瞬间僵住，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这情绪都酝酿到位了，
不是说好的你舍生取义吗？怎么就变成几根头发了？龙野闻言，终于放下心来，脸上露出一抹笑意，大手一挥，撤！一群人扛着棺材，用尽吃奶的劲，拼命逃窜。就在他们离开后不到1分钟，埃及上空便出现一尊宛如太阳一样的男人，太阳之神啦！该死的凡人，竟敢坏我大事！拉愤怒的咆哮，手中权杖用力一顿，原本正在对着的神眷者和蒋文明们通通化为灰烬。神话擂台上，正在盘膝打坐的蒋文明陡然睁开双眼，不愧是埃及的至高神，还真是够恐怖的，一击就毁了我所有化身。蒋文明有些感慨，随着化身的消失，他也明白了前因后果。原本只是一步闲棋，没想到还真派上用场了。当日他修炼三昧神风等神通，为了方便练习72变和身外化身，就索性把自己刮成了光头，后面仅仅用了几十根头发，便成功掌握身外化身。看着剩余的一堆头发，蒋文明觉得扔了怪可惜的，不如就留下来等施展神通时候用。可是那么多头发他又用不完，于是便想到一个好主意，把这些头发全都变成化身，偷偷潜伏到其他帝国去，等神战开始，让他们在里面搞破坏，让龙爷等人过去接应，也是为了以防万一。只是没想到还真派上了用场。蒋文明此时也很好奇，那口石棺里面究竟装的是什么人？看上面的符文，与其说是保存，更不如说是封印。这也是蒋文明冒险抢夺棺材的原因。别管是什么，保护的这么严密，先抢了再说。看了眼时间，此时距离比赛开始还剩2分钟。他相信以龙野的实力，2分钟足够他跑回来了。只要回到华夏，管他什么神，又一个算一个，来了就得给我留下。当然，这是针对那些失去神体的神明。那些神明虽然能短暂离开本土，但实力会被大幅度削弱。如果是类似七神使那种身体完好的神明，对付起来就比较困难了。尤其是现在华夏人族英灵离开的情况下。正当他想着的时候，一道威严的身影出现在神话擂台上空。蒋文明感受到一股目光正在注视自己，连忙抬头查看。只见嬴政不知何时出现在华夏上空。始皇帝陛下，您怎么又回来了？蒋文明脑子有点懵。人族英灵先贤不都已经离开了吗？他怎么又回来了？途中遇到了文王，他说寡人还有一劫未了，让寡人回来一趟。秦始皇嬴政神色复杂的看向蒋文明，希望你能帮我度过这次死劫。嬴政心里暗叹一声，第一次见他时，他还只是个弱不禁风的小家伙，这才短短半个月就已经成长到这一步了，就连自己的死劫都要依靠对方帮忙化解。难道这一局你要上场？蒋文明听出对方话里的意思，顿时大感震惊。不然呢？你以为寡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嬴政有些好笑的看向蒋文明。可是主持人不是说需要转盘随机抽取吗？蒋文明记得规则上是这么说的。嬴政似笑非笑的看着他，说他聪明吧，大部分时候确实很机灵；说他傻吧，有时候问出来的问题确实很准。你觉得朱胜为什么创造神话擂台？真的只是让随机对战吗？嬴政反问。蒋文明一愣，脑海中开始快速闪过先前的战斗，好像每一组选手都有一丝共同点。蒋文明有些震惊地看向嬴政，难道你心里明白就行，不必说出来，这是圣人们的局，你我还有其他神，都只不过是局中的棋子。嬴政叹息一声，他自诩千古一帝，可到头来也无法摆脱被人当棋子的命运。正如那句话一样，当你俯视众生的时候，可曾想过你的头顶同样有人在俯视你？好了，准备开始比赛吧。嬴政看了眼时间，示意蒋文明上台抽签，请双方代表上台抽签。主持人波比的身影准时出现在擂台上。蒋文明看了眼对面，强压着心底疑惑，缓缓转动大转盘。转盘飞速转动，在最后停下之时，果然落到秦始皇嬴政的名字上面。嬴政淡然一笑，一步迈出，落到擂台之上。此时的他身穿黑底金纹龙袍，腰间挎着一柄青铜宝剑，站在擂台之上，睥睨众生，将帝王的风采展露无遗。另一边，埃及的那名神眷者也开始拨动转盘，很快一道金光闪现，落在一道名字上面：英雄王吉尔加美什。当蒋文明看到这个名字后，感觉头皮都要炸了。难怪嬴政说他有一劫，原来他的对手是吉尔加美什。蒋文明对埃及的神话人物了解不多，但吉尔加美什绝对算一个。这位帝王一生都是传奇，他的经历不仅和嬴政极其相似，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曾经差点灭掉埃及神系，别人最多以凡人之躯比肩神明，而这一位却是真真切切的奴役过神明。当初若不是他的寿命走到尽头，埃及神系或许真有可能被他覆灭。蒋文明想不明白，埃及诸神怎么想的，竟然把这位暴君给放了出来。要知道，双方之间的仇恨可以用不共戴天来形容。以这位暴君的性格，怎么可能听从埃及诸神的安排？就在他震惊之时，天空中陡然亮起一道金色光柱，一道优雅高贵的青年出现，他的样貌英俊无比，比起二郎神也毫不逊色。赤色的瞳孔与金色的头发，看上去既邪魅又神圣。他就是埃及历史中最古老也是最强大的王，英雄王吉尔加美什。哇，好帅啊！这个神明是谁啊？有没有人认识？这颜值丝毫不逊色与二郎神耶。二郎神是高冷男神，这个是邪魅小奶狗，可惜不是我们华夏的神。有什么可惜的？始皇帝陛下也很帅的好不好？成熟稳重，不比小奶狗强。说的也是哦，始皇帝陛下加油！就连蒋文明也不得不承认，吉尔加美什的颜值确实很能打，无论是样貌还是身材，全都处于完美的黄金比。突然，蒋文明发现了一个异常，对方的左臂似乎缺失了半截，难道是？不会这妖巧吧？蒋文明想到之前自己的化身们，他们似乎在埃及金字塔内抢了一口石棺，
想到这里，蒋文明连忙将目光转向擂台外面，果然看到了龙野的身影。正在擂台外观看比赛的龙野，在见到蒋文明朝自己望来时，笑着对他做了一个 OK 的手势。石棺已经成功带回华夏，当他们打开石棺时，发现里面只是半截手臂。龙野还为此懊恼了一阵，觉得有些不值。但当他看到擂台上的吉尔加美什时，顿时明白了一切，心里忍不住感慨：蒋文明这小子简直神机妙算，这都能截胡成功。那截手臂目前正被四圣兽看守，不是他们不想摧毁，而是担心蒋文明另有他用，所以就留了下来。擂台上，吉尔加美什身披一件白底金纹披风，腰间挂着一柄精美小巧的匕首，此时正一脸玩味地看着嬴政。在他打量嬴政的时候，嬴政同样也在打量他。对方虽然少了只手臂，神色也有些吊儿郎当，但嬴政却在对方身上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压力。难怪文王说是死结，确实很强。嬴政在心里暗自思忖。就在这时，对面的吉尔加美什突然开口：“卑贱的奴隶，见了本王还不下跪？傲慢无礼，高高在上。”这是吉尔加美什给人的第一印象。哪怕对面站着的是秦始皇嬴政，他依旧用这种高高在上的语气俯视对方。嬴政面无表情地抬起眼眸，无悲无喜，并没有因为对方的轻视而感到愤怒。真正的王者不是靠嘴巴说出来的，而是用手中的长剑斩出来的。枪！腰间悬挂的宝剑出鞘，直指吉尔加美什。在寡人面前，你也配称王？语气中没有吉尔加美什那种盛气凌人，反倒更像是在阐述一个事实，有点意思。吉尔加美什嘴角勾勒出一抹邪魅的弧度，他还是第一次遇到不惧怕他的人类。以往的对手里面，哪怕是神明，在见到他后也是被吓得瑟瑟发抖，更别说敢这么跟他说话了。而眼前的对手明显是个人类，他不仅不惧怕自己，竟然还敢出言讥讽，有意思，真是太有意思了！哈哈哈哈哈！吉尔加美什突然单手扶额，开始疯狂大笑了起来，像是想到了什么开心的事情一般。嬴政眉头微蹙，感觉眼前的对手精神有些不正常。卑贱的奴隶，本王今天便教教你，面对强者要时刻保持恭顺。吉尔加美什突然话锋一转，手中凭空出现一道金色锁链，锁链末端还有一节寒光闪闪的尖刺，看上去有些类似华夏的九节鞭。锁链被吉尔加美什甩动，朝着嬴政的面门抽去。嬴政举剑格挡，轻松化解。俗话说打人不打脸，吉尔加美什此举无疑是在羞辱嬴政，一而再再而三的羞辱，哪怕嬴政的涵养超好，也忍不住怒了。论身份，谁还不是帝王？难道只有你牛逼吗？一双星眸之中闪过一抹冷意，身体无风自动，缓缓漂浮到半空，甚至比吉尔加美什还要高上半头。吉尔加美什见嬴政居然敢站得比他还高，英俊的面容上闪过一丝愤怒，刚想抬头呵斥，却听到嬴政冷哼一声：“区区蛮夷，谁准许你直视朕的？”那股专属于上位者的气势展露无遗。你羞辱我，见你不跪，那我便嘲讽你连直视我的资格都没有。此时此刻，场外的观众都面露古怪之色。这两位帝王级的人物，怎么给人一种小孩子的感觉？打架之前先来一场嘴炮。只有蒋文明神色凝重，他似乎明白了什么。这是帝王之争，看似在斗嘴，实则是明本性。一旦露怯，他们的王者之气便会被对方压制，从而败下阵来。现在双方都在积蓄自己的无敌之势，那种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气势。嬴政虽然话不多，但并未被对方的气势所压倒，反而一句讥讽，直接让吉尔加美什给弄破防了。好，很好，卑贱的奴隶，等你死后，我会亲手拆掉你每一根骨头，将你铺在我的王座。等你死了，我会将你好生安葬。寡人乃是泱泱华夏的帝王，还不至于拿一个死人出气，这点气度寡人还是有的。双方的语言交锋，显然是嬴政更胜一筹。话里没有一个脏字，但是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直接碾压吉尔加美什。先前众人还没觉得有什么，但是随着两人的言语交锋，场外的观众很快就对比出来了。吉尔加美什看上去高贵优雅，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透露出高高在上的优越感，野蛮、粗鄙、残暴。而嬴政虽然看上去没有吉尔加美什那种锋芒毕露，但他身上的从容气度却给人一种无与伦比的安宁。他就像是一道巍峨的长城，屹立在那里，任你风吹雨打都无法撼动他分毫。沉稳、理性、温和，同样是帝王，双方却好像是两个极端，前者暴虐，后者温和，但双方却同样给人一种睥睨众生的威势，仿佛两人本就是一个人，展现出来两种不同的性格。蒋文明摇了摇头，将这种荒谬的感觉甩出脑海。擂台上，双方再次开始交手，吉尔加美什挥舞手中锁链，再次朝着嬴政甩去。只见原本2-3米长的锁链，在飞出去之后，竟然开始飞速延伸，眨眼间便从2-3米的长度增长到10几米。嬴政手中长剑亮起赤金色光芒，炼气术。蒋文明心头微震，他没想到嬴政竟然也是一名炼气士，不过随即又释然了。历史上的嬴政曾经招募天下方士，为他炼制长生不老药，似乎会炼气术也不足为奇。有了炼气术的加持，嬴政手中的长剑威力倍增，只是随手一击，便将那条锁链给斩成2截。可是下一刻，断开的锁链陡然一分为2，就好像灵蛇一般再次朝他袭来。嬴政眉头一挑，刷刷又是2剑，锁链顿时2变4， 4变8，仿佛可以无限分裂一样。嬴政的脸上露出凝重之色，此时的他终于意识到，对方手中的锁链并非凡物，而是一件极为特殊的法宝。就在恍神之际，一条锁链突然自他的后方刺来。啊！小心！人群中发出一阵惊呼。然而，就在锁链即将刺中嬴政之时，只见他身上被一层赤金色光芒包裹，一面古朴的赤金色盾牌出现，挡在了他的身后。当！金属交鸣声响起，
锁链被盾牌给弹飞出去。见到这一幕，华夏帝国的观众纷纷发出欢呼之声。不愧是千古一帝，实力还真不是盖的。一剑一盾，看对面的那个金毛还怎么打。通过先前的交锋，众人已经看出来了，吉尔加美什这条锁链根本无法对嬴政造成任何伤害，反而嬴政每次出手，对方都会拉开距离进行闪避，高下立判啊！吉尔加美什一击失手，并没有放弃，而是继续挥舞手中的锁链。锁链越来越长，而且顶端的尖刺也越来越多，只是片刻功夫便已经覆盖了小半个擂台。蒋文明看着看着就察觉出不对劲的地方，对方虽然暴虐，但并不是傻子，相反，他还是特别聪明的那一类人，所以对方不可能做这种无用功。不好，他想封锁空间。蒋文明看着漫天的锁链虚影，很快就反应过来，失声惊呼。嬴政虽然不惧对方的攻击，但这是在有闪避空间的情况下，一旦周围空间被封锁住，那他将会处处受制，变成困兽之斗。可惜他的提醒根本无法传到嬴政的耳中。随着锁链不断的增多，身处擂台之上的嬴政也察觉出不对劲，可惜现在想要逃离已经来不及了，周围已经密密麻麻缠绕了不知道多少条锁链。吉尔加美什见状，嘴角露出一抹邪魅的笑容，单手虚空一握，所有的锁链猛然朝内收缩，竟然形成一座由锁链构成的八角牢笼。嬴政身上炼气之火大作，凝聚出一面又一面炼气盾牌，将锁链隔挡在外，手中长剑不停劈砍，可惜劈砍的速度远远比不上锁链生长的速度。咻！一道锁链突破了盾牌的防御，朝着嬴政袭来。这次嬴政没敢继续劈砍，而是用剑戟将其拍飞。这道锁链仿佛是一个信号，紧接着一道又一道锁链突破盾牌的封锁线，对着嬴政刺来。由于嬴政被锁链包裹住，外面的观众根本看不到里面发生了什么，哪怕是拥有火眼金睛的蒋文明也看不到锁链内部的场景。一种不安的情绪在众人心底蔓延。挣扎吧，安好吧，现在跪下了求我，本王兴许会仁慈的让你死掉。哈哈哈！吉尔加美什感受到里面的挣扎越来越弱，顿时放肆的大笑起来。身后一尊纯金打造而成的王座出现，上面密密麻麻镶嵌了不知道多少稀世珍宝。吉尔加美什缓缓坐下，单手撑着脑袋，一条腿踩在王座上面，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还在挣扎的嬴政。而此时的嬴政穿的精美龙袍已经破破烂烂，身上也出现无数细密的伤口，这些都是锁链划出来的伤，确实是个不错的宝物，竟然还能吸收我的力量。嬴政眼眸明亮，神色从容，丝毫没有被困住的窘迫。无双之剑，纯居！口中轻喝一声，身上的炼气之火猛然暴涨。轰隆！擂台上空传来一声闷雷，云层开始翻滚凝聚，像是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一样。哦，没想到这只跳蚤还挺能蹦跶。吉尔加美什眼眸微抬，瞥了一眼上方的情况，只见一柄巨大的长剑从云层探出，裹挟着无双之势，朝着嬴政所在的位置落下。去！吉尔加美什轻喝一声，身子连动都没有动。身后虚空泛起涟漪，一面雕刻着恶鬼脸谱的重甲盾牌出现，迅速的朝着巨剑飞去。重甲盾牌就像是一道屏障，死死的抵住巨剑。剑与盾相撞，散发出无数火星。巨剑消失，露出它原本的模样。这是一柄造型古朴的青铜剑，剑身呈现出金黄色，剑柄却是铜绿色，给人的第一感觉那就是尊贵无比。是的，就是尊贵无比，仿佛只有天底下最尊贵的人才有资格拥有它。所有人的目光都被这柄长剑所吸引。咔嚓！轻微的碎裂声响起，紧接着那面重甲盾牌便化作无数碎片自空中掉落。吉尔加美什见状不禁反喜，眼眸之中露出一抹贪婪之色。这么好的宝剑自然应该属于他。吉尔加美什这个人生平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收集各种宝物，从美酒美食到美女珍宝就没有他不想要的。事实上他也确实有这个实力，在他生前灭了无数国家还有神系，收集到的宝物数不胜数。美女被他冲入后宫哄他取乐，珍宝则被他收入宝库用来观赏。先前用来对付嬴政的那根锁链就是其中之一，也是他用的比较多的一件宝物。倒不是这件宝物威力有多强，而是因为他的恶趣味。他喜欢看着敌人被锁链锁住，匍匐在自己脚下挣扎哀嚎。纯军剑在突破了盾牌的封锁之后，径直的落到锁链所形成的牢笼之上。咔嚓咔嚓，锁链断裂的声音不绝于耳，这更让吉尔加美什眼中的狂热多了几分。砰！一阵气浪席卷四周，原本由锁链构筑的牢笼顿时四分五裂。嬴政手持纯军剑缓步走了出来，至于他先前的那柄剑，早就在刚才的战斗中断成两截了。把你手中的宝剑献给本王，本王可以考虑饶你一命。吉尔加美什端坐在王座之上，居高临下的俯视着嬴政。嬴政看了眼手上的纯军剑，又看了眼端坐在王座之上的吉尔加美什，突然轻笑了一声：“你笑什么？”吉尔加美什面露不悦之色：“你还不配。”嬴政这并非是有意讥讽，而是说的实话。纯军剑又被称为尊贵无双之剑，不仅锋利无比，同样是身份的象征。只有被他认可的帝王才有资格使用它，其他人是真的不配。哪怕是他，也是在统一六国之后才得到了对方的认可。至于吉尔加美什，就凭他这残暴的性情，根本不可能得到纯军剑的认可。找死！吉尔加美什闻言大怒，身后虚空开始泛起涟漪，无数宝物出现。这些宝物或是刀剑，或是长矛、盾牌，密密麻麻，足有上千件之多。本王一生之中什么宝物没见过，看上你的长剑，那是你的荣耀。哼，也就是你会拿这些破铜烂铁当做宝物，你这个王当的还真是够悲哀的。嬴政毫不客气的讥讽。哦，是吗？既然如此，那让我看看你这位帝王又有什么藏品，
能否有本王1/10的多？吉尔加美什知道对方这是有意激怒自己，但还是想通过这种方式羞辱对方一下，竟敢说自己的藏品都是破铜烂铁，他还从未见过如此狂妄之人。寡人又不收破烂，当然没你的多。说到这里，话锋一转，不过你既然想看，那寡人便让你长长见识，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宝物，免得你整日拿着一堆破铜烂铁当作宝物而不自知。吉尔加美什虽然恼怒，但并未说什么，因为他确实想看看对方会拿出来什么宝物，只要对方拿出来，自己就可以据为己有。想到这里，嘴角忍不住勾勒出一抹弧度。嬴政的话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力，场外的观众一片沸腾。埃及帝国观众区，真是愚蠢，竟然敢和英雄王吉尔加美什比宝物。传闻吉尔加美什大人有一座王之宝库，里面收罗了无数宝物，难道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你没看到刚才展现出来的那些兵器吗？那些可都是被他斩杀后的英雄神明所使用的宝物。看华夏的这位神明待会儿拿出来什么宝物，竟然敢说王之宝库的东西都是破铜烂铁。华夏帝国观众区，明明是战斗，什么时候变成鉴宝大会了？财力也是实力的一种，两位帝王的收藏品，难道你不好奇？不愧是帝王之间的战斗，毫无人性。那个金毛小子的宝物这么多，不知道秦始皇陛下会拿出来什么跟他比较。我泱泱华夏什么宝物没有，随便拿出来一些闪瞎他们的狗眼。蒋文明此时也很好奇，吉尔加美什的宝物他刚才也看到了，基本上都属于法宝级，虽然品质上不如华夏诸神的法宝，但也算是很罕见的宝物了。不知道秦始皇会拿什么宝物来跟他对比。这场宝物比拼看似儿戏，实则是两大帝国的底蕴较量。这就好比军事演习，我不一定用这些东西打你，但我要让你知道我有能打你的东西。很快，嬴政身后便缓缓浮现一道门户。嬴政转身，伸手将青铜铸就的大门推开，一阵刺目的白光亮起。待光芒散去，所有人都好奇地朝里面张望。只见里面空空荡荡，只有一排兵器架，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这让不少观众都发出失望的叹息。这个宝库跟吉尔加美什的比起来，确实有些寒酸了。要知道对方宝库里面那可是各种奇珍异宝无数，金币宝石遍地都是，而嬴政的宝库里面除了一座兵器架以外什么都没有。哈哈哈，我从未见过这么寒酸的宝库。刚才还说吉尔加美什大人收集的都是破铜烂铁，结果他自己连破铜烂铁都没有。华夏帝国的王都这么穷的吗？一道道讥讽的声音传来，让不少华夏观众都怒目而视，就连华夏帝国的不少观众都觉得骚得慌。毕竟嬴政这个宝库确实有点寒酸，你不说弄得金碧辉煌吧，那也多少放进去一些金玉器也好啊。可里面只有一排兵器架，这你就是让本王看这些？吉尔加美什露出讥讽和失望之色，他本来还以为会有什么宝贝，没想到只是一排兵器架。嬴政淡然一笑，没有解释什么，只是扬起右手轻唤了一声剑来。霎时间，那一排兵器架上瞬间飞出9道颜色各异的流光，9柄颜色各异、造型古朴的长剑悬浮在他身体周围。在这9柄剑出现的瞬间，天地陡然变色，天空之中乌云翻滚，电闪雷鸣。华夏境内所有的长剑都开始颤抖起来，发出轻微的剑鸣之声。吉尔加美什身后的王之宝库内的兵器也开始颤抖起来。吉尔加美什脸色一变，有些难以置信，怎么回事？这些兵器怎么会有害怕的情绪传来？不只是他，就连一些身处神国内的诸神也感觉自己的兵器开始震动起来，有的是畏惧臣服，有的则是战意盎然。这一刻，就算是傻子也知道这9柄剑的不凡之处了。9剑出，万兵臣服。嬴政见状，随手握住一柄剑，缓缓开口：“此剑名曰成影，乃是优雅之剑，非善武者不能用。”说完松开手，任由成影剑飞回原位，然后又握住另一柄剑，此剑名曰鱼肠，乃是永绝之剑，非永无死士不可用。嬴政伸手轻轻抚过鱼肠剑，眼眸中露出一抹回忆之色。当初他可是差点死在这柄剑下，在荆轲刺杀失败之后，他便将此剑收藏起来，时刻提醒自己，他要证明自己不是暴君，他要证明自己会为华夏开辟万世太平。松开手掌，任由鱼长剑离开，又握住另一柄剑，此剑名曰七星龙渊，乃是高洁之剑，非诚信高洁之士不可用。松开龙渊剑，看向另外2柄剑，此剑名曰干将莫邪，乃是至情之剑，非挚爱情侣不可用。此剑名曰太阿，乃是威道之剑，非威武不屈者不可用。此剑名曰赤霄，乃是地道之剑，非天命帝王不可用。此剑名曰战卢，乃是人道之剑，非心怀天下大儒不可用。说完之后，嬴政又看向最后一柄剑，只不过这次他没有伸手去握，不是他不想，而是他还没有资格。寡人一生自诩功过3皇，德高5帝，到头来也不过是自吹自擂罢了。嬴政苦笑一声，脸上掩饰不住的落寞。此剑名曰轩辕下雨，乃是圣道之剑，教化众生，非圣人不可用。介绍完毕之后，全场一片死寂。蒋文明听得心神激荡，目光灼灼地看向那10柄剑，优雅、高贵、勇武、至情、高洁、不屈、仁爱、传承。与其说这是名剑宝物，倒不如说这是9种品格，它们代表了人类最宝贵的品格。难怪嬴政会说吉尔加美什的宝库都是垃圾，跟这10柄剑比起来，那些只是用于杀伐的兵器确实都是垃圾。吉尔加美什在听完嬴政的介绍之后，眼眸之中露出浓郁的贪婪之色。世界上竟有如此奇妙的宝物。对于嬴政所说的使用条件，他根本就不相信。兵器本身就是被人使用的，说什么不能用，那只是他的力量不够罢了。
自己乃是英雄王，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君主，这些兵器也只能成为自己宝库内的玩物。想到这里，吉尔加美什脸上的笑容愈发浓郁起来。王之宝库开！吉尔加美什身后浮现出一道金色大门，在王之宝库开启之后，一股强劲的吸力传来，嬴政身旁的9大名剑以及自己手中的纯军剑开始剧烈的颤动起来。嬴政目光沉凝，任由对方施展神通。咻咻咻！9道流光朝着吉尔加美什身后的王之宝库飞去。众人见状，纷纷发出惊呼之声。始皇帝陛下怎么这么大意，也不阻拦一下？完了完了，我们华夏的10大名剑要成为对方的收藏品了。卑鄙啊！自己没有宝物就抢我们的！吉尔加美什见到这9柄宝剑飞来，脸上露出一抹讥讽的弧度。天底下所有的宝物都应该属于他，华夏的9大名剑啊，现在属于他了。至于为何不是10大名剑，那是因为还有一柄剑依旧悬浮在嬴政身旁，并未被王之宝库吸走。圣道之剑，轩辕下雨。这柄剑哪怕是嬴政也没有使用的资格。X， 因为他的弓箭还不足以使用这柄剑。吉尔加美什随手握住一柄飞来的名剑，可是手掌刚一接触剑柄，便感觉到一股刺痛感传来，那是一股直刺灵魂的痛楚，疼得他连忙松开了长剑，惊疑不定地看向那柄剑。他记得这柄剑叫干将，乃是至情之剑，与另一柄叫莫邪的剑是一对，竟然如此古怪，连我也无法使用。吉尔加美什眉头微皱，随即又握住另一柄剑，同样的刺痛感传来，依旧无法使用。吉尔加美什不死心，接连尝试了一遍，可是9柄剑没有一柄能够为他所用。该死，怎么会这样？吉尔加美什的愤怒落入在场之人的耳中，一个个都面露古怪之色。刚才嬴政说的清清楚楚，非有对应品质的人不可用。当时嬴政可是手持9柄剑介绍的，这就让人以为对方只是夸大其词。但现在看吉尔加美什状况，似乎确有其事。嬴政可以使用，但吉尔加美什不能用，这岂不是说吉尔加美什的品行不如嬴政？一个词在众人脑海中浮现，德不配位，空有地位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德行。难怪始皇帝陛下根本没有阻拦对方，原来对方根本无法使用啊！哈哈，笑死我了！抢到宝物又怎么样？还不是一样，只能干瞪眼。品行不端，无法得到9柄剑的认可，就这还有脸自称为王？埃及人还真是可怜。吉尔加美什脸色阴沉不定，眼中杀机毕露。就算不能用这9柄剑又如何？待我杀了你之后，将来自会降服他们。X， 他已经想好了，如果杀掉嬴政之后还无法使用那9柄剑，他就将他们毁掉。任何敢违背自己意志的东西都不应该存在于这个世上。手一挥，王之宝库关闭，9柄名剑被收入其中。吉尔加美什脸上的邪魅笑容愈发浓郁，看向两手空空的嬴政。现在你没了武器，还怎么和我斗？是吗？嬴政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手中迅速用炼气之术凝聚出一柄剑。有点意思，看样子你们华夏确实值得本王去征服，可惜以前不知道，白白错过了这么多年。吉尔加美什看到如此神奇的一幕，心里对征服华夏的欲望更加强烈了。你应该庆幸才对。嬴政依旧神色清冷地说道。庆幸什么？庆幸你当初没有来到华夏，要不然你就会明白一句话：犯我华夏者，虽远必诛。犯我华夏者，虽远必诛。这句话在擂台上空回响，瞬间点燃了所有华夏人的豪情。是啊，他们华夏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度，虽然讲究以和为贵，但不代表他们没有脾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虽远必诛。一味的退让是换不回来安宁的。大炮不光是可以用来守卫领土，还可以用来丈量国土面积。此时的嬴政第一次向世人展露出他那属于王者才有的霸气。如果说之前的他是一柄还未出鞘的剑，那现在这柄剑终于出鞘了。掌心处先前划破的伤口正在往外面渗血，嬴政恍若未觉，任由血液顺着长剑流淌。染血的长剑更为他增添了几分杀伐之色。吉尔加美什起身离开王座，那条金色锁链不停地围绕着他旋转。父，独臂轻舞，金色锁链朝着嬴政飞来。不过这一次嬴政没有去反击，就像是没有看到一样，单手持剑一步迈出，瞬间出现在吉尔加美什的跟前。长剑劈砍，吉尔加美什连忙召唤锁链帮忙抵挡，脸上甚至露出讥讽之色。噗呲，长剑入肉的声音传来。吉尔加美什笑容凝固，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身上的伤口。他想不明白自己的宝具为什么会突然失去控制，可惜嬴政根本不给他思考的时间，手中长剑快速挥动，在对方身上留下一道又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够了，该死的奴隶，你彻底激怒我的！吉尔加美什突然暴喝一声，身上陡然散发出一股恐怖的气势，直接将身前的嬴政给弹开。任何敢于违背本王意志的东西都不应该存在于这个世上。一柄造型独特的长剑自虚空中浮现，吉尔加美什伸手握住剑柄，任何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他直接挥舞手中长剑，斩在了身前的金色锁链上面。咔嚓，原本可以无限分裂生长的锁链，在这一刻寸寸断裂，变成一堆破铜烂铁。嬴政目光一凝，心中警兆大作，因为他感觉到那柄剑身传来的恐怖气息，仿佛要毁灭一切一样。这是一柄毁灭之剑。台下的蒋文明在看到吉尔加美什手中的巨剑之后，神色有那么一瞬间的失神。那好像是离乖剑，号称能够切开世界的离乖剑，难怪能够一击毁掉天之锁。天之锁就是先前的那条锁链，那是专门用来对付神明的武器，自身神力越强，那条锁链的韧性也会越高，一旦被缠绕住，几乎没有神明能够挣脱。可惜他遇到了秦始皇嬴政，嬴政并非神明，也没有神力，他使用的是人族炼气术，所以天之锁在他面前根本发挥不出应有的威力。
吉尔加美什并不知道这些，他也不屑于知道这些。他只知道天之所违背了他的意志，没有及时抵挡对方的攻击，反倒想要挣脱自己的操纵，这是他所无法容忍的。随着吉尔加美什取出最强宝具离乖剑，他的气场瞬间开始发生变化，恐怖、狂暴、毁灭一切。灭！吉尔加美什高举离乖剑，朝着嬴政用力一挥，一股恐怖的风压落下。砰！嬴政手中的炼气剑应声而碎，就连他自己也被这股恐怖的风压给打得吐血倒飞出去，血液还不等落下，便被恐怖的风压吹成雾气，消散在半空之中。所有人都被这一幕给震惊到了，谁也没想到真正动起手来的吉尔加美什居然会这么强。这个黄毛小子手中的究竟是什么宝物，威力居然这么强？不知道啊，始皇帝陛下的兵器都丢了，现在根本没办法抵挡对方的攻击，这可怎么办啊？那不是还有一柄剑吗？始皇帝陛下为什么不用？你没听始皇帝陛下刚才说吗？不是不想用，而是没资格用。完了完了，难道秦始皇要死了吗？不会的，秦始皇可是千古一帝，他怎么会输给一个黄毛小子？众人议论纷纷，虽然嘴上不承认，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吉尔加美什太强了，完全在压着嬴政打。而嬴政别说反击了，就连闪避都艰难异常。擂台下的蒋文明看着这一幕，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秦始皇的实力就算不如吉尔加美什，但双方的差距绝对不可能这么大，更何况还是在对方失去一条手臂的情况下。而且仔细观察后，蒋文明发现嬴政虽然看似很狼狈，但实际上并未受到什么严重的伤害，衣服破破烂烂，遍体鳞伤，但比较严重的伤口一个都没有。这更加坚定了蒋文明的猜测，嬴政在演戏。虽然他不知道对方为什么要这么做，但出于对这位帝王的了解，他一定是在图谋一件更大的事情。毕竟这位当年为了除去吕不韦、嫪毐这些权臣，可是足足忍了10余年，直到自己彻底有把握之后，这才动手给对方致命一击。都说秦始皇嬴政好命，9岁就当了皇帝，可谁又知道他一生之中所经历的苦难，那是任何一位帝王都不曾经历过的。他从一出生就随着父亲子楚在赵国当质子，足足9年。回到秦国3年之后，庄襄王病死，嬴政继位，那一年他13岁。但那时候吕不韦权倾朝野，哪怕是他见到对方，也要恭敬地喊上一声亚父。就这样，他一边安抚对方，一边暗中培养自己的羽翼，直到22岁亲政，成功掌控朝局。他没有杀吕不韦，更没有杀赵姬，哪怕这2个人曾经那样对他，他依旧在胜利之后给对方留足了应有的体面。正如他先前对吉尔加美什说的那样，如果对方死了，他会将对方厚葬，因为这是对自己对手的尊重，也是他心底的仁慈。世人说他荒外无道，可他一生从未立后，哪怕身为帝王，也只娶了3位女人。世人说他残暴嗜杀，可他杀的都是动摇国家根本之人。世人说他苛捐杂税，却不知他是唯一一个给奴役发力钱的帝王。腐儒会批判他，史官会抹黑他 X， 可他明知如此，依旧那么做了，因为他是秦始皇，他是千古一帝，他要为华夏开辟出万载不朽的基业。对内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奠定天下一统思想；对外修长城，抵御外敌，命100万老秦将士镇守边疆，并嘱咐那些他们，纵使他日发生内乱，也绝不允许他们回朝秦王，因为内战败了，华夏还是华夏，一旦边疆失守，那华夏将会沦为别人的领土。他一生都在为华夏奋斗，所以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秦20而亡，华夏一统留千载。蒋文明收回纷乱的思绪，重新将目光投向擂台上的那尊高大又略显狼狈的身影。吉尔加美什见始终无法击杀对方，心里的怒火愈发浓郁起来。王之宝库降临，金色的大门再次显现出来，无数兵器自虚空探出头来，遥遥对准嬴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嬴政身后浮现出一道巨大的虚影，头戴九流王冕，身穿黑底金纹九龙袍，正是他先前的帝王形象。2道领域碰撞到一起，谁也无法奈何得了谁。就在这时，无数宝具自虚空中飞出，目标正是嬴政。啊！始皇帝陛下小心啊！人群中传来惊呼声。面对这数以千计的宝物攻击，赤手空拳的嬴政如何抵挡？不少人甚至露出不忍之色，将头转向一旁，不敢再看。秦始皇陛下牛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就在众人以为他就要生死之时，那些还在观看比赛的华夏观众突然兴奋地大喊了起来。待众人抬头望去，只见原本攻击嬴政的宝具全都静静地悬浮在他的领域之内，像是整军列队等待君王检阅的士兵一般。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杀！嬴政伸手一指，那些宝具像是得到了命令一般，直接调转矛头指向吉尔加美什。一件件宝具激射而出，像是导弹一般朝着吉尔加美什袭去。卑贱的星号星号星号，你究竟做了什么？吉尔加美什脸色大变，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宝具会听从对方的命令，转过头来攻击自己。嬴政在听到吉尔加美什的辱骂之后，脸色顿时阴沉下来，一股恐怖杀意自他体内散发出来。蒋文明看到这一幕，也是心底苦笑，哪壶不开你提哪壶。吉尔加美什这货嘴抽惯了，却不知道嬴政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星号星号星号2个字。这下好了，精准踩雷，这要不爆发小宇宙锤他，嬴政就不配当这个千古一帝了。X， 事实也正如蒋文明猜测的一样，嬴政此时的脸色阴沉的吓人，仿佛要责人而是一般。他周身的领域也在这一刻陡然扩大一圈。剑来，龙有逆鳞，触之必怒。只见他伸手虚握，王之宝库内陡然响起无数声剑鸣，紧接着就看到9道流光飞速朝着嬴政飞来。在这9柄剑的后面，还密密麻麻跟随着无数宝具，全都是吉尔加美什收入王之宝库的宝具。卧槽，
这是去策反去了吗？我一直以为高丽贷9出13归够狠，今日见使皇帝陛下，才算是明白什么特喵的才叫大佬。这怕不是把对方的宝库给搬空了吧？快看金闪闪的脸色，哈哈哈，笑死我了！偷鸡不成蚀把米，强 X 不成反被草，看他以后还敢不敢乱抢别人东西。兄弟，你该不会以为他还有以后吧？说的也是，辛辛苦苦好些年，一朝回到解放前，还是老祖宗聪明，早早的就告诉我们，才不能露富。看看这下遭贼了吧？秀叔王嬴政这一手操作，别说观众，就连蒋文明都给看懵了。明明是对方抢走了他的九柄剑，结果他这九柄剑直接把对方宝库给端了。不愧是千古一帝，这一手釜底抽薪玩的是真溜。蒋文明虽然不知道嬴政是怎么做到的，但这并不妨碍他幸灾乐祸。看看吉尔加美什那黑如锅底的脸色，让你嘚瑟，你不是宝贝多吗？你不是喜欢炫耀吗？继续啊！代表霸道之剑的太阿洛，嬴政手中这柄剑也代表了他此时的心情。他要以堂堂正正之势击溃对方。此时的吉尔加美什简直都要被气炸了，他收集的这些宝物竟然全都被判了他。不仅如此，现在竟然还敢反过来攻击自己！该死的星号，我要扒了你皮！吉尔加美什咆哮着，手持离乖剑朝嬴政冲来。此时的他已经被愤怒遮蔽了理智，满脑子都是想着待会儿怎么折磨嬴政。王权霸业，嬴政手持太阿剑朝着吉尔加美什一指，周围无数宝具就像是闻到血腥味的鲨鱼，全都发出轻微的嗡鸣声，紧接着化作流光，直接朝着吉尔加美什袭去。耶！吉尔加美什高举离乖剑，口中轻吐一个音节，一股强劲的风压席卷四周，天空之中开始浮现出密密麻麻的规则符号，最后这些符号全都汇聚到吉尔加美什手中的离乖剑上。原本如同金色钥匙一般的离乖剑，在这一刻散发出更加恐怖的威势，各种规则聚拢在一起，凝聚成剑身雏形。吉尔加美什身后变成金灿灿的一片，所有攻击向他的宝具全都被那层金光挡在身前。随着他手中的离乖剑落下，一股恐怖的风压出现，周围的宝具像是被无形的气刃切割了一样，当场化作碎片。这一幕惊呆了所有人，太强了，简直强到有些犯规。嬴政眉头微蹙，继续操纵那些宝具进行攻击。他就像是一位战场上的统帅，那些宝具就是他的士卒，在他的命令下，按照某种奇特的运动轨迹进行攻击。可此时的吉尔加美什就像是开了挂一样，身体10米范围根本无法靠近，随便一击都能打碎一大片宝具。随着擂台上的宝具越来越少，吉尔加美什身上的气势也越来越强。嬴政看出来了，对方手中的那柄古怪长剑似乎可以吸收其他宝具的力量。X， 随着破坏掉的宝具越多，那柄古怪长剑的威力也会越来越强大。心念至此，嬴政果断撤回所有宝具，手持太阿剑直接迎了上去。当，双方长剑触碰到一起，嬴政只觉得一股无可匹敌的力量自对方剑上传来，虎口崩裂，鲜血顺着胳膊往下流淌。在力量方面，他显然不是吉尔加美什的对手。以己之短，攻敌之长，实属不智。嬴政没有继续硬拼，而是身影急速后退，跟对方拉开距离，同时手中掐动剑诀，另外8柄名剑破空而来，九宫剑阵，9柄名剑随着他的操纵迅速占领9个方位。落，嬴政手掌下压，9柄名剑迅速落到各自的阵眼处。在名剑就位的瞬间，9道光柱冲天起，9道模糊的人影自长剑之中浮现，这是9柄名剑的剑灵。手持成影剑的是一名女子，只不过样貌模糊，看不真切，但身姿曼妙，手持成影剑似是在翩翩起舞。吉尔加美什眉毛一挑，不知道嬴政在搞什么名堂。剑毙给本王滚！说着，举起离乖剑对准那道女人的身影劈去。女人脚步轻盈，每一步都无比的优雅灵动，就像是在跳舞一样，但她手中的成影剑却招招致命。成影剑与离乖剑碰撞到一起，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声。吉尔加美什脸上露出一抹不屑的冷笑，正要加把力把成影剑给斩断，突然那名女子松开成影剑，并从里面一抽，拔出一柄寒气森森、宛如月光一般的窄剑——寒光剑，一柄与成影孪生的宝剑。只不过世人只听说过寒光之名，却很少有人见到过。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吉尔加美什有些猝不及防，再想抽回离乖剑已经来不及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寒光剑刺入自己的胸口。咔嚓，挂在吉尔加美什耳垂上的一个耳坠陡然碎裂，被寒光剑洞穿的胸口开始迅速恢复。秘药，时间回溯，这是吉尔加美什曾经收集的灵药，无论受到任何伤势，只要还有一口气存在，都能瞬间恢复如初。该死的星号，竟敢伤我！吉尔加美什怒不可遏，手中离乖剑开始迅速旋转起来，宛如一道无坚不摧的箭头，直接刺向成影剑剑灵。当，成影剑剑灵硬抗了一击，直接被打得差点溃散。嬴政见状，面色一变，连忙将它收回。吉尔加美什正想乘胜追击，突然感觉到一股死亡的危机感传来，来不及多想，一阵烟雾凭空出现，在自己身后迅速凝结成一面盾牌。当当当，密密麻麻的撞击声响起，可当他转过身的时候，却发现周围什么都没有，没人。吉尔加美什面露疑惑之色，正当他走神之时，一道黑影骤然出现在他的身侧，寒光乍现。当，攻击再次被他身上的黑雾给挡了下来，还没等他露出笑容，就感觉胸口一疼，像是被什么砸到了一样。鱼长剑刺杀能力发动，瞬间突破黑雾封锁，刺中吉尔加美什的身体。不过这一次，吉尔加美什看清了袭击他的东西，那是一柄细小的短剑，看上去就跟匕首一般大小。他记得这柄剑好像叫鱼长，
代表的含义是永绝，是专门用来刺杀的兵器。手持鱼肠剑的同样是一道虚影，一身劲装，身体若隐若现，不仔细观察很难发现他的存在。就在对方即将再次远遁的时候，吉尔加美什身后金光大作，直接将他的身形给照射出来。全知且全能之星，这是吉尔加美什的本命宝具之一，具备真实之眼的效果，可以看穿一切虚妄。跳蚤，抓到你了！吉尔加美什手中的离乖剑朝着鱼肠剑劈砍过去，轰！恐怖的风压席卷全场，鱼肠剑和剑灵荆轲直接被正面击中。袖书网，哐当！鱼肠剑掉落在地，荆轲的身影也随之消散。嬴政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手中继续掐动剑诀。九宫剑阵内再次飞出两柄名剑，干将莫言。一青一蓝两柄剑像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彼此纠缠，彼此掩护。一剑正面攻击，一剑背后突袭。可惜同样无法攻破吉尔加美什身体周围的黑雾，那是他的防御型宝具返魂之香，可以聚集无限宝具残骸形成黑雾，防御力惊人。这也是他刚才为什么会破坏掉那些宝具的原因，因为周围损毁的宝具越多，这件宝具的防御力也就越强。现在周围足有上千件宝具残骸，返魂之香的防御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极为恐怖的状态。10大名剑虽强，但终究没有主人操纵，单单依靠剑灵根本发挥不出来真正的威力。嬴政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10大名剑都有各自的性情，单独1、2柄还好，他可以掌控，但同时使用9柄名剑，哪怕是他也无法做到完美操控。除非嬴政看了眼身旁的圣道之剑，如果能得到圣道之剑的认可，或许他就可以统御所有名剑，还不是时候。嬴政叹了口气，他的机会只有一次，如果失败，恐怕再也没有机会把第2次捡了。就在这时，吉尔加美什突然暴喝一声 EA， 世界陡然静止，然后周围的空间就像是镜子一样，开始一点点出现裂痕，直至彻底崩碎。这一幕惊呆了所有人，连空间都被切开，这是什么攻击？原本禁锢住他的9宫剑域，也在这一击之下直接被暴力破开。那9柄名剑的剑身上也多出一丝裂痕，而他们的剑灵也全都消失不见。星号，你还有没有给本王取乐的手段？吉尔加美什面露嘲讽，看嬴政的目光就像是在看一个跳梁小丑。剑域，嬴政没有理他，而是轻轻吐出2个字。9柄名剑开始颤动，随即化作流光飞向嬴政。嬴政看都没看，随手抓住一柄剑，冲天的剑意自他体内散发出来。这一刻，他摒弃了所有的技巧，脑海中只有他日复一日的挥剑动作。终于不玩杂耍了吗？吉尔加美什嘴巴依旧很臭，每一句都有一种很欠扁的感觉。事实上，嬴政也确实很想揍他。刚才是热身，现在让寡人来掂量掂量，你究竟有什么资格在寡人面前笑仗？最后一个字还没落下，嬴政的身影已经冲到了吉尔加美什的面前，手中太阿剑对着他的脑袋劈落。吉尔加美什不屑一笑，甚至连躲都不躲，直接扬起离乖剑刺向嬴政的头颅，以伤换伤。不，他这是自信嬴政无法破开他的防御。事实也确实如他所猜想的那样，嬴政的长剑刚一接触到他身体周围的黑雾，便被弹开。同样，他的攻击也没有击中对方，只是下一秒，吉尔加美什的身体陡然一震，一口血液猛地喷了出来。怎么可能？自己怎么会受伤？他明明没有击中自己才对。吉尔加美什脸上第一次露出惊骇之色，但嬴政显然没有跟他解释的意思，手中长剑再次弹出。这一次，吉尔加美什不敢继续拖大，扬起离乖剑进行格挡。砰！双剑碰撞到一起，他只感觉对方剑上传来的力道就像是海浪一般连绵不绝，明明是一击，却给他一种对方攻击了无数次一样。他引以为傲的防御力在这股力道面前根本不值一提，因为这并非斩击伤害，而是震荡伤害，一种类似于高频率震动的伤害，根本无视任何防御。在嬴政第3次挥剑的时候，吉尔加美什身后金光亮起，全知且全能之心发动。这一次，他终于看清了对方的攻击方式，这不是一剑，而是9剑合一。每次攻击时，9柄名剑都会同时攻击，相同的轨迹，相同的频率，相同的落点，9柄剑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所以才会给人一种明明只有一剑，力道却连绵不绝的怪异感。星号，你敢耍我！吉尔加美什暴怒，手上离乖剑开始泛起刺目的红光。轰！离乖剑横扫，恐怖的风压席卷周围一切，这一招根本避无可避。嬴政召唤9柄名剑护在身前。EA！ 时间突然静止一刹那，紧接着就看到9柄名剑齐齐断成2截，就连嬴政也被这一剑给斩出1道1米多长的伤口。那悲惨模样看得众人心底发寒，生怕他下一秒就会变成2截。蒋文明的目光死死盯着嬴政，有些难以置信。要输了吗？不，袖书王，他是千古一帝，他一生从未败过，怎么会输在这里？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眼睛一眨不眨地看向嬴政。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哈哈哈！嬴政突然哈哈大笑了起来。这一幕落到众人眼中，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怪异。他难道疯了？任谁都想不明白，为什么到这个时候他还能笑得出来。袖书王，9大名剑被毁，自身也身受重伤，难道他还有什么底牌没用？卑贱的奴隶，本王不得不说，你是一个有意思的对手，本王玩得很开心，所以你可以去死了。吉尔加美什说着，陡然扬起手中的离乖剑，然后对着嬴政重重的劈去。就在这时，一声轻微的剑鸣声响起，一直毫无动静的圣道之剑轩辕下雨突然动了起来，化作一道流光挡在嬴政身前。砰！大地崩碎，烟尘四起。可是位于离乖剑最下方的区域却没有受到任何损伤。嬴政浑身浴血，缓缓伸出手掌，
握住轩辕下羽剑的剑柄。敢问诸君，寡人这位帝王称职否？声音虽然不大，但却清晰地传入在场所有人的耳中。只是众人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这很重要吗？不少华夏人都面面相觑，他们对眼前的这位始皇帝了解不多，所以没人敢回答。蒋文明闻言，身体一震，心中升起一层明悟。嬴政并非没资格使用圣道之剑，而是他一直都觉得自己没资格。他对自己所做的事产生了动摇。想来也是，他死得早，并未看到后面的盛世，并不了解自己所做的事对后世所带来的影响。想到这里，蒋文明身形一闪，径直出现在擂台之上。蒋神，他这时候上去做什么？快下来啊！小心金闪闪把你杀了！蒋神糊涂啊！无所谓了，始皇帝一死，按照擂台规则，蒋神必死无疑，上不上去都一样。唉，人群中有错愕，有惋惜，也有悲伤。就在众人的喧哗中，蒋文明突然开口了：秦王嬴政一统六国，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修建长城以御外敌。秦虽20而亡，但为华夏奠定了万古不朽的基石，千古一帝，当之无愧。蒋文明说着，朝着嬴政微微躬身一礼。善！嬴政龙颜一笑，身上的炼气之火陡然开始暴涨，他所有流出来的血液全都化作金色火焰，一座由炼气之火构筑而成的熔炉出现。蒋文明瞳孔骤然一缩，他想到一个传说：陛下，你要做什么？华夏将神欧爷子曾经说过，宝剑需用猛火千锤百炼方可成型，而这世上有3物最为炙热，你可知有哪3物？嬴政此时毫无帝王的架势，反倒像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辈，正在对晚辈谆谆教诲。晚辈不知。蒋文明摇了摇头。第一物名为情人之泪，忠贞不渝的情侣，他们的眼泪最为炙热，一如干将莫邪，以身似炉，为爱殉情。嬴政话音落下，4节断剑便从地上飞了起来，落入熔炉之中。炉火翻涌，火焰之中隐约能看到2道身影。丈夫在铸造兵器，妻子则在一旁守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有一天，兵器成型，但始终无法完成最后一步淬火。丈夫忧思成疾，日渐消瘦。妻子为了帮助丈夫完成心愿，打造出一柄旷世神兵，于是留下遗书，纵身跳入熔炉之中。丈夫看到妻子的遗书之后，痛不欲生。但神兵此时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他不忍妻子心血白费，于是强忍着悲痛，将宝剑铸造出来。此剑以他妻子的名字命名，名为莫邪。为了不使妻子孤单，他又铸造了另一柄剑。在宝剑成型之日，他也如同妻子当年那般，纵身跃入熔炉，以自身淬炼炉火。待炉火冷却，另一柄无锋宝剑出世。后世之人为了纪念他们夫妻2人，便为此剑命名为干将。干将莫邪这一对旷世神兵，象征着最炙热的爱情，非至情之人不可用。画面就此结束。这一刻，全场所有观众，包括那些观看比赛的诸神，也全都沉默了。一些比较感性的人甚至开始轻声啜泣起来。吉尔加美什此时心中警兆大作，像是死亡临近一般。他拼命攻击嬴政，但全都被轩辕下羽剑给挡下了。嬴政身体周围方圆10米范围内，就像是一处禁区，任何攻击都无法落入其中。蒋文明也同样身处其中。这一刻，他眼中不再有擂台，心里也不再有胜负，有的只是对眼前的震撼。第2物名为侠士之血。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士之一怒流血5步，天下缟素。他们的血液最为炙热，一如荆轲，以身犯险，为民请命。嬴政说到这里时，眼中闪过一丝缅怀。荆轲虽然刺杀过他，但他并不怪罪对方，他是王，心中藏的是天下，藏的是万载千秋，而非一时的名声。是对是错，自会有后人去评说。在他成为王的那一刻开始，他便今注定成为孤家寡人。2节鱼肠剑飞起，落入熔炉之中，火焰再次沸腾起来，又是一幅画面出现。画面之中，嬴政高居王座，俯视下方，而他下方跪坐着一名布衣，2人高谈阔论，讨论天下大事。嬴政如同遇到知己一般，将自己的抱负诉说出来。他要一统天下，结束战国之乱，为百姓开辟一个没有战争的盛世，老有所养，又有所依。那名布衣手静静地听着。良久之后，他持一幅画卷，要为他献上地图。待地图展开之时，他陡然从里面抽出一柄短剑，刺向嬴政。秀书王，此剑正是鱼肠。嬴政眼疾手快，侧身避开，拔出腰间佩剑，与之周旋，最终将刺客荆轲击伤。但在场所有人都看得很清楚，并非荆轲杀不了嬴政，而是没有杀。他刻意避开了嬴政，露出破绽，这才被嬴政击伤。以你的实力，5步之内应不会失手才是，为何不杀寡人？嬴政的声音传来。我虽为一介布衣，但也知大王的抱负，我想信你一次，看看大王能开辟出一个什么样的盛世。你既然认同寡人的理念，那又为何出手？你应该明白，若不动手，寡人自会装作不知。自古忠义难两全，我既受人之托取你性命，那断然不能半途而废。待我死后，也算给公子一个交代。此言一出，当场就有不少人泪目。秀书王，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是忠；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是义。在忠义难两全时，荆轲选择了义，选择了相信嬴政，但他不可能活着离开，因为这是不忠，所以他必须要出手。说无颜面对故友也好，说是求个心安也罢，都随着他的死而消失，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蒋文明忍不住念诵出这句壮行诗。荆轲的画面消失，这第3物名为帝王之心。为帝者，当心怀天下，或施仁，或施威，或高洁，教化万民。同样，在危难之时，也应当立于万万人之前，以身为城，庇护百姓。
随着嬴政的话音落下，太阿剑、赤霄剑、纯君剑，剩余的6柄剑纷纷飞起，落入熔炉之中。一幅幅画面浮现，讲述着关于这些剑的故事。不光是这些观众，就连一直想办法攻击嬴政的吉尔加美什，也被这波澜壮阔的史诗级画面所吸引，手上的动作微微停滞，目光一眨不眨地看向熔炉。寡人今日愿以帝王之心，重新淬炼神剑，诸君可愿助我？嬴政对着虚空抱拳一礼问道。虚空一片寂静，没有人回答。蒋文明疑惑地朝着嬴政望去，只见他微微一笑，手持轩辕下雨剑跃入熔炉之中。始皇帝陛下！蒋文明大惊，想要伸手阻拦，可终究还是晚了一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嬴政被烈火包裹。以吾之心助镇国之气。嬴政说完之后，拔出轩辕下雨剑，猛地刺入自己的胸口，血液顺着长剑流出，原本古朴的长剑开始一点点泛红，那9柄断裂的长剑开始一点点融化，9道剑灵虚影化作金色字符没入嬴政的体内，衣服被焚烧殆尽，皮肤也被烈火灼烧开裂，不少人都忍不住低下头，不敢再看。哦！华夏的国运金龙浮现，仰天怒吼，历代帝王先贤的虚影浮现，然后一个个都朝着熔炉飞来，这些不是他们的本体，只不过是他们走之前留下的一部分力量，现在全都进入熔炉之中。火焰陡然暴涨，彻底将嬴政的身躯包裹住，外人再难看到里面的情景。还真是蠢货，竟然打算以身助剑。吉尔加美什在看到嬴政消失之后，忍不住讥讽：“你特么给老子闭嘴！”蒋文明闻言，心底的怒火彻底爆发，反正都要死了，他也豁出去了。嬴政不跟他对骂，那是因为他有涵养、气度。蒋文明可不管这么多，有仇当天报，挨骂当场回，又不是只有你长了一张嘴。星号，你说什么？吉尔加美什大怒，他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敢骂他，还是当着面骂。张口星号，闭口卑贱，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黄毛红眼，你见过有第2个这样的人吗？是不是不知道你父母是谁？要不要我给你介绍2个？作为一部手机就敢跟30多人同时对线的资深喷子，蒋文明骂起人来是丝毫不含糊，不光回对了吉尔加美什自己是星号，甚至还列出证据。最关键是这些话吉尔加美什没办法反驳，更没办法自证清白，因为他确实不知道父母是谁。原本金发赤瞳这独一无二的形象是他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特点，这说明他独特，世界上再无第2人。可到了蒋文明的口中，却成了他血统不纯的证据。你说你不是星号，那为什么只有你长这样？几句话的功夫，直接给吉尔加美什骂破防了。该死的星号，我要捏碎你每一根骨头，我要看着你在哀嚎和求饶声中一点点死去，我要砸碎！小爷给你脸了是吧？信不信小爷分分钟锤死你？蒋文明直接打断他的话。骂人的时候，乃能让对方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必须要自己掌握主动才行。不是我小看你，也就是我们始皇帝陛下有意拿你当磨刀石，不跟你一般见识，真要动手，随便一只手都能给你打得毛都不剩。哦，对了，差点忘了告诉你，你那只手是被我抢走的，你气不气？秀叔王，吉尔加美什是吧？过来给小爷舔舔鞋，小爷待会儿可以考虑把你送到樱花省当个鸭王啥的，以你的长相，卖屁股应该能挣不少。蒋文明不停地用语言刺激对方，说话的时候还悄悄打开了紫金葫芦的塞子。砰！吉尔加美什这次出奇的没有对骂，手中的离乖剑重重地砸在熔炉外围的屏障上面，发出一阵巨响。不上当？难道他发现紫金葫芦了？蒋文明心里有些遗憾。面对宝物众多的吉尔加美什，他手里的宝物也是被克制的死死的。对面拥有全知且全能之心，任何宝物在他面前都无法遁形。I see， 吉尔加美什可以轻松查看他所有宝物的能力。紫金葫芦的触发条件瞒不住对方，这也不足为奇。只不过令蒋文明意外的是，对方在暴怒的情况下还能克制住自己。从这一点来看，吉尔加美什并没有表面展现出来的那么鲁莽，这是一个强大又狡猾的对手。盛名之下无虚事，想赢这种对手还是难了一些。至于出去跟他打，蒋文明想都没想过。以他目前的实力，就算借用帝俊的神力上去，也是被一剑轰成渣渣。他可没那么蠢，就算要打，也是等熔炉消失之后再说。现在还是先苟着吧，最起码等嬴政出来再说。倒不是蒋文明看出来了什么，而是主持人波比一直没有现身，这就意味嬴政应该还没死。虽然不知道对方明明已经以身似炉，还用长剑刺穿了心脏，为啥没死？但这种事他又不是第一次经历了。先前地心不也是失去心脏，还活蹦乱跳的吗？一想到地心，蒋文明又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心脏位置。所有人都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虽然他并不觉得自己能够担负得起，但事已至此，他还是想竭尽所能帮华夏一把。只需再赢一场，他就可以得到第4把造化之药，到时候点亮星路坐标，又可以赢回一批神明。据他猜测，这一次很有可能是天庭诸神。一旦天庭诸神回归，他就将无所畏惧。什么？你说还有希腊神系没打？蒋文明表示，天庭诸神回归后，其他神系一个能打的都没有。等天庭的神明回归，小爷非得好好教教你们，马王爷究竟有几只眼？蒋文明心底暗暗发誓。就在他正胡思乱想的时候，剑炉终于有了动静，咔嚓，清脆的碎裂之声响起，紧接着是炙热的高温袭来。蒋文明被这股热浪逼得连忙后退，周围的那层屏障陡然消失，一股恐怖的风压袭来。蒋文明不敢有丝毫耽搁，直接一个跟头跑得远远的。轰！他原本所在的位置瞬间变成一座方圆10几米的大深坑。杂种，给我去死！吉尔加美什见到屏障消失，没有任何犹豫，直接朝着蒋文明追来。身后的王座迅速变形，眨眼间便变成一架类似战机一样的东西。
吉尔加美什轻轻一跃，跳到上面，身体化作一道流光，朝着蒋文明追去。卧槽，飞行器都整出来了！蒋文明被吓了一跳，扭头就跑，边跑还边沟通帝俊的力量，同时暗暗祈祷，希望嬴政赶紧出来。老大，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可就要玩完了。两人一追一逃，在擂台之中化作两道金光，台下的人都是面面相觑。蒋神刚才不是说一只手就能锤爆他吗？咋跑了？废话，飞行器都整出来了，这不跑留着当靶子吗？只要我的速度足够快，子弹就追不上我。蒋神是的此招精髓啊！蒋神好可怜，不过不得不说，蒋神这速度还真不是一般的快，都出残影了。快有什么用？关键要持久才行。小姐姐，你细说，我不懂。砰！就在蒋文明快撑不住的时候，箭炉终于彻底裂开了，恐怖的高温席卷四周，地面开始融化。原本正在追逐蒋文明的吉尔加美什身子一顿，神色变得凝重起来，因为他真正的对手出现了。只见箭炉原本的位置，此时正伫立着一尊高大的身影，正是之前以身四炉的嬴政。此时的他身体被一层赤金色光芒包裹，手中握着一柄造型奇特的长剑，剑身呈现出赤金色，长度接近2米，宽度也比寻常剑要宽上几倍。靠近剑尖的位置却是镂空的，剑柄下方刻着2个古朴的大篆：镇国。你刚才攻击寡人这么久，现在也接寡人一剑。嬴政的声音传来，语气依旧平静无比。EA！ 吉尔加美什心中警铃大作，毫不迟疑地挥舞手中离乖剑，空间瞬间凝滞。当！金属交鸣声响起，只见嬴政一只手握住镇国剑，正面挡住了这一击。这怎么可能？吉尔加美什面色大变，他的世界切割竟然被人挡住了。别说寡人欺负你一个残疾，寡人让你一只手。嬴政说完之后，直接将左手扶到背后。始皇帝陛下牛逼，一只手捏死他！一旁的蒋文明立即开始呐喊助威。刚才被吉尔加美什追了这么久，还差点身死，早就一肚子怨气了。现在看到嬴政出手，立马开始充当摇旗呐喊的角色。牛逼？什么意思啊？嬴政面露疑惑之色，看向蒋文明。就是很厉害的意思。蒋文明想了想，还是决定用一种比较委婉的说法。你也很牛逼。嬴政点了点头，回了一句：噗，哈哈，始皇帝陛下好可爱。高冷我所欲也，呆萌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兼得。我选始皇帝陛下。完了，高冷男神要被蒋神带坏了。我突然发现，始皇帝陛下也很接地气啊。接地气？我看是接地府还差不多。没看陛下打算单手锤金闪闪了吗？锤就锤呗，反正我早就看金闪闪不顺眼了。别问为什么，问就是仇富。擂台上，吉尔加美什从震惊中回过神来，随即就感到前所未有的耻辱感。自己堂堂英雄王，竟然被人说让一只手，愤怒瞬间击垮了他的理智。向来只有他如此羞辱别人，什么时候有人敢这么羞辱他了？手中离乖剑疯狂挥击，与镇国剑碰撞在一起，发出叮叮当当的脆响。他一口气斩了上百剑，却根本连嬴政的衣角都没有触碰到。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你这个杂！噗！吉尔加美什的话还没说完，就感觉到体内一阵气血翻涌，一口血直接喷了出来。你以为自己很强，在寡人眼中，你不过是一个空有宝物的废物罢了。嬴政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语气依旧平静无比，就像是在阐述一件事实。作为一名帝王，吉尔加美什确实很强，毕竟收罗了那么多宝物。但是作为一名战士，他的剑技只能用4个字形容：不堪入目。你的实力只不过是宝具堆积出来的泡影，离开这些宝具之后，你本身的实力根本不值一提。嬴政说完之后，手中镇国剑再次扬起，炼气之火迅速覆盖整个剑身。斩！咔嚓！断裂声响起，吉尔加美什手中的离乖剑竟然被这一击直接斩断。这不可能，我的离乖剑是天底下最锋利的宝具，怎么可能会被你斩断？吉尔加美什根本没有理会身上的伤势，眼神中充满了疯狂。这可是连世界都能切开的宝具，怎么可能被人斩断？可眼下他的离乖剑确实断成了2截。最锋利？嬴政脸上露出一抹讥讽。看来你什么都不懂。说完这句之后，他也失去了继续战斗的欲望，直接一剑将其消手，收剑入鞘，缓缓转过身，背对着吉尔加美什说道：跟信念比起来，区区一柄剑又算得了什么？吉尔加美什还想开口，可是只剩下一颗头颅的他，嘴巴张合了几下，一个字都没能说出来。身体化作碎片，开始一点点消散，而他的灵魂则被擂台吸收，转化为最精纯的力量保存起来。主持人波比的身影出现，恭喜华夏帝国取得第3场比赛胜利，华夏帝国连胜3场，获得埃及帝国的造化之钥。接连2条公告，瞬间让整个华夏开始沸腾起来。耶！蒋神牛逼，始皇帝陛下牛逼，华夏必胜！蒋神，我要给你生猴子！陛下臣妾想为您暖床。华夏一片欢呼，而埃及则如丧考妣，他们又输了，输的还是他们寄予厚望的英雄王吉尔加美什。砰！金字塔内，至高神拉气的直接将一旁的人类侍女给打成血物。废物！面对拉的怒火，接下来还剩2场战斗，阿努比斯你怎么说？过了片刻之后，拉的怒火渐渐平息，将目光投向阿努比斯。众神都朝着阿努比斯投去一个幸灾乐祸的表情。先前让他出场，他推3阻4，最后还把吉尔加美什给搬了出来。现在好了，吉尔加美什死了，现在想跑都跑不掉。剩下最后2场，对他们埃及神系来说，输赢已经无所谓了。赢了没好处，输了得死人。没有人愿意去，但又不得不去。现在阿努比斯被点名，那其他人被选中的机会就小了一分。阿努比斯一张狗脸上满是汗水，连吉尔加美什都败了，他上去跟送死有什么区别？不，拉就是要让他去送死，
以此来保全其他神。明知道如此，但他依旧不敢反驳，因为不去的话，以拉的性格，绝对会当场处死他，并且吸收他的神力。想清楚其中关键之后，阿努比斯上前一步，恭敬地朝着拉行了一礼。伟大的太阳之神，我阿努比斯愿意为您效劳。事到如今，推脱也是无用。生活就像强 X， 既然不能反抗，那就闭着眼睛去享受。很好。拉见阿努比斯主动站出来，脸色也终于缓和了一些。先前捣乱的人有没有查出来是哪里派来的？拉想起先前吉尔加美什身体被人抢夺之事，扭头看向负责追查的那位动物神，回禀伟大的太阳之神，对方在抢夺到吉尔加美什的一条手臂之后，就被您的神力给消灭了。我们并未查到对方的来历。废物！拉重重地顿了一下手中的权杖，那位动物神吓得连忙跪下，低着头不敢说话。拉刚想继续开口，就感觉到神殿剧烈地震动起来，紧接着一只甲壳虫模样的巨虫出现，这是埃及的国运神兽光明圣甲虫。一条金色锁链缠绕在光明圣甲虫身上，让它发出一阵哀嚎，拼命挣扎，可始终无法挣脱锁链束缚。伟大的太阳之神，我们要不要阻止？阻止？你去还是我去？神话擂台的规则，就连创世神耶和华都无法违背，我与他实力相仿，怎么阻止？拉恼怒地瞪了那位神明一眼。众神见状也不敢再开口，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造化之药被锁链给抽走。与此同时，神话擂台人嬴政手持镇国剑，负手而立，眺望远方华夏区观众，一时之间竟有些失神。陛下！蒋文明小声喊了一句。嬴政回过神来，看向蒋文明，冲着他露出一抹微笑，笑容之中有失落，有怅然，还带着一丝解脱。你如今贵为人王，再喊寡人陛下，多少有些不合适，先前之事多谢了。蒋文明知道他这是在说自己先前帮他解开心结的事。您太客气了，我虽然接受了人王的传承，但在我心中，您仍旧是千古一帝。呵，嬴政轻笑一声，并没有再说什么。如今寡人的劫数已过，也是时候该离开了，这柄剑就当是对你的答谢。嬴政说着，将手中的镇国剑丢给蒋文明。就在蒋文明即将伸手去接时，镇国剑陡然散开，化作10柄造型各异的长剑。这……蒋文明傻眼了，这是什么黑科技？竟然还可以分裂重组？以你目前的实力，还无法使用镇国剑，不过解体之后，你倒是可以逐步获得他们的认可。嬴政的声音越来越远。当蒋文明抬起头时，嬴政的半个身子已经踏入造化之门。恭送千古一帝秦始皇嬴政归位。蒋文明朝着嬴政躬身一礼，他知道对方又要去前线了，这次一别，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嬴政停下脚步，转过身来，深深地看了眼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国家。寡人的子民，自当由寡人来守护。随即毅然决然地踏入造化之门。蒋文明看着对方离去的背影，只觉得心里有些堵得慌。波比的身影出现在蒋文明身侧，伸出手将一枚造化之药递给他。你的战利品，多谢。蒋文明接过造化之药，然后朝着华夏帝国方向高高举起。哦！国运金龙浮现，仰天咆哮，造化之药自动飞入他的口中。华夏万神殿内光芒大作，无数星辰闪耀，最后化作一盏盏油灯落入万神殿内。紧接着，造化之门内浮现出一座恢宏古朴的宫殿。宫殿被云雾缭绕，根本看不清里面有什么，只能隐约看到最外围立着不少雕龙刻凤的白玉石柱，以及门头上刻着的3个大字：南天门。恭迎华夏天庭诸神归位。蒋文明用尽全部力气，声嘶力竭地喊道。拼命挣扎了这么久，终于等到了这一刻，他们华夏的诸神回归了。恭迎华夏天庭诸神回归。观众区的华夏人早就欢呼雀跃起来，不少人甚至喜极而泣。人们彼此相拥在一起，又哭又笑。就连坐在主席台的李建国，此时也忍不住站起来，偷偷抹眼泪。曾经的他们就像是没人要的孩子，有什么苦难都要独自承受。现在好了，家长回来了，他们不奢求这些家长帮他们找回场子，但至少在别人家的大人打他们的时候，不至于跟以前一样肆无忌惮。那座恢宏古朴的宫殿飞到华夏帝国上空，隐没在云雾之中，消失在众人视野内。但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并没有离去，只是在另一个地方看着人们。第4场比赛开始，请双方代表入场。波比的声音打断了众人的欢呼，众人这才想起了跟埃及之间的战斗还没结束，还有2场要打。就在埃及的神眷者准备上台之时，他的身体陡然一僵，随即摔倒在地。这一幕直接给蒋文明看愣了。主持人，你看到了，我都没动手，他就倒下了，这算不算我们赢？蒋文明摊摊手问。波比白了他一眼，刚想伸手去扶那名神眷者，便看到一道金光自空中落下，一名身高5米、狗头人身、手持权杖的神明出现。在他出现的瞬间，那名神眷者体内飞出一道灵魂。阿努比斯一把抓住，看都没看一眼，直接一口吞入腹中。与此同时，他身上的气息肉眼可见的增长了1截，他竟然吞噬掉自己神眷者的神力。蒋文明先是一愣，随即反应过来，看样子埃及诸神是打算破罐子破摔了，直接吞噬神眷者来提升自己的力量。神眷者说好听点是神明的延续，说难听点那就是神明转生的容器。双方的关系很微妙，神眷者可以继承神明的力量，但同样也可以被对方吞噬，用来恢复力量。而这个主导权取决于双方的力量，谁的神性更强，谁便能掌握主动。就拿蒋文明来说吧，他的本命神器是帝俊，如果帝俊打算对他动手，以他的力量根本毫无抵抗之力。如果帝俊神陨，那他便可以吸收对方遗留下来的力量，成为第2个帝俊，并且是以自己的意识为主导。阿努比斯在吸收掉自己的神眷者之后，并没有就此满足，手中权杖朝着地面重重一顿，一道繁奥的法阵出现在他的脚下。与此同时，埃及境内
一座超大型法阵出现在城市上空，无数人的灵魂被法阵吸收，原本几十万人口的城市瞬间化作一片死域。这一下子，不光是华夏的观众，就连其他国家的观众也都被吓到了，动不动就献祭几十万生灵，这些埃及的神也太丧心病狂了。主持人波比见状，眉头一皱，眼中的厌恶一闪即逝。华夏上空，天庭，一群神仙聚集在南天门，对着下方观看。埃及派出了一条狗，我们谁下去？二郎真君不是苏醒了吗？让他家哮天犬去呗，狗咬狗刚好。其实奎木狼也可以。太白老儿，这都多久了，你还跟我记仇？奎木狼有些不乐意的回怼，让他参战可以，但你来一句狗咬狗，这是在膈应谁呢？我是狼好不好？要不火德星君你去，我帮你准备大锅。太白金星又开始怂恿火德星君。太白，你丫想吃狗肉自己去，老是怂恿我干嘛？我又不好这一口。你们没人去吗？没人去，那我下去了。你就别瞎凑热闹了，对付这么一只小狗，你也不害臊，还是交给妖族那边吧。妖族那边这不是还没联系上吗？算了算了，你们都别争了，让小爷下去，回头请你们吃狗肉。哪吒看不下去了，决定亲自下去。狗肉火锅他可是馋好久了，可惜二郎神看得紧，他没机会下手，其他神仙又不喜欢养狗。一想到即将吃上狗肉火锅，哪吒忍不住咽了口口水。正当他准备迈步出去的时候，突然感觉身后有人拉了他一把。哪吒扭头就准备开骂，却看到拉他的是他爹托塔天王李靖。小爷两个字被他硬生生的又给憋了回去。这条狗是冥界的神明，此事归地府管，你瞎凑什么热闹？另一边，地府，丰都大帝和十殿阎王原本正乐呵呵的看着天庭诸神斗嘴，却不曾想吃瓜吃到自己头上了。一群人面面相觑。嗨嗨，李靖说的有道理，这条小狗属于冥府，确实该我们出手。你们谁去？实力太弱，没兴趣。黑白无常、牛头马面，你们四个猜拳，谁赢谁去。好嘞。哼，黑白无常，你们俩业绩够了，这次就让给我们哥俩咋样？牛头露出一个憨憨的笑容。无所谓，谁去都行。这样吧，我们猜拳，给你们个机会，我只出不咋样。牛头和马面对视一眼，然后看了看自己的蹄子，顿时泪流满面，跑到一边墙角画圈圈去了。见白无常一句话搞定俩对视，黑无常忍不住对他伸了个大拇指。老范，咱哥俩就不争了，我先过去，回头喊你。行，我去通知。黑无常很干脆的应了下来。白无常见状，笑盈盈的朝着丰都大帝跟十殿阎王一拜，然后拿起锁链和哭丧棒朝外面走去。华夏代表，请尽快召唤神明参战。听到波比的喊声，蒋文明这才从刚才的震撼中回过神来。正当他准备拨动转盘时，耳边突然传来一阵铃声。小哥，不必这么麻烦了，还是让我们自己来吧。一道声音自他身后响起。蒋文明连忙回头望去，当他看到来人时，整个人吓得一个机灵。只见一张苍白无比、双眼外翻、舌头耷拉到胸口的死人脸出现在自己身后。卧槽，鬼啊！说着，直接一拳砸在白无常脸上，然后一个跟头跑得远远的。这一幕直接看傻了台下的众人。这还是那个对天对地对空气，面前来条狗都敢上去呼一巴掌的讲什么？不就是一个鬼吗？至于这么激动吗？就连一直观看擂台动静的诸神也都是一脸的古怪之色。这小子不是当代人王吗？还是妖族少主？胆子怎么这么小？怂包，一个白无常都能给他吓成这样。哪吒一脸的鄙夷。嗨，其实白无常那张脸确实有点瘆人，我不是害怕，主要是怕他舌头舔到我。众人顿时恍然，这么一想，确实有几分道理。糟了！哪吒突然大叫一声，怎么了？众神疑惑地朝他望去。白无常等会儿抓住那条狗，还能吃吗？众神集体无语，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吃？不过看了看白无常那长舌头，所有人都暗道可惜，狗肉火锅没了。擂台之上，蒋文明只感觉自己的心扑通扑通的跳，他是真的被吓到了，不是被对方的长相吓到，而是对方的身份。白无常啊，专门勾人魂魄的地府鬼差，搁谁身上不害怕？白无常见对方这么大反应，伸出去的手僵在半空，一时之间不知道该不该收回。无常爷，我今年才刚满16岁啊，你要不要来这么早？蒋文明哭丧着脸对白无常喊道。白无常一愣，随即反应过来，对方这是以为自己来找他索命来了，难怪这么大反应。小哥莫慌，我不是来找你索命的，我是这次参赛的神明。白无常无奈地揉了揉自己眼睛，向他解释。还别说，这小子下手还挺黑的，刚才那一拳眼睛都给他锤肿了。蒋文明一听不是来勾自己魂的，立马来了一个180度的变脸，连忙上去双手握住对方的手。原来是自己人啊，误会误会，刚才都是误会。看着蒋文明如此热情的模样，白无常竟然还有点不适应。他身为勾魂使者，所过之处不说人人回避，但也都是能不靠近就不靠近，哪有见过这种阵仗，还敢跟他握手？不过想来自己已经许久没有在世间行走了，可能世人早就忘记他的存在。这是我们地府回归的第一战，必须要打得漂亮才行。白无常心中暗自盘算，待会儿该怎么样才能展露他们地府鬼差的威严。就在他走神之际，蒋文明突然拉着他的手高高的举起来，朝着下方喊道：本场参赛的神明乃是我们华夏神系中地府一脉的勾魂使者，一剑生才白无常谢必安。啥？勾魂使者？卧槽，是鬼差！我听我奶奶告诉过我，在他小时候，他的奶奶曾经听他奶奶说过，人死之后会有勾魂使者过来，带人的灵魂进入一个叫地府的地方，会有判官根据生前的罪行对人进行惩罚，只有洗清罪孽之后才会让人转世投胎。没想到这是真的。哥们儿，那你奶奶有没有说怎么洗清罪孽？听着怎么这么瘆人呢？据说地府里面有18层地狱，会根据人在阳间所犯下的罪行分配，上刀山下油锅，挖眼拔舌，冰冻烈火。
那要是扛不住死了怎么办？死？能去地狱的本就是已死之人，只要进入地狱之中，那便是不死不灭的存在，除非洗清罪孽，要不然别想着离开。他的话还没说完，周围的人都齐齐打了一个寒战。这些刑罚听着都让人不寒而栗，更何况还有一个必须服刑完毕的设定，这让不少人都面露惊恐之色，开始努力回想自己这辈子干过什么坏事。我跟男闺蜜一块睡，应该不算出轨吧？我得赶紧把拖欠的工资补上，这应该不算罪孽吧？呜呜，我偷看隔壁阿姨洗澡，会不会被挖眼啊？你们这算个屁！你们说的这些我全干过，兄弟，我敬你是条汉子。不对啊，照他这么说，勾魂使者应该很恐怖才对。虽然吐着舌头，看着有些瘆人，可是他怎么乐呵呵的？还有他帽子上那个一剑生财是怎么回事？这个没听过那句老话吗？有钱能使鬼推磨，应该是想收好处吧？周围人深有同感的点了点头，表示认可了他的说法。你们别听他瞎扯，勾魂使者只会抓那些有罪孽的人下地狱。如果你平日行善积德，遇到他们不仅不会被勾魂，反而会有好事发生，这才是一剑生财的来由。照你这么说，这不是财神爷吗？不说了，我先给磕一个，一起。随着众人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变成了白无常其实是财神爷的留言。无常也保佑我发大财，无常也保佑我生意兴隆，无常也保佑我家媳妇儿早生贵子。大神你拜错了吧？你懂什么？无常爷是勾魂使者，什么人投胎不都得经过他的手？我现在拜一拜，让他给我挑一个好孙子，这不很正常吗？有道理，那我也拜拜。你也挑孩子？不，我挑孩子他妈。台下人的祈福全都传入天庭诸神和地府诸神的耳中。天庭之内，大意了呀！地府这业务扩展也太狠了，老赵你怎么看？太白金星看向一旁的财神爷赵公明，老子看个屁！谢必安这混蛋，连我的工作也敢抢，从今往后这个梁子算结下了。财神爷赵公明气得吹胡子瞪眼，不行，不能只让地府那群人出风头，我们天庭的神也得去露个脸，要不然这业务还不都被地府给抢了？有道理，下一场我们去。地府之中，丰都大帝和十殿阎罗都面露古怪之色，没想到几百年没回来，人间竟对我们地府如此热情。十殿阎罗面露欣慰之色，不错，这一届的人类我很喜欢，回头捉2美人加10年阳寿。丰都大帝抚须笑道，看样子以后要多让他们出去走动走动。我们地府的名头都让西方那些秃驴给败坏了，现在好不容易恢复过来，必须要维持住。听说人间现在流行恐怖屋，回头定期组织旅行团带人过来参观一下，经费不够的话，地点就暂时定在18层地狱了。如此也好，提前感受一下我们地府的氛围，也好明白自己将来去了。十殿阎罗你一言我一语，直接把地府未来的规划给安排好了。擂台上，白无常那张苍白的脸上此时竟然多出一抹红晕。现在的人也太热情了，这信仰之力蹭蹭的往上涨，还有这香火，真是怀念啊！看着周围环绕的香火气，白无常猛地一吸，将其吸入腹中，脸上露出一抹缅怀和欣喜。一剑生财，手中哭丧棒挥舞了一下，无数绿色荧光飞出，洒向华夏观众区。啊，我的股票涨了，我买的彩票中奖了，我家要拆迁了，重金求子的广告是真的，傅姐约我见面。一道道兴奋的声音响起，不少人都开始欢呼起来。蒋文明听着下方的叫喊声，那是一脸的懵逼，差点连他都以为眼前的不是白无常，而是财神爷。现在不拜财神，改拜无常了。就在他思考是不是打开方式不对的时候，耳边突然传来波比的声音。本场比赛由华夏勾魂使者白无常对阵埃及冥界死神阿努比斯，比赛即将开始。白无常闻言，一甩自己的长舌头，笑盈盈地走向擂台。你们华夏这是看不起我吗？竟然派你一个小小的鬼差过来。阿努比斯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心底却是乐开花了。如果是其他正神来，他根本不可能是那些神的对手，可是对方竟然只派了一个小小的鬼差。在他的印象中，鬼差的地位类似于他，但他并不知道，在华夏神话体系里面，地位并不代表着实力。黑白无常确实是鬼差，但他们还有另外一个职位，10万阴兵统帅。地府只能亡魂无数，鬼差、阴兵自然也不在少数。而作为最出名的2大鬼差，黑无常、范无赦、白无常、谢必安2人也自然身居要职。只不过地府不比天庭，没事抓个妖出个魔啥的，他们只负责亡魂接引，所以通常情况下很少派出大批阴兵。反过来说，一旦出现大规模阴兵，那就意味着天下大乱，生灵涂炭。白无常听到阿努比斯的话之后，脸上的笑容愈发浓郁起来。死神阿努比斯，你的阳寿已尽，且随我回地府受刑去吧。说完之后，从怀中取出一枚令牌，令牌黑底红纹，上面还刻着一个居字。哈哈，可笑，你一个小小的地府鬼差也敢在我面前放肆？我可是冥界的死神！阿努比斯哈哈一阵大笑，根本没把白无常放在眼里。哎，我就知道，好声好气的巨人根本行不通，所以你是想抗命吗？白无常说到最后一句时，语气陡然变得阴森起来，头顶帽子上的文字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原本帽子上写的是一剑生财，可是现在却变成了你可来了。这让蒋文明想起了前世关于黑白无常的传说。相传黑白无常行走阳间之时，若遇到善人，头顶便会出现一剑生财，天下太平；若是遇到恶鬼、坏人，他们头顶的帽子便会出现你可来了，正在捉你。显然阿努比斯是被归类于恶鬼这一行列了。抗命？笑话！你们华夏的神还管不到我头上？阿努比斯不屑地冷笑一声，手中权杖重重地在地面上一顿，无数怨灵、恶鬼自他脚下爬出，张牙舞爪地朝着白无常爬去。阎王让你3更死，绝不留人到5更。白无常说完之后，手中锁链甩出，那些怨灵恶鬼在接触到锁链之后，纷纷呆立在原地。
紧接着，锁链就像是有生命一般，自动将这些恶鬼怨灵给束缚住，看上去就像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一样。不过，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只是眨眼间的功夫，这些恶鬼怨灵便被锁链吸收，只露出痛苦哀嚎的面孔，时不时在锁链上浮现。阿努比斯瞳孔一缩，他没想到眼前这个不起眼的鬼差实力竟然如此恐怖，仅仅一招就消灭了这么多怨灵。有点本事，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抓多少。阿努比斯手中权杖再次一顿，身后出现一个黑色漩涡，无数恶灵木乃伊自里面爬出，数量之多，一眼望不到尽头。你这是想以多欺少了？白无常面色依旧笑盈盈的。你说的没错，我就欺负你人少，我冥界之内还有千万亡灵，堆也能把你堆死。阿努比斯咧嘴一笑，显然是打算把人海战术进行到底。比人多是吧？老黑，来活了！白无常不置可否地甩了甩长舌头，挥舞手中锁链，在虚空中画了一个圈，虚空裂开一道口子，露出另一番景象。这赫然是地府里面的场景。只见丰都大帝端坐高位，十殿阎罗分列两旁，更外面是判官和牛头马面，以及他们身后那数不清的阴兵，青面獠牙，面目狰狞。可以说，人们能想到的任何恶鬼形象，在这一刻都出现了。粗略一看，数以亿计。阿努比斯的那张狗脸瞬间变得精彩起来，有错愕，有难以置信，更多的还是惊恐。尤其是他看到最高处的那11道身影时，心里的恐惧瞬间达到顶点。每一位都堪比太阳之神拉，最上方的那位更是让他有种不敢直视的感觉，仿佛看他一眼都是对他的大不敬。黑无常范无赦很想咧嘴一笑，可惜他一直哭丧着脸，笑起来更加狰狞恐怖。他先是朝着丰都大帝等人行了一礼，然后扛着哭丧棒迈入传送通道，在众神错愕的目光中，竟然真的来到了擂台之上。奥林匹斯山上，这怎么可能？华夏怎么能派出2位神明出战？战神阿瑞斯一脸的错愕，不是2位，是1位。战争女神雅典娜开口解释，怎么回事？华夏神系讲究阴阳调和，这2位神明气息一阴一阳，彼此纠缠，更像是一体双生，跟之前的金银童子一样。还有这种事？可他们为什么会是2个独立个体？这我就不知道了。华夏神系很古老，也很神秘，与他们为敌太不明智了。妹妹，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父神的意志我们根本无法违背。哎，诸神的黄昏要来了，哥哥，你如果不想陨落的话，还是随我一起离开吧。你真的还要去前线？那里更危险。我们是神，应该庇护我们的子民，我宁愿战死沙场，也不想跟这些曾经的战友为敌。雅典娜神色复杂，哪怕是以她的智慧，也想不出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他们明明可以成为最亲密的战友，现在却不得不兵戎相见。阿瑞斯没有说话，只是紧握的拳头显示出他内心的不平静。雅典娜看了阿瑞斯一眼，并没有继续劝说，而是转身朝着后方的众神殿走去。埃及金字塔内，太阳之神拉在看到擂台上的场景之后，气得当场破防。阿努比斯这个蠢货，竟然让对方打开冥界通道，该死！该死！拉快被气炸了。就刚刚那一瞬间，他就感觉到自己被人注视到了。虽然对方只是随意瞥了他一眼，但那种气息让他感觉到恐惧。华夏的神明有多强，他比在场任何人都要清楚。他当初可是亲眼看到画面中端坐高位的那尊神明，仅仅一击就将一位比他还强的邪神灵魂给捏爆了，无可匹敌。那是他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场景。在域外战场上，像他这样的神明，根本连第一梯队都挤不进去，更不用说统帅级了。可在那里，就连统帅也死了好几位，第一梯队的神明更是死了几十位。也就是他们这种第2梯队的神明，对付的都是一些弱小的邪神，这才能侥幸真身回归。他不知道华夏这次回来的神明里面有多少是真身，有多少是只有部分残魂，但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回来了，以那些圣人留下的后手，只要能回来，便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恢复，这只是时间问题。一旦等这些神明恢复，必定会清算他们。叛徒在任何时候都是无法原谅的存在，这一点拉本身心知肚明。看样子只能选择那种方法了。拉不想死，要不然也不会背叛诸神。闪身离开神殿，来到自己的陵寝，手中权杖点在一个金色匣子上面，上面的封印开始一点点解除。拉看着这个金匣子，期待中带着一丝恐惧。打开金匣子，露出里面的物品，这是一颗还在跳动的心脏，只不过心脏上面长着一颗眼睛，正在一眨不眨地看着他。不祥的气息在陵寝内弥漫，各种负面情绪不断在拉的脑海中浮现，让他有种毁灭一切的冲动。拉连忙将金匣子盖住，重新封印起来，这才感觉那股暴躁的情绪消失。与此同时，天庭之中4位帝君同时睁开了眼睛。邪魔的气息，莫非有人被邪魔污染了？封锁天庭，用照妖镜排查一遍所有回归的人。地府之内，丰都大帝也面露疑惑之色，怎么感觉到了邪魔的气息？这里是他们的世界，那些邪魔根本不可能来到这里，除非有人被邪魔污染了。丰都大帝想到这里，面色陡然变得严肃起来。传令下去，封锁地府，不许任何人进出，你们几个下去查一下，有没有邪魔混入我们这里。是。因为是刚回来，不少神仙都急着恢复元气，所以都会降临到各自的庙宇中吸收香火供奉，这也导致这些大佬一时之间也无法确定是不是他们的人出了问题。邪魔的手段千奇百怪，他们也只能一点点排查。擂台上，蒋文明还在津津有味地看着比赛，原本以为就白无常自己，却没想到黑无常也来了。不过想想也是，这2人形影不离，就跟连体婴一样，能同时进入擂台也不足为奇。黑无常是一位身材矮小、面容黝黑的神明，整天摆着一张哭丧脸，跟白无常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他出现之后，白无常果断脱离战圈，把位置留给他，自己则是一甩锁链，
将那些怨灵恶鬼全都给丢入地府之中。至于这些恶鬼怨灵会不会对地府造成什么影响，他们一点都不担心。恶鬼就算是整个埃及神系全去了，也翻不起什么浪花，最多是为他们挑选地狱麻烦一些。不过这又不关他们哥俩的事，审判那是判官跟阎王爷他们的事，他们只负责抓鬼勾魂。一下子丢进去上千只恶鬼怨灵，牛头马面顿时兴奋起来。老马，一人一半。行。两位鬼差取出锁魂链，就跟老鹰抓小鸡一样，一个个给他们逮起来，送到判官面前。判官面带微笑，这么多年没工作了，突然还有点小兴奋，是怎么回事？还没等他脸上笑容消失，又是一批恶鬼怨灵被送到他面前。这次足有5000多只，这俩孙子就是见不得我偷懒是不是？一下子送来这么多恶鬼，这得审到什么时候？还不等判官吐槽完，就看到又是一批恶鬼怨灵被送了进来。判官的脸色顿时黑绿黑绿的。完了，休假期提前结束。不过当他翻开生死簿的时候，这才想起眼前这些恶鬼怨灵好像不是华夏的。一想到这里，他连继续审的心情都没了，直接朝着牛头马面喊道：别带过来了，直接丢进18层地狱。牛头马面闻言眨巴了一下大眼睛，一脸的不解。判官见状，上去就是一人一巴掌。你们俩憨货，这些鬼不在我们的生死簿上，查不到他们的生平信息，直接丢18层地狱去，先服刑1万年。牛头马面听完解释，这才恍然大悟，连忙让阴兵拉着这些恶鬼去18层地狱。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恶鬼怨灵被送进来，牛头马面他们俩也有些忙不过来，求助似的看向判官，似乎是在问怎么办。你们傻呀，不会直接打开18层地狱，让黑白无常直接把鬼丢进去吗？判官还是你聪明，这么好的办法我们怎么没想出来呢？嘿嘿嘿。牛头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嘿嘿傻笑。判官一手扶额，被这俩憨货气到没脾气。擂台之上，黑白无常配合默契，黑无常对付那些拥有实体的木乃伊，而白无常则对付怨灵恶鬼。抓到之后看都不看，直接丢入地府之中。阿努比斯刚开始还没感觉有什么，毕竟冥界之内有千万亡灵，可是很快他就感觉到了不对劲，就这一会儿功夫竟然损失了好几万，而且对方似乎根本没什么消耗，反倒越来越精神了。他并不知道黑白无常勾魂索命乃是遵循天道规则，每抓一个恶鬼进入地府，他们便会获取一点功德之力。阿努比斯释放出这么多恶鬼，对他们来说是千载难逢的业绩。黑白无常甚至有种冲到对方地盘抢人，不，抢鬼的冲动。他引以为傲的人海战术在黑白无常面前不仅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倒像是给对方送业绩，这让阿努比斯有些无法接受。灵魂汲取，手中权杖重重砸在地上，一股波纹自他脚下扩散出去，身后漩涡内的亡灵不再冲向黑白无常，反倒是朝着他冲去。阿努比斯张开嘴巴，用力一吸，无数怨灵恶鬼被他吸入腹中，他的身体陡然暴涨一大截，变成10几米高的巨人形象。咦，变大了？白无常有些诧异的看向阿努比斯，老白，业绩没了，要不然我们直接狙他吧？行吧，这个狗头神看着挺猛，没想到这么不中用，这才一会儿功夫就不行了。白无常有些遗憾的甩了甩长舌头，老白小心！黑无常突然甩出手中锁链，缠绕住白无常的身体，将他拉到自己跟前。就在白无常离开原地的瞬间，一柄长矛定在他之前所站立的位置，周围不知何时多出了10几只手持兵器的木乃伊。仔细看去，这些木乃伊好像并非真正的尸体，而是由沙子和果实布做出来的傀儡，只不过这些傀儡里面被塞入了灵魂。活偶术，黑无常范无赦一眼便看出了这个法术的原理。老黑好像来硬点子了。白无常谢必安扯了扯嘴角，勾勒出一抹诡异的微笑。作为地府的鬼差，他们整日游荡在人间，什么样的恶鬼怨灵没见过？活偶术是一种极其恶毒的术法，施法者制作出傀儡后会将活人灵魂塞进去，这样一来傀儡便有了灵智。因为身体是傀儡的缘故，无论受到什么样的损伤都能迅速恢复。只不过大多数人制作活偶都是用木料或者陶土制作，像阿努比斯这种使用沙子和果实布的，他们也是第一次遇到。沙漠降临，阿努比斯手中权杖重重砸在地上，原本坚硬无比的地面迅速变成黄沙，那些活偶木乃伊就像是融化了一般，直接遁入沙漠之中。黑白无常见状，手中锁链同时甩出，锁链就像是拥有灵智一般，直接钻入沙漠之中。片刻之后，4团果实布自沙漠之中钻出，周围黄沙凝聚，眨眼间就变成木乃伊模样。黑色锁链在此时也从地底冲出来，瞬间贯穿了木乃伊的身体。砰！木乃伊身体化作一堆黄沙，果实布就好像灵活的毒蛇一般，再次钻入沙漠，消失不见。这一幕看得两人眉头直皱，身体内没有灵魂，应该是附在了果实布上面。黑白无常迅速交流一番，再次挥舞手中锁链。可惜那些果实布太灵活了，再加上他们可以随时凝聚黄沙，这导致两人手中的锁链根本无法缠绕住他们。阿努比斯看着两人不停地攻击果实布，嘴角露出一抹冷笑，一滴血液自他手指上滴落，悄悄没入脚下的黄沙之中。他的动作很隐蔽，黑白无常并没有察觉出异常。咻！一只由黄沙凝聚出来的长矛自地底冲出来，目标正是四下搜寻果实布的白无常。黑无常反应极快，手中哭丧棒甩出，直接撞在那根长矛上面。砰！长矛化作一片黄沙消散，哭丧棒迅速飞回黑无常手中。还不等他松口气，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阵破空声。咻！咻！咻！10几道长矛朝他们俩飞来。白无常见状，手中锁链一抖，在空中迅速旋转，形成一面盾牌。砰砰砰！接二连三的碰撞声响起，那些黄沙长矛撞在锁链上，化作一片黄沙。老黑好像有点不对劲。
确实有些不对劲，我感觉周围好像有很多灵魂在朝我们聚拢。黑无常那张哭丧脸此时更加难看。就在这时，周围的黄沙突然向上凸起，迅速凝聚出一道道人形轮廓。这些沙兵手持由黄沙凝聚出来的武器，一步步朝着黑白无常靠拢，而且数量也越来越多，放眼望去，已经有上千只。这么多，应该可以了。行吧，不陪他玩了。黑白无常对视一眼，同时将自己手中的哭丧棒插入脚下黄沙之中。脚下的黄沙就像是受到了什么污染一样，开始朝着黑色转变。腐臭的味道自黑色地面散发出来，随着黑色区域越来越大，地面开始鼓鼓的冒出暗黄色的泉水。台下的蒋文明见到这一幕，终于明白过来，眼前的场景是哪里了。黄泉路。黄泉流得很快，只是短短几分钟便将整个沙漠给吞噬掉大半。那些活偶木乃伊在接触到黄泉水之后，就像是陷入泥沼一般，任凭他们怎么挣扎，都始终无法挣脱出来，一点点沉入其中，直至彻底消失。阿努比斯大惊失色，他想不明白自己的黄沙士兵怎么会这么快就被消灭。要知道，他当初可是用这一招击败了很多比他还强的神明。黄沙士兵不死不灭，哪怕是身躯被毁，也能迅速恢复。可为什么在接触到那些泉水之后，直接消失了，甚至连一点水花都没能溅起？他想不明白。黄泉水还在不断蔓延，已经快要蔓延到他的脚下。阿努比斯不敢大意，身体快速后撤，手中权杖顶端开始亮起黄光，脚下的黄沙开始翻涌，将蔓延过来的黄泉水给隔绝在外。以死神之名，醒来吧，我的仆人！权杖重重地顿在地上，脚下的黄沙顿时像沸腾了一样，开始不断的翻涌。一对狰狞的巨鳌猛然探出地面，紧接着一只身高5米的人形巨蟹出现。蝎子王！蝎子王在冲出地面的瞬间，8条腿便开始飞速移动，挥舞着巨大的蝎鳌朝着黑白无常冲去。脚下的黄泉水中伸出一只白骨形成的手臂，试图抓住他，将他拉入水中。可是在他那恐怖的力量之下，纷纷被挣断，甚至连减缓速度都做不到。黑无常见状，手中锁链一抖，想要缠住对方。锁链缠绕在蝎子王巨鳌上，就像是烧红的烙铁遇到了皮肉，发出滋滋的声音。吼！蝎子王发出痛苦的嚎叫，巨鳌挥舞，直接将锁链另一头的黑无常给甩飞出去。白无常见状，也连忙抖出锁链，缠住蝎子王另一只巨鳌。为了避免自己也被甩飞出去，他直接将另一头锁链缠在脚下的哭丧棒上面。与此同时，从怀中取出一枚木质令牌，这是类似于古时候衙门拿人的那种令牌。可是，在白无常取出来之后，令牌陡然变长，变成足有1米长短板子。令牌上面刻着4个大字：五雷号令。另一边，黑无常也是有样学样，将手中的锁链迅速缠绕在哭丧棒上面，也从怀中取出一枚令牌。这枚令牌上面刻着总召万鬼。两人一左一右，同时冲向蝎子王。就在即将触碰到对方之时，地面上陡然升起2面沙墙，将黑白无常的去路给拦住。2枚令牌打在沙墙之上，直接将其打散。可就是这么一耽搁，也给了蝎子王反应的时间。只见他双鳌用力一正，将双臂交叉，巨鳌卡住锁链，用力一剪，咔嚓，2声脆响，缠绕在他手臂上的锁链直接被剪成2截。不好！黑白无常暗叫不妙，锁魂链被剪断，蝎子王突破束缚，2只巨鳌左右挥动，就跟拍苍蝇一样，直接将两侧的黑白无常给拍飞出去。蒋文明清晰地听到骨骼碎裂的声音，身体都有些变形，也就是他们俩是鬼差，换成活人的话，估计血都得喷出来1斤。蝎子王的力量太强了，黑白无常2位鬼差根本无法正面抵挡。就在他们俩落下的瞬间，一片流沙直接将2鬼包裹住。阿努比斯脸上露出残忍的笑容，手中权杖再次散发出土黄色光芒，流沙开始迅速蔓延，直至将他们俩彻底包裹住。蝎子王8条腿迅速滑动，来到白无常所在的那尊沙雕面前，扬起锋利无比的巨鳌，直接朝着他的脑袋剪去。蒋文明看得心惊肉跳，这一剪下去，估计白无常的脑袋都有被捏得稀巴烂了。砰！沙雕爆碎，化作漫天黄沙。可是蒋文明却惊讶地发现，黄沙里面并没有白无常的身影，遁走了。蒋文明连忙开启火眼金睛，目光扫视周围，可是什么都没有看到。不对，好像黄沙之中多出了一缕白烟。还不等他想明白怎么回事，蝎子王便挥舞着巨鳌，重重地砸在黑无常所画的沙雕上面。沙雕爆碎，里面同样什么都没有，只是这次散发出来了一缕黑烟。哈哈哈，华夏的神也不过如此。阿努比斯仰天大笑，俨然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啊，2位无常也死了？不会吧，明明刚才那么厉害，怎么会说？可是现在连尸体都被砸得粉碎，这根本不可能活下来吧？他们好像是鬼差，我记得鬼差没有实体。好像有点道理。可就在这时，蒋文明清楚地看到那一黑一白2团雾气竟然缓缓融合到了一起。阿努比斯的笑声陡然一顿，他也察觉到了异常，连忙朝着2团雾气看去。只见雾气缓缓凝聚出人形轮廓，此人身材高挑，前后各长着一张脸，头上戴着高高的帽子，一面黑一面白。黑色那面写着正在捉你，对应着哭脸；白色那面写着你可来了，对应着笑脸。右手拎着一根黑白相间的哭丧棒，左手握着一块令牌，令牌正面刻着五雷号令，令牌反面刻着总召万鬼。在这尊身影出现的瞬间，不知怎么的，蒋文明竟然突然打了个寒战。或许这位才是真正的无常统帅。蒋文明想到黑白无常执掌阴兵的传闻，最开始他还在想是黑无常还是白无常，现在看来应该是他们融合后的这位才是。蝎子王，给我撕碎他！阿努比斯也感受到面前这个怪物带来的压力，
那是一种不祥的气息，仿佛是天地间最恶毒的诅咒一般，哪怕多看一眼都会感觉到不舒服。蝎子王得到命令，飞快地朝着无常统帅冲来，手中的巨鳌左右挥动，想要将对方给捏碎。畜生，还敢放肆！一道尖锐的声音自无常统帅口中发出，明明是一道声音，可偏偏发出两种声调，这让人听得只觉头皮发麻。随着他的话音落下，手中哭丧棒直接朝着蝎子王打去。砰！哭丧棒与巨鳌相撞，无常统帅直接被打得后退几十米，而蝎子王则发出痛苦哀嚎，嚎叫声传遍整个擂台，哪怕众人没看到他受伤，也能感受到他此时的痛苦。这是专门针对灵魂的法宝。蒋文明第一时间就想到其中关键。在华夏民间，哭丧棒通常都会用柳木制作，而柳木乃是4大鬼木之一，不仅可以封印子孙，同样也能制作克制鬼魂的法器。柳枝打鬼，打一边矮3寸。柳树1000年之后，若是不死，便有了灵智，需要渡雷劫；若是成功，便可以化形成为精怪。只需再修炼些年月，积累些功德，便能在城隍爷那里讨一份差事，从此成为地府正式编制。但如果无法渡过雷劫，那便身死道消。他们残留下来的躯体，便是这1000年雷击柳。这种材料对地府的鬼差来说是1等1的宝物，不仅具备养魂作用，同时还可以克制魂体。而黑白无常手中的哭丧棒更是1000年雷击柳中的极品。这是逢春雷击柳。所谓逢春雷击柳，就是1000年柳树度雷劫失败死去，但又在原本的枯木上重新生根发芽，不仅具备死气，同时还具备了生气。当年丰都大帝偶然获得这种宝物，便将其制作了一根哭丧棒。后来因为黑白无常表现出色，便将这件宝物赏赐了他。因为这件宝物威力巨大，所以平常时候都是1分为2。白无常持白色哭丧棒，主赏；黑无常持黑色哭丧棒，主罚。行走在阳间之时，遇到良善之人，白无常便会用这件宝物为他们赐福，为他们消弭灾祸，好运连连。若是遇到凶恶之人，黑无常便会用黑色哭丧棒对他们进行惩罚，减福消寿，厄运缠身。一旦2根哭丧棒融合，那便会拥有雷电的特性。雷电乃是至刚至阳之物，专克邪祟，可以说是亡魂的天然克星。蝎子王虽然肉身强大，但终究还是亡灵，面对这种专克灵魂的宝物，他也扛不住，仅仅一击便将他给打成重伤。阿努比斯听着蝎子王那痛苦的哀嚎，眼眸之中闪过一丝愤怒，手中权杖一点地面，无数恶灵自地底爬出，飞速地朝着蝎子王扑去，只是眨眼间便爬满了他的身体。那个狗头人想干什么？哥，那是胡狼。哎，都一样，他们是不是内讧了？不会吧？这时候内讧不是找死吗？快看，那只蝎子在吞噬那些恶灵。有人惊呼出声。只见擂台上，蝎子王用巨鳌抓住那些恶灵，就跟于大爷抽烟一样，一口一个。只是眨眼间的功夫，几十只恶灵便被他吞噬一空，而他身上的气势也开始一点点恢复。卧槽，自带充电宝啊！这是埃及诸神真会玩，一个个都可以转职当奶妈了。哎，看来又是一场消耗战。还不等众人话音落下，就看到阿努比斯手中突然多出来一座天平，天平一端放着一根羽毛，而另一端则放着一颗心脏。但诡异的是，这两者之间却保持在一个平衡状态。蒋文明在看到这一幕后，瞳孔骤然一缩，他想起来了，阿努比斯除了被称为死神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称号——心脏称量者。相传他会把死者的心脏放到天平之中，另一端放着真理女神的羽毛。若是心脏比羽毛重，那怪物阿米特就会出现将心脏给吞噬；如果心脏比羽毛轻，那便会被他带入冥界。可这是针对凡人而言，现在他的对手是融合后的黑白无常，难道他打算用这种方法称量黑白无常的心脏？蒋文明有些无语，黑白无常的躯体乃是阴阳2气所化，有没有心脏都是一回事。现在他竟然想用这一招称量黑白无常的心脏。此时的无常统帅还在和蝎子王交战，双方打得有来有往，根本没有注意到阿努比斯的小动作。蝎子王明显不是无常统帅的对手，但奈何对方的恢复速度太快，哭丧棒打在对方身上，虽然造成不小的伤害，但很快就会被其余恶灵给补充修复。面对这种皮糙肉厚的对手，无常统帅也没有太好的办法，毕竟他擅长的是抓鬼勾魂，并非肉身力量。老黑，这些恶鬼太多了，这样耗下去对我们很不利啊！你想怎么办？要不然直接把18层地狱召唤出来吧？啊，万一出事了怎么办？有大帝和阎君他们坐镇，出不了事，再拖下去，就算打赢了，回去也得被那俩憨货嘲笑。行，就按你说的办。两张面孔背对着彼此，开始商量。蝎子王修复好灵魂之后，再次朝着他冲来。就在这时，无常统帅的脑袋突然来了一个180度旋转，原本的黑无常瞬间变成了白无常。白无常口中的长舌头甩出，就像是一道钢鞭，重重的抽在蝎子王身上。还不等对方反应过来，那条长舌头就像是活过来了一样，迅速将蝎子王的2只巨鳌给束缚起来。老黑动手！白无常咬着舌头喊道。黑无常骤然从他身体中走出，手持黑白相间的哭丧棒，重重的打在蝎子王头上。蝎子王吃痛，就想继续吞噬恶鬼，却看到黑无常取出那枚红黑相间的令牌，五雷号令，诛邪必异。说完之后，将其直接插入蝎子王的背上。令牌在插入蝎子王身体后，上面开始闪烁起黑色雷光。那些恶灵刚一靠近蝎子王，就直接被黑色雷电给打成飞灰。老白，动手！黑无常冲着白无常喊道。厉鬼魂，无常索命。原本被蝎子王剪断的锁魂链，重新被黑白无常握入手中。此时白无常已经收回了舌头，黑无常则甩出手中的锁链，锁链末端凭空出现一个铁钩，毫无阻碍地没入蝎子王体内。勾魂成功。见到这一幕，黑白无常这才长舒一口气。
先前对方阳气太足，锁魂链无法触碰到对方灵魂。蝎子王虽然是亡灵生物，但却并非死物，他的肉身生命力很强，只是灵魂因为被钢塞进去，所以比较脆弱，这也是对方无法承受哭丧棒攻击的重要原因。经过刚才一番战斗，加上白无常用长蛇吹散了对方不少阳气，这才能勾魂成功。作为灵魂体，一旦被锁魂链勾住，任凭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别想挣脱。这是地府鬼差的专属法宝，也是丰都大帝亲手炼制的宝物，专门用来对付怨灵恶鬼。正当两人打算将蝎子王的灵魂丢入地府之时，他们脚下突然亮起一片光芒，繁奥的符文自他们脚下的黄沙中浮现，迅速勾勒出一座法阵，一道道金色锁链将两人给束缚起来。下一刻，一座巨大的金色天平出现，黑白无常只觉天空一暗，抬眼望去，只见一张巨大狰狞的狗脸出现在两人视线中，正是阿努比斯。老白，这个狗头人怎么变这么大？黑无常有些好奇地问。白无常翻了翻他那双凸起的死鱼眼，含糊不清地说道：“不是他变大了，是我们变小了。”变小了？黑无常疑惑地看了眼四周，发现他们周围的景物都巨大无比，这才意识到他们是被对方给阴了。天平称量，罪孽显现。阿努比斯手中出现一根白色的羽毛，轻轻地放在天平的另一端，脸上带着一抹讥讽的笑容。这是他的特殊法则，一旦进入天平之中，便无法回避。如果称量结果比羽毛重，那对方就会被怪物阿米特给吞噬；如果对方重量比羽毛轻，那他便可以带着对方的灵魂回归冥界。无论是哪一种结果，对他来说都是好事。然而下一刻，阿努比斯脸上的笑容凝固住了，因为天平毫无变化。他刚开始还以为自己眼花了，甚至用手揉了揉眼睛，可是结果依旧毫无变化。黑白无常就像是没有重量一样，始终跟那根羽毛保持在平衡的状态。这怎么可能？你们两个怎么会没有一丝罪孽？阿努比斯有些难以置信。别说是恶鬼，哪怕是神明，也不敢保证自己没有一丝罪孽在身，除非是那些已经彻底超脱的圣人。可眼前这两个明明只是最普通的恶鬼，他们是怎么做到没有一丝罪孽在身呢？见到阿努比斯这副模样，黑白无常对视一眼，突然哈哈大笑了起来。老白，你看这个狗头人那表情，他好像很吃惊啊。黑无常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老黑，人家都这么热情招待我们哥俩了，咱也得好好回礼才行啊。白无常桀桀怪笑起来。阿努比斯见两人这副模样，心里突然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还不等他做出反应，突然感觉到脚下一软，整个人顿时无法动弹了。埃及的死神，你的审判我们哥俩体验过了，现在也请你体验一下我们地府的热情。白无常桀桀怪笑，身影陡然化作一缕白烟，挣脱天平的束缚，回到地面上。黑无常也如法炮制，化作一缕黑烟挣脱。18层地狱开！两人一左一右同时握住地上的哭丧棒，随着两人的话音落下，地面陡然裂开一道缝隙，腐臭血腥的味道扑面而来，而裂隙之内传出无数灵魂痛苦的哀嚎之声。阿努比斯脸色一变，就想挣脱束缚，因为他在那道裂隙里面感受到了恐惧。黑白无常两人的身影一闪，瞬间出现在阿努比斯身前，二话没说，上去就是一脚。欢迎来到18层地狱！阿努比斯的身体被两人给踹入18层地狱之中。主持人波比的身影出现，想要阻止，可惜还是晚了一步。他比任何人都明白掉入18层地狱的后果，多好的一大笔神性和神力，就这样被地府给截胡了。波比幽怨地看向黑白无常，刚想宣布比赛结束，却听到埃及神系传来一道声音：阿努比斯并未身死，比赛继续。波比一愣，随即脸上露出一抹意味不明的笑容。死鸭子嘴硬，都到这时候了还不认输？反正他是裁判，谁输谁赢对他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不能捞到好处。现在阿努比斯的灵魂落入地府，他也懒得去索要了。既然埃及想要看，那就让他们看看好了，这片来自华夏神系中最恐怖的境地。只见他手臂一挥，擂台上顿时浮现出阿努比斯此时的情况。他的肉身在落入地府的瞬间就被黄泉水给腐蚀殆尽，此时只剩下一道神魂。两头长着牛头和马面的巨兽一左一右拿着锁链和枷锁将他束缚住，直接丢入拔舌地狱。阿努比斯在被枷锁给锁住的瞬间，一身力量全部消失，就如同一个最普通的恶灵一般，被一名阴兵捆绑在一根铁柱上。他抬眼望去，周围密密麻麻的全都是这种铁柱，每根柱子上都束缚着一道灵魂。一名统领模样的阴兵走了过来，只是随便看了他一眼。挑唆是非，说谎骗人，按律师以拔舌之刑，刑期1000年。说完之后，看都没再看阿努比斯一眼，扭头就走。阿努比斯还没想明白什么意思，就看到一名阴兵走了过来，手中拿着一把钳子。张嘴！阴兵呵斥一声。阿努比斯不为所动，只是面露不屑之色。他可是冥界死神，哪怕力量被封印，也不是区区一名阴兵能够驱使的。那名阴兵见他不配合，也不生气，抬起腿对着他裆部就是一脚。啊！阿努比斯发出撕心裂肺的痛呼声。那名阴兵眼疾手快，手中铁钳迅速塞入阿努比斯口中，然后一捏一拉，他的舌头便被拽了出来。阿努比斯是胡狼化身，所以舌头原本就比普通人要长，所以一时之间也并没有感觉有什么痛苦。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舌头被越拉越长，剧烈的疼痛感让他忍不住发出痛苦的哀嚎。可惜舌头被扯在外面，只能发出呜呜之声。场外的擂台上，黑白无常站在那里，默默地看着这一幕。尤其是黑无常犯无赦，这种痛苦他当初可是亲身经历过。作为浪子回头的他，生前也是罪行累累，被打入地府之后幡然醒悟，硬生生熬了一遍18层地狱，洗尽铅华，又经历3年考验，这才成为一名鬼差。就在两人看戏之时，耳边突然传来了丰都大帝的传音：你俩小子也别闲着了，趁着这个机会给世人介绍一下我们地府，
这么多年没回来，我发现很多人都有罪孽在身，是不是都忘了举头三尺有神明了？黑白无常闻言，身体一僵，彼此对视一眼。好好的公派度假，又被强制加班，没办法，两人只能照做，谁让对方是他们老板呢？老黑，你来还是我来？还是我来吧，这事我比较熟。黑无常那张哭丧脸变得更加阴森起来，转过头，目光扫视全场。此为拔舌地狱，凡生前挑唆是非、诽谤污蔑、辱骂他人、说谎骗人者，根据罪孽不同，所受刑期也有所不同。阴兵会用铁钳拔出你们的舌头，一点点往外拉扯，直至拔出来。说到这里，画面上的阿努比斯的舌头已经被拉出半米长。一旁的白无常突然开口补充了一句：当然，拔出来并不意味着刑罚结束，在拔舌地狱里面，你们的灵魂不死不灭，这种刑罚会一直持续，直至刑罚结束。他的语气阴冷无比，再配合是他那笑盈盈的表情，让在场之人只觉得毛骨悚然。也不知道是不是地府和人间的时间流速不一样，阿努比斯的灵魂在承受一段时间拔舌之后，画面一转，又出现在另一座地狱里面，同样是无数灵魂在哀嚎，只不过这次阿努比斯没有被绑在柱子上，而是被束缚了手脚，卡在一个夹子上面。黑无常再次开口，此处乃是剪刀地狱，凡教唆他人淫乱、出轨者，无论男女，都将减去10指。此言一出，场外不少人都脸色苍白，冷汗直冒。而奥林匹斯山上正看得津津有味的宙斯等神顿时破防了，这怎么听都像是在内涵他们。这种恶毒的刑罚，也只有华夏那种野蛮的神系才会保留，简直。神王不必生气，华夏的神还管不到我们这里来。一旁的波塞冬淡淡的瞥了宙斯一眼，他倒是很想看看自己的这个哥哥如果进入18层地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擂台上，阿努比斯在剪刀地狱待的时间更短，因为他并没有犯下这种罪孽，仅仅是地府为了达到宣传效果，特意让他体验了一把。接下来画面一层一层的变换，黑白无常也是卖力的讲解，把每一层地狱的罪孽和惩罚手段讲出来，像极了推销产品的推销员，就差拉人过去亲身体验了。蒋文明在一旁默默的看着，心里盘算，这要是真按照18层地狱的宗旨惩罚，估计世上的人谁也跑不掉。毕竟按他们的话说，众生平等，谁敢保证自己没杀过生？一不小心才死一只蚂蚁，拍死一只蚊子，到了地府一样要抵命。听完他们的解释，我感觉我要是死了，估计1万年都出不来。哎，我刚才数了一下，自己占了3条，我5条，你们都是弟弟，老子18条全占。兄弟牛逼，以后我在每一层都能看到你。蒋文明没有去理会那些观众的议论声，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地狱里面的阿努比斯。按照黑白无常的话，进入地狱受刑之人是不死不灭的，但如果这样下去，岂不是说阿努比斯在受完刑之前根本死不了？难道比赛就要这样一直僵持下去？埃及神系那边显然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想要牺牲阿努比斯来拖延时间。只是他们这么做的意义在哪里？他们的造化之药已经没了，就算拖延时间也没有意义啊！蒋文明的大脑飞速运转，可惜始终无法想明白其中关键，唯一的可能就是他们在替希腊拖延时间。不过据蒋文明的了解，双方关系应该还没好到这种程度，而且埃及诸神也不是什么舍己为人的圣母，这里面一定有他不知道的内幕。心念至此，蒋文明一个闪身来到黑白无常跟前，两位无常爷，我能不能问问这个阿努比斯能不能弄死？现在恐怕不行，18层地狱乃是圣人所建，用以洗清亡者身上的罪孽，然后清清白白投入6道轮回之中。在罪孽没有洗清之前，谁也无法离开，除非主动开启地狱大门将他放出来，可那样一来动静太大。你也看到了，地狱里面的恶鬼太多了，难免会有鬼跑出来。黑无常的话让蒋文明的心凉了半截，难道真要这么耗下去？那倒也未必。白无常突然开口，蒋文明眼睛一亮，连忙看向对方。只听白无常悠悠地说道：万物相生相克，圣人坚信，天言50，留下遁去的一，地府之中有一人或许可以做到。谁？钟馗。钟馗。蒋文明一愣，脑海中随即浮现出关于钟馗的信息。严格意义上来讲，钟馗并非鬼差，也不是地府中人，他的身份很特殊，可以说是3界之内独一份。正常情况下，人死之后要么进入地府，要么沦为孤魂野鬼。可他不一样，他虽然成为孤魂野鬼，却因为救了当时的皇帝唐玄宗，被对方册封为伏魔大将军，代天巡狩阴阳2界。唐玄宗是人间的帝王，原本是没有资格册封鬼神的，可对方是天子，有紫薇大帝护着，钟馗得到了帝王之气的滋养，已然成为半个鬼神。他的命令虽然草率，但地府不得不给紫薇大帝这个面子。但面子归面子，这不代表人间的帝王可以胡来。他们地府可以不抓钟馗，但也绝对不承认对方的身份。所以钟馗这个鬼神不能久居阳间，也回不了阴间，只能在阴阳2界徘徊。现在黑白无常竟然要让自己去找他帮忙，兄弟有所不知，那些都是老黄历了。钟馗现在已经被大帝收入地府，位列4大判官之一，主掌罚厄司。白无常见蒋文明沉默，便猜出他的心思，笑着解释道：啊！蒋文明也没想到还有这种事，他只记得地府里面有崔、陆双判，却不知道还有2人。不过眼下并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当即询问怎么联系钟馗。钟馗现在主掌18层地狱，已经很少出来了，就连我们这些同事都很少见到他。你如果着急，可以亲自去18层地狱一趟，或许能找到他。白无常的话听得蒋文明一阵头皮发麻，说的跟闹着玩一样。18层地狱又不是游乐场，谁想进就能进，更何况地府入口就写着生人止步，他一个大活人怎么进去？蒋文明可不会什么元神出窍之法，更不想被人勾魂。无常爷，要不你们谁帮我下去招招？我一个大活人去地府，这不是坏了你们规矩了吗？总可以，但打死也不会承认。
身为华夏的人，就没有一个不怕地府的，尤其是他这种了解比较多的人。别看《西游记》里面把地府写得垃圾无比，可事实这地方丝毫不弱于天庭4大部门。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就是天庭的第5部门。而酆都大帝本人论地位也就比玉帝差一点，跟其余天庭4帝平级。真要出手对付孙悟空，他早就凉了。他大闹天宫、地府、龙宫，看着很猛，但说白了，其实就是一群大人在看熊孩子胡闹，还是一个大佬家的熊孩子。只要不是太过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黑无常闻言接口道：“我们哥俩先前跟他打过架，现在让我们去求他，想都别想。”蒋文明狐疑地看了两人一眼，很想问一句：“你确定是打架，不是挨揍？”但这话要是说出来，就有些得罪人了。蒋文明还没这么傻，眼看气氛变得沉默，蒋文明咬了咬牙，决定还是亲自去一趟，顺便去白白山头，毕竟大佬们都回来了，指不定哪天就撞上了。心念至此，蒋文明朝着黑白无常抱拳：“有劳两位无常爷了。”小事。白无常说着，手中的锁链直接套到蒋文明的脖子上，用力一拉，蒋文明一个趔趄差点摔倒。黑白无常傻眼了，锁魂链是专门用来勾取魂魄的，面对凡人可以说无往不利，可现在竟然无法勾出对方的魂魄。还不等他想明白其中关键，就看到与蒋文明身体接触到的锁魂链竟然开始变红，紧接着直接化作了一滩铁水。卧槽！黑白无常直接心疼的叫了出来，这件宝物竟然就这么给毁了！你小子究竟什么来头？灵魂与肉身融合在一起，莫非你也是修炼的肉身成圣之道？不对啊，就算是肉身成圣之道，你才多大年纪，怎么可能做到这一步？黑白无常你一言我一语，上下打量着蒋文明，啧啧称奇。蒋文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刚才被锁链缠绕的时候，只觉得一阵冰凉，身体不由自主的就起了反应，那好像是帝俊的血脉之力。他自从获得帝俊血脉之后，发现除了装逼以外根本没什么作用，论速度不如筋斗云，论攻击不如三昧神风，也没有其他类似于火眼金睛之类的特殊能力，这让他一度以为自己的血脉只是身份象征。没想到今天突然整出这么一出，自己这算是不怕被勾魂了。仔细想想也是，金乌本就是至刚至阳，帝俊更是第一只金乌，天生就克制邪祟，锁魂链属于阴物，被他的血脉之力克制也很合理。只是这股力量他好像根本无法操控，跟其他人不同，别人觉醒之后都会获得本命神奇的能力，可他从头到尾就只会长出翅膀，发光发热长翅膀飞行，看上去很唬人，但实战能力几乎为零，还不如无知其来的实在，直接送了自己火眼金睛和力大无穷能力。可是刚才在听到黑白无常的话之后，他心里泛起一丝疑惑，自己掌握的能力好像并没有修炼肉身的，他为什么会说自己肉身和灵魂融合了？要知道这种能力，哪怕在肉身成圣这一道里面，也少有人能够做到，绝对是超级大佬的专属。蒋文明苦思冥想，也找不到答案，索性直接放弃，将目光投向黑白无常。灵魂无法出窍，难道要肉身进入地府？正当他思索之时，另一边地府之内，原本端坐高位的酆都大帝神情一肃，目光像是穿透了空间，看向擂台上的蒋文明。肉身成圣之道，没想到这个时代还有人走这条修行之路。他们这些人都是真身回归，所以并不知道蒋文明获得了帝俊的血脉，就算知道也不会太过惊讶，毕竟不少神明都冰结转生了，就连他也留下了传承，只不过还没用到就被接引回来了。这么纯粹的金乌血脉，看样子妖皇对他很上心啊。罢了罢了，就让我再帮你一把。说着，面前的桌案上便出现一张黄纸，酆都大帝取过毛笔，在上面快速书写，然后放下笔，朝着黄纸吹了口气。只见黄纸上写着4个大字：百无禁忌。黄纸无风自动，轻轻飞来起来，一路飘向地府上方的裂隙。钟馗，你去把那条狗给解决掉。酆都大帝的声音自地府内回荡。地狱最深处，一名相貌丑陋、满脸胡须的汉子陡然睁开眼，恐怖的气息自他身上散发出来。在他睁眼的瞬间，整个18层地狱的恶鬼全都停止了哀嚎，像是生怕引起他注意一般。钟馗一步迈出，来到地狱第15层，折形地狱。凡挖坟掘墓者会在这里受到肢体分离之苦。阿努比斯身为埃及的死神，挖坟掘墓的事自然没少干，所以他被困在这里，身体一次又一次的被分裂，他的精神早就崩溃了，恨不得自毁神性去死。可惜他做不到，他的灵魂无论受到什么样的伤害，都会在他死去的那一刻重新恢复。紧接着就是一次又一次的酷刑，哪怕他成为死神上万年，见识过各种各样的酷刑，可当他进入18层地狱之后，才发现自己以前是有多天真。跟这里相比，他冥界的那些酷刑简直就像是幼儿园里过家家，没有人能够承受这里的刑罚，无论他是谁。他现在只想对方赶紧杀掉他，他真的承受不了了。你可知罪？一道威严的声音响起。阿努比斯听到这个声音，顿时打了个激灵，就仿佛听到天籁之音一样。我知罪，我错了，我不该挖坟掘墓，我不该亵渎死者。阿努比斯飞快地说出自己的罪行。他现在不怕对方审自己，就怕没人理他，因为那个时候等待他的只有无尽的刑罚。你既已知罪，那本判便给你2个选择：一是接受惩罚，熬满9999万年刑罚；二是我选2。钟馗话还没说完，阿努比斯连忙给出答案，那配合程度快的简直令人瞠目结舌。场外见到这一幕的观众，无论是人还是神，全都倒吸一口凉气。这可是死神，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这才多久？18层地狱还没走完一圈，就变成这副鸟样了。这一刻，别说是人了，就连煮熟的鸭子都不敢嘴硬，他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尽快洗清罪孽，免得死后进入18层地狱。开玩笑，连死神都扛不住，
更何况他们，不光是华夏，就连那些投靠华夏的附属国也一个个开始行动起来，修桥铺路，助人为乐。路上看见一个老太太过马路，别说扶了，一群人直接冲过去扛起来就跑，生怕慢一步被其他人抢先，给老太太吓得直呼年纪大了受不了这么多人。钟馗也没想到对方居然这么配合，既然对方做出了选择，他也不继续废话，直接一把抓住阿努比斯的灵魂，像是吃棉花糖一样，双手挤压揉搓，捏成一个小团丢入嘴里，嘎嘣嘎嘣，明明是条狗，居然是鸡肉味，还真是奇怪。钟馗边咀嚼边做出评价，这一幕直接看傻了场外的观众，那个死神竟然被吃了，卧槽，这又是什么大佬？吃神明就跟吃棉花糖一样粗暴，这也太猛了吧！难怪蒋神说一旦华夏诸神回归，我们就将无所畏惧，这简直强盗犯规啊！我突然看饿了是怎么回事？要不咱点个外卖？阿努比斯被钟馗吃掉之后，这次没有再重新复活。见到这一幕，波比终于长舒了口气。恶人还需恶人磨，钟馗虽然不是恶人，但他却是所有恶鬼的克星，因为他可以吃鬼。但是这一种能力就奠定了他在地府中的地位。比赛结束，第4场比赛华夏帝国胜，波比直接宣布比赛结果。这次没人欢呼，主要是钟馗吃阿努比斯的场景太震撼了，再加上之前黑白无常的科普，以至于不少人都心惊胆战，担心自己死后进入18层地狱。蒋文明却没有那么多顾忌，自从知道黑白无常他们无法勾出自己魂魄之后，他整个人都飘了，上去一手一个搂住他们俩的肩膀，让他们面向众人。2位无常爷，你们刚才讲的太恐怖了，这样会吓到他们的，要不你们再多说2句，安抚一下他们的情绪。白无常想了想，觉得很有道理。罪孽这种事在所难免，不过只要不是诚心为恶，都可以通过行善积德消弭，免去18层地狱之苦。带我回到地府禀明大帝，回头在人间设立功德柱，让你们可以自行查看身上罪孽，今后怎么做就看你们自己的选择了。若是行善积德，我等自会庇佑你们；若是依旧作奸犯科，那少不了要去18层地狱走上一遭。白无常的话声音虽然不大，却清晰地传入在场所有人耳中。他的声音虽然阴森尖锐，但这一刻听在众人耳中却好比天籁之音。无常爷仁慈，我的妈呀，差点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死了之后要下地狱。不行，我要去行善积德，哥们儿你去不去？只见被问到的这位大肚翩翩的中年人不慌不忙地吸了一口烟，然后吐出来，缓缓说道：我等功德柱出来了再说，要不然我不知道该先赎什么罪。擂台上随着比赛结束，黑白无常也准备离去，恭迎无常爷回归。黑白无常闻言冲着他笑了笑说道：欢迎你有时间来地府玩。蒋文明脚下一个趔趄，差点摔倒，换个地方或许他就应下了，但地府吗？还是算了，正常人谁会去那里？鬼都不愿意去好吗？送走了黑白无常，擂台上的裂隙也随之关闭。接下来就是最后一场比赛，蒋文明随意拨弄了一，他现在也算是看出来了，自从华夏诸神回归之后，整个擂台的画风都变了。以往还需要他拨转盘，随机挑选神明出场，可现在随机个锤子，一切都是内定好的。他敢保证，无论他怎么转，绝对会跟埃及派出来的神明一样，属性相近。转盘还在转动，似乎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蒋文明等了半天，也不见埃及的神眷者上场，于是好奇地看向波比。下一场比赛什么时候开始？3分钟。2，卧槽！蒋文明吓得连忙跳下擂台。1，随着最后一声倒计时结束，擂台上出现一道金光，光芒刺目，宛如太阳一般耀眼。金光之中，一道身影缓缓浮现，正是埃及的至高神拉。拉此时的脸色异常难看，他怎么也没想到最后一场比赛会选中自己，他明明指定了下位神出场，这要说没有黑幕，他打死都不相信。可惜这种事他没有证据，就算有证据也没人受理。与此同时，转盘终于缓缓停了下来，一道金色的名字浮现：财神爷赵公明。卧槽！蒋文明在看到这个名字之后，直接惊呼出声。前面众人刚把白无常当作财神爷，可转眼间真的财神爷就下来了。这要是说其中没有联系，打死他都不相信。不过还没等他想好怎么跟对方解释，却突然看到名字闪烁了一下，陡然变成了后羿2个字。蒋文明连忙揉了揉眼睛，还以为自己看错了，可名字这次不再发生变化，确确实实是后羿2个字。我了个操，还能这么玩？蒋文明彻底傻眼了，真的是后羿？他不是先前已经出战过了吗？怎么又出现了？还是代表华夏神系？难道是重名？蒋文明努力思索神话中还有没有叫后羿的人。就在这时，一道金光落下，一位半身赤裸、手持长弓的英武男人出现，可不正是先前的大义吗？蒋文明顿时凌乱了。而天庭之中，太白，你给我让开，我非要弄死这家伙不行，竟然敢抢我的出场机会！财神爷赵公明怒发冲冠，骂骂咧咧的要往前走。老赵消消气，不值得，不值得。一旁的太白金星死死地拽住他的胳膊，不让他往前走。哈哈，笑死我了！到手的名额被人给截胡了，财神爷，这是要搁小爷身上，我铁定不能忍。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李哪吒还在一旁给赵公明拱火。李靖，你还杵那里干嘛？还不赶紧把你家大孝子拉走，一天天的净在这添乱。太白金星一边拉扯赵公明，一边朝着李靖喊道。李靖脸一黑，瞅瞅这说的是人话吗？我要是能管住他，当初还会给我断绝父子关系吗？太白金星，你这话小爷记住了，你给我等着。哪吒怒视太白金星一眼，扭头就走。小屁孩人不大，脾气倒不小。太白金星望着气呼呼走掉的哪吒，笑骂一句，但当他看到哪吒朝他居住的地方去的时候，脸色顿时一变。李哪吒，你要去哪？哪吒在听到太白金星的话后，脚下风火轮出现，
嗖的一下消失在原地。咦，太白金星，你这老头怎么还有女人的衣服？这琵琶不错，借我玩几天。哪吒的声音传来，周围人全都一脸的古怪看向太白金星，就连先前怒气冲冲的赵公明也不挣扎了，好像有瓜可以吃。只有一些资历比较老的大神同时扶额，心中暗道一声，完了。李哪吒，把本宫的琵琶放下！太白金星怒骂一声，也顾不得拉赵公明了，身影一闪，瞬间消失在原地，只留下一群懵逼的诸神。老白这是气疯了，怎么自称本宫？赵公明懵逼的看着周围其余懵逼的诸神，嗨嗨，其实太白金星是女儿身。一直端坐高位的西王母突然干咳两声，解释道：啥？卧槽，真的假的？我是不是没睡醒？一众神仙全都傻眼了，还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但看到那些资历比较老的神仙都是一副早知如此的表情，这才意识到西王母说的应该是真的。众神凌乱了，一只乐呵呵老头模样的太白金星竟然是女儿身。你们这些神仙都是后来者，所以并不知道她的来历。太白金星乃是启明星所化，本是女儿身，后来因为职务之故多有不便，所以就变化成白发老者模样。久而久之，除了我们这些旧神以外，很少有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了。西王母也很无语，李哪吒这个熊孩子这次算是闯下大祸了。太白金星主杀伐，只不过这些年来为了维持得到高人人设，已经收敛了许多。这次被李哪吒戳破身份，他这些年积累下的怨气可算是找到宣泄口了。想到这里，西王母有些同情地看了眼李靖，那眼神仿佛在说：你家大孝子又笑出新高度了。李靖还没从太白金星是女的这件事中缓过来，就看到西王母对他投来的同情目光，有些疑惑不解，心想这是那个逆子惹出来的祸，总不能还算到自己头上吧。